欢迎来到海底冰窟世界，这里有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当然，想要享用或者拥有它们的前提是活下去。好好生存是你今后唯一的目标。牢记以下重点，能让你存活的概率提高不少。1. 这个世界由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冰窟相连，挖开你能看到的冰壁，便能走到下一个冰窟。2. 冰窟内可能有生存物资，可能有特殊道具，也有可能是恐怖的异兽。3. 进入下一个冰窟，上一个冰窟则会被封锁，你没有回头路可走，一往无前是你唯一的选择。4. 你每天有10次挖掘的机会，进入下个冰窟才算成功完成一次挖掘。5. 海底冰窟世界中并不只有你一个人，要是不小心挖到同类，恭喜你，你将告别孤独，当然也要小心对方将你当成肥羊。6. 这个世界无限大，你无需担心哪一天会挖到尽头，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你将永远被困在此处，惊喜吗？7. 不过当你足够强大的那一天，或许能打破这个世界对你的封锁也不一定。最终提示，系统面板已经加载完成，只需要在脑海中默念就可以打开。看着眼前虚拟面板上的几道提示，杨青有些不淡定了。什么鬼？刚刚不是还在食堂干饭吗？怎么突然到这来了？海底冰窟，求生，物资，这是穿越吗？杨青疑惑地望向四周，6块大小不一的冰壁合成了一个封闭的冰窟。冰窟内有光线，有氧气，甚至感觉不到一丝寒冷，完全不符合常理。需要挖开一面冰壁才能前往下一个冰窟吗？可这连个工具也没有，难道要用拳头砸？还是先看看那什么系统面板的功能吧。杨青无奈地摇了摇头，随后在脑海默念系统面板。半透明的虚拟面板浮现在眼前，背包、聊天、交易所、人物信息、制造、家园。左上角标有时间以及一行小字：16点23分33秒，19点至7点为夜晚，请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右上角也有一行小字：今日可挖掘次数10。杨青尝试着点击背包，50个格子出现在他面前，同时第一个格子里装着一把镐头。又点击了一下那把镐头，一把锈迹斑斑、包裹着动物皮毛的镐头出现在他手中。劣质的镐头，它看起来很普通，但却能够决定你的命运。一串提示出现在镐头旁，倒是跟以前玩的网游有些相似，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杀怪练级。杨青说着，又自嘲般笑了笑，想多了吧，这又不是虚拟世界，身体也没有虚拟化，实打实的肉身穿越，怎么可能会出现练级这么离谱的事儿？随后又点击聊天，聊天界面有世界、龙国2个选项。首先点开龙国，霎时间一排排流动的对话划过，这些人的聊天头像都是本人，昵称也是自身的真实姓名和自身国籍。这里是龙国频道，一眼望过去，姓名后面都有清一色的龙国2字。救命！救命啊！我可能被不法分子绑架了！哈哈哈哈！世界末日，世界末日终于来了！好啊！完了，BBQ 了，走不出去了。你们也被冰块包围了吗？谁能给我二大爷带个话？他那10万亿遗产我可能没机会继承了。我是二大爷，请问10万亿在哪里？我是10万亿，请温柔对待。话说有人尝试挖开冰壁吗？看那提示可能会挖出恐怖异兽，我有点害怕啊。害怕+1，加。看着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信息，杨青很快没了兴趣。本来还想看看有没有哪个勇士先一步开挖了，毕竟提示上可是说冰壁后面是有可能挖出恐怖异兽的。结果都是打屁吹牛逼的，小白鼠什么的果然不会主动跳出来吗？不过还好，大家都是稿子开局，倒也算公平公正。退出龙国聊天界面，点开世界聊天界面，这里的聊天信息滚动得更快，并且系统自动将这里的语言翻译成龙国文字。随便看了几眼，更没兴趣了，不是西巴就是缩嘎。随后杨青又点击交易所，交易所供玩家以物换物，交易自由，并且不收取任何手续费，这点倒是良心。不过大家都是刚穿越，交易界面还是处于空白一片。杨青很快又点开旁边的选项，人物信息，姓名杨青，力量12，正常成年男子10，敏捷12，正常成年男子10，体质13，正常成年男子10，精神15，正常成年男子10，装备武器空，头盔空，衣服空，护腕空，鞋子空，裤子空，护腿空，腰带空，项链空，戒指左空，戒指右空。这些年的早起锻炼倒是没白费，每项都超过了标准值。在个人数值方面，杨青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又望向旁边的选项制造。制造这个界面与交易所一样，处于空白一片。从系统说明上，杨青得知，想要自己制造物品，
首先需要学习制作图，再根据自制图上的需要的材料来搭配。以他现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模样，这一选项自然也没必要多看。最后把目光放到家园那个选项上，点击。霎时间在他眼中出现一座被篱笆围起的庭院，庭院中间是一栋古旧的木屋，木屋四周残破不堪，看那模样，遮风挡雨都是个问题。木屋旁边是一片片杂草丛生的土地，同时虚拟面板上还有2个异常显眼的大字巨线。带着一丝好奇，杨青点击巨线，忽然一道道刺眼的亮光从面板上发出，同时空荡荡的冰窟中则出现了一处真正的庭院，与面板上家园内的庭院1比1还原，分毫不差。庭院不大，也就100来平，小木屋就占了40平，剩下的一些荒地，杨青也没心思研究了，将巨线的庭院收回，提着镐头走向靠右方的冰壁。第2章神秘的隐藏提示。经过这一会儿的探查，杨青深刻的明白，若是把这一切当成游戏来看，那挖穿冰壁，进入一个又一个的冰窟中搜寻物资，便是这款游戏的核心。除非你能不吃不喝的一直待在这里，并且祈求这只是一个梦境，否则只有一个选择：挖掘。就地等死并不是杨青的性格，他准备动手了。右边的冰壁是他的选择，没有任何依据与纠结，只是单纯因为靠得近。在冰窟内，每个方向都有系统标注着方向，上下左右前后。冰壁如镜面一般平整，但却感受不到任何寒意。真要说，这反倒更像一面镜墙。也不知道多久能够挖穿这面冰壁，希望能如薄镜一般脆弱。思索间，杨青已然高高扬起手中的镐子，挖吧，挖吧。右方冰窟是一群冰辟邪的老巢，不怕被折个千疮百孔，你就挖吧。一行彩色的字体在他脑海浮现，不同于系统面板浮在眼前的那种提示，这段彩色的字体就像凭空印在他脑子里一般。杨青甩甩头，眼神有些茫然，手中的镐子没敢砸下，而是被他重新提在手上。这是系统提示。抬头，又将目光集中在头顶上方的冰壁。上方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一件白品装备，1瓶2L 冰阔落，可没有攀爬装备的你，也只能干瞪眼吧。彩色字体再次出现在脑海，杨青眼中焕发出一丝异样的神采，继续看向脚下的冰壁。敢往下挖，那你可真是个勇士，极寒的环境能瞬间把你变成冰雕。哦豁，左边倒是有个白色品级的贝壳，可它处在湖底10米深处。你要是觉得你能潜得下去，就勇敢的挖吧。后方冰窟虽然什么都没有，但它冰壁特厚啊。哦，天哪，往前挖，真明智。里面不仅没有任何危险，并且食物够你吃喝1天。6个方向，前后左右上下，只要杨青盯着哪一方想要挖掘，一段彩色提示便会出现在他脑海。如果提示是真的话，想到这，杨青呼吸都有些急促。按照提示来看，挖前方那块冰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得那提示真的准确。不管了，反正都到这地步了，莽就对了。杨青再次扬起镐子，只不过这一次的方向是前方那块冰壁。卯足劲，狠狠砸下。叮！原本平滑的冰壁露出一条淡淡的裂痕。姿势与力道是没错了，就这么保持。叮叮叮！随着杨青不断的手起镐落，冰壁已经密密麻麻满是裂痕。砰！终于是在半个小时后，冰壁轰然倒塌。系统冰块 X20。呈现在杨青眼前的是一面淡淡的雾墙，雾墙阻隔着视线，看不清里面的情况。本来还想着冰壁碎了先看看情况，若是里面有危险先不进去，看来这个 bug 是卡不成了。杨青呢喃着摇了摇头，不再纠结，迈开步子走了进去。刚一迈进，身后原本的雾墙瞬间变成一面新的冰壁，同时一道系统提示也出现在冰壁旁。系统，你无法挖掘这面冰壁。杨青打开系统面板，右上角原本今日可挖掘次数10已经变成了9，而正前方依旧是一个被6面冰壁包裹着的冰窟，一眼望去，空间倒是比上一个冰窟要大上不少。同时在这个冰窟角落有着一个泛着白光的贝壳。杨青连忙走了过去，贝壳差不多一台笔记本般大小，周身泛着白光。白贝壳，冰窟中最低级的贝壳，打开它或许会有一些小惊喜，但也有可能会隐藏着危机。来自系统的提示浮在贝壳上方，放心打开，里面是水和食物。彩色的提示在杨青脑海浮现，有挂者无所畏惧，直接伸手打开，正如脑海中的提示那般，没有任何危害发生，并且还放着2瓶矿泉水和一块压缩饼干。系统500ml 矿泉水 X2， 系统100克压缩饼干 X2， 系统白贝壳 X1。 3样物品自动收进背包。杨青将背包打开，格子中第一个是镐头，第二个是贝壳，数量都是 X1。 第3个和第4个格子放的是压缩饼干和500毫升矿泉水，数量都是 X2。
好奇地取出一瓶矿泉水后，格子中 X2 的数字瞬间变成 X1，这真的不是游戏世界吗？杨青说着，盯着手中的矿泉水，有些出神，随后甩了甩头，管他呢，游戏也好，穿越也好，先好好活下来再说吧。仔细观察了下四周，发现没有其他物资，这才取出压缩饼干吃了一小口，再补充了下水分后，靠在角落休息一番。也不知道其他人开始挖掘没有。打开聊天界面，选择龙国。兄弟们，我被蛇咬了，好像中毒了，现在浑身难受。我3。呜，哪位大哥行行给点吃的？大家发现没有，砸碎冰壁居然还有一面幕墙。我刚刚还把稿子丢过去，想先探路，结果丢不进去。哈哈哈哈，直接用手触碰幕墙就会进入下一个冰窟。我就刚进来，还找到了2块巧克力。巧克力能不能分1块？巧克力纸能不能给我舔舔？干啊！明明是一大块冰，为什么舔不出水来？嘿，我挖了前方冰壁，再去挖后方冰壁，您猜怎么着？根本挖不动。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挖掘，不过大都还在自己的一血徘徊，没人提第2个冰窟。杨青看了一会儿，便退出聊天频道。这次倒是看到了几条比较有价值的信息。一旦选择一面冰壁开挖，便不能再挖掘其他冰壁。还有，冰块居然不能化成水，离谱！开始干活了。有隐藏提示的他，此刻是一脸轻松。如果别人的难度是地狱折磨级，那这场穿越生存游戏对杨青来讲，玩的就是温柔版。第3章，增强体质。别看了，后方挖不通。彩色的文字在依旧杨青脑海浮现。随后他又望继续向其他几面冰壁，继续往前挖，里面有足够的水和食物，甚至还有一张时髦制作图。左边冰窟也还行，谁能拒绝睡前来一桶老坛酸菜面呢？哦，你暂时还无法烧制热水，真可惜。右边就别看了，里面沉睡着一头凶猛的血猪，它能顶破你的脑袋。下方盘踞着一群冰蝠，招惹他们，你逃都没地逃。你居然还敢望向上方，请问你有攀爬工具吗？告诉你，里面有一个异兽蛋又如何？你不也只能干瞪眼？这个提示多少带点不正经，杨青无比确信。毫无疑问，这次的选择依旧是前方冰壁。不说足够的食物，单单那张制作图就足够他心动了。叮叮叮，挖掘冰壁的声音再次在这个冰窟内回荡。少年满怀热情，手起镐落，只为拨开前方娇嫩的外衣，深入是他唯一信念。大约半个小时后，随着一声巨响，冰壁砰然破碎。系统冰块 X20。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一次杨青没有任何犹豫，径直穿过屋墙。顿时眼前的场景瞬间变大，并且第一眼便望见冰窟中间那块泛着蓝光的贝壳。好家伙，这个冰窟大得惊人！一边说着，一边往中央位置走去。蓝贝壳比白贝壳高一级，往往收藏着不错的物资，当然危机也更大。这个蓝贝壳安全无害，食物制作图应有尽有。2个提示，一个在贝壳上方，一个在脑海。杨青放心开启眼前这个蓝贝壳，里面摆放着一张制作图，一瓶雷碧，还有一盒奥利给饼干。系统时髦制作图 X1。系统350毫升雷碧 X1。系统200克奥利给饼干 X1。系统蓝贝壳 X1。杨青暂时没管其他，从背包取出时髦制作图。来自系统的2道提示出现在眼前。系统时髦制作图，你可以尝试着先学习，然后再去制造。系统是否学习时髦制作图？没有犹豫，直接点击是。杨青手指刚落下，手中的时髦制作图瞬间化作星星白芒，融入他的体内。点击系统面板上的制造选项，原本空荡荡的制造界面，此时已经有了第一行信息：时髦10块02，木材03，木藤01，制造。选定时髦，点击制造。系统材料不足，无法制造。看来得想办法先搞材料。有了时髦，也不知道能不能应付一些比较弱的危机。今天挖掘次数还有8次，看来需要加个班了。杨青舔了舔嘴唇，此时他的干劲很足。不是吧，不是吧，居然有人没发现左上角的小冰包？彩色提示忽然在杨青脑海浮现。小冰包？看到提示，杨青连忙跑向冰窟内的左上角。果然，一个高不到半米、宽1米左右的小冰包傲然地挺立在这。取出镐头，对着眼前的冰包就是砸。叮叮叮，还没几下，小冰包变成了小冰渣。系统冰块 X2。系统10块 X2。系统100毫升不知名血液 X1。刚还念叨着材料，这会儿就来了2份10块。杨青大喜之余，顺便取出那份不知名血液。系统冰冻了800年白毛冰熊的血液，饮用可小幅度提升一些体质。好东西，永久加属性的。不过这真不是网游中的小红瓶。血液装在一份玻璃试管中，
扒开塞子，杨青也没管那么多，既然提示喝了有好处，管他小红瓶还是小蓝瓶，100毫升血液灌下，一股腥味在他口中爆发，同时身体中好似有股暖流在荡漾。系统130毫升玻璃空试管 X1。杨青握了握拳头，兴许是提升不多，他并没有感觉。点击系统面板上的个人信息，这才发现原本体质和力量为13、12，此时已经变成了15、13，体质加了2点，力量加了1点。血液饮用过后，他那原本有些疲乏的身体也瞬间变得精力充沛。此时的他动力无限，再次把目光望向周边的冰壁，后方依旧是提示无法挖掘。有了刚刚的经验，上方他这次是没准备观看一眼，爬不上去就算了，还被那提示膈应。其他4条提示依次出现在他脑海，这次可不能往前冲了，里面即将爆发一场风暴。左边倒是有一个蓝贝壳，可它处在湖底，并且被一只冰凯鳄守护。右边充满了冰刺，并且没有任何资源，妥妥的是个陷阱。不是吧？下面居然有一张碎冰器制作图，可惜被一只受伤的冰原兔守护。真可怜，没有武器的你连只受伤的兔子都打不过。4个方向都没有绝对安全，选择哪一边呢？杨青首先排除前方和右方，没有资源，还几乎都是无法避免的危险。左边倒是还行，只提示那只冰凯鳄会守护湖底的蓝贝壳，若是我不动那个蓝贝壳，直接朝一个方向挖掘，不知道还会不会惊动它。至于下方受伤的兔子，提示上说没用武器，我打不过。对了，若我把石矛制作出来，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制作石矛还差3份木材和1份木藤。想到这，杨青连忙打开交易所。此时交易所界面已经不再是如先前一般空荡荡的了，上面布满了信息。杨青翻看了一会儿，脸瞬间变黑了下来。这群人是把别人都当傻子吗？1块发霉的土豆居然想换500毫升水，1份木材想换肉类，1瓶酱油想换1L奶，还他妈备注要新鲜的。更离谱的是，还有什么用全身衣物换水和食物？这是要裸奔吗？看了半天，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杨青便自己挂了交易。卖家杨青，龙国。交易品100克吃了2口的压缩饼干，实际克数75。需求木材 X3。备选无。库存1。卖家杨青，龙国。交易品100克压缩饼干，需求木藤 X5。备选无。库存1。对于饼干之类的东西，杨青属实不怎么爱吃，这会儿用来交易正好，而且他还留有1份奥利给饼干，也不怕晚上会饿肚子。第4章售源系统，你在交易所挂售的压缩饼干交易成功，你收获木材 X3。系统，你在交易所挂售的压缩饼干交易成功，你收获木藤 X5。杨青还是低估了大家对食物的渴求，原本还以为需要等上一会儿，没想到2份压缩饼干刚挂上去便全部被换走。看着现在材料齐全，杨青换出系统面板，点击制造选项。石矛10块3/2，木材3/3，木藤5，1制造。选定石矛，点击制造。系统10块2，木材3，木藤1。系统，你成功打造收获石矛 X1。点开背包，取出石矛。系统，石矛以石块与木材为主材料制作的石矛，通常不具备多大的杀伤力。要注意，这是属于工具类物品，并不会占用装备格子。一根长约2米的石矛出现在他手上，矛身式的材质是木棍，矛头的材质是一块磨得尖尖的石头，整体看上去颇有一番石器时代的产物，手感不错，希望矛头不会飞掉。杨青比划了几下，虽然矛身与矛头使用一根藤条固定，但任凭杨青怎么挥舞，二者都能牢牢固定。提着石矛再次望向脚下的冰壁，这次脑海中的彩色提示让杨青咧开了嘴。不是吧，下面居然有一张碎冰器制作图，可惜被一只受伤的冰原兔守护，但已经拥有武器的你，只要小心，定能将那只兔子挑飞。将石矛换成镐头，杨青再次开始了他的砸冰之路。半个小时后，一片雾墙浮现在他脚下，而此时的杨青正站在一处阶梯之上。还好，本以为砸开这面冰壁少说也得摔个屁墩儿，没想到还挺人性化的。顺着阶梯，杨青开始往下走去，穿过雾墙，映入眼帘的是一道有着数十米高的阶梯，这对恐高症患者可不太友好。杨青摇了摇头，顺着阶梯一路往下走去。这是他挖开的第3个冰窟，与前2个空荡荡感觉相比，这个看上去倒是要多出一些生机。一眼望去，平整的底下冰壁居然长着几堆杂草。冰上长草，这么离谱的事儿，你敢信？但事实就摆在杨青眼前，并且他第一眼便看到其中一个草堆，一只雪白、有着幼狗崽子般大小的兔子正趴在那里。
可以很清晰的看见兔子的其中一条腿还在冒着鲜血，正如提示上的一样，这是一只受伤的兔子。趁它病，要它命。杨青没做任何犹豫，从背包取出时髦，双手紧握，没有任何花里胡哨多余的动作，一个箭步跑到兔子跟前，时髦稳稳朝兔子插去。噗！兔子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杨青拔出时髦，兔子见着机会朝旁边逃去，但却因为腿上有伤，逃跑的速度堪比龟速。杨青自然不会心慈手软，手中的时髦再次刺出，直接将其刺穿，而兔子也就此没了生机。系统，你成功击杀异兽冰原兔。系统，兽源 X1。系统，冰原兔肉 X3。系统，100毫升冰原兔血 X1。系统，冰原兔皮 X1。系统，冰原兔骨 X3。可怜的兔子直接让系统分了尸。不过那兽源又是什么？点开背包，取出兽源，形状好似一个鸡蛋大小，坚硬如石子，并且在上面可以看见几条淡淡的纹络，泛着白光。一旁还有一段来自系统的介绍：兽源可吸收开启人体基因链。系统，是否吸收？基因链开启后能变成超人吗？是。杨青连忙点击。系统，成功吸收兽源，人体基因链开启度 2%。系统，恭喜你解锁基因板块，可在系统面板查看。咋没有什么反应？感觉还没有先前那瓶血液提升的大。杨青绕了绕头，一边换出系统面板。背包、聊天、交易所、人物信息、制造、家园、基因，果然多了一个基因选项，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将基因那个选项点开，面板上只有一个信息：基因链开启度 2%， 应该是要等它达到 100% 才能知道具体作用吧。看到这，杨青也不再纠结这个新功能，而是打开背包继续查看兔子给予的其他战利品。冰原兔肉用来当做食物是绝佳选择，一份肉食为200克。冰原兔血饮用可轻微改善身体体质。冰原兔皮制作衣物是个不错的选择。冰原兔骨可以用来熬汤煮，一份兔骨为200克，各有其用。不过最珍贵的还是兔血，能够明显的提升身体数值。杨青舔舔嘴唇，那种以肉眼可见的望着自己变强的感觉让他流连忘返。点击取出冰原兔血。系统，取出冰原兔血需要准备器皿。刚好背包有个玻璃试管，杨青将它拿在手上后，再次点击冰原兔血。这次兔血完完整整取出，被装进试管中，随后将试管口靠近嘴边，仰头一口闷了，身体内瞬间传来一股股热流，同时体内的疲劳感再次消失，精力变得充沛。这新鲜的喝着可比那冰封800年的要爽多了，就是不知道数值加的多不多。杨青说着舔了舔嘴边残留的血液，随后点开了个人信息。姓名杨青，力量13，正常成年男子时，敏捷16，正常成年男子时，体质15，正常成年男子时，精神15，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武器空，衣服空，护腕空，鞋子空，裤子空，护腿空，腰带空，项链空，戒指左空，戒指右空。只有敏捷值从最初的12变成了16，其他的数值没有任何变化。看来这份兔血只单单加了敏捷，不过却有着高达4点的提升。这种实打实的提升让他很是欣喜，扬起手中的时髦就在原地挥舞起来。招式杂乱无章，但他却能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的体质、力量、速度等个方面都要比未穿越前要高出一大截。第5章第一个夜晚。试验过后，杨青忽然想起先前提示上显示这个冰窟中还藏有制作图，目光望向脚下冰壁上的一堆堆杂草，他的心思再次火热起来，同时脑海中的提示也随着他的目光不断变换，大都一个意思，此处安全无害，可以放心的搜索。刚刚精力得到补充，又有提示的保障，杨青干劲十足，肆无忌惮地在这处冰窟内开始扫荡。系统石块 X3， 系统碎冰器的制作图 X1， 系统铁块 X5， 系统木材 X1， 系统火柴一盒，系统500毫升矿泉水 X2， 系统200克小麦面包 X1。 可真富啊，是因为有异兽看守的原因吗？杨青的嘴角微微咧开。没多久，这一整个冰窟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在这其中，最让他在意的自然就是那张碎冰器制作图了。如果这不是个标题党，那他日后的饮水问题将会得到保障，毕竟这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冰块了。将碎冰器制作图从背包取出，学习，随后打开制造界面，在那时髦制作方案下多了一个新的选项。碎冰器
铁块5%，铜块010能10一火能10一风能10一。好家伙，一种都没凑齐，而且后面那几种什么风能10、火能10，一看就是稀有物。不过我有脑海中的提示，多挖几个冰窟，应该很快就能凑齐。有了碎冰器这个目标，杨青更有动力了。在指示下，这次他选择了朝左边前进，在里面共收获了铁块 X5、铜块 X4、500 ml 矿泉水 X1。随后又继续挖掘，这次的提示方向是挖后面，同样是无事发生，收获铁块 X4、铜块 X6、木材 X3、200克小麦面包 X2。随着这2次挖掘的结束，杨青也在冰窟中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夜晚。系统，请注意19点至7点冰窟中属于夜晚，请谨慎挖掘并保持合理的休息。这道系统提示一出现，原本还是光线充足的冰窟逐渐开始暗淡。在这种封闭的空间，黑暗会让人感到恐惧，更别说还要去挖掘冰壁，简直压力山大。当然，对于杨青来讲，压力什么的通通不存在。趁着光线还没完全暗淡，他根据提示又开始了挖掘。这次选择的是右边，里面依旧杂草丛生，只是没有兔子。共收获200克牛肉干 X1、150克速溶咖啡 X1、2L 矿泉水 X1。随着这次挖掘结束，冰窟内的光线已经完全消失，漆黑填满了整个世界。杨青也没了继续挖掘的心思，将家园从面板中锯线，随后取出先前收获的火柴，在自家庭院内点燃了一堆杂草。暗淡的世界有了一丝火光，不过杂草可不耐烧。杨青又从背包中取出一份木材，令他惊讶的是，一份木材居然是由10根半米长手臂粗的木头组成。将火堆搭好，杨青打开背包，已使用的火柴一盒，10块 X7、铁块 X14、铜块 X10、木材 X9、木藤 X2、500 ml 矿泉水 X5、1L 矿泉水 X3、小麦面包 X3、奥利给饼干 X1、雷碧 X1、牛肉干 X1、速溶咖啡 X1、冰原兔的骨头 X3、冰原兔的皮毛 X1、冰原兔肉 X3、时髦白贝壳 X1、蓝贝壳 X1。这就是他今天挖掘6次的全部收获。杨青觉得他这绝对算得上是豪华开局，毕竟能在3至4小时内挖掘6次的勇士应该不多。打开聊天界面，龙国频道。好饿啊，好想回家。呜，我不要待在这里。哪位老铁行行好，给点吃的和水吧，我已经饿了1天了。再这样下去，我怕撑不过今晚。谁来救救我？妈妈，我想回家。请问先前那个卖压缩饼干的大佬在不在？你还有没有多余的食物？我这里有木材，想和你交换。谁能给我一些水和食物？等出了这里，我给你1000万。我张长富说话算话。相较于刚进来那会儿，吹牛逼的信息明显少了很多，大量祈求水和食物的信息在面板上滚动。原本还以为这帮人多多少少应该会挖掘个1、2次，看这情况，大部分人还是没敢动手。毕竟以冰窟内的资源，但凡成功挖通一个，也不至于连口水都喝不上。不过倒也是，挖掘就有当场毙命的可能，而待在原地不动，至少还能多活一点时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直面恐惧的心理。杨青摇了摇头，随后点开交易界面。同样，与先前相比，那些不正经的交易需求逐渐减少，更多的还是以什么木材、石块之类的资源换取水和食物的交易。粗略扫荡了一会儿，并没有看到灵能石、火能石这一类他想要的东西。正准备关掉交易所时，一道交易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交易品只是普通的麻绳，但他的需求品却是工具装备这类。对啊，现阶段能够挖掘出制作图的屈指可数，几乎所有人的工具到现在还只是一把赠送的镐头。那我岂不是可以制作时髦来换取资源？时髦虽然只是最基础的工具，但对付一些普通的异兽可比镐子强太多了。重要的是制造材料也简单。一下子思绪被打通，杨青心情顿时舒畅起来。在交易所内挂上时髦的信息，卖家杨青，龙国，交易品时髦，需求木材 X9、石材 X6、木藤 X3，备选灵能石、火能石、风能石任意1颗。库存1，以制作时髦3倍的材料作为需求品，是他觉得比较合适的定价。出价太高，现阶段基本没人拿得出，而且能够拿出大量材料的人，想必也不一定看得上时髦这种普通工具。随后又将那盒奥利给饼干、1块小麦面包、500毫升矿泉水1份分别挂上交易所。需求品与备选都是任意1颗，灵能石、火能石、风能石。第6章，简简单单熬个汤。杨青刚把这些物资挂上去，聊天界面瞬间迎来一波热潮。卧槽，快看，交易所有个傻帽居然敢把水这么珍贵的资源拿来挂售，这家伙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吗？干，又是这个叫杨青的，不久前我就看到他挂了几块压缩饼干，我他妈手慢没抢到，没想到他连水都敢拿出来交易。
大家都是人，为何差距这么大？求杨青大佬给点水吧，我快要渴死了。他是挖出了地下河吗？那个灵能石是什么？也有一些人没在聊天频道发问，直接私聊杨青。大佬，木材还要吗？换口水喝。老哥，10份冰块换你那瓶水。小哥哥，能赏块饼干吗？可文，包满意。旁边还有一张鹿腿照片，看那张相片的背景正是冰窟，一看就是用系统附带的相机线拍的。私信数量数不胜数，大多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信息。杨青也懒得看了，随手将聊天界面关闭。吭哧忙到现在，他可基本没吃啥东西。从背包中取出一块兔肉，正考虑要不要再制作一根时髦做烤肉棍时，忽然看到背包内还有2块贝壳，这不正好当锅用吗？兔骨汤配烤肉，完美。有了这个想法，杨青立马从背包中取出1块白贝壳和2份石块。贝壳上下两边都是凹进去的，用来炖汤完全没问题。1份石块的形状为高10公分、长1米、宽半米的标准长方体。将2份石块横放，贝壳则架在石块中间，再将火堆移到贝壳底下，一个简易的灶台就搭好了。炖汤自然需要用水，不过水可是珍贵资源，他自己现在也不多，能省则省。先看看能不能将冰块烧成水。1份冰块的大小为1立方米。杨青取出镐子，对准眼前刚取出的冰块砸下。系统需要特殊装置才能分解。随后杨青又将冰块直接放在火上，想要看看能不能将其融化，依旧得到一样的提示。看来冰块没经过特殊装置的分解，确实如先前聊天信息里说的一样，是没法化成水的。不过那个特殊装置估计指的就是碎冰器之类的吧。这么说，只要把碎冰器制作出来，就能够将这些冰块化作可饮用的水或者碎冰块之类的。想到这，杨青心头火热，这要是真能将冰块弄成水，饮水自由不是梦？不，洗澡自由都可以。霎时间，杨青顿时觉得消耗点矿泉水用来熬汤也没什么大不了，直接取出那瓶 1L 的矿泉水倒进贝壳中，再将1份兔骨放进去，而后合上贝壳。接下来只需要静静等待就行。系统，你在交易所挂售的时髦交易成功，你收获木材 X9、石块 X6、木藤 X3。这么快就卖出去了吗？杨青念头一转，再次制造了4根时髦，挂了3根，再放在交易所，价格依旧是成本的3倍，并且备选了灵能石、火能石、风能石，还有1根则被他拿在手上，将兔肉串在时髦上，便架在火堆上滋滋烤了起来。趁着这会儿功夫，杨青再次打开聊天面板。没办法，这鬼地方唯一的乐趣也只有这里了。聊天界面异常热闹，就连白天那些潜水的人也都蹦跶出来，一个个不是在诉苦就是在炫耀。尤其是那些炫耀的人，白天冒着生命危险收获到的资源，在这一刻仿佛得到了释放。一名叫做张大炮的玩家异常显眼。兄弟们晚上好，今天的晚餐是酸奶配咸鸭蛋，酸奶没有标签，应该是3无产品，咸鸭蛋金黄流油，味道咸中带香，真叫一个地道，真叫一个美。旁边还配了一张图片，左手拿着酸奶，右手拿着咸鸭蛋，威风凛凛地站在小屋门前，神情那叫一个嚣张。也不知道系统是怎么给他拍下来的，但这张照片一发，再配上张大炮的说辞，聊天界面瞬间飘荡着一片片羡慕的留言。这就是差距吗？我这还在舔冰块，大佬就已经过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大炮，我知道你，我是你抖音粉丝，鸡蛋壳、酸奶盖能不能送给我？好想舔。为什么有人这么幸运？我今天挖掘的时候发现一个贝壳，没想到里面竟然藏着一只电鳗，对着我的脑袋就是一击电疗，现在我还感觉全身酥酥麻麻。比蚕我可没输过。你们见过狗崽子大的兔子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还会踢蛋蛋。这算什么？我今天遇上一只2米高的白毛狼，见到我就吼。我这暴脾气能忍？上前就是一记飞毛腿，现在只剩左腿了，也不知道熬不熬得过今晚。哎，类似于张大炮这种炫耀的信息是最引人瞩目的，一经发出都能引起热烈的评论。人都有虚荣心，看着有人随便发几张实物照片就能引起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正常点的炫耀什么火腿配黄瓜、香菜拌番茄、火烤大辣椒，不正常的什么蜘蛛、蟑螂、小壁虎，通通都被搬上聊天界面。杨青看的是津津有味，一边翻动着手上的烤肉，一边继续看着面板上各路大神的表演。这时留言中忽然有人说道：大家快去看世界频道，那群泡菜国的棒子们又在诋毁我们，他们的老子越看越气。刚刚有个筛批在世界频道表演吃蚯蚓，还说什么掐头去尾营养丰富，结果被人嘲讽说什么我们只配吃虫子。我也在看，那群棒槌太他妈嚣张了。第7章烤肉换取火能石。还有这种人才，在自个家玩玩就算了，居然跑到外面去出丑。
杨青摇了摇头，随后点开一旁的世界频道。一群垃圾，你们龙国人吃的都是什么鬼玩意儿？看看我吃的，这是一盒新鲜的泡菜，味美鲜香，营养丰富，蛋白质是牛肉的10倍。哈哈，欧巴厉害，泡菜这么好的东西都能挖到，直接吊打那群龙国人。笑死，把虫子当成牛肉，也就那群愚蠢的龙国人才能干得出。西巴，真撞在我大泡菜国，求欧巴包养。一排排带有泡菜国后缀的留言，几乎布满了整个世界聊天界面。果然，这泡菜国的人在哪都喜欢作妖。杨青顿时来了兴趣，打开交易所查看了一番，能用得上且售价正常的调料有3种，分别是食盐、胡椒、辣子面。3种调料下都有留言，大都表示只换取正常能吃的食物。杨青取出一份小麦面包，分成3块，分别提出交易请求。盐和胡椒粉都同意交易，只有辣椒面私聊表示需要更多的小麦面包。杨青没有搭理他，开什么玩笑，现在这行情，食物和调料的价格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好吗？况且能拿食物出来交易的真没几个，要不是他今天挖了6个冰窟，也不可能会有多余的食物。经过这会儿的磨叽，兔肉基本已经烤得差不多了，取出盐和胡椒粉，均匀地撒在上面，瞬间一股爆炸式的肉香味飘荡在半空。这时辣椒面那边再次发来私聊，表示同意交易，马上就能享用大餐。这么一小块面包，杨青也看不上，便没有拒绝。点开聊天界面的拍照功能，对着焦黄里嫩的烤兔肉和骨汤来了个特写。杨青想用香喷的烤肉前，得先来口骨汤漱漱口。插入图片，发送。这段话配合着图片刚出现在世界聊天界面，瞬间一大群潜水的龙国玩家纷纷发言。哈哈，叫，继续叫，泡菜算什么？我们龙国的大佬杨青已经吃上了烤肉和骨汤。艾玛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味。真的没人发现这么一锅骨汤最少也得1L 水才能熬出来吗？他到底有多少水，居然敢这么挥霍？杨青大佬牛皮，龙国威武。泡菜国的渣渣继续啊，一盒泡菜特么也敢叫嚣，现在知道什么叫碾压了吗？感到惊叹的不只是龙国的玩家，其他国家的人同样震撼杨青的大手笔。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有肉有汤，他真的不是来度假的吗？这位叫杨青的朋友，我是维古汉斯，我想和你交个朋友，请将你的烤肉分享给我一些吧。我弟也想吃肉的干活，愿伟大的神王保佑玛利亚明天也能喝上香喷的肉汤。当然，眼红诋毁的也不少，尤其是泡菜国的人首当其冲。呵呵，这就是你们龙国人，虚伪做作。真的会有人觉得这图是真的？不过是虚伪的龙国人自己手绘得罢了。对，仗着自己绘画本事好些就来欺骗大家。我们泡菜国都没人能吃得上烤肉，你们凭什么有资格？原来是这样，可恶的龙国人，这么恶劣的行为也做得出来。对于这种傻鸟理论，杨青没有理会，随手又以各个角度拍了几张照片上传上去。杨青，现在是不是又要称呼我为1秒5张绘画小天才？随着这段留言和照片的出现，世界聊天界面内龙国玩家再次沸腾，而泡菜国的人只有偶尔寥寥几句不过脑子的反抗。杨青则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看着聊天界面无比下饭。直到快吃饱之际，一道私聊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上次的骚扰后，他设置了关键词，只有带灵能石、水能石之类的信息，系统才会给他提示。杨青连忙点开，李水，龙国，我有火能石，如果你愿意将烤肉和骨汤分我一半，我就和你交易。好家伙，一份烤肉和骨汤不止炸猛了泡菜国那群棒槌，还炸出一颗火能石。杨青选择接受，反正骨汤和肉他吃的也差不多，再分出一半也没多少了。最主要的是，现阶段就能用一些残羹剩饭换取到一颗火能石，从而加快制造碎兵器的进度，在他眼里是值得的。点开交易，由系统分割出一半的骨汤和烤肉，然后放在交易界面，确认交易。系统交易完成，火能石 X1。点开背包，取出火能石，拳头大小，好似一块圆滚滚的石头，坚硬无比，上面还有着一条条火红色的纹路。系统，火能石有聚集火能的功效，用途广泛。拿在手上把玩了一会儿，感觉和普通鹅卵石没多大区别，便又收进背包。再把最后一点肉汤吃完，垫了张兔皮在下方冰面上，就这么睡了过去。一夜无话，再次醒来已是清晨7点30分，挖掘次数也重新恢复到了10次。杨青翻看着系统提示记录，昨天挂售的3根时髦已经全部交易成功，不过依旧只是换取到了10块等资源，挂售的水和饼干之类的更是没一点动静。再次制造了9根时髦，依旧如昨天那般挂上交易所，争取今天将10次机会全部用完。
杨青伸了个懒腰，将庭院收回，随便吃了点小麦面包后，开始准备他的第7个冰窟挖掘。目光打量了下周围的冰壁，彩色提示一如昨天那般依次出现在脑海。左边不通，看也没用。上方有着不错的资源，并且还有一件鞋部装备，可惜你还是挖掘不到。要小心下方，那里随时会发生雪崩。右边有座冰山，如果你有劈开冰山的能力，那收获绝对会让你开心到流泪。后方是个迷宫，请大胆挖掘，里面有一块灵能石。前边有着一群饥饿的冰原狼，你是想变成养分吗？第8章碎冰器制作成功。哈哈，居然有灵能石，开门红啊！无疑，这次的选择必然是后方。杨青心头火热，开始对着后方冰壁挖掘。系统冰块 X 石，这次的冰壁很薄，10来分钟就将其挖碎。踏进雾墙，诚如提示的那般，这处冰窟是迷宫形状。杨青处在入口处，在他眼前有2个通道。走左边，可收获的最好物品不过是张铁锤制作图；走右边，可收获的最好物品是灵能石。根据提示，杨青自然选择右边。迷宫整体建筑材料依旧是以冰块为主。顺着右边的通道，没走一会儿，便遇见一道3岔路口。根据提示，这次应该走中间通道。刚踏入，就看见不远处闪烁着金芒，上前将其捡起。系统金块 X2， 金块，一听就比什么铁块铜块高级。刚开始的奖励就这么珍贵吗？杨青更加期待接下来的收获了。有脑海中的提示，这种迷宫对他来讲和平的没啥区别。半个小时后，在他眼前有着9条通道，其他7条倒是平平无奇，唯有最左边那条提示有一件装备，走中间那条的话则能收获灵能石。讲道理，2样他都很心动，但最终还是能够早点打造出碎冰器的诱惑对他更大一些。刚一迈进中间那条通道，正前方一个泛着紫光的贝壳瞬间将他目光吸引，同时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身后原本由冰块筑成的迷宫冰墙全部向下收缩，迷宫也在此时变成了正常的冰窟。杨青的视角顿时宽敞，这时他才发现这处冰窟绝对是他至今为止挖掘出最大的一个了。走到那块泛着紫光的贝壳前，来自系统和脑海的提示先后浮现。紫贝壳能开出较好的资源，但也有可能隐藏着难以应付的危险。这个贝壳安全无害，并且存放着一颗灵能石和一些食物。杨青搓搓手，激动地打开眼前的紫贝壳。系统灵能石 X1， 系统紫贝壳 X1， 系统牛排 X1， 系统鲜橙 X6。 灵能石终于到手了，从背包内取出，与火能石差不多，也是拳头大小，圆滚滚的形状，只不过上面的纹络是一条条乳白色的。系统灵能石有聚集灵能的功效，用途广泛。收起灵能石，再仔细清点了下刚刚在迷宫内其他通道的收获：金块 X2， 铁块 X8， 银块 X6， 3米麻绳 X1。 单单这个冰窟的收获几乎抵得上昨天的3个。现在距离制造碎兵器的材料只差风能石了。杨青想了想，点出聊天界面，分别在龙国频道和世界频道发出：收购风能石，有愿意交易的可带着你的需要求来。由于昨天晚上的骨汤事件，杨青也算小有名气，这会儿消息一经发出，瞬间引来热议。杨青大佬霸气，直接就是让你提要求，就是这么自信。不要问有没有，带着要求来。真就这么霸气吗？大佬这是挖空了金库吗？呵呵，也不怕风大闪了腰，就是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真要有那么多资源，更应该拿出来援助一下大家。对于其他人的议论，杨青没有看到，此时他的心思全在一条信息上。我有风能石，但是我需要2块兽皮，2米麻绳1根，水1舀。信息是一个叫做白新雪的龙国妹子发的，看头像很仙，水灵灵的脸蛋仿佛能掐出水来。嚯，这货多半属狮子的吧？虽然在我眼里风能石值这个价，但那是因为我能制造出碎冰器，在你们眼里，这风能石充其量只是块奇异的石头罢了吧？杨青摇了摇头，回复道：杨青，龙国，兽皮1块，1米麻绳1根，水500毫升。白新雪，龙国，水再加500毫升可以吗？杨青，龙国，就500毫升，不讲价。白新雪，龙国，如果你能多出1块兽皮、1米麻绳和500毫升水，我能为你制作1张皮甲。看来这妹子是挖掘出一张什么皮甲制作图了，难怪需要兽皮。杨青有些心动，要知道他现在资源虽然挺多，可装备却是一件都没有。不过兽皮他也只有1张。想了想，回复道：杨青，龙国，我给的条件不会变，兽皮我也只有1张。另外再附送你一个消息，
兽皮这东西的来源是猎杀异兽才能获取，你应该也明白异兽的恐怖。这次对方没有立刻回复，而是过了几分钟才发来消息：白心血龙国可以。系统交易成功，风能 10x1， 冰原兔的皮毛1，负500毫升矿泉水，麻绳1米1，风能10到手。杨青迫不及待地点开制造界面，碎冰器，铁块22%，铜块10%，灵能11.1，火能11.1，风能11.1，制造，一切齐活。选定碎冰器，点击制造。系统铁块10，铜块10，灵能11，火能11，风能11。系统你成功制造碎冰器。点开背包，取出碎冰器。一台高2米左右，通体雪白，整体以铜铁为主的精密机器出现在杨青眼前。机器最顶端有一个大口子，应该是用来添加冰块之类材料进行加工的。机器下方前端有2个小孔，分别标注出冰口、出水口。系统碎冰器灵能装置，需添加特定材料才能运转，有制水、制冰的功能。注：收进背包无法运转，可以放置在家园内。真的可以制水，就是不知道一天能炼制出多少。若是量大，今晚还能洗个澡庆祝一下。杨青手掌抚摸着碎冰器，顿时又有2道系统提示浮现。系统是否添加冰块？系统灵能10剩余灵能 100%。杨青愣了下，灵能10是消耗品，要是加工一份冰块的灵能消耗量太大，那这碎冰器的作用可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了。第9章灵能连射弩，点击添加。一块1立方米的冰块出现在碎冰器顶端的口子里，同时2个选项出现在浮在杨青眼前。系统制冰、制水，点击制水，顿时一股燥热的气息从碎冰器上方的口子内喷发。系统碎冰器工作中剩余时间5点59分时。我靠，融化一份冰块居然还需要6小时，想喝你一口谁可真不容易。杨青忍不住吐槽，将碎冰机收进家园中的庭院内，而后把目光望向四周的冰壁。今天还有9次挖掘的机会，得抓紧时间。有提示指引，接下来3次挖掘都平安无事。共计收获水 1L， 铁锤制作图 X1， 橙子 X6， 香蕉 X6， 银块 X3， 金块 X6， 虾肉 X6， 海鱼肉 X3， 紫海草 X5。直到今天的第5次挖掘，杨青这才遇上了一些麻烦。上方挖不通，别看，继续走下方会遇上满地的海胆，它们甚至会主动攻击。左边冰窟盘踞着一群长嘴鸟，数量不多，也就200来只，运气好的话，你只会失去双眼。向右挖，恐怖，恐怖，恐怖！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前方冰窟隐藏着一条剧毒海蛇，虽然只有1条，但它的速度以及毒性都会让你瞬间倒地。后方有一只正在捕食的冰观音，赶走它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可你的时髦并没有能够伤到它的可能。额外提醒，怎么办呢？都是很糟糕的选择。你确定这不是额外吐槽？杨青有些头大，除去上方几乎都带有一些危险。挖哪好呢？右边肯定不行，都恐怖3连了，他可没有作死的习惯。下方和前方也不做考虑，听起来都是必死的感觉。至于左边和后边都是鸟类异兽，挖后方吧，虽然都是鸟类，但200和1之间的差距让他没必要过多纠结。况且也只有后方提示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当然，方向选好了，也不能就这么直接莽。提示说我的时髦伤不到他，反向推理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我有能够伤到他的攻击方式，就能解决掉他？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打下一只鸟？毫无疑问，弓箭或者火枪都是不错的选择。杨青打开交易所，上面依旧是以各种材料或者制作图什么的用来换取食物的需求。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毕竟食物是消耗品。你可以饿1顿，2顿，但顿顿挨饿，这谁受得了？总得想办法吃点。点击搜索弓、弩之类的远程杀伤性武器或者制作图，零零散散的有10来种，去掉一些黑批的商品，最后挑选出3种比较合适的。一阶武器短弩制作图，一阶武器进攻制作图，一阶武器连射弩。3把武器的需求品都是清一色的食物和水，其中前2个留言表示至少需要500毫升水和一些食物，只有第3个表示只需要一份能够填饱肚子的食物或500毫升水就行。杨青仔细看了看，这才发现那把连射弩居然需要灵能石才能催动，难怪愿意出售并且卖得这么便宜。灵能石有多难弄，没人比他更清楚。摇了摇头，直接 pass， 把目光转向另外2张制作图上，在心中仔细斟酌一番后，决定还是选择短弩制作图。原因也很简单，弓箭他一窍不通，不说其他，
单单准头就是个大问题。然而，就在杨青准备交易时，一道系统提示忽然浮现：系统，你在交易所挂售的500毫升矿泉水交易成功，你收获灵能石 X1。我去，什么情况？挂了一晚上的水，这个时候售出去了，而且换到的还是灵能石这种宝贵的资源。点开背包，里面确确实实放着一颗新鲜的灵能石。再查看了一下交易记录，发现与他交易的人还留了一段话：哈哈哈，从昨晚我就盯着这瓶水，刚刚终于还是鼓起勇气砸开了我的第一个冰库，没想到直接找到一颗灵能石。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我知道我一定要去把这瓶水换过来，不然我可能撑不过今天。看见这段话，杨青若有所思。是了，从大家进入冰窟到现在，也有快20来个小时了。那些一次都还没挖掘过的玩家，估计都要开始做选择了。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地步，与其活活饿死，不如赌上一次。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挖掘，总会有一些幸运儿挖到好东西。与他交易的那人，估计就是这种幸运儿。对于这群几乎快要濒临绝境的玩家而言，再好的东西也不及一块面包、一瓶水。更何况灵能石珍贵，是因为杨青知道它的作用，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讲，不过是块破石头罢了。想到这，杨青也就释然了，同时又挂了一瓶水上去。需求品依旧是各种能石。有了灵能石，杨青忽然对那把连射弩感兴趣了。对于这个世界的物品，他了解的虽然不多，但却感觉有资格装载灵能石的武器必然不会太差。试试吧。将背包中的最后一块小麦面包取出，提出交易请求，而那边也是瞬间同意。估计又是一个盯着交易所等救命的人玩家。系统交易成功，小麦面包1，连射弩 X1。将连射弩取出，拿在手上。连射弩并不笨重，为银色，材质主要以轻钢为主，纵横大概1尺半，没有弓弦，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凹槽，底部装有扳机。系统一阶武器，连射弩无法使用，需要装置灵能石。取出刚刚收获的灵能石，靠近连射弩上的凹槽。系统是否镶嵌？刚一同意，杨青手中的灵能石直接消失，而连射弩却是银光闪闪，弩身上隐藏的纹络也随之激活。系统2阶武器，灵能连射弩，扣动扳机会释放灵能键，灵能剩余 100%。酷，直接变成2阶武器了，而且不需要弩键，攻击会直接转化为灵能箭射出。一块灵能石就让1阶武器升级为2阶武器，这强大的功效让杨青大呼牛批，就是不知道消耗大不大。第10章，一颗异兽蛋。杨青将灵能连射弩装置在右手，随意挥动了几下胳膊，稍微适应了会儿后，右手平举连射弩，对准后方的冰壁，扳机扣动，咻！一根银白色的灵能箭飞出，速度快到只能看见一道银芒。叮！只一瞬便射入后方的冰壁，留下一道手指粗的小孔，威力够大，速度更是快得有些变态。杨青快速跑向那面冰壁，壁面已经恢复如初，只要不是使用特定工具挖掘冰壁，都会被判定无效挖掘。因此，杨青使用弩箭攻击是不会被判定已经选择了挖掘方向。杨青看向手中的连射弩，发现灵能剩余依旧是 100%， 随后又接着射了几箭，最后终于得出结论：每发射10次才会消耗 1% 的灵能，也就是说，一块灵能石可供杨青攻击1000次。接下来，杨青继续投入到练习当中，直到损耗了 5% 的灵能，他才觉得能够完全运用好这把连射弩。经过这会儿的熟悉，杨青也终于明白，这把弩之所以被称为连射弩，是因为它真的能做到连射，只要手速快，1秒8射，轻轻松松。装备的问题解决了，杨青再次把目光望向后方冰壁。后方有一只正在捕食的冰观音，赶走它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你已经拥有灵能连射弩，所以并不怎么惧怕它。提示已经表示能进。杨青也不再犹豫，由于灵能连射弩属于武器装备，是可以收进装备栏的，好处就是意念一动便能随时取出。再从背包取出镐头，这次的冰壁略厚，足足挖了40分钟才搞定。系统冰块 X30。杨青深呼吸，尽量让自己冷静，随后取出连射弩，猫着腰招物墙走去。这次的冰窟有股古森林的既视感，数之不尽的参天古树遮掩了杨青大半视线。抬头看，一只双翅展开足有3米的大鸟正绕着一棵古树不断盘旋，其整体为白色，头顶闪烁着一道冰晶般的肉冠，正是冰观音。确认过距离，你的灵能剑无法有效地将它致命，你需要向前推进200米。有隐藏提示这种保姆式的关爱，杨青只需要做个乖宝宝，好好听话就行。200米的距离转瞬即至，
此时杨青正背靠一棵古树，目光再次望向冰观音，而提示也跟着变化。不错，扬起你的手臂，射出你的利剑，你已经有了能够威胁到冰观音的资格。虽然以你的技术做不到一次必杀，但灵能连射弩的特性弥补了你技术上的差距。第一次面对这种大家伙，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杨青深吸一口气，手臂以45度角对准冰观音，连续扣动扳机，咻咻咻，一连7道破空声响起。冰观音反应很快，瞬间便察觉到了危机，只听他尖叫一声，翅膀应声而动，正要朝后方飞离。但银白色的灵能剑好似7颗流星，速度快到极致。噗噗噗噗，冰观音哪怕反应再快，依旧是中了4箭，从空中掉落下来。趁他病，要他命！杨青连忙上前查看，只见刚刚还雄赳赳的冰观音，此时已经像死狗般趴在地上疯狂扑腾。愤怒、疼痛让他失去理智，眼神更是散发出是人般的凶厉。杨青自是不会对他有所同情，大家都是为了活命罢了。扬起手臂，扣动扳机，又是7箭飞出，彻底了结他的生命。系统，你成功击杀异兽冰观音。系统，兽源 X1。系统，冰观音肉 X5。系统，300毫升冰观音血 X1。系统，冰观音皮 X1。系统，冰观音骨 X5。有了上次宰兔子的经验，杨青对于如何使用这些异兽遗产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首先取出兽源吸收。系统，成功吸收兽源，人体基因链开启度增加 5%， 比上次那颗兽源多 3% 的开启度。看来越强大的异兽源带来的效果也要越好。既然这样，那这冰观音的血又能够让我提升多少？杨青舔了舔嘴唇，先从背包取出昨晚和剩下的空矿泉水瓶，随后点击取出阴血。新鲜的阴血被装在矿泉水瓶中，杨青有些迫不及待，仰头咕噜咕噜一口闷下，顾不上其他，直接点开个人信息界面。力量加了3点，敏捷更是加了5点，一共高达8点的属性加成，让杨青觉得他现在甚至能手撕那只冰观音。上次仅仅一只兔子看守的冰窟都有那么丰厚的奖励，那此处想来也不会太差。毕竟一开始的提示上可是明确的表明这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杨青目光扫视着周围的古林，再望向最中央那棵古树时，脑海中的提示 biu 的一下窜了出来。爬上去，那儿藏着一颗异兽蛋。异兽蛋能吃还是能孵化出异兽崽子？要是前者倒是一般，要是后者，那我可能会是第一个异兽铲屎官吗？走到有提示的古树下，数十米高的古树坑坑洼洼，幸好杨青从小在农村长大，爬树掏窝早就是得心应手。没一会儿，他便双脚踩着树干来到顶端，一眼就看到卡在2棵树枝中的鸟窝，鸟窝内还有一颗脸盆大的白蛋。杨青连忙爬了过去，单手抚摸着蛋的表明，这时他才看清，白蛋上还有着一条条暗淡的银纹。系统，异兽蛋 X1。系统，异兽蛋需要将自身的血液滴在上面，便能孵化出一只与你绑定的异兽崽。请放心，绑定后异兽崽会完全忠诚你，无需担心它会半夜咬碎你的脑袋。还搞滴血认主这一套吗？就是不知道这小家伙食量如何，要是一顿没个30至50斤肉养不活的那种，那就有些操蛋了。不过看这蛋也不大，应该不至于是个恐怖的大家伙。杨青嘀咕着从树上爬了下来，最终还是决定暂时不孵化它。虽说他现在的食物也还算充足，但这孵化出的可不是小鸡小鸭，一旦整出个大饭桶，那他的生活将会瞬间变得拮据起来。第11章1级随机家园升级图。杨青收好异兽蛋，时间也已经到了中午12点半，本应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不过由于他刚刚喝了小半瓶冰观音的血，此时精神状态好的一批，随便吃了2根香蕉后，继续打量起眼前的这片冰窟，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资源，毕竟大小也算个森林，多多少少能采摘些果子什么的吧。半个小时后，只见杨青站在靠右的冰壁面前，吭哧吭哧的挥着镐头，嘴中还骂骂咧咧的叫道：“真特么晦气！转了大半天，连只虫子都没看到，更别说果子了。而且你听过挖到一棵古树最少也需9小时这么离谱的限制？也正是因为这个限制，这才让他打消了把眼前整片古林通通挖空的想法。至于这次为什么挖右边，则是因为刚刚提示上的信息引起了他的兴趣。向右挖，你会遇见一只贝壳怪，捕获它会让你收获一堆极其丰厚的资源，当然失败的概率会很大。没过多久，伴随着一声巨响，冰壁轰然破碎，杨青快步穿过雾墙，来到了今天的第6个冰窟。相较于上一个，眼前这个冰窟就显得狭隘了许多，整体看上去也就200来平方。当然，冰窟虽小，但摆放在中间的那个蓝贝壳可是耀眼的很。也许你见过润滑且紧实的贝壳，
但你见过长了4条腿还会朝你吐毒泡泡的贝壳吗？没错，眼前这个就是。想要成功捕获它，必须拥有高超的射击技巧和一定的运气，因为你只有一次攻击的机会。彩色提示也在第一时间浮现，倒是和普通贝壳没什么两样。要不是有提示，谁能想到这玩意儿还能长出4条腿，并且还会吐出毒泡泡？取出灵能连射弩，杨青轻轻地抚摸着弩身。只有一次攻击的机会吗？我有连射弩，提示依旧显示能够捕获的概率不大，也就是说，这个贝壳怪能够躲开我弩箭的攻击。弩箭都能躲开，那即便是制造出渔网之类的陷阱，能够抓住它的可能性也不大。射击技巧和运气是提示给出的策略，按照这个思路来推理的话，有了。杨青微闭双眼，逐渐等到呼吸完全平稳后，这才缓缓把眼睛睁开。随后右手架着连射弩，扣动扳机，咻咻咻，3道灵能箭甩出，箭矢在空中形成一个品字，分别朝着贝壳怪的左边、右边、后边3个方向飞去。而前方贝壳怪像是早有准备一般，壳底忽然冒出4条小短腿。但你别看它腿短，跑的那是真的快，仅眨眼功夫便朝前方窜出一大截，3支灵能箭也都射了个寂寞。贝壳怪依旧是头也不回的，以一种极不协调的跑姿迅速朝前方窜去。虽然看上去4条腿属于个跑个的那种，但速度却是快到飞起，在杨青眼中更是只能看到一道蓝色的影子。在这种速度下，想要射中它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然而就在贝壳怪刚快要靠近其前方那面冰壁时，刚好撞上一支银白色的箭矢，正是灵能箭。系统，你成功击杀贝壳怪。奈斯，赌对了。不远处的杨青握着拳头用力一挥，表达着胜利的喜悦。看过提示后，杨青就知道想要依靠正常方法捕获这只贝壳怪几乎没有可能，唯有兵行险着。预判便是他能想到的最佳方式。先以3支箭矢逼迫宝箱怪逃跑的路线选择前方，第二次再预判出箭矢与贝壳怪的撞击点，从而射出那根绝杀之箭。事实上，杨青能够成功，运气占了很大因素，因为他没见识过贝壳怪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因此即便他能逼迫贝壳怪往前方跑，也无法判定出射击点会在哪儿。他只能赌。从提示上显示，他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杨青一直在思考，冰窟明明是封闭的，为什么会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除非贝壳怪受到攻击会自动消失，要么就是他能以极快的速度越过冰壁，通往其他冰窟。二者之间，他更觉得后者靠谱。这样一分析，杨青自然得出贝壳怪前面那块冰壁是他必逃的路线，而杨青只需要在第一次佯攻完，立马将弩头对准冰壁前，等待贝壳怪自投罗网就行。死去的贝壳怪已经变成了普通贝壳模样，杨青走上前将其打开，贝壳内装着满满一堆资源。系统，1级家园随机升级图 X1。系统，1级鞋子麻布鞋 X1。系统，1级衣服麻布衣 X1。系统，木能石 X1。系统，水能石 X1。系统，100克紫薯种子 X1。系统，初级扩容球 X1。系统，蓝贝壳 X1。将所有资源全部收进背包，杨青晃了晃脑袋，一个贝壳怪的爆率把他砸得有些晕乎乎的。从背包中取出初级扩容球和1级家园随机升级图，一堆资源中能石装备之类的，杨青都知道作用，没啥好看的，反倒是这2种新物品更让他感兴趣。系统，初级扩容球可额外增加10背包空格。系统，1级家园随机升级图，升级家园的主材料之一。二者都很好理解，一个扩容背包，一个升级家园。先把扩容球使用了，随后点开家园界面，右上角多了一个选项升级。杨青点进去看了一眼，系统1级家园随机升级图1：1金块8 100，银块16 100，铜块0 100，铁块12 100，石块4 100，木材6 100。满足条件可将家园升为1级家园，需求条件倒是蛮高的，直接就是每样100份，就是不知道升级后改变大不大。杨青摇了摇头，虽然他对升级后的家园蛮期待的，但若是现在就想把所需的材料收集完，几乎是要倾家荡产。只为升级家园，满足一下好奇心，就把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优势消耗掉，他自然不会做这种蠢事。况且以他的挖掘速度，顶多2-3天就能将这些材料收集的差不多，完全不需要着急。看完2样新玩意儿，杨青再把布鞋、布衣2件装备穿在身上。2件装备，布鞋加了5点敏捷，布衣加了5点体质，10点属性点加在身上虽然不多，但他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素质又提高了1小节。最后看望像庭院中的碎兵器。系统，碎兵器工作中剩余时间1点52分，还差2小时不到，
杨青暂时也不打算继续挖掘了。他今天还剩4次挖掘的机会，哪怕是等碎兵器工作完成后再继续挖掘，到时候也才3点左右，完全来得及。第12章，恐怖的出水量。将庭院巨献，杨青靠在小木屋旁边，碎兵器就在他眼前。刚刚他还收获了一份紫薯种子，这会儿想着应该要怎么才能种植出来。将种子取出，系统紫薯种子，你可以将它种植在改造好的良田中。改造良田的道具杨青还没挖掘到过。点开交易所，先看了下自己挂售的那几种水、小麦、面包和饼干，依旧没任何动静，但是下方的留言却是数不胜数。谁能告诉我这些能石到底是什么？我快疯了，挖了2次全是什么石块木材，看着看着似乎也不那么饿了呢。真他妈垃圾人，宁愿挂在交易所发霉也不肯拿出来与自己同胞分享。大家都是同一时间进来，为什么他永远有多余的水和食物？水是水，哈哈哈哈！随便看了几眼，都是些没价值的留言。杨青没兴趣继续翻下去，又看了看时髦，早上挂的9根已经卖出去5根，而交易所内相比昨天，品种类别上要多了很多，而且价格需求绝大部分都开始偏正常。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的需求品大多还是水和食物。接着又点开搜索，输入良田改造道具之类的关键词。偌大的交易界面只有一个交易信息挂在上面：卖家魏青青，龙国。交易品黑土 X1。需求可食用肉类500克或水500毫升。库存3。留言求大佬关注。价格不算便宜，但有碎兵器的存在，这点水对杨青来说不过是毛毛雨。系统交易成功，水1500 ml， 黑土 X3 1L 矿泉水瓶 X1 500 ml 矿泉水瓶 X1。碎兵器第一次工作快要好了，他得预留一些空瓶子等下装水，因此这次他是将水和瓶子分开后再进行交易。至于对面，到时候再拿个空瓶子取出来就好了。什么？你说对面没有空瓶子，那就不关杨青什么事了。将黑土取出，走到庭院中的杂草地前，一个改造的字样出现在杨青眼前。点击改造，系统是否将黑土融合杂草地？是。霎时间，原本杂草丛生的土地内出现一块黑黝黝的良田，接着将剩下2份黑土全部融合，一条长3米、宽1米的黑土良田被改造出来。系统黑土良田，良田特性可增加 30% 的收成，居然还有这种特性加成。这么看来，若是用其他改造道具融合成的良田，特性也是不一样的。杨青显得有些意外。取出紫薯种子倒在黑土良田上，100克紫薯种子刚好占据了1平方米的黑土良田。系统剩余时间11点59分，需要12个小时才能成熟吗？还有空余的2块良田可不能浪费。杨青一边默念一边点开交易所，正想搜索下有没有什么合适可种植的种子，一道私聊弹窗出现在他眼前。杨青设置了只有与自己交易过或者私聊过以及触发设置的关键词，信息才会以弹窗的方式直接浮现。魏青青，龙国大佬，你交易的谁我取不出来啊？你能给我一个空容器吗？是刚刚挂售黑土的玩家。看他头像再结合姓名，杨青倒是知道他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长相属于纯欲的那种。不过在这里可没人管他是谁。回道：杨青，龙国，我也无能为力。黑土他已经得到了，交易售后什么的就别想了。在这种世界，想要好好活着，所有的目的只能是为了自己。魏青青，龙国，我用50毫升水换一个容器好吧？杨青，龙国100毫升。这次魏青青没有再回复。10分钟后，正在交易所翻看种子的杨青收到一条交易信息：系统魏青青，龙国，请求与你交易。杨青点开一看，个人交易界面上，魏青青那边赫然放着100毫升的水，而杨青则放了个500毫升矿泉水空瓶子上去。点击确认，数秒后，那边同样确认交易。系统交易成功，100毫升水 X1 500毫升矿泉水空瓶1。继续查看种子，挑挑选选后，杨青总花费800毫升的水换取了100克大米种子、100克玉米种子，将2份种子全部种植下去。其中大米的成熟时间是9小时，玉米则是和紫薯一样为12小时。经过刚刚几批交易，加上自己饮用的，他背包里的水已经快要见底。杨青再次把目光放到碎兵器上，看着倒计时越来越短，他也愈发期待接下来的出水量了。剩下一点时间，杨青也没闲着，做了会儿俯卧撑、仰卧起坐，又取出灵能连射弩练习了一会儿，累了就停下休息，看看聊天界面，找找有没有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终于，碎兵器停止运行。
杨青第一时间跑过去。系统，碎冰器工作完成，本次制水量 5L。系统，灵能石剩余灵能 95%。哈哈，爽！杨青忍不住大叫。6小时花费 5% 的灵能炼制出 5L 水，也就是说一天能够炼制出 20L 的水。一天 20L 水是什么概念？哪怕杨青从现在开始不再挖掘，他依旧能过得极其滋润。况且只要材料充足，他是可以无限制造碎冰器的。谁解决了？是可以靠种植。可以说只要杨青愿意，他已经能提前过上养老生活。当然，真要他停止挖掘，这是断然不可能的。从贝壳怪事件就能看出，冰窟中的怪物是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你永远不知道，当你睡得好好的，会不会突然冒出一只血猪，将你的脑袋踩成豆腐脑。而且灵能石的消耗也是个问题。虽然现在大家都愿意拿出任何资源来换取水和食物，但只要等他们稳定下来，再想用普通资源换取到灵能石这类珍贵资源，可就没那么简单了。现在水资源充足，杨青的心思也活跃起来。首先收购各种能石的力度得加大，其次像异兽血液、高品质的装备这类提升自己实力的东西也得开始收购。毕竟系统一开始的提示上就说明冰窟中是可以遇上其他人的，在这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杨青可不相信像他这种究极肥羊会没有人惦记。第13章滑铲，得先把里面的水取出来，好让它继续运作。杨青呢喃着望向碎冰器，不过看着里面多达5L的水，让他有些犯难，准备的矿泉水瓶根本不够用。毕竟在他先前的设想中，一次能有1L 水就很满足了。先看看有没有什么木桶、脸盆制造图吧。现在一天最少也能有个20L 水制造出来，没些大点的容器还真装不下来。杨青再次点开交易所，搜索关键词容器，一排排制作图出现在他眼前。粗略看了看，最后花了几根香蕉换取了一张木桶制作图。将其学习后，再点开制造界面，木桶木材6%，选定木桶，点击制造。系统，你成功制造木桶。从背包内取出木桶，大约半米高，古棕色。系统，木桶用来装水似乎不错。容器有了，杨青将木桶提到碎冰器的出水口下方，将水全部放出，之后又重新放了一份冰块进去。碎冰器再次启动起来，随之打开交易所，取出3L 的水，分成100份挂了上去。卖家杨青，龙国。交易品30毫升水。需求金块 X1。备选银块、石块、铜块。库存100，每人一天限购1份，以每30毫升的水换取任意1份升级家园的材料。杨青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定价，但凡挖过1-2次冰窟的，基本都能买得起。虽然30毫升的水不多，也就一口的事，但关键时刻也能救命。而限购的原因，则是怕一次性交易到太多重复的材料，有些人可能木材多，有些人可能石块多。若是不限购，几十人就能将这100份水分了。运气不好，可能交易到的全是木材、石块之类的，而金块、银块却1份也没收到的。限购则能最大限度的平均交易到那些材料，就好比一人限购1份，那么最低也得和100个人交易，人越多，自然能够交易收获的材料就越平均。随后又接着取出500毫升的水，挂了一个新的交易。卖家杨青，龙国。交易品500毫升水。需求任意异兽的血液。库存1。留言，有需要出售特殊物品的，可与本人私聊联系。2个交易挂完后，原本桶内5L 的水也变成了1L。不过有碎冰器，6个小时后又会有新的水资源，丝毫不慌。将木桶和庭院重新收进背包和家园。杨青的目光也随之转动。今天还有4次挖掘的机会，可不能浪费了。除去左边和上面这2个进不去的冰窟，剩余4个方向，杨青仔细分析后决定挖下面。下方有着一头凶残的血猪，不过此时的你只要小心，足以将其射杀。虽然其他3个方向中有2个显示并没有任何危险，但资源也只有一些食物、铜块之类的。那些东西对杨青来讲已经有些看不上眼了。此时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尽力去提升自己，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有应对危险的资本。与此同时，聊天界面中，无论是龙国频道还是世界频道，都在因为杨青刚刚挂售的水而感到震惊。兄弟们，快！杨青大佬搞大手笔了，凡是有石块、木材等资源的，都可以去交易所换取一口水喝。只有100份，只有100份。楼上你叫唤啥？这里可是世界频道，知道只有100份还不好好保密？有谁知道杨青到底挖到啥了？在他身上仿佛有用不完的水一样。岂止是水，人家第一天来就能够吃肉喝汤，我他妈现在都饿得啃木材了。我猜他估计至少挖了5个冰窟吧，太他妈富了。西巴，又是杨青，他凭什么啊？
那可是足足3L 的水，要是我肯定要留着一天只喝一小口，再配上尿，那足以让我撑好久。系统，你在交易所挂售的3L 的水已经全部售完，你收获金块 X12、银块 X11、铜块 X8、铁块 X15、石块 X22、木材 X32。此时杨青正在卖力地挥动着镐头，系统的提示让他愣住了。发生什么事了？100份水这么快就卖完了吗？带着一丝惊疑，他点开聊天频道，上面没抢到水的表示惋惜，抢到了的发出感谢那口水救了自己一命，也有的喊话杨青，叫他下次挂水的时候请一定要在世界频道内通知一下，他不想再吃后知后觉的亏。私聊界面更是又一次爆了，杨青稍微瞥了几眼，基本都是求水求食物的，也有拍马屁问他挖掘冰窟有什么秘诀的。这些人中不乏比较有名的商界大佬、明星网红。杨青统统无视，正准备关闭聊天界面继续挖掘时，看到了一条让他感兴趣的信息：白新雪、龙国大佬，这个你要吗？旁边有一个物品信息的附件。杨青点开那个附件，初级基因法球，滑铲，消耗10点基因能可向前滑铲3米，造成自身150%的力量伤害，莫不是和基因链有关？看这描述有点类似技能，杨青决定拿下。他有种感觉，等基因链开启度达到100%，应该就能用得上。杨青，龙国，你需要换什么？白新雪，龙国，食物，有肉就更好了。最终，杨青以1份冰原兔肉将法球换了过来，继续挖掘。10分钟后，系统冰块 X20，下方的冰壁被砸碎。杨青从阶梯走下，放眼望去，在冰窟的偏左方有一座小型冰山，冰山旁趴着一头水牛般大小的白毛獠牙猪。雪猪，别看它笨重，但速度可一点不慢，同时要小心它的獠牙，灵活度是它最大的缺点。杨青取出灵能连射弩，没有过多花里胡哨的动作，刚下阶梯便朝雪猪方向走去，速度不慢，灵活欠缺，这是提示给的信息。咻咻，卡住最大射程范围，2根灵能箭被杨青甩出，目标正是雪猪的双眼。第14章槟榔头套。噗噗，不是所有怪物都有贝壳怪那么变态的反应，能够轻松闪掉灵能箭的攻击，至少眼前的雪猪并不具备。2支灵能箭，一根成功命中雪猪的左眼，一根则偏了一些，射在他肥硕的大脸上。砰！受到疼痛的雪猪瞬间从冰壁上爬起，巨大的肉身撞击在冰山上，带落一块块巨石。他挣扎着望向弩箭射来的方向，四体摆动，想要发起冲锋。杨青自是不会给他靠近自己的机会，继续疯狂扣动扳机，一根根灵能箭带着银芒朝雪猪飞去。面对如此密集的攻势，除非雪猪会瞬移，不然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的皮毛在后，可杨青手上的可是2阶武器，一大片灵能箭精准将这头雪猪射成一个筛子，最终含恨倒下。系统，你成功击杀雪猪。随着一道道系统提示，杨青背包内也多了一堆材料，尤其是雪猪肉和雪猪骨更是各多达10份，每份刚好200克。而兽源与兽血依旧被杨青第一时间融合与饮用。这次的兽源给他带来了6%的基因链开启度，兽血则加了2点力量以及3点体质。感受着自己体内力量的涌动，杨青觉得他现在应该可以孵化那颗异兽蛋了。即便他食量再大，我现在也有一定实力去猎杀异兽，完全不会缺少肉食。多一只宠物也就多了一份战力，自己接下来面对异兽也有个帮手。而且里面又会是个什么东西呢？思来想去，杨青的好奇心也被勾起，不再纠结，取出异兽蛋放在脚下。杨青咬破食指，将血液滴在蛋上，霎时间一条条银纹泛出道道光泽，异兽蛋轻轻摇摆，随后剧烈抖动。10几秒后，咔一声清脆的破壳声响起，一只巴掌大蓝白色不知什么品种的小鸟从蛋内爬出，叽叽叽叽，鸟儿展动着还不太熟练的翅膀朝杨青扑来。杨青下意识用手将它接起，从它刚破壳时，杨青便感觉对它有种奇妙的亲切感。系统冰翼鸟，白翅蓝身，性格温顺，一出生便有着不俗的能力，成长至巅峰更是能以双翅撕裂空间。系统，恭喜你收服异兽冰翼鸟，宠物界面已开启，可在系统面板查看。叽叽叽叽，小家伙在杨青手上不停蹦跶，双翅扑腾扑腾挥动，显得异常兴奋。杨青也笑了笑，手掌抬高，近距离看，小家伙眼神异常灵动，双翅挥动时能感受到丝丝寒意。换出系统面板，果然多了个宠物选项。杨青点进去一看，界面上只有一条信息：冰翼鸟，等级普通，年龄幼儿，状态健康兴奋，能力冰刃，
能力发动可挥动双翅，朝前方射出2道冰刃。小家伙，来，让我看看你的能力。杨青话语刚落，冰翼鸟扑腾扑腾飞起，同时那对雪白的双翅泛出丝丝白芒。砰！随着其双翅合拢，一道有着半米长、月牙状的冰刃逐渐凝聚，随后急速飞出，将前方那座冰山削平了一个山角。嚯！刚出生就能发出这么强力的攻击。杨青点点头，对这冰翼鸟的实力很是满意。小家伙，过来！他喊了一声。叽叽叽叽，冰翼鸟乖巧地飞来，停落在杨青肩膀上。只是原本灵动的眼神，此时变得有些萎靡。刚刚那种攻击对你消耗不小吧？杨青看出了他的状态，又继续说道：“你需要吃点什么吗？”随之取出一块血猪肉放在他面前。叽叽叽叽，小家伙兴奋地啄起杨青手上的肉食。别看它小，200克的血猪肉没几分钟便被他吃得干干净净。随着肉食下肚，冰翼鸟原本有些萎靡的眼神也重新恢复灵动。杨青有些懂了，吃肉应该就是他补充能量的方式。给你取个名吧，就叫小鸡怎么样？叽叽叽，小家伙再次扑腾着翅膀跳动着，似乎对这个名字很是喜欢。真容易满足。杨青也同样笑着，丝毫没有先前怕异兽食量太大而养不起的担忧，甚至他现在觉得，哪怕小家伙真的一天没个几千克肉而养不活，他也愿意想尽办法去为他捕食。小家伙已经得到了他的认可，目光继续在冰窟内扫视，落在那座冰山上时，提示浮出。砸开这座冰山，里面有一份血液和一件2阶装备。有异兽血液吗？杨青舔了舔嘴唇，又可以提升一波了。走到冰山前，镐头高高扬起，又落下。10分钟后，系统冰块 X10，系统2阶装备槟榔头套 X1，系统100毫升槟榔血液 X1，将装备和血液全部取出。系统槟榔头套精神加10，系统冰冻了上千年的槟榔血，服用后可小幅度增加一些精神。还是头一次碰上加精神属性的物品，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血液依旧被装在一个长形试管内，扒开塞子，仰头一口闷下，兴许是加的不多，没啥太大的感觉。不过还有件2阶装备，这个加的精神就多了，足足有10点。杨青有些期待，将头套戴上。杨青原本帅气标准的脸庞此时被遮住大半，槟榔头套做的惟妙惟肖，远远看上去倒真有种像是一只行走在世间白狼人。好在此处只有杨青一人，不然指定社死。同时脑海中原本还有些杂乱的思绪，此刻都像是被理顺一般，好像此时无论出现什么事，杨青都能处于一种泰山崩于前而心不慌的状态。真要具体形容 ，I'm on， 倒是有点类似于贤者状态。点开个人信息，姓名杨青，力量23，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5，敏捷21，正常成年男子时，体质23，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5，精神28，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10，装备武器灵能连射弩，衣服不一，头盔槟榔头套，护腕空，鞋子不鞋，裤子空，护腿空，腰带空，项链空，戒指左空，戒指右空。杨青的初始精神是15点，槟榔头套加了10点，这么看来，刚刚的那份槟榔血是给他加了3点精神。第15章非裔制作图，继续挖掘今天的第8个冰窟。提示都显示平平无奇，大都是一些材料、食物。矮个里面挑胖的，杨青选择的是材料多一些的下方，在里面共计收获金块 X6、银块 X8、木材 X10。今天的第9个冰窟同样没什么大的亮点，走的还是下方，共计收获10块6500克新鲜牛肉 X1、绿牛3罐。杨青发现，随着他挖掘的冰窟越来越多，能够获取的资源也在相对增加。以往像这种普通的资源类冰窟，能找到的材料每种大多为3至5份左右，现在已经增加到5至10份了。这也就意味着普通材料，甚至是食物，等过段时间后，大家都不会很缺。在这之前，他必须提前将每天收获多余的食物换成稀有资源，才能最大化将自己的优势扩大。经过2次平淡的挖掘，终于在今天的最后一次挖掘上迎来了变化。不能下挖，那里充满了毒气，别想着防毒面罩能解决，毒气会从身体任意毛孔进入。左边驻扎着一群牛头人，正在准备篝火晚会，请不要挑战任意一只牛头人的耐心，况且那里有一群。右边冰窟竟然在下冰雹，拳头大的冰雹你见过吗？我劝你远离。前面有一只腐烂的海蛇，里面臭气熏天，但也仅仅是臭，
不具有危险性，甚至还能收获一大块腐烂的蛇肉。后边有一个陷阱，你可以选择避开，但会失去一个子贝壳。能选择的只有后边。虽然有个陷阱，但杨青有提示，完全是可以避开的。至于前边，虽然也能进，但要知道这是杨青的最后一次挖掘机会。如果进了前边冰窟，那就意味着他将在臭气熏天的冰窟内待一晚上，这是他无法忍受的。选择后边开挖。20分钟后，系统冰块 X20， 展现在杨青眼前的是一片空荡荡的景象，冰窟内空无一物。当然有提示的存在，杨青第一时间便发现了这个冰窟的不一般。要小心右上角，你可以尝试着丢些冰块过去探探路，按照提示显示的那般取出一份冰块。以杨青现在的力量，轻而易举的便将那份1立方米的冰块单手举起，随后用力丢向右上角。啪！一声巨响过后，原本平整光滑的角落忽然冒出一个直径约2米的大洞。杨青走上前，大洞约10米深，洞底下竖着一根根长有1米的冰刺，冰刺堆中还有一个泛着紫光的贝壳。而杨青刚丢过去的冰块已经变成冰渣了，这要是不小心掉下来，立马就得被戳个千疮百孔，与贝壳永远长眠。该怎么才能开启贝壳呢？杨青皱着眉头思考，用冰块填出一条道来，不知道行不行，反正冰块多，先试试。叽叽叽叽，正想取出冰块，小鸡忽然飞到杨青面前，上蹿下跳，很是激动。杨青读懂他的意思，应该是想帮自己去取贝壳，便开口道：“你是想下去把贝壳弄上来吗？”叽叽叽叽，小鸡点点头。杨青笑着摸了摸小鸡的脑袋，道：“行，看你表演了。”咻！话刚落，小鸡便冲了下去。小心点！杨青以老父亲般的语气忍不住开口。就2、3秒的时间，小鸡便用爪子扣着贝壳的边角飞了上来。看那模样，轻轻松松，不愧是异兽，有着远超自身体型的力量。杨青朝着小鸡竖起大拇指，厉害！叽叽叽叽，受到表扬，小鸡灵动的眼神不停转动，很是满足。早上那个紫贝壳给我开出灵能石那种稀有资源，不知道这个又能开出什么好东西。杨青内心很是期待，蹲下身子将贝壳打开，东西不多，就3样。系统非裔制作图 X1， 系统一阶装备裤子棉裤 X1， 系统风能石 X1， 系统紫贝壳 X1。 首先取出非裔制作图，他有感觉这东西绝对有大用。学习非裔制作图，随后点开制造界面，碎冰器制作公式下多了一行新的选项：非裔金刚灵石，金块26%，银块35%，灵能石01，风能石11，需要一种新型材料金刚，并且同样需要用到能石。材料需求不可谓不珍贵，但越是如此，杨青就越是期待。他不认为如此大的消耗会弄出一个废材东西。呼！今天的挖掘从早晨的紫贝壳开始，至紫贝壳结束。杨青伸了个懒腰，随后走到冰窟中央，将庭院巨献。先是看了眼碎冰器，算了下时间，要到晚上9点多才能将这批水制造出来。至于良田内种植的作物就更晚了，最快的大米也得等到晚上12点。依旧如昨天那般，来到庭院木屋前坐下。虽然今天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但因为一直有异兽血液补充身体能量，导致他现在并不是很饿，也不着急做晚饭。点开背包，已使用的火柴1盒，已使用的食盐1袋，已使用的胡椒粉1瓶，已使用的辣子面1包。金块 X26， 银块 X35， 石块 X32， 铁块 X27， 铜块 X8， 木材 X32， 木藤 X2， 水800毫升，500 ml 雷碧 X1， 牛肉干 X1， 速溶咖啡 X1， 牛排 X1， 鲜橙 X12， 铁锤制作图 X1， 虾肉 X6， 海鱼肉 X3， 紫海草 X5， 500克新鲜牛肉 X1， 绿牛3罐，木能石 X1， 风能石、水能石1级家园随机升级图 X1， 初级基因法球，冰原兔的骨头 X2， 冰原兔肉 X1， 白贝壳 X3， 蓝贝壳 X2， 紫贝壳 X2， 冰观音肉 X5， 冰观音皮 X1， 冰观音骨 X5， 血猪肉 X9， 血猪骨 X9， 血猪皮 X1。 经过一天的挖掘，现在背包内的资源可谓是海量，单单肉类就够吃好久了。不过这些东西他可不准备留着，随着时间越长，能坚持下来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储备一些生存资源，到时候食物的购买力肯定是不如现在的。况且碎冰器之类的治水机器，别人同样可能挖掘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第16章大量换购。打开交易所，时髦已经售出去8根，还差最后一根。杨青暂时没管它，将自己挂售卖了一天也没有进展的奥利给饼干、小麦面包下架。
只留下500毫升的水继续挂着。面包和饼干若是放在昨天，还有可能换到能食之类的稀有资源，到了今天不加大力度，基本是没啥希望的。肉食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热量高又易饱腹。打定主意，便将背包最后一份兔肉配个鲜橙挂了上去。需求自然是各种能食。接下来杨青也没闲着，溜溜鸟，耍耍弩，顺便用奥利给饼干和小麦面包换取了一套锅、碗、铲子、筷子以及一张火炉制作图。这些都是在一个人手上换取的，也不知道该说他幸运还是倒霉，挖了2次啥吃的没有，尽是一些厨具。在这期间，他挂售的9根时髦终于是全部售出，共收获10块 X18、木材 X27、木藤 X9。随着这一批时髦卖完，杨青也没有再继续制作出售了，原因也很简单，这种简易的工具在交易所内已经出现不少，没了独家的优势，售卖起来慢且不说，价格还被压得死底，没啥运作的空间。时间很快来到夜晚，冰库内的光线渐渐消失，聊天界面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今天运气不咋好，只有1份发霉土豆，不过也能饱腹，撑过今晚是没问题的。我先开动了，干净卫生啊，兄弟们！哈哈，我今天倒是还行，3个韭菜馅的饺子，咱也不知为啥一个饺子会有巴掌大，今天吃一个，明天吃一个，也许这就是生活。主啊，来捞捞你诚恳的信徒吧，我掉进一个大坑里面上不去了。索嘎，我的，今天非常刺身的干活。看着聊天界面大肆炫耀的玩家，杨青也动了心思。经过1天的挖掘，这些人手上多少会有些好东西。即便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能够将10次机会全部挖完，但每人只要挖掘1-2次，在这么大基数的情况下，总会有一些幸运儿。得看看能不能将背包中的肉全部换成材料或稀有资源才行。就在杨青转念间，挂在交易所的兔肉已经完成交易。系统，你在交易所售卖的兔肉 X1 和鲜橙 X1 已完成交易，你收获水能石 X1。看来加大力度果然是对的，这么快又收获1颗能石。继续打开交易所，这一次他将背包内的5块冰观音的肉全部挂了上去，同样是1块换取1颗能石。同时，为了增加别人的购买欲，依旧和刚刚一样，每份鹰肉附加1个鲜橙。随后又继续把目光放在世界聊天界面，他准备双管齐下，背包中还有9份血猪肉和一大批骨头，这些东西只要猎杀异兽就能获取，售光了明天继续猎杀就是了。反正他有提示，完全不用害怕会遇上自己无法应付的异兽。杨青，龙国，200克的血猪肉加上1份血猪骨，换灵能石、火能石、木能石之类的，非诚勿扰。如今的杨青也算是个名人，消息刚一发出，变成了众人谈论的对象。嚯，杨大地主又来了，一出手就是王炸，什么饺子、土豆、大肥肠，看看人家杨大地主，鲜肉和大骨都已经吃腻了，开始打包出售了。我的天，大佬考虑养个宠物吗？汪汪叫的那种。又是灵能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居然能和鲜肉相比拟？私信更是直接10万加，其中被系统筛选出来的只有3条。切西、木耳多、神牛国，我有1个土能石，我想换取双份的肉和大骨。大本乔野、樱花国，我有1颗灵能石，但是我想再多加1份500ml 的水。魏青青、龙国，大坑货，这么富有还惦记着我那区100ml 的水。对于第一个，杨青直接回应不可能，提高需求他能接受，直接双倍的提，胃口就有些大了。他虽然肉多，但也是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打来的。现阶段，除了那些本身就属于兵王之类、受过特殊训练的人能够应付异兽，其他人碰上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肉材不管是现在还是等大家发展起来，都不可能会属于廉价品。第二个杨青则表示可多加200ml，对面欣然同意，而杨青也再次收获1颗灵能石。第三个直接被他无视，交易都是你情我愿的事，觉得亏白天大可不必与他交易，事后再唧唧歪歪自然没必要理会。看着这会儿也没有其他人在找他交易能石，杨青又在世界频道内发送了1条收购信息。杨青，龙国，各位有还想换取实物的，若是有特殊的制作图、异兽血液或者装备，都可以代价私聊。消息发出没几秒，私聊界面又是一波10万加。这次杨青倒是一点一点翻看着，有合适的需求品就先标记。半个小时后，杨青共收获异兽血液 X2， 1颗初级法球，飞跃。装备一阶护腿，麻布护腿。装备一阶腰带，麻布腰带。精致的短笔制作图 X1， 华子1盒。金块 X15， 石块 X20， 木材 X22， 银块 X18。而肉食方面，它现在也只剩下500克新鲜牛肉 X1， 牛排 X1， 虾肉 X3。另外还有什么雷碧、速溶咖啡之类的也全部交易掉了，只留了3罐他爱喝的绿牛饮料。虽然收获了2份异兽血液，不过今晚他是不打算喝了，
那玩意儿虽然饱腹还提神，但却有些影响食欲。白天挖掘累了的时候来一口还行，晚上杨青还是想好好吃点肉食，满足一下口腹之欲。将背包中的火炉制作图、石锤制作图、精致的短笔制作图全部学习，而后又分别花了3弹块、3铁块、2铜块制作了一个火炉和一把精致的短笔。生火架锅，晚餐就是炖牛肉，500克的新鲜牛肉配上500 ml 的水，随便在牛肉上改刀，方便入味。再加点食盐和胡椒，半个小时后，一锅香喷的炖牛肉就完成了。不知道是不是牛肉的问题，使用这么简单烹制手法做出来的牛肉，杨青却觉得味道不输以前大饭店做的。一锅炖牛肉是他和小鸡1人1鸟分掉的。饱餐过后，杨青开了罐绿牛，顺便点上一根华子，静静地看着聊天界面消磨时间。第17章，我就刷个牙而已。时间来到9点，碎冰器的第2次制作已经完成。杨青卡着时间将水收取，然后继续往碎冰器内加入冰块，没有让他有一点休息的时间。还好，这只是台没有思想的机器，不然指定会将杨青冠以黑心老板的称号。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杨青满意的拍拍手，随后取出那块冰观音的皮毛垫在院子里。至于为什么不去小木屋内睡，也是因为屋子里空荡荡的，别说木床，连个凳子都没有。最主要的是冰窟中，只要不是属于那种会改变气候生态变化的类型，正常情况下大都恒定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睡哪都是一样。至于小鸡，则有模有样的学着杨青一同躺在冰观音皮毛上，1人1鸟就这么进入了梦乡。翌日，冰窟内恢复明亮，杨青睡到自然醒，他已经开始逐渐习惯这种生活。小鸡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此时正围绕着冰窟不停盘旋，看那模样倒是有点像是在练习自己的飞行技巧。小鸡过来，杨青朝他摆摆手，叽叽叽叽。听到呼喊，小鸡兴奋地扑了过来，杨青用手将它接住，放在肩膀上，随后走到碎冰器旁边，将水收取，继续添加冰块后，再走向良田那边。经过1晚上的时间，3种种植物全部成熟。先是收取紫薯，系统，你收获100克紫薯 X13。大米那块的良田上则是结满了一个个紫皮果子，扒开过果皮才能看到里面包裹的大米。系统，你收获100克大米 X13。玉米倒是和杨青以前在市场上买的没什么两样，都是包裹着一层层黄色的外皮。系统，你收获100克玉米 X13。3种种植物按照正常情况算，应该都是能够收获种子的10倍收成，再加上黑土良田的特性，可增加 30% 的收成，所有这才出现了13倍的收成。有这等丰厚的产出，杨青自是不会让这3块良田闲置，并且还想看看能不能再开发几块新的良田。打开交易所，先是搜索了下有没有改造良田的道具，结果发现空无一物，看来这东西应该也属于珍稀资源。不过也是，只要能将荒土改造为良田，食物的问题基本能够解决。这么看来，他昨天应该捡漏了。出售种子的倒是有不少，不过杨青觉得这些种子大都有些溢价。首先从交易所里有大片售卖各类种子的情况来看，这东西应该是属于普通资源，而想要栽种种子就得改造良田，而改造良田的道具又是属于珍稀资源，这么一来，种子的价格反而会被拉低于正常水平。不过他有良田，再怎么溢价也是大赚的。最后挑选，还是花费1L 的水换了3份大米种子，将大米种子全部种下。现在是8点，接下来只需要等到下午5点就能收割了。这边搞定，杨青便开始准备吃饭干活了。有了大米和紫薯，早餐的选择就简单了，紫薯粥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架锅生火，放入100克大米和100克紫薯，最后加上1L 水。等待的时间，杨青准备先去洗漱一番。打开交易所，发现并没有牙膏、洗面奶这些生活用品。不过按道理这些东西应该不至于属于稀有资源吧？杨青不信邪，又点开聊天，在世界频道发了条信息：杨青，龙国100 ml 水换盒牙膏，附带洗面奶的可优先交易。消息一经发出，就立马有人回应道：嘿，大家快看，龙国有个傻子用珍贵的水换牙膏，这种没有的废东西，哈哈哈哈！笑死我了，脑子是被江湖粘住了吗？我说楼上的，你看清发信息的人是谁吗？那可是杨青大佬，你觉得他会缺水？艾玛，不对啊，牙膏、洗面奶，我草，我他妈喝口水都是奢望。他居然已经开始过上高质量生活了吗？白心雪，龙国羡慕中。杨青倒是没看其他人的回应，发完信息他就盯着私聊界面，等了几秒钟后，最终用100 ml 的水从一个叫张豪杰的龙国人手上将洗面奶和牙膏都换到了，并且还附带了一个牙刷。为此，杨青也多付了100毫升水。洗漱完毕，等了一会儿，紫薯粥也熬好了，和小鸡一起吃了2大碗，还剩一些。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又在聊天界面喊话，
用剩余的粥换了10份铜块。从早上至现在，总共花费3L 水，还剩余8L。取出6L，继续以每30 ml 换取1份金块、木块、铜块等升级家园需求的材料，同样实行限购，全部挂往交易所。一切搞定，收回庭院，将目光望向四周的冰壁，继续向后，里面有只冰原狼，同时环境恶劣，但在你与小鸡配合之下，会毫发无损的将它迅速解决。10分钟后，冰壁破碎，准备干活了，小鸡。杨青提醒道。叽叽叽叽，小鸡战斗欲十足的在杨青头顶盘旋，一副随时准备发动攻击模样。杨青唤出灵能连射弩，昨天收购的2件新装备已经被他穿上，此时的他可谓是自信到了极点。踏进雾墙，一股刺骨的寒冷扑面而来，天上飘着白雪，冰面的雪已经过膝。冰窟右上角还有一只2米高的白狼。杨青打了个哆嗦，小鸡却是兴奋得很，看得出他很适应这种冰雪天气。冰原狼同样第一时间发现外来者，獠牙外露，身体前倾，径直朝一人一鸟飞奔来，迅速解决战斗，早点离开这个冰窟，太特么冷了。杨青哆嗦着说道。小鸡心领神会，往高处飞去，同时双翅开始准备释放冰刃。经过昨天一堆属性的增加，杨青此时脑子异常冷静，抬起连射弩对准狼腰，就是8根灵能箭甩出。此时的他1秒8射完全不是问题。噗噗噗噗噗，冰刃划过冰原狼的脑袋，弩箭射穿他的身体。随着一声不甘的怒吼，冰原狼倒在了雪地之中。系统，你成功击杀冰原狼。系统，兽源 X1。系统，冰原狼肉 X6。系统，冰原狼骨 X6。系统，冰原狼皮 X1。系统，冰原狼血100 ml X1。第18章，初级解毒药剂。按照惯例，先融合兽源，增加了 7% 的基因链融合度，再取出冰原狼血和昨晚交易换来的异兽血液，一共3瓶，杨青分批喝下，共增加5点体质，8点力量。感受着体内血气涌动，寒冷似乎都被驱散不少。开始搜刮，杨青美滋滋地说道。在提示的引导下，最终收获铁块 X8、铜块 X6、3叶冰草 X3、寒月根 X3。继续挖掘，此时的杨青只想尽快离开这里。他有些庆幸，幸好昨天晚上最后一次挖掘停留在一个较为舒适的冰窟中，要是运气不好来到这里过夜，那估计半条命都得冻没。同时，尽快升级家园也被他列为头等大事。就在这时，一道私聊弹窗出现在他眼前。白星雪，龙国大佬，你有解毒药剂之类的物品吗？我可以用1颗火能石交换。我刚挖出个洞窟，里面全是毒气，现在头昏眼花的，也不知道能撑多久。解毒药剂杨青还真没挖到过，若是有的话，他倒不介意再赚1颗火能石。杨青，龙国，抱歉，无能为力。白星雪，龙国，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关闭聊天，杨青也没有过多的情绪，这里每天都会有无数人死去，若不是他有提示，地可能1天就 over 了。若是每个打过交道的人遇难，他都得感慨一番，也挺累。杨青望向四周，提示一一浮现。这次向后会遇到一群冰原狼，慎行，并且看他们的架势，似乎想要闯入此处冰窟，请尽快离开。向上不错，有吃有喝，还有1张初级解毒药剂的配方，可惜你上不去。当然，若是你能将非议制作出来，便有资格挖掘。朝左极度危险，不要抱有任何想法。右边倒是不错，有个蓝贝壳，并且安全无害。下面有一只沉睡的猛犸巨齿象，要是不小心将它惊醒，会有变成肉饼的可能。能选择的不少，甚至上方还有1张解毒药剂制作图。杨青有些心动，一来像白星雪这种不小心中毒等死的人绝对不少，并且市面上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物品，若是他能将解毒药剂弄出来，市场不会小。二来那妹子手上的火能石他还惦记着呢，只是想要制作飞翼还差10份金刚，这东西他到现在还没挖到1份，并且市面上也没有任何消息。能不能活看你自己的命吧。杨青想了想，点开聊天界面给白星雪发了条信息。杨青，龙国，你要是有10份金刚，我可以弄到解毒药剂。那边几乎是秒回。白星雪，龙国，我有金刚，这就交易给你。立马杨青便收到1份交易请求，10份金刚，1颗火能石。杨青统统收下，内心不禁感慨，真是个幸运的妹子，好东西一个又一个。白星雪，龙国，拜托你了。杨青，龙国，半个小时后应该能拿到。白星雪，龙国，好的，谢谢大佬。收了好处，杨青也不墨迹，打开制造界面，点击飞翼，选择制造。系统，你成功制作飞翼。从背包取出飞翼，整体材料以金刚为主，呈白色，双翼完全展开，有4米多长，一身由一片片白色叶子组成，
上面还有无数道黑色纹络。两对双翼的中间还有一个如背心一般的佩戴装置。系统：飞翼，属于工具类，佩戴可如飞鸟般翱翔天际。系统：飞翼灵能胜于100%。选择佩戴。霎时间，4米多长的飞翼完美佩戴在杨青的后背，双翼展开，无风自动。杨青试着操控，意念一动，他的身子便被双翼带到悬浮在半空。此时的他只能最基础的凭借飞翼悬浮，距离完美飞行还差一大截。至于依靠飞翼在半空中战斗，那更是痴人说梦。不过练习飞行技巧倒也不急，现在还是先挖开上面的冰壁要紧。控制双翼稳定在上方冰壁之下，掏出镐头朝着头顶不断砸去。系统：冰块 X10。莫一会儿冰壁破碎，幸好冰壁在碎裂的那一瞬间，所有冰块都被瞬间收进背包，不然杨青指定难免被砸个满头大包。上方依旧是一面雾墙，控制着飞翼朝上飘去。小鸡则是趴在杨青头顶，享受被带飞的感觉。穿过雾墙，冰壁瞬间凝聚完成。杨青站在冰壁上，飞翼被他收起。系统：飞翼灵能胜于93%。看来这玩意儿暂时只能用来挖上方冰壁了。这才只是借助其漂浮，还没真正尝试飞行，消耗就这么大。这要是真正依靠它在天空战斗，时间久点，恐怕一场战斗打完，一整个灵能10%也不够消耗的吧。杨青摇摇头，暂时将这些抛之脑后，先找解毒药剂制作图要紧。有人还在等着解毒药剂救命呢。眼前是一个正常的冰窟，地面冰壁上零零散散放置着一些食物，冰壁中央还有一个蓝贝壳。杨青上前先将贝壳里面的东西取出，随后将周边的资源全部捡起，共计收获：初级解毒药剂制作图 X1， 蓝贝壳 X1， 200克火腿肠 X1， 500 ml 啤酒 X1。取出初级解毒药剂制作图学习。打开制造界面。初级解毒药剂：紫海草1，冰银花灵1，斑斓根灵1，每24小时限制灵5次制作。还限制制作次数吗？杨想了想，应该是怕别人啥也不做，整天就靠制作药剂活命吧。毕竟这种东西属于消耗品，别说现在，就是以后等这种制作图泛滥起来，依旧会供不应求。3种材料，它只有1种。点开交易所，搜索冰银花和斑斓根，还好2者都有，价格也都不贵。共花费400 ml 水，各自换了2份。点击初级解毒药剂，选择制造。系统：你成功制作初级解毒药剂 X1。打开聊天，在私聊记录里找到白星雪，直接选择交易。对面秒接。杨青将初级解毒药剂挂上，低下附加一段留言：药剂只有这份，有没有效果都不退报酬。点击确认交易。系统：交易成功，初级解毒药剂1，希望有用吧。杨青随意念叨一句，便没有再将心思放在白星雪上。1分钟后，杨青再次收到白星雪的私信：白星雪，龙国，谢谢，药剂有效果。这次杨青没有回信息，在他眼里，这只是一桩交易，他只需要将自己的该做的做好，能出于人道主义祝福一句，也是因为对面是他老顾客，仅此而已。第19章，原来大佬已经领先这么多了。系统：你在交易所挂售的6L 水已成功售出，你收获金块 X28， 银块 X31， 铜块 X35， 铁块 X33， 石块 X41， 木材 X32。就在杨青准备继续挖掘的时候，早上挂在交易所的200份水已经全部售完，距离凑齐家园升级的材料又近了一步，也不知道升级后会是怎样的。对于需要花销如此巨大资源才能升级的家园，杨青抱有很大期待。接下来按照提示，先后挖了上面、前面、左边，共计收获石块 X10， 木材 X10， 铁块 X8， 500克蛋黄派 X3， 20克巧克力 X3， 大麦口香糖 X3， 300 ml 水飞丝洗头膏 X1， 胶带 X1， 抽纸 X1。在这期间，杨青挂在交易所的500 ml 水又被一个玩家用1颗木能石换走，随之他又继续挂了200 ml 水上去。今天的进度明显比昨天要快些，因此杨青也不着急，先休息一会儿。正好第5个冰窟又是属于比较舒适的场景，这会儿他正蹲在角落抽着华子，悠闲地看着聊天。一个叫徐铁崔的玩家此时异常显眼，哈哈哈哈哈！兄弟们，发财了发财了呀！刚刚我挖了个冰窟，一进去，您猜怎么着？嘿！一头活蹦乱跳的龅牙兔往树上撞去，直接嗝屁了。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知道我从这兔子身上获取到了什么资源吗？这是什么运气？现实版守株待兔？不，他甚至没有手，兔子就直接往他嘴里喂。话说，这么蠢的兔子真的存在吗？嘿，那你到底获取了什么资源？这么神秘？难道你还能从兔子身上爆出牛肉来？
见到众人提起兴趣，徐铁催再次回道：“哈哈，兔子虽然没爆出牛肉，但却爆出了一个叫做兽元的玩意儿。当我把兽元融合后，你猜怎么着？”嘿，系统面板上居然开启了一个新的选项，叫基因。这话一经发出，一些不明所以的观众顿时发出疑问：基因？那是啥？还需要捡到死兔子才能开启吗？我好像接触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话说开启基因选项后呢，有什么不同呢？有没有调大仔细解释下？那什么兽元需要怎么获取？难道真的需要等一只蠢兔子送上门？大佬呢？杨青大佬在不在？求解惑。杨青，龙国，猎杀异兽会爆出兽元，吸收兽元会增加基因链开启度。至于开启度达到100%会有什么变化？暂时不清楚。这并不是什么大秘密，等大家逐渐适应冰窟环境后，猎杀异兽这种事也会慢慢盛行起来。人类最强的就是适应力，甚至杨青可以预见，要不了多久，聊天频道内大家炫耀的东西绝对是谁又猎杀了什么强大的异兽，因此他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徐铁催，龙国，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这只蠢兔子爆出的兽元只给我增加1%的基因链开启度。这么说，想要达到100%，需猎杀100只异兽吗？杨青，龙国，异兽实力越强，爆出的兽元所能提升的融合度就越高。哇呀呀呀呀呀！我有预感，基因链开启度达到100%，绝对能够成为超人般的存在。屁超人，我觉得应该是叩开仙门，从此成为一名修仙者。修仙太扯淡了吧？能让我掌握某种异能就够了。为什么不可以是魔法师呢？会释放小火球，超酷的好吧？话说，只有我注意到杨青大佬已经开始打怪了，而我们还在为一口水而烦恼吗？原来大佬的肉食都是这么来的吗？原先我还觉得有些人运气真好，果然啊，是我肤浅了。服了，服了，老应得。白星雪，龙国，厉害！一根华子燃烧完毕，杨青也退出了聊天界面，灌了瓶绿牛润下喉咙，继续挖掘。仔细斟酌一番，决定走下面，砸碎冰壁，踏进雾墙，一眼便看见2只冰观音在半空嬉戏。小鸡，去牵制住左边那只。杨青指挥道。叽叽叽叽，小鸡很勇，说上就上，哪怕眼前的冰观音比他大数倍。杨青则扬起灵能连射弩，瞄准右边那只冰观音的脑袋，而冰观音也是第一时间便发现他们，眼神凌厉，朝一人一鸟俯冲过来。咻咻咻，手指不停扣动扳机，一根根灵能剑带着银芒急速飞射而出。以杨青现在的手法和精神，即便冰观音处于高速俯冲的状态，依旧稳稳地被射穿脑袋，化作一份份食材进入背包。系统，你成功击杀冰观音。另一边，小鸡就没那么轻松了。在不发动冰刃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其他有效的杀招能够击落冰观音，但若是贸然释放冰刃，被躲的概率不小，而那时他就真正陷入危机了。因此，小鸡现在只能一边靠着小巧的身子闪躲着冰观音的扑杀，一边伺机而动，寻找能够一击必杀的机会。但显然，冰观音并没有给他机会，反倒依靠体质的优势步步为营，逐渐将小鸡逼至角落。虽然暂时看上去二者还能周旋，但杨青看得出来，小鸡落败是迟早的事。只要冰棺继续保持压制，等到小鸡的体能下降，就是冰观音绝杀的时刻。不过有杨青在，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抬手就是一串灵能箭射去，冰观音带着一声不甘，愤然倒下。系统，你成功击杀冰观音。小鸡，来！杨青取出一份鹰肉丢给小鸡，随后自己也将2个兽元融合，共计增加了10%的基因链开启度。还有2份冰观音血，杨青先用试管取出一份，正准备喝下时，小鸡忽然飞到杨青眼前，叽叽叽叽的叫着：“你是想喝这个吗？”杨青将血液放在小鸡眼前问道。叽叽叽叽，小鸡不停的点着头。行，你喝吧。杨青笑着把试管靠近小鸡嘴边，将血液倒了进去。然而就在小鸡刚把冰观音血咽下，他的身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成长，原本还一个巴掌大小的身体，现在几乎翻倍，有2只手合拢那么大。第20章家园升级。难怪小家伙会争着讨要这份血液，原来对他的成长有这么大的帮助。随即将另一份血液也取出，靠近小鸡说道：“还吃得下吗？”小鸡看到居然还有，兴奋的不停点着头，叽叽叽叽的叫着。行，都是你的。杨青宠溺的笑了笑，将血液再次喂给了他。同刚刚一样，血液刚下肚，小鸡再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大了不少。叽叽叽叽，似乎是在因为自己实力提升了的原因，小鸡显得很是兴奋，上蹿下跳个不停。杨青猜测，估计是刚刚没打赢那只冰观音的原因，所以激发了小鸡想要变强的决心，不然杨青喝到嘴边的东西，小鸡一般是不会出现讨要的心思。只是不知道喝了2份冰观音血，小鸡现在的实力如何。换出系统，点开宠物界面，
冰翼鸟。等级：危险。年龄：成长期。状态：健康、兴奋。能力：冰刃，能力发动可挥动双翅，朝前方射出2道冰刃。能力：一刀，能力发动可强化双翅，使其锋利如刀。从普通级别变成危险级别，能力也多了一个一刀。看来宠物的提升方式也是靠喝其他异兽血液的。还有异兽应该也有等级划分，最弱的是普通，再高一级则是危险。根据提示，此处冰窟有着2个小冰包，分别处在上方左右2个角落。杨青先是走向左上角，没一会儿冰包被挖开，东西不多，虽然只有2样，但足够让杨青惊喜，因为2样物品中就有1颗能石。系统：冰块 X5， 系统：风能石 X1， 系统：红土 X3， 系统：无寒花 X1。 红土？难道是良田改造道具？杨青有些意外，从背包取出一份红土。系统：红土，可将荒地改造为红土良田。特性：种植的产品有 30% 的几率发生变异。果真是良田改造道具，特性是还是变异。虽然不知道这个变异的具体效果，但一听就很有随机性。不知道右上角的小山包会挖出啥宝贝。提着镐头来到另一边，看到里面的物品，杨青大呼：好家伙，我真的好家伙！里面同样摆放着1颗能石。系统：冰块 X5， 系统：雷能石 X1， 系统：灵能石 X1， 系统：终极背包扩容器 X1， 系统：冰须根 X1。 美滋滋的将2颗能石收进背包，再将背包扩容直接使用，终极扩容增加了20个背包空格。随后点开家园，巨献，走到荒草地旁边，取出红土3份，全部融入荒地。系统：成功将荒地改造为红土良田。红土良田同样分成3块，每块1平方米，横着摆在黑土良田的下方，不大不下，刚好对应。打开交易所，又花费1份鹰肉和1份鹰骨，换取了3份大米种子。将其全部种植在红土良田后，杨青也没再继续挖掘，水还有不到1小时就能收取了，他准备等等。闲余时间，杨青又取出飞翼，他还是想再练习练习飞翼的使用技巧。虽然这玩意儿消耗大，但是运用的好，关键时刻是能保命的。小吉同样在一旁适应着自己强大了许多的身体。半个小时后，杨青还是有些低估了飞翼的消耗。这次他是使用飞翼在半空高速滑行，以及在滑行的时候还能一边运用连射弩快速射击。想要完全的熟练运用这些能力，没有大量的练习绝对是无法运用在战斗上的。可是刚刚才练习半小时，杨青便发现飞翼灵能已经消耗 20%， 灵能石还是不够用啊！不说飞翼，经过这么多次战斗，灵能连射弩损耗也快过半，看来晚上还得继续加大收购力度才行。杨青念叨的同时，也将家园巨献。在庭院内休息片刻后，碎冰器也完成治水工作。老规矩，取水加冰，一气呵成。将这批水全部售完，家园升级的材料应该收集的就差不多了。杨青开始期待。打开交易所，依旧取出6L 水，分成200份挂上去。杨青还发现交易所内已经不止他一个人出售水和食物，不过大都交易量少得可怜，10ml 起步的那种。对比之下，杨青的价格简直良心的一批。有了对比，他这次挂售的水几乎是在挂上去的瞬间便被抢空。系统：你在交易所挂售的3L 水已售完，你收获金块 X31、银块 X20、铜块 X51、铁块 X32、石块 X41、木材 X25。应该差不多了吧？杨青走到家园升级的字样前。系统：一级家园随机升级图1：金块100-100，银块104100，铜块94100，铁块100-100，石块111-100，木材120-100。满足条件可将家园升为1级家园。打开交易所，再次挂了180ml 的水上去，这次选择的是只换购铜块。这一次交易挂上，他的水储存只剩下320ml。不过随着6块铜交易到手，升级家园的所有材料收集完毕，值不值得就看这一波了。点击升级家园，系统正在为你升级家园。由于你使用的是随机家园升级图为主材料，系统将随机为你选择升级风格。接着杨青眼前不断浮现各种风格的家园建筑：甜蜜风、芭比风、简约风、叙利亚风、典狱风。看到这，杨青终于明白这个随机是什么意思了，心中疯狂默念：钢铁、机械、太空，实在不行什么城堡风、狂野风都是可以的。系统风格选定完成。浪漫粉红草10几升水换来这么个吉尔玩意儿。系统家园升级需要1小时，并且需要在系统面板内进行升级。现在为你收回庭院321，庭院收回，家园升级剩余时间59:11。完全不再期待，甚至有些抵触，这是杨青此时的心情。浪漫粉红，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这里开情趣家园呢。
第21章，危险级异兽。1个小时过得很快，在这期间，杨青也没啥心思去挖掘，坐在冰壁上抽了几根华子。小鸡倒是依旧勤奋，一闲下来就去练习自己的战斗技巧，累了就来吃鹰肉补充能量。杨青有时都在想，如果异兽世界会有主角的话，凭小鸡这么自律又上进的性格，这不是非他莫属吗？换出系统面板，家园已经升级完成，入目第一眼就是一片粉红。为了能够更直观地看清楚升级后的细节，杨青直接巨献。原本破旧的小木屋已经变成漂漂亮亮的粉色小屋，四周的竹篱笆也变成了粉色的木桩围墙，木围墙大约有2米来高，将小庭院围绕得严严实实，并且还在木屋正对面开了一个小木门。家园整体防御虽然看起来高了一个等级，但这用来抵御危险的木桩墙，你给装饰一排排蝴蝶结是什么意思？有这功夫，你用来加厚加高不是更实用？而庭院内四周的杂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株株五颜六色的花朵，唯有那些改造好的良田，上面种植的还是大米。只是原本在这片荒草地中鹤立鸡群的良田，此时在诸多花朵的衬托下，反而成了小丑。走进小木屋，与之前空荡荡的相比，现在多了一张新型木床，甚至还贴心的铺好了软绵绵的被褥。其他像什么桌椅板凳也是一应俱全。若是刨出它们粉红暧昧色，杨青内心是真觉得不错。至于现在嘛，多少有些膈应。时值中午，生火做饭，午饭是白米饭配虾肉。饱餐过后，开始工作。小鸡，准备干活了。叽叽叽叽，听到杨青呼喊，正在休息的小鸡扑腾飞起，丝毫没有因为被打扰而感到不满。它永远都这么元气满满。今天的挖掘次数还剩下4次，杨青准备一鼓作气全部挖完。照常观察四周，然而正当他望向右面那块冰壁时，脑海忽然显示出危险的信号。危险！危险！危险！一只极地巨齿虎正在突破冰壁的阻隔，要知道这可是危险级别的异兽。看到提示的第一时间，杨青取出灵能连射弩，同时喊道：小鸡，准备战斗！来了个凶猛的大家伙。小鸡听闻，盘踞在杨青头顶上方，蓄势待发。吼！下一秒，一头长有5米的大老虎从右面冰壁处窜出。大虎全身为白色，一对巨齿由内而外从嘴角延出，它的皮毛异常柔顺，无风自动，整看上去压迫感十足。杨青站在冰窟中央，这还是他第一次碰上危险级别的异兽，不知道灵能连射弩能不能破防。杨青右手架起弩身，瞄准大虎的右眼，随即有规律的一下一下扣动扳机。他可不会认为大虎会跟他坐下来好好谈论人生，这会儿自然是第一时间发动攻击，占据个先手。8根灵能剑先后飞出，在空中形成大写的一字。弩箭速度极快，大虎又是刚穿过冰壁，还来不及观察四周，这会儿自然躲闪不及，只得第一时间拉下眼皮。但灵能连射弩可是2阶武器，又岂是脆弱的眼皮能够抵挡？噗噗噗！大虎的右眼被射出一个血洞，吼吼吼！剧烈的疼痛瞬间席卷全身，大虎眼神暴虐，第一时间便发现攻击他的虫子，后腿发力朝杨青扑去。杨青连忙后退，手臂却是没有停下，时不时的回头射上一箭。小鸡趁着这几秒的功夫已经蓄力完成，一道长1米的冰刃从他双翅间飞出，扑哧！同为危险级异兽，小鸡的攻击凌厉无比，冰刃瞬间将大虎的左眼划破。吼吼吼吼吼吼！大虎继续嘶吼，失去双眼的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无数道恐怖的爪刃从他前爪不断蹦出。此时的杨青不再后退，全神贯注闪躲爪刃，这玩意儿落在冰壁上都能划出一道巨痕，要是不小心被他攻击到，杨青可不敢保证会不会被切割至2半。小鸡，找机会一击必杀！杨青喊道。鸡！听到指挥，小鸡大吼一声，一边闪躲着爪刃，一边朝大虎俯冲而下。他的双翼有无数道纹络在流动，好似双刀。噗！大虎的颈部出现一条黑线，紧接着黑线泛出血液，而他的脑袋也是啪的一下掉落在冰壁上。系统，你成功击杀极地巨齿虎。系统，寿元 X1。系统，100毫升极地巨齿虎血液 X1。系统，极地巨齿虎肉 X8。系统，极地巨齿虎骨 X8。系统，极地巨齿虎皮 X1。干得漂亮，小鸡！杨青夸赞道。没想到小鸡进化为危险级后，实力竟然这么强横，现在的我恐怕都不是他对手了。不过小鸡潜力既然这么大，倒不如先把它培养起来，由小鸡做打手，再去找更高级别的异兽，发育肯定比现在快多了。小鸡，来，这个给你和杨青取出极地巨齿虎的血液，正要丢过去。叽叽叽叽，没想到小鸡却是疯狂摇头，看那模样似乎并不太需要这份血液。
难道只有飞行类异兽的血液才对他有效果吗？一时间，杨青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不过小鸡既然不需要，那他只好自己饮用了。以后若是打到飞行类异兽，再给小鸡试试。仰起头，一口全部喝完。系统成功饮用极地巨齿虎的血液，力量 X6，敏捷 X6，不错，总共加了12点，无愧于危险级。随后，杨青继续取出兽源融合，增加了 8% 基因链开启度，而此时他的总基因链开启度也已经到达了 38%。第22章，一座金山。大虎是从右边冰窟过来的，作为一个危险级异兽的老巢，好东西应该不会少。当然，这只是杨青的猜测。紧接着提示上显示的也如杨青预料那般，确实是安全无害，资源丰富。砸开冰壁，走了进去。第一眼便看见冰窟中央有着一个冰块堆砌的小冰洞，冰洞口不大，也就刚好容纳大虎自由进出。杨青猜测，这应该就是那大虎的筑巢了。走进冰洞，最深处的角落有着一个资源堆，走上前，全部捡起。系统2阶武器虎纹枪 X1， 系统2阶项链虎纹链 X1， 系统2阶鞋子虎纹鞋 X1， 系统冰寒草 X3， 系统冰寒花 X3。杨青将项链和鞋子全部佩戴，分别增加了10点精神和10点敏捷。至于那把虎纹枪，他也看了一眼。所有的武器都是不加属性的，但每件武器都有其独特的特性以及战斗方式。枪他可从来没耍过，月棍、年刀一辈子枪，这玩意儿想要耍出点模样来，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况且这把2阶虎纹枪的特性是虎啸，在他眼里远不及灵能连射弩的连射特效，因此武器自然不会更换。今天的挖掘机会还剩3次，第8次挖掘走的是下方，没遇上什么麻烦。共计收获蓝纹草 X3、紫线花 X3、绿毒根 X3、EL 水 X1。第9次挖掘走的是上方，提示显示里面有个小金山。一听这话，杨青瞬间来了精神。金山这个词在任何时候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来到第9个冰窟，果然在中央位置屹立着一座5米高的小金山。杨青走到金山旁，用手指轻轻掰扯。系统金山可挖掘，取出镐头，对着冰山狠狠砸下。系统金块 X1， 收益反馈的这么及时吗？系统的提示让杨青更加卖力，一个个金块 X1 的提示不断浮现。就在他挖得正起劲时，头顶上方那块冰壁忽然破碎，露出里面的雾墙。看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青瞳孔猛地收缩，手上也停止挖掘。异兽可以直接穿过冰壁，而能砸碎冰壁的应该只有人类，所以这是其他人挖到了和我同一个冰窟吗？随之一道阶梯凭空出现，阶梯上缓缓走下一个中年男子，看其模样不太像龙国人。哦，天哪，这是一座金山，玛丽圣母亚保佑，汉格斯要发财了。男子第一时间便发现冰窟内的金山，很是兴奋地叫囔着。紧接着同样眉头紧锁，他也在同一时间看到站在金山一旁的杨青。你是龙国人？中年男子叽里呱啦说道。杨青虽然听不懂，但却又第一时间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很奇怪的感觉。耳朵听不懂，听不懂，脑子不，你懂。金山是我先发现的。杨青直面主题，没有跟他多说废话，同时传令给小鸡，若是眼前男子有什么歹心，第一时间将其灭杀。可恶的龙国人，这是汉斯格的宝贝，你别想占有一份。汉斯格咬牙切齿走到杨青身边，给你2个选择，一是乖乖待在这，等我挖完刺会离开，到时候你想怎样随你的便；2死。杨青没杀过人，但不代表他不能杀人，在这种没有法律的地方，他不认为跟这种人有什么道理可讲，直接摆明说道。哈哈，你是不是自信过头了？也对，你们龙国人一直都喜欢这样盲目自信，可惜你遇到的是黑带8段高手汉格斯。汉格斯说着，同时摆出一个标准的跆拳道攻击姿态。死，愚昧的龙国人！汉格斯右腿朝杨青踢去，他已经看到杨青的头颅好似木板一般，即将碎裂。杨青没有任何动作，这种攻击即便让他踢上，凭他现在的体质足以将他腿骨蹦碎。小鸡就没这么好脾气了，看见眼前这个白皮子敢踢他的主子，双翼瞬间画刀，一记冲刺。汉格斯到了，脸上的表情依旧嚣张，双眼更是透出着死寂的兴奋，同时在他身上还爆出一堆资源，散落在其周边。杨青上前一一捡起，共计收获200克奶油面包 X3、100 ml 水、200克奶油饼干 X1。工具小刀 X1， 还有一本跆拳道的基础与演练。将小刀和食物全部捡起，至于那本书，直接让杨青丢给了汉格斯，垃圾东西，浪费背包空间。继续开采金山。
1个小时后，金山全部采空，共收获金块 X106，还剩一次挖掘。杨青准备一鼓作气挖完。第10次有3个好选择，仔细对比过后，决定挖后面。后面有一群被藤壶折磨的小甲龟，若是你能解决他们的麻烦，可成为小甲龟一族的朋友。对待朋友，小甲龟一族可是会很热情的。随着冰壁破碎，杨青走进后面的冰窟。一进来，他便一眼看出此处冰窟的不一般。冰窟很大，是他这几天共挖掘26个冰窟中最大的一个。冰窟中有4/5的面积被海水占据，入目望去，海水甚至穿透了前面那块冰壁。而杨青则站在后面这块冰壁前的沙滩上，给人的感觉妥妥的就是一幅海洋沙滩风。至于提示上说的小甲龟，杨青并没有看见，不过他也不着急去寻找，难得遇上一处这么有意思的冰窟，杨青第一时间先把庭院具献在沙滩上，再从屋内搬了张凳子，坐在小圆凳上，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要是能再来杯鲜果汁，这日子似乎就完美了。也不知道其他人挖到第几个冰窟了，不过应该没人能超过我这26个冰窟的记录吧。杨青想着，随后点开聊天。相比较昨天，现在的聊天界面中，无论是龙国频道还是世界频道，聊天刷屏的速度都要少了很多。只有出现什么有意思或者劲爆的热点，才会引起那些潜水人员的注意。当然还有一点，那些运气不好或者是生存能力差的，已经永远不会出现。第23章冰甲龟召唤卷轴。龙国频道，我丢，兄弟们小心了，我刚刚碰上了泡菜国的棒槌，跟他们干了一架，还好我练过几年，不然真遭不住。我去，兄弟可以，没受伤吧？哈哈，问题不大，让其中一个娘炮啃了一口，带我休息一晚上就好了。我怎么感觉越来越危险了？躲得过异兽，躲不过同类嘛。我呼吁大家和平，要互帮互助啊。对，大家以后要是碰上了，也可以组个队一起挖掘，相互有个照应，安全性要大得多。要不然这样，要是以后碰见了，我们大家伙对个暗号，我说宝塔镇河妖，你说小鸡炖蘑菇，暗号对上了，大家就是朋友了。这提议好，我血书复议。杨青关掉了聊天，在他看来，现阶段谈组队这种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2个人在一起组队挖掘，若是2者实力不一，强的那一方必然无法忍受和弱的平分资源。至少杨青觉得他不可能会做出这种蠢事。若是2者实力相近，也得小心那所谓的同伴会不会半夜使刀子。毕竟谁也不能确定下个冰窟是否绝对安全，但可以确定干完这票少说也能多撑10天。要知道能食用的肉类可不仅仅只限于异兽。当然这个世界有黑就有白，真正2个心地善良、有原则、有担当的人碰在一起组成队友，那生存率自然会高上不少。就在杨青思索间，忽然他看见在靠海的礁石边出现几只小乌龟，这难道就是提示上显示需要救援的小甲龟吗？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帮助他们。杨青呢喃着离开庭院，朝小甲龟方向走去。等他来到礁石旁，这才清楚地看到，这哪是几只啊，密密麻麻，怕是有上百只，并且每一只小甲龟的龟壳上都寄生着一个个藤壶，有的小甲龟连4肢被压成畸形。显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藤壶对他们的危害绝对不小。这要是有密集恐惧症，看到这一幕，怕是当场就给吓到腿软。杨青走到一只小甲龟身边，蹲下身子，用手帮他清除壳背上藤壶。小甲龟似乎也看出眼前这个人是来帮助他的，趴在沙滩上一动不动。藤壶底部有极强的吸附能力，杨青发现用手一个个去拔的话，不仅费力，还容易伤到小甲龟。想了想，他取出背包里的短笔，用匕首尖从藤壶底部往上扣，这样就轻松多了。继续清理。没多久，眼前这只小甲龟背上的藤壶全被清理干净，同时其他小甲龟看着自己同伴身上的藤壶被清理掉，纷纷爬到杨青脚底，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渴望。杨青自然是来者不拒，有多少扣多少，一直到晚上才将附近所有小甲龟身上的藤壶全部清理。这时有几只小甲龟从海底驮起一个紫色贝壳，缓慢地爬上沙滩，走到杨青脚边。这是给我的吗？杨青惊喜地问道。小甲龟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只是将紫贝壳放在沙滩上后，便爬到远处和其他的小甲龟一起玩耍去了。这帮小家伙可真够大方的，紫贝壳都能拿出来送人，不知道这次能开出什么好东西。杨青舔了舔嘴唇，蹲下身子将贝壳打开。系统：冰甲龟召唤卷轴 X1。系统：初级治疗药剂制作图。系统：灵能石 X1。系统：灵能灯泡制作图 X1。除了灵能石，剩余2张制作图单看名称就很有吸引力，灯泡和治疗药剂都是能用得上的。杨青先是取出那张召唤卷轴。系统：
冰甲龟召唤卷轴，可召唤一次冰甲龟为您战斗。注：冰甲龟为小甲龟族群内的变异品种，实力强大，请珍惜召唤机会。要是这冰甲龟真如介绍的那般实力强大的话，那以后再面对一些突发情况，倒是有拿得出手的底牌了。杨青点点头，将卷轴收起。这玩意儿用得好的话，可是能救命的。再取出2张制作图，全部学习。系统，你成功学习灵能灯泡制作图。系统，你成功学习初级治疗药剂制作图。现在刚好是黑夜，先看看能不能把灯泡制作出来。杨青想着，今晚肯定是会在小木屋里睡觉的，毕竟谁能拒绝累了一天后躺在心形的软软大床呢？而睡在小木屋中，再用木材照亮，显然不太合适。换出系统面板，点开制造界面。灵能灯泡，灵能13 1，火能11 1，玻璃0 3，铜块0 3，缺铜块和玻璃。打开交易所，用1块奶油面包换将二者换齐。选择灵能灯泡，点击制作。系统，你成功制作灵能灯泡。取出灵能灯泡。杨青手中出现一个巴掌大、椭圆形、标准的20瓦玻璃灯泡。灯泡内部并不是使用钨丝照明，而是被那颗火能石替代。系统，灵能灯泡，剩余灵能100%。系统，灵能灯泡是否开启？选择开启。霎时间，原本暗淡的四周瞬间出现一团亮光。不错，终于有一点从原始社会转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感觉了。杨青不由感慨，有了灯泡，晚上行动起来会方便很多，期待热水器、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齐全的那一天。回到庭院，此时黑土良田内早上种植的3份大米全都成熟，红土良田倒是还需要2小时，至于碎冰器也还差点时间。杨青先不急着管这些琐事，吃晚饭要紧，主食方面必然是白米饭，这东西他从小吃到大，在他眼中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至于菜的话，他准备吃巨齿虎肉。极地巨齿虎是危险级异兽，想来口感不会太差。为了省事，他倒是没打算分2锅弄，取出1份巨齿虎肉，切成小块放进锅里，再取出1份小米放在一起，加水，放调料，搅拌一下，盖锅，生火，安心等待。第24章初级治疗药剂。趁着这会儿功夫，杨青点开了制造页面，准备看看能不能制作几份初级治疗药剂。在他看来，能活到现在必然是要挖掘冰窟的，而冰窟内最大的危险是什么？除了不确定气候或者自然灾害以外，就是异兽了。碰上异兽，正常人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个时候，对那些受伤等待救援的玩家来说，若是有份治疗药剂摆在眼前，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得想办法弄一份吧。初级治疗药剂：紫海草4 1，无寒花1 1，冰须根1 1，限制每天领5次。和解毒药剂一样，都有限制次数的要求。3种药材它都有，直接点击制作。系统，你成功制作初级治疗药剂。初级治疗药剂可有效治疗一些轻伤、内伤，一天可以制作5份，自然要拉满。点开交易所，先看看交易所内有没有药材售卖，将3种药材依次搜索一遍。除了紫海草有着大量存货以外，其他2种各自只3份挂在上面，不过价格倒是都不贵。事实上，无论是药剂、种植物这类有时间限制或者次数限制的产品，所需求的材料价格都不会太贵。一来，这类制作图或者良田改造器稀少；二来又加上时间、次数限制，那么无论是药材还是种子，基本很难会大量被使用掉。因此，杨青也是只用了2份冰观音肉，就将2种药材各换取了3份。又继续查看制造解毒药剂的药材。解毒药剂实用性虽然不及治疗药剂，但同样是救命的东西，碰上有需求的人，一样可以卖出高价。制作解毒药剂的药材分别是紫海草、冰银花、斑斓根。紫海草不用说，量大；冰银花和斑斓根数量虽然不及紫海草，但也有几十份挂在上面。最后花费3块冰观音肉、200毫升水和2份玉米，换取了3种药材各4份。而后又将这些药材制作了3瓶初级治愈药剂和4瓶初级解毒药剂。打开聊天界面，药剂这东西暂时只有杨青手上有货，因此他也不打算挂在交易所售卖，而是准备以拍卖的形式在聊天界面出售。这么做的原因，自然是想将这些药剂的价值发挥到最大。世界频道内炫耀的炫耀，诉苦的诉苦，偶尔还夹杂着一些呼吁和平的发言。杨青、龙国出售初级治愈药剂和初级解毒药剂，外伤、内伤以及中毒且毒素还未蔓延全身的朋友，皆可立马见效。没受伤的朋友也可以看看，常备1份在背包，总有用得上的时候。只换取各种能食以及稀有资源，价高者得。此时的杨青早已经声名在外，众人一见是他的发言，不管买不买得起，
先凑个热闹再说。芜湖，杨大财主今日化身药圣，以一瓶治愈药剂，掀起了一场足以动荡9天的浩劫。想做杨青大佬小跟班的第3天，求大佬救命！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被狗咬了？这会儿全身作冷，总感觉今晚睡过去就再也醒不来了。大佬不卖水，改卖药了。好奇大财主今天吃啥？贴个图出来解解馋呗。杨青稍微看了会儿，发现基本没啥人在世界频道上直接出价，转而就把目光望向私聊界面，可谓是在外有多冷淡，私聊界面就有多火爆。一排排出着高价的信息，整齐地列在杨青眼前，有的甚至是掏空了全部家当，也要换取一份治疗药剂。杨青则是慢慢在私聊界面挑选着他认为合适的交易人选。半个小时后，交易完成，7份药剂全部售出，而他也收获1颗灵能石、2颗木能石、2颗风能石、2颗土能石、2颗水能石、6份金刚、3份冰寒草、6份西瓜种子。其中一位名叫约翰乔夫的灯塔国玩家更是开出了2颗能石的价格，换取1份治疗药剂，剩余的最低也能换取1颗能石，或者1颗能石配点材料什么的。药剂卖完，杨青又去看了一眼交易所，依旧没有售卖无寒花和冰须根的，也不强求，先去吃下晚餐，顺便取出几块冰观音肉丢给小鸡。自从小鸡成长后，一顿已经需要最少3份200克的肉食才能满足。吃完晚餐，杨青将水收取，随后走到良田边，将6块良田上的大米全部收取，其中1块红土良田还产出了变异香米。杨青看了看，与普通大米没什么两样，或许是要煮熟才能见到不一样的效果。又取出刚刚换来的6份西瓜种子，将其全部种植在良田后，这才心满意足地走进小木屋。打开交易所，花费了2份玉米换取了1个脸盆和1条毛巾。他准备趁着这个冰窟有大量的海水，好好擦拭下身子。这2天几乎都是在挖掘冰壁，身上早就被汗臭味笼罩。这会儿要睡新床了，自然不想把被褥弄脏。提着灯泡来到一块礁石边，此时附近基本看不到小甲龟的身影。杨青水性不太好，因此也就没有下到海里直接冲洗，而是站在沙滩边一遍又一遍地用脸盆冲洗。半个小时后，回到小木屋内，又取出3L 水放在脸盆中，再次擦拭了下身子。呼，爽！要是天天都能洗个澡就舒服了，可惜以现在的水产量，想要做到洗澡自由几乎不可能。不过以我现在的材料储备，倒是可以再制作2个碎冰器。杨青说着的同时，已经点出制作界面。碎冰器：铁块零石、铜块零石、灵能13.1、火能12.1、风能12.1。缺铁块和铜块，这个倒是简单。点开交易所，又花了200毫升水，2份紫薯换取了20份铁块和20份铜块。材料齐全，杨青则将2台碎冰器制作出来，同样摆在院子外面，加上冰块，3台碎冰器吭哧吭哧的努力工作着。想着明天一大早就能收获15L 水，杨青内心美美的躺在小木床上开始睡觉。小鸡同样趴在屋子里面。别说，小床还挺软。第25章，杨青的实力。兴许是小床确实舒服，杨青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早上9点，爬起床第一时间便朝外面走去，将水、大米、西瓜全部收取，又花费600ml 水在交易所换取了6份大米种子，种下后再往碎冰器内添加冰块，这才开始洗漱。早餐为了节省时间，随便吃了块奶油面包，之后便开启了新的一天挖掘。昨天挖掘的最后一个冰壁是后面，因此这个冰窟的前面是不通的，而想挖后面冰壁则需要穿过这片大海，它没有船只，因此今天能选择挖掘的方向只有上、下、左、右。杨青一一查看。你知道什么是打地鼠吗？走上方，你可完美体验到冰刺爆菊的感觉。下方是个资源丰富的好地方，可是这面冰壁也太特么厚了吧，居然需要卖力的砸上10小时。左边有只饿疯了的人鱼，你要是能给他一些吃的，或许能换取到不错的宝贝。右边有一群冰原狼，其中领头的是危险级异兽双头冰原狼，你和小鸡虽然能战胜他们，但也有很大的概率会受伤。能走的只有左边，况且杨青对那什么人鱼也挺好奇的。开始挖掘。20分钟后，系统冰块 X15， 穿过雾墙，小鸡紧随其后。眼前的冰窟并不大，四四方方，仿佛像是一个小密室。杨青一眼便看到，右上角站着一个半人半鱼、相貌丑陋的怪物，他腰间挎着一个贝壳，整体为红色。这是杨青第一次见到红色的贝壳，他猜测应该要比紫色贝壳高一级。人鱼怪物身高超过2米，鱼身那一半光滑无比，人身那一半皮肤皱皱巴巴，还有着许多青色斑点，脸上更是獠牙横生，无比扭曲。他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杨青，没有说话，转身似乎就想穿过冰壁离开这里。有提示显示，
杨青自然知道能够挽留他的东西应该只有食物，连忙取出一块巨齿虎肉，同时说道：“你好，这个你需要吗？”人鱼怪物没有说话，但也转过身子，盯着杨青手上的虎肉，舔了舔嘴唇。杨青露出一个自以为和善的笑容，同时将手上的虎肉丢了过去。人鱼怪物立马伸手接住，直接往嘴里塞。没几秒，一块虎肉便被他吞食，随后将手伸进腰间的贝壳，从里面掏出一张制作图，扔给了杨青。果然有效，杨青脸上露出笑容，随即又是一块虎肉丢过去。而人鱼怪物也同刚刚一样，吃完后又丢了一块灵能石过来。杨青对这种交易很满意，用食物换稀有资源是他最爱干的事，随即继续朝他丢虎肉过去。人鱼怪物似乎也喜欢这种交易，吃着虎肉，丑陋的脸上露出一副享受的表情。交易一直持续到杨青背包内的7块极地巨齿虎肉全部耗尽，他只得取出冰冠鹰肉，想要丢过去时，人鱼怪物却是直接摆摆手，也不知道是吃饱了还是嫌弃普通异兽肉，头也不回的朝后面冰壁离去。虽然只交易了7次，但杨青脸上却是笑开了花。这7次交易获得的好处着实不小，灵能石2颗，水能石2颗，2阶戒指、鱼纹戒1个，3阶武器制作图水波剑和自爆冰魁制作图各1张。杨青先是把戒指戴上，加了10点精神，再把2张制作图学习。冰爆傀儡需要用到冰能石，他暂时还没有，只能放弃制作一个看看的想法。而水波剑杨青倒是有兴趣，但也仅仅只是有兴趣。看了一眼制作材料后，并不准备制作。虽然这是把3阶武器，但他还是更喜欢使用2阶的灵能连射弩，主要还是因为弓弩可以远程射击，这样也降低了受伤的概率。当然还有一点，1秒9射的快感属实有点爽。去下个冰窟，第一次挖掘就有如此收获，这也让杨青充满了干劲。仔细观察5个方向的提示，想了想，决定走下面。下面显示的是有一只危险级异兽冰暴熊，资源也算丰富。20分钟后，今天的第2个冰壁成功挖掘。杨青先是取出灵能连射弩，随后吩咐小鸡随时准备战斗，一脚踏入雾墙。吼！一个只巨大的熊掌从天而降，杨青见状连忙闪躲，同时手上也没停着，扣动扳机就是一顿乱射，用来打乱冰暴熊的攻势。小鸡同样双翼化刀划向他的脸庞，咻咻咻，滋！无论是灵能剑还是一刀，打到冰暴熊身上时，都好似在攻击一块铁石。不过，即便是如铁般坚硬的身子，依旧被一人一鸟打出丝丝血痕。哦！冰暴熊怒吼，熊掌再次扬起，它没有攻击半空中的小鸡，而是朝着杨青飞奔过去。小鸡，让我来！此时的杨青与3天前刚进来时相比，早已有种脱胎换骨般的感觉，一身装备几乎穿戴整齐，并且有大半都是2阶装备。他想试试自己的实力到底如何，而眼前的大家伙倒算是个不错的试验对象。杨青全力后退，他的敏捷已经高达37点，此刻奔跑起来倒真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轻而易举闪躲掉冰暴熊的攻击，手上更是不停地扣动扳机，在高速移动下，他依旧能完美地瞄准冰暴熊眼睛、下体等脆弱部位。冰暴熊见自己扑了个空，4只同时使力追击，但作为以防御著称的异兽，它的速度并没有多快，以杨青的速度能轻轻松松将这个笨重的家伙戏耍。嗷嗷嗷！冰暴熊无能怒吼，眼看追不上敌人，自己还得一直挨打，当即停止攻击，全身心的用熊掌保护住自己的脆弱部位。死！杨青见他放弃攻击，扣动扳机的速度逐渐加快。虽然冰暴熊防御力足够强悍，但以多咬死相，一根根灵能箭不断射在他眉心中，最终在一箭接一箭的攻势下，还是将他眉心射穿。冰暴熊轰然倒下。系统，你成功击杀冰暴熊。随之一连串的系统提示，而杨青也收获了1兽元、1兽血、10肉、10骨、1皮毛。随后他又将此处冰窟搜刮一番，共收获海绵 X5、铜块 X8、铁块 X10、500克蜂蜜 X3。第26章暴风机。杨青将兽元融合，一共提升了 8% 的基因链开启度，冰暴熊血则提升了10点体质。此时精神饱满，继续挖掘下个冰窟。这次挑选的依然是有异兽看守的冰窟，并且还是2只危险级异兽。小鸡有实力应付1只，而他自己也有信心对付1只。虽然这个举动有些冒险，杨青却觉得必须要尽快提升实力才行。至今为止，他共挖掘了28个冰窟，但现在遇上的大部分异兽实力都已经是危险级的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只要他继续挖掘，之后遇上的异兽只会越来越强。若是现在为求安全而不全力以提升实力为主，那他最终的结局只会有一个，
碰上一只级别更高的异兽，从而身死。还有一点，他对基因链开启度达到100%会出现什么情况，异常好奇。今天的第3个冰窟，看守的是2只暴风鸡，说是鸡，但却有着将近1米的体型。小鸡，上！你左我右，看看谁能先解决战斗。杨青发出指令。叽叽叽叽，听到比试，小鸡兴奋了，一个俯冲朝着左边那只暴风鸡杀去。杨青也不含糊，佩戴着灵能连射弩，上前就是一大串灵能箭射出。暴风鸡不似冰暴熊那样笨重，它拥有着灵活的身手，闪烁腾挪间便躲过大部分弩箭的攻击，唯有1-2只射在它的翅膀上发出当当的响声，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眼见攻击无效，杨青也不着急，继续围绕着那只暴风鸡，以游击的方式发起攻击，可谓是鸡进我退，鸡退我追，并且在知晓暴风鸡防御最强的地方是一对双翅时，杨青自然不会迎难而射，而是将弩箭瞄准在他的腹下以及脑袋。小鸡这边的战斗就简单粗暴了，一对如刀的双翼不断从空中画下，每次攻击都能将暴风鸡切割出一道血线。杨青趁机瞄了一眼这边的战斗，他觉得小鸡自从成长到危险级后，战斗方式几乎都是以双翼为主，原本还以为这货是个远程法师，没想到却是以近战为主。叽叽叽叽，看着暴风鸡被自己压制，小鸡得意的叫唤，随即继续以一刀冲击，连续的攻击在暴风鸡身上留下一道道伤痕。杨青这边也是如此，一根根阴狠的弩不断射出，暴风鸡发出痛叫，他的眼球被射穿，腹下更是布满了血洞。一人一鸟尽皆占优，随着暴风鸡生命逐渐流逝，死亡对他们来讲只是时间问题。3分钟后，系统，你成功击杀暴风鸡。系统，你成功击杀暴风鸡。同时，2只暴风鸡的身体也被拆解成一份份食材放入背包。叽叽叽叽，见到暴风鸡被自己猎杀，小鸡邀功般的在杨青眼前上蹿下跳，异常兴奋。干得不错。杨青笑着摸了摸小鸡的脑袋，随后取出2块鸡肉丢了过去。经过此次战斗，灵能连射弩的灵能剩余也只有 2% 了。为了不妨碍下次战斗时突然熄火，杨青直接取出1颗新的灵能石安装了上去，接着开始融合兽源，2颗兽源又为他提供了 14% 的基因链开启度，同样2份暴风鸡血也增加了20点敏捷。随后再将这处冰窟搜刮一番，一共收获斑斓根 X7、雪寒草 X7、木材 X12、玻璃 X6、500ml 矿泉水 X1、冰能石 X1。接下来2次挖掘并没有出现合适的异兽供他猎杀，因此只能选择挖掘安全无害的资源类冰窟。共计收获500颗大面包 X3、金块 X8、水晶 X3、铜块 X8、冰犀草 X5、蓝贝壳 X1、绿光根 X5。而就在杨青准备今天的第5次挖掘时，后方冰壁忽然破碎，露出里面的雾墙。杨青知道又碰上其他玩家了。果不其然，从雾墙中走进来2个穿着怪异装备的身影，2人都是青年模样，一个持着短刀，一个拿着石矛。窝草，又遇上其他玩家了。拿着石矛的男子率先开口，他是杨青。2人都是龙国玩家，其中拿短刀的男子一眼认出眼前这位名人，走上前去看看。大家都是龙国人，万一能将这位大财主拉进队伍。短刀男子迈开步子朝杨青走来，时髦青年见状跟在后头。是杨青吗？短刀男子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个冰窟已经被我搜索完了，你们接下来想挖哪个方向都可以。大家都是龙国人，只要没有敌意，杨青不介意让他们先走。我叫郑自在，他叫吴小强，我们是昨天下午碰上的，随后便一起组队挖掘。我们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队伍，冰窟内危险重重，大家在一起也有个照应。短刀男子继续说道。为了证明自己队伍的能力，时髦男子也开口说道。昨天我们就挖出一只异兽，但是在我和自在的联手下，依旧将那头畜生猎杀，并且我们也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要是你愿意加入，相信我们队伍的安全性会大大提高，大家相互照应，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杨青就好像有吃不完的食物和用不完的水，甚至连治疗药剂这种东西都能拿出来售卖，这要是能和他组上队，各方面的困难都能得到解决。2人心里同时打着小九九。不好意思，我还不想和谁组队挖掘，一个人习惯了。杨青直接开口拒绝2人的邀请，他有提示的存在，自然不可能会跟别人组队，一来不好解释，二来以他的实力和别人组队，那跟带着2个累赘没啥区别。第27章拒绝入队。不愿意吗？时髦男子脸上露出一丝落寞，他是多么想抱上这条大腿。短刀男子更是有些不甘，再次劝说道，大家一起联手不是能更好的在冰窟内生存吗？我知道你厉害，但是人多毕竟力量大，
你真的不再考虑下吗？说话间，他眼神流露出渴望。实在是杨青这几天的行为太让他震撼了，别人还在为口水发愁，杨青就已经在吃肉喝汤。别人好不容易能勉强吃口饭，杨青却已经在开始猎杀异兽，仿佛这个人永远都能领先别人一步。人各有志，不好意思了。杨青摆摆手，朝右面冰壁走去。他看出二人并没有什么坏心思，只是单纯的想邀请自己加入他们的队伍。而杨青即便想要组队，也得找能够对自己有帮助的队友。眼前二人，他实在提不起心思。看着杨青走远，二人对视一眼，都明白这个大佬是不可能会加入自己队伍的。既然大佬不愿意，我们也不强求。能否告知一下，你从开始到现在一共挖掘了多少个冰窟吗？感觉你的资源永远都用不完，实在是太令人好奇了。短刀男子张自在大声喊道。杨青虽然已经走远，但还是听到了那边的喊话。想了想，挖了几个冰窟这种事也不是什么大秘密，便开口回道：30，厉害。要是我有这么强的单刷能力，也不会去和别人组队。一个人独揽所有资源不香吗？张自在有些羡慕地说道。吴小强认可的点点头。哎，咱们继续挖掘吧，希望下个冰窟能多收获些资源。说着，二人走向左边那块冰壁。杨青先前就观察过，左边是一处资源地，没啥危险，安全无害，也就没管他们，自顾自地挖掘着右面冰窟。10分钟后，张自在他们率先挖开，二人齐齐走了进去。没多久，杨青也走进右边冰窟。吼！前方传来一声咆哮，一道巨大的白色身影扑面而来。有提示，杨青早就知道这面冰窟看守的是一只危险级异兽雪地狮，因此在进来的第一时间便已经戒备好。雪地狮身长有3米加，一身白毛，好似银甲，从气势上来看，比同为危险级异兽的风暴鸡和冰暴熊都要危险不少，甚至是昨天那头极地巨齿虎在这头雪地狮面前都要逊色3分。咻！杨青率先攻击，一根灵能箭射出，弩箭瞄准的是雪地狮的右眼。叮！无往不利的弩箭在这次却是受到了阻碍。只见在那雪地狮跟前，一面直径1米左右的冰盾挡住了弩箭的攻击，而雪地狮跑到距离杨青100米之内，忽然停下脚步，血盆大口忽然张开。吼！一颗篮球大的冰球从在他嘴角边凝聚，朝杨青飞来。我去，有着这么一副雄伟强健的身躯，居然走的是法系。雪地狮的一系列操作让杨青大为震惊。杨青脚底轻盈，飞快闪到一边，砰！冰球砸在冰壁上，轰然破碎，同时带起无数块冰屑洒向四方。雪地狮见攻击无效，继续张开大嘴，一颗颗冰球不断朝杨青飞来。小鸡，让他尝尝你的冰刃，我来拖住。杨青说着，同时不断闪躲着一颗颗飞来的冰球。以他现在57点的敏捷，速度简直快到飞起，数个闪烁便跑到雪地狮身后。打得爽吧？现在该我了。咻咻咻咻，一根根灵能箭朝其局部飞去。小鸡这边，在听到指挥的一瞬间，双翼便开始闪烁，一道有着近2米的冰刃被他凝聚。撕拉，冰刃以一个刁钻的角度飞向雪地狮的脖颈，前后夹击，雪地狮再次凝聚冰盾，防住了杨青射来的弩箭。噗！而小鸡的冰刃如切豆腐般轻松切开雪地狮的脖颈。系统，你成功击杀雪地狮。系统，兽源 X1。系统，100毫升雪地狮血 X1。系统，雪地狮肉 X10。系统，雪地狮骨 X10。系统，雪地狮皮 X1。奈斯，杨青取出2块狮肉丢给小鸡，再取出兽源、兽血，分别融合与饮用。这次的兽源增加了10%基因炼开启度，兽血则增加了12点精神，比其他危险级异兽带来的属性加成都要多一些。看来同为危险级，雪地狮比那些风暴鸡和冰暴熊还是要强上不少。杨青收起连射弩，走向左上角，这里摆放着一个紫贝壳，提示显示安全无害。开启系统，紫贝壳 X1。系统，鱼塘制作图 X1。系统，辣椒种子 X6。系统，火能石 X1。杨青眉头一挑，有颗能石不说，还有张鱼塘制作图，难道真的可以在庭院内开辟一个鱼塘出来？立马学习，查看制造方案。一共需要2颗水能石，1颗灵能石，1颗土能石，100L 水，10平方米荒地。嚯，这需要的资源可真不少，就为了吃几条新鲜的活鱼，算了算了，暂时不考虑了。杨青摇了摇头，有些失望。有制作鱼塘的心思，倒不如多加几台碎冰器来的实用。不过这几分辣椒种子来的倒是合适。杨青舔着嘴唇，辣椒在他眼里可是最好的调味品之一了，尤其是辣椒炒肉什么的，下饭的很。
就是可惜今天应该是吃不上了，等到西瓜成熟都快到晚上了。今日剩余挖掘次数4，杨青准备歇会儿，剩下4次等吃过午饭再继续挖掘。将庭院巨献，眼前又是一片粉红的场景。每次将家园巨献，杨青脑海都会闪过一个念头，真希望再次挖掘出一张家园升级图。这种粉粉嫩嫩的场景，他看着是真的有些膈应。第28章，来自约翰乔夫的邀请。龙国聊天界面，杨青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各路大神分享着自己的战利品，忽然正自在的一条信息引起大家关注。大家伙们，你们猜我刚刚碰上了谁？哈哈，是杨青大佬，而且我还知道了他为何能如此富有的秘密。这话一出，当真是惊涛骇浪。杨青大财主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论冰窟世界中，谁不想像他这样肆意潇洒？当即便有无数人回道：求自在兄弟解惑，兄弟牛皮，这种秘密都能挖掘出，求私聊报密。哼，我看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真要有报复的机会，他会告诉我们。我看楼上的才是小人之心吧，自在兄弟别理他，我等信你。连杨青都有些坐不住了，别人或许只是猜测他可能有啥秘密才能做到一步步领先，但他却知道自己是真有秘密。难道是我走了眼？先前那个其貌不扬的短刀男真是个高人，一眼便看出我有提示这个外挂。正自在龙国，哈哈，承蒙各位兄弟相信，其实杨青大佬能够拥有花不完的资源，秘密就在于他已经挖掘了30个冰窟。哦不，现在可能都31了。期待了许久，就得到这么段废话，其他人顿时不淡定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呵呵，我就知道，怪我居然真的会对他抱有信任。话说，只有我注意到杨青大佬已经挖掘了31个冰窟吗？要知道世界频道那边爆料出挖掘的最高数量才不到20。果然，别人富有不是没有道理的。31个，我的天啊，这还是人？我才刚刚挖掘到第3个，要不然为什么人家是大佬呢？杨青同样有些傻眼，吓老子一跳，还以为真要被他爆出点啥秘密。却在这时，一道私聊弹窗浮在眼前。约翰乔夫、灯塔国，杨青兄弟，有没有兴趣来这里闯一闯？旁边还有2个附件：暴风峡谷，初级隐藏7人秘窟，有一定危险，却也隐藏着无数资源。暴风峡谷入场券，使用后可传送至暴风峡谷内，离开峡谷则会传送至原来冰窟，类似于游戏副本形式的冰窟吗？杨青没有立即回复，而是先盯着暴风峡谷那个附件，看能不能触发提示。3秒后，这是一处充斥着飓风以及大量异兽和无数资源的秘窟，里面隐藏着一头恐怖级异兽，危险级有8头，普通级异兽有310头。当然，只要不出意外，你只会遇上少量的异兽。以你的实力，正常情况可以通过此处秘窟，并且收获巨大，但也要小心意外横生。若你能将飞翼熟练度提升上来，以及制作出3阶武器水波剑，你的生命可以得到保障。一大串彩色提示出现在杨青脑海，他仔仔细细看了5遍，最后决定闯一闯。不为别的，单单那些异兽就足够他将基因链开启度完成100%，更何况还有着巨大收获。当然，在这之前，肯定是要把操作飞翼的技巧多练习一遍，同时将水波剑制作出来。点出私聊弹窗，杨青回道：我有兴趣，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准备，还有我想知道上面提示一共可以进入7人，你那边是计划让几个人进入，以及到时候资源的分配问题。那边同样没有立即回复，过了几分钟，杨青才收到回信：约翰乔夫，灯塔国，时间不是问题，我们计划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同时为了安全起见，我会邀请包括我自己以内一共7人进入秘窟。至于资源分配问题，我和我的一个同伴以及杨青先生分2成，其余4人各自1成。杨青，龙国，时间方面我没意见，但是资源分配我需要4成。而我提出需要这么高分成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秘窟中会有大量的普通异兽，甚至是比普通异兽高一个等级的危险级异兽，而我可以对付危险级异兽。杨青知道冰窟会以各种想象不到的方式存在，有的类似他前天进的那处迷宫冰窟一样，有的是普通存放资源的冰窟，有的则是会有异兽看守的冰窟。他猜测约翰乔夫所在的冰窟应该就是以副本形式或者副本入口而存在的冰窟模式。若是他不通关暴风峡谷这个秘窟，那他可能永远也不能挖掘其他冰壁，不然他完全没必要着急将迷窟这种蕴含着大量资源的东西分享出来，完全可以等到自己实力强大起来独自吞并，他不香吗？也正是有了这些猜测，他才直接跟约翰乔夫提出要4成的资源。当然还有一点，只给杨青分配2成的话，他完全没必要去费时间闯那个什么秘窟，他有提示，一步一步徐徐图之发育一样不慢。
那边是过了几分钟才回复信息，表示需要考虑一下。杨青也不着急，无论那边同不同意，他都没有任何损失。趁着这会儿功夫，刚好做下午饭。这次是雪地湿肉与大米饭一锅炖。1个小时后吃饱喝足，刚好谁也制造完成。将其收取后，约翰·乔夫发来消息：杨青先生，让你久等了。我和我的同伴商量后，决定同意你的要求。明早8点，我会将暴风峡谷入场券交易给你。杨青，龙国，可以。既然那边同意分成问题，杨青也得抓紧时间将今天挖掘次数用完后，好准备练习飞行技巧。看了下提示，只有下方能走，其他几处不是暴风雪就是大冰灾，要么就是毒瘴气，都是一些无法躲避的危险。来到下方，此处是属于资源类冰窟，共计收获寒溪草 X6、初级力量药剂制作图 X1、石块 X12、水晶 X5。第29章召唤冰甲龟。今天的第8次挖掘，走的依旧是下方。刚一进来，杨青便感觉到丝丝凉意以及狂风呼啸的声音。这是一处风雪交加的冰窟，地面那块冰壁堆积一层厚厚的积雪。杨青从阶梯缓缓走下，从提示上他得知这里有着一群异兽雪地鼠，只是现在他还没有看到。难道藏在积雪下？杨青猜测，眼神扫视四周，一道道提示从他脑海浮现，那是雪地鼠藏身的地方。取出灵能连射弩，有提示报告位置，杨青只需要瞄准，扣动扳机。系统，你成功击杀异兽雪地鼠。系统，你成功击杀异兽雪地鼠。一道道提示不断出现，而杨青的背包中也多了24份鼠肉、24份鼠骨、8张鼠皮、8份鼠血和8颗兽元。将兽元全部融合，共增加 16% 基因链开启度，8份兽血则加了16点力量。这些雪地鼠的实力和杨青第一次猎杀的异兽冰原兔差不多，每份加的属性与基因链开启度虽然不多，但好在量大，足足有8只。只是可惜，这处冰窟只是单纯的驻扎着雪地鼠，并没有任何资源。要不是提示显示可以轻而易举的猎杀这8头异兽，否则他是断然不会挖这边的。大部分人对老鼠这种东西都有着强烈的排斥，杨青也不例外。背包放着这么多鼠肉，他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不舒服，更何况他现在背包的空格子也不多。这回便想着尽快将最后2次挖掘机会用掉，好清理一波背包。第9次挖掘走的是后方，里面有着3个紫贝壳，提示显示只有中间那个存放着资源，安全无害。另外2个要是触碰，一个会喷出毒素，一个会喷出火焰，凶得很。杨青自然不会手贱去招惹那2个危险的紫贝壳，走向中间，伸手打开，里面摆放着3件物品。系统，紫贝壳 X1。系统，灵能烤箱制作图 X1。系统，灵能石 X1。系统，3阶武器麻痹匕首制作图。系统，初级法球背刺 X1。生活家电类制作图。杨青眼神一亮，烤箱这东西可是懒人神器啊，以后可以摆脱鲜肉炖米饭的日子了。将2张制作图全部学习。至于制作，杨青并不着急，等晚上慢慢来。还剩最后1次挖掘的机会，先用完再说。向上挖，里面曾经是强大的冰龙巢穴，当然冰龙早已死去，并且留下了一个红色贝壳。杨青看到上方的提示，瞬间便对其他方向没有任何兴趣。此时他的脑海只有4个字：红色贝壳。紫色贝壳都属于难得一见的宝贝，这红色贝壳又能开出啥来？没有打量其他冰窟，直接取出飞翼穿戴好。半个小时后，系统，冰块 X25。杨青操控着飞翼往上方飞去，刚一上来，第一眼便看见在冰窟深处有一个冰洞，洞口很大，直径足有数米。冰洞两旁安静无比，但提示却有了新的显示。冰龙巢穴内虽然没有巨龙栖息，但却有着一丝冰龙之力。以你的和小鸡的能力，虽然能够压制住它，但也会有很大概率受到重伤。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冰甲龟召唤卷轴，借助冰甲龟的力量去压制冰龙之力。为了红色宝箱，使用掉1张底牌，杨青觉得挺值的。况且明天可能需要去闯暴风峡谷，现在肯定不能受伤。取出冰甲龟召唤卷轴，点击使用。霎时间，下方冰壁上出现一个圆形6芒法阵，一只巨大的乌龟从法阵内浮现。它身长2米多，浑身龟甲包裹着一层寒冰。当它出现时，周围的温度瞬间下降，杨青打了个哆嗦，就连无法无天的小鸡此时都蜷缩在半空不敢声张。显然这头冰甲龟实力极强。冰甲龟抬起头，它虽然不会说话，但眼神中表达出的善意让杨青明白，它确实是来帮助自己的。有这么一个强力的打手在，杨青也不敢耽搁。谁知道召唤有没有时间限制？带走头走向深处的冰洞，冰甲龟和小鸡则跟在后头。来到洞口，杨青指着里面，
冰甲龟看了看，点点头，率先往冰洞内走去。这次换杨青跟在后头。冰洞很大，单单通道就有着将近5米宽，并且没有光线。杨青取出灵能灯泡，这才看清四周的墙壁坑坑洼洼，无数道爪痕密集地分布在墙壁上。大概走了3分钟，眼前场景忽然变得宽阔。杨青第一眼便看见角落里的石台上摆放着的那个红色贝壳，同时贝壳一旁还有一条1米长的虚幻冰龙。这就是提示上显示的冰龙之力吗？说是龙，怎么越看越像蜥蜴？杨青停下脚步，示意那就咱们的敌人。冰甲龟心领神会，缓步上前。每走一步，杨青都能感受到周围温度在降低。而在石台上的冰龙之力也第一时间发现外来者。只见他漂浮在半空，嘴巴张开，一道2米长的冰刺从嘴里喷出。叮！冰刺射在龟甲上，瞬间碎裂。而冰甲龟毫发无损，依旧缓步走着。这道冰龙之力提示上显示，杨青自己都能应付。这会儿面对深不可测的冰甲龟，自然没有任何反手之力。冰甲龟走到石台前，单单是其周身散发的寒气，便将冰龙之力瞬间冻住，掉落在石台上。杨青走上前，神色有些哑然，这特喵也太强了吧！就这么浪费了召唤机会，真的值吗？冰甲龟看向杨青，示意冰龙之力已经被他解决。随后其脚下那道圆形6芒星阵渐渐浮现，待到星阵完全成型，他也随之消失。希望能开出好东西啊，不然这次真亏大了。杨青默默祈祷，先是抓起已经变成冰雕的冰龙之力。系统：冰龙之力，冰龙死去之前弥留的一股力量，通常用来制作武器。红贝壳，冰窟中品级较高的贝壳能开出珍贵的资源，当然也有可能开出大恐怖。2道系统的提示浮在一旁。这个红贝壳安全无害，装有大量的自由物品，可放心开启。脑海中的彩色提示也随之浮现。将冰龙之力放进背包，此刻他的目光已经被眼前的红芒填满。红贝壳，拿来吧你！第30章初级智能机甲分解者。系统：红贝壳 X1。系统：贝壳分解器制作图。系统：初级智能机甲分解者制作图。系统：灵能石 X3。系统：风能石 X3。系统：冰能石 X3。系统：五行能石 X1。我滴个乖乖，全是好东西！哈哈，发财了，发财了！杨青忍不住大笑。饶是以他的资产，在见到这些物品时，依旧感到震惊。不过他也没急着查看，而是在冰洞内仔细探查一番，发现已经没有其他资源后，这才将庭院具现。他今天就准备在这冰洞内休息。坐在小木屋前，心情舒爽地打开背包，已使用的火柴1盒，已使用的华子1盒，已使用的牙膏，已使用的洗面奶，已使用的毛巾、脸盆，300 ml 水飞丝洗头膏 X1， 胶带 X1， 抽纸 X1， 冰寒草 X6， 冰寒花 X3， 斑斓根 X7， 雪寒草 X7， 寒溪草 X6， 辣椒种子 X6， 100克大米 X120， 100克变异的大米 X20， 水 12L， 牛排 X1， 虾肉 X3， 100克紫薯 X6， 100克玉米 X7， 500克蛋黄派 X3， 20克巧克力 X3， 大麦口香糖 X3， 200克奶油饼干 X1。初级基因法球飞跃，初级基因法球滑铲，初级基因法球背刺，飞翼小刀 X1， 精致的短笔，灵能灯泡，贝壳分解器制作图，初级智能机甲分解者制作图，白贝壳 X5， 蓝贝壳 X4， 紫贝壳 X3， 红贝壳 X1， 木材 X32， 石块 X12， 水晶 X8， 玻璃 X6， 石块11，银块 X4， 金块 X106， 金刚 X6。冰原狼肉 X6， 冰原狼骨 X6， 冰原狼皮 X1， 极地巨齿虎皮 X1， 冰豹熊肉 X10， 冰豹熊骨 X10， 冰豹熊皮 X1， 暴风鸡肉 X12， 暴风鸡骨 X12， 暴风鸡皮 X2， 雪地狮肉 X10， 雪地狮骨 X10， 雪地狮皮 X1， 雪地鼠肉 X24份，雪地鼠骨 X24， 雪地鼠皮 X8， 灵能石 X5， 火能石 X4， 土能石 X1， 风能石 X3， 水能石 X4，木能石 X2， 雷能石 X1， 冰能石 X4， 五行能石 X1， 一排排丰富的资源展现在眼前。要是这一幕让其他人看见，估计得羡慕的流出口水。不过杨青倒是觉得背包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还占位置。虽然这些物品放进家园也可以，但那样做的话，小东西还好，若是像石块、金块这类的资源，估计堆上一些就得将庭院塞满。况且趁着现在食物这种资源还未贬值多少，早点用来换取所需的资源，也能多赚一些。他先是将那张初级智能机甲分解者制作图学习，随后点开制作界面，上面现在已经布满了大量的物品制作公式。
把目光望向最后一排，初级智能机甲分解者，铜块0200，电线0200，金刚6200，金块106，200，水晶8200，银块4200，玻璃6200，灵能石5%，风能石3%，火能石4%，五行能石1%。所需的材料不可谓不多，但杨青却没有感到沮丧，更多的反而是兴奋和期待。对于制造方面，他可是清楚得很，需要的材料越多，那制造出来的物品就越强。而且这还是机甲，若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造出，那他反而会觉得这东西多半只是个唬人的玩意儿。心中有了机甲这个目标，原本他想制作灵能烤箱的心思都有些动摇，因为上面显示同样需要到灵能石和火能石。至于那什么贝壳分解器，杨青更多的还是好奇，贝壳他有不少，若是分解又能得到什么资源呢？把目光望向贝壳分解器的制作公式。贝壳分解器，铁块010，金块1065，灵能15，1，水能14，1。需要的材料倒也能接受。好奇心害死猫，杨青决定还是将这个制作出来。就差10份铁块，倒也简单。打开交易界面，花了2份雪地鼠肉便换取成功。再次点开制作界面，选择贝壳分解器，点击制造。系统，你成功制造贝壳分解器。从背包取出一台长约2米，主体为金白色的精密机器出现在杨青眼前。系统，贝壳分解器可将空贝壳分解为微尘。分解器上方有点类似于碎冰器，都有一个大方孔，下方同样也有一个小孔，标注出尘口。杨青取出一块白贝壳，伸手抚摸分解器，又有2个系统提示浮现。系统，是否添加贝壳？系统，灵能剩余100%。杨青将贝壳放进上方的方孔内，贝壳分解器无声地开始运作。系统，分解时间剩余5点59分，同样是需要6小时，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微尘具体有啥功效。杨青呢喃着，同时将分解器移到碎冰器一起，4台机器并排列在小木屋一旁。再次点开制造界面，把目光望向靠中间那排公式。3阶武器，水波剑，水晶8%，灵能14，1，水能3%，冰能4%，限制1次。这把武器关系到他明天的安全，自然需要在今晚制造出来。还差2份水晶，水晶这种材料比金块银块要稀有一些，交易所虽然也有，不过数量稀少，且价格大都有些贵。杨青也没管那么多，用200毫升水换了2份水晶。有了水晶，材料收集齐全，点击制造。系统，3阶武器，水波剑。特性：3重浪，消耗一些灵能，可在前方释放最高3重水浪攻击，被水浪覆盖会受到迟缓以及持续伤害。这是范围性法术攻击。看到3重浪这个特性，杨青这才发觉灵能连射弩的特性，连射多少有些不知好歹了。同时也才真正意识到武器看特性这5个字，这个世界武器附带的特性绝对不可小视，尤其是在遇上其他玩家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要不然指定哪天就翻车了。第31章3重浪。水波剑长约 1.2 米，全身为碧蓝色，仔细看见身上有着一条条蓝色纹络，好似水流般摆动。试试特性。杨青换下灵能连射弩，水波剑被他用右手握住，霎时间3重浪的释放方式在他脑海浮现。只见他右手由上而下挥动，同时心中默念3重浪之第1重，一道如浪潮般的水流从水波剑上迸发而出，浪潮覆盖了前方大约10乘以10码的范围。只是浪潮中并无其他生物，杨青也无法判定这玩意儿具体威力如何。继续挥动水波剑，3重浪之第2重，3重浪之第3重，释放到这已经是极限。3道浪潮叠加在一起，覆盖的范围依旧是10乘以10码，只不过浪潮内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越发湍急与深邃。10秒后，浪潮自动退散。杨青查看了下灵能损耗，发现就这么短短10秒，便少了10%的灵能。一颗灵能10只能使用10次极限的3重浪。突然他觉得还是自己的灵能连射弩香了。杨青摇了摇头，这么高的消耗，如果单单只是用其去猎杀异兽，那远不如灵能连射弩的性价比高，用来当做底牌倒是勉强可以。武器只能佩戴一把，他决定还是选择佩戴灵能连射弩，将水波剑收进背包。平常的时候还是用连射弩作战，遇上棘手的异兽再换上水波剑。点开交易界面，将原本挂在上面的肉食和水全部下架，之后又重新挂了一个交易。卖家杨青，龙国。交易100克肉食加100克大骨加200 ml 水加100克大米。需求电线 X6， 金刚 X6， 水晶 X6， 玻璃 X6任意一种。备选任意能石。限购每人1天可交易1次。库存90。
留言有其他稀有物品也可私聊交易。这次杨青是以套餐的形式挂售，他觉得经过这2天的发展，要是再按照上次那样用一口水换取一份材料的方式，会买账的有，但应该不会像上次那么火爆。毕竟能活到现在的，大都不会沦落到依靠那一口水救命。而以套餐的方式，有水有肉，还有大米饭和骨汤，这种搭配，即便是在未穿越前，都是比较不错的饮食了。放到这里，绝对是土豪财主才吃得上的饮食。而现在，他们只需要付出一些用不上的材料，就能换取一天的豪华盛宴。杨青觉得这没人可以拒绝。只不过他换取的都是比金块还稀有的材料，大部分人的挖掘次数都少得可怜，即便是想换，也不一定有需求的材料。但穿越者这么多，总会有一些幸运的存在。杨青做的就是这些人的生意。事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那般，交易一经挂上，库存数量就在逐渐减少。虽然速度不快，但也没有停止，全部售完只是时间问题。而杨青这一举动，自然引起聊天界面的热议。尤其现在是晚上时间，大家都闲得很。我想用木材10块2比1换金刚、电线或水晶，有愿意交换的吗？我要有那些玩意去换杨青大佬的肉食套餐不香吗？谁还换你这种木头疙瘩？小飞日报，小飞日报，杨大财主又在交易所搞大动作了，大家快去看啊！去晚了可就卖完了。我求你闭嘴吧，眼看我就要交易成功，换到5份电线，你商标符号一句话，搞得对方直喷我黑商。哈哈，太爽了！5份没用的水晶就解决了明天的吃饭问题，感谢杨青大佬的慷慨。我很好奇，我也挖掘了不少冰窟，为何现在落个一身伤不说，资源也只够个混个温饱，而他却能如此挥霍？不说了，都是泪。今天挖了2个冰窟，共计收获木材10份，铁块10份，腐烂的鸡肉1份。不出意外，今晚是得蹲着睡了。聊天界面的议论，杨青并没有看到。此时的他正漂浮在半空，不断地适应着操控飞翼。学习飞行很难，但他现在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精神属性都不低，因此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只是每多在半空待上1秒，他的心都在滴血，灵能损耗的实在是太快了。尤其是他在加速或者练习技巧的时候，那消耗简直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不过为了明天下副本能多1分保命的底牌，他再怎么心痛依旧没有停止练习，直到完全将灵能消耗完毕，又给飞翼重新安装了1块灵能石后，这才停了下来。将飞翼放入背包，同时取出火炉和锅。晚餐是背包内最后留下的肉食，雪地湿肉，依旧是以一锅炖的方式烹煮。趁着空闲时间，杨青看眼交易所，挂在上面的库存已经售卖大半，剩下的今天估计是卖不了多少了。毕竟愿意交易的不会拖拉，不愿意的也等不来，只有期待一下明天的幸运儿能够多一些。又将目光移到私聊界面，上面的信息密密麻麻。杨青大致翻看了一下，基本没啥他中意的稀有物品。关掉私聊界面，走到良田一旁，这时的西瓜已经全部成熟。黑土良田一块产出了4个，红土良田一块产出3个，但有一块发生了变异。杨青一一摘取。系统西瓜 X4 系统西瓜 X3，一共21个西瓜全部采摘完成。其中那3个变异的西瓜叫做黑美人，大小形状与普通西瓜都差不多。杨青暂时也没管那些，先是把辣椒种子种下，一共6份刚刚好。随后又走到碎冰器一旁，3台碎冰器全部完工。将15L 水一一取出后，继续加冰让其工作。弄完后，这才坐到火炉前，取出一个黑美人西瓜，破开后吃了起来。甜而多汁，细嫩脆爽。莫多时，吃完大米饭，稍微擦拭一下身子后，便爬到小床上睡了过去。第32章进入暴风峡谷。翌日清晨，杨青起了个大早，先是惯例收取水和辣椒。辣椒一共种植出了69份，每份200克，其中有10份属于变异的魔鬼椒。打开交易所，昨天挂售的套餐还剩20多库存，杨青也不急，先是花了600 ml 水换取了6份大米种子，最后才把目光放在贝壳分解器上面。系统是否收取微尘？选择是。系统微尘白 X1， 再从背包取出。系统微尘白可用来升级装备，当然前提是你得拥有一台装备升级器。微尘现在是用不上了。杨青摇了摇头，有些失望。装备升级器一听就是高级货，能捡漏这种制作图的概率近乎于0。不过保险起见，他还是去交易所搜查一番，确实如他所料。将微尘收进背包，再取出1块白贝壳，继续放在贝壳分解器里面让其加工。随后便开始准备早餐。考虑到今天有动作，早餐原本想炖点肉汤，没想到这时约翰乔夫发来消息，说是让杨青现在就可以过去了，就等他一人。
同时也将暴风峡谷的入场券交易过来。没办法，肉汤是没时间吃了，只得随便吃了几块蛋黄派。吃饱喝足，杨青取出暴风峡谷入场券。入场券的材质是一张长方形的羊皮卷，上面刻画着一个传送阵。系统是否传送？小鸡，站到我肩膀上来。杨青不确定这种传送会不会顺带将自己宠物也一并带着，只能让小鸡处碰到自己。叽叽叽，小鸡开心地扑了过来。嘿，真挺沉。选择传送。随着一阵轻微的眩晕，杨青眼前一黑，再次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久违的天空与大地。这里不再是由6面冰窟封闭的环境，深青是这片空间的主色彩。青色的天空与大地，四周空空荡荡，看不到尽头，只有不远处站着的6道身影。叽叽叽，小鸡扑腾着翅膀，似乎也很好奇这种场景。系统，一个神秘的密窟，要小心，这地方机遇与危险并存。左方向2000米有一只疾风豹。系统提示和彩色提示分别浮现。杨青先生，来这里。人群那边，约翰乔夫摆着手吆喝。杨青踏步走了过去，6道身影4男2女，手上都提着各类武器，其中有一人杨青还认识，正是那位经常和他交易的龙国妹子白星雪。他的武器是一把长剑，身材婀娜，虽然穿着一身奇形怪状的装备，但依旧无法掩饰傲人的身姿。事实上，眼前这些人，包括杨青，在穿着上都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基本都是套着各种怪异的装备。另外5人，约翰乔夫的武器是一把宽阔巨斧，显眼的是他的双臂被一块银白色护甲所包裹，一看就是力量型选手。其他4人的武器分别是长刀、铁棍、盾牌、短柄。众人听到约翰的呼喊，这才知道最后一位人选居然是杨青这个有名的大财主，纷纷抬头仔细打量。显然约翰乔夫并没有提前向其他人公布这次冒险的具体成员。当看到小鸡乖乖跟着杨青身后时，大多人眼神中都流露出一丝骇然。这家伙能操控异兽？杨青先生，没想到你也参与了这次的冒险。白星雪率先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惊喜。他的声音很好听，如银铃般清脆。受约翰先生所邀来参与这次的冒险。杨青回应道：哼，听说咱们这有人独自就要包揽4成资源，我倒是挺想知道他凭什么有这种优待。队伍中另一位女性望着杨青，言语中的针对不言而喻。她的武器是一把短笔，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看模样应该也是灯塔国人。我也觉得他独揽4成有些多了。另一个拿着铁棍的玩家附和着。在意这些做什么？一个冰窟内的资源就那么些，哪怕这里要神秘一点，能获取的资源也有限，多分那么几成又有什么意义？而且大家都是得到了约翰先生的好处，受邀而来。白星雪争辩道：咱们的任务是找到暴风峡谷内的出口，在这期间可能会遇上异兽，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共同应付。而且我并没有提前给杨青先生付出任何资源，他只需要在此处冰窟收获的分成。约翰乔夫笑着解释。这话一出，其他人也都不再说话，算是默认了这种分配方式。好了，不就是找个出口吗？快点行动吧，我还得赶着去挖掘冰窟呢。迟钝男子催促着。杨青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只有1成的资源分成也愿意进来，原来是约翰提前付出了不少好处。从这一点也证实他昨天的猜想，不找到这处密窟的出口，约翰怕是真的不能挖掘其他冰窟。只不过由于他要了4成的收获分成，所以并没有得到约翰付出的好处。对于这一点，杨青也不在意。一来他不认为约翰能付出什么让他心动的资源，二来他有提示，早就知道这里不一般。有地图吗？杨青首次开口。地图没有，但是得到指引，只需要一直往前行走便能找到出口。说话的是拿着长刀男子，这么看来他应该就是约翰乔夫的搭档了，并且他说的是龙国语言。杨青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密窟和冰窟一样，都有系统标注着方向，并不需要担心会走错道路。队伍开始朝前方行走。杨青双眼微眯，内心打起精神。在这种陌生的队伍里，他不会天真的觉得所有人都值得信任，尤其是他自己早已声名在外。谢谢你的解毒药剂，不然我可能已经死在冰窟了。白星雪走到杨青一旁低声说道：是你运气好找到了金刚，不然我也没有办法，而且我们那是交易，各取所需罢了。杨青摆摆手，表示不需要这么客气。前方500米有2只疾风豹，速度极快，要小心。众人没走多久，彩色提示在杨青脑海浮现：有异兽吗？杨青左手抚摸着灵能连射弩，这能让他感到安全。没走多久，走在前方的迟钝男子大声喊道：大家小心，前方有异兽。话音刚落，众人纷纷打起精神，望向前方。
异兽有2头，身长2米多，浑身以青色为主。同时，在那异兽头顶漂浮着一道系统提示：系统，疾风暴，小心避让，不然它会撕裂你的脑袋。第33章，危险来临。大家一起上！约翰乔夫大吼一声，提着巨斧率先冲了过去。呵呵，看我的！拿着铁棍的男子冷笑一声，与约翰同行。其余4人也紧随其后，丝毫没有任何犹豫。看得出，约翰找的这几人都是善战之辈。小鸡，接下来的战斗你都不用出手，好好盯着这几人就行。杨青没有特立独行，他自己要求要拿40%资源，自然不会落人口舌。叮嘱一声，跟着众人一同上前。疾风暴同样发现了这群外来者，流着口水，龇着牙，一同朝众人飞扑而来。双方逐渐拉近，直到距离2只疾风暴100米时，杨青停下脚步，右手扬起，扣动扳机，咻咻咻，9根灵能剑先后飞出，好似流星从众人头顶划过，目标靠右那只疾风暴。噗噗噗，疾风暴跑到正欢，忽然9个黑点在他眼中浮现，逐渐变大。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便已经倒飞而起，身上插满了银白色弩箭，死得不能再死。系统，你成功击杀疾风暴。与此同时，前方众人已经接近另一只疾风暴。死！约翰乔夫大声喊着，同时举起巨斧朝另外一只疾风暴狠狠劈下。其余几人也都看准时机，攻击先后落在疾风暴身上，直接将其砸成碎块。厉害！看着杨青走过来，白星雪忍不住夸赞道。几个呼吸间便独自解决一头异兽，他自认为自己是没那个实力的，借助武器的优势罢了。匕首女撇了撇嘴，哈哈，不管如何，杨青兄弟的这手剑术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挡下来的。强！约翰乔夫笑着夸赞，同时上前将那2只疾风暴尸体收进背包。与冰窟中异兽死亡会自动分解成材料放进背包不同，这里的2只疾风暴死亡后，尸体没有任何变化。我刚刚收取尸体时发现，可以选择分解和不分解，这些异兽我都选择不分解。我提议，等猎杀了10头异兽后再进行分配，如何？约翰乔夫此时很有话事人的风范。我没意见。那个拿着长刀的龙国人首先表态，其余几人皱了皱眉头，不过也没说什么，都表示同意。众人继续向前走着，期间也会遇上1、2只疾风暴，但都有惊无险的一一解决。在这期间，杨青挂在交易所内的套餐终于是全部收完，共计收获电线 X138、金刚 X108、水晶 X132、玻璃 X102、水能石 X1、灵能石 X2、火能石 X2、风能石 X3、冰能石 X2。至此，制作机甲的稀有材料已经收集大半，不过损耗的却是他这么些天大半收获，尤其是各种肉类几乎全部售卖，只剩下几块雪地尸肉。终于在碰上又一批疾风暴后，一共猎杀的数量终于到达10只。杨青也从约翰那边接过4只疾风暴。系统，是否分解疾风暴？选择是。系统，兽源 X4 系统，疾风暴血 X4 系统，疾风暴肉 X32 系统，疾风暴骨 X32 系统，疾风暴皮 X4。同源和兽血被他第一时间融合与饮用，共增加 12% 的开启度和16点敏捷。而此时，杨青的基因链开启度已经达到了 98%， 就差最后 2%， 这让他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遇上异兽。为什么走了这么久还没有半点找到出口的痕迹？再这样下去，这个分成方式我不同意。匕首女安娜忽然停下脚步，提出抗议，显然是刚刚的分成让她有些眼红。经过这么些时间，杨青也从白星雪口中得知了这些人的姓名。长刀男叫李峰，铁棍男叫崔铁柱，是泡菜国的；迟钝牌的那位是毛熊国的，叫加夫格拉。我也觉得应该重新分配，毕竟这趟冒险已经耽搁了我们很长时间，再这样下去，我怕今天都没法挖掘冰窟了，必须要重新规划分成。泡菜国的崔铁柱同样表示不满，我觉得没必要，这才不到2小时，我们就收获了一只完整的异兽。试问大家在外面挖掘，真的能有这么丰厚的收获吗？白星雪立场依旧坚定，虽然咱们的收获确实不如杨青先生，他的实力确实让我佩服，我觉得强者多拿一些没问题。这次毛熊国的加夫格拉也表面的立场，这次组队的发起人约翰乔夫和李峰此时只能不停地劝说着两方，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只想要尽快找到出口。约翰乔夫更是直接私聊表示，可以付出1颗灵能石的代价，请求杨青让出2成分成。2个选择：一，刚刚收获的4只疾风暴尸体，我可以还给约翰先生，当作是此处入场券的票钱，但我也不再与诸位组队。2，分成不变。这是杨青给出的回答。有提示，他早就知道此处迷窟真正的宝贝与危险还未挖掘出半点，现在只是几只异兽尸体就引发了冲突，当真正的宝贝被挖掘出，
杨青相信到时候争执的会更凶。他倒希望约翰能选第一个条件，这样他才能放开手脚。当然，他想直接脱离队伍，自然也可以做到，但他不会那么做，毕竟答应过要护送约翰到达出口。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想退赶紧退，几只异兽而已，谁应付不了似的。崔铁柱面露讥讽，不屑地说道：“哼，有些人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安娜一同附和。杨青双眼微眯，此时的他已经动了杀心。泥人也有3分火气，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尤其是对这种棒槌。请注意，右侧方2000米外有一群疾风暴正在朝这边袭来，共13只，领头的是一只危险级异兽。就在这时，脑海中的彩色提示忽然浮现，杨青默不作声，内心细细思量。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如果正面交战，他没有把握能无损灭杀这群疾风暴。不过现在他也不是一个人作战，要消灭这群异兽倒也简单。但刚刚那2人的态度已经让他有些生气，这会儿自然不会傻乎乎的硬上，替他们解决这场危机。第34章脱离队伍。李峰和约翰乔夫见杨青态度如此坚决，知道想从他身上让出分成是不可能的，只得先稳住其他人。在这种陌生的地方，大家还是要守望相助啊。在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谈好了分成，并且还给了你们补偿，现在这么出尔反尔，是不是有些不太仗义？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等找到出口，我再给各位一些补偿。2人你一言我一语，不停劝说之时，毛熊国的加夫格拉第一个发现右边出现异常，大家快看，那是什么？其他人纷纷侧头望去，只见靠右500米处，一头疾风暴一步一步的朝这边走来，领头的那只明显比其他疾风暴要壮大一些。不好，是暴群！该死，怎么会遇上这么多疾风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完了，混蛋约翰，你害死我们了！人群爆发惊呼，尤其是崔铁柱和安娜，脚步已经开始往后退缩。哪怕是约翰乔夫这个主事人都是满脸惶恐。众人中只有杨青和李峰脸上还算镇定。至于白心雪妹子，虽然没有咋咋呼呼，但从她不断擦拭手掌的动作也能看出她内心的紧张。大家静一静，在这种空旷的地方，以及风暴的速度，若是分散开来，我们谁也跑不了。只有好好配合，大家齐心合力，才有活下来的机会。李峰大声暴喝，长刀横握，指挥着众人。怎么打？这可是整整13只，而且还有一只头领，我最多只能勉强应付一只普通的疾风暴。崔铁柱满脸恐慌，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去，大都面露死灰。不过相比刚刚的乱象，倒是要好上不少，至少没有人再生出逃跑的心思。李峰则看向杨青说道：“杨先生，昨晚你与约翰说的，要是有危险级别的异兽，你能应付，现在这只领头的就交给你来应对，如何？”“可以，不过我希望我的要求你们也能如实做到。”杨青淡淡的回应。昨晚他就答应的事，在还没有闹僵之前，杨青自然不会食言。那是当然，所有获取的资源该是你的，一分都不会少。约翰乔夫连忙表态，只要你能对付那只领头，你拿40%也是理所应当。在这种生死存亡之际，加夫格拉也同时表态，即便他能对付头领，可还有12只疾风暴，我们也没办法对付吧。安娜依旧是那副死了吗的表情，一人挡住2只，只要你们撑住10分钟，我就能腾出手去协助你们。李峰信誓旦旦。豹群也在第一时间发现眼前这群猎物，领头那只的吼声阵阵，加速朝众人冲来。他身后的那群疾风暴像是得到指令一般，跟在领头身后一起冲刺。杨青目光如炬，向后偏离人群，直到疾风暴步入他的射程，这才抬起右手扣动扳机，目标正是跑在最前方那只危险级的疾风暴。咻咻咻，9根弩箭从灵能连射弩中飞出，呈一字状齐齐射入那只疾风暴的左眼当中。疾风暴吃痛，再次发出怒吼，朝杨青追来。好，杨青已经将头豹引走，剩下的就看我们的了。李峰大喝一声，扬起长刀，第一个冲了上去。有人带头，其他人也知道想要活命唯有一搏，纷纷扬起武器与豹群缠打在一起。杨青对付危险级异兽早就得心应手，虽然这头疾风暴在速度方面可谓是同级别顶尖的存在，但在他高达63的敏捷和51的精神下，看上去几乎和龟速没什么两样。因此这会儿应对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丝毫没有压力。真要全力施展，杨青有信心在3秒内将其灭杀。不过此时他却没有那么做，只是一边戏耍着这头畜生，一边静静地观察另一处战场。那边的对手是12头普通级的疾风暴，刚好一人抵挡2头。最为轻松的是李峰，他的刀法大开大合，颇有宗师风范，一个照面便将2头异兽压制住了。正如他所说，猎杀这2头畜生只是时间问题。
其次是白星雪这个龙国妹子，一手剑术精准利落，虽然看上去不及李峰刀法那么老辣，但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其他人就没那么好受了，尽管他们都有着不俗的格斗技巧，但面对速度极快疾风暴，也只有防守的份。尤其是崔铁柱，刚战斗没几秒，身上就已开始出现伤痕。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峰那把长刀已经挥舞到极致，但想要击杀掉2只疾风暴，依旧需要不少时间。而白星雪这边则渐渐的出现疲态，我挡不住了，要死大家一起死！崔铁柱大声喊道，不再防守，提着长棍向左边无人的地方逃去。而攻击他的2只疾风狼失去目标，纷纷把目标转向一旁的白星雪。与此同时，安娜也如出一辙，浑身带血一同朝左方退去。至于他防守的疾风暴，则把一旁的约翰乔夫和加夫格拉当做了新目标。该死，安娜你该死！原本2只疾风暴加夫格拉还能勉强抵挡，但现在突然多了一只，让他压力倍增，忍不住发出咒骂。林峰与约翰乔夫脸上都浮现出一丝阴狠，显然2人的逃跑已经触及了他们的底线。杨青望着2人远去的背影，没有选择阻拦。在这种地方乱跑跟找死没什么区别，迅速解决掉那只危险极疾风暴，随后朝白星雪那边靠近。4只疾风暴已经将他包围，杨青抬起右手，不断扣动扳机，一根根灵能剑飞出。白星雪见到杨青的支援，原本一副死寂的面孔瞬间变得红润起来，配合灵能剑由防守转为进攻。事实上说是进攻，但更像是补刀，因为在杨青的火力覆盖下，4头疾风暴几乎没有任何闪躲空间，每一根弩箭都精准无误地将其射穿。解决完白星雪这边，杨青又把箭头指向约翰乔夫与加夫格拉身旁的异兽。在他的协助下，2人同样转手为攻，很快便解决掉那几只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疾风暴。第35章基因天赋。谢谢，你不出手的话，我可能已经死在那群畜生手上了。白星雪脸上的红润已经褪去，强忍着身上的痛楚，对着杨青谢道：杨青先生厉害，你是真正的强者，多亏了杨青先生，不然这次真得被那2个杂碎害惨了。要是再让我遇上，非得用我手上的斧子将他们劈成肉末。加夫格拉和约翰乔夫也同时开口说道。杨青摆摆手，表示道：不用这么客气，我也是为了自己，若是你们遇难，我自己也没办法对付这一群异兽。接着又把目光望向李峰那边，此时那边的战斗也已经接近尾声，随着2声惨叫，疾风暴倒在了长刀之下。李峰收起尸体，朝这边走来。厉害，你们龙国人个个都这么的强吗？加夫格拉上前夸赞。李峰摇摇头道：和杨青兄弟比，差远了。据我所知，危险级异兽要比普通级强大数倍，杨青兄弟能在几分钟之内便将其猎杀，这份实力已经远在我之上。若非如此，咱们这支队伍怕是已经解体了。这事还得怪我，没看出安娜他们是这种人，不然无论如何我也不会邀请他们进队伍的。约翰乔夫满脸懊悔，随后又想到了什么，顿时来了精神。不过现在他们逃了，这几只疾风暴的尸体我们怎么分？我提议给白星雪和加夫，杨青兄弟你看如何？李峰说出来他的想法。约翰乔夫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开口。我没意见。杨青回道，在他眼里，只要不影响到谈好的分成就行，至于其他人多或少，都与他无关。不过从这，杨青也看出，约翰乔夫他们这个队伍的话事人，应该就是李峰了。白星雪与加夫听见这个提议，脸上顿时充满了惊喜。疾风暴的尸体一共有13头，最后商议白星雪和加夫格拉各自分了3头，李峰和约翰乔夫是一伙的，2个人分了3头。而杨青虽然只分到了4头，但是那头危险级的也归他，对此大家都很满意。将那4头疾风暴全部分解，看着背包内的4颗兽元，杨青的内心也渐渐火热起来。他的基因链开启度已经到达了 98%， 只要再融合最后1颗兽元，就能达到 100%。 对于这个神秘的基因选项，他有着无限的好奇，毕竟单单是那些兽血就让他的身体强度翻了几倍，更何况是需要兽元才能开启的基因链。这时约翰乔夫开口问道：杨青兄弟，你那个初级治疗药剂还有吗？先前不小心被那豹崽子啃了几口，要是不及时处理，我怕影响接下来的行程。我也需要，可以使用其他资源换取。对，我也要。差点忘了，这个世界第一个拥有药剂制作图的人就在这里，刚刚还想去交易所找呢。白星雪和加夫格拉也表示需要杨青的药剂。你们准备紫海草、无寒花、冰须跟3种材料各1份，我可以给你们制作治疗药剂。今天制作药剂的次数还没用，杨青让他们自己备好材料。至于加工费，他没收，毕竟现阶段大家都是队友，没必要太较真。听见这话，3人纷纷表示感谢，随后去交易所购买材料。先歇会儿吧，李峰提出建议，其他人自然没意见，
他们可都带着伤，这会也不适合继续寻找出口。没多时，三人已经将药材收购好，杨青则一一帮他们制作。药剂效果很好，一小瓶喝下，他们原本被抓破的皮肤瞬间被治愈好，就连约翰·乔夫腰间被啃食掉的肉也在慢慢恢复。众人将自己的庭院具现，准备歇歇会儿。杨青也是如此，他也要开始融合寿元了。不是，这杨青先生的庭院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啊？加夫格拉望着眼前粉红目瞪口呆，他的声音也引起了其他人注意，纷纷走出自己的庭院，看着眼前明显高级一点的建筑有些出神。尤其是白新雪那栋完完整整的小木屋，让他着实有些羡慕。毕竟对于一个女孩来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睡在一个没有隐蔽性的房子里了。杨青先生，方便打开院门让我们进去看看吗？约翰·乔夫在外面喊道。杨青也第一时间发现站在外面的四人，想了想，院子里倒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让他们进来也没事。随之便打开了院门，说道：“进来吧。”四人一进院门，眼前的粉红瞬间吸足了他们的眼球。为啥你的庭院可以种植食物，我家的竟常一些杂草？我的天，这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么精密的仪器？这些东西有啥作用？为啥你的小木屋粉粉嫩嫩，我的就那么古老破旧？杨青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四人看见院内的景象，像是没见过世面一般，问东问西，仿佛眼前的一切都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庭院可以升级，但是需要挖到家园升级图。杨青给出答案。最终众人在参观一圈后，这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家园。而杨青也取出了一颗寿元拿在手上。系统是否融合寿元？选择是。系统，你成功融合寿元，增加基因链开启度 3%。系统，你的基因链开启度成功达到 100%， 已为你开启基因天赋。第36章，强大的基因天赋。随着系统提示浮现，杨青发现只要自己集中注意力，就能看见体内好似有无数条金色纹络。仔细看，这一条条金色纹络组成了一棵古树的模样。这就是基因天赋带来的变化吗？可是也没有感觉身体强度有所增加。这种怪异的变化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换出系统面板，点击基因界面，上面先前标注的基因链开启度的信息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棵好似大树的金色图案，与杨青在自己体内看到的一模一样。大树最上方有2行信息：基因天赋9元素肢体，金色。9元素肢体。特性1，你能镶嵌任意元素型法球。特性2，你释放任何元素类技能都能随机造成1至9倍精神属性的伤害。特性3，你释放元素类技能无需吟唱，你的元素类技能没有冷却时间。大树上还有无数的枝条，其中只有一根处于点亮状态。杨青点击那根被点了的枝条，系统可融合法球。之后又随便点击了一片未被点亮的叶子，系统无法融合。而大树最底部也标注着一个信息：2阶基因链开启度 0%。看到基因界面显示的一条条信息，杨青终于明白这是怎样的一个能力了。简单来讲，就是基因链到达 100% 后，为他觉醒了一个叫做9元素肢体的天赋。同时那棵大树上的枝条应该就是基因链，每开启一个基因链就能在上面融合一个法球。法球我倒是有几个，就是不知道融合后能不能取下，毕竟那些都是最低等的初级法球，若是无法取下，那可就浪费了一条基因链。杨青呢喃着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镶嵌，毕竟现在还没有什么能够威胁到他的异兽，不必急着提升实力，完全可以等到获取了一颗好的法球再进行镶嵌。点开交易界面，杨青翻找了一圈，只有寥寥几个初级法球，甚至在技能上还不如他背包中的那几个。随后又点开聊天界面，在世界频道上发布了一条收购信息：杨青，龙国，收购高品级法球，可待需求私聊。初级法球勿扰。信息刚一发出，底下评论不断。敢问大佬，法球有什么作用？我有一颗初级法球，看介绍好像类似于技能，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求杨青大佬指点一二。我也想知道，虽然我没有那什么法球，真不知道他已经领先了我们多少。这么多天了，我连吃饭问题还没完全解决，他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个游戏的高级玩法。哎，没事，别和他比，这人感觉就是开挂的，和咱们不在一个等级。这时院子外面传来呼喊：杨青兄弟，我有一颗高级法球，开下门，咱们面谈。是李峰，没想到他居然连这种好东西都能弄到。听到声音，杨青直接走出院门。李峰正站在门口，其他3人也一并走了出来，显然是听到李峰的喊叫，出来看看热闹。法球能给我看下吗？杨青开门见山地说道。哈哈，小事。李峰笑着直接对杨青发出交易请求，将一颗高品级的法球交易给了杨青。
系统高级法球疾冰之雨，需要拥有冰元素的基因天赋才能融合。吟唱10秒后，会在前方10乘以10码的范围降下无数冰锥，造成自身精神100%的元素伤害。你需要什么？杨青朝着李峰问道。这颗高级法球已经吸引到了他，看描述正好符合他的9元素肢体的天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院子里那个蓝白色的仪器应该是用来治水的吧？我需要一台。李峰眼神异常火热，显然刚刚在院子里的时候他就看出碎冰器的作用。其他3人听见这话，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什么？那东西可以制作水？难怪它总是有用不完的水，原因竟然在这。哦，老天，杨青先生，请务必和李峰先生交换啊！你付出材料，我可以帮你制造一台。杨青淡淡的说道。高级法球虽然稀有，但要用一台碎冰器去交换，那他肯定不会愿意。毕竟这东西暂时只有他能用上，单凭这一点，高级法球的价值在现阶段是远远不及碎冰器的。可以，不过需要的材料如果太多，恐怕暂时拿不出来，得先记着，等我凑够你再帮我制造。李峰欣然接受了杨青的要求。李峰能够这么快就同意，杨青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还是那点，法球只有他杨青能使用，与其放在背包，不如换成可再生资源。要知道杨青最开始可就是靠着碎冰器才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这便足以看出这东西的作用。至于碎冰器这么珍贵，杨青会同意给他制作，一来也是因为仅仅只有一台的话，他们2人是不可能在市场上造成多大的冲击；二来是杨青有预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在这个世界稳定后，追求的必然是个人能力上的提升。到那时候，战斗类的资源，譬如装备、法球，甚至是异兽血液，都会水涨船高。尤其是大家都开启基因天赋后，法球必然会供不应求。制作碎冰器需要10份铁块、10份铜块、灵能石、火能石、风能石各1颗。杨青如实将需要制作碎冰器制作的材料说出。李峰听完，眉头微微皱起，走到约翰·乔夫一旁，2人嘀咕几句后，只听他朝另外看热闹的3人喊道：“我还差1颗风能石，愿意用1整头疾风暴换取。你们有愿意交换的额吗？”风能石我有，不过我能先问下杨青先生，想要使用法球，是需要将基因链开启度达到100%吗？加夫格拉开口说道。基因链开启度达到100%就能融合法球，而且会觉醒自身的基因天赋。这种东西并不是什么秘密，过几天就会传开，因此杨青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第37章遇上麻烦了。加夫格拉听见杨青的肯定后，这才表示愿意交换。看得出他也想尽快将自己的基因链开启度达到100%。2人完成交易，随后李峰又将制作碎兵器的材料交易给杨青。收到材料，杨青也不墨迹，点开制造界面，将1台碎兵器制作成功后，又交易给李峰。约翰·乔夫等人看到2人完成交易，连忙问道：“杨青先生，这个法球融合后是什么效果呀？能给大家演示一下吗？”杨青没有说话，取出法球，选择融合到那条被点亮的基因链中。原本那道好似枝条的基因链上面，瞬间浮现出一条条细小的纹络。他感觉自己体内那棵经文大树上的枝条同样发生变化，并且在他脑海凭空出现释放法球技能疾冰之雨的信息与重重感悟。随后杨青又轻轻点击系统面板上那条融合了法球的基因链，一道系统提示浮在一旁：系统已融合法球，无法拆解。看见这道提示，杨青庆幸还好自己忍住没有随意融合一颗法球，不然他这条基因链估计是废了。试试看效果。杨青也不在乎自己的技能会被别人看到，毕竟他的底牌不少，并不缺这一个。由于9元素肢体的特性，他释放疾冰之雨是不需要吟唱的，但现在有其他人在场，还是需要稍微演示一下。他朝着一处空地，按照脑海中的释放方式假装吟唱，10秒之后大声喊道：“疾冰之雨！”系统由于基因天赋特性加持，本次攻击伤害提升2倍。瞬间，一根根巨大的冰锥凭空浮现，不断下落。前方10乘以10码范围内的青色土地被砸出无数大坑，冰寒的气息在四周扩散。这一幕吸足了在场4人的眼球。魔法，在这里真的可以释放魔法吗？我看到了神迹。至于杨青，此时有些愣神。他发现随着疾冰之雨释放完成，突然感觉到一股疲惫涌上心头。看来释放这种技能会消耗精神，以我现在的精神属性，差不多只能连续释放5次疾冰之雨。杨青心头有感，如果按照基因天赋来看的话，以后是要以提升精神为主，同时选择的法球也应该是以元素技能为主，妥妥的法王路线。对于这点，杨青并没有什么逆反的心态，哪条路好走就走哪条。只不过现阶段他还是准备以弩箭为主，毕竟这种消耗小、收益大的战斗方式用来过渡岛也不错。
等什么时候他的精神提升上来，1秒9到法术不带喘气的那种，再考虑抛弃弩箭也是可以的。那个，大家还要休息吗？如果差不多了的话，咱们继续找出口吧。白星雪眨了眨眼睛，此时他的斗志很足。不歇了，不歇了，杀异兽去！哈，走走走，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开始有趣了。我现在也希望能再多碰上些异兽了，见识到了另一个更强大的世界，没人不会向往。尤其是这群人本就属于精英的玩家，此时他们的斗志都很足。杨青自然没意见，他也想早点找到出口，毕竟今天的挖掘次数可一次没用。5人继续朝前走着，杨青顺便将先前剩余的兽源全部融合。这次3颗兽源只增加了 5% 基因链开启度，其中那颗危险级兽源加了 3%， 另外2颗普通级的各加了 1%。由此可见，基因链开启的越多，那么提升的速度就会越慢。而4份疾风暴血则增加了12点敏捷。没走多久，众人再次遇上一批疾风暴，数量有6只，都是普通级别的。为了验证一下法球技能的伤害，杨青直接一道疾冰之雨甩出，虽然只触发了1倍伤害，却也依旧将那群疾风暴全部秒杀，引得其他人是惊叹不已。就这样，队伍不断前行。不过接下来遇上的异兽杨青并没有使用法球技能，而是继续以弩箭作为攻击方式。技能威力虽然够大，可精神损耗也不小，想要恢复释放一次疾冰之雨的精神，在他的计算中至少需要2个小时。另外，他还有一个猜想，那些喝了能够增加精神属性的异兽血液，应该也可以加快恢复精神。只不过他暂时没有这方面血液的储备，倒是无法验证。不知不觉，时间已然接近中午，众人猎杀的疾风暴数量也已经有了20头。大家需要吃点东西休息会儿吗？李峰开口问向众人。哈哈，我杀得正爽呢，完全感觉不到疲惫。不需要休息。我也不用。加夫格拉和白星雪同时开口。此时他们2人异常亢奋，20头疾风暴，他们1人分到手了4头，有这种收获，任何疲惫都会消失。还是尽快去找出口吧。约翰乔夫就没那么兴奋了，或许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个地方会这么大，异兽如此之多。同时杨青又这么变态，原本在他设想的危险之地，似乎成了大家收割资源的宝地。至于杨青也表示也可继续战斗，出口依旧没有任何音讯，他也有些着急。而且提示上说这地方资源丰富，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只遇上过疾风暴，其他东西啥也没见到过。就在这时，空气中飘来丝丝清风，清风一阵一阵，越变越大，最后变成狂风呼啸。队伍几人脸色大变，这地方一直都是安安静静如死寂一般，突然出现异样，定是有情况发生。抬头一看，天空不远处一个大约10米高的龙卷风正在不断逼近。快跑！遇上这种未知的恐怖，跑是人们的第一反应。这是爆发自然灾害了吗？约翰乔夫惊恐喊着，他的速度最慢，声音向后方传来。是异兽，又或者可称之为异物。你将其视为攻击目标，可触发系统提示。白星雪解释道，这东西倒是有点类似于贝壳兽。杨青想到了那个让他费尽心思才制服的小东西，抬起右手射出一根灵能剑，叮！弩箭刚靠近暴风，便被搅成银白色的光芒消散。系统异物灵能暴风，小心不要被它卷起，否则会摔成肉泥。摧毁里面的灵能装置可以让它消停，并且可以收获一大批稀有资源以及出口传送门，同时也触发了系统提示，还有它独有的彩色提示。传送门居然在这里，还有那什么灵能装置，要怎么才能将其摧毁呢？杨青暗自思索。轰隆隆，龙卷风速度很快，距离最慢的约翰乔夫只剩不到50米。第38章，杨青深不可测。对了，昨天提示上给出的安全方案是练习飞翼熟练度以及制作出水波剑。摧毁灵能装置的方法会不会需要在空中才能找到？想到这，杨青取出飞翼佩戴好。小鸡，你自己小心点，先别跟着我。以小鸡的速度，杨青丝毫不担心这种程度的暴风能够伤害到他。吩咐一句后，独自飞向空中。然而双脚刚一离地，他便立刻明白为什么提示显示一定要练习使用飞翼的技巧。狂风杂乱无章，没有任何规律地冲击着杨青的身体，在这种状态下，想要随心所欲地操控飞翼几乎不可能做到。他只能靠着强大的体质，一个劲地操控着飞翼不断朝上冲击，一直到飞过灵能暴风的高度，杨青这才看清，在那暴风的中心位置确实有着一个好似篮球大小、外表包裹着钢铁的圆形仪器，那应该就是所谓的灵能装置了。不过灵能剑无法穿透进去，三重浪或者疾冰之雨应该都可以。想了想，他还是决定使用三重浪试试，毕竟只要将这团灵能暴风解决，就能够出去了，也不怕这张底牌暴露。杨青将水波剑取出，然后佩戴三重浪之第一重，霎时间一道浪潮由上而下，
冲击暴风中间的灵能装置。然而就在浪潮距离那道装置10米开外，却又骤然停下。3重浪之第2重，杨青继续释放。有了第2重浪的加持，浪潮距离灵能装置只差最后2米。3重浪之第3重，轰！浪潮冲破，最后得到阻碍，将那颗灵能装置覆盖，仅仅2秒便将其搅碎。系统，你成功摧毁灵能暴风。风暴在这一刻停止，狂风也在逐渐消散，只留下天空中飘荡着的一件件珍稀资源，以及地上那道凭空浮现的6芒星传送阵。地面那些人更是傻眼了，尤其是约翰·乔夫，暴风被摧毁前已经距离他只有不到10米，眼看自己即将被暴风搅碎，他自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却在这时，暴风忽然消失，抬眼一看，只见杨青操控着飞翼正在缓缓下降。杨青先生，是你阻止了暴风吗？约翰激动地喊道。是杨青兄弟救了你，没想到他连能够飞天的工具都有。李峰走到约翰·乔夫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是唯一看清楚灵能暴风是如何被摧毁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越发觉得杨青深不可测。杨青先生，你又一次救了我的性命，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加夫格拉也是一脸后怕。白新雪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杨青从天空降落的身影，有些出神。我也是为了自己能够活下来。杨青摆摆手，随后指着地上那道6芒星阵继续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道传送阵应该就是出口了。听见这话，约翰·乔夫和李峰脸上瞬间露出惊喜。哈，终于找到了，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要被困多久。可以挖掘其他冰窟了，把资源分了吧，我也得出去了。今天的挖掘次数可都没用杨青也同时开口。我的那份就不要了，都算在你头上吧。这次能活着出去，全是你的功劳，算是我的一片心意。白新雪看着地上一堆资源，没有任何留恋。对，如果不是杨青先生，我恐怕已经化成碎肉了。而且这趟冒险我的收获也不小，这些资源我也不要了，都算在你身上。加格拉夫同样表态。约翰·乔夫和李峰听见他们2人都这么说了，想着自己的分成也不多，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也一同表示自己的那份都不需要。那就谢谢各位了。杨青没跟他们客气，刚刚的战斗虽然时间不长，但飞翼和水波剑损耗可不小。说着便将周围的资源一件件收进背包。系统，终极法球双重锋刃 X1， 系统，风能石 X5， 系统，灵能石 X3， 系统，金刚 X12， 系统，2阶腰带暴风腰带 X1， 系统，2阶裤子暴风长裤 X1。 通过这次合作，我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希望下次见面能有资格和杨青兄弟较量一番。李峰率先走到出口处，双手抱拳与众人道别。约翰·乔夫紧随其后，与大家相互道别之后，便和李峰一起踏入6芒星阵，随后消失。加夫格拉跟在后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组队杀怪，到时候我不会再拖后腿了。白新雪语气坚定，没等杨青回话，便提着长剑消失在杨青的视线内。小鸡，咱们也该走了。见到众人走完，杨青也不打算停留，招呼着小鸡站在自己肩膀上，刚把腿抬起打算出去时，一道彩色提示忽然出现在他脑海。终于走了，终于走光了，不会有人真的会放着前方1万米处的宝贝不取吧？虽然那里有一只恐怖级异兽和大量低级异兽看守，但以你现在的战斗力，再配合小鸡，胜算还是很大的呀。哈，我就觉得奇怪，虽然到现在收获也还可以，但是距离昨天提示上显示极其丰厚的资源可是差得远。原来搁这里等着呢，这是怕被别人分走才等到现在才显示吗？杨青被这提示逗乐了，不愧是咱的专属大宝贝，够贴心，够人性化。现在知道还有一波资源没搜刮，他自然心痒得很，带着小鸡继续朝前方走去。至于那什么恐怖级异兽，既然提示显示能打，那他也就没什么好怂的。第39章一波流。按照提示，杨青继续向前，没走多久，在他眼前出现一座巨山。巨山高高耸立，看不到尽头，却不知被什么利物硬生生从中间劈开，形成了一条通道。1米暴风路，全长1万米，每通过1000米都会收获一份奖励，完全通过更是会有红色贝壳的奖励。当然也要小心里面隐藏的暴风蛇以及时不时飞出的锋刃。彩色提示浮现，原来宝贝都藏在这。杨青心头火热，最终奖励是红贝壳。虽然昨天他就开了一个，但也正是如此，他才更加向往一个红贝壳能够开出的宝贝，着实丰盛。换上灵能连射弩，踏步上前，入口处同样有道系统提示：系统1米暴风路，请勿踏入，里面恐怖到令人发颤。踏入通道，杨青的视线瞬间变得狭小，两边都是山壁，唯有一条宽10米左右的通道一直延伸，两边山壁都长满了各种花草树木，密密麻麻。杨青猜测那什么暴风蛇应该就藏在里面。
因此他也不敢贸然去尝试采集山壁上的药材。继续前进，前方20米处左边山壁有条暴风蛇蓄势待发，小心！提示第一时间发出警觉。杨青心神戒备，放慢脚步。咻！一条大约1米长的青色小蛇从左边山壁上突然窜出，速度极快，獠牙外露，方向正是杨青的脖颈。但有提示，他早就凝神等待，在小蛇浮现的第一时间，弩箭就已经射出，完美命中青色小蛇的脑袋。系统，你成功击杀暴风蛇。杨青上前捡起小蛇尸体。右面山壁即将飞出锋刃，请注意。咻！一道如月牙般的锋刃从右面山壁飞出，锋刃长约1米，如刀一般锋利，急速划向杨青的脑袋。杨青一个弯腰闪避，砰！月牙砸在左面山壁上，带起无数草木的碎屑。刚开始就这么惊险吗？虽然有提示警报，杨青还是有些担心，毕竟前方还有9000多米要走。换出系统面板，点开交易所，花费600MI水换取了2份制作初级治疗药剂的材料，又花费5份爆肉换取了5份制作初级解毒药剂的材料，将这些材料全部制作药剂。系统，你成功制作初级治疗药剂。系统，你成功制作初级解毒药剂。有了这几份药剂，让他安全感稍微提升不少。继续前行，就在杨青走到大约400米处，忽然看见地上躺着2具尸体，他上前查看，正是安娜和崔铁柱。没想到这2人误打误撞，居然能跑到这里来。杨青有些意外，他们应该没有遇上灵能暴风，不然也没资格死在这里。地上有2人遗落的资源。系统，2阶武器金银棍 X1。系统，2阶武器羊角笔 X1。系统，水300MI。系统，金刚 X11。系统，疾风暴肉 X9。将一堆乱七八糟的食物材料统统收进背包，其中最珍贵的是1颗灵能石和2颗风能石。2具尸体并未在他心中引起什么波澜。杨青继续向前走着，一直到1000米处，前方摆放着一个白色贝壳，提示显示一旁山壁上有暴风蛇看守。不过这会儿杨青已经熟悉了这群小蛇的攻击方式，应付起来也算是得心应手，很顺利的便解决掉危机。打开贝壳，系统，白贝壳 X1。系统，玻璃 X5。系统，风能石 X1。系统，石块 X15。看到一块白贝壳都开出风能石，这让杨青更加期待后面的路程。有提示的警觉，一路走得很顺利，不知不觉已经来到7000米处。这里出现的贝壳已经是紫色的，同时窜出的暴风蛇也变成一次性2头危险级别。不过有小鸡的配合，杨青解决起来也很简单。一直到9900米，这才看到前方那块闪着红光的贝壳。危险！危险！左边山壁100米处盘踞着一条恐怖级别的暴风蛇，拥有极速，并且还掌握了双生锋刃、极速风暴这等远程杀招。恐怖级别的异兽，这还是杨青第一次遇上。不过他内心并没有半点畏惧，反而感觉有些兴奋。有了前9000多米走来的经验，他对这里的规则已经摸得很清楚了。触发暴风蛇现身攻击的方式有2种，一是踏进他们10米之内，二是自己主动发出攻击。事实上，如果是别人来这里，基本上只能被动防守，想要主动找出暴风蛇，除非将左右2边山壁上的花草树木全部清除。而杨青有提示，每次都能事先知晓暴风蛇的藏身地点。也正是因为此，他早就计划好如何应对最后的这只恐怖级异兽。小鸡，听我口令，随时准备释放兵刃。杨青发出指令，同时取出水波剑已经被他换上。鸡，小鸡飞在半空蓄势待发。3重浪之第1重，3重浪之第2重，3重浪之第3重。霎时间，一道叠加了3层的浪潮冲击至前方左侧100米处的山壁。砰！巨响传出，一条有着10来米长的青色大蛇从山壁上的树枝内窜出。然而3重浪具有减缓速度的特性，因此大蛇虽然拥有极速，却也在第一时间被控制住。虽不至于完全限制它的行动，但也给了杨青士放下一技能的时间。小鸡，就是现在！兵刃！同时疾兵之语也被他释放出来。系统，由于基因天赋特性，本次攻击为5倍伤害。大蛇上方出现一根又一根冰锥，不断下落。由于5倍伤害的加持，每一根冰锥如神兵利器一般，将大蛇的身体完全穿透。恐怖级异兽的防御力在这一刻好似薄纸。至于小鸡的伤害就有些不够看了，仅仅只是将大蛇的脑袋划出一道浅痕。系统，你成功击杀异兽暴风蛇，以3重浪的减速和持续伤害，配合疾兵之语打先手。随后他和小鸡不断补刀，直接以他能发出的最大伤害不计损耗的打一波流，便是一开始的计划。
只是没想到疾冰之雨直接触发了5倍伤害，将大蛇给秒了。杨青自然乐得其成，美滋滋的将大蛇尸体收起，随后目光火热的望向那块红贝壳。第40章收获满满。走上前将红贝壳打开，系统风能石 X6， 系统火能石 X3， 系统灵能石 X5， 系统冰能石 X3， 系统3阶魔法卷轴高级召唤制作图 X1， 系统高级法球绝对防御 X1， 系统4阶武器疾风法杖 X1。 东西不多，但都是极品，尤其是疾风法杖最让杨青看中。毕竟现在的他注定是要成为法王的男人，因此对于法系装备异常敏感。取出法杖，系统疾风法杖，特性急速，可减少 40% 吟唱时间。得，白期待了。杨青无奈的摇了摇头，将法杖收进背包。减少吟唱时间这种特性对于别人来讲可能是神器，但对于他来讲还不如一把烧火棍来的实在，尤其是这个世界的武器还不加任何属性。至于其他物品他也没急着查看，此时已经快下午3点，得先回去将剩下的10次挖掘机会使用掉才行。万米暴风路的尽头是一道传送门，从提示上看这也是一处出口。杨青走上前，带着小鸡步入传送门，再次睁眼已然回到先前那处冰洞。直到这时杨青才想起自己的水和良田上的种植物早已生产完成，将庭院巨献，把院子里能收的全部收取。这次3块红土良田都没有发生变异。一切弄完，杨青没有拖延时间，将庭院收回，观察四周，准备今天的第一次挖掘。5处冰窟都能挖，虽然有2处都显示有一群强大的异兽，但是以他现在的实力均可以安全通过，只不过需要用上法球技能疾冰之雨。思考再三，决定还是选择安全无害的资源类冰窟，毕竟这只是今天的第一次挖掘，他想着还是需要保留一些精神，不然等后几个冰窟遇上不可避免的麻烦，可就不好应对了。目标向右挖掘，在里面共收获金刚 X6、银块 X11、电线 X6、含铁 X3、500ml 冰花啤酒 X3、500ml 猛犸纯牛奶 X3。之后3个冰窟依旧走的全是安全无害资源类冰窟，共计收获电线 X16、金块 X20、玻璃 X12、木材 X20、极寒花 X6、极寒草 X6、极寒根 X6、500毫升6个和弹奶 X3、100克跳跳糖 X3、澡盆 X1、硅胶冲击杯 X1、灵感动能球 X1。最后2样生活物品引起了杨青的注意，不是他想使用，是觉得在这个孤寂的世界，这种东西市场应该不错。打开交易所，将冲击杯和动能球分别挂售上去，价格分别是2颗能石，贵是有点贵，但他相信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会给他惊喜。白心雪是有把杨青标注特别关心的，因此在杨青发布售卖交易后，他第一时间便看到提示，并点击进去看了一眼。这东西他不留着自己使用的吗？自制力这么强，想必对待感情也是极其专一的吧。白心雪红着脸颊如是想到。第5次挖掘，杨青选择的是向上，里面是2只危险级异兽青翼雕，将冰壁砸碎。小鸡准备好了吗？里面有2头飞行异兽。杨青笑着说道。叽叽叽叽，小鸡扑腾着翅膀，异常兴奋。哈哈，走，咱们一人一只。杨青取出灵能连射弩，操控着飞翼穿过雾墙。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棵遮天巨树，很显然这是一幅远古森林模板的冰窟。2头青翼雕在半空徘徊，由于古树的遮掩，使得他们并未发现一人一鸟这对不速之客。上，看谁速度更快。杨青话落，甩动飞翼直冲上半空，没有使用其他花里胡哨的攻击，扬起右臂就是一根根灵能剑甩出，目标直指前方毫无知觉的青翼雕。此时他的身家无比富裕，扳机扣动的无比迅速，丝毫不在乎浪不浪费这种事情。战斗不到6秒，右方那只危险级青翼雕便千疮百孔地倒在了群剑之中。系统，你击杀了异兽青翼雕。至于小鸡，战斗速度就没这么快了。同为危险级异兽，青翼雕即便整体实力弱于小鸡，但也不可能迅速败下阵来。杨青看着前方激烈火拼的2鸟，并没有选择插手，一直到双方鏖战了5分钟左右，小鸡才找到机会以兵刃解决了战斗。鸡，小鸡仰着脑袋，神情很是得意。这个归你。杨青笑着将装好的2份青翼雕血取出。小鸡见状，连忙把嘴张开，眼神有着期待，他渴望变强。随着2份青翼雕血被小鸡吞下，他的身体再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杨青点开宠物界面，上面显示依旧是危险级，看来还需要更多的飞行类异兽血液才行。小鸡是个绝佳的伙伴，将他的实力培养起来，也是杨青的主要目标之一。最后
将此处冰窟搜刮遍，意外的发现有个蓝贝壳，打开后收获蓝贝壳 X1、苹果种子 X3、香蕉种子 X3、菠萝种子 X3、地瓜种子 X3。他还尝试着挖掘了一下周围的古树，不出意外，依旧是需要12个小时才能采集成功。第6、第7次挖掘无事发生，共收获金晶 X3、金块 X9、水晶 X6、200克辣椒酱 X3、苹果 X3个、麻绳 X9、布匹 X6、500 ml 牛栏水白酒 X3。此时冰窟内的光线已经开始暗淡，距离夜晚来临不到1个小时。杨青灌了2份普通级别的暴风蛇血，加了6点敏捷的同时，也恢复了体力。他打算一鼓作气将剩余3次全部挖完。第8次走的是前方，也是拥有2只危险级飞行异兽看守，叫做冰锥鸟。在他和小鸡的携手下，很轻易的便将其灭杀。收获一堆鸟肉的同时，还在此冰窟找到了钢笔 X1、白纸 X3 张、木材 X12、石块 X12、铜块 X9。遗憾的是，这2份血液依旧没有让小鸡得到晋升，不过身长已经接近2米。直到第9次挖掘，看完5个方向的提示后，让杨青皱起了眉头。第41章，精神大量增加。前方是一处魔法禁地，慎行。什么是魔法禁地？雷田、天火、泥石流、风刀、音爆、大雪崩。走上会遇上一群臭气狐，没有防毒面罩的情况下，我建议别走。下方不得了，不得了，居然遇上了远古废墟，可惜废墟中残留的魔法阵会将你轰成粉末，不然倒是能知晓一些冰窟世界的秘密。我的天呐，什么情况？左边居然是精灵族圣地月光湖，可惜湖水已经干枯，精灵早已灭绝，不然经过月光湖的洗礼，你的基因天赋将会变成10元素之体，月光会在你身上复苏。可惜，很烦，真不想进入右边，那是恶劣、肮脏、愚蠢的骷髅墓地，但里面的灵魂之火却能让你的精神大幅度增加。这次的信息量有点大啊，精灵、骷髅，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嗨，管他呢，想要活得长久，第1秘诀少管闲事，第2秘诀闷声发大财。杨青摇了摇头，将一些杂乱的思绪统统刨除。根据第2秘诀定律，必然是要走右边了。现在他最需要提升的属性就是精神。虽然背包内还有大量异兽血液没饮用，不过几乎都是提升敏捷和力量之类的。开始挖掘，目标向右。20分钟后，系统冰块 X25， 取出灵能连射弩，踏入雾墙。嚯！一股腐烂腥臭的气味扑鼻而来，就连小鸡都忍不住向更高的方向飞去。杨青目光细细打量，不知是因为临近夜晚的原因，还是本就如此。这个冰窟阴暗潮湿，地面是由一层层白骨铺垫而成，走在上面还会发出咔咔声响。远处零零散散的站着一个个提着古刀的小骷髅，看数量有16个。小骷髅与正常成人体型差不多，骷髅头中央有着一团森白火焰，只有最远处角落那只骷髅头内是蓝色火焰。系统持刀骷髅，力量凶猛，肮脏、愚蠢、恶劣的骷髅，行动缓慢，有着一身蛮力。2道提示同时浮现，小鸡将它们全部引过来。看着眼前一大片骷髅，杨青放弃了一只单刷的想法，决定直接使用疾冰之雨一波解决。不过骷髅分散得很开，必须引到一起，不然疾冰之雨的范围不够。小鸡速度快，还能飞行，用来勾引再好不过。叽叽，小鸡扑腾着翅膀冲向下方骷髅，每次攻击都是挠一下就跑。不知不觉，大半骷髅开始追逐小鸡，包括那头冒着蓝色火焰的，只有几只比较佛系的懒得理会。杨青看准时机，招呼着小鸡闪远。疾冰之雨，系统由于基因天赋的特性，本次攻击伤害为3倍。唰，无数道冰锥落在骷髅群，将它们全部砸至散架。而骷髅头内的火焰则全部暗淡，化作一颗颗白色或者蓝色珠子掉落在地。杨青没有第一时间去捡取那些珠子，而是先把剩余骷髅全部解决后，这才一一捡起。系统灵魂本源蓝 X1， 系统灵魂本源白 X1， 系统灵魂本源白 X1， 一共15颗白珠，1颗蓝珠，全部收入背包。取出1颗白珠，系统是否融合？选择是。霎时间，一阵清凉的感觉涌入脑海。杨青点开个人信息查看，精神加了2点，继续融合。最后，他的精神属性一共增加了35点，其中那颗蓝色珠子加的是5点。接着他又在冰窟四处搜刮了一番，结果没有任何资源，也是够寒酸的。还剩最后一次，继续。第10次挖掘，有2处方向都显示有不错的资源，不过环境不太好，考虑到今晚是要在下个冰窟过夜，最后选择了向上挖掘。没多久，
来到上面冰窟，一眼望去，漆黑一片，黑夜已经来临。杨青取出灵能灯泡，在四周转了一圈，最终只发现左上角有一块蓝贝壳，看着提示显示安全无害，这才放心蹲下将其打开。系统蓝贝壳 X1， 系统终极背包扩容器 X1， 系统800ml 矿泉水 X3， 系统一盒华子。资源虽然不多，但有一个扩容器，杨青也很满足。最主要的还是他看中的是这个冰窟内的环境还算正常，适合入住。将背包扩容器使用，增加了20个新的格子。在巨县庭院，从早上到现在几乎没怎么休息。此时他只想好好躺在他那柔软的小床上，清算一下今天的收获，实在是太丰厚了。系统灵感动能球成功售卖，水能石 X1， 火能石 X1。这才刚入夜，有人就忍不住了吗？杨青有些诧异，2个能石的价格可不低，他还以为怎么也得挂上几天。就在这时，另一个售卖品硅胶冲击杯也传来喜讯，被2颗风能石换走了。1天不见，这些人发育的不错呀，已经开始找乐子了，都能吃饱饭了吗？杨青忽然有些好奇，他想看看大家都在聊些啥，或许能查看出一些有用的信息，也不说准。点开聊天界面，龙国频道。哈萨 Key 兄弟们，今天晚上哥们准备练练剑，这个世界需要勇者，我将以3尺长剑平冰窟之乱。后面还有一张屋前练剑的图片。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吃的是 0.5 分熟牛肉片？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挖了3个冰窟，还收获了一本第3套小学生广播体操详细解析？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开启了基因选项？呜，兔兔肉塞牙，有没有哪位好哥哥借根牙签帮小妹踢一踢？可惜我是大棒，大棒加1，玉米加1，黄瓜加1，泥鳅加1，不得了不得了，大事件，兄弟们，我发现大秘密了，你们看这个。后面还有一段视频附件，杨青好奇的点开，瞬间便被视频上的信息所吸引。第42章，白星雪并不在乎。视频中的场景是在一个山洞，山洞内的墙壁上刻有无数图画，而视频开头第一幅图画便是一座巍峨的城池，城池名为月神城，城头站着无数士兵，其中最瞩目的当属位于中间一位头戴皇冠、手举法杖的女子。第2幅则是城池之下，有着无数黑压压的怪物正大举攻来。杨青将视频从头看到末尾，整个视频的大致意思是，无数士兵在皇冠女子的领导下勇敢守卫自己的城池。至于战争的结局并没有出现在视频当中，也不知道是没有拍进去，还是并不存在。这会是冰窟世界出现过的场景吗？这个世界又是否还有本地活着土著？还有随着挖掘的月深能否进入到那些城池当中？一个视频让杨青有了无数疑问，不过这些疑问也仅仅只是在他脑海闪过片刻，并没有深入思考。他心里很清楚，无论挖掘到后面会出现什么，只有拥有足够的实力，才能有面对未知的筹码。现阶段他要做的就是安安稳稳尽快强大起来。这段视频同样在聊天界面掀起无数猜想，杨青却是没什么心思去观看了。点开背包，普通级别的疾风暴血有11份，危险级的1份；普通级别的暴风蛇血18份，危险级别的12份，恐怖级的1份。至于寿元普通级别的有31份，危险级别的17份，恐怖级别的1份。先是将所有寿元依次融合，共增加 75% 二阶基因链开启度，其中恐怖级别的那颗寿元就加了 10%， 危险级别的则是每份加了 2%。 至于这些异兽血液，一次性肯定喝不完的，得分批来。他先取出那份恐怖级暴风蛇的血液饮下，随后点开个人属性面板，原本敏捷属性是85点，现在已经变成了105点，也就是这份蛇血给他加了20点敏捷。随后又继续饮用了一份危险级暴风蛇的血液，然而却只增加了3点敏捷。怎么加的这么少？先前一份普通级的都可以增加3点，难道敏捷破100之后，增加属性点的难度也会提升吗？抱着试验的态度，杨青再次饮用了一份普通级的暴风蛇血，这次只增加了1点敏捷。看到这，他也验证了自己的猜想，100应该是个临界点，再想快速增加，必须猎杀更高等级的异兽才行了。连着喝了3份血液，肚子已经微微胀起，暂时是喝不下了，只得消化一会儿再继续。打开交易所，相比于异兽血，异兽肉和骨才是真的多。单单普通级别的疾风暴肉和骨它就有176份，每份200克。至于其他的暴风蛇肉、雕肉，也是乱七八糟一大堆，统统挂上交易所。需求则是每100克兽骨加100克兽肉换取1份金刚、电线、玻璃、水晶这4种材料的任意1份，并且不限购。食物虽然不像前几天那么紧缺，但依旧是交易所内主要交易物，因此杨青也不怕卖不出去，毕竟不到生死关头，弹尽粮绝。
再去挖掘的大有人在。只要有这些人，食物就永远不愁没有销路，因为他们永远都会用下一个冰窟内的资源来换取食物，等到食物吃完，再次鼓起勇气挖掘，如此循环。而这些人最终的宿命，要么倒在下一个冰窟内，要么运气好一直挖下去。还有一种人则是像白星雪、李峰他们本身有些实力，并且会想尽一切办法不断挖掘。这些人不会被食物困扰，甚至慢慢的身上资源也会逐渐积累起来，最后成为像杨青这样用食物以及用不上的资源换取需求资源，不断强大自己，且越挖越远。当然也得运气好，祈求别遇上必死类冰窟，最后再把那份3阶魔法卷轴高级召唤制作图 X1学习，以及暴风腰带和暴风戒指全部佩戴。点开制造界面，3阶魔法卷轴高级召唤恐怖极异兽皮1灵能石16%水晶1469，危险级异兽血灵1。可惜刚刚将恐怖级异兽血液引用了，不然倒是可以制作一张出来看看。需求的材料这么高级，效果应该不会太差。杨青轻声呢喃，由于背包剩余的血液太多，今天他不准备做饭了，饿了渴了灌点血液就行。剩下的时间喂喂鸟，看看聊天界面，直到碎冰器与贝壳分解器工作完成，这才起身走到庭院全部收取，接着又往4个机器分别添加材料。这次添加的贝壳依旧是白色品质。看着背包40多 L 水，杨青决定奢侈一把，洗个澡，毕竟今天累了一天，身上早就汗渍满满。走到火炉旁，点火起锅，烧制热水，顺便点开交易所，搜索洗浴用品，最后花费半个西瓜换取了一块香皂，取出澡盆，调至合适水温，洗完差不多花费3-5 L 水。本着不浪费的原则，杨青并没有将洗澡水倒掉，而是点开交易所挂了上去。卖家杨青，龙国，交易品3-5 L 二手洗澡水，需求水晶、电线、金刚、玻璃任意6份，库存1。此交易信息一出，聊天频道顿时又是一番刷屏。哈哈哈哈！杨青大佬在交易所出售二手洗澡水，有哪位勇士需要吗？狗大户，特码32 L 水用来洗澡，要是给我都可以3天不用挖掘了。冲冲冲！系统，你挂售的洗澡谁已交易成功？玻璃 X3，水晶 X3。就在那边剧烈讨论时，杨青这边已经收到交易成功的信息，同时一道私聊信息也弹了过来。白星雪，龙国，杨青大哥，以后还有洗澡水可以直接私聊交易给我吗？呜，终于可以好好洗个澡了，原来还是熟人购买的。杨青神色有些怪异，这种穿越前妥妥女神级的大美女，居然愿意使用自己的二手洗澡水，还长期。杨青，龙国，好，香皂要不要？免费送你半块。白星雪，龙国，要，当然要，谢谢杨青大哥。将半块香皂交易过去，杨青也没有再说什么，舒舒服服躺在小木床上睡了过去。至于白星雪，则美美的泡在早就准备好的浴缸里。自从穿越到这个该死的世界，她还是第一次洗澡，虽然是用的二手洗澡水，但对方是杨青啊，她才不在乎的。第43章神像赐福。新的一天，杨青睡了个懒觉，醒来时已经是上午9点半。第一件事先熬上一锅小米粥，再把院子里的资源收取一下。吃完粥，叼着根华子，随便找个地解决了一下3级，美滋滋的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次挖掘。上、左、右3个方向都是没啥资源的垃圾窟。往前走，里面有一个神像，供奉一些资源会受到神像的祝福。后面是鱼妖领地，可以尝试着偷摸进去，将他们储藏的资源一锅端。当然，这个行为很恶劣，会遭到来自鱼妖的报复。走前面吧。神像有点稀奇，况且后方因果太重，不参与不招惹。杨青吧唧吧唧嘴，将画子头踩灭，扛着镐头开始挖掘前方冰壁。系统冰块 X20， 走进雾墙。这个冰窟四四方方，空间奇小无比，只有不到30平方。说是冰窟，反而更像是个密室。中央位置有一个供奉台，供奉的是一个半米高的石像，石像为一个年轻女性模样，神色清冷高傲。杨青走上前，系统普通雪神像献出一些宝贝，可获得雪神的祝福，可贡献次数3/3。普通雪神像贡献火能石会有奇效，最好是一次贡献1颗、2颗、3颗。取出1颗火能石放在神像前，霎时间火能石化作一缕缕流光融入神像的身体，同时杨青也感觉身体中有股热流涌动。系统，你成功贡献火能石，雪神感到愉悦，为你赐予终极祝福。力量 X10， 敏捷 X10， 体质 X10 与精神 X10。
一颗火能石换取40点属性，很值。按照提示，这次杨青取出了2颗火能石放在神像前，依旧如刚刚一样，火能石刚放下便被神像融合。系统，你成功贡献火能石，血神愉悦得到升华，为你赐予高级赐福，2阶基因链开启度增加 30%。系统，你的2阶基因链开启度达到 100%， 自动开启第2条基因链。爽，本来想着今天多找一些异兽猎杀，好尽快开启第2条基因链的，没想到一个祝福就搞定了。杨青不知道血神到底有多愉悦，只知道自己现在是全身上下都舒爽无比。趁热打铁，又放了3块火能石放了上去。系统，你成功贡献火能石，血神愉悦到了极致，赐予你上古异兽之种。上古异兽蛋 X1， 又是一颗异兽蛋，而且还附带上古这妖牛皮轰轰的前缀。杨青迫不及待地打开背包，取出上古异兽蛋，霎时间一股炽热的气息迎面扑来。蛋有脸盆大，全身火红，但身上的纹络非常明显，虽然交叉纵横，可一眼看上去却又觉得合情合理，异常协调。系统，上古异兽蛋需要自身1滴血液为主，10颗火能石，1株龙眼草，1株龙眼根，1株龙眼花，1株龙眼果为辅，才能将其孵化。得，吃回去吧。见到这么苛刻的孵化条件，杨青直接把蛋丢进背包，随后又点开基因界面。第2条基因链已经处于点亮状态，不过他暂时不准备镶嵌法球，虽然背包中放着一颗高级法球，绝对防御，但那是属于防御类技能，并且不属于元素类技能，享受不到随机倍数与瞬发的加成。至于其他元素系技能他也有，不过是属于中级，他不太想使用。若是初级，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是的，初级。经过昨天使用疾冰之语的感悟，他给自己设想了另一种战斗方式。法术机关枪有不需要吟唱这个特性，他释放任何元素类法球技能都是瞬发，而有随机倍数的特性，伤害方面也不会很缺，所以他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消耗。选择初级技能这种消耗较小的，换取多次数释放，不就可以在现阶段将自己的优势运用到极致吗？尤其是对付比他弱的异兽，就不需要再使用灵能连射弩了。当然在他的设想中，初级法球肯定不能镶嵌太多，1个就行，最多不超过2个。当然这指的是攻击技能，至于防御、逃跑、爆发什么的，还是得镶嵌高品级的法球，毕竟能逼迫他防御甚至是逃跑的异兽，必然是实力远超过他。而基因界面最下面那行显示基因链开启度的信息也变成了3阶基因链开启度 10%，3次贡献的机会已经用完，这个冰窟自然没啥好待的了。观察周围的冰壁，提示一一浮现，最终选择继续走前，里面是迷宫类型的冰窟。没多时，挖开冰壁，杨青站在迷宫入口，在他的前方有3条道路，走左，最终奖励是一张上古祭坛入场券；中间，最终奖励是一面3阶武器冰甲盾；往右可以收获一大堆不错的材料。根据排除法，首先去除右边。至于左和中间，杨青最后还是决定走左边。对于上古这2个字，他总觉得充满了神秘，而且还是入场券，这种可以传送去其他空间的宝贝。有提示引导，迷宫在他眼中和空地没什么区别，一路畅通无阻。半个小时后，终于走出最终出口，在他眼前不远处有一个石台，上面放着一张巴掌大的兽皮卷。上前将兽皮卷抓起。系统，上古祭坛入场券 X1。轰隆隆，随着他这一举动，四周迷宫的墙壁纷纷开始倒塌。没几秒，此处冰窟已然变成了一片空荡荡的场景。对此，有过经验的杨青早已习惯。从背包取出兽皮卷。系统，上古祭坛入场券，当100张入场券全部被收集时，会自动开启传送阵，进入上古祭坛。入场券已收集32100。这是大型多人副本吗？居然需要100个人凑齐入场券才会开启。传送过去是聚集在一起，还会是分开呢？杨青皱了皱眉头，他有些担心。如果是随机分散都还好，若是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就让他很没安全感了。谁知道这么多人在一起，会不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距离人数达标还差得远，看能不能在这之前将机甲分解者弄出来吧。花费这么多材料的东西，应该不会让人失望。想到机甲，杨青内心的不安统统转化为挖掘的动力。第44章强杀恐怖级，继续挖掘。累了渴了就饮用异兽血液，这玩意儿是提升属性的主要资源，还是得尽快喝完才行。就是可惜背包存储的大部分异兽血都是提升敏捷的，这让杨青有些怀念昨天的骷髅墓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精神提升到可以毫无顾忌地释放高品级法球技能。
今天的第3个冰窟有一群血猪看守，领头的是危险级。现在这种级别的异兽自然无法对杨青造成任何麻烦，轻轻松松将它们变成食材。一共7颗兽源，只为他提升 3% 的3阶基因链开启度，其中6颗普通级兽源共提升了 2%， 危险级那颗则是 1%。 至于血猪肉和骨则被丢到交易所增加库存去了，昨天挂售的那批肉已经卖了大半。杨青估摸着这批肉食卖完，初级智能机甲的材料也该收集的差不多了。最后还在冰窟内搜刮到了电线 X3、冰能石 X1、毛线 X6、冰果种子 X6。 第4次挖掘各方显示都是资源，随便选了下方进行挖掘，收获含铁 X3、盐铁 X3、银块 X12、玻璃 X6、橡木 X3。 终于在准备挖掘第5个冰窟的时候出现了意外。继续向下挖会初遇上2只正在打斗的旱地级异兽，他们的战斗余波足以将你粉碎。左边是矮人族的禁地，千万不要试着闯入，那群狡猾的矮人在禁地外布置了上百个灵能陷阱。右边有一只被关押的恐怖级异兽暴食岩熊，要注意门口有架灵能大炮，以你的体质被轰上一炮会瞬间变成碎肉。前方是个没有任何资源的空冰窟，后方栖息着一只恐怖级异兽紫雷兽，对上它你虽然能赢，但也有不小的概率会受伤。5个方向其中有4个都显示会有危险。思索片刻，杨青决定去会会那只紫雷兽。有提示的存在，这些天他几乎都是遇上有危险的冰窟就不做选择。刚开始弱小的时候这样做没有任何毛病，毕竟那时候资源少，一旦受伤那必然会拖延挖掘的进度，甚至一个不小心还会将小命都给丢了。但现在无论从各方面他都已经比前几天强大无数遍，只要不是那种必死的局面都可以去尝试挑战，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强大起来。目标向后开始挖掘，没过多久冰壁碎裂。杨青右手拿着水波剑，对付这种级别的异兽，灵能连射弩已经有些不够看了，甚至都不一定破的紫雷兽的防御。小鸡准备好，马上有场硬仗要打。杨青笑着吩咐道。叽叽叽叽，小鸡眼神有着强烈的战意，无所畏惧是他的天性。迈步踏进，吼！一道响亮的叫声从半空传来，杨青连忙抬头，只见一只长着双翼、模样如狮但却没有任何毛发的紫皮巨兽，在第一时间便发现了这一人一鸟。轰！巨兽无毛的皮肤上有着无数条紫色纹络，一条条雷芒从纹络上迸发，瞬间形成一道闪电劈向杨青。闪电速度快到极致，杨青满脸骇然，急忙朝右闪躲。好在他此时的敏捷高达100加，险而又险的刚好将这道闪电躲避。但紫雷兽可没打算就此罢休，一道又一道的闪电不断劈下，杨青只得不停逃窜。鸡咻！一道月牙般的攻击从小鸡双翅飞出，直指紫雷兽的脑袋。见到自己主人挨揍，小鸡自然不会答应，出手就是他的杀招冰刃。紫雷兽不止攻击极快，速度也是一流，见到飞来的冰刃，他没选择硬抗，而是一个侧身完美躲过。三重浪之第1重，三重浪之第2重，三重浪之第3重。就是这眨眼功夫，终于让杨青找到机会，3道浪潮将紫雷兽覆盖。小鸡继续用冰刃骚扰，千万不要近战。三重浪具有减速效果，趁着紫雷兽被控制住，杨青连忙吩咐小鸡，同时法球技能也被他释放。疾冰之雨系统，由于基因天赋的特性，本次攻击为2倍伤害，可惜只触发了2倍。再来。疾冰之雨系统，由于基因天赋的特性，本次攻击为6倍伤害。吼吼吼！霎时间，紫雷兽头顶上方有着无数根冰锥下落，第一波他还能勉强硬扛，目光凶狠，双翼更是展现出刺目的雷芒，准备发动誓死一击。但随着第2波疾冰之雨的落下，仅仅一个照面便将其砸成紫皮碎肉，而他准备的大招也只是显露了一丝气势，便再也没有了下文。系统，你成功击杀异兽紫雷兽。系统，兽源 X1。系统，紫雷兽血 X1。系统，紫雷兽肉 X12。果然，只有不断战斗才能完善自己的弱点。虽然我现在攻击无双，但是防御速度却是差了不少。这么看来，第2条基因链还是得先选择融合防御型或者加持速度的法球才行，增加一点保命能力，再考虑法术机关枪的事吧。杨青先是将刚刚的战斗仔细回味了一遍，随后才开始融合兽源，成功增加了 6% 的3阶基因链开启度。至于兽血，他想了想，决定引用掉。虽然制作那张高召唤卷轴需要一份恐怖级异兽的血液，可从这只紫雷兽的攻击方式来看，明显是元素型杀招，
这种异兽的血液通常都会增加精神属性，增加精神属性的血液本来就少，更何况还是恐怖级的，他有些舍不得。最主要的是，制作卷轴可没有规定需要哪种类型的血液，因此等啥时候猎杀了其他恐怖级异兽，再去制作也不迟。将紫雷兽血液吞下，然而却没如杨青所预料的那般出现精神属性，只增加了12点敏捷和9点力量。紧接着又开始搜刮冰窟内的资源，不需要提示指引，他自己便看到了不少材料，纷纷捡起。最后当他感觉完全搜刮完后，又望了望各个隐秘角落，脑海中的彩色提示终于来了。左上有一个暗格，用你的镐头挖开一道裂缝，定能收获到一批不错的资源。第45章 bug 一般的高级法球雷伊，走到提示标注的角落，挥舞着镐头狠狠砸下，一个黝黑的洞口出现在杨青眼前，伸出右手不断往里掏，果然有不少物件。系统雷能石 X3， 系统终极法球雷影 X1， 系统高级法球雷伊，系统紫雷根 X3。 从背包取出高级法球雷伊，杨青觉得这应该是个防御型元素技能，刚好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系统高级法球雷伊，吟唱5秒，可为任意一个目标附加一层持续10秒的雷伊，被雷伊加持可提升 30% 敏捷，雷伊被打破加持效果消失。雷伊防御强度决于精神属性，注雷伊可叠加。点开基因页面，将高级法球雷伊融合至第2条基因链。看到雷伊效果的第一时间，杨青便知道这东西放在别人手里可能只是个不错的辅助技能，但在他手上绝对是神技。只要精神足够，那么雷伊就能无限叠加，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麻瓜也能给你加持为雷神好吗？试试消耗以及叠加效果。雷伊，杨青呢喃着，同时给自己加持了一道雷伊。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持，本次雷伊防御效果为3倍自身精神强度。霎时间，杨青全身上下雷芒闪耀，一层紫色能量外衣将他的身体完全包裹。小鸡，给我来道冰刃。他想试试雷伊防御如何。听到这么无理的要求，小鸡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看着杨青身上那层雷伊，他有预感自己的攻击恐怕伤不到主人分毫。击！一道带着寒意的冰刃飞向杨青的手臂。叮！冰刃在雷伊上划过，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从能量波动来看，杨青有感，像这种强度的攻击，他硬扛个20来下没什么问题。雷伊，他又给自己叠加了一层，这次触发的是4倍防御强度，并且可以与先前的3倍叠加。同时，雷伊的持续效果也变成了15秒，加持的速度则变成了 60% 的自身敏捷。至于消耗与疾冰之雨差不多，以他现在的精神，最多可连续释放8次。更重要的是，这个技能可以给任何单位加持，包括小鸡这种异兽。可以说，杨青若是有团队，单单这一个技能就足够让他成为话事人，强无敌。一个法球技能就把速度和防御的问题解决了。杨青对于这个法球技能满意到了极点。由于刚刚连续释放了4次高品级技能，此时他的脑袋已经隐隐有些膨胀感，因此也没有急着继续挖掘，而是把庭院巨献，走到小木屋内，半躺在小软床上好好休息。打开聊天界面，龙国频道。闲暇之余看看大家的进度，或者有没有什么最新有用的信息，这是所有人都爱做的事，杨青也不例外。刚一打开，就看到一个叫诸葛长青的年轻人异常显眼。冰窟世界破灭论。根据我这么多天的了解与推测，我觉得这个世界原本应该是一个人类、精灵、恶魔、巨龙、矮人、异兽等各种不知名生物共存的世界，但由于一场极寒天灾，这个世界迎来了毁灭与消逝，最后只剩下无尽的冰窟，而我们存在的意义是重启与拯救，重新启动这个世界的一切，拯救还在极寒挣扎的同族。诸葛长青这话一出，瞬间迎来无数赞同。原来如此，我就说咱们为啥好端端的会来到这个鬼地方，原来是有着重大任务。兄弟们，我们都是被上天选中的勇士，我们注定不会平凡，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长青兄弟有大智慧，短短几天就能找到事情的本质。我昨天确实遇上了矮人族的痕迹，当然反对嘲讽的更是数不胜数。哼 ，2E 还拯救别人，谁他妈来救下劳资？这每天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兄弟们，这套路我熟，先是满口的大道理，一套一套，收获一批忠实的信徒，最后就开始卖。你能带我回家吗？若是你有本事带我回家，你就是我爹；没有个能力，就别搁这里找存在感了。就算你说的对又怎样？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谁来拯救一下我？呵呵，我都快死了，还管你 MXXDXXGXX， 自以为 Triple X 仁义道德 ，Triple X 也配 XXXX 专 XXXXXX。
世间千人千面，看着聊天界面疯狂的刷屏，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杨青也没继续看下去的心情。他的心思很简单，既来之则安之，努力活下去是本能，探索这个世界的未知以及所谓的真相，只能算是消遣以及娱乐的一种。当然，他也不会否认别人的成就，有些人把解析真相当成本能，同样值得敬重。闭目养神，直到1个小时后，杨青感觉脑子不再胀痛，这才收起庭院，开始今天的第6次挖掘。有了雷伊，杨青发现一些具有危险性的冰窟，现在提示大都显示可以挖掘，这让他的选择多了很多。危险往往意味着更大的收获。这次他准备挖上方。上方冰窟有一条龙息通道，全长10米，并且藏有红龙、维尼亚的宝袋，宝袋里放着少量红龙收藏品。想要安全通过，必须将雷伊防御叠加到12倍强度。一条红龙的收藏品，这谁不心动？没多久，杨青便操控着飞翼来到上方冰窟。整个冰窟炽热无比，就连6面冰壁都闪烁着火红色的光芒。冰窟中央有一条岩石堆砌的通道，全长正好10米，2个通道口正不停地喷发着热浪。很显然，这个冰窟之所以会如此炽热，正是因为这条岩石通道。叽叽叽叽，小鸡在半空不断扑腾，如此炽热的环境让它异常难受。雷伊，杨青没有耽误时间，走到通道口，为自己加持了一道雷伊，触发的是6倍强度。6、7、8，随便来。杨青在心底祈祷一遍，接着为自己叠加第2道雷伊。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持，本次雷伊防御为9倍自身防御强度。nice， 叠加到15倍的强度，雷伊的防御已经完全能够抵御通道内的炽热。没有耽误时间，迈步踏进岩石通道。第46章红龙逆鳞。通道内入眼是一片赤红。由于雷伊的存在，杨青并不知道此处的温度有多高，当然他也不是很想知道。通道不长，一眼便能看到尽头，但他的目的可不只是为了穿越通道，而是要找到放置在这里的红龙宝袋。雷伊经过2次叠加，能够持续的时间一共是20秒。杨青不敢耽误时间，一边前走一边搜寻。时间过得很快，10秒钟已经过去，终于在走到2/3的路程时，左边岩石壁有一个很明显凸起的小石包，提示彩色提示也在第一时间浮现。放心挖开，里面正是红龙宝袋。取出镐头，叮叮2下把小石包挖开。系统，红龙维尼亚的宝袋 X1。宝袋到手，杨青飞快地跑出通道，最后雷伊剩余时间还多了5秒。此时的小鸡状态很不好，双眼无神，甚至漂浮在空中都有些吃力。这处冰窟温度太高了，杨青看着有些心痛，但也没有办法，即便给他加持雷伊，也只有10秒的缓和时间。况且他今天释放的高级法球技能已经高达6次了，精神状态本就不好，只得尽快挖掘离开这里。望向周围，只有左边冰壁比较薄，不过是个资源窟，杨青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取出镐子开始挖掘。10分钟后，终于挖通。小鸡走了。鸡，一人一鸟就此踏进雾墙，去往下一个冰窟。咕噜咕噜，刚一进来，杨青便取出1L 水扔给小鸡，自己则连灌3份暴风蛇血。待到精神状态好些后，这才取出红龙宝袋。宝袋大约2个巴掌大，整体材料由不知名兽皮缝制，抓在手上还能感受到上面传来的丝丝温热。宝袋口由一根细绳紧固，杨青轻轻一拉扯，将其打开，伸手进去抓取。系统，火能石 X5。系统，初级法球火球术 X1。系统，高级法球炽热领域 X1。系统，红龙逆鳞 X1。系统，龙岩根 X1。系统，龙岩花 X1。系统，龙岩果 X1。前3个都是常见物，后3样孵化那颗上古异兽蛋倒是用得上，就是可惜少了一份龙岩草。先取出红龙逆鳞这个新鲜物。系统，红龙逆鳞，极品材料，常用于武器制作。杨青想到了他背包中的另一个材料冰龙之力，都是用于制作武器的。看着高大上，不过也是个吃灰的玩意儿。摇了摇头，丢进背包。越是珍贵的材料，需求的制作图也越稀有，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只能随缘了。至于剩下2颗法球，他也懒得看了。距离3阶基因链开启度还差得远，能看不能镶嵌也馋人。搜刮一下此处冰窟的资源，共计收获银块 X15、金刚 X10、500克速冻饺子 X1、银瓶梅高清漫画书 X1。今天还剩4次挖掘的机会。杨青看了下时间，中午12点55分，完全来得及，也就不着急继续挖掘。想着也没事，就掏出漫画书看了会儿。不得不说，高清确实迷人，一口气看完，时间也过去了1小时。他感觉这1小时，精神似乎恢复的比平常快了一丝丝。看书能充实大脑，这话不假。将漫画收好，准备挖掘，却在这时，彩色提示浮现，请注意，右方有3人在同时挖掘，
预计3分钟后到达此冰窟。杨青挑了挑眉，不动声色地将灵能连射弩佩戴好。希望你们不要搞事情。3分钟后，从雾墙内同时走进3个容貌偏好的年轻女子，看模样大都20来岁。是杨青。3人也在第一时间发现杨青，其中靠右那位惊呼叫道：“走，过去看看，这可是真大佬。”中间那位眼睛转了转，满脸自信，同时将穿在身上的装备默默取下，露出他原本的衣物，破烂黑丝配上 JK 套，一看就是职业辅助选手，自带攻速光环。其他2人见状，眼神一亮，学着 JK 女一样将装备取下。一个穿着牛仔，腿长的吓人；一个穿着连衣裙，白丝很薄。杨青你好，我叫柳仙柔，没想到能在这偶遇大佬。3人走到杨青跟前 ，JK 女抬起右手朝杨青笑道。杨青皱了皱眉，往后退了几步。没有办法，死海鲜味太浓了，尤其是2个穿着裙子的女子。你们想挖哪面冰壁，请自便。杨青自然看出这3人的意思，但他可没半点想要带着3个拖油瓶的想法。我们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大家一起组队，也有个照应不是吗？白丝女露出一个自以为勾人的笑容。你们如果不挖的话，就别妨碍我。说完便朝后方走去。在3人进来之前，杨青就看了提示，以他现在的状态决定挖掘后方，里面是4头危险级异兽，紫翼鹰，使用灵能连射弩就能解决。哼，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要不是穿越到这个恶心的世界，像你这种屌丝给我提鞋都不配。JK 女神情愤然，杨青冷漠的态度让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在她的世界里，只要自己勾勾手，就有大批舔狗为之疯狂，自己难得主动示好，居然还遭到了这种对待。自以为是的普信男，真特么恶心，下头。白丝女同样露出厌恶的眼神。2人的声音故意说得很大，杨青自然听得清清楚楚。小鸡，将他们的嘴巴给我撕烂。在这个世界，嘴巴不干净是要付出代价的。杨青不介意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我们跟着那个臭屌丝一起挖，他去哪个冰窟，咱们就跟着。有资源他一个人也抢不过我们3人，狗东西不是有能耐吗？让他做我们的打工仔。就在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牛仔女忽然开口，虽然没有说什么侮辱的话，但却给出了一个极其睿智的意见。JK 女和白丝女听完，同时眼神一亮，齐声说道：“好，就这么办。”杨青却是被这3人的智商给嗅到了。难道他们以为自己能收集到那么多资源，靠的是运气？还特么跟着抢？摇了摇头，吩咐小鸡不要动手。不是喜欢跟吗？那就来吧。第47章，李峰来信。后方冰壁前，杨青正挥舞着镐头不断挖掘，那3个女子则与刚刚商量的那样，与杨青挖着同一面冰壁。3人挖着的同时，偶尔还会甩过来几道挑衅的眼神。对此，杨青通通无视。臭屌丝，装什么高冷？JK 女撇撇嘴，白丝女却是一副期待的模样。你们说，这人运气那么好，我们跟着他，是不是再也不用为食物和水发愁了？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他这种狗屎运能持续多久？要我说，不如找机会把他给这样，他背包里的资源都是我们的了。牛仔女一副狰狞的表情，丝毫不带掩饰。听到这话， JK 女和白丝女都脸上都流露出一丝惊恐，要他们用嘴喷一喷倒还行，杀人这种事，那是想都不敢想。只是经过牛仔女这么一点拨，他们内心隐藏的某种本性，好似突然被勾起一般。哼，有机会倒也不是不可以，谁让他敢对我不理不睬的。 JK 女阴恻恻地说道，并且为自己找了个很好的理由。叮叮叮，杨青这边依旧是埋头挖掘。砰，系统冰块 X5。 终于在5分钟后，冰壁轰然碎裂，露出里面的雾墙。4人同时挖掘，冰壁便会以4倍的速度破碎，并且会自动将冰块平分。杨青率先踏入，快，我们也进去，别让他把资源都给抢了。3女对视一眼，紧随其后。新的冰窟不是很大，一眼可以望尽全部空间。4只有着紫色大翅膀的怪鸟在半空游荡。杨青抚摸着连射弩，已经进入战斗状态。小鸡目露凶狠，4只危险级，这让他感到了不小的压力。3女脸上却尽是茫然，哪来的大鸟？别愣着，先去找资源。白丝女提醒道。哼，大家都同时出力挖掘了，能收获多少各凭本事。 JK 女朝杨青甩了个脸子。等一下，这会不会是聊天界面中说的异兽？牛仔女是3人中唯一有危机感的。哈哈，哪有什么异兽，不过是……唰！其中一只紫翼鹰发现外来者，双翅挥动，一道半米高的超小型龙卷风从双翅间飞出。JK 女话语还未说完，便被急速袭来的攻击卷成碎末，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在空中飘荡。白丝女与牛仔女瞬间傻眼，随后脸上露出惊恐，最后化为尖叫。
救命！打他！呜！打他！别打我们！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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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翼鸟刚刚发动如此强力的攻击，必然会有一瞬间的疲软，杨青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无数道银白色弩箭飞出，将其带走。系统，你成功击杀紫翼鹰。二女眼疾脚快，见杨青有灭杀大鸟的能力，踉跄着跑来，祈求庇护。杨青哥哥厉害，救我！救救我！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我也是，我交过20个男朋友，什么都会，爸爸救我！听着二女的祈求，杨青内心毫无波澜。在他眼里，当表明不会与他们组队后，便已经把他们当成了空气。之后也只是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寻找方向，挖掘冰窟。刷刷刷！另外3头紫翼鹰发现同伴死亡，纷纷愤怒发起攻击，又是3道小型龙卷飞来。杨青早有准备，就在双翼挥动之时，便已经做好预判，朝一旁闪躲。砰！噗噗！白丝女和牛仔女自然没有这个反应速度，纷纷化作碎肉。鸡！小鸡双翼化刀迎上一只紫翼鹰，杨青右手扬起，1秒13射，直接将剩余2只秒杀。系统，你成功击杀紫翼鹰。系统，你成功击紫翼鹰。2分钟后，小鸡终于找到机会，一刀横切，划过紫翼鹰脑袋。系统，你成功击杀紫翼鹰，将紫翼鹰血一份一份取出，丢给小鸡。终于，在他喝完第4份的时候，传来一道系统提示：系统，你的宠物冰翼鸟已经成长为恐怖级，换出系统面板，点开宠物冰翼鸟，等级恐怖，年龄成熟，注异兽年龄随着实力而变化，状态健康、兴奋、自信，能力冰刃，能力一刀，能力切割，在一刀状态下可附加切割效果，无视对方 50% 防御。不错，无视防御可是越阶战斗的必备技能，小家伙已经可以独挡一面了。杨青笑着扬了扬手，叽叽叽叽叽，感受到自己体内强大的力量，小鸡不断地扑腾着翅膀，与杨青分享他的喜悦。此时的他双翅张开，接近6米，倒真有股天空之王的气势。随后，杨青取出4颗兽元，全部融合，共加了 63% 阶基因开启度。再将此处冰窟搜刮一遍，仅仅只收获了铁块 X12、木材 X12、水晶 X6。至于3女掉落的3瓜2枣，杨青也懒得捡了，继续挖掘。这次选择走上，取出飞翼，正想佩戴时，小鸡突然飞到杨青跟前，上蹿下跳，叽叽叽叽。杨青读懂了他的意思，是想让自己站在他身上，由他载着去挖掘上方冰窟。哈哈，行。杨青将飞翼收起，跃上小鸡后背，寒冷的气息瞬间涌来，哪怕是以杨青现在的体质，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鸡，小鸡很是兴奋，飞向上方冰壁前。为了让杨青能站稳挖掘，他在尽力保持平衡。杨青有点想自己操控飞翼挖掘，但看到小鸡一片热情，也不想让他失望，强忍着寒气快速挖掘。终于15分钟后，冰壁破碎，杨青立马示意小鸡向上飞去。这是一处资源窟，左上角有个紫贝壳。杨青从小鸡身上跳下，走到紫贝壳跟前。提示早就显示这块紫贝壳安全无害，因此他也无所顾忌的直接打开。系统，紫贝壳 X1 灵能石 X2 领土 X3 电线 X3 3阶头盔银月盔。这里面领土让杨青很感兴趣，不出意外应该也是良田改造道具，就是不知道会是什么特性。正想换出系统面板，一道私聊弹窗出现在他眼前。李峰、龙国、杨青兄弟，你那个可以飞行的工具可以制作吗？我想换取一个。杨青、龙国，可以制作，还是老样子，材料你出。另外，你打算出什么加工费？李峰、龙国，哈哈，我自然知道一般的东西难入杨青兄弟的法眼。你看这个如何？后面有一个附件信息。杨青点开附件，第48章怪异深红。系统，命运金币向上投掷，可能会引来强大无匹的怪物，也有可能是命运之神的奖励。概率物品吗？不知道彩色提示能不能预测。杨青暗自思量，决定交易，反正只是代加工一下，也没什么损失。杨青、龙国，制作飞翼需要10份金刚、5份金块、8份银块、灵能石、风能石各1块。信息刚一发出，李峰那边就发来了交易请求。杨青将材料全部收下，制作了一个新的飞翼交易给李峰，并附加了一句提醒：灵能损耗很大，消耗完灵能后需要更换灵能石。李峰、龙国，多谢。关掉对话面板，取出刚刚收获的命运金币，假装投掷手势，果然触发了彩色提示：你的此次投掷会受到命运之神的审判，建议等24小时再投。还能这样卡 bug？ 只能等明天再投了。
杨青眉头微挑，这彩色提示是真的全方面贴心。看看刚刚子贝可开出的宝贝系统，领土可融合荒地，化作领土良田，良田特性灵气环绕，任何种植物都可生长为灵植，但也相应的会提升成熟周期。将庭院具现，再把领土融合到红土良田的下方，3块1平方米的领土良田并排浮现，取出3份今天收获的冰果种子，分别种植在领土良田之上。系统距离成熟剩余24点。好东西不怕晚，杨青也不着急，点开背包，将刚刚收获的银月盔取出，选择佩戴。3阶头盔为他增加了20点精神，当然戴上银月盔，槟榔头套自然就得取下。这1+1减，事实上也就是往上加了10点。不过就是这10点的加成，让他精神属性也就此突破100点大关，到达了106点。看了眼碎兵器还需要几10分钟就能收取，干脆就直接蹲在庭院等待起来。又感觉蹲着不是很舒服，点开交易所搜索椅子，这东西不是稀罕物，多得很，价格也很平常。杨青选了一把摇摆椅，加一个竹茶几的组合，花费了12木材、12蛋块、12铁块，价格有些偏高，以他的经验一眼便看出，这至少是材料的3至4倍售价。不过他财大气粗，也不在乎，悠哉躺在摇摆椅上。可惜每个冰窟的环境都是固定，更不会有太阳照射，多少缺失些雅兴。接着便闭着眼睛静静等待，这一躺就是半个小时，杨青差点睡着。起身把水和微尘收取，添加材料后便收回庭院，继续了今天的第8次挖掘。目标是后方，里面有头恐怖极异兽冰凯熊。吼吼吼！一人一鸟刚踏进，便听见阵阵怒吼声传来。朝前望去，一头身长10米的巨大白熊站在一座小冰山上，捶胸顿足，犹如发情一般暴躁不安。小鸡上！试试新能力，杨青也看出白熊此时状态不对，本想避其锋芒，可冰窟就这么点大，白熊迟早会发现自己，倒不如乘其不备打个先手。小鸡双翼化刀，同时将切割效果加持在一刀上，直接俯冲向白熊。杨青同时上前，右手挥舞，连续3道浪潮将白熊淹没。猴感受到突然覆盖而来的攻击，白熊本就暴躁的状态，直接怒火翻涌，全身覆盖起一层厚厚的冰铠，一对巨拳迎向半空的小鸡。雷伊！杨青怕小鸡受伤，第一时间将雷伊加持在他身上。鸡！覆盖雷伊的小鸡速度更胜一筹，没有选择硬刚白熊的巨拳，而是闪烁到其后方，以双翼滑向他的脑袋。本就笨重的白熊又被3重浪覆盖，自然无法抵挡小鸡的攻击。叮叮叮，一条条血痕从白熊身上冒出。即便他拥有冰铠附身，但小鸡的切割可是能够无视50%防御。杨青则换上灵能连射弩，在一旁打起游击。然而一根根银白色的灵能箭连其眼皮也无法射穿。看到这一幕，他也只得放弃骚扰的想法，继续换上水波剑，看准时机无缝连接的释放3重浪，打出控制效果。在一人一鸟的配合下，白熊毫无反抗的余地，渐渐的全身上下已经布满伤痕。然而就在这时，原本尽显疲态的白熊忽然双眼爆红，身上的伤痕逐渐开裂，越拉越大。危险！危险！危险！冰铠熊产生异变，即将爆炸，威力极大，请尽快加持雷伊。不好，小鸡快闪开！杨收到提示警示的一瞬间，连续4道雷伊分别释放出来，他与小鸡各自加持2层。轰！随着一声巨响，冰铠熊10米高的身体轰然碎裂，从他身体处迸发出一圈深红的能量，冲向四周。冰山化作粉末，杨青与小鸡则被这股能量重重的冲击在冰壁上。没事吧？小鸡杨青从地上爬起，轻轻呼喊了一声。叽叽叽叽，小鸡拍了拍翅膀，飞向半空，表示没什么大碍。呼，幸好提示来得及时，不然现在已经变成碎肉了吧。看着身上2层雷伊都被冲破，杨青有些后怕，但随即他就被前方半空漂浮的红色能量团给吸引。难道刚刚促成冰铠熊爆炸的元凶是这个？他没敢走上前，而是盯着看了几秒。深红能量极度危险，触之必死，尽快远离。看到提示如此显示，杨青也不敢在此地久留。虽然在那团红色能量团之下有一块紫色贝壳异常显眼，但也要有命拿不是。不过好在冰铠熊虽然变成了碎末，但兽源和兽血依旧是被收集在背包中，至于肉、骨、皮就没有保留下来。下一个冰窟他选择的是资源类，刚刚连放4次雷伊，已经到达了他今天的极限。再想释放法球技能，必须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才行。20分钟后，在第9个冰窟共收获电线 X9、水晶 X6、土能石 X1、500毫升矿泉水 X3、500克奶油蛋糕 X1。最后一次挖掘，依旧选择的是资源类，环境也属正常，适合过夜。共收获金晶 X3、金银 X3、
金铜 X3， 金刚 X6， 玻璃 X6， 石块 X15。第49章，终于凑齐机甲材料。将庭院巨献，躺在摇椅上。今天一天，杨青都是靠兽血补充体能，以至于昨天剩余的存货基本被他喝完，共增加敏捷32。背包内只剩下最后2份疾风暴血和刚刚收获的冰铠熊血。熊血是恐怖级的，他准备用来制作高级召唤卷轴。暴血直接引用，再次增加2点敏捷。换出系统面板，点开个人信息，姓名杨青，力量81，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10，敏捷161，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15，体质62，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15，精神106，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40。装备武器3阶水波剑，特性3重浪。衣服1阶布衣，体质 X5。头盔3阶银月头盔，精神 X20。护腕1阶亚麻护腕，力量 X5。鞋子2阶虎纹鞋，敏捷 X10。裤子2阶暴风长裤，力量10。护腿1阶麻布护腿，敏捷 X5。腰带2阶暴风腰带，体质 X10。项链2阶虎纹链，精神 X10。戒指左2阶鱼纹戒，精神 X10。戒指右暴风戒指，精神 X10。扫了眼信息面板，因为暴风峡谷的缘故，敏捷已经远远高过其余3项属性，这让杨青想到了背包中的另一张入场券——上古祭坛。不知道那里又会有什么机缘，要是有大量提升精神的物品就好了。取出入场券，系统上古祭坛入场券，当100张入场券全部被收集时，会自动开启传送阵，进入上古祭坛。入场券已收集82100，这么快就被收集到了82张吗？按照这个速度，明天估计就能开启传送了。杨青感到惊喜的同时，也有些担心。毕竟这次不像暴风峡谷，100个玩家聚集在一起的话，他真没信心能掌控一切。系统，你在交易所挂售的食材已全部售完。电线 X89， 金刚 X91， 水晶 X79， 玻璃 X98。就在这时，眼前传来一道系统提示。杨青见状，连忙点开制造界面。随着这批肉食卖完，制作机甲所需的稀有材料应该收集的差不多了。初级智能机甲，分解者铜块9200，电线261200，金刚239-200，金块135-200，水晶232200，银块30-200，玻璃209200，灵能石17%，风能石17%，火能石8%，五行能11%，还差铜块、金块、银块以及2颗火能石。前3者都属于基础材料，不难获取。2颗火能石付出些代价，应该也能换到。杨青先是点开交易所，搜索基础材料，刷的一大片，无数页出售信息出现在界面上。像木材、石块、麻绳出售的是最多的，其次就是金、银、铜。挑挑拣拣，最后将背包中能卖的食物、零食以及水全部用来换取金、银、铜3种材料。最后还是差了些，毕竟他身上大量的肉食早就用来换取水晶、金刚那些稀有材料，又将剩余的危险级兽肉和兽骨也换掉，这才堪堪将3种材料凑齐200份。至于火能石，交易所也有几颗出售，不过价格都离谱上天了。点开聊天界面，选择世界频道。杨青准备先观察一下大家现在挖掘进度如何，有没有开始达到求生的第2阶段，提升实力。毕竟他现在能用来交易的物资大都是一些法球、药材、装备之类的，要么就是待加工飞翼、碎兵器等稀有物品。至于药剂，交易所已经有不少挂售的，再想用来换取能石，希望不大。大喜大喜，我们日不落帝国的史密斯乔治就在刚刚基因链开启度成功达到100%，并且觉醒了非常强大的基因天赋，火元素之体，能吸收任何火元素法球。哦，乔治是我们日不落帝国的英雄。哈哈，其他国的废物看到没有？日不落帝国将开启统治时代。英雄乔治是这个世界第一个觉醒基因链的，这应该被所有人铭记。随着乔治开启基因链的事迹传出，世界聊天界面几乎被日不落帝国的民众霸占，尽显嘲讽。其他各国群众摩拳擦掌，技不如人，无法反驳。李峰、龙国杨青早在昨天中午就已经觉醒出第1条基因链，我亲眼见证。但随着李峰这话一出，龙国群众沸腾了。我的天呐，杨青大佬威武，比那什么乔治早了1天。学着点，这种行事风格叫低调。我们龙国杨青即便早开启了基因链，也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巴不得全世界为他喝彩。哈哈哈，强！杨青大佬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但也立刻招来了反驳，这就是你们龙国人行事自大且无知。我们乔治能够这么快就将基因链开启，
是因为他是 ASA 特种武队出身，拥有极强的搏杀能力。无知、愚蠢、真当异兽是用嘴就能够灭杀的，没有真正的实力，只能成为那些他们的养分。可笑，还1天前就开启了基因链，配吗？配吗？白星雪、龙国，我们只用事实说话。信息末尾还附带了一个视频，视频内容分了2段，一是杨青试验疾冰之雨的场景，二是借助飞翼摧毁灵能暴风的景象。随着白星雪视频发出，瞬间止住所有的质疑，无数龙国玩家占领了世界聊天频道。我操，好他妈帅！这是魔法吗？还有为什么大佬能上天？魔法走进现实，这就是开启基因链后所能拥有的能力吗？妈妈，我也想上天！杨青看到这一幕，大呼龙国好队友。正愁该用什么换取火能时，这广告打得太合适不过了。趁着这个时机，杨青发布了一条信息：杨青、龙国2颗火能石有常带加工，需自带材料，只限10分钟。后面是飞翼制作材料图以及飞翼的详细介绍。看到视频内本尊出现，聊天频道内自是免不了一番火热。不过杨青的心思却是放在私聊界面上，仅仅信息发布数秒，私聊直接飘红10万加。杨青筛选出真正需要待加工的顾客，一共有6位，全部交涉好后，完美完成所有交易。杨青也收获了12颗火能石，取出2颗，分别给李峰和白星雪各交易过去1颗。不管怎么说，这次能一次性达成6波交易，2人功不可没。尤其是白星雪，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录下视频，但却给飞翼打了波极其完美的宣传。2人收到奈时，纷纷发来信息表示感谢，并欣然接受。谁不知道他杨青财大气粗，没人会跟他客气。所有材料已备好，杨青内心微微颤抖，花光了海量资源而换来的机甲，希望能够对得起这些消耗。点开制造界面，选择初级智能机甲分解者，制造。第50章暴力的分解者。系统成功制作初级智能机甲分解者，从背包取出。轰！一只身长8米，整体以青白色为主的大型机甲出现在杨青眼前。机甲看上去有些笨重，膀阔腰圆，大粗腿，左臂融合了一个巨型电锯，右臂融合的是一根狼牙棒，一眼看上去威慑力十足。杨青走上前轻轻触摸，5道系统提示出现在机甲一旁。系统分解者又称战场推土机，刚硬凶猛，但缺少灵活。系统是否进入机甲舱？系统使用说明。系统是否精神绑定？系统灵能剩余100%。杨青点击使用说明，半个小时后，终于是对这台机甲完全了解。机甲有2个操控方式，一是精神操控，需要精神力超过50，并且与机甲精神绑定。杨青可以精神控制机甲，就像操控傀儡或者分身一般，协助自己作战。这种操控方式需要一心二用的能力。二是进入机甲舱，肉身操控，需要体质超过50。杨青可以完美将身体带入到机甲上，如臂驱使。这种操控方式简单粗暴，对敌时只需要扬起大电锯狠狠地砸就行。试试精神操控，他自身的精神力已经超过100点，操控一个机甲还是很简单的。点击精神绑定，霎时间杨青脑海涌现大量的机甲信息。机甲有3个技能：碎地、横扫、大风车。随着他念头一动，机甲缓缓走动。杨青开始熟悉这种操控方式，渐渐的，机甲在他的操控下或跳或砍。他有信心，只要自己集中注意力，就能够操控着机甲去战斗。只是想要达到自身与机甲同时作战，还有些难度，更别说完美配合了。杨青知道，想要一时半会儿就做到完美的一心二用也没那么容易，当下也不纠结这个。走到机甲一旁，点击进入机甲舱。他要试试第2种操控方式。处在机甲舱内，他的视角已经完全变成了机甲视角。他挥舞手臂，机甲头同样会挥舞手臂。他跳跃，机甲也会跳跃。就是释放技能还需要精神引动。接下来的时间，杨青乐此不疲地适应着机甲的战斗方式，直到冰窟内的光线渐渐暗淡，他这才意犹未尽地收起机甲。晚餐吃的是唯一剩余的恐怖级异兽肉，期间他还将那张高级召唤卷轴制作出来。系统3阶魔法卷轴高级召唤，使用后可随机召唤一头恐怖级异兽为你战斗，持续时间24点。同时白星雪也有发来信息问道，还有没有洗澡水？杨青遗憾表示没有，白天收取的水都用来换取资源了。等到半夜，碎冰器工作完成，杨青这才取水简单洗漱了下，并且又制作了3台碎冰器。反正主材料灵能石、火能石和风能石都有大量存货，剩余的基础材料则消耗一部分水，便轻轻松松换取成功。
最后再把良田种植物收取，又用水换取了6份大米种子种下后，这才开始美美的睡了过去。翌日，杨青起了个早，第一时间便是将庭院里的资源全部收取，其中收取大米的时候还出了3份变异香米，之后继续在良田内种植大米，而6台碎冰器则为他一次性制造了30L 水，按照这个生产速度，已经完全达到了洗澡自由的条件。早餐吃的是刚刚收获的变异香米粥，一切准备妥当，收起庭院，开始挖掘。由于昨天最后一次挖掘的方向是左，因此今天右边是挖不通的。5个方向分别给出提示，杨青一一观察，最终决定走下。向下有一群冰寒食人魔，他们正在护送一件食人魔族至宝7阶武器真冰法杖，前往极寒领地。拥有机甲的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将他们爆杀，当然为此你也会得罪极寒食人魔族的大祭司寒山。7阶法杖，真期待啊！杨青摩拳擦掌。20分钟后，冰壁碎裂，杨青从阶梯一步一步向下走去，踏过雾墙，眼前是一处冰雪交加的场景，整个冰窟大得离谱，站在高高的阶梯上都看不到尽头。冰窟中央有一群身高2米、面容狰狞、2颗大虎牙异常显眼的冰寒食人魔，看数量有30只，他们都拿着一根巨大的冰块当作武器，并列行走。最中间那只食人魔扛着一根被兽皮包裹，好似长棍的物件。根据提示，杨青得知30只冰寒食人魔，其中有5只危险级，2只恐怖级，剩余的全是普通级。辨认方法也很简单，领头恐怖级拿的冰块武器是紫色的，危险级拿的是蓝色冰块，普通级则是白色。一直走到下方冰面，这才取出机甲分解者，进入机甲舱，吩咐小鸡见机行事，自己则操控着分解者径直走向冰寒食人魔群。嗷嗷嗷嗷！直到杨青靠近他们20米内，憨憨的冰寒食人魔才发现这个怪异的铁疙瘩领头的发出怪叫声，其余食人魔有序的分出一小队，将中间那只团团围住，看模样是在保护着他。剩余的食人魔则跟着拿紫色冰块的领头朝杨青冲来，那气势当真凶残。杨青扬起左臂，迈开步子，直到双方接近3米，左臂轻轻一划，电锯发出滋滋巨响，横扫3只普通级食人魔被拦腰划断，领头那只竖起手上的冰块抵挡，滋滋滋，砰！电锯左臂是大力猛，将领头砸飞向半空，重重落下。而他手上的紫色冰块武器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杨青继续操控着机甲向前，这次挥舞的是右臂，碎地，巨大的狼牙棒好似一座小山，狠狠砸向食人魔群，带出数块肉泥。在机甲的绝对实力面前，这群食人魔好似泥人一般，除了领头，没人可以扛得住半击。大风车，杨青继续试验机甲技能，随着这声引导，机甲双臂横举，形成一个大写的一字，左臂电锯轰鸣，右臂狼牙棒寒芒渗人，双腿开始转动，随后加快再快，整个机甲好似风车一般疯狂旋转在食人魔群，一块块碎肉漫天飞舞。无论哪只食人魔被机甲双臂绞到，瞬间便会被巨大的力量冲击至散架。至于领头那只，也只是多撑了几秒，同样化为碎肉。第51章魔药玉。懂不懂什么叫分解者？看到这一幕，杨青是真懂了。电锯之下，众生平等，解决掉大头，剩余那支小队，杨青也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他们整整齐齐全部带走。只不过这些食人魔并没有分解出兽源、兽血之类的资源，而是每一只都给杨青贡献了一份冰块。当然，这些冰块不似挖掘冰壁分解出的冰块，它们每一块前缀都有一个年份，白色的为10年寒冰，蓝色的为100年寒冰，紫色的为1000年寒冰。至于其作用，系统只显示为稀有材料，用途广泛。杨青从机甲舱内跳下，神色中有着一股无法掩饰的肉痛。战斗结束后，他看了眼灵能消耗，就这么一会儿便损耗了 15%。 要知道机甲可是一次性装载了10颗灵能石，一场战斗就损耗了1个半，玩不起，玩不起，爽是够爽，但代价也大，还是留作底牌吧。杨青摇了摇头，将机甲收进背包。他现在非常渴望哪一天能够做到使用灵能石自由。走上前，将地面上那根包裹着兽皮的长棍捡起。系统7阶武器真冰法杖 X1， 系统雪狼兽皮 X1。 从背包取出法杖，这是一根通体透明的长形冰杖，整长约 2.5 米，单手刚好可握住杖身，材质没有其他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整体就是一块透明的冰。不过杖身却是有着一条条神秘的纹络，很不规则，像是自然生成的一般。法杖最上方是一只冰晶凤凰的模样，
寒气凛凛，不知是人为雕刻还是自然生成。系统：真冰法杖，武器特性1，真冰附加，释放任何冰属性技能可增加 70% 伤害。特性2，冰黄沙，可释放出7只真冰凤凰，连续对目标造成7次伤害，每次伤害为自身精神的 90%， 剩余释放次数时。注：融合一份百年寒冰可增加1次释放。杨青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冰杖的特殊，没有灵能损耗，但是多了一个释放次数限制。而刚刚获取的特殊寒冰能够增加法杖技能释放次数，难道高阶武器都不再需要借助灵能石，而是以指定材料充能的吗？杨青双眼微眯，以后得多针对下冰寒食人魔这个种族了。至于法杖的另一个技能特性真冰加持，直接就被他无视了。有基因天赋的存在，运气好能触发9倍伤害，最差也能有1倍的额外增伤，并且还是多属性通用， 70%多少有些寒碜了。随后杨青又在此处冰窟4处转了转，共计收获水晶 X10、500克速冻包子 X1、6罐冰镇绿牛、500味虎大辣条。正想准备继续挖掘，忽然想起上古祭坛入场券不知道凑齐多少人了，又取出入场券看了眼，发现已经有91张被收集，还差9位就能开启传送阵，再挖一个应该还来得及。他有点担心被传送过去后又会像上次在暴风峡谷那样待个大半天，此时自然想着能挖一个算一个。观察周围，这次5个提示中出现了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信息：快，走后面一只神秘而强大的血巫，刚调制好一炉魔药水，趁着他现在外出，你可以抢先进去将魔药吸收，提升巨大。巨大2个字眼让杨青异常心动，没有拖延时间，提起稿子走到后面就是砸。15分钟后，系统冰块 X20， 走进新的冰窟，一眼便看见深处左上角有一个冰洞口。这时彩色提示再次浮现：赶紧，冰洞里面暂时没有任何危险。杨青看出提示的急切，丝毫不敢耽误，奋力朝冰洞方向跑去。来到冰洞口，踏步进入。冰洞中的空间大小和一个篮球场差不多，角落里有一个将近2米高的大圆锅，类似于大鼎，锅底下还升腾着小火。杨青走到大锅前，里面的装着一锅各种颜色的水。系统：雪巫一族特制的魔药水，没人知道跳进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放心，里面安全无害，大胆跳进去。当然要记得先扒光衣服，不然影响魔药效果。2道提示同时浮现，杨青将手伸进去摇晃2下，水温倒是刚好，就是水质有点浓稠，感觉有点像是泥沼。快，别犹豫了，雪巫就快回来了。彩色提示继续催促，杨青不敢再墨迹，先扒装备后脱衣，起身一跃入锅底。魔药效果反馈很及时，一个个力量+1、体质+1、敏捷+1、精神+1的系统提示不断出现在杨青眼前，同时他也感觉身体内外温热的，异常舒适。10分钟后，锅中的魔药水由浓稠变得清澈起来，直到属性增加的提示不再浮现，杨青这才起身穿好衣服，佩戴装备朝洞外跑去。这一波药浴给他增加了力量55点、敏捷42点、体质61点、精神46点，至此他的4项属性均已破100，敏捷更是突破200大关。挖下面只有下面冰壁最薄，得抓紧时间。雪巫马上就要回来了，还没等杨青仔细观察，提示直接给出了最合理的安排，那自然没啥好犹豫的，跟着照做就行。系统：上古祭坛已经开启，由于你携带入场券，自动为你开始传送。不是。杨青镐头刚刚扬起，人却已经消失在了原地。第52章小鸡的怒火。入目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杨青第一时间转头看了看自己周边，发现小鸡静静地待在一旁，这才放下心来。该死，没想到传送来的这么迅速。随即又想到被提示再三标注危险的雪巫，等自己传送回去，肯定要面对他的怒火，不禁有些懊恼。这时耳边不断有嘈杂声传来，这是喂，有龙国的朋友吗？怎么传送的这么突然？我才闹到一半，什么情况？我不是在睡觉吗？杨青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方可是有上百个玩家同时被传送过来，危险程度丝毫不会弱于雪巫，连忙将镐头收起，换上灵能连射弩，眼珠转动，打量着四周。这是一处圆形露天高台，大约2-3个足球场大小，高度距离地面2米左右，并且与冰窟一样，前后左右都有系统标记着方向。高台由无数块黑褐色巨石堆砌而成，巨石表面有着一条条粗细不一的血红色纹络，顺着纹络仔细看，会发现它们的源头都来自于高台中央位置的一个巨大雕像。雕像高10米左右，为银白色，看脸部轮廓，明显是一个清冷高雅的女子。女子头顶
还有一道异常显眼的系统提示：系统，上古银月之神的祭坛，只有帮助银月神像抵挡住10波深渊生物的袭击，才会出现传送通道，回到原来冰窟。距离第一波深渊怪物侵袭还剩2分26秒。高台之外是一片深红的雾霭，雾霭将视线阻隔，看不清深处的景象。望着周围的红雾，杨青想到了昨天的深红能量团，都是一样透露着诡异的气息，这让他内心的不安急剧升腾。周围其他人也一同发现此处的情况，尤其是看到系统提示怪物马上就会出现，人群中顿时爆发骚乱，一个个哭爹喊娘，一些心理素质差的已经开始湿了，也有比较镇定的一言不吭，静静等待怪物的到来。不好，大家快看，这里有头异兽！这时有人注意到小鸡的存在，惊恐喊道。其他人听闻纷纷看了过来，哪里来的大鸟？什么鸟？那是异兽，大家一起上啊，弄死它！游戏，今天美美的红烧大鸟肉的，刷！砰！此时的小鸡早已不是当初那只巴掌大的迷你宠物，它也有自己的脾气，听见别人对自己指指点点，右翅扑腾展开，一股强烈的寒风飞出，直接将那名樱花国玩家吹至数米开外。其他玩家见状，有些胆大的已经扬起了手上的武器，一副进攻的状态。马上深渊怪物就要袭来，杨青可不想在此时浪费精力应付这帮人，当即走到小鸡前面，大声解释道：这是我的宠物，只要不招惹它，便不会无缘无故伤人，可以放心相处。杨青大财主的形象在冰窟世界不说人尽皆知，但至少也算得上名人。先前大家的注意都在小鸡身上，没注意到他。此时随着他声音传出，瞬间便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目光。哈哈，原来是这样，一场误会。牛啊，我的哥，这么威猛的大鸟都能收服，只能说不愧是大佬。同时人群中忽然走出几个樱花国的玩家喊道：八嘎，既然是这样，你的鸟刚刚打伤我们的朋友，给赔偿。其他一些来自樱花国的玩家见状，像是找到组织一样，纷纷聚拢在一起，望着杨青，小眼珠子转得飞快，有威胁，有贪婪。龙国的一些玩家当即就不乐意了，聚拢在杨青身边喊道：明明是你们先招惹大佬的大鸟，这会儿还有脸要赔偿？给你脸了？就是想碰瓷，算什么东西？他叫小鸡。杨青先是开口解释，随后又对着小鸡说道：赔他们2个大臂兜。对于樱花国人的本性，杨青清楚得很，无非就是贪图自己身上那点资源，以赔偿的借口索要。小鸡这鸟虽然不懂杨青说的啥意思，但是他能读懂杨青的心思。鸡，当即便发出一声兴奋嘹亮的叫声，一对冰翅完全伸展，扑腾飞起，朝樱花国玩家俯冲而去。刷刷刷！冰翅并没有划刀，而是直接往人堆一抹。一大群樱花国人被带到半空，而后重重落地，摔得鼻青脸肿，严重点的肋骨都断了几根。龙国的，你们太可恶了，人家只是正常要求赔偿，他们有什么错？要下这么重的手，不就是对你的鸟说了几句重话吗？至于如此对待人家，鸟毕竟是畜生啊，说几句怎么了？仗着自己有点实力欺负人呗。别说你的鸟没受什么伤害，就是被人打死，那又怎么了？一只恶劣的异兽而已。人群中再次出现不少人指责，看模样多数为灯塔国和日不落帝国的玩家。好，既然你们觉得他是畜生，那我就让他回归本性。小鸡，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随意发挥。小鸡在杨青眼里早已经不是主仆关系那么简单，听到自己最好的伙伴被如此侮辱，他内心怒火翻涌，当即便让小鸡随性而来。作为恐怖级异兽，小鸡完全有能力为自己出了这口恶气。鸡，小鸡虽然听不懂除杨青之外的话语，但他却能看出别人眼中的恶意与不屑，那种眼神让他觉得愤怒。只见他双翅浮出一缕白芒，一道2米长的月牙形冰刃被凝聚在半空。咻！冰刃以极致的速度冲向那群侮辱他的灯塔国人。忽然，一个满脸胡子的壮汉顶着一面半人高的黑盾从一旁跑出，以黑盾挡在了人群之前。叮！冰刃一往无前地打在黑盾上面，将后面的壮汉击退数米，同时那块原本黝黑的盾牌出现一丝裂痕，但冰刃的冲击力却是完全被阻挡下来。开启了基因天赋的强者吗？杨青双眉微皱，他很清楚地看见冰刃与巨盾触碰的刹那，后面壮汉身上有一缕黄芒闪过，那明显是释放技能的痕迹，不然仅凭一个普通人，哪怕他身体数值再高，也无法挡得住一只恐怖级异兽的攻击。第53章第一波。杨青先生你好，我是阿尔杰，灯塔国人，那是我朋友迈尔，日不落帝国人。对于我们国人侮辱你宠物的事，在此我向你道歉，能不能给我们2人一个面子，这事就算了。这时人群再次走出一个拿着长矛的灯塔国玩家，开口说道。杨青眉头逐渐舒展，
神色平静地望向阿尔杰。这家伙语气这么自信，想来也是一个开启了基因天赋的玩家。不过那又如何？你应该问我的兄弟愿不愿意接受道歉，而不是我。杨青强硬回道。与此同时，他脑海中的彩色提示悄然浮现，红雾内1000米处出现30只深渊生物，渊狼，领头的为危险级双头渊狼。要注意，深渊生物的攻击都附带深红能量，千万不能让其伤到，不然深红会将你的身体逐渐侵蚀，从而变为深渊生物。阿尔杰脸色当即就拉了下来，他能站出来说好话，自然是想在自己国人面前威风一把。然而这杨青不领情，驳了自己脸面就算了，还想让自己看一只鸟的脸色，简直是做梦。你要想清楚，我和迈尔都在不久前开启了第一个基因天赋。阿尔杰再次说道，威胁之意不言其表。小鸡，不用顾虑什么，做你想做的。杨青直接用行动告诉阿尔杰，机不可辱。嗷呜嗷呜嗷呜！就在这时，红雾深处忽然传来阵阵狼嚎，同时一双双闪着妖异红芒的双眼不断靠近高台。是异兽，怎么办？怎么办啊！我要回冰窟，这他妈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各位大佬，求求你们了，能不能先把这群怪物给击退了再打？就是你们这群有能力的就应该先保护好我们才对。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狼嚎给吓到，纷纷开始劝说。杨青没有理会其他人的话语，给小鸡的指令依旧是让其随性而为。随后又指着神像靠左方地面上一个由纹络勾勒出的圆圈，对着身旁一群刚刚维护他的龙国人说道：你们要是肯站在那里，不要乱跑，在不影响到我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我会出手替你们挡住怪物。若是我觉得有危险，那不好意思，我会直接将你们抛弃。当然，如果你们有更好抵挡怪物的方法，也请自便。我相信你，今天我张小胖就死，也是死在这神像之下。人群中一个年轻的胖子语气坚定，第一个跑到神像底下，占据了圆圈最中心位置。其他大部分也都表示今天就把命交给杨青了，也有一小部分人表示想会自己想办法，不愿意站那里等死。杨青看向圈内，一共有12位龙国玩家，人数不多，如果这群人都能做到不出圈不乱跑，他还是有信心能够将这些人保下来。当然那也得后面几波怪物不要太离谱。小鸡依旧飞在半空，暂时没有去对付那些侮辱他的人群，而是盘踞在杨青上方，看其架势是想要先保护好自己的主人。嗷呜嗷呜，狼嚎声逐渐变大，一双双妖异的红芒也越来越近。杨青站在神像靠左方向，没有选择去高台边缘打先手。一来以他的攻击伤害分分钟就能引起狼群的注意，要是受到狼群集火围攻就麻烦了。二来此地高手不少，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老硬币躲在哪个角落找机会吃掉他这头大鱼。其他有实力的玩家也是与杨青一样，没有四处乱跑，而是围绕着神像做出防守。大家听我指挥，异兽我杀过不少，这种东西不可怕，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能将这群畜生全部赶走。阿尔杰接起灯塔国的指挥权，将其他灯塔国的玩家聚集在靠近神像后方位置，而日不落帝国的指挥权被刚刚那个迟钝壮汉接过，与阿尔杰形成同盟。其余人也都在寻找各自国家的强者，祈求庇护。值得一提的是，龙国这边除了杨青庇护了12个玩家，还有一个叫袁铁青的玩家同样开启了基因天赋。他的武器是一把大刀，全身上下透露着一丝正气。杨青猜测这人以前应该是个军人。他选择的是将剩余龙国玩家聚集在神像靠前的位置，而神像后方位置则被拿着一根深黄法杖的罗河国女子占据。他同样将一大群罗河国玩家聚集在一起。这三方都是选择将玩家聚集起来，准备共同抵御渊狼的进攻。唯有杨青选择独自作战。他知道这群怪物的不同，攻击都附带深红能量，若是有同伴被伤到，就会变成深渊生物，成为敌人。至于像樱花国和泡菜国之类没有强者庇护的玩家，好似一盘散沙，祈求四方强者接纳。杨青自然不会理会这群人，其他三方有的会接纳一些身体素质不错的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至于那些体质差没能力的，等死吧。嗷呜嗷呜！这时两道明显比刚刚群狼吼声更为洪亮的狼嚎传来，同时前后左右4个方向都有渊狼跳上高台。渊狼全身为血红色，身长不到2米，虽是普通级，但是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诡异，杨青断定其他普通级别的异兽遇上他们撑不过10秒。没多时，一共30头渊狼全部跳上高台，随着那头危险级的双头渊狼大吼，其余渊狼分散朝人群袭来。盯上杨青这边的有6头，都是普通级，其余4方也是一样，各自都有6头渊狼朝他们攻去。杨青没有率先发动攻击，而是等其他4处开始交战后，这才扬起右手扣动扳机。渊狼已经冲刺到杨青跟前，然而迎接他们是18根灵能剑。
以杨青现在整体属性都超过100点的身体，1秒18射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并且由于他的精神也高，准头方面也有保障。18根灵能箭分别射入其中4只冤狼的眼睛、腰身等脆弱部位，瞬间秒杀。剩余两只则被小鸡挥动着翅膀一起带走。当其他4个方向还在与冤狼打得热火朝天之际，杨青这方已经将6头冤狼全部解决。第54章，恐怖的深红能量。看见这一幕，最兴奋的莫过于被杨青庇护的那12人了。什么都不用做，只是一时兴起帮这位大佬对了几句樱花国的棒槌，就能享受如此待遇。反观另外3方，虽然也能勉强抵挡住冲击而来冤狼，但基本都是依靠人数优势将其拖住，再由基因强者一只一只斩杀。而那些原本有希望得到杨青庇护却又提出离开的人，多少有些苦涩涩的感觉。谁能想到这个男人能强到这种地步呢？至于其他零散的玩家，那更惨了，稍微身手好点的都加入了强者的队伍，剩余一些弱鸡只能任由冤狼暴杀。一时间，这片高台上惨叫怒骂不绝于耳。杨青先是将5只冤狼尸体整只收起，与暴风峡谷一样，这里死去的怪物尸体同样可以选择整只放入背包与分解放入背包。之后则把目光放在那些被冤狼撕咬过的人身上，他想知道被深红能量侵蚀过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很快他就发现一个被深红完全侵蚀的泡菜国玩家，只见他双眼通红，好似完全没有意识一般的将猎杀目标变成了附近没有感染深红的玩家，并且他那原本伤痕累累的身子更像是突然焕发了第二春一样，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痛感，哪怕一只手臂被人扯断，也依旧如行尸走肉一般攻击附近的玩家。杨青抬手一道灵能箭射向他的眉心，随即那人的身子开始出现裂痕，一抹抹红芒在裂痕中闪耀。这场景杨青熟是要爆炸的前夕，不过他感觉这次爆炸前的气势比上次那只冰凯熊要低上数倍，并且提示也没任何表示，因此也就没有释放雷衣防护。砰！泡菜国玩家化作无数碎肉冲击着四周的一切，爆炸威力在杨青眼中也就一般般，比昨天那只冰凯熊爆炸威力差了数倍，但对于其他人就是一场灾难。好几个被余威波及的玩家被炸得血肉模糊。看到这，杨青有所明白，被深红侵蚀的生物几乎和死了没什么两样，而在侵蚀状态死亡后则会产生爆炸。至于这爆炸的威力，应该取决于深红能量的注入源头。像被冤狼所伤，那注入的深红能力属于比较少量的那种，因此爆炸威力颇小。而那团注入冰凯熊的深红源头，应该就是属于量特别多的那种。嗷呜！这时，一直没有出手的危险级双头冤狼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猎杀。只见他快速冲到一旁没有强者庇护的散人堆，2个榔头左摇右摆，每一次攻击都能将一个玩家感染深红。很显然，他的目标是想先将那些分散的玩家全部注入深红能量，然后带着这群炸弹冲击有强者庇护的队伍。杨青见状没有阻止，这些人能够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即便救下来，下一波下一波呢？最主要的是，双头冤狼再强也只是一只危险级的深渊怪物，能够注入的深红能量也有限。若是将这群人救下，等到下几波被恐怖级甚至于恐怖级之上的深渊怪物注入深红能量，那到时候所需要面对的爆炸威力恐怕会是现在的数倍。综合考虑，杨青觉得这群人死在第一波绝对是最完美的结果。当然，这其中多多少少也带点个人情绪，毕竟只是一群樱花国和泡菜国的棒槌，若是他在乎的人，那即便拼了命也是要救的。没多久，那些分散在四周的零散玩家已经全部被双头冤狼注入了深红，有些已经慢慢的被深红完全侵蚀，开始变成了双眼冒着红芒的行尸走肉。对此，杨青一见一个全部提前引爆，直到高台上已经完全没有其余散乱的玩家，这才叫小鸡将那只双头冤狼以及游荡在神像四周之外的普通级冤狼全部解决。杨青则将地上那些落在碎肉堆中的遗物和狼尸体全部收起，最后才把目光望向其他3个方向的战场。二杰和迈尔那边还剩一只冤狼没解决，袁铁青这边还剩下2只，最惨的则是罗河国那边还剩下3只。3方压力最小的自然是二杰那边，他们2人一个持矛主攻杀，一个持盾主防御，2人配合的有模有样，因此那边损失也是最小的。袁铁青有着一手不错的刀法，杨青看了看，此人身手和李峰倒是差不多，就是队伍中时不时都会出现被冤狼注入深红的玩家倒戈，使得他那边顾前又顾后，一身实力只能发挥个七七八。杨青见状甩了18根灵能箭过去，2头冤狼瞬间毙命。至此，袁铁青这边成了第2个解决战斗的队伍。谢了。袁铁青朝杨青双手抱拳，并且丢了一只冤狼尸体过来。杨青欣然收下。
至于罗河国那边就难了，黄色法杖女子有一个攻击性技能杀毛，但是这个技能有5秒的吟唱时间，这5秒内不能被打扰，需要其他罗河国人守护。但难就难在罗河国那边的玩家一遇到危险，要么躲，要么闪，都想着让别人去抵挡危险，丝毫没有集体对抗冤狼，为那名领头女子争取时间的想法，使得那女子数次被迫中断施法。杨青先生，能不能出手帮我们解决这几头冤狼？尸体可归你，另外我愿意多付出1头尸体作为报酬。罗河国的法杖女子朝杨青发出求救，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经过这么久的战斗，她的精神几乎快要见底，已经没法释放法球技能。抱歉，无能为力。杨青敷衍回道，若是在刚进来时他还可能会出手，但现在知道了深渊怪物的恐怖，他自然需要慎重。要知道这才只是第一波，还要扛住9波怪物的攻击才能脱离这里。虽然他的底牌不少，但也正是如此，便越要提前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排除，唯有这样才能在如此恐怖的试炼中博得一线生机。第55章第一波结束，来自神像的奖励。听见杨青拒绝，一时间罗河国那边的斥骂声不断传来，对此杨青统统无视。和一群将死之人叫什么阵？但被他庇佑的12个龙国人就忍不了了。打怪物我们不行，动嘴皮子怕过谁？一个个都开始帮杨青怒对回去，尤其是张小胖，声音如雷，一身横肉疯狂抖动，就差没跳到人家头顶撒尿了。杨青则点开背包，清点刚刚的战利品，普通级冤狼尸体13头，危险级1头。至于那些死去的人掉落的资源，杨青也大概清理了一下，乱七八糟的食物和资源一大堆，武器装备也不少，但大部分都是1阶，2阶的只有2件，都是武器，一把金刚剑，一把金银短笔，能石只有灵能石 X2， 火能石 X1。 清理好资源，又将1头普通级的冤狼选择分解系统，兽元 X1 系统，普通级深渊之和 X1 系统，冤狼血 X1 系统，冤狼肉 X6 系统，冤狼骨 X6 系统，冤狼皮 X1。 多了一种新的材料，深渊之核。杨青将其取出，握在手上。系统，普通级深渊之核，蕴含微量深红之力，是深渊怪物力量的源泉。作用，满足一定条件可引深红之力淬体，强大自身。找到尽世天书，可引深红之力淬体。2道提示分别浮现。尽世天书，听名字都不像是凡物，估计短时间内是没机会弄到了。杨青摇了摇头，将深渊之核放回背包，之后又把所有冤狼尸体全部分解，将15颗兽元全部融合，提升了 8% 的3阶基因链开启度。兽血则喝了3份，共提升敏捷6点敏捷。随着杨青敏捷突破200大关，现在1份普通级兽血只能为其增加2点敏捷。2阶2阶2阶，英雄英雄英雄，迈尔迈尔迈尔。这时靠后的方向传来一阵阵热烈的呼喊，杨青扭头望去，那边已经将最后一只冤狼解决，有2位基因强者守护，区区几头冤狼并没有给他们的队伍带来多大损伤，因此大都无比兴奋地欢呼着胜利的喜悦。鸡小鸡看到这情况，双翅扑腾，盘旋在他们头顶，仿佛在说，刚刚的事还没完呢，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下方诸多玩家纷纷闭上嘴巴，尤其是先前辱骂过小鸡的玩家，此时双腿更是忍不住颤抖。若是之前，他们还敢怒斥几句，但刚刚他们可是亲眼看见自己队伍这边费尽心思才灭杀的冤狼，在那头大鸟爪上丝毫没有反手的余地。很显然，这头大鸟绝对有着超强的战斗力。2杰与迈尔脸色同样难看，别人或许只是感觉这头大鸟实力强大不好惹，但他们刚刚却是有留意到，那只更为强大的双头冤狼在他的攻击下都撑不过一招，这鸟绝对有屠杀他们这支队伍的实力，更别说他还是有主人的，那人怕是会更强。你们自己想办法获取他的原谅吧，这只大鸟我们也没办法对付。阿尔杰烦躁地说了一句，便与迈尔退到一边，表示不再插手这事。而那群先前出言侮辱小鸡的玩家，或许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只是一时口快，居然能惹上这么恐怖的存在，全都惊恐地从背包中取出各种各样的食物和材料，抓在手上，不停向上摇摆，祈求小鸡原谅。小鸡则偏头望向杨青，遇上这种情况，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如果这群人拿起武器反抗，他还能毫无顾忌地用一刀将他们的脖子抹开，但这种求饶的模样反而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一直跟在杨青身边成长的小鸡，或许自己都不知道，他拥有一种叫做人性的东西，将他们的武器和资源全部收取，可让他们活命。杨青给小鸡提出建议，不出意外，失去武器的这些人
应该撑不过下一波深渊怪物的袭击，留着给二杰他们制造点麻烦也不错。相对来讲，杨青更希望看到那些人在下一波就全部挂掉，尤其是阿尔杰与迈尔这两个有希望撑到最后面几波的基因强者。深渊怪物都掌控深红之力，这些人拖得越久，会发生的变数就越大。而杨青想要撑到最后，这些人留下的烂摊子都将由他承受。其实最好的选择是杨青现在就将所有人抹杀，没有了爆炸带来的威胁，杨青相信以他的底牌再加上小鸡，是有很大概率活到最后的。可他做不到，毕竟连小鸡都有人性，更何况他杨青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因此他只会期盼这些人能早点挂掉，而不会亲自动手。听到杨青的建议，那些人为了活命自然是只能照做。武器资源没了可以继续挖，命没了可就啥都没了。至此杨青又收获一大堆资源。而罗河国那边的战斗也已经接近尾声，在损失大半成员后，三头冤狼也只剩最后一只苟延残喘。虽然那名法杖女子没有精神再释放法球技，但也正是因为此，其他人也意识到再不拼命恐怕全都得死在这儿。最终在众人的合力之下，还是度过了这一劫。随着那边最后一只冤狼倒下，众人眼前忽然出现一道系统提示：系统，恭喜你守住了第一波深渊怪物的袭击，神像为了感谢你的守护，将为你进行赐福，是否接受？同时在神像上方再次出现一个倒计时，距离下一波深渊生物进攻剩余3分钟。杨青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接受，而是把目光望向其他人。我的精神提升了3点，我提升的是体质，也是3点。呀，我提升的是基因开启度，有 3% 呢。我倒是提升了15点力量。看了一会儿，这才确定神像赐福都是提多4大属性或者基因开启度，并且根据刚刚猎杀冤狼的数量或者为队伍提供贡献度的多少，所获得的赐福强度也不一样。确认这是正经赐福，杨青这才放心的点了接受。霎时间，雕像上银月之神的双眼忽然射出2道银光，没入杨青的身体，同时一道系统提示也再次漂浮在他眼前。系统：力量 X20， 敏捷 X15， 体质 X20， 精神 X20。第56章，来自张小胖的崇拜。大佬，你杀了那么多怪物，赐福加了多少属性啊？我只加了3点体质。看见杨青身上有赐福之光闪烁，圈内的张小胖好奇问道：一共75点。杨青也没隐瞒，如实回答：我去，牛！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吗？张小胖羡慕之意从眼角流出，其他人听闻同样是一阵惊呼。这时有几个年轻男女从袁占清队伍走到杨青这边，其中一个拿着一把紫木长弓的女子首先开口：杨青先生，我想加入你的队伍，为此我可以付出一些资源，并且我在的射击技术还不错，也许可以在战斗中给予你一些帮助。我也想得到你的庇佑，同样可以付出资源作为酬谢。大佬，我也是，并且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你。剩余几人也一同开口，意思都是一样，想加入杨青这边，祈求庇佑。抱歉，你们自己想办法。杨青开口婉拒，他觉得能在此处空间活到最后的玩家微乎其微，等这些人死了，所有的资源不都是他一个人的，何必多此一举？庇护的人多了，变数大，甚至他现在连身后的那12人都想抛弃，但既然开口答应了，就不会食言。听到杨青拒绝，这群人没有说话，默默地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队伍。而周围其他人本来还想着这帮人要是成功了，自己也把全部身家拿去换一个庇护名额，这下也是白想了。当然这一举动免不了要被一些人嘀咕冷血动物，可那又如何？杨青的目的很纯粹，不惜一切代价好好活着。3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红雾内1000米处出现50只深渊生物鼹鼠，其中有5头为危险级。要注意，鼹鼠释放的赤炎火线同样附带深红能量，千万不能让其伤到，不然深红会将你的身体逐渐侵蚀，从而变为深渊生物。彩色提示在第一时间发出警觉，会喷火的老鼠，而且数量还不少。看到这，杨青知道这些人没几个能活了。想想50只鼹鼠一起发射火线的场景，他自己都没把握能够100%闪躲掉，更何况是这些敏捷只有几十的菜鸡。吱吱吱，鼹鼠的速度很快，不到1分钟的时间，众人就能听到红雾内传出的鼠叫声。随之，一只只手臂长、全身通红的鼹鼠窜上高台，其中5只危险级的体型更是接近2米长。他们各自带领9只普通级的鼹鼠组成5支小队，分散在祭坛的5个方向，密密麻麻，声势浩荡。高台上的玩家哪见过这种场景，无一不脸色煞白，惊恐连连。
就连那4位开启基因天赋的玩家，眼神中同样有着恐惧。对于他们来讲，平常挖掘冰窟遇上2、3结伴的在一起异兽都是一场灾难，更别说眼前这骇人的场景了。杨青倒是淡定得很，普通级、危险级的异兽他早就杀烂了。至于这深渊生物，虽然攻击都附带深红能量，但经过上一波的战斗，他已经摸透了这种特性。只要自己是独自作战，身边没有同伴，就不会有爆炸源，那深渊生物就比普通异兽强不了多少。5支鼹鼠队伍在各自领头的带领下集体上前，神像4方的玩家队伍各自都被一队鼹鼠盯上，剩下那一队则找上了小鸡。在鼹鼠眼中，这只白翼大鸟可比那些两脚虫要危险得多。一直到距离玩家10米之内，鼹鼠忽然停止脚步，双眼有火芒在凝聚。杨青知道，看着找上他这方的鼹鼠小队，知道这是准备释放技能赤炎火线。此时他的选择有很多，靠着高敏捷闪躲，或者取出飞翼窜上天都行，但这样一来，他身后的12人都会瞬间化作灰烬。最终他决定换上水波剑，3重浪连续挥出，鼹鼠都是聚在一起，刚好全部被浪潮覆盖，所有鼹鼠的施法全部被打断。杨青再次换上灵能连射弩，抬手不断射击。虽然他可以释放疾冰之雨一波带走，但是这只是深渊生物的第2波袭击，后面还有8波，精神方面自然能省则省。一波又一波的灵能剑不断从连射弩中飞出，带着银芒急速没入鼠群。鼹鼠见自己施法被中断，当即便要撤退，但3重浪可是具有减速效果，即便他们速度再快，在浪潮中也好似步入泥潭。在如此限制之下，灵能剑自然轻轻松松将他们精准射穿，包括那头危险级。剑雨之下，众生平等，这个就是安全感。后方12人见到鼠群的那一刻，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但看到仅仅只是数秒攻上他这方的鼹鼠便被杨青秒杀时，心中的震撼与崇拜已经提升到了极致。尤其是张小胖忍不住惊呼的同时，已经换出系统面板，将这一幕幕全部拍了下来，随后点出聊天界面，将这些照片全部发送出去，并配文：天不生杨青，见到万古如长夜，一人一弩，屠尽世间所有魔。从今天起，我张小胖将会是杨青大佬踏上青天的记录者，他的强大与智慧可比圣之贤者，可供万世流传。这话一出，配上图片，让原本平淡如水的聊天界面瞬间暴躁起来。无数潜水人员纷纷发言：我的天，这是哪儿？怎么满地的异兽？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哪来的舔狗？我承认，你小子今天承包了我一天的笑点。我操，好多人聚在一起，怎么做到的？我也想去。这是杨青大佬全身照吗？身材不错啊。李峰、龙国，话说杨青兄弟又去哪儿冒险了？怎么看起来如此诡异？白新雪、龙国，多拍几张，有点不够看。第57章，全部肃清。至于其他3方就没这么轻松了，他们没有提示警示，自然无法判定出这群鼹鼠具体想做什么。哪怕袁占清有预感不妙，组织队伍上前进攻，但鼹鼠释放赤炎火线的速度并不慢，几个愣神的功夫便见到一条条3至4米长、无比炽热的火线从其双眼中射出。火线持续大约有5秒，并且还会随着鼹鼠移动而摇摆。只一个照面，袁占清这边便死了10几个同伴，并且那些被火线射中的玩家也被注入深红。而二杰那边也好不了多少，没能阻止鼹鼠的施法，哪怕他们人数再多，也都是活靶子。尤其是那头危险级鼹鼠释放出的赤炎火线，长有10米，几个摇摆下来，二杰他们的队伍损失就已经接近1/3，并且等到感染深红的那些玩家被完全侵蚀，还得面对自己人的进攻。最惨的就是罗河国这边，原本人数就少的他们，随着10道火线冲击过来的刹那，等待他们的基本就只有死亡了。一时间，高台上惨叫连连。杨青在解决自己这边的鼹鼠后，便把目光放在小鸡那边。小家伙拥有飞行的优势，安全方面倒是有保障。鼹鼠领头最长也只能将赤炎火线射出10米之外，这点高度对于小鸡来讲，也就翅膀扑腾几下的事。等到火线消失，他又再次俯冲而下，一刀乱舞，杀得好不快哉！看那架势，灭杀鼠队也只是时间问题。见小鸡如此勇猛，杨青不再管他，走上前将自己这边的鼹鼠尸体全部收进背包，而后等到罗河国那边全军覆没后，这才扬起灵能连射弩，将鼠队一只一只带走。随后又把剩下那些被深红侵蚀的玩家全部引爆。等到爆炸平息后，这才跑到神像后方开始收拾战利品。与此同时，阿尔杰与袁占清那边却是打得热火朝天。鼹鼠攻击虽然猛烈，但需要施法时间这个弱点也在刚刚被暴露出来。大家吃了第一波不了解对手情况的亏，
自然拼死也不会让鼹鼠释放出第二波赤炎火线。因此，双方除了在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损失重大，与接下来的战斗便开始全力朝鼹鼠攻杀，不再让他们有释放赤炎火线的机会。但是，那些第一波被感染深红能量的玩家，此时已经完全被深红侵蚀。原本还是守望相助的队友，突然倒戈相向，大家被这群感染深红的玩家拖延住，这也就给了鼹鼠释放第二波赤炎火线的机会。一条条交叉纵横的火线在半空摇摆，所有被扫射中的玩家瞬间失去战斗力，等待他们的是深红的侵蚀。至此，场上被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越正常人数，落败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期间，有人呼喊杨青，请求救援；有人大骂杨青冷血自私。对此，杨青没有半点理会，一直到他将附近所有的资源全部收起，场上基本只剩下一些被感染深红的玩家，其中就有阿尔杰与迈尔，他们是被第三波赤炎火线扫中的。杨青望向神像靠前方向，一个个红着双眼的感染者将袁占清包围，不远处是正在施法的鼹鼠。杨青走上前，换上水波剑，3道浪潮朝鼠堆飞去，终止他们的施法。随后又提着水波剑朝袁占清那边走去，他准备将此人救下。对于身怀正气的战士，杨青是有好感的，理智让他做不到庇佑所有人，但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他也不介意让圈子里多一位英雄。杨青近战很差，但他4项属性都高得可怕，随便2脚将被侵蚀的玩家踢飞，包围圈露出一个口子。袁占清见状，眼神中露出一丝感激，连忙跑出包围圈。杨青换上灵能连射弩，带着袁占清拉开距离。谢谢，我可以付出报酬，另外需要我帮忙吗？袁占清开口说道。你和他们一样站在圈子里就行，报酬的话有能石吗？杨青没有拒绝。好，袁占清说着，从背包取出了5颗能石，其中2颗风能石，1颗火能石，2颗灵能石。杨青伸手接过，他猜测这应该是袁占清背包内所有的能石。至此，原本整整齐齐的4个队伍，现在只剩下杨青一方。大部分能够成为感染源的玩家基本清除，这样一来，深渊生物最可怕的能力差不多已经废了。没有了爆炸源，你们比普通异兽可强不到哪去。杨青说着，同时不停扣动扳机，一根又一根灵能剑飞向附近的鼹鼠，尤其是看见有想要释放赤炎火线的鼹鼠，都会被重点照顾，以一人之力将全场鼹鼠压制。鼹鼠们见自己没有释放法术的机会，转而凭借高额的速度朝杨青冲来，想要凭借数量的优势打近战，但凭他们区普通级和危险级的速度，又怎能追得上高达200敏捷的杨青？不过是一群移动的靶子罢了。在这种全面压制之下，杨青很快将这群鼹鼠全部肃清，同时小鸡也已经将他的对手全部切成2半。最后场上只剩下一群被深红侵蚀的傀儡，杨青自是不会将他们放任不管，无数根灵能剑依次射入他们的眉心，将其引爆。系统，恭喜你守住第2波深渊怪物的袭击，神像为了感谢你的守护，将为你进行赐福，是否接受？随着所有感染者被引爆，来自系统的提示也第一时间浮现。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杨青没有等待，直接选择接受。与刚刚一样，银月神像的双眼闪过一道道银色光芒，没入场上所有人的身体。系统，力量 X30， 敏捷 X25， 体质 X30， 精神 X25。祝福接收完毕。杨青又把目光放在周围那群玩家掉落的资源上，走上前，一个个将其全部捡起，包括鼹鼠的尸体。其中背包在中途被塞满，杨青只得将庭院巨献，在院子里找了个角落堆起这些资源。值得一提的是，资源放在庭院内的话，是会恢复物品的原来大小。若是水，还需要另外寻找容器。杨青只得将饼干、面包之类的小物件放在庭院，而金块、石块之类占地方的材料继续放在背包。第58章清验师。将庭院收进系统面板，杨青来不及清点，彩色提示已经在他脑海浮现。红雾内1000米处出现20只危险级深渊怪物红莲螳螂。要注意，这种怪物拥有完美的速度与力量，更是能释放出无比锋利的十字斩，千万不能让其伤到，不然深红能量会将你的身体逐渐侵蚀，从而变成深渊生物。小鸡，左边你来守住。杨青吩咐一声后，又从背包取出那张3阶魔法卷轴，高级召唤。现在就他一个人战斗，自然可以将一些底牌使用了，也不知道会召唤出什么东西。带着一丝好奇，杨青点击了使用。霎时间，地面出现一道异常复杂的圆形法阵，随着法阵上的纹络一条条亮起，最终一只身长6米、全身冒着青色火焰，好似一头狮子的异兽出现在法阵上。系统，你成功召唤恐怖级异兽清验师，他会完美服从你的命令。剩余时间24点。看着如此威猛的异兽，杨青开心极了。
当即指向右方，发出指令：青焰师，右边就交给你了，给我挡住所有进攻上来的怪物。吼吼！青焰师大声嘶吼，口中热浪阵阵，应答下来。接着走向神像右边位置。没想到杨青大佬还能控制其他异兽，看这气势可不比那只大鸟弱，这下我感觉放心多了。看着青焰师威猛的身影，后方有人赞叹：要我看，无论有没有这只巨狮，大佬也能凭一己之力灭杀一切怪物。张小胖对杨青有股盲目的自信。至于杨青，先是给灵能连射弩安装了一个新的灵能石，而后并没有选择像前2波那样站在原地等待，而是走到前方高台边缘。没有了其他人的存在，自然是找机会打先手的好。高台下方是一片深红的干土地，站在边缘也只能模糊地看到前方红雾内10几米的场景。没多久，5只体型长有2米多的红莲螳螂出现在杨青的视线。最显眼的是那一对巨大的红色双莲，红芒凛凛，有噬人之感。杨青抬起右手，灵能连射弩瞄准其中一只红莲螳螂的3角头，咻咻咻，一根又一根的灵能箭甩出，丝毫不计较损耗。被瞄准的那只红莲螳螂当即面部模糊，倒在了红雾之中。而此时红莲螳螂距离高台已经不足5米，杨青连忙转换目标，又带走一只。刷刷刷，剩余18只红莲螳螂已经靠近高台四周，齐齐跳了上来。杨青急忙后退，换上水波剑，3重浪挥出，将他面前的3只螳螂覆盖。紧接着又换上连射弩，一片片箭雨甩出，带走其中2只。剩余最后一只红莲螳螂，他并没有选择逃出浪潮范围，而是双莲交叉于胸前，随后同时朝前挥出一道深红的十字形能量攻击，从双莲上蹦出。杨青早就预防着这一招，向侧方闪躲的同时，扣动扳机，灵能剑飞出，将最后一只红莲螳螂带走。十字斩则落在祭坛地面，带出2道深深的划痕，但随之划痕又瞬间消失，祭坛地面恢复原样。与此同时，左右两边的红莲螳螂已经和小鸡与青焰师对上。至于后方，因为空荡无人守护，5只红莲螳螂速度极快，已经快要靠近神像身边。杨青连忙转身朝高台中间冲去，200加的敏捷被他发挥到极致，几个眨眼的功夫便跑到神像前。但红莲螳螂也已经来到神像前方，一对双莲已经扬起，正要砍向神像。疾冰之雨系统，由于基因天赋特性加持，本次攻击伤害提升4倍。一根根无比粗壮的冰锥出现5只红莲螳螂头顶，而后迅速下落，仅仅一个照面便将它们全部秒杀在神像后方。随后杨青又把目光望向左右两方的战场。小鸡凭借飞行的能力占据着极大优势，不过红莲螳螂的攻击不弱，小鸡也不敢硬来，只得依靠飞行的优势一点一点拖住，只有找到绝佳机会才会使用一刀配切割带走一只。杨青见小鸡如此稳重，知道他想要无损将5只红莲螳螂灭杀，只是时间问题，这才把目光移向右方战场。这一看着实把杨青吓一跳，只见青焰师2只前爪之下都有一只红莲螳螂被他按在地上，无法动弹。同时随着他的吼声传出，一道道青色火圈从他嘴里喷出，火圈在触碰到红莲螳螂的一瞬间便将其带走。而号称以锋利著称的十字斩打在青焰师身上，更是连皮毛都砍不破，更别说注入深红能量了。这玩意儿恐怕我对上也只有使用机甲或者高倍数的疾冰之雨才能破防吧。见2只异兽都如此凶残，杨青也懒得浪费灵能去支援了，而是将高台上的螳螂尸体全部捡取。由于有几只尸体被疾冰之雨砸烂，因此杨青选择的都是将尸体收入背包，然后分解。接着又走到高台前方，看着红雾中的2只螳螂尸体，让他有些犯难。他不确定进入红雾会发生什么情况。就在他为了安全起见，决定放弃收取这2道尸体时，彩色提示浮现了。红雾内蕴含微量的深红能量，以你的体质，只要不在红雾内待的时间超过1小时嘛，便没有被侵蚀的危险。既然提示都表明不会有危险，那自然没啥好犹豫的，迅速跳下高台。一丝丝深红能量从他呼吸间以及身上的毛孔钻入其身体内，顿时杨青感觉身上有轻微的燥热感。感受到深红反应来得这么及时，即便知道最少要1小时才会被完全被侵蚀，他也不敢在这里久待。迅速跑到尸体旁收进背包后，又赶紧跑上高台，那股燥热感这才消失不见。而这时两边异兽的战斗也已经接近尾声，随着青焰师一道火圈吐出，率先解决战斗。小鸡也不甘示弱，一刀闪烁，同样将最后一只红莲螳螂带走。系统，恭喜你守住第3波深渊怪物的袭击，神像为了感谢你的守护，将为你进行赐福，是否接受？选择接受。第59章法术机关枪轰就完了。系统，
3阶基因开启度增加 30%。接受完祝福，神像上方又重新出现了3分钟的倒计时。趁着这会儿时间，杨青点开背包，将50只鼹鼠的尸体全部分解，随后又将所有鼹鼠和红莲螳螂的寿元全部融合，共计增加 43阶基因开启度，以及 3.54阶基因开启度。至此，杨青的第3个基因链已经被点亮。换出系统面板，点开背包，他准备验证自己昨天的设想，将这条基因链镶嵌一颗初级元素类攻击型技能法球。背包中除了他自己的那颗初级法球火球树，还有刚刚捡取得到的另外4颗，分别是初级锋刃、鹰豹、小雷树和土刺。这个世界的元素繁杂多样，虽然杨青的基因天赋叫做9元素之体，但并不代表他只能融合9种特定元素的法球。9为极，有无限之意。9元素之体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可以融合任意元素类技能，因此他背包中的元素类技能虽然繁杂不一，但其实都是可以融合的。想了想，最后他还是决定选择火球树这个初级技能。点开基因界面，将火球树融合至第3条基因链之中。系统：火球树，吟唱3秒，由于基因天赋特性，吟唱时间为0，可朝前方发射一颗火球，造成自身 120% 精神的元素伤害。杨青现在的精神属性是197点，接着他又饮用了一份普通级鼹鼠血，增加了3点精神。至此，他的精神属性也突破了200大关。鼹鼠血还有很多，又取出3份普通级鼹鼠血，这次一份只增加了2点精神。火球树，杨青想要试试火球树的精神消耗，毕竟这关系到他设想的战斗方式，法术机关枪能否成立。系统：由于基因天赋特性，本次攻击为4倍精神伤害。一颗如脸盆大的火球在杨青脸前凭空浮现，随着他念头一动，火球朝上空爆射飞去。杨青估摸了下，火球的最大攻击距离为60码。至于消耗的话，如果释放一次疾病之雨，消耗掉精神在12点，那火球树的消耗则是1点。换句话说，精神满额状态下，它可以连续释放206颗火球。当然，随着它精神上限不断提高，所能释放数量的上限自然也会随之增加。同时，每一颗火球都能触发1至9倍不等的额外倍数加成，可以说是非常恐怖了。不过，这还不是极限，还有装备的特性没算上去。他自己虽然有一根7阶的真冰法杖，但那只对冰元素技能有加成。想要将火球树的伤害最大化，必须佩戴一根对火元素技能加成有关的特性装备。于是，杨青又将庭院巨献。先前捡取其他玩家爆出的资源时，他就看见几根法杖类的装备。走到堆放资源的角落，法杖类装备一共有4根，其中最好的还是那位罗河国女子使用的法杖，为2阶，叫流沙法杖。不过流沙法杖特性是沙爆，释放任何沙元素技能都会附带爆炸效果，对火元素技能没有任何加成，因此这根法杖不在杨青的考虑当中。又看向其他3根1阶法杖，同样没有能够增强火元素技能的法杖。不过其中有一根叫做枯木法杖的，倒是有一个不错的特性，连射释放任何元素类技能都有 10% 的概率，无任何消耗再次释放一次。特性算是元素类通用型，就是 10% 的概率有些低，但也聊胜于无。经过这会儿的墨迹，3分钟很快过去，彩色提示也第一时间浮现。杨青先是将枯木法杖佩戴好，又把庭院收回系统面板，这才仔细观看提示显示的信息。红雾内1000米处出现31只深渊生物，深渊火鸟，其中有30只为危险级，1只为恐怖级。这种怪物能在高空释放远程火刃，威力不俗。要注意，火刃同样会附带深红能量，看看是你的火刃强还是我的火球威力大。他现在很期待自己新的战斗方式，如上一波那样走到前方高台边缘。在他的视线内，半空中出现8只全身冒着火焰的深渊火鸟，其中最前方那只的体型明显比身后那7只要大上许多。杨青没有第一时间动手，而是等到火鸟群达到火球树的最大攻击范围，这才扬起枯木法杖，同时念头一动，火球树，火球树，火球树，一颗颗大小不一的火球代表着不同倍数的加成，依次朝前方火鸟爆射而去。轰轰轰！每一只被火球砸中的危险级深渊火鸟，无一例外全部秒杀。唯有那头恐怖级，凭借敏锐的感官以及优异的速度，躲过火球的攻击，并且双翅有火芒在凝聚，看其模样，也是想让杨青吃一记他的火刃。杨青也看出深渊火鸟的动作，但是没有任何想要闪避的心思，依旧是站在远处继续释放火球术。深渊火鸟还在施法中，杨青的3颗分别触发3、6、9倍数的巨大火球已经凝聚完成，随后成一个品字冲了上去。轰！深渊火鸟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我先开始施法的，
而你那边竟然已经凝聚出了3道攻击。不过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看见火球冲来，他只得终止凝聚火刃，朝一旁闪躲。但即便他如此果断，3颗火球也只闪躲掉2颗，剩下1颗触发了9倍伤害的火球，还是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瞬间秒杀。而杨青在看到深渊火鸟下落的那一刻，便立马转头开始朝后方奔跑，一直跑到达到距离后方火鸟小队只有60码时，这才停下脚步。又是一颗颗火球凝聚在身前，随后法杖一挥，齐齐爆射向半空的深渊火鸟，尽数秒杀。真特麻爽，简单又直接。杨青忍不住发出惊呼。与使用弩箭不同的地方在于，火球的伤害有倍数加成，基本可以做到一击带走一只，完全不需要考虑伤害不够，使得对方没有打反手的机会，从而也就不需要做出风筝、闪躲一系列的动作。总之就是一句话，轰就完了。第60章再次制作高级召唤卷轴。目光望向两边，青焰师依旧很稳，一道道火刃砸在他的皮毛上，丝毫产生不了任何威胁。小鸡那边就没那么轻松了，深渊火鸟也是飞行类生物，两方都是在空中作战，他只能凭借自身恐怖级的速度与深渊火鸟周旋。但深渊火鸟虽然在肉体速度上比不上小鸡，却可以凭借数量的优势集体发射火刃，压制住小鸡的进攻。杨青见状抬手就是一连串火球飞出，一只指深渊火鸟不断从半空掉落。小鸡，去帮那头大狮子吧。杨青发出指令，自己则将周围深渊火鸟的尸体全部收进背包，包括掉落在红雾中的。这堆尸体中有一只恐怖级的，杨青将其分解掉，想看看能不能再次制作出一张高级召唤卷轴。制作卷轴所需的材料为恐怖级异兽皮1张，恐怖级异兽血1份，灵能13颗，水晶9颗。而深渊火鸟属于深渊生物，它不知道有没有用。换出系统面板，点击制造界面。3级魔法卷轴，高级召唤那行，显示的材料是凑齐状态。点击制造，系统制造成功。3级魔法卷轴，高级召唤 X1。从背包取出卷轴，点击使用。与先前一样，地面上出现一道繁杂的法阵，随之一头长着3只尾巴的紫色狐狸出现在法阵内。系统，你成功召唤恐怖级异兽鹰狐，它会完美服从你的命令。剩余时间24点，又多了一个帮手，这下倒是有些期待接下来的怪物了。杨青看着眼前有些妩媚的鹰狐，呢喃着，随之发出指令：鹰狐，神像后方的深渊怪物就交给你了。嘤。鹰狐的柔糯的声音留在原地，但身影却是已经闪到了神像后方，速度快得有些可怕。杨青觉得自己全速之下恐怕也不及其一半。圈内的13人见到这只忽然闪烁到而来的狐狸，更是吓了个哆嗦。这要是敌人的话，自己恐怕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同时对杨青的敬畏又上一层。寒气凛人的大鸟，冒着火焰的狮子，这会儿又来一只速度快到极致的狐狸，最主要的是自身实力更是深不可测，一手弩箭精准无比就算了，一会儿又是冰锥，一会儿又是火球，惹不起，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心声。莫多时，在小鸡的配合下，青焰师那边也已经将战斗解决，细工告例随之而来。系统，恭喜你守住第4波深渊怪物的袭击，神像为了感谢你的守护，为你准备了赐福与抽奖转盘，请选择其中一样领取。第4波的奖励有了新的选项吗？杨青看着提示，同样没有第一时间领取，而是又把目光望向圈内的13人问道：你们的奖励也都多了一个选项吗？啊，对，我已经点了转盘。其中一个年轻男子回道：都有啥？杨青再次问道。哈哈哈哈，有6件物品可以随机抽取，我抽中了一双2阶鞋子，大佬你要吗？张小胖抢先回应：不用了，你留着自己用吧。杨青的目的只是要想知道这个转盘它正不正常，对于他们那些3瓜2枣自然看不上。要知道这里的奖励都是按照杀怪数量而决定高低的，以猎杀了全部怪物的战绩，奖励必然不是他们能比的。选择抽奖转盘，霎时间杨青眼前便出现一个巨大的虚拟面板，面板上有一个圆形转盘，一旁还有一个选项抽取。转盘上划分了6面，每一面都有一个物品，分别是4阶武器雷磁法杖，蒜蓉小龙虾20斤；5阶武器电能狙击枪制作图 X1， 高级法球剑刃风暴，火能15颗。听你说谢谢我24小时不间断耳边环绕金曲一首，注用来解压是个不错的选择，并且金曲播放结束能增加60点精神，好东西不少。不过最后那一个奖励是什么鬼？以音乐来刺激精神的增长吗？效果真够强的，听完24小时居然能增加60点精神。
对于能够增强精神的物品，杨青多少有些期待。选择抽取，一道白光在装盘上疯狂转动，最后叮叮叮定格在金曲叮的旁边，火能10x5上。这多少有些遗憾，真不如选择稳定的神像祝福，下波不赌了。杨青内心无比坚定，将青焰师那边的深渊火鸟尸体收进背包，全部分解，一共31个寿元全部融合，共增加17%的4阶基因融合度，其中30颗危险级寿元加了15%，恐怖级那颗加了2%。接着又从先前众人的遗产中找了个小桶，将30份危险级深渊火鸟兽血全部取出。小鸡，来！杨青将换来小鸡，指着桶里的血液示意他喝下。小鸡目光闪动，欣喜地将嘴巴伸进桶内，几十秒的时间便将血液全部喝完。同时他的身体再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大了一圈，这饮血的速度让杨青有些羡慕。他背包内也有一堆血液等着饮用，不过以他的速度没个几天是喝不完的。3分钟时间过得很快，第5波深渊生物是40只深渊雷蜥，其中38只危险级和2只恐怖级。阵容虽然强大，但现在杨青这边的实力同样豪华，再加上他自己勇猛无比，仅仅3分钟便解决了战斗。这次他选的奖励是神像祝福，共增加30点力量、30点敏捷、30点体质、30点精神。第6波则是50只黑岩犬，其中47只危险级，3只恐怖级。这波的3只恐怖级黑岩犬，杨青交给3头异兽拖住，自己则不计损耗的使用了几次疾兵之语，迅速将危险级黑岩犬全部击杀后，这才转头与3头异兽合力把剩余的3只恐怖级黑岩犬击杀，并且在奖励方面，他又一次不信邪的选择了转盘，但只抽中了8颗灵能石。终于，在第7波的提示中，杨青感到了危险的气息。第61章，旱地级深渊怪物极炎魔王。红雾内后方1000米处出现一只旱地级深渊怪物极炎魔王，要注意，极炎魔王火元素抗性极高，并且掌握炎球投掷、绝火结界、火爆环、极炎冲击4大超强技能。当然，最恐怖的是任何攻击都附带深红能量，含量超多。旱地级超越恐怖级的存在吗？虽然提示上显示只有1只，但杨青却是感觉压力满满，吩咐3只异兽全部聚到人堆一旁，不要插手。他准备独自迎战，这么做的原因自然不是为了逞强，而是怕极炎魔王的攻击波及到他们，从而注入深红。至于他自己有雷伊的存在，倒是不慌，将枯木法杖收进背包，取出7阶武器真冰法杖。既然怪物的火元素抗性超高，那就用冰元素技能来打伤害就行了。元素克制这种情况在杨青面前就是个笑话。提示上显示怪物出现在后方，因此杨青这次自然是朝高台后方边缘走去。等待几秒，红雾内逐渐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身高约20米左右。怪物还未完全出现，便能感觉到从红雾中传来的阵阵热浪。杨青将真冰法杖抵在胸前，一时间热浪带来的燥热被法杖自带的寒气完全抵消。而这时，红雾中原本模糊的身影渐渐清晰，怪物全身被一层赤红色火焰覆盖，牛头人身，头顶有2根尖角，双手虽然没有持任何武器，但单凭他那20米的身高就有着满满的压迫感。杨青没丝毫拖泥带水，当怪物出现在视线的第一时间，便已经扬起真冰法杖，疾冰之雨、冰皇破，一出手就是2大最强杀招，无数根冰锥在怪物头顶浮现。疾冰之雨触发的伤害倍数是3，加上真冰法杖附带的70%冰元素伤害加成，一共就是相当于额外加成的伤害倍数是3.7倍。冰锥不断下落，极炎魔王见状毫不在意，他不认为几根小小的冰锥能对他造成任何威胁，依旧是大步迈向高台，没做任何防御。叮叮叮，无数根冰锥打在怪物身上，瞬间碎成冰渣。但怪物身上的火焰也似乎微弱了一点点，并且火红的皮肤上有着一个个浅浅的冰痕。吼！极炎魔王大怒，同时眼神中闪烁着一丝疑惑，他怎么也想不通，几根小小的冰锥为什么会让他受到影响。与此同时，7只带着冰晶的凤凰从真冰法杖顶端依次飞向怪物的脑袋。轰！第1只冰皇破并不是法球技能，是无法享受基因天赋加成的，所以并没有触发伤害倍数的特性。但冰皇破本身就有着7段攻击，每一段都能造成自身90%精神的伤害，并且7段攻击都能额外享受真冰法杖70%伤害的加持。也就是说，冰皇破的总伤害是可以达到1120%，相当于11.2倍的精神伤害。第2只、第3只、第4只，怪物身上的火焰逐渐暗淡。这时，
极炎魔王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眼前的虫子真的能伤到自己？为什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攻击打得会这么痛？急忙手掌前仰，一道圆形火焰结界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正是他的4大技能之一绝火结界。冰皇破第5、7段的攻击全部落在结界上，带起道道火焰涟漪，但结界却是完好无损。杨青不管不顾，又是一道冰皇破甩出，7道冰晶凤凰再次落在火焰结界上。虽然还是没有将其打破，但随着第7段攻击的落下，结界似乎有了一丝丝浅薄的裂痕。吼吼吼！炎火魔王有些受不了了，他感觉等到结界破碎，自己再吃上几道这种攻击，真的会死在这。随即双手虚握，2颗直径超过3米的巨大岩球凭空凝聚，一左一右朝高台上甩去。雷伊，雷伊！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持，本次雷伊防御效果为7倍自身精神强度。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持，本次雷伊防御效果为5倍自身精神强度。杨青的目光在被这2颗巨大的岩球覆盖时，2道雷伊已经加持在身，一共触发了12倍防御效果，又有 60% 敏捷的加持。此时的他无比自信，脚步迅速左移，高额的敏捷让他在移动间仿佛有残影闪烁。轰轰！2颗岩球同时砸在高台，一个深数10丈的深坑出现在杨青刚刚站立之处。而他的身影虽然躲过岩球的砸击，但强大的能量冲击还是一波一波不断打在雷伊上。不过仅凭一些岩球边缘带来的冲击波，自然无法对杨青产生任何威胁。待到脚步稳住，杨青继续释放冰皇破，朝结界不断冲击。此时的极炎魔王已经来到高台边缘，强顶着冰皇破的攻击踏上高台，随之一双巨手朝杨青拍来。有雷伊敏捷发加持，杨青好似鬼魅一般在高台不断闪躲，同时找到机会，又是一道冰皇破飞出。蹦！绝火结界终于是在第3道冰皇破的攻击下轰然破碎，而极炎魔王脸上首次露出一丝慌张。随即一道火环从其周身不断向外扩展，杨青急忙后撤，但火环似乎也能无限扩大，直到距离神像不到10米，杨青不再后退，又给自己加持一道雷伊，准备硬抗这道攻击。他不确定神像能不能扛得住这种程度的攻击，也不想赌。砰！火环与雷伊碰上的瞬间，周边产生一股强烈的爆炸，高台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包围圈，火环随之消失。而杨青身上的雷伊防御能量已经不足1/10，但他没有在第一时间继续加持雷伊，而是挥舞着法杖再次朝前移动，直到距离足够，继续释放出一道冰皇破，冲击至极炎魔王的脑袋。这一次7段攻击完全打满，极炎魔王额头被砸得血肉外翻，怒吼连连，他的眼神有鲜血侵蚀，显得异常可怕。同时双手平举，手掌向外，恐怖的火元素在他周边疯狂凝聚。杨青不敢大意，前3个技能极炎魔王几乎都是瞬发，唯有这道攻击有施法时间。再次扬起真冰法杖，连续2道冰皇破爆射向怪物的眉心。轰轰！超强的杀伤力终于是在极炎魔王的眉心处冲击出一个拳头大的血洞，他的双眼顿时失去光彩，意识全无，但身体并没有倒下，并且手掌处凝聚的火元素在此时已经到达了一个极致。一片只有3乘以3码大小的火浪出现在其手掌前，火浪炽热到了极致，呈天蓝色，慢悠悠地朝杨青冲击而来。正是极炎魔王的第4个技能极炎冲击。第62章出上古祭坛。火浪冲击的速度的不快，但无论杨青怎么闪躲，火浪都会牢牢跟紧，像是有种被其锁定的感觉，只能硬抗。杨青心有所感，19倍雷伊强度或损耗 40% 机甲灵能可抵挡。彩色提示也在第一时间给出2个方案：取出机甲，分解者，进入机甲舱。他决定消财免灾，灵能实现储备不少，但精神力损耗完就没那么快恢复了。不说还有3波袭击，单单出去后，今天的挖掘次数还剩余8次，预留一些精神力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他心中一直有个隐患，血巫，这个让提示多次警告有危险的家伙，等这边10波怪物解决掉，必然是会传送至原来的冰窟，那时恐怕还会有一场硬仗要打。天蓝色的极炎慢悠悠地朝杨青飘来，上面散发出的炽热高温让整个高台的温度都变得狂躁起来。杨青操控着机甲正面迎了上去，二者触碰并没有想象中的惊天爆炸，极炎如水流一般不断想要侵蚀到机甲内部。然机甲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白色能量罩，青色的炎流与能量罩产生激烈的碰撞。杨青站在机甲舱内注视着这一景象，他想到了一个词：魔法与科技的触碰。二者在争斗中不断的产生损耗，炎流损耗的是凝聚而来的火元素，机甲损耗的是杨青的心头血欧部，
是每秒以5%消散的灵能。最终结果正如提示所显示的那般，在损耗了40%灵能时，那团极炎终于是彻底消散。系统，恭喜你守住第7波深渊怪物的袭击，神像为了感谢你的守护，为你准备了赐福、抽奖转盘与神赐贝壳。系统提示浮现，危机解除。杨青走出机甲舱，随后将机甲收进背包。这次不需要犹豫，秒选神赐贝壳。然而当杨青手指刚要点击时，彩色提示出现了。后面3波，以你现在的实力，即便能够抵挡，也会损耗巨大，极其惨烈，甚至有不小的概率无法抵挡，从而身死。但好在抽奖转盘中出现一块破损的时空封印秒表，若是将其抽中，可有改变困局的方法。这道提示一出现，杨青当即不淡定了。即便他选择抽奖转盘，但1/6的概率，他怎么都不觉得自己有希望抽中那块表。不过概率再怎么低，也得靠他救命，必须得搏一搏。选择抽奖转盘，上面依旧是6道抽奖物：破损的时空封印秒表、6阶武器极炎剑、7阶鞋子踏云靴、3级指定家园升级图、龙鱼幼苗 X3、灵能紫雷大炮制作图 X1。一件件珍贵之物，看得杨青眼馋得很。可惜他的目标只能是第1个秒表，需要以什么姿势抽取概率会大些呢？哪怕他是个不怎么相信玄学的人，在生死攸关面前也由不得自己不紧张。以45度角仰望天空，加上30%的力度点击按钮，或许或提高一些概率。彩色提示浮现在脑海，这姿势和抽奖有半毛钱关系？怕不是在唬我？不然前2次我抽奖时，你怎么没出现提示？杨青忍不住吐槽，但为了小命，他决定相信玄学。脑袋微微扬起，食指点在抽奖按钮上，30%的力度，这很悬，他并不能确定完全做得到，只能在脑海中模拟个大概的感觉。感觉对了，食指往上一按，叮叮叮，系统破损的时空封印秒表 X1， 抽奖还真能这么玩。杨青无言以对，从背包取出秒表，系统破损的时空封印秒表，密窟专属物，可将你锁在密窟中的时间暂停7200。秒表拥有者可不受影响，并且还会生成一个时空通道，从通道内可回到原来冰窟。在这期间，只有经过72小时，秒表才可以再次使用，开启时空通道，回到密窟。要注意，被定格的任何生物均不可带进时空通道。仔仔细细看了几遍介绍，杨青算是了解这东西的作用了。通俗来讲就是，这是一块能将此处密窟完全封印3天的东西。在这期间，除了自己，所有一切都会被定格，并且也只有自己这个携带了秒表的才可以出去。3天后还是会被传送到这里，并且小鸡和张小胖他们这些没有秒表的，只能在这里等待，相当于多给自己3天发育与准备的机会。倒是个好东西，先回去将背包中的资源慢慢消化，强大过后再继续进来防守最后3波。打定主意，选择使用秒表。霎时间，原本深红的空间忽然出现一抹黑白色，同时在杨青眼前也出现了一个银白色的方形通道门，而圈内的13人与3只异兽纷纷被定格在原地，包括神像上方的倒计时。杨青没有第一时间踏进银白色的通道门，而是先把极炎魔王的尸体收进背包，然后分解。系统汉地级兽源 X1， 系统200毫升极炎魔王血 X1， 系统汉地级深渊之核 X1， 系统200克极炎魔王肉 X15， 系统200克极炎魔王骨 X15， 系统极炎魔王皮 X1。 取出刚刚的汉地级兽源融合。系统4阶基因开启度成功增加 12%， 加上第5、第6波深渊怪物分解得出的兽源，此时杨青的4阶基因开启度已然达到了77。取出极炎魔王血，一口喝下。系统精神 X20， 体质 X15， 剩余的一大堆血液只得慢慢喝了。手持真冰法杖，杨青神情肃然，他可不会忘记那只血巫，也许就在通道那边等待着他呢。走到通道口，彩色提示再次出现在脑海。第63章血巫奈雪子，精心调制的药浴被抢用，血巫现在很生气，以你的实力还不足以面对他的怒火，可以选择等他睡着再偷偷溜过去。当然也有可能人家3天3夜无法入睡。如果一定要现在就过去的话，我建议你使用清河草涂抹全身，消除魔药气味，随后再准备冰心花3份、紫雷根3份、无寒花3份、火焰果3份、四叶兰3份、黄葵花3份、200毫升危险级异兽血液3份、200毫升恐怖级异兽血液3份，将这些材料贡献给血巫，或许还能收获一些奖励。这血巫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我有机甲，提示都一直显示会有危险，难道这家伙超越了汉地级？杨青皱着眉头，有些疑惑。不过为了安全，他还是准备收集材料。巨县庭院，走到材料堆挑挑拣拣，
最后发现药材有紫雷根、无寒花、黄葵花，且都有3份的量。其中前2样是他自己的，后面那份黄葵花则是在众人的遗产中找到的。6份异兽血液背包中也有，虽然这是属于深渊怪物分解出来的，不过应该也能用。这样一来，就还剩冰心花、四叶兰、火焰果以及清除气味的清河草没有凑齐。点开交易所，将4种药材依次搜索，其中只有火焰果和冰心花被杨青共花费600克肉食换取成功。随之他还搜索了下龙眼草，他可没忘记孵化上古异兽蛋就差这最后一种材料。现在小鸡被封印在这里，身边没有个伙伴，总觉得缺少些什么。可惜交易所也没有龙眼草。点开聊天界面，世界频道，杨青，龙国，收购龙眼草、四叶兰、清河草友愿意卖的代价密。等了几秒，私聊界面冒出无数条信息，杨青筛选出只带有3种药料关键词的信息。出售四叶兰和清河草的倒是有几个，龙眼草的就没有。最后同样花了600克肉食，成功换取四叶兰和清河草各3份。至此，提示显示的材料都已经收集好。走进小木屋，衣服装备都脱下，将清河草揉碎，涂抹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接着穿上衣服装备，走出庭院，来到银白色的通道门前，先将庭院收回至系统面板，随后迈入通道门。一阵恍神过后，杨青再次回到了6面封闭的冰窟之中。第一眼便被不远处一个披着白色兽皮斗篷、身材高挑完美的女子吸引住了眼神。她的皮肤好似凝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精致的脸上看不出一丝血色，一双冰蓝色的瞳孔同样望着忽然冒出来的杨青。这就是雪巫吗？本来还以为又会是什么面容狰狞的怪物，没想到这么好看。杨青内心嘀咕：人类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远处的雪巫嘴唇微动，话语很怪，但随着声音的传来，杨青却是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小心误入了一个尘封的魔法阵，再次睁开眼便出现在这里。看到雪巫没有第一时间发难，杨青知道清河草的效果不错，随即胡扯了个理由：10系之内从我的视线内消失，不然死。雪巫神情清冷，再次说道：这就感人了，那我准备的材料不是浪费了吗？杨青想着，最后还是决定直接离开这里。这女人估计还在气头上，又打不过她，也不能无缘无故取出一堆材料说献给她，万一被这多此一举的行为暴露出什么，那才得不偿失。可是石溪也不够我挖掘啊。杨青又想到了一个问题，这边本地土著可以直接穿越冰壁，但他可是需要挖碎冰壁才能进入下一个冰窟。不管了，或许人家看的只是一个态度，先挖再说。眼看石溪已经过半，他也顾不上那么多，取出镐头朝着下方冰壁开始砸击。随着镐头落下，冰壁上开始出现一丝丝裂缝。远处的雪巫望见这一幕，清冷的脸上首次有了变化，惊呼说道：能打碎永恒冰壁，你是神选者？杨青没有停下挖掘，但内心却是有所思量。神选者是冰窟土著对我们这些穿越者的叫法吗？所以他们这些土著是知道我们的存在，判定方式则是可以砸碎冰壁。雪巫踏步走来，他的脚步很轻，一双带着冰霜的裸足看不见一丝血管，虽是人的外貌，但好像没有人的生理结构。尊敬的神选者，请原谅我刚刚的无礼，奈雪子今天情绪不太好，这才遗忘了待客之礼。看着眼前雪巫的这副模样，杨青可以肯定，所谓的神选者在他们心中应该是友好的，当即开口问道：神选者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我们雪巫一族的神曾经给过我们指示，对待神选者要像对待族人一样友好。奈雪子给出解释。哈哈，这样，对，我们就应该是朋友。杨青笑着伸出右手，他可是清楚的知道，眼前这个雪巫绝对有着神秘莫测的能力，这会儿自然不会放过拉点亲密度的机会，万一哪天能救命呢？奈雪子冰蓝的眼睛中有着一丝疑惑，他不懂眼前这个人把手伸向他眼前是什么意思。在我们那个世界，握手是朋友间相互问候的一种礼仪，杨青解释道。奈雪子释然，连忙伸出右手，发现有些不对劲，又改换成左手轻轻贴上杨青的右手。刚刚听你说情绪有些不太好，请问是为什么呢？我能帮得上你吗？杨青把手伸回，明知故问的说道。听见这话，奈雪子清冷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我精心准备用来恢复实力的魔药玉，不知道被哪个奸毒恶贼趁着奈雪子外出之时偷偷吸收了，要让我抓到他，一定关到雪牢内镇压100年，那可真是太恶毒了。杨青同样表示愤怒，内心却是有些骇然。好家伙，这货实力有多强？半残状态下，我穿机甲都打不赢吗？随即又道：不知炼制这魔药玉需要什么条件？我这人就爱收集一些药材，若是能再凑齐一份材料，不妨重新炼制，毕竟这可关乎到恢复奈雪子力量的事，需要重视。第64章特级法球与装备升级器制作图。奈雪子听闻，神色一亮，
若是能将冰心花、紫雷根、无寒花、火焰果、四叶兰、黄葵花、危险级异兽血液、恐怖级异兽血液这些材料各凑齐3份的话，重新炼制一锅魔药不是难事。来了，我的隐藏任务，不得不说，提示老哥一如既往的稳。杨青心中发出赞叹，随后开口道：巧了，你说的这些材料我都有。随之先将药材从背包取出，放在地面上，然后再取出2个空矿泉水瓶子，各装上600 ml 黑眼犬血液，1瓶为危险级，1瓶为恐怖级。这些药材虽然大都不是很珍贵之物，但所需的种类以及数量可都不少。没想到你真的都有收藏。奈雪子无比惊喜，随之冰蓝的双眸又透露出一丝不可置信。这是深渊怪物身上的血液？你杀过深渊怪物？是的，制作魔药水能用得上吗？杨青回道：当然可以，甚至比普通异兽血液效果还好。只是没想到你居然能碰上那群邪恶的深渊怪物。奈雪子一边说着，一边摸了摸手上的戒指，随之一个红色的法球出现在手上。有了这些材料，我就能再次炼制一锅魔药水了。谢谢你，神选者，这个是奈雪子偶然收获的宝贝，不过我用不上，我决定把它送给你当做谢礼。红色的法球比紫色高级法球还要高1品级吗？杨青可没傻到会推脱，跟他扯了大半天，可不就是为了这份奖励吗？连忙伸手接过。系统特级法球风之束缚 X1， 奖励到手，杨青没有急着查看法球效果，而是准备开溜了。你的藏品我很喜欢，也希望奈雪子能尽快炼制出魔药，好恢复实力。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奈雪子没有挽留，而是又摸了摸戒指，取出一块不到半个巴掌大、圆形，上面刻着雪花状的白色徽章，递给杨青。这是我们雪巫一族的信物，以后若是你还碰上我们雪巫族，取出徽章便会收获我们的友谊。杨青伸手接过，道谢过后便开始继续挖掘。系统雪巫族徽章 X1。 奈雪子没有返回山洞，而是看着杨青挖掘，直到冰壁破碎，露出雾墙。杨青从阶梯上离去时，这才返回山洞。在这期间，无论是冰壁破碎还是雾墙显露，在他眼里好似都没有任何影响一般，仿佛在他的脚下有一层薄薄的薄膜，将2分割为2个世界的人。直到杨青消在这个冰窟，他的脚底才又变成了冰壁。杨青眼前则是一片狭隘，新的冰窟是个不到300平的小空间，冰窟中央则摆放着一个紫色贝壳，一看就是个普通的资源类冰窟。杨青上前，提示显示紫贝壳安全无害，这才放心将贝壳打开。系统紫贝壳 X1。 系统冰能石 X2。 系统灵能热水器制作图 X1。 系统水晶 X6。 系统500克卫虎大蜡片 X3。 打开背包，先将灵能热水器制作图取出学习，随后再取出特级法球。系统特级法球风之束缚，可操纵天地间的风元素将目标束缚，被束缚期间无法动弹，无法释放法球技。可束缚时间根据自身精神而定，与目标精神而定，每100点精增加3秒，同时目标每100点精神可抵消2秒。第4条基因链的法球就是你了。如此强力的控制技能，杨青自然不会放过。同等高手下，1秒的限制都有可能造成绝杀，更别说有天赋倍数的增加。等到杨青精神提升上来，这个时间甚至可以用分来做单位。一旦被束缚，绝对能让对方感到绝望。将法球放进背包，再点开制作界面，目光放到刚刚的灵能热水器制作公式上，需要的材料为灵能石、水能石，还有一些金刚、晶晶之类的材料，他都有。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洗澡了。这玩意儿到了晚上必须安排上。杨青内心坚定，随之再从背包取了2份血液灌下。虽然这东西他感觉是越喝越作呕，但为了属性，强忍着也得灌下。只是想到背包还有满满一堆，杨青有些绝望。这个世界这么奇特，难道真的没有什么血液压缩、提炼之类的东西吗？他忍不住发声嘀咕。今天还剩7次挖掘机会，继续挖掘。按照惯例，先是观察周围。由于刚刚是从下方挖掘过来的，自然上方就是属于挖不通的那一面。左边是一片战争废墟，空气中残留着无数狂暴的魔法元素，若是进去会引发魔法风暴，你无法抵御。右边平平无奇，是个资源窟，能够收获一些不错的材料。继续走下方也还行，有个紫贝壳，能开出一个终极法球和2颗火能石。前边，请停下你的脚步。再说一遍，请停下你的脚步，里面埋着98452个魔法炸弹。后面，芜湖居然有一张装备升级器制作图，真是太妙了。要是能将这东西制作出来，绝对能让你的实力有个不错的提升。而且制作图居然藏在半空中，并且涂抹了隐形药剂，这么简单的伎俩，满得过我。若提示是个实物，杨青高低得给他整根华子，并且大呼卧槽，大哥牛批。
不用想，自然挖后面。随着一顿手起镐落，冰壁破碎，踏进雾墙。这是一片有些怪异的冰窟，四方很小，但却奇高无比，就好像真的在告诉别人一样，来啊，上方有宝贝，来找啊。杨青当即取出飞翼，不断向上升高，一直飞到接近地面一半的高度，提示这才浮现。就是这儿，盘踏。杨青双手不断在虚空乱掏，最终在中间偏左位置感觉到手上发生触感，这才狠狠一抓。系统装备升级气质作图 X1 第65章加成很恐怖。操控着飞翼回到冰面，点开背包，取出装备升级气质作图，点击学习，再点开制造。装备升级器：灵能石21%，火能15%，雷能15%，风能15%，金刚20%32，金金26%，金银17%，金铜28%。材料满足。虽然制作机甲几乎将杨青的底蕴耗空，但在那上估计谈不到1小时的时间内，他的资源重新到达了一个海量。除去一大堆肉食不说，单单86人的遗产就够杨青爽好久了。其中能石的储备分别是灵能石 X21， 火能石 X12， 风能石 X11， 木能石 X8， 雷能石 X12， 冰能石 X9， 水能石 X12， 土能石 X11。至于食物、装备、法球，更是在小院里堆了个小山那么高，不过大都是普通材料。装备、法球也基本都是低品级。点击制造。系统装备升级器 X1， 将庭院巨线走到贝壳分解器左边，再从背包取出装备升级器放置在一旁。这是一台高3米、宽接近4米的大家伙，整体看上去有点类似于一台小型机床。正面有一个双开门，打开是一个被金刚壁墙封闭的空间，壁墙上有着一道道闪烁着雷芒、风芒、火芒的纹络。空间内放置着一座直径不到1米的金色圆台，旁边有系统标识，表示是放置装备的地方。圆形金台上方悬浮着一个类似于杯子的容器，标注是放置微尘的地方。同时在双门一旁也有着数道系统提示，其中有一个标注的是使用说明。杨青认真研读了会儿，终于知道这玩意儿的具体作用。借助这台机器可以为装备升级，升级所需的材料则是微尘。任何装备第一次升级都是需要白色品级微尘，第二次升级则需要蓝色品级的微尘，第3次紫色，第4次红色，第5次黑色。而为一件装备升级5次是这台机器的极限。之后再想要继续提高装备等级，就需要寻找更高品级类似于的装备升级器的物品。试试水波剑，看看效果。杨青说着，先是从背包取出水波剑和一份白色微尘，分别放在圆台和容器内。点击升级，双开门自动关闭。滴滴滴，3秒后，系统升级成功。打开门，杨青将水波剑抓取。系统3阶武器，水波剑+1，精神症3%。特性3重浪，消耗一些灵能，可在前方释放最高3重水浪攻击，被水浪覆盖会受到迟缓以及持续伤害。武器也能加属性了吗？而且加的还是百分比，这增强的有点凶啊。又取出真冰法杖和灵能连射弩，他想试验下武器品阶的不同，增强的数值是否一样。将2件装备分别放入装备强化器内，最后强化的结果是7阶真冰法杖多了 7% 的精神加成，2阶灵能连射弩则是多了 2% 的敏捷加成。由此可见，装备的品阶影响强化数值，种类影响强化属性。他背包内还剩余3份白色微尘，最后只选择使用1份，把3阶银月头盔强化了下，增加了 3% 的精神属性。剩余一堆2阶的装备没有选择强化，主要还是因为微尘不多，留着2份当做备用。万一获取了3阶装备，可以直接强化然后换下。而蓝贝壳他先前并没有分解过，因此蓝色微尘是1份没有，自然也就没法进行第2次强化了。不过现在知道强化后的装备会出现百分比这种加成，自然要开始重视微尘的制造。点开制造界面，目光望向贝壳分解器那行。贝壳分解器，铁块1360，金块975，灵能石11，水能17。制造分解器的材料所需并不多，杨青选择一次性制作了3台，全部并列摆在庭院内。又将3台分解器分别添加1份蓝贝壳、紫贝壳、红贝壳，其中加工时间分别为12点时、18点时、24点时。将庭院收回，今天还剩6次挖掘。目光扫视周边，并没有触发其他资源提示，又继续看向冰壁。这次能走的方向有2面，并且让杨青产生了纠结的心思。继续挖后边，你将会遇上3只恐怖级异兽地眼甲龙，里面有你需要的龙眼草以6颗火能石。走上方会进入骷髅墓地，里面驻扎着一大群肮脏、恶劣、
愚蠢的骷髅，并且还有一只旱地级骷髅领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群愚蠢的东西能给你带来一大波精神增长，并且还能收获一根4阶的骷髅法杖。一个是大量提升自己，一个是孵化那颗神秘的上古异兽蛋。稍加思索，最终还是异兽蛋的诱惑大于精神上的提升。毕竟小鸡那么一个由普通异兽蛋孵化出来的异兽都如此强力，这个需要消耗如此多珍贵材料才能孵化的，想来不会让他失望。继续朝着后边挖掘。15分钟后，踏进雾墙，瞬间一股炎热干燥的感觉扑面而来。杨青打量四周，入目是一片火红，冰面上有着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山包，山包的材质是火红色的岩石，每一个山包上面都栽种着一株5寸左右的火红色小草。杨青猜测那应该就是他需要的龙眼草，不过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摘取，而是不断的用目光扫视着冰窟内的每一个角落。毕竟提示可是显示此处有着3只恐怖级异兽看守，马虎不得。就在他目光望向左上角一个巨大的山包时，提示再次浮现，以为躲这儿我就看不到了。虽然知道了一只地眼甲龙的藏身地，不过杨青也没立刻动手，而是继续观察。最终3只地眼甲龙都被提示找出，一只躲在右上角，一只躲在偏中间的位置，都是以山包作为掩护。第66章孵化。将真冰法杖取下，换上枯木法杖。真冰法杖能够释放冰皇破的机会只剩4次，即便加上所有寒冰武器充能，也只有49次，自然不能浪费在恐怖级异兽身上。而冰系技能杨青也只有疾冰之雨，这技能的消耗是火球术的10几倍，除非是面对大量异兽，不然性价比是远远不如火球术的。至于连射弩，虽然消耗更小，但面对恐怖级异兽，伤害方面多少有些疲软。火球术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此次攻击加成为9倍，9倍加成的火球直径已然超过2米，带着碾压威势的大火球冲向偏中间那座山包。轰！系统，你成功击杀地眼甲龙，巨大的冲击将山包炸得粉碎，而藏匿在里面的地眼甲龙更是瞬间被这股冲击秒杀。然即便如此大的声响，依旧没有让另外2只地眼甲龙现身。杨青自是不会客气，又是一棵火球术冲击向右上角的山包，这次触发的是6倍伤害，再次秒杀一只。声响同样巨大，但最后一只地眼甲龙依旧没有现身。杨青算是明白了，被一个个山包伪装起来的地眼甲龙只会被动的依靠山包上的龙眼草吸引猎物靠近，随后突然袭击完成绝杀，这才是此处冰窟蕴藏的危机。可惜碰上了带挂的，完美的杀招变成了靶子。火球术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此次攻击加成为2倍。轰！篮球大的火球冲向左上角最后一只隐藏着异兽的山包。好，仅仅2倍加成的攻击自然无法秒杀地眼甲龙。只见一只身长5米，好似披着一层火红色岩石铠甲的巨蜥，摆动着4条小短腿朝杨青撞击而来。它的速度不快，但却极具力量感，尤其是那条被岩石铠甲包裹的尾巴，随意摆动便能将一旁的山包拍成碎石。杨青没做任何闪躲，再次甩出一颗火球，正打算上前去收尸体，1倍的伤害提示让他有些傻眼。仅仅足球大小的火球砸在地眼甲龙脑袋上，虽然将其右眼炸成残废，但疼痛也激发了他的凶性，忍着疼痛加速冲来。我商标符号，这不靠谱的伤害。杨青念叨之余，急忙又是一颗火球甩出，同时身体开始朝后移动。在其原地，一大一小2颗火球先后浮现，猛地冲向地眼甲龙，带着炽热的冲击力将它掀飞数米，重重落在地上，没了生机。这一击触发了法杖的连射特性，3头地眼甲龙被系统自动分解。杨青取出兽源，选择融合，共增加4阶基因链开启度 3%。紧接着又将附近山包上的龙眼草与地上掉落的全部收起，共有26株。这时彩色提示再次给出指引，哪一座山包藏有资源都会单独提示一下，异常贴心。一共有7座，杨青一一记住，取出万能的镐头，吭哧吭哧开始挖掘。不久后，7座有资源的山包全部化作碎石，共收获火能石 X6、石块 X13、金刚 X12、电线 X8、赤焰铁 X3、金晶 X3、200克3会火腿 X3、500克烟熏牛肉 X3、初级法球、身强体壮 X1。至于其他山包，虽然也可以砸碎将石块打包带走，但一座山包的石块产量极少，将这些全部砸碎的话，少说也得几小时，太不值得。因此杨青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经过这么久的挖掘，他多多少少了解这个世界的规矩，凡是用来装饰冰窟场景的物品，比如古树、巨山之类的，想要将其化作材料打包，多少都会有些得不偿失。打开背包，将上古异兽蛋取出，放在冰面上。
再将10颗火能石以及龙眼草、龙眼花、龙眼根、龙眼果各一份，分别取出，围绕着上古异兽蛋摆放好。最后，杨青取出一把小刀，朝自己手指一划，然而却是丝毫没有任何痛感。他这才想到，以自己现在的体质，普通工具恐怕很难割破皮肤。又取出加一的水波剑，这才在食指上划出一道伤痕，将带血的手指往蛋身一抹。霎时间，原本安安静静的火红色异兽蛋挥发出无比燥热的气息，同时一旁的火能石与4样药材在慢慢融化，化作一丝丝火红色气流被蛋身吸收。每一丝气流融入蛋身，其表面的纹络就愈发耀眼。材料在逐渐减少，直到完全被融入。原本一动不动的红蛋忽然开始左右摇摆，随后抖动起来。咔！一声清脆的破壳声响起，蛋碎了。一只大约30来公分，有着双翅，全身通红并且冒着火焰的怪异家伙从蛋中爬出。系统：上古红龙，火焰中的霸主，无论是力量、速度、生命、精神均能成长到极致，性格暴躁，可一旦被他认可，将会是你最强力的伙伴。系统：恭喜你收服上古异兽红龙，可在宠物界面查看详细信息。哦哦！小家伙扑腾着翅膀飞向半空，面朝杨青，双眼不停眨巴，很是好奇。杨青则伸出右手靠近红龙的身体，想要试着抚摸一番。小家伙没有反抗，似乎也认出这是自己的主人。虽然他全身冒着火焰，使得周边的空气变得燥热，但当杨青真正把手掌轻轻触碰到小家伙的脑袋时，却感受不到一丝灼烧感。哦哦！小家伙摆了摆脑袋，在手掌上蹭了蹭。上古红龙，看看能力如何。杨青将手伸回，换出系统面板，点开宠物界面。除了小鸡外，又多了一串新的信息。上古红龙，等级普通级，年龄幼儿，状态健康勇敢，能力龙息，可朝前方持续喷吐极炎，能力上古龙族血脉，被动免疫任何控制。小鸡是需要饮用飞行类异兽才能增强，不知道这小家伙强大的条件是什么？难道需要喝龙血？看到那条被动技，杨青就知道这东西一旦成长起来，绝对是打群架的好手。凭着不怕控制又能飞行的特性，冲到人堆就是嗷嗷一顿乱喷，那场景啧啧。第67章出现了凝血器制作图。点开背包，将已有的各种品类血液分别用矿泉水瓶取出一份。来，小家伙，有没有爱喝的？杨青朝一旁的小红龙挥手示意，他准备先试试这些普通异兽血液有没有他需要的。小家伙看见有吃的，嗷嗷叫着飞了过来，用脑袋顶了顶其中一个矿泉水瓶，眼神中露出一丝渴望。地眼甲龙吗？看来确实是需要带有龙类的血液他才会喝，不过倒还好，像亚龙、地龙分解出的血液也不挑。杨青微微点了点头，小红龙的晋升条件虽说比小鸡要难一些，但只要有心，迟早也能提升得上去。将3份地眼甲龙的血全部取出，然后倒在小红龙嘴里，随即他的身体同样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大，一直长到接近1米的身长，这才停止。杨青看了宠物面板，依旧是普通级。他可清楚地记得，当初小鸡可是只喝了2份普通级血液，就完成了第1次晋升了。这小东西3份恐怖级的都喂不饱吗？你是龙族，你了不起。将手上剩余的几份血液自己喝了后，又朝着在半空瞎扑腾的小红龙说道：也给你取个名吧，就叫小红怎么样？嗷嗷嗷！小红龙疯狂摆动着脑袋，表示不行不行，难听难听。你这么能熬，那叫小敖怎么样？杨青想了想，再次说道。这一次小红龙的脑袋点得飞快，神情雀跃，表示很满意。杨青内心同样开心，2只宠物一冰一火，等到它们成长起来，自己只需要站在后方抽着华子，安安静静地看着它们将敌人的脑袋送进背包就行。目光望向四周，开始今天的第6次挖掘。能走的有3方，不过都是普通的资源库，最后选择了向下，里面有一个蓝贝壳，共计收获蓝贝壳 X1 500 ml 北鹏饮料 X3 500克番茄酱 X1 水晶 X8 海绵 X8。 喝了这么多血，喉咙总感觉有些粘稠，取出刚刚收获的北鹏饮料，拧开盖子，咕噜咕噜一口干完，这才感觉清爽不少，将瓶子收进背包，继续挖掘。第7次的5个方向基本也是以资源库为主，选择的是后方，共计收获金刚 X12 金铁 X12 金晶 X12 金银 X12 金铜 X12。 而此时时间也已经来到了中午时分，碎兵器之类的资源差不多快要加工好了，杨青也就没有急着下一次的挖掘。将庭院巨献，今天他准备整点烤肉。杨青算想清楚了，以现在猎杀异兽的速度，还想要和前几天一样，将每一份收获的血液都转化成属性，难度实在太大了。这边还在消化中，
那边就又有新的血液到手。最主要的是，他的脑子已经开始发出排斥的信号，现在每喝一份血液，几乎都是强忍着恶心灌下去的。这让他意识到，提升实力虽然重要，但是也得循序渐进。点开交易所，现在交易所上面的资源不可谓不丰富，一眼望过去，真有种进入小型超市一般的感觉。什么瓜果蔬菜、绿牛阔落、牛奶面包，应有尽有。同样，现在食物的价值也远不及前几天，而像金刚、药材、药剂这一类的稀有资源，价格都有所上涨。尤其是能石，只要出现在交易所内，都能引起很大的关注。而在关注度上，唯一能超越能石的，则是装备与法球。由此可见，大家已经从最开始的求实物状态，渐渐的往提升实力方面转变。尤其是等大部分活下来的人都开启了第一个基因天赋后，装备与法球将的热度还会持续增加。杨青翻看了一会儿，最终用一批肉食换了些瓜果大米类的种子，又分别搜索烧烤架、木炭、香油、孜然、胡椒、盐巴一系列制作烧烤的材料，换取后这才退出了交易所，将烧烤架摆在庭院偏右处，取出木炭，点燃放进烧烤架内。随后又取出5份刚刚猎杀的地眼甲龙肉、5份深渊火鸟肉、5份深渊雷息肉，分别放在烧烤架子上，一边烤着一边刷着香油。没一会儿，浓烈的肉香味扑鼻而来。小敖抽了抽鼻子，从原本数十米的半空逐渐飞到烧烤架前，望着上面的烤肉，哈喇子忍不住的从嘴角流出。别急，马上好。杨青笑了笑，见肉烤得差不多后，取出孜然、盐巴、胡椒、辣子面，分别撒在上面，最后再刷上一层香油。烤了几十秒后，这才挑起一块地眼甲龙肉丢给了小敖。小敖一口吞下，极美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嘶吼。杨青也挑起一块深渊火鸟肉，味美鲜香。又走到庭院角落，掏出以前挖出的几瓶冰花啤酒，左手烤肉，右手啤酒，爽的一批。最终烤肉不够吃，杨青又烤了20份，主要是小敖食量太大，这小家伙一口一份，丝毫不带停歇的。杨青还趁机看了眼宠物界面，状态健康、勇敢、极度满足。吃饱喝足，收拾一下碎冰器与贝壳分解器。这次贝壳分解器放的依旧是白贝壳，他已经打定主意，4台贝壳分解器分解4种不同颜色的贝壳。当然，红色贝壳只有2份，若是在接下来的挖掘中找寻不到其他红贝壳，2天后再换成其他的。接着又躺在摇椅上休息了半小时后，收起庭院，随便找了个角落，抽着华子解决下3级，这才开始今天的第8次挖掘。目光望向周边，6道提示随之而来：前边不通，勿想勿念；左边还行，安全无害，却也资源稀少；右边极度恐怖，别看了。上边居然有张凝血器制作图，来的也太及时了吧！不过里面有群蓝皮冰霜哥布林，领头的哥布林大王是恐怖级，不过最可怕的还是即将被唤醒的冰霜领主，他是旱地级。若是想要收取凝血器制作图，必须要直面冰霜领主，以你的实力动用真冰法杖无法造成有效的杀伤，唯有启动机甲平推，但必须准备好足够的灵能石。下方有一只正在歌唱的森林女妖，可惜你的烤肉吃得有点早熬，不然进去一边听着动人的歌声，一边享受着美味的食物，这才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歌声听完还能获得10点精神的增加。第68章，强悍的小敖。不用考虑，这次必然是要走上的。凝血器听名字就是和血液有关，虽然不知道具体功效，但杨青觉得把这东西搞到手，背包中的那一大批血液应该能温和有效的进入他的体内，从而化作属性。提示上说，想要安全通过上面冰窟，需要凑足灵能石，我现在只有8颗，凑足10颗，够重新给机甲更换一次灵能，应该差不多吧。杨青轻喃着，同时点开聊天界面，选择世界频道。杨青，龙国，收购灵能石，有愿意出售的带条件密，天价勿扰。消息发出，他便点开私聊界面，选择自动过滤垃圾信息，静静等待。没几秒，几十条带着各种要求的信息出现在他眼前，有要求装备的，有需求代工制作飞翼的，也有想要用能石换取寿元、寿血的。挑挑拣拣，最后杨青只觉得代工飞翼还算能接受。至于那些提出能石换装备的，也都回了个信息：5颗能石可换一把一阶武器，2颗能石可换一件，其余部位的一阶装备可以自由选择需要哪种加成的装备。值得一提的是，冰窟世界的装备属性种类并不是根据装备部位决定的，而是随机生成。换句话说，不同的头盔有可能加的是力量，有可能加的是精神。只要愿意，可以根据自身发展路线，而只选择某一种属性加成的装备穿戴。当然，装备加成的数值是一样的，一阶5点，2阶10点，并且强化出的属性也是和装备附带属性是同一种。
比如装备附带的是力量加成，那么你强化出的百分比也是力量加成。收到杨青信息的那些人，最终只有2个愿意换取，一个需求一件加力量的装备，一个需求近战武器，并且特性最好是附带锋利、流血、破甲之类的。其余要么没足够的能石，要么觉得太贵。事实上，杨青觉得自己出的价格已经是很公道了。以他这么久的挖掘经验来看，装备与法球的出货率是最低的，而品阶高点的更是几乎都有危险伴随。能石虽然珍贵，但经过这么多天，只要运气稍微好点，多多少少能挖掘出几颗。最终杨青收获了6颗灵能石，2颗风能石，其中待加工飞翼换取了1颗灵能石，一把一阶武器羊角笔换取3颗灵能石2颗风能石，一件亚麻护腕换取了2颗灵能石。而那些想要换取寿元、寿血的信息则直接被他无视了。灵能石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颗，足够给机甲添加1次灵能。杨青再次望向上方冰壁，这次提示显示可以动手，取出飞翼，升到最顶部，开始挖掘。18分钟后，一切准备就绪。小敖，准备战斗了。杨青将枯木法杖取出，一边提醒道：“哦！”听见战斗，小敖异常兴奋，顶了顶杨青后背，表示有些迫不及待。一人一龙越过雾墙，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一股刺骨的寒冷，哪怕以杨青现在的体质，依旧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小敖却是精神抖擞，虽是属火的，却好像在这感受不到任何不适。这货的上古龙族血脉还能御寒？哦！还不待杨青反应过来，随着一声嗷叫，小敖已经朝前方冲去。3只拿着狼牙铁棒的蓝皮冰霜哥布林正在那漫无目的游荡着，其中一只忽然感觉脑袋上似乎传来一股炽热，当即抬头望去，却见小敖吐着2米多长的龙息从半空俯冲而来，瞬间把他淹没。系统，你成功击杀冰霜哥布林。系统，寿元 X1。系统，寿血 X1。系统，一阶武器冰霜狼牙棒 X1。杨青有些懵逼，这货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好战了？同时，从系统提示来看，冰霜哥布林死亡是不会被分解成肉食，而是给了一把一阶武器。这群蓝皮小个子倒是蛮有价值的嘛。杨青也对这里的怪物来了兴趣，提着枯木法杖正要上前，2道系统提示再次传来，却见小敖已经将剩下2只冰霜哥布林解决，并且继续朝前方深入探索。杨青见状，急忙朝前方追去，没跑几步，又是一道系统提示传来，继续加速追去。终于是在一片布满小冰包的场地中，见到正朝着下方2只冰霜哥布林喷吐龙息的小敖。系统，你成功击杀冰霜哥布林。系统，你成功击杀冰霜哥布林。龙息杀伤力极高，几乎一个照面便将哥布林秒杀。小敖，停下！看着越来越兴奋的小敖，杨青急忙将他叫住，随后走上前继续道：“跟着我，别乱跑了，此处可没你看到的那么简单。”哦！小敖虽是还想继续上前寻找猎物，但对于杨青的指令也不敢违抗，耷拉脑袋飞在半空，没有再继续单独深入。直到这时，杨青才有时间细细观察此处冰窟的场景，一眼望不到尽头，空气中流动着薄薄的霜雾，虽然不会阻碍视线，但越是离中央地区靠近，霜雾便越厚。四周空荡荡的，只有下方冰壁上有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小冰包。杨青带着小敖继续深入，没走几分钟，便又看见5只冰霜哥布林在那游荡。小敖耷拉的脑袋瞬间提起精神，正欲上前，忽然想到了什么，脑袋歪着望向杨青，双眼中有着火芒跳动，他渴望战斗。去吧！杨青没有阻止，他也想看看这货的极限在哪，这样以后遇上强敌才好布置作战计划。哦！小敖再次兴奋起来，一个冲刺来到冰霜哥布林上方，随即龙息朝下方喷吐，1只、2只、3只冰霜哥布林先后倒地。终于在死了3个伙伴后，剩下2只冰霜哥布林这才反应过来，一只气急败坏的跳起他的小短腿，想要用手上的大棒将小敖的脑袋敲碎；一只节节乱叫，将手上的狼牙棒朝半空丢去。小短腿上窜下跳的够不着距离，被小敖龙息土中一命归西。望着飞来的狼牙棒，小敖没有做出任何闪躲，小脑袋往前一顶 ，Doom！ 狼牙棒被弹飞，随之脑袋一甩，龙息再次从其嘴中涌出，将最后一只还在节节乱叫的冰霜哥布林淹没。第69章冰霜领主。一人一龙不断在霜寒弥漫的冰窟中前行，期间他们又遇上2只冰霜哥布林小队，每一队分别是6只和7只，都是由小敖单独解决。经过这么久的战斗，小敖也不再如刚进来时那般精神，此时的他眼神萎靡，身上的火焰也暗淡不少，可见长时间喷吐龙息对他消耗不小。这时
前方又出现一支冰霜哥布林小队，看数量有8只。小敖见状，当即又打起精神，昂着脑袋再次冲了上去。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再喷吐龙息，而是凭借着肉身高额的防御能力与哥布林近战。一根根狼牙铁棒砸在他身上，好似没有任何感觉一般，反而还激发了他的凶性，张大嘴巴，利爪乱舞。而小敖的每一次爪击、撕咬都能将冰霜哥布林打得血肉模糊。看到这，杨青也差不多对小敖的能力有了个基本的了解。肉身无双，攻击强悍，速度也是1等1的存在。龙魔法更是有着远超同级别的杀伤力。至此，杨青也不忍心再看着他独自作战，扬起枯木法杖，就是几个巨大的火球甩了过去，将这群冰霜哥布林全部解决后，一人一龙再次前进。直到走了2分钟后，彩色提示忽然浮现：注意，前方的冰霜哥布林群正在举行唤醒仪式，你现在上前会将仪式干扰，同时也会失去凝血气制作图。杨青的目的就是凝血气，看到提示这么说，当即停下脚步，站在原地静静等待了5分钟后，忽然一道尖锐刺耳的叫声从前方传来，同时彩色提示也再次浮现：上吧，唤醒仪式已完成，冰霜领主即将苏醒，现在可以先去让那群蓝皮崽子们尝尝被电锯切割脑袋的滋味。领着小敖继续深入，越是往前，空气中的霜寒就越浓稠，视线也随着模糊起来。杨青忍不住将小敖搂在怀里，这才感觉暖和不少。又走了将近3分钟，霜雾寒越来越厚，能见度已经不足3米。忽然，一根带着尖刺的狼牙铁棒从朦胧的霜寒内飞出，第2根、第3根密密麻麻，纷纷朝杨青砸来。雷伊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持，本次雷伊防御效果为5倍自身精神强度，想要完全闪避掉如此密集的攻击概率不大，因此杨青也是第一时间释放一道雷伊。一根根狼牙铁棒砸在雷伊上，带起滋滋声响。虽然杨青也在尽力闪躲，但狼牙铁棒的数量太多，还是有很多道攻击躲闪不及。直到将雷伊的防御能量砸掉将近一半，攻击这才停止。而杨青也立马点开背包，取出机甲。此时的机甲经过前2次战斗和第1次练习的损耗，灵能还剩余 35%。 打开机甲舱。由于宠物是不能跟随进入机甲舱，因此杨青只得独自进入，并且吩咐小敖跟紧自己，不要擅自乱跑。站在机甲舱内，视线稍微宽敞些，并且安全感大大提升。继续往前深入，没多时，又是一批密密麻麻的狼牙棒飞来。杨青操控着机甲将小敖护住，顶着狼牙棒雨朝前快速冲去。跑了有数十步，终于见到那群投掷狼牙棒的冰霜哥布林，领头的是一只恐怖级的冰霜哥布林大王，危险级的有5只，剩余30来只普通级。横扫！杨青没管他谁是谁，操控着机甲一个跳跃来到哥布林群，随之电锯臂向下横甩，瞬间清空一大片。右臂的巨大狼牙棒同时砸下，又是一大片冰霜哥布林被带走。而经过2波的投掷，这群冰霜哥布林手上大都没有武器，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急得原地乱蹦。冰霜哥布林大王同样怒气腾腾，双手拿着一根巨大的狼牙铁棒，2脚张开，高高跃起，朝机甲脑袋砸来。滋啦！杨青将电锯转动，对着跳到半空的冰霜哥布林大王就是一个拍击，随后右臂狼牙棒以打高尔夫球的姿势一甩，噗！冰霜哥布林大王化作碎肉。足，目光望向四周，还剩一些没武器的冰霜哥布林，踏步上前，用不着释放大风车，单靠左右2只强横的巨臂不停甩摆，一只纸蓝皮崽子就好似纸糊一般，仅仅只是一些余威都能将它们切成2半，砸成碎肉，纷纷化作材料进入杨青的背包。啊！这时，一声声刺耳的声响忽然从周边不断冲击而来，伴随着声音，空气中的霜寒似乎在慢慢变得薄弱。杨青操控着机甲想要继续向前，忽然一道直径约有3米的大冰球从半空瞬间凝聚，砸向机甲。杨青连忙操控机甲闪躲，但机甲伤害虽足，灵敏度却是有所欠缺。大冰球的边缘还是砸在了机甲右臂的肩膀上，同时也激发了一层白色的能量罩。能量罩将大冰球的攻势抵消，却也损耗了 6% 的灵能。这时，一颗又一颗与刚刚同样大的冰球再次被凝聚在半空，空气中的霜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稀薄，一颗一颗大冰球依次下落，好似锁定一般砸向机甲与小敖。杨青连忙将小敖护在胸前，低着头努力地做出闪躲，但冰球下落的速度极快，几乎每一次都多多少少能砸到点机甲的身体，使得杨青心都在滴血。仅仅10几秒的功夫，机甲内的灵能就已经见底。杨青换出更换机甲灵能的界面，看准冰球攻击的一丝间隙，
点击更换。霎时间，机甲再次恢复100%灵能，同时背包内也少了10克灵能石。冰球还在不断的被凝聚下落，直到机甲灵能再次被耗到只剩下54%。空气中的霜寒几乎是已经稀薄的感受不到任何寒气。大冰球终于不再浮现，杨青缓了口气，同时望向四周。前方不远处有一座2米多高、约4米宽用冰块堆砌的祭坛，祭坛上有一个漂浮在半空、身长3米左右的冰晶身影。他的双臂伸直，2只冰晶手掌正面朝上，同时他的冰晶身体正在渐渐消散，化作一缕又一缕的蓝色寒芒，飞向四处。这是释放了个超强大招，把自己整挂了。不过怎么没有系统显示击杀的提示？正当杨青疑惑间，彩色提示忽然冒出：快！这货要逃！最后一缕蓝色寒芒就是他的本体。此时他虚弱得很，走上前，用你的小手轻轻一握，就能把他抓住。第70章，巨额提升，恐怖的杨青，原来道在这儿。提示一出，杨青便已经走出机甲舱，迅速跑向祭坛，一上来便被祭坛中央一个黑色贝壳吸引住了心神，强忍着冲上去打开的欲望，转而将目光放到半空中正在消散的冰霜领主身上。此时的冰霜领主已经消散过半，只剩下上半身，看模样像是人类的体型，但却没有人类的生理结构，分不出是男是女，真要说更像是一个冰雕。点开背包，取出飞翼，漂浮到半空静静等待。没多时，冰晶身影只剩下一个头颅，接着从下巴、嘴唇渐渐全部消散，直到最后一缕蓝色寒芒浮现，正要朝远处飞去时，杨青眼疾手快，右手一掏，瞬间感觉手掌冰冰凉凉，很是舒服。系统：冰霜领主的本源 X1。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查看，而是把目光先望向祭坛中央的黑色贝壳。系统：黑色贝壳比红色贝壳高1级，能开出珍贵的物资，也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贝壳安全无害，放心打开。来自系统提示与彩色提示同一秒出现。看到比红色贝壳还要高1级的字眼，杨青瞬间就激动了，快步走过去，蹲下身子将贝壳打开，随后伸手一掏。系统：黑贝壳 X1。系统：凝血器制作图 X1。系统：灵能石 X9。系统：冰能石 X9。系统：水能石 X9。五行能石 X2。系统：4阶戒指流霜戒指 X1。系统：4阶护腕流霜护腕。果然，比红贝壳开出的资源又要高出不少，连4阶装备都开出来了。杨青内心狠狠一颤，随之打开背包，先是将他最在意的凝血器制作图取出，选择学习。点开制造界面。凝血器：灵能石13%，火能15%7%，风能15%6，玻璃20%32，水晶气灵20%，金晶20%28，金银20%19，金铜20%30，金刚71210。材料只差一份金银，剩余的材料有一些是来自上古祭坛众人遗产里的，但大部分还是他自己收集的，尤其是金晶、金银、金铜这3种，在祭坛内更是没有收获到一份。点开交易所，金银很少，价格都不便宜，最终花费了2份鼠肉换取了一份金银。点击制作。系统：凝血器 X1。点开背包，取出凝血器，一台高半米左右，主体为银白色的精密仪器出现在杨青眼前。仪器上方有一个水晶制作的小漏斗，中间部分有一个直径大约3公分的出口，出口下还有一个玻璃托盘。杨青点开一旁的说明，仔细观看后，这才对凝血器有了个基本了解。这的确是一台能够将大量异兽血液进行融合凝练的仪器。具体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将10份同级别的血液放进仪器上方的漏斗，点击加工，便能得到一颗被凝练的血丹。吞服血丹能够增加的属性与10份血液增加的属性是一样的。杨青有些迫不及待，直接取出10份普通极盐属血，放进漏斗，点击凝练。10秒钟后，仪器显示凝练完成，同时在中间出口处溜出一枚啤酒瓶盖大的血丸。杨青从玻璃托盘上拿起血丸，放入口中直接吞下。系统：精神 X20。一股奇异的暖流在身体中迸发，并且丝毫感受不到饱腹感。这下再也不怕异兽血液喝不完了。杨青很是兴奋，对于他这种时不时就能收获大量异兽血液的猛人来讲，这台机器的作用可以发挥到极致。随后他又查看了下机器的损耗，还剩余98%灵能，也就是说凝练10份普通级异兽血液的损耗是2%，可以接受。继续取出异兽血液，倒进漏斗，一颗颗血丸不断从出口溜出，又被杨青吞下，而它的各项属性也是在不断拔高。半个小时后，终于将背包内血液全吸收，加上今天直接饮用的，它的属性一共是增加了。力量182点，主要都是来自于黑岩犬
和冰霜哥布林的血液加成。敏捷122点，主要都是来自于渊狼和红莲螳螂的血液加成。体质142点，主要都是来自于深渊雷息和极炎魔王的血液加成。精神86，主要都是来自于鼹鼠和极炎魔王的血液加成。随后又将那2件4阶装备取出，穿戴。点开个人属性界面，姓名杨青，力量372，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10，敏捷365，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15，体质314，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15，精神332.69，正常成年男子时装备加成129.69。装备武器1阶枯木法杖，特性连射。衣服1阶布衣，体质 X5。头盔3阶银月头盔加1，精神 X29.69。护腕4阶流霜护腕，精神 X40。鞋子2阶虎纹鞋，敏捷 X10。裤子2阶暴风长裤，力量10。护腿1阶麻布护腿，敏捷 X5。腰带2阶暴风腰带，体质 X10。项链2阶虎纹链，精神10。戒指左2阶鱼纹戒，精神 X10。戒指右4阶流霜戒，精神 X40。4项属性均已经突破300大关，现在必须3份普通级别的血液才能增加一点属性，而1份危险级的血液也仅仅只能增加1点。将凝血器收进背包，一次性增加了如此多的属性，杨青此时真有种脱胎换骨般的感觉。无论是力量速度，他都能明显的感觉到提升，至于精神那更不用说了，几乎已经可以不在乎损耗的释放火球术了。而后又取出冰霜哥布林的兽源全部融合，一共增加了 17.25% 的4阶基因开启度。最后又从背包取出冰霜领主的本源，查看一番，系统给出的说明是制作武器的优质材料，和冰龙之力一样，也是属于暂时用不上的玩意儿，丢进背包，准备开始挖掘。今天的挖掘次数还剩余2次，此时杨青干劲十足，准备一口气全部搞定。观察周边，提示一一浮现，5个方向都能挖掘，其中上方冰窟有一道魔法沙阵，万象雷影，提示却显示可以直接肉身横渡，可见杨青现在的体质有多惊人。不过他却没有选择挖上，而是选择了右边，因为上方虽然有魔法沙阵镇守，但却没有任何奖励。杨青还没无聊到平白无故的去招雷劈。第71章隐身埋地雷。右边有一只受伤的人鱼，如果你能给他1份治疗药剂，那小气的人鱼将会赠予你10份水晶作为酬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火球将他的脑袋砸烂，这样你将会收获一个装满资源的红贝壳。红贝壳杨青自然是很感兴趣的，取出镐头开始朝右挖掘。这次的冰壁很薄，仅仅8分钟便将其挖碎。系统冰块 X10， 带着小敖走进雾墙，前方角落里确实趴着一只满是伤痕的丑陋人鱼。杨青走了过去，人鱼看见有人类过来，叽里呱啦开口发出怪音。杨青听出他的意思，善良的人族，请赐予我1份初级治疗药剂，当然有中级或者高级治疗药剂会更好，巴巴沙会给予你丰厚的报酬。好的，接着杨青一边开口，同时伸出右手，一道6倍伤害的大火球瞬间被凝聚出来，朝着人鱼那丑陋的脸庞砸去。哦 XXXXXX 系统，你成功击杀人鱼巴巴沙。系统，恐怖级人鱼猿 X1。系统，人鱼血 X1。系统，2阶武器闪耀的3叉戟。随着系统提示浮现，原本躺在角落的人鱼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个红色贝壳。走上前，正要去打开贝壳，脑海中的彩色提示随之飘出：被人鱼诅咒的贝壳妄自打开会被标记鱼鳞印记，从此成为人鱼一族的仇人，无法再与人鱼族交易。避免诅咒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不要打开，可等10分钟后投掷命运金币时，神辉显现的一刹那再打开。神辉能消除一切诅咒。杨青只得暂时蹲在红色贝壳一旁，静静等待，直到10分钟后取出命运金币，彩色提示再次出现：你此次投掷会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赐予你命运斗篷。将命运金币平放在右手大拇指上，随之用力朝上一弹，叮，金币向上翻滚。系统，你投掷了1枚命运金币。霎时间，银灰色的光芒照耀在整个冰窟。杨青猜测这应该就是神辉了，连忙将贝壳打开。一块有些妖异的黑色鳞片从贝壳内主动窜出，但立刻便被周边无尽的神辉照耀，化作丝丝黑雾逐渐消散。同时，一件同样为银灰色的斗篷凭空出现，飘落在杨青跟前。随之冰窟内银灰色的光芒也就此消散。制作斗篷的材质不像是实物，反而有点类似于一层又一层永远不会消散的银灰铺叠而成。银灰上还有一条条很明显的银色纹络，
看起来有点类似于夜晚星空中划过的流星。杨青将斗篷抓起，丝毫感觉不到任何重量与触感。斗篷一旁出现2道系统提示：系统是否穿戴，注：命运斗篷属于工具类物品，并不会出现在装备界面。系统命运斗篷来自命运之神的赐予，穿戴后会成为命运之神的信徒，并且可获得3种命运之神赐予的能力。特性1：命运指引，每天可推算一次下个冰库内的场景。特性2：命运审判，每天可释放一次自身精神1000%的攻击。特性3：命运之影，每天拥有一次绝对隐身的机会，持续时间3分钟。这件斗篷放在任何人手上都可以称得上神器，但穿着杨青身上却有些可惜，毕竟它有提示。第一个特性命运指引是用不上的，第二种特性讲道理不如它的火球术，唯一能用得上的就是第3种特性了。但是上面显示穿戴后会成为命运之神的信徒，这让杨青有些纠结，他不知道成为信徒需要付出什么。这时彩色提示给出了答案：神无法直接伤害信徒，但会通过种种诱惑让世人为其所用。当然，若对方是命运之神的话，可能连诱惑你的心思都没有。虽然不知道这货为什么会降下神之斗篷，但也可以放心大胆的穿戴。看见这段提示，杨青第一个想到了雪屋奈学子，他也是披着一件斗篷，难道也是哪位神的信徒吗？不过既然提示显示没啥大的副作用，杨青也不再纠结，毕竟每天一次隐身用得好是可以创造一些奇迹的。选择穿戴，斗篷很短，披在身上差不多只能遮掩住腰部下一点的位置，看上去后背好似贴上一层薄薄的银灰色的光。试试特性，杨青对命运指引挺感兴趣的，他想知道这种指引与彩色提示有什么区别。随便找了一面前方冰壁，开启命运指引。忽然在他眼前出现一道银灰色的提示，一只饿极了的冰纹虎正在寻找猎物。啊，这太哇了吧！一共5面冰壁，每天给出一次指引，一天也只能排出1面冰壁。换句话说，想要确定出一个完美的方向，需要等待5天。同一时间，彩色提示也在脑海浮现。前方冰壁内有一只恐怖极异兽冰纹虎，以你的实力有数十种方法将其暴杀，但我还是建议直接使用火球术迅速解决战斗，这样多出来的时间吃烤肉悠悠哉哉，岂不爽乎？还是自家提示贴心，不只能发现问题的各个方面，还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杨青内心坚定，将命运指引打入冷宫。呼，又把目光放在一旁被打开的红色贝壳上，怀揣着一丝期待，杨青把手伸进贝壳。系统红贝壳 X1， 系统灵能石 X5， 系统水能石 X5， 系统土能石 X5， 系统终极陷阱魔法地雷制作图 X1， 系统终极法球双重水剑，系统终极法球水波斩，系统3阶武器千重流盾牌。眼看将贝壳掏空，杨青又取出人鱼元，选择融合，增加了 24% 阶基因开启度。今天还有最后一次挖掘，杨青将目光望向其他几个方向。最后右边冰壁的提示引起了他的注意，右面有一群正准备举行篝火晚会的冰霜狗头人，领头的是一只旱地级，正常情况不建议进去，因为这群狗头人又穷又难缠，实在有些不值得。但是这处的狗头人统领居然有一块决斗场令牌，收获这块令牌，你的系统面板上又可以开启一个新的选项。以你的实力虽然可以对付这群冰霜狗头人，但是也会损失惨重。我建议可以将魔法地雷制作出来，然后隐身进入他们举行晚会的祭坛下，埋上几个足以将他们送上天。第72章魔法地雷决斗场令牌。虽然不知道具体作用，但能在系统面板上多开发一个选项的物件，杨青还是很感兴趣的。点开背包，取出终极陷阱魔法地雷制作图，选择学习。点开制作界面，终极陷阱魔法地雷，灵能石11，雷能18，土能石16，水能石23，火能石2，水晶50%。一个一次性的物品需要5颗能石，而且提示上显示想要炸翻那群狗头人需要的魔法地雷可不止1颗。杨青有些犹豫，不过想着一只旱地级外加一群狗崽子的兽源，应该够自己开启第4条基因链，况且还有开发新选项的诱惑，最终还是点向了制作。系统魔法地雷 X1， 从背包取出一个黄、蓝、红4色有着脸盆大的水晶球出现在杨青手上。系统魔法地雷威力巨大，请小心使用，可融入泥土、冰块、山石、湖泊等场景。引爆方式：1公里内可精神控制；2定时引爆。这东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装饰品吧，花花绿绿，完全感觉不到有任何危险。不过消耗5颗能石制作的玩意儿，威力想来不会差到哪去。杨青心中稍加思索，又点击制作了一个。
随后走到右面冰壁前，彩色提示给出了新的指引，表示2颗魔法地雷足以将大部分的冰霜狗头人轰成渣，剩余活下来的只需要补刀就行。取出镐头，开始挖掘。18分钟后，冰壁破碎。走了，小敖，打完这波就能吃晚饭了。嗷嗷嗷！听见吃，小敖又想起了中午的美味，哈喇子不自觉从嘴角滴出。踏进雾墙，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冰霜大树。一排排从冰面生长出的雪白大树阻隔了杨青的视线，但却依稀能听见从树林中传出汪汪汪汪汪的叫声。走上前，随手用镐子刨了下旁边的冰霜大树，得到系统提示，想要完全将大树刨断依旧是需要12个小时。对此，杨青早已习惯，对于这种装饰场景的资源，基本只能看看。将镐头放进背包，取出枯木法杖，带着小敖往冰霜谷林内深入。一直走了数分钟，也没有遇上一只冰霜狗头人。但耳边传来的汪汪声却是越来越嘈杂，直到又走了几百米，这才看见前方有一片巨大的空地，空地四周被冰霜古林包围，同时还摆满了一个个白色的帐篷。空地中央位置有一个直径4米多、用木材堆砌的祭坛，祭坛四周一只狗头人正忙碌着将一根根木材打着堆，摆放在冰面上。杨青大约数了下，空地上冰霜狗头人的数量大约在25只，当然帐篷内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提示上说的旱地级冰霜狗头人统领，并没有处在前方的狗头人堆。小敖看见又有战斗，瞬间精神起来，正准备冲过去，被杨青按住。你先待在这儿躲好，我去埋雷。说完便将命运之影释放，一层淡淡的银灰色光芒将杨青的身体包裹。在小敖眼中，杨青的身影是瞬间消失。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内心有些着急，自己的主人刚刚还在说话呢，怎么突然消失了？急的是上蹿下跳。杨青见此情况，知道是隐身特性生效了，连忙说道：别急，我藏起来了，你安心在这等我。说完也不敢耽搁，开始朝前方空地跑去。隐身时间只有3分钟，得抓紧时间。从一只狗头人周边穿梭而过，来到祭坛一旁。从狗头人摆放的木材堆可以看出，他们的篝火晚会应该就是围绕着祭坛举行。祭坛高有3米，底下是用一根根树枝支撑。杨青走到祭坛最底下中央位置，直接将2颗魔法地雷取出，全部融入在下方冰面之中。魔法地雷有他的精神印记，想要引爆只需要1个念头就行。当然这个距离不能超过1公里。隐身时间还有不到2分钟，杨青见地雷已经埋好，当即便开始往回跑。眼见时间还很充裕，他忽然想试试这个所谓的绝对隐身效果，在触碰到活物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在路过一只冰霜狗头人时，赏了他一个大逼兜。莫名受到攻击，冰霜狗头人的脑袋左右摇摆，汪汪直叫。看到旁边一只路过的狗头人，当即便用手上的冰矛捅向他的大腿。另一只狗头人能受这气，扬起冰矛立马反击，二狗很快扭打在一起。至于杨青，见隐身效果这样都不会破除，内心愉悦的跑到了小敖身边，直到3分钟时间一过，这才显出身形。狗头人的篝火晚会还在准备中，一只鲜活的异兽被他们从帐篷拉出，带到祭坛。一直等到冰库内的光线渐渐暗淡，冰面上的木材堆都被点燃，一只狗头人也从帐篷内走出。而杨青也在这时终于是见到了那只旱地级狗头人的模样。他身高有3米，手上的冰矛与他齐高，普通级的狗头人在他身边真就像个只会汪汪叫的崽子。狗头人统领进步走到祭坛之上，随着他一声大叫，其余狗头人纷纷聚拢在祭坛周边。一时间汪汪汪汪汪的叫声震耳欲聋。杨青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狗头人群，兴奋了。普通级、危险级，1只、2只，兽源，都是兽源。随即念头一动，一股狂躁的气息从祭坛底下蔓延出来。土、水、火、雷4种元素交织在一起，同时从祭坛底下升起2道黄、蓝、红、紫4种颜色融合在一起的光团。其余狗头人还在狂欢，唯有旱地级狗头人统领第一时间感觉到不安，一张狗脸瞬间扭曲，当即便要跳下祭坛。但就在这时，轰轰，第73章炸飞他们。2股巨大的冲击从局部传来，狗头人统领率先被炸飞，一张狗脸深深地贴在最上方冰壁上。紧接着4色元素发出刺眼到极致光芒，周围的冰霜狗头人有的如被收割的麦子一般向后倒飞，有的刚被炸到半空又重重落下。狂暴的魔法元素肆虐着周边的一切，木质祭坛化作灰烬，一只只冰霜狗头人或分解，或麻痹，或烧焦。空地上没有任何哀嚎，也听不见汪汪汪汪汪的叫声。杨青眼前则是不断浮现出击杀的系统提示，以及一颗颗兽源、兽血。冰霜狗头人与冰霜哥布林一样，死亡后不会分解出肉食，而是给了一把冰霜长矛。砰！
狗头人统领从最上方掉落下来，他全身血肉模糊，布满了裂缝，好似要被分解一般。杨青走上前，扬起手上的法杖，轰轰轰，一颗又一颗的火球砸了过去。系统，你成功击杀冰霜狗头人统领。系统，兽源 X1，系统，兽血 X1，系统，4阶武器冰霜长矛 X1。直到系统提示传来，这才停手，继续向前走去。来到狗头人统领死亡的地方，冰面上遗留着一块巴掌大的黑色令牌。弯腰将其捡起。系统，决斗场令牌 X1。又把目光望向周边，木材、帐篷、布匹化作碎末漫天飞舞，只留下一些铁块、铜块之类的坚硬之物。杨青将附近遗留的资源全部捡取，最后只收获铁块 X29、铜块 X23、金刚 X12、水晶 X9。确实够寒碜的，这么一大群狗头人小队凑不出一个像样的宝贝，难怪会被提示嫌弃。眼见此处资源搜刮完毕，杨青也不再停留，转身朝一边的冰霜古林内走去。这个地方血腥味太重，自然是不适合晚上居住。在古林中兜兜转转，最后终于找到一处较大的空地。杨青将庭院具现，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取出那块决斗场令牌。系统，决斗场令牌，使用后可在系统面板上开启决斗场选项，点击使用，换出系统面板，在基因选项后方确实出现了一个决斗场选项。点击决斗场，上面又有3个选项：随机商城、对战、排行榜。杨青先是点击随机商城，里面共有20个商品，各个品级的物品都能看见。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张究极机甲制作图，叫做破天者。不过想要换取上面的商品，需要一种叫做决斗点的东西，而那张破天者机甲需要的点数为10万。这大饼画的一看就老企业了，简单粗暴。杨青忍不住吐槽，因为上面最便宜的商品需要10点决斗点，由此可见决斗点的获取难度绝对不会低。同时，这些商品都是每24小时刷新一次，也就是说，24小时后破天者机甲或许又会变成什么9阶武器、究极法球之类的。总之，大饼天天有，就看有没有本事来拿。随后，杨青又点击对战，2个新的选项出现在虚拟面板上：单人决斗、5人决斗。分别点击一遍，得到同一个结果，人数不足，无法匹配对决。又把目光放在一旁的说明上看了会儿，这才对这个对决有所了解。简单来讲就是，只有等其他人也开启了决斗场选项，才可以随机匹配开启决斗。每个人一天一共只有5次决斗的机会，对决不会死亡。单人决斗、5人决斗都会损耗1次决斗机会，每赢1场会获得10决斗点，输只有5点。同时，连胜会额外获得连胜场数 X1 至100的额外决斗点，也就是连胜2场可获得2×2的额外决斗点，连胜90场可额外获得90×90，也就是8100的决斗点。而连胜超过100场，可获得的额外决斗点也是连胜场数 X100， 还不错。以后晚上的时间终于有点乐子了。对这个玩法，杨青还是很喜欢的，毕竟谁能拒绝睡前虐会儿菜呢？不过现在开启了决斗场选项的，估计只有他一个，估计还得等几天才能体验这个功能。经过冰霜哥布林事件，杨青的4阶基因链开启度已经达到了 97.25%。4阶基因链的需要4只普通级兽源才可以增加 1%， 因此杨青直接融合了15颗普通级冰霜狗头人的兽源，成功开启第4条基因链。点开基因选项，将特级法球风之束缚融合至第4条基因链。4个法球技：控制、防御、群攻，低消耗单攻，再加上真冰法杖附带的多段单体攻击，可以说杨青的技能搭配已经很全面了。继续融合，剩余的兽源一共给杨青带来了 13% 的5阶基因链开启度，其中20颗普通级兽源只增加了 4%。6颗危险级增加了 2%，2颗恐怖级增加了 1%，1颗旱地级增加了 6%。再取出凝血器，由于其他级别的血液凑不够10份，因此杨青也只得暂时凝聚3颗普通级异兽血丸，一一吞并后，又将那份旱地级兽血一并喝了，共增加 29.9 的敏捷，其中3颗血丸加了 9.9， 剩余其他级别几份兽血暂时没管，等哪天凑够颗10份再凝聚为血丸吞服。随后又把目光放到良田上，此时的时间已经是晚上7点多，良田内的种植物已经全部成熟，尤其是昨天种植在林田上的冰果，那让他很感兴趣。起身走到良田一旁，先把黑土和红土上的种植物收取，最后把目光放在领土良田上，一颗颗拳头大的白色果子看上去就很鲜嫩，将果子全部收取。系统：灵冰果 X18， 取出一颗灵冰果，一口咬下，
当真有种3伏天搬了5小时砖，忽然吃上一块冰镇西瓜的感觉。就一个透心凉，巴适。系统：力量 X1， 敏捷 X1， 体质 X1， 精神 X1。一颗果子吃完，系统提示也随之飘出，共加了4点属性，看起来不多，但要知道杨青现在的属性均已突破300大关，4点属性可是相当于12份普通级兽血的加成，绝对不低了。来，小敖，尝尝。杨青丢了个凌冰果给小敖，只见他一口吞下，随之又伸出舌头甩了甩，显然这个味道并不是他喜爱的。可忘了你属火的，这东西估计吃不惯。杨青不好意思地拍了拍小敖脑袋，随之又道：“等下给你做烤肉去，今晚让你吃个够。”听见烤肉，小敖疯狂点头，表示爱吃爱吃。杨青则蹲下身子，继续往领土田粮内种植了3份冰果。他想起了被封印在上古祭坛的小鸡，这东西他应该会爱吃，这几天多种一些，到时候让小鸡也爽一爽。至于剩下的红土良田和黑土良田，依旧种植的是大米。第74章，略显平淡的一夜。良田这边搞定，杨青又走到烧烤架边，准备制作今天的晚餐。依旧和中午一样，各种烤肉安排上，一人一笼，足足吃了6斤，这才善罢甘休。吃饱后，杨青躺在摇椅上，一边等待着碎冰器与贝壳分解器加工完成，一边看着聊天界面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相比于小鸡的自律与上进，小敖则要懒散得多。吃饱后，自己找了块空地，静静趴在那一动不动。天赋高，所以为所欲为。杨青嘀咕了一句，便没有再管他，继续看着聊天界面上不断滚动的信息。话说，大家基因链开启度都达到多少了？有没有大佬秀一秀，让我等开开眼？也就98%吧。明天我和我的队友应该都能开启基因天赋了。说实话，有点激动的睡不着。我86%了，明天努力，争取也将基因天赋开出来。哈哈，我已经达到100%了，并且开启的基因天赋是巨力，力量增加50%。请问有没有适合力量方面的法球与武器？我愿意使用能石交换。我开启的是基因天赋是盾牌精通，持盾时能完美增强40%的防守能力。求一面盾牌类武器，本人可用能石或其他稀有资源换取。随着这么多天的发展，现如今聊天界面上的话题大都以基因天赋为主了，而这也是杨青乐于见到的，因为这样他储存的一大批装备与法球就有销路了。随即点开交易界面，发布了2道售卖信息：卖家杨青，龙国。交易品一阶武器冰霜长矛。需求任意能石5颗。备选任意紫贝壳5个，或者红贝壳2个，或黑贝壳1个。库存35。卖家杨青，龙国。交易品一阶武器狼牙铁棒。需求任意能石5颗。备选任意紫贝壳5个，或者红贝壳2个，或黑贝壳1个。库存63。除了收购能石以外，杨青这次还附加收购了紫贝壳和红贝壳贝壳。至于白贝壳和蓝贝壳太常见了，他手上背包的存货完全够用，而且这种大众货也没必要囤着。将这2大批一阶武器挂上去后，杨青又在聊天界面发送了一条信息：杨青，龙国，各类一阶武器换取5颗任意能石，各类初级法球换取任意10颗任意能石，数量不多，先到先得。除了冰霜哥布林和冰霜狗头人群分解出的装备，他手上还有一批在上古祭坛那群人遗产中捡取到的装备，以及自己挖出来的。这次他准备将所有一阶装备以及初级法球全部换成能石。他制作图多得很，能石完全不怕多，而这种低品级的法球和装备却是完全用不上。至于2阶装备和高品级的法球，暂时不急着售卖。毕竟市场上若是突然出现大批等级不一的装备，大家的目光自然都会往高品级上面看齐，哪怕暂时买不起，也会想着勒一勒裤腰带，等存够了能石再一步到位。这样一来，自然会影响低品级装备法球的销路。当然，这个时间也不能拖太久，不然等别人手上也开始有多余的高品阶装备，那么杨青就会失去定价权，只能跟着市场上的价格走。简单来讲就是，只要永远比别人快一点点，那杨青就能一直将手上的资源最大化利用起来。但是价格也不能太黑，毕竟装备法球不同于刚开始的食物，人家只是需要，而不是一定就得现在要。与下午不同，这次消息一经发出，就有不少人发来私聊，表示愿意交换。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来是因为晚上大家都处于休闲时刻，观看聊天界面的人多；二来自然也是因为经过一下午的时间，又出现了不少开启基因天赋的玩家。毕竟以大家的发展进度，现在应该是有不少玩家都达到了开启基因天赋的临界点，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有人从普通人变为基因强者。杨青看着私聊界面上的信息，一条条筛选，最终将自己背包内剩余的一阶装备以及初级法球全部交易出去，共收获灵能石 X10、火能石 X13、
风能时 x12，水能时 x10，冰能时 x11，雷能时 x13，土能时 x12，木能时 x8，子贝壳 x5。至此，杨青手上的一阶装备与法球全部交易出去，再等交易所那一批装备售卖出去，那他手上的能石将会来到一个海量。点开制作，把目光放到灵能热水器制作公式上面。忙活了一天，是时候好好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了。灵能热水器，灵能石19%，水能石31%，火能石13%，金刚890，金铜510，铁块1260。点击制作。系统：灵能热水器 X1。将其从背包取出。与杨青记忆中的热水器不同，这是一台长宽只有50公分左右，高却有2米的钢铁仪器，整体看上去更像一面长方体的钢铁墙壁。钢铁墙壁正面有无数个精致的小孔，一旁还有几个铁质小按钮，用来调节温度和出水。杨青点了一下出水按钮，热水器整体瞬间浮现出一条条红蓝两色的纹路，同时正面墙壁上的小孔不断有水流滋出。杨青见状，连忙将装备和衣服全部褪去，随后将水温调至合适的温度，舒舒服服开始享受洗澡带来的舒适感。洗完后，又把穿了几天的衣服顺带洗一下，最后瞄了一眼热水器的灵能损耗，灵能剩余 59%。好家伙，这多洗几个澡还不得洗破产。果然凭空生产的水那就是贵，而这也打消了他用热水器产水售卖的想法。毕竟按照他刚刚的用水量来看，即便将所有灵能耗完，所产出的水也是远不及5颗灵能石来的珍贵。穿上装备稍微遮掩一下，随后又在摇椅前升起一堆火，把衣服架在火堆旁，让其慢慢烘干，而自己则继续躺在摇椅上，直到碎冰器加工完成，这才将水全部收取。其中第一台碎冰器经过这么几天不停歇的加工，灵能已经完全耗尽，杨青又给融合了一颗新的灵能石。而贝壳分解器也只有一台分解白贝壳与一台分解蓝贝壳的加工完成，将微尘分别取出，又重新分别添加了一份白贝壳与蓝贝壳，二者的加工时间分别为6点10与12、10。看着背包中的蓝色微尘，杨青忽然有些好奇，装备经过2次升级又会加成多少？取出真冰法杖，走到装备升级器一旁，打开双开门，将法杖与蓝色微尘分别放入圆形金台与悬浮在金台上方的杯子中，点击升级。10秒后升级完成，将装备取出。系统：真冰法杖加2，精神正 14%。系统：真冰法杖，武器特性1，真冰附加，释放任何冰属性技能可增加 70% 伤害。特性2，冰黄沙，可释放出7只真冰凤凰，连续对目标造成7次伤害，每次伤害为自身精神的 90%， 剩余释放次数4。注：融合一份百年寒冰可增加1次释放，同样是增加了 7% 吗？这么看来，装备强化加成的数值应该是每强化1级都会增加1次与装备阶数同等的数值加成。对于这种结果，杨青还是很满意的，毕竟这可是百分比加成，等强化等级高了，是可以对属性总量引起质变的。第75章暴杀小萝莉。翌日，吃过早餐，收拾下庭院的资源，杨青也开始了今天的挖掘。围绕着此处冰窟转悠了一圈，彩色提示一一给出方案。右边安全无害，但也只有一些普通的资源。上面是一片战争废墟，只有几只以腐肉为食的黑岩乌鸦。走下面有2只正在做早操的寒冰食人魔。前方倒是有一个紫色贝壳，但这面冰壁厚的有些可怕，预计需要不停地挖掘3小时。后方有一个感染了深红能量的人类小女孩，要注意，此人深红能量含量不少，并且有一只极度恐怖的深红布娃娃，以你的实力可以应付，但也要小心最后的爆炸。同时，在小女孩的床底下有一本珍藏多年的书籍，书籍内夹着一张2级家园随机升级图以及一张终极藏宝图。终于又遇上家园升级图了，浪漫粉红什么的可以拜拜了。毫无疑问，这次挖掘的方向必然是后方，虽然看起来要比其他几个方向危险不少，但只要不是致命的威胁，就不可能阻止杨青对家园升级图的向往。15分钟后，随着一声砰的巨响，冰壁破碎，带着小敖直接踏入雾墙。此处冰窟不大，一眼便看见角落位置有一个血红色的小木屋，小木屋前站着一个身高不到 1.3 米的小萝莉。小萝莉穿着一身哥特风黑色短裙，打着赤脚，一双大大的眼睛有着一抹诡异的红色，而她的左手则提着一个大约30公分左右的血红色布娃娃。小萝莉的脑袋东张西望，像是在寻找什么一样，忽然望见杨青的身影，眼神一亮，小短腿跑动起来，仅仅2个呼吸便闪到杨青跟前。大哥哥，请问你看见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小弟弟去哪了吗？我就是不小心睡了个懒觉，醒来就找不到他们了。小萝莉大大的眼睛满是无辜的望着杨青，开口问道。
我好像见到过，来把耳朵靠过来，我悄悄告诉你。杨青同样满脸真诚。真的吗？大哥哥，你要是帮我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小艾妮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小萝莉眼神充满惊喜，将小脑袋靠了过来。不用客气。火球术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此次攻击加成为5倍。轰！小萝莉的脑袋瞬间被一颗巨大的火球笼罩，原本如瓷器般光滑白嫩的脸蛋变得血肉模糊，一双大大的眼睛彻底被深红笼罩。大哥哥，你为什么要伤害小艾妮？你知不知道，所有伤害小艾妮的人都要会被布娃娃吃掉呢？小萝莉的声音依旧是那股软糯，同时她手上的血色布娃娃被她扔向半空。杨青见状急忙朝左拉开距离，同时一颗颗火球甩向小萝莉。半空那只血色布娃娃被扔出来的瞬间，忽然长出双腿，而后身子、双手、脑袋齐齐冒出，一个好像被缝合而成、极不协调的身影挡在了小萝莉跟前。她有着一双极为粗壮的大腿，双手却又娇嫩纤细，最恐怖的是她的脑袋好似一个3岁不到的婴儿。砰砰砰，一颗颗火球全被缝合怪挡下，她的胸膛被轰出一个血洞，但却好像丝毫感受不到疼痛，硬顶着火球的攻击朝杨青冲来。粗壮的双腿速度极快，呼吸间便来到杨青跟前。婴儿的脑袋，面部狰狞，小嘴张开，纤细的手臂向前探爪，不断挥舞。杨青瞬间释放出一道雷衣，同时火球瞄准婴儿的脑袋。缝合怪纤细的手臂抓在雷衣上，发出滋滋声响。轰轰轰！一颗颗火球完美命中婴儿的脑袋，虽然将其砸至血肉模糊，但手臂上的攻势却是更加凌厉。见到自己攻击丝毫影响不了这只缝合怪，杨青向左偏移拉开距离，同时念头一动，风之束缚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控制时间为自身精神6倍。唰！刚追击到一半的缝合怪当即停止不动，被束缚在原地。杨青将枯木法杖收进背包，换上水波剑，既然魔法打不动他，那就试试暴力能不能将他身体拆分开来。一个箭步跑到缝合怪跟前，水波剑对准颈部狠狠一挥，瞬间缝合怪成了一只无头怪物。你敢弄坏我的布娃娃，我要你赔！不远处的小萝莉高高跃起，一双晶莹剔透的小脚丫子朝杨青踹来。嗷！位于一旁的小敖张开嘴巴，龙息飞喷，红芒从小萝莉的双眼蔓延至全身，而她的身体似乎也在此刻得到强化，肉身沐浴在龙息当中，攻势不减反增。杨青没有闪躲，而是再次释放2道雷衣，同时水波剑朝缝合怪腰间劈去。噗！砰！前者是怪物被拦腰斩断的声音，后者则是小萝莉踹在雷衣上发出的碰撞声。3重浪！眼见缝合怪分成3份，散落在冰面，没有了任何动静。杨青又把攻势对向小萝莉，3道浪潮将其覆盖，随之拉开距离，换上真冰法杖冰皇破。而小敖见自己的攻击好像在给敌人洗澡，当即就怒了，一道威势更加凌厉的龙息再次喷吐而出，一冰一火2道超强的魔法同时砸向小萝莉。只见他全身开始出现裂缝，极为耀眼的深红在裂缝闪烁。雷衣，连续4道雷衣被杨青释放，自己覆盖一层，另外3层则是加持给小敖。轰！小萝莉炸裂开来，磅礴的深红能量冲击着四周，远处的木屋瞬间化为灰烬，只留下一本古朴的羊皮古书遗落原地。而杨青与小敖身上的雷衣能量也在急速消耗。杨青心神绷紧，所有注意力都在自己与小敖身上的雷衣上，随时准备继续加持，一直到雷衣能量损耗达到 90%， 爆炸的余威这才消失。小萝莉与3道分尸全部化作灰烬消散在空中。呼！杨青深吸一口气，事实上小萝莉与缝合怪并没有多难应付，难缠的是那深红能量。由此他想到了2天后的上古祭坛，那最后3波的怪物所蕴含的深红能量绝对不会太低，还是得趁着这2天发育期尽快提升精神才行。可惜费了这么大劲解决的怪物，连颗寿元都没爆。摇了摇头，决定以后若不是没有办法，绝对不再招惹这种又穷又难缠的东西。随即又把目光望向前方唯一存留的羊皮古书上。第76章升级成功。迈步上前，将羊皮古书捡起。系统野史莉莉子女王成长记 X1。系统2阶家园随机升级图 X1。系统终极藏宝图 X1。换出系统面板，点击家园选项。与第一次一样，小木屋的右上角出现一个升级的选项，点击升级，一大串信息浮现在一旁。系统2级家园随机升级图1：1石块6851000，铁块116200，金块89200，银块96200，铜块11200，水晶50200，玻璃12-200，
满足条件可将1级家园升为2级家园。材料需求倒也还能接受，都是一些普通材料。稍加思索一番，杨青决定换购材料给他升级。一来升级家园的材料除了水晶和玻璃，他都已经有了大半；二来他背包里的肉食太多了，放着也是闲置。现在想用食物换取能食也不好换，用来换取升级家园的材料正好。点开交易所，对着所需的材料一一查看。经过一番挑选后，最终将所有材料全部换购完成。不过经过这次交易，他背包内的各种乱七八糟的食物和零食基本没剩下多少，像普通级别的肉食更是全部换完。点击家园选择升级，系统正在为你升级家园。由于你使用的是随机家园升级图为主材料，系统将随机为你选择升级风格。与第一次一样，杨青眼前不断有各种风格的家园建筑闪过，甜蜜芭比、青青草原、迷幻森林、简约翠绿、阴森地狱。这一次他没有像上次那般做出任何祈祷，他总有股莫名的预感，只要是心中所想的风格，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和他反着来。只有我无动于衷，哎，你就无法逆向判断我的需求。系统风格选定完成，宅男之家，妙啊！杨青忍不住发出感叹，总算不用每天醒来第一眼望见的就是一片粉红，那总会让他想起年少时第一次被朋友带进小巷子里的情景。没有在面板上观察，直接选择巨线。随着一阵光芒闪烁，杨青第一眼望见的便是一栋由石块堆砌的小平房。小平房100来平，以蓝白色为主，青绿色做点缀，比最初的整个家园都要大上不少，并且平房四面的墙壁都有一张张雕刻而成的各种漫图，比如什么泳装克勤、女仆雷神、白丝胡桃、暗黑风雷姆。平房的2扇房门则是打造成银与可丽的模样，真有种俏皮与高雅共存的感觉。而庭院四周的范围也扩大到300来平方，外围原本的粉红色木桩墙也变成石块堆砌的围墙，围墙高约 2.5 米，同样以青白色为主，刻画着一个个曼妙的身姿。杨青走上前推了下可丽的小手，来到小平房内，原本的小木床已经变成了水晶大床，水晶床上同样铺垫着柔软的棉被。而家具方面也从木质材料升级为水晶，并且四周的墙壁同样有着各种各样的漫图。最为显眼的是，对着床的那面墙壁前方有一个巨大的水晶柜台，柜台上摆满了一个个或水晶或玻璃制作的迷你可丽、迷你胡桃之类各种模型。杨青好奇地在房间内转悠了一会儿后，这才有些不舍地将庭院收回面板内。对于此次升级，他可谓是满意到了极点。不过代价却是他在上古祭坛内所收获的遗产基本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唯一有价值的也只剩阿尔杰、迈尔与罗和国女子3人使用的武器，均为2阶，继续准备挖掘。不过在这之前，杨青先取出了刚刚收获的另外2件物品：羊皮书籍与藏宝图。其中野史《莉莉子女王成长记》只是一本普通羊皮书籍，稍微翻看了下，大约讲的是一个叫莉莉子的萝莉逐渐成长为女王的故事。对这种故事他自然没啥兴趣，很快便将书籍合上丢进背包。又看向手上的终极藏宝图，系统终极藏宝图可查看周围2个冰窟内的具体情景，是否使用？点击使用。杨青眼前浮现一块虚拟面板，面板上有12个提示，各自按照前后左右上下中间7个位置排列好，中间标注着是所在冰窟，其余6个方向唯有前方标注着无法通行，剩余5个方向都有说明下个以及下下个冰窟内的情景。比如说右方显示是个资源窟，同时资源窟的右边显示有3只恐怖级异兽，这东西对别人来讲是个好东西，至少可以确定2次安全挖掘，但对于杨青来讲也就那么回事。目光望向四周，触发了彩色提示，随后与藏宝图上的提示对比了下，大都差不多。不过若是按照彩色提示，他原本的计划应该是挖掘下方那里有一个紫色贝壳，但是藏宝图上显示上方的第2个冰窟内有一张4阶火系特性的法杖制作图，并且有3只恐怖级异兽看守，而上方的第1个冰窟则是个普通资源窟。这张制作图杨青自然是感兴趣的，取出飞翼漂浮到上方开始挖掘。莫一会儿冰壁破碎，踏进雾墙。此处冰窟正如提示显示的那般，是个普通资源窟，共计收获金 X10、金银 X10、金刚 X10、金铁 X10。继续把目光望向上方，彩色提示给出的信息与藏宝图上显示的差不多，确实是有一张4阶法杖制作图，并且表示3只恐怖级异兽并无法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这才放心操控着飞翼往上方漂浮，继续挖掘。第77章小敖升阶。15分钟后，冰壁破碎，
操控着飞翼与小鳌一起穿过雾墙。三只背上长满数刺，全身通红，好似小山般的怪物正趴在前方一动不动。荆棘爆炎龙，火属性抗性极高，行动笨拙，建议使用冰系魔法。彩色提示给出介绍。小鳌精神抖擞，同样发现对方拥有龙族血脉，率先朝左边那只冲去。杨青将真冰法杖取出，紧随其后。哦！龙息从小鳌嘴里喷吐而出。下方的荆棘爆炎龙忽然感觉背部传来一股灼烧感，当即大怒，长长的尾巴朝小鳌甩来。感受到动静的另外2只荆棘爆炎龙也一同站起身子，正欲跑来支援，却见头顶已然出现一根根巨大的冰锥，正是疾冰之雨。同时小鳌身上也闪烁着一层紫色雷芒。小鳌再强也只是普通级，面对恐怖级还是拥有龙族血脉的异兽，真不一定讨得到便宜。因此杨青第一时间便为他加持了一道雷衣。唰！荆棘爆炎龙的尾巴也在此时甩了过来，带起一阵破空之声。有雷衣的加持，小鳌如有神助，一个侧飞惊险闪过砸来的龙尾，同时嘴里的龙息持续喷向荆棘爆炎龙。但本就火元素抗性极高的荆棘爆炎龙本身又是恐怖级，面对这种程度的龙息丝毫不惧，巨尾甩出的同时，其背部的数刺忽然飞出，一根根射向小鳌。而另外2只被疾冰之雨覆盖的荆棘爆炎龙却是没那么好受了，在强大的冰锥砸击下已经开始出现伤痕。见情况不妙，他们同样将背上的数刺甩出，如密密麻麻的大型针雨一般朝杨青覆盖而来。杨青见状，释放一道雷衣为自己加持，同时又是一道疾冰之雨将小鳌那边的荆棘爆炎龙覆盖。数次落在小鳌与杨青身上，带起一道道砰砰声。但这可是高达将近400点基础精神，外加数倍加成的雷衣，又岂是几根数次能打破的？而荆棘爆炎龙这边就没那么好受了。疾冰之雨刚刚降落的到一半，中间那只荆棘爆炎龙就已经撑不住了，率先没了生机。紧接着靠右那只，最后靠左那只，一一在冰锥之下化作材料进入背包。系统，你成功击杀荆棘爆炎龙。来，小鳌，归你了。杨青将3份兽血全部取出。哦！小鳌兴奋地飞来，将兽血一口饮用吞并，同时身体也随之不断变大，一直达到5米多长后，这才停止增长。看着眼前的大家伙，杨青忽然担心这吃货会不会将自己吃穷来。幸好第一只孵化的异兽是小鸡，不然以那个时候的资源，还真不一定养得起这个大家伙。嘀咕一句后，又换出系统面板，点开宠物界面。上古红龙，等级危险级，年龄幼儿，状态健康，极度兴奋，能力龙息，可朝前方持续喷吐疾炎，能力上古龙族血脉，被动免疫任何控制，能力压缩龙岩蛋。小鸡达到危险级后，可是变为成长期，这货居然还是幼儿，5米长的龙宝宝，估计还是天赋不同的原因吧。杨青思索一番，最后得出结论：天赋越高就越不容易成长，但潜力也巨大。毕竟幼儿期就能达到危险级，不也间接证明他的上限要远超小鸡吗？同时内心也坚定，要是以后能遇上提升异兽天赋上限的宝贝，绝对要给小鸡整一份。就在这时，一道系统提示传来，昨晚挂在交易所内的35份一阶武器冰霜长矛全部收完，共计收获灵能石 X22、火能石 X23、风能石 X25、水能石 X19、冰能石 X21、雷能石 X15、土能石 X19、木能石 X21、紫贝壳 X10。贝壳还是一如既往的少，红贝壳更是一份也没有。对于这一现象，杨青也有所预料，毕竟能够开启红贝壳以及多达5个紫贝壳玩家，多半也不会缺这一件一阶装备。甚至他都有些怀疑其他人有没有开过红贝壳，毕竟以他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红贝壳的获取难度都不小。当然，受伤的人鱼这种捡漏行为不算在里面。将3颗兽元取出，融合，共增加了 35% 阶基因开启度。由此可见，同为恐怖级，这3只荆棘爆炎龙是要比冰霜狗头人强很多的。再将目光扫视一下周边，原本3只荆棘爆炎龙趴着的地方分别有一份资源。杨青上前将其一一捡起。系统4阶武器爆裂法杖制作图 X1， 系统火能石 X6， 系统4阶衣服荆棘岩甲。点开背包，取出爆裂法杖制作图，选择学习，随后又点开制作界面。4阶武器爆裂法杖，火能石40%，灵能石34%，水晶灵石百年岩木灵1，剩余制作次数1。看来想用制作图大规模生产武器是不可能了。看着上面的限制次数，杨青摇了摇头，与水波剑一样，都只能制作一把。点开交易所，先是用2份危险级的兽肉换取了10份水晶，而百年岩木交易所倒是有1份，不过对方也知道这东西应该是属于稀罕物，
开价高达2颗灵能石。杨青给他发出一条私聊信息，表示愿意出1颗灵能石换取。等了个10来秒，那边回到表示需要再加500ml 水。杨青选择同意，在他眼里，1根百年岩木自然是远超这个价格，毕竟全交易所就只有这一份，而他又是刚需。而对面见岩木交易出去也是满脸兴奋，他虽然知道这东西应该是个稀罕物，但自己用不上也是闲置，能换取到1颗灵能石，外加500ml 水也是极好的。双方愉快地完成交易。第78章拯救小雪屋。点开制造界面，选择爆裂法杖，点击制造。系统4阶武器爆裂法杖 X1。从背包取出法杖，一旁有系统介绍。系统爆裂法杖，特性爆裂，释放任何火元素技能都能附加爆裂效果，对附近5乘以5码的范围造成自身精神40%的伤害。还不错，对这特性杨青还是挺满意的，以后火球术也能附带一点群伤效果。将家园巨献走到装备升级器一旁，取出一份白色微尘，将爆裂法杖进行了一次升级，附加了4%的精神加成。随后又取出荆棘岩甲，这是一件加体质的衣服，杨青将其穿戴，但并没有选择升级，而是取出流霜护腕和流霜戒指这2件增加精神的4阶装备，分别升级了一次。至此，他的微尘只剩下一份白的，同时精神也达到了371.45点。值得一提的是，装备的百分比的加成是根据所有装备百分比总和而定，并不是单价单独计算。继续今天的第4次挖掘，逐一观察，最后决定走前方。前面有一只被人类偷袭而受伤的雪巫，她即将遭受暴力侵犯，但是雪巫族的圣女奈雪子也在往此处赶来。若是你能先一步将这只雪巫救下，必定能收获雪巫族大量的好感。除了有机会得到奈雪子的谢礼之外，更有可能获得在雪神面前再刷一波好感的机会。要注意，神的好感有大用，不说其他，单单奈雪子的谢礼就很让人心动。前方冰壁很薄，仅仅3分钟便将其砸开，带着小敖一同踏过雾墙。叫，继续叫啊！今天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能救得了你！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真白真美，好漂亮的土著，忍了这么多天，终于可以一火了。神选者，为什么？雪神大人说神选者都是尊贵的客人，可我感觉你们比那群恐怖的深渊生物还要恶心。几道不同的声音第一时间传入杨青的耳朵，抬头一看，只见前方不远处2个里面穿着西装，外面套着几件麻布装备的中年肥男，正露出极其猥琐的笑容。在他们面前趴着一只身材娇小、全身布满伤痕的雪巫。与奈雪子一样，雪巫都有着清冷精致的面容。从2人说话的语气来看，2个中年肥男应该是泡菜国人。他们一个拿着一把短笔，正不断在雪巫身上刮出一道道伤口。伤口没有血迹，但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有着丝丝寒气从伤痕内飘出。另一个没有拿着武器，但却伸出2只毛发旺盛的手掌，正欲将雪巫的衣服扒开，口中还喃喃念叨：“留口气，不然没感觉。”杨青双眼微眯，快速朝2人接近，只等攻击距离达到，火球术便会在第一时间甩出。当然，他并没有取出爆裂法杖，怕误伤那只小雪巫。一直接近80码之内，2个泡菜国人依旧没有发现身后的杨青。脑海念头闪烁，正欲发射出火球，却见彩色提示也在此时浮现。要是先将2人控制，再等奈雪子来的前1秒将他们处决，或许更能得到奈雪子珍藏的宝贝。看到这句话，杨青懂了，救人也得有方法的救，不费吹风之力与经历一场搏杀，这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小敖，你去陪他们玩玩。杨青连忙吩咐。哦！小敖扑腾着巨大的翅膀飞到2人头顶，随之伸出2只龙爪，一边一个分别将2位泡菜国的肥男抓住，带到半空。直到这时，2人才反过来，这是摊上什么事了？怎么感觉身上火热热的？同时再朝下一看，西巴，这是呢？咋地上天了？杨青则上前想去看看那只雪巫的伤势，却见雪巫脸上依旧是满脸惊恐，双脚用力推着身体向后移动。别怕，我是奈雪子的朋友，是来救你的。杨青搬出奈雪子的名头，同时从背包取出那块雪巫一族的令牌。不知是奈雪子的名头好用，还是令牌起了作用，小雪巫的脸上从惊恐变成惊喜，同时停止向后移动，嘴中说道：“奈雪子姐姐的朋友吗？谢谢你救了我。”杨青点点头，正想继续上前，却见彩色提示再一次浮现，奈雪子还有3秒就要过来了。见此，杨青连忙朝着半空喊道：“小敖，把他们丢过来！”小敖用力一甩，2个硕大的身影从天空砸来。内心计算好时间，随之2个巨大的火球在杨青面前凝聚，分别朝着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泡菜国2人爆射而去，同时嘴中喊道：“敢伤害我的朋友，给我死！”这一幕刚好被焦急从上方冰壁赶来的奈雪子看到。
只见他呆呆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些不明所以。他明明感应到自己妹妹正在饱受虐待，这才凭着感应急忙赶来。眼前这又是什么情况？那人不是帮助自己凑齐魔药的神选者吗？但随后看到趴在冰面满是伤痕小雪屋，当即神色大变，一个闪身来到小雪屋跟前，将她抱起，一边说道：幽雪子，发生什么情况了？全身还在冒着寒气的幽雪子见到自己的姐姐赶来，瞬间绷不住了，豆大的冒着寒气的泪珠从眼角滑落，明显刚刚发生的事情让她受到了极大的惊吓。随后细细诉说着先前发生的情况。原来那2个泡菜国人挖到这面冰窟时，幽雪子第一时间就发出了驱逐，但随即又看到他们能挖开永恒之壁，便知道这2人是神选者。根据雪神发出的指令，要友善对待神选者，幽雪子当即朝着2人为自己刚刚的失礼道歉。2个泡菜国人哪会放过这等机会，凭借着神选者的身份靠近幽雪子，随后找到机会对着幽雪子的腰间狠狠来了几刀。之后的事同样被幽雪子事无巨细地说了出来，尤其是说到杨青时，还好奇地问了句：姐姐怎么会认识这么强大的朋友啊？奈雪子一边从戒指取出各种瓶瓶罐罐，将里面的深蓝色流体倒在幽雪子伤口上，一边说着与杨青认识的原因。一直到最后，幽雪子忍不住发出感叹：这位神选者哥哥可真是个好人呐。可杨青干咳一声，他在听到幽雪子解释清楚后，便来到2女一旁，想着拿完报酬好赶紧走人，没想到还能听到被赞扬的声音，又想到自己做的那档子事，当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第79章高级异兽战甲。经过奈雪子的一番涂抹，幽雪子身上比较浅的伤口已经差不多愈合。奈雪子连忙起身走到杨青跟前，感激地说道：谢谢你神选者，若不是你来得及时，幽雪子恐怕……不用客气，你不是说过我是你们雪巫一族的朋友吗？看见朋友有难出手相助是应该的。杨青摆摆手，客气地说道：对，我们是朋友。奈雪子罕见地扬起了嘴角，随后又道：按照我们雪巫族的规定，你救了幽雪子，我必须给予你珍贵的谢礼。杨青等的就是这句话，自然不会跟他客气，直率地说道：谢谢，你上次给予的法球很好用，很期待你这次的礼物。奈雪子愣了下，他也没想到杨青会这么直接，但随即笑容更盛，心道倒是比那些虚伪的帝国皇子们要好相处些。后方的幽雪子也在此时开口：我叫幽雪子，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叫杨青。哦，小敖也在这时刷了波存在感，随后从半空落下，站到杨青一旁。这是上古红龙，龙族居然还有活着的真龙，太不可思议了。奈雪子原先的心思都在幽雪子身上，这会儿见到小敖，忍不住发出惊呼。听他这语气，小敖的族群都灭绝了吗？杨青心有疑问，正想开口问一问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基本情况，却在这时幽雪子的声音再次传来：既然杨青哥哥连真龙都能收服，不如把那个东西赠予他当作谢礼啊。奈雪子神色一正，点了点头，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随后摸了摸手上的戒指，一张制作图出现在他手中，递给杨青，一边说道：这东西我想你应该用得上。杨青好奇地将制作图接过。系统：高级异兽战甲制作图 X1。异兽战甲，听名字倒是像提升宠物战力的玩意儿。忍住想要立马学习的心思，转而先朝2女开口道谢，同时问道：刚刚听你的语气，真龙一族是都灭绝了吗？还有你们这个世界的情况，能给我介绍一下吗？奈雪子点点头，开口回道：这倒也不是什么大秘密，不过我们从小在雪神山长大，对于外界的情况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只知道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便偶尔会见到有一些人类带上厚礼来拜访我们雪巫一族，他们有的自称为王，有的称作神仆、猎人、冒险者。至于真龙灭绝，确有其事，有古籍与祖训记载，我们雪巫一族自上古便与龙族交好，但如今年代，真龙一族早已消逝，至于具体原因便不得而知了。听完奈雪子的讲述，杨清真有种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价值的信息，只确定这个世界是真有土著人类存在，而不仅仅是只存在各种各样的异兽与怪异种族。随即他也不想在此地多待了，刚刚收获的异兽装甲可是一直牵挂着他的心，便开口说道：多谢解惑，我这边还有事，就先走了。奈雪子点点头，同时又从戒指摸出一张雪白色的兽皮卷轴，说道：还有5天就是我们雪神山10年一度的祭祀大典，你作为我们雪巫一族的朋友，奈雪子正式邀请你参与这场祭祀，到时候雪神会降下祝福，我希望我的朋友也能沐浴在神的祝福之下。杨青眉头微挑，这应该就是提示上显示获取雪神好感的机会。想了想，还是选择接过奈雪子手上的白色兽皮卷轴。系统：
雪神山指定传送卷轴 X1，毕竟提示没有显示去参与祭祀会有危险，而且虽然接过卷轴，但到时候要不要选择传送也是他自己的事，犯不着冒着风险去接奈雪子的邀请。向二女保证到时候会准时参与祭祀后，杨青也开始了他今天的第5次挖掘。至于那2位泡菜国掉落的遗产，早就全被他收取，最珍贵的是2把一阶武器，金铜匕首和精致的铁剑。目光流转，最后决定挖下方，里面有个蓝贝壳，相比于其他方向，这是最好的选择。就这么，在奈雪子与幽雪子的注视下，杨青一点一点将冰壁敲碎，随之踏入雾墙，消失在这片冰窟。一来到新的冰窟，杨青便迫不及待地取出高级异兽战甲制作图，将其学习之后，又立马点开制造界面。高级异兽战甲，五行能12%，水能时45%，火能时40%，风能时38%，冰能时50%，雷能时38%，土能时45%，木能时37%，灵能时34%，金金50%，金银零50，金铜50%41，金铁50%21，金刚7950，水晶零50。嚯，这材料感觉比制作机甲都要珍贵不少，只能说带着高级的前缀你了不起。需求这么高，那加成该有多强？杨青目光火热地望着制造界面上的战甲制作公式，有些迫不及待。材料差不少，又点开交易所翻看了一会儿，最后花了70L 水126份危险级异兽肉，这才将所有材料全部凑齐。其中单单金金和金银就花费了40L 水和73份危险级异兽肉，毕竟这种稀有材料的价格可不比金块、铁块的，普遍都在600ml 水左右一份。至此他背包内除了几份恐怖级异兽肉和一些类似冰龙之力的极稀有材料，就剩下一些2阶装备、能石以及高品级法球和装备了，而水也只剩下最后5L 留作饮用，可以说是除了高级货便一无所有。花费这么多，可别让我失望啊！杨青内心祈祷一句，随后点击高级异兽战甲，选择制造。系统高级异兽战甲 X1， 从背包将异兽战甲取出，一个直径大约30公分的金属铁球出现在杨青右手，一旁还有系统介绍：高级异兽战甲可自动适配异兽体型与属性。特性1：倍化大小，可将自身体型增大最高2倍，或缩小至最低30公分。特性2：战甲之力，异兽体质、精神、力量、敏捷提升40%。特性3：钢铁之躯，异兽防御力提升100%。系统灵能剩余100%。第80章冰蚕宝宝。来，小敖，穿上试试。杨青将手上的金属球丢向小敖，金属球在触碰到小敖的一瞬间开始扩大、蔓延，最后形成一道火红色的金属战甲，将他的身体完全包裹，只露出脸部以及五官。哦！小敖嘶吼一声，撑开双翼，忍不住在冰窟内盘旋。巨大的身影配金属战甲，看上去给人的感觉就好似一个杀戮机器，压迫感十足。试试防御，要是感觉挡不住就闪开。杨青大声喊道，同时一颗火球甩出，触发了5倍伤害。小敖正面迎击，任由火球砸向自己的胸膛。砰！二者相撞，战甲表面没有任何痕迹。小敖甩了甩脑袋，虽然战甲将大部分伤害给阻挡了下来，但5倍火球数的冲击还是让他受到了些影响。杨青大为震撼，忍不住惊呼：这是要让我提前步入养老生活？要知道，小敖只是危险级，而他的精神已经快要高达400点，一道触发了5倍伤害的火球，只是让他轻微受到了点影响。换句话说，此时的小敖已经有了和杨青板板手腕的资格了。随之杨青查看了下战甲损耗，发现依旧是100%。战甲的防御方式并不像机甲那样依靠能量护盾，而是凭借本身的材质结合异兽自身的体质，所以并不会损耗灵能。之后又让小敖试验了下战甲的第一个特性倍化大小，这时战甲灵能才有所损耗，大概每变换一次身形会损耗1%灵能的样子。不错，实用且消耗小，在不使用倍化的情况下更是没有任何损耗。对于这套战甲，杨青可谓是满意到了极点，虽然花费不少，但后续使用效果却是值得一个5星好评。不说大量提高了小敖的战斗力，单单倍化大小这个特性就实用了一批。毕竟随着实力的增长，小敖的身体还会持续增大，到时候每次出场都如同一座巨山一般，太显眼了。现在有了这个特性，就要方便太多了，无论是搞偷袭还是打游击，战术方面都不会受到限制。同时内心也打定主意，还得继续准备材料，到时候给小鸡也打造一套。目光扫视四周，那个蓝色贝壳处在中间位置，杨青上前，彩色提示发出预警，里面藏有一头剧毒海蛇。雷伊给自己加持一道防御，随后再去将贝壳打开。瞬间，一条长约1米的蓝色海蛇从贝壳内部窜出，
张开大嘴，露出獠牙，朝杨青脸上冲来。杨青眼疾手快，被雷伊包裹的右手一甩，刚好抓住海蛇7寸处，用力一捏，咔！系统，你成功击杀剧毒海蛇。剧毒海蛇是普通级，将兽源融合，只增加了 0.2% 的5阶基因开启度。随之又把贝壳掏空，共计收获蓝贝壳 X1 1阶武器，蛇纹手套 X1 500ml AC 钙奶 X1 5克衰仔牛奶糖 X10。取出一份牛奶糖丢入口中，一边嚼着一边望向四周。下方有一个冰封万年的上古强者，你可以将他放出，但神志不清的他会一巴掌把你拍死。左面普通到了极点，没有任何资源。右面好啊，也不从哪跑来的熊孩子，居然拿冰蚕宝宝当豆子吃，真是暴殄天物。要是能把他口袋内的冰蚕宝宝全部抢来，那绝对能让你的精神提升一大截。不过这样有可能会得罪一名人族剑圣与一名圣级魔法师。我建议可以使用衰仔牛奶糖与 AC 钙奶去片去换取冰蚕宝宝，然后迅速逃离。前边有一群正在觅食的暴风鸡，资源不多，我不太建议走后方，因为那里普普通通，平平无奇，不适合像你这么伟岸的男人去闯荡。虽然有些羞耻，但是能够大量提升精神的诱惑实在难以拒绝。很自然的来到右边冰壁前，也很自然的取出了镐头。经过数十分钟的挖掘，冰壁破碎。怕吓到熊孩子，杨青还特意吩咐小敖将身体变小，趴在自己肩膀上。正准备踏入雾墙，一道系统提示忽然出现，是交易所挂售的63份狼牙铁棒售空的信息。共计收获灵能石 X37、火能石 X35、风能石 X30、水能石 X36、冰能石 X40、雷能石 X39、土能石 X41、木能石 X42、紫贝壳 X15。与售卖冰霜长矛一样，依旧没有收购到红贝壳。现在杨青拥有的1阶武器，除了刚刚收获的2件，已经全部收完。至于2阶装备与高品级法球，他决定晚上慢慢在交易所售卖。这种珍稀装备在现阶段绝对是最受欢迎的存在，完全可以以拍卖的形式将利益最大化，或者能看能不能换取到一些极珍贵的资源。踏进雾墙，此处是一片竹林，这种场景杨青还是第一次遇见，好奇地对着一旁的竹子掰扯了几下，得到系统提示，想要采摘需要6小时。得，还是抓紧时间找熊孩子吧。在竹林里晃悠了一会儿，终于在一处茂密的竹堆中看见一个不到1米的小男孩。小男孩长得非常精致，穿着上给人的第一感觉就不是普通货。他靠坐在一根竹子旁，不断从口袋中掏出一只大拇指般大小的冰蚕塞入口中，同时嘴中不停嘟囔：哼，不是叫我练剑，就是逼我感悟魔法元素，都没有休息时间。今天可算找着机会跑出来了，可得好好歇会儿。就是可惜不能去疾风城找亚那晚，不然这次我一定要把他屁股打得通红，就像老爹打老妈一样。杨青的关注点却是在他口袋内的冰蚕宝宝上，见他这么浪费自己提升精神的宝贝，内心好似在滴血。快速走到小男孩身后，大声说道：不是吧，不是吧，这是谁家的娃儿？这么恶心的虫子都吃得这么有味，我家狗见了都得摇头，真可怜。第81章，小牛啊！谁？小男孩转头看来，发现这么个穿着怪异的家伙，居然说自己的零食恶心，当即就不服气了。你懂什么？这可是我老爹特意给我炼制的零食，最好吃了。见小男孩上钩，杨青也懒得再多逼逼，直接从背包取出一颗衰仔牛奶糖丢了过去，说道：无知小儿，尝尝这个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人间美味。杨青虽然没吃过那冰蚕宝宝，但看那好似冰疙瘩一般的东西，猜也不会有多好的口感。退一万步讲，就算那玩意儿味道确实不错，但这小子天天吃总会腻的吧。而衰仔牛奶糖是啥呀？无数专家为了迎合小孩市场而研究的糖，杨青还真不相信比不上一块冰疙瘩。小男孩也是胆大，见杨青如此自信，他还真被勾起好胜心，直接将衰仔牛奶糖丢入口中，细细嚼动起来。滑，这是什么味道？怎么会这么好吃？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东西。小男孩双脸涨得通红，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可以逃得过添加剂的冲击。你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这么好吃？还有吗？我愿意用冰蚕与你交换，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了。小男孩一脸期待与真诚，原先嚣张的神色早已随着牛奶糖咽下了肚子。我要你那种冰疙瘩做什么？况且炼制这东西所需的材料极为繁琐与珍贵，我自己储备也不多。杨青摇了摇头，正欲假装离去。我还可以用这个当做交易。小男孩咬了咬牙，取下脖子上的一根蓝色项链，继续说道：这是我老爹送给我的，说是关键时刻能够保命，很珍贵的。杨青正想伸手拿来看看，彩色提示忽然显示，要注意，这东西有剑圣强者的印记，要是拿了，你将要面对一名剑圣的怒火。算了，
看你如此诚心，这项链我就不要了。不过我这宝贝也不能白送给你，就按你刚说的，用冰蚕来换怎么样？看见彩色提示，杨青自然不会去招惹这种麻烦，这会儿也想着尽快完成交易，赶紧走了，不然人家老爹找了过来，可就难搞了。小男孩一听，顿时大喜，随即用小手不断从口袋掏出一个个冰蚕宝宝，递了过来。杨青一一接过，放进背包，直到口袋完全掏空，小男孩这才开口说道：“这是我所有的冰蚕了，都给你。”杨青瞄了眼，一共有21个，随即从背包取出剩余的8颗衰仔牛奶糖，全部递给了小男孩，道：“这也是我所有的存货了，都给你吧。”拿到想要的东西了，杨青也懒得抠搜了，万一以后还能遇上这孩子，留个好印象，到时候继续薅。小男孩见杨青这么爽快，直言想将他认作大哥。杨青自是没有理会，还大哥想薅糖吧？随即便快速朝竹林深处走去，只给小男孩留下一个背影。至于小男孩见自己的提议被拒绝，也不气馁，反正美味的零食已经到手，他决定一天就吃1颗，不然吃完可就没有了。真香，香，真好吃。观察了下周围，提示给出信息，一番纠结过后，决定挖前方。走前方，你会遇上一群饿了10天的冰原狼，其中领头的是恐怖级，并且里面还有一个紫贝壳。他现在几乎没什么肉食储备，这会儿看见送上门的狼群，自然不会放过。没多时，前方冰壁破碎，一人一龙踏入雾墙，一进来便看见游荡在四周的冰原狼，数量一共有35只。从他们的身形可以看出，一共有30只普通级，4只危险级，1只恐怖级。小敖，交给你了，让这群狼崽子们尝尝什么叫高科技。杨青吩咐一声，便从背包取出一个冰蚕宝宝，塞进嘴里。入口即化，跟喝冰镇自来水差不多。难怪那小子愿意为了1颗糖而倾尽所有，天天把这种东西当作零食，谁受得了？系统精神 X2。嗷！一旁的小敖却是兴奋极了，打架可是他的最爱。唰，直接运行战甲，将自己的身体变为本体的2倍大，这让他觉得无比威风。我去，这败家玩意儿，一群狼崽子而已，有必要吗？杨青忍不住嘀咕，不过也只是嘀咕，毕竟还得要人家干活，随他吧。嗷呜！狼群也在第一时间发现外来者，领头那只连忙将队伍组织起来，发起了冲锋。小敖丝毫不惧，挥动着巨大的双翅正面迎击。噗！双方触碰的一刹那，狼群便如麦子一般纷纷向后倒去。身着战甲的小敖连龙息都不需要喷吐，仅仅凭借肉身力量，便在狼群杀了个7进7出。而杨青看着不断传来的系统提示，笑开了花。一直到第7个冰蚕宝宝被吞入腹中，小敖也轻轻松松结束了战斗。干得漂亮！杨青夸赞一句，顺便将35颗兽元全部融合，共增加 8.3% 的5阶基因开启度。随后又在冰窟内寻找了一番，将提示上显示的紫贝壳找到，一共收获紫贝壳 X1、风能石 X6、灵能石 X3、2阶武器狼牙匕首 X1。继续今天的第8次挖掘，最好的选择也只是个普通的资源库，共计收获金 X9、金银 X9、金铜 X9、电线 X12、水晶 X12。在这期间，杨青也把21颗冰蚕宝宝全部吃完，一共增加了42点精神。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他现在的精神属性已经突破400点的大关，但单单装备加成就有将近200点，实际精神点数不过才246点。继续第9次挖掘，这次走的是下方有块蓝贝壳，共计收获蓝贝壳 X1、木质水瓢制作图 X1、木能石 X2、雪茄 X3、苹果 X3。今天挖掘的速度比较快，挖了9个冰窟，现在也才中午12点33分时。杨青准备一鼓作气将最后一次挖掘机会使用掉，一如既往先是观察周边，然而这次的5个提示却是让他皱起了眉头。第82章双刀木葵。继续向下，里面有一个紫贝壳，但此处冰窟不定时会出现巨大的落石，你要是不怕晚上睡觉的时候被砸成肉饼，尽管挖掘。前方是迷幻森林，里面充斥着大量的迷幻之物，能让人堕入幻境，虽然以你的精神可以短时间抵挡，但却不适合过夜，会有很大概率一睡不醒。考验耐力与体质的时候到了，后方是一处重力冰窟，里面的重力是正常冰窟的3倍，若是你能坚持3小时，将会得到一个特级法球重力领域；若是你能坚持12小时，甚至可以得到一件7阶武器极炎盾。以你的体质，虽然可以坚持12小时，但会极其疲惫。左边有一位被深红感染的汉地级强者尹剑客，同为汉地级亦有强弱，尹剑客的实力可谓是汉地级的巅峰，以你的全部手段加上小敖，能战胜他的概率是有，但也可能会受重伤，更何况能将如此强者感染的深红，其最后的爆炸必定惊天灭地。
右边也有一位汉地级强者木魁法师，他虽然没有被深红侵蚀，但会把所有进入他领地内地人类炼制成木傀儡。以你的实力，若是硬上，面对一群木傀儡以及木魁法师的围攻，难以应付。我建议可以制造一批自爆冰魁去对抗木魁，但即便如此，木魁法师依旧不好对付。不过，若是能将此地打下来，其丰厚的奖励会让你爽翻天。提示一如既往的贴心，但这次的选择却让杨青犯了难。5个方向不是环境问题，就是有强者看守。若是以安全起见，最好的选择是等到深夜11点多再选择向前挖掘，随之等到12点挖掘次数刷新，再选择一个方向挖掘，这样就能避免在幻境中过夜。当然，这得下个冰窟内的5个方向至少有一处安全窟，不然夜间作战危险性会更大。赌，杨青是不想再赌了。这样一来，就直接排除了下方、前方与后方这3个无法居住的冰窟，只剩下左边与右边。当然，若是杨青直接摆烂，今天的第10个冰窟干脆不再挖掘，就在此处冰窟过夜，等到明天白天再选择向前挖掘，这样就能避免夜间战斗的可能，安全性会大大增加。但就这么放弃，他是有些不甘心的。尤其是看到攻略右边冰窟后会获得丰厚的奖励，简直无法让人拒绝。至于左边，第1个就被他排除了。感染深红能量的强者又穷又难缠，没事还是少去招惹这种东西。目标向右，木魁法师。不过在这之前还得炼制一批自爆冰魁，这东西自从在人鱼那换取后还没用过一次，这会儿被提起，他也突然来了兴趣。换出系统面板，点开制造界面，自爆冰魁，冰能石801，灵能石611，冰块1453年5月。哟，第一次见冰块这玩意儿能被当成材料使用。该说不说，单单这一点就让杨青来了兴趣。点击制作，系统冰爆傀儡 X1， 从背包取出一个 1.7 左右的冰雕人出现在他眼前，有鼻子有眼，别说还真挺像个人，就是分不清是男是女。冰爆傀儡受到攻击会产生自爆，威力颇大。潦草的介绍让杨青一看就知道这玩意儿肯定不如魔法地雷。不过既然提示表示这次的战斗得使用冰爆傀儡，那应该就是威力巨大的魔法地雷不适合这场战斗。毕竟地雷威力虽大，但也正是如此，杨青自己也得躲得远远的，并且还得怪物聚在一起才有奇效。一连制作了10个冰爆傀儡，杨青这才开始挖掘右面冰壁。15分钟后，小敖，缩小点，你这么显眼，怕不是一进去就得引起所有怪物的围攻？哦，听到又要变小，小敖有些不开心，他还是喜欢这种大大的状态，这让他感觉无比自信。不过自己的主人都开口了，他自然会听。唰的一下又变成最小形态，跟着杨青一同踏入雾墙。刚一进来，便闻到空气中异常浓烈、腐烂刺鼻的气息，同时一栋栋木质房屋布满了杨青的视线。而在他视线的右角落，还有一块巨石，上面雕刻着3个字：青木村。一个小村庄吗？看着没有一点生机的模样，难不成？杨青不敢大意，毕竟是在别人的领地，他不知道那个木魁法师有没有发现到他，但既然进来了，就不可能坐以待毙。将爆裂法杖握在手中，主动朝村庄内部走去。穿梭在一栋栋腐烂的木屋之间，四周依旧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屋子里面会是怎样的情景。杨青忽然冒出这个想法，走到旁边一栋木屋的窗户边，朝里面看了看。砰！一个拿着双刀、全身皮肤与树木融合在一起的怪物，刚好与杨青对视，扬起手中的双刀便从窗户内窜出，劈来。杨青见状，急忙后退，同时火球术已然甩出，巨大的火球直接给双刀怪物来了个盖帽。轰！一声爆炸传来，双刀怪物先是脑袋被火焰覆盖，随之蔓延全身，最后化作灰烬。系统，你成功击杀双刀木魁。系统，木能石 X1。系统，一阶武器金铁刀 X2。真肥！一连3道系统提示浮现，让杨青杀怪的动力瞬间提升上来。又转身走到身后的木屋窗户前，望了一眼，这次并没有怪物冒出。杨青不信邪，走到木屋门前，一脚将其踹开，踏进屋内，这才确认的确没有怪物。而木屋内除了有几张木质板凳桌椅等，就剩一张床与一套破旧棉被。杨青走上前试了试，板凳座椅、木床、棉被都可以收进背包，这让他有些意外，还是第一次收获装饰场景的物件。虽然都是一些用不上的，但可以售卖啊。要知道家园没有经过升级，可是连床都没有的。换句话说，多少人每天还是以上方冰壁为被，以下方冰壁为床的。这也就冰窟内温度适宜，冰壁丝毫没有任何寒气，不然光这恶劣的环境就得冻死一大批人，或者说所有人。又走向窗户旁，
他想试试能不能将这玩意也拆了，结果得到提示，想要拆卸需要花费10小时，拆一个都商标符号快烂成木渣的窗户需要10小时，你敢信？可惜，只得放弃将整栋木屋打包的想法。第83章，再开黑色贝壳，继续探索其他木屋。与刚刚进入的一样，其他木屋内也只有板凳、桌椅、床铺、棉被。杨青自是不会放过，统统打包带走。至于木屋中能够出现双刀木魁的概率，大概是5比1。一直搜刮了半个来小时，杨青眼前出现一栋比其他木屋大上数倍的豪华木屋。整栋豪华木屋被无数根藤蔓包裹，大门、窗户更是被藤蔓重点照顾，形成了一层厚厚藤蔓墙。一眼望去，整栋大木屋看不见一丝缝隙，更别说想要踏进木屋里了。难道那木魁法师就住在里面？包裹得这么严，怕不是个资深宅男。杨青口中默念，随即扬起爆裂法杖，准备送他一场造化。咻！忽然，一条大概拳头粗的藤蔓从木屋门前甩来，杨青急忙向左撤步闪躲。藤蔓不断延伸，继续追击，同时又有其他藤蔓从木屋壁上甩出，1条、2条、3条。一时间，无数的藤蔓如同一根根深青色触手，或缠或劈朝杨青与小敖脸上呼来，带出阵阵破空之声。雷衣！杨青给自己与小敖分别加持了一道雷衣，瞬间感觉脚底如有神助，无比轻快地闪躲着一根根袭来的藤蔓，偶尔被甩中1-2下，有雷衣的防护也没啥太大的问题。火球术！终于待到稍微适应藤蔓的攻击，杨青找着机会，一个触发了6倍的巨大火球冲向藤蔓。轰！火球砸出之际，藤蔓纷纷避退，但即便他们全部退至木屋四周，火球依旧带着炽热冲向前方的幕墙，随之爆裂效果触发，巨大的冲击在藤蔓四周轰出一片焦黑，并且有藤蔓被点燃。但也在第一时间，那些被火焰点燃的藤蔓纷纷断裂，掉落在冰面。哦！小敖也在这时找到机会，一颗颗如同岩浆凝聚而成的盐弹从他嘴中喷吐而出，正是他的新技能压缩龙盐弹。即便小敖现在的身形不过数10公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盐弹的威力。轰！轰！轰！盐弹砸在藤蔓墙壁上，瞬间将一大片藤蔓清空，露出里面发了霉的木质墙壁。杨青也不甘示弱，一颗颗火球砸向前方的藤蔓壁，压制的他们无法延伸出来。这时，木屋上所有的藤蔓忽然快速流动，无数藤蔓冲天起，迅速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拳头。同时，大木屋失去了藤蔓的覆盖，也露出它原本的面目，腐烂古旧。透过破旧的大门，可以看见一位同样与树木融合的人类正站在门口不远处。他的皮肤被一层层树皮覆盖，五官虽是人类，却苍老的看不出任何生机。他的右手与一根长约 1.6 米左右的青木法杖融合在一起，法杖顶部有一根怪异的木藤缠绕，如蛇一般。随着他法杖高高举起，藤蔓巨拳好似大山一般朝杨青压来。杨青双眼微微一凝，连忙取出机甲。这次他没有进入机甲舱，而是选择精神操控着机甲正面朝巨拳迎击上去，自己则凝聚出一颗颗火球，甩向木屋内的树皮老者。横扫、碎地、大风车，刷刷刷，机甲上来就是一套分尸3连。藤蔓拳头虽然巨大，威势很足，但在杨青这种不计损耗的攻击下，依旧将巨拳切割出无数碎屑，漫天飞舞。而树皮老者的身前则出现一面2米高的藤蔓墙，杨青打出的第1颗、第2颗火球全被藤蔓墙抵挡。但当第3颗触发了8倍伤害的火球冲来时，藤蔓墙壁瞬间破碎，爆炸余威冲击至树皮老者，他的身体隐隐有火花闪过。咚！树皮老者面无表情，但那只融合法杖的手臂却是狠狠往冰面一插。冰面没有任何痕迹，但却有无数根藤蔓条从法杖底部开始向四周蔓延开来，一直将周围上千码的冰面全部布满藤蔓，同时一个个双刀木魁从藤蔓上冒出。而树皮老者身前则再次升起一面藤蔓墙，将火球抵挡。四周的双刀木魁齐齐朝杨青包围而来。哦！小敖再次将身体增大至自身2倍，随之自信心涌上心头，直接将前边与左边方向的双刀木魁包揽。杨青则将10个自爆冰魁甩向后边与右边，同时一颗颗触发各种倍数的火球朝门内的树皮老者轰击。轰轰轰！由于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战，杨青丝毫没有节省精神的想法，今天轰个尽兴。树皮老者身前不断有藤蔓墙升起，阻拦着火球，但火球却好像无穷无尽一般，一颗接着一颗，尤其是当触发了9倍伤害的火球被甩出时，当真有一种被太阳笼罩的感觉。而每随着一面藤蔓墙破碎，都会有一股爆炸的余威冲击至树皮老者，1道2道他还能撑住，
但当火球的数量来到20颗时，他最终还是被火焰完全笼罩，化作灰烬。系统，你成功击杀木魁法师。系统，木能石 X10。系统，6阶武器千年青藤杖。随着杨青这边战斗结束，冰面上的藤蔓同时化作灰烬，包括那颗巨大的藤蔓拳头。不过附近的双刀木魁却是还能战斗，但随着自爆冰魁道爆炸声响起，后方与右方的双刀木魁纷纷化作木能石与武器，为杨青多添加了一份资源。小敖这边解决战斗的速度同样不慢，龙息挥洒，岩潭爆射，再配上战甲给他带来的加成，一群双刀木魁当真有种身处火焰炼狱的感觉。眼见战斗平息，杨青没有查看刚刚收获的战利品，而是先朝木屋内走去。这间木屋空间虽然足够大，但摆放的家具与其他屋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将桌椅板凳什么的全部收进背包。同时木床底下也出现一个黑色贝壳。好家伙，私房钱藏这呢！杨青喜出望外，昨天黑贝壳给他开出一份张凝雪气制作图，今天会有什么？上前先是触发彩色提示，表示安全无害，这才放心蹲下身子将黑色贝壳打开。系统，木能石 X10。系统，灵能石 X10。系统，特级法球藤蔓之玉 X1。系统，精灵族高清图册 X1。系统，藤蔓之心 X1。系统，双刀木魁制作图 X1。系统，木灵种子 X12。第84章染血的石头。新奇玩意儿还不少。看着一道道系统提示闪过，杨青的嘴角忍不住地勾勒出一个向上的幅度，随即先取出精灵族高清图册翻开。嚯！仔细看了1个小时，这才意犹未尽地将图册放到银屏梅高清漫画一旁。此处冰窟的木屋他只搜刮了不到1/4，剩余的一些家具自然不能放过。又是半个小时后，整个冰窟只剩下无法拆掉的木屋。期间并没有再遇上双刀木魁，不出意外应该是在先前的战斗中就被一锅端了。找了个比较大的空地，将庭院具现，先将庭院内能收能种的都整好，这才躺在摇椅上细细整理起刚刚的收获。其中从双刀木魁身上爆出的木能石有53颗，金铁刀106把，而家具方面一共是215套。点开交易所，卖家杨青，龙国。交易品木桌、木椅、木床、棉被。需求金金、金银、金铜、金刚、金铁任意5份。库存215。这种东西如果放在第2天肯定1份也卖不出，毕竟生存都是个问题，谁还会管睡得舒不舒服？但现在杨青还是觉得会有点市场，毕竟人一吃饱，在材料富足的情况下，也不会介意花费一点资源提升一下生活质量，睡得舒服了，精神好，对第2天的冒险也有些帮助。当然还有一点，虽然这些家具在交易所单个都能搜索到，但棉被却是稀有物，而这也是杨青把价格开到这么高的原因。至于金铁刀，他暂时还没售卖，刚刚还收获了一些其他资源，他准备先看看都有什么效果，尤其是制作双刀木魁，万一能用得上呢。继续点开背包，先将双刀木魁制作图学习，再将刚刚收获的新奇之物全部取出，一一查看。系统，特级法球藤蔓之玉，以自身为中心，可在周围凝聚一片藤蔓，每100点精神藤蔓距离延伸10乘以10码。身处藤蔓之玉中，你的木系技能提升 60% 效果，并且被藤蔓之玉覆盖之处，你能洞察知晓一切动静。注：需要拥有木元素肢体方可融合。系统：6阶武器千年青藤杖。特性：木系精通。身处藤蔓之玉中，你能使用藤蔓之墙、藤蔓缠绕、藤蔓长矛3种木系初级技能。系统：藤蔓之心。融合后可将藤蔓之玉的范围扩大10倍，但自身会转化为半数人，失去最原始的欲望，你将没得感情。注：需要拥有木元素肢体方可融合。系统：木灵种子，种植后会产出木灵，木灵可融合木系傀儡，使得傀儡拥有升阶的可能，并且还会为傀儡附加一个特性。很显然，武器、法球与藤蔓之心属于一套之物，三者缺一，其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而三者结合，瞬间就能造就出一名极强的木系法师。杨青自然也能学习，但见过半数人的模样，他死都不会考虑。当然，以他的基因天赋，即便不融合藤蔓之心，也能发挥出极强的效果。但若是如此，总感觉缺失点什么，尤其是当他融合了法球，万一哪天一时冲动，没忍住想要提升实力的欲望，将藤蔓之心融合，那才真的完犊子了。思索再三，他决定还是暂时将这3件套收起。至于售卖，现阶段还真没人能买得起。不说多了，300颗能石不过分吧。
剩下的木灵种子，他决定到时候种植在领土良田内，能提升傀儡实力的东西，值得拥有最好的良田。点开制作界面，将目光放在双刀木魁的制作公式上。双刀木魁，木能11221，灵能10641，金铁刀1062，青木03，金刚29%。点开交易所，查找青木。整个页面只有9份，且都是一个人售卖，开价高达5颗能石，并且留言不讲价。杨青想了想，还是没舍得交换。虽然他能10多，但做这种吃亏生意，比扇他2个大逼都还难受。毕竟在他眼里，青木怎么看都是不值得这个价的。大不了以后多留意一点，遇上拥有青木的冰窟，优先级给提到最高。当然，最主要的是双刀傀儡也不是刚需，没必要急于一时。今天忙会儿到现在，杨青还没吃饭，这会儿闲下来，自然是先填饱肚子。食材依旧是烤肉，并且是恐怖级的地甲盐龙肉，不过这次还另外煮了半锅大米饭，几天没吃了，有点馋。吃饱喝足，时间也过去了1个多小时。这会儿闲着无聊，点开聊天界面，准备看看能不能换到什么稀奇玩意儿。他手上用不上的2级装备不少，能出则出。选择世界频道。达咩，不要过来！楼上发生什么事了？需不需要精神上的支援？精神援助+1，精神支援+1，精神攻击+1。你们怎么知道我的精神属性达到了50？我也想问，我刚刚开启基因天赋，必速惊人是谁暴露出去的？那个有大佬知道这是啥吗？刚刚随便挖了个冰窟捡到的。后边还有一个附件。杨青也好奇地将其点开。系统染血的石头，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居然将善良的森林女妖封印在石头里，难道只为了半夜听她歌唱？系统提示与彩色提示分别浮现。女妖版 MP3。杨青感兴趣了，在这个没有乐子的冰窟世界，谁能拒绝听着女妖的歌声入眠呢？随即点开那人头像，发出私聊。杨青，龙国，石头出吗？留意，龙国，大佬知道这东西的作用吗？杨青，龙国，不知道，单纯喜欢收集各种道具。留意，龙国，1颗灵能石。杨青，龙国，200毫升水加300克熟米饭。留意，龙国，成交。第85章，震天级光明狮王。与刘毅完成交易，杨青将染血的石头取出，拳头大小，呈青色，表面有一丝丝血迹。从外表看与普通石头没有任何不同。不过提示说这东西要到深夜才会歌唱，因此杨青也不急，将这玩意儿放在床头，又继续看了会儿聊天界面。等到光线渐渐变暗，人数多了起来时，这才发出信息，表示有2阶装备与终极法球要售卖。今天完成基因链开启的人数更多了，装备与法球依旧是最受欢迎的交易品。虽然能够开启基因链的玩家拥有武器的也不少，但在这么大的基数下，需求装备的与法球的更不会少。因此他这一批2阶装备与终极法球也是很快便完成交易，顺带将今天收获与换下的1阶装备也一并出手。共计收获灵能石 X46， 火能石 X48， 风能石 X49， 水能石 X60， 冰能石 X37， 雷能石 X39， 土能石 X36， 木能石 X39。 其中终极法球几乎个个都卖出了天价，杨青开的价格最低都是50颗能石起步。毕竟这东西爆率比装备还感人，而且都是属于一次性物品，不像装备换下来还可以2次售卖。值得一提的是，买他终极法球的那几人几乎都是开启了基因天赋的，都在为自己的第2条基因链而准备。至此，他背包内的装备除了100多把金铁刀留着制造木魁备用，就剩余水波剑、真冰法杖、爆裂法杖、千年青藤杖、盾牌、千重流、4阶冰霜长矛、3阶狼牙铁棒这几件高品级装备。至于灵能连射弩与制造界面，剩余可以制造的1把的麻痹匕首也都全部变成了能石。在杨青眼里，能石绝对是这个世界最实用的东西，装备可能会淘汰，实物可能会贬值，但能石永远不够用。在他的制造经验中，无论是高品级还是低品级的物品，制作公式中一定会有能石这种材料，因此这玩意儿即便到了后期依旧是稀罕货，毕竟有可能那个时候一件高品级的制作物就得花费几百颗能石也说不准。至于法球，也只剩余特级法球藤蔓之域，高级法球绝对防御，高级法球炽热领域。这几件高品级的法球现阶段他是不准备卖了，毕竟这些东西哪怕是再过1个月依旧是最热门的存在，不着急。忙忙弄弄，时间也已经来到了半夜，家园里的碎冰器与贝壳分解器基本加工完成，其中还有一份红色微尘，加上上午收获的紫色微尘，杨青全部用在真冰法杖上面，将其升到了+4，共获得 28% 的精神属性加成，并且还又制造了一台贝壳分解器，用来分解黑色贝壳，分解时间为30小时。至于碎冰器就没有再制造了，
虽然他现在能10多，但是水的购买力在持续下降，过些时间恐怕连本都回不了。弄完这些，稍微洗漱一下，便躺在胡桃怀里睡了过去。半夜时间，那块被他放在床头的石头确实发出了动人的歌声，不过那时他已经在梦中了。清晨，早上8点，杨青自然醒来。此时距离上古祭坛解封还剩余26比24时，将一切弄好，开始今天的第一次挖掘。在冰窟转悠一圈，各个方向的提示一一浮现。哦豁，今天难道又是普通的一天？开局最好的居然只是一个蓝贝壳。杨青呢喃之余，已经将镐头对准了下方冰壁，在里面共计收获蓝贝壳 X1、火能石 X2、一阶鞋子、亚麻鞋 X1、菠萝 X1。第二次挖掘，继续观察四周，能走的只有前方与后方，且都是普普通通资源窟，还不如第一个蓝贝壳。挖的是后方，共计收获金 X6、金银 X6、金块 X18、铁块 X20、银块 X18。第三次能挖的不是资源窟就是白贝壳，最终杨青选择左边的白贝壳，共计收白贝壳 X1、2L 矿泉水 X2、黄瓜种子 X3、南瓜种子 X3。第四次、第五次能走的几个冰窟依旧普普通通，共计收获电线 X18、100克塑料球 X3、水晶 X22、金块 X18、金刚 X18、金 X22、金银 X22、玻璃 X22、海绵 X6。挖到这，杨青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你笑我蓝贝壳差，殊不知那是今天最好的。生活再苦也要笑着面对。给自己打个气后，继续了今天的第6次挖掘。当看到第一个方向时，杨青笑了，甚至想立马扬起镐头开始挖掘。第二个，所有的不开心全部烟消云散。第三个，帅气的脸庞笑成一朵花。第四个，已经开始麻木了。第五个，哈哈哈哈，5连败换来了如此富裕的选择，值了，值了。生活起起落落，他终于还是没忍住放声大笑。继续走上面，会遇上一个死去的药剂师，里面有4张药剂制作图，其中甚至有一张高级力量药剂制作图。前方有一处魔法湖，湖内的魔法元素无比浓郁，在湖底可以找到42颗各种元素的能石。走后方会进入矮人族曾经居住过的地底洞穴，里面有10件遗留的装备，其中甚至有一把3阶武器，骑士长剑。这是什么好运？左边居然有一群喝醉了的血猴，你完全可以隐身进去，将他们储存的猴酒全部掏空，然后趁着他们睡着期间迅速逃离。要知道血猴酿的酒，单原材料就需要数百种果子，一口下去足以让你的精神与体质得到升华。就是可惜猴酒提升的属性会随着身体的适应而逐渐下降，但也足够你提升一大截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右边居然是一只震天级光明狮王的老巢，重点是它不在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完全可以挖掘，然后直通它的老巢，将它收藏的2个黑色贝壳以及大量的光能石全部掏空。当然这也会让你受到它的敌视，不过只要不遇上它，就可安然无恙。要注意，一旦将宝贝掏完就得立马撤退。可惜了，这5个冰窟要是能依次来就好了。他开始贪心了，实在是不好抉择，都是很棒的选择。第86章灵光液收集器。思索再三，最终决定还是挖右边。震天级异兽的收藏太残忍了，更何况还有一种新型能石光能石。20分钟后，冰壁破碎，先是吩咐小敖将身形变小，随后踏入雾墙。此处冰窟一眼望过去并不大，但是中央位置那个明晃晃的水晶洞口却是无比耀眼。说是洞口，但其实更像一座门户，因为其身后连接的是虚空，从洞口望去，只有一片刺目的光芒。没有犹豫，杨青带着小敖走进水晶洞口。下一瞬，眼前的视线顿时无比开阔。一眼望去，整体结构有点像洞穴，但四周的墙壁的却是用一块块不知名水晶搭建而成。杨青当场取出镐头，走到水晶墙壁前，用力狠狠一砸。系统剩余次数9999。尼玛，这是需要挖掘1万次才能挖出一小块水晶。眼见刨人家住所无望，杨青又把视线望向其他地方。在转悠了一圈后，终于看见位于水晶洞穴的角落摆着2块黑色贝壳以及一堆散发着刺眼亮光的石头。走上前，彩色提示发出预警：注意，将雷伊防御至少加持到30倍，否则前方隐藏的圣光法阵会将你瞬间净化。杨青自是不敢大意，一连7道雷伊加持在身，同时吩咐小敖不要靠近，这才继续迈步上前。刚一走进贝壳前，在杨青脚底忽然出现一道圆形，有着无数条光纹的法阵，法阵上有圣光从下朝上喷发，好似地火一般。杨青只感觉雷伊的防御能量在疯狂下降，丝毫不敢浪费时间，连忙蹲下身子，先是将堆在一起有着刺眼亮光的石头全部收取。系统光能石 X12。
随之再把2颗黑色贝壳一同收进背包，这才退出圣光法阵，带着小敖赶忙朝水晶洞口跑去。没有第一时间取出贝壳查看里面的物品，而是观看了下周围，触发提示，这次杨青准备走上。原因也很简单，这面冰壁最薄，并且里面只有6危险级的冰凯鳄。6分钟后，在杨青卖力的挥舞下，冰壁破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踏入雾墙。新的冰窟大概500来平方，一进来便看见趴在冰面栖息的6只长约3米多的大鳄鱼。这种程度的对手，杨青也懒得动手了。小敖飞过去，一个龙息喷吐，便全部解决。上一个冰窟内，一只体型只有3米左右，全身冒着耀眼圣光的狮子神色，匆匆地走进了自己的洞穴。就在不久前，他感觉自己布置的守护法阵有了动静，这才急忙赶了回来。吼吼吼！一进洞穴，眼前的一切让他瞬间暴怒，收藏的大宝贝没了。他只是听闻北风山脉最近冒出来一只新晋王者震天级疾风狂狮，想着本为同族，去人家领地交流一下感情，没想到事到中途家被掏空了。好，他发誓，要是哪天遇上这无耻恶贼，定要将他扒皮碎骨抽筋。好，杨青这边正眉飞色舞的开着贝壳，2个黑色贝壳共开出黑贝壳 X2， 光能石 X12， 灵能石 X12， 4阶耀光护腿 X1， 4阶耀光长裤 X1， 4阶耀光长剑 X1， 特级法球圣光斩 X1， 高级法球圣光之力光灵液收集器作图 X1。 先是将2件4阶长裤与护腿换上，共增加了80点力量。随后取出2个法球看了一眼，2道技能比较适合近战，其中圣光斩属于单体攻击技，限定剑类武器才能使用，打出的伤害根据力量与精神共同决定，属于混伤，但是也属于元素类技能，能够享受基因天赋加成。圣光之力却是辅助技能，能够为任意一个单位加持圣光，获得力量增强 40%， 持续30秒。杨青对这2道技能不是很感兴趣，圣光之力是加成力量，他对他提升不大，而圣光斩却是限定剑类武器，他虽然也能在战斗中切换，但是为了一道单体攻击，一直切换武器也多有不便。最后取出灵光液收集器制作图，选择学习。相比于其他物品，他对制作图的兴趣更大。点击制造界面，灵光液收集器，灵能石1120，光能石24%，水晶34%，金晶37%，金铜9%，金刚47%。这个世界在制造方面充满了恶意，至少杨青是这么认为。因为任何制造物，你不消耗材料制造一样出来，就不会知道它的具体作用。能初始判断制造物的作用的，只能凭借一个名称去猜测，这无疑是很坑的。万一花费大代价制作了个用不上的物品，属实有些浪费，尤其是对那些资源不富足的玩家来讲。此时的杨青同样面临着这种困扰，虽然他资源丰富，但好不容易收集到的光能石却要立马用掉，这让他还是有些犹豫。不过转念一想，这么久以来，任何制造出来的物件似乎也没有让他失望的。心一横，反正制作图都学了，最终还是决定制造出一份灵光液收集器。材料只差金铜，交易所内杨青昨晚挂售的家具已经卖掉了一半，其中收获的金铜也不少，直接从交易界面先提取了21份金铜出来，这样材料刚好凑齐。点击制作系统，灵光液收集器 X1， 点开背包，将其取出。一台以铜钢筋为材质，水晶做点缀，大概1米高的精密仪器出现在杨青眼前，旁边有几道系统提示。杨青先是点击说明仔细看了会儿，这才对这玩意儿有所了解。这是一台能够将空气中的光元素转换为液体的机器，这种液体就如仪器名称显示的那般，叫做灵光液。其具体作用是每服用100 ml 可提升固定10点精神，当然这必须要拥有光元素之体的人才能够有效，而若是没有开启基因天赋的人，服用了500 ml， 则在第一条基因链开启度达到 100% 时，必定能觉醒出光元素之体的天赋。至于其收集速度，则为每10小时100 ml。 东西绝对是好东西，尤其是能够定向培养出光元素之体，这一点就拥有开宗立教的资格。只不过对于杨青来讲，作用仅仅只是一天提升20点精神而已。当然，若是这世界能够有培养自己势力、打大型战争的功能，那他绝对能培养出一支光明军团，到时候混个光明领主，亦或者光明教皇的称号也说不准。第87章，龙生于天地间，当称一声也。将灵光液收集器放置在庭院后，继续今天的第7次挖掘。5个方向比较不错的选择，只有上下2个。下方5只恐怖级冰暴熊，以你的能力有数种方式将它们一锅端，并且可以收获一个紫贝壳。上方是赤金领地，里面驻扎着2只旱地级元素领主与一群元素之灵，要注意，千万别让2只旱地级元素领主融合，不然
他们将会发出震天级攻击。当然，危险与机遇并存，里面也收藏着灵能冰火炮制作图这种恐怖的战争机器。仅仅犹豫了3秒，杨青便决定挖上。上方虽然危险，但今天只剩最后几次挖掘机会了，明天上古祭坛就会解封，这会儿有如此恐怖的杀气，自然需要拿下。20分钟后，一人一龙穿过雾墙，杨青先将飞翼收起，而后细细打量起眼前这个冰窟，一眼望不到尽头，显然这处冰窟大得离谱。视线之内有几座3至10米不等的金石山，每一座金石山都是红与蓝2种颜色相交，同时每座金石山旁边都漂浮着2只不知名怪物，一只深红色，一只冰蓝色，都没有实体，如同火焰一般，大都40-80来公分。杨青取出爆裂法杖，上前2个火球术分别甩向最近的怪物。系统火元素之灵，普通级。系统冰元素之灵，普通级。轰轰！以杨青现在的伤害，2只普通级的元素之灵自然被瞬间秒杀。系统火能石 X1， 系统冰能石 X1。可惜连兽源都没有，不过普通级的怪物就能分解出能石，倒是个发家致富的好地方。杨青嘀咕着，同时走到金石山一旁，取出镐子砸了几下，不出意外，依旧无法采集。哦！小敖兴致冲冲地开始猎杀附近的元素之灵，对于战斗，他总是有着一股无与伦比的热情。杨青这次没让小敖独自作战，这地方大得离谱，谁知道前方还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得尽快解决这些小东西。一人一龙不断深入，直到眼前金石山的高度已经接近15米，而守护在金石山一旁的2只元素之灵也达到了恐怖级。火球术，杨青面无表情，2个火球甩出，这次运气普通，仅仅触发了1倍与2倍的伤害。轰轰！火球爆炸声响起，2只恐怖级元素之灵晃悠了一下，随之迅速融合到一起。蓝红相间的身体瞬间达到2米高，甚至可以看到其上方有人类脸部的轮廓形成。同时，一颗足足有脸盆大小的圆形能量团在他嘴边凝聚，能量团一半为红带着炽热，一半为蓝透着森寒。唰！红蓝能量团被喷吐而出，杨青不断后撤，同时小敖也在朝更高的方向飞去。轰！一声巨大的轰鸣响起，能量团猛烈炸开，一圈圈炽热与寒冷交织的能量从爆炸中心向外扩散。能量圈扩散的速度极快，杨青只得加持雷伊来抵挡。至于小敖，处在高空的他并没有被能量圈波及，仅仅只是受到爆炸带来的一点余威。哦！小敖缓了缓身形，嘴中有无比浓郁的火元素在凝聚，随之一颗颗压缩到极致的盐弹上空落下。杨青同样在缓住身形的第一时间，便将一颗颗火球甩来。霎时间，只见那只2米来高的元素之灵被无尽的火芒笼罩，极热的高温与强大的冲击在他们周边肆虐。一龙一人连续轰击了5秒，杨青眼前这才出现击杀的系统提示。继续深入，期间再次碰上了恐怖级元素之灵，不过这次杨青却是指挥着小敖与他一起先手秒杀掉一只元素之灵，使得2者无法融合，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一直在行走了10分钟后，一座高有30来米的金石山出现在杨青眼前。金石巨山旁边同样有2只高约3米的元素之灵，杨青猜测这应该就是提示显示的元素灵主，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上前招惹他们，而是继续带着小敖先将这座冰窟内剩余的元素之灵全部解决后，这才回到原地，细细打量起这2只领头的 BOSS。 以他刚刚对付元素之灵的经验来看，想要阻止他们融合，必须先手秒掉一只，不然2者融合后发出的攻击足以超过自身实力数倍。不过这2只元素之灵本身就是旱地级，哪怕他们没有融合，但想要做到瞬间秒杀也没那么容易。一旦没秒掉，使得他们完成融合，从而发出震天级的攻击，杨青真没有绝对把握能够抵挡。除非他现在就开始不计损耗的叠加雷伊，不然等到他们的伤害发出之时，雷伊叠加层数不够，怕是的交代在这了。而且还得兼顾小敖，毕竟谁知道震天级攻击是不是全方面覆盖的。内心稍作盘算，杨青还是决定借助外力。点开交易界面，花费5份冰原狼肉换取了26份水晶。又点开制作界面，花费30份水晶，5颗灵能石，5颗雷能石，5颗土能石，5颗水能石，5颗冰能石，一口气制作了5颗魔法地雷。经过这么久，杨青发现元素之灵是不会离开自身依靠的金石巨山。根据这一特性，他决定送他们5个地瓜尝尝。小敖，你就在这待着别动。给小敖发出指令，杨青激活命运斗篷的第3个特性命运之影，随即朝前方跑去，一直来到金石山脚下，这才清楚地感受到来自2位旱地级元素之灵身上散发的极热与极寒。2位元素之灵站的位置处于水晶山前方，凭借绝对隐身的特性，杨青直接当着他们面取出魔法地雷，随之融入在他们身后的红蓝晶石山中。将地雷埋好，
杨青也没有久留，跑到小敖身旁，带着他不断向后撤离。这次他选择的引爆方式是定时，定的时间则是10分钟。一直跑到数千米外，杨青这才停下脚步，取了根华子，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待。小敖看着杨青嘴上叼着的玩意儿，有些好奇地舔了舔舌头。杨青看出他的心思，笑了笑，取出一根雪茄丢了过去。小敖控制身上自带的火焰，将雪茄点燃，随之学着杨青有模有样地吞吐起来。嗷嗷嗷嗷！浓烈的味道冲入他脑门，这感觉很怪，但为什么这么让龙沉迷？嗷嗷嗷嗷！玩火都好这一口。杨青被他这模样逗乐了，他心里忽然蹦出一个词：社会我龙爷。直到华子完全燃烧完毕，轰！一声通天轰鸣，响彻整个冰窟。同时，几道系统提示也随之浮现：系统，你成功击杀火元素领主；系统，你成功击杀冰元素领主；系统，火能石 X8；系统，冰能石 X8。第88章无头骑士。这魔法地雷除了消耗大，威力是真没得说，一炮全部带走。看着系统传来的提示，杨青念叨之余，同时朝前方跑去。此地的元素之灵全部清空，是时候去寻找奖励了。来到元素领主死亡之处，原本完整无缺的巨大晶石山，此时已经变成无数小碎块。杨青捡起地上的晶石碎块，得到系统提示，残缺的晶石毫无任何作用。得，半点空子也不让钻。摇了摇头，继续寻找奖励。最后在一处碎晶石堆中看到一块黑色贝壳，同时彩色提示显示安全无害，这才蹲下身子将其打开。系统，黑贝壳 X1；系统，冰能石 X12；系统，火能石 X12；系统，灵能冰火炮制作图 X1；系统，特级法球冰火莲花。加上元素之灵分解出来的能石，杨青一共收获了冰能石与火能10个56颗。至于法球属于群体攻击元素技，需要拥有冰火双体质才能学习。最后取出灵能冰火炮制作图，点击学习，再点开制造界面，看了一眼制造公式：灵能冰火炮，灵能石970，火能石16720，冰能石17120，金铁零20，金金7/20，金银37/37，金刚17/17，金铜零20。差一些材料，杨青也不急着现在制造，今天还剩3次挖掘机会，他准备一鼓作气全部挖完再说。第8次依旧挖的是上方，里面是一群白化蜘蛛，共35只，最强的是一只恐怖级，危险级的有4只，剩余的都是普通级。让小敖几个龙息就解决了。其中35颗兽源共增加了 8.3% 的5阶基因开启度。随后杨青又取出凝血器，将60份普通级异兽血全部凝练成血丸，其中有30份是昨天冰原狼分解出的，一共6颗血丸，加上2份恐怖级的异兽血，共提升了 19.9 的敏捷与27点精神。至此，杨青的敏捷也正式突破400点。至于危险级的血液，零零散散凑合起来虽然够10份，但是几种血液加成的属性却是不一样，也就无法放在一起融合，只能暂时待在背包。继续第9次挖掘，这次杨青选择的依旧是有兽群看守的冰窟，里面是35只紫雷雕，同样为他增加了 8.3.5 阶基因开启度与27点精神。终于在第10次挖掘的时候，出现了难以抉择的一幕。可恶，真不想进入右方冰窟，那里有一大片骷髅墓地，并且还有一群肮脏、愚蠢、恶劣的骷髅剑士看守，领头的更是恶心至极的无头骑士。要知道，这东西在汉地级中的实力可是上等。当然，现在的你倒是足以应付，但也要小心他的长枪。向后有6只恐怖级岩凯地龙，以你的实力可以轻松解决。一边是能够提升小敖的实力，一边能够大量提升自己精神。事实上，单从收益上来看，骷髅墓地有一只汉地级无头骑士，是要远超那几只恐怖级岩凯地龙的。但让杨青纠结的是，这是今天的第10次挖掘，也就是说选择了骷髅墓地，那今晚就得在那过夜，这无疑是很糟糕的选择。稍加思索，最终还是狠下心来，决定挖右边。毕竟明天就得回到上古祭坛了，这会儿能多提升一点实力，自身也更有底气。25分钟后，一切准备就绪，将稿子收进背包，取出真冰法杖佩戴，而后拿在手上，与小敖一同踏入雾墙。原本还是光线充足的环境，瞬间变得阴暗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酸臭味。放眼望去，无数个木堆排满了整片空间，木堆中有着一个个提着长剑的骷髅，正盲目的徘徊。小敖似乎也不太喜欢这种环境，甩了甩脑袋，随后将身体变成最大形态，直接冲到骷髅堆头顶，一道恐怖的龙息从嘴中喷吐而出。霎时间，原本平静的墓地迎来了一片火焰炼狱，一只只森白的骷髅被龙息沾染后，瞬间变成火焰骷髅，随之化作灰烬。系统成功击杀骷髅战士。系统灵魂本源白 X1。系统灵魂本源
蓝 X1 系统一阶武器普通的铁剑 X1 系统二阶武器精致的铁剑 X1。就在这时，布满木堆的土地忽然裂开一条巨缝，一根青铜长枪由裂缝中斜刺向半空的小敖。雷一，杨青眼疾手快，瞬间给小敖加持一道防御。青铜长枪势大力沉，犹如一条长龙冲向小敖。咔！高达5倍防御的雷一瞬间破碎，巨大的冲击将小敖甩飞，重重地落在地面。顺着青铜长枪望去，一个威风凛凛的无头骑士从裂缝中踏出。他身穿青铜铠甲，手持青铜长枪，胯下骑着一只高约3米的蓝焰骷髅马。最骇人的还是他头部位置，那里虽然空空荡荡，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更能给人一种惊悚的感觉。小敖再次飞起，眼神中的火焰急速跳动，一直无敌的他首次感受到了失败的滋味，这让他无比愤怒。杨青上前看了看小敖的情况，虽然雷一没有完全将青铜长枪的攻势挡下，但也抵消了80%的冲击，再加上战甲的防御，小敖基本没受到任何伤害。只不过无头骑士的力量太过强大，仅仅只是危险级的小敖丝毫无法抵御这股强大的力量，这才导致被甩飞。杨青将机甲取出，精神操控着正面迎上无头骑士。从刚刚攻击他便看出，这东西绝对是他正面遇上的最强敌人，因此丝毫不敢大意，直接祭出最强杀招。无头骑士再次扬起手上的青铜长枪，蓝焰骷髅马四体摆动，迅速朝机甲冲来。他的4只骷髅蹄子都伴有蓝色火焰，随着火焰越发旺盛，速度快的在原地留下一道蓝色残影。Doom！ 机甲伸出电锯臂抵挡，金属交碰的声音响彻整个冰窟。第89章，终于有人开启决斗场。无头骑士见自己的攻击被挡住，连忙调转马头，继续发起冲锋。每一次冲锋都能留下一道长长的蓝色残影。反观机甲，在速度方面不如无头骑士，只得被动站在原地防守。一时间 Doom 的交碰声不断响起。小敖处在半空，见自己插不进此处的战争，只得去寻找剩余骷髅战士的麻烦。风之束缚，杨青看准时机，扬起法杖将还在冲锋的无头骑士控制住，随之操控着机甲上去就是一套素质3连，电锯在轰鸣，狼牙铁棒更是将无头骑士的青铜铠甲都砸出一条细细的裂缝。蓝焰骷髅马身上的焰火也由旺盛渐渐开始变得暗淡，他们空有一身杀招，却只能当个靶子，这无疑是极其憋屈的。但随着分解者的身影开始转动起来，这份憋屈也将长眠。原本就出现裂缝的青铜铠甲，在机甲飞速的转动下，变成一块块的青铜碎片掉落在地，而骷髅马更是神志不清，不停地晃动着脑袋，身上的蓝焰在机甲的每一次转动下都会暗淡一丝，最终完全熄灭。系统，你成功击杀无头骑士。系统，4阶武器无头骑士的长枪 X1。系统，灵魂本源红 X1。系统，蓝焰骷髅马的缰绳 X1。你强任你强，束缚加机甲。看着如此强力的无头骑士憋屈的死去，杨青不由来的感慨一句，随之又把目光望向小敖那边，一只只骷髅战士沐浴在龙息当中，转而化作灰烬。面对能够飞行的小敖，他们属实是没有任何办法。疾冰之雨，杨青几道攻击甩去，帮助小敖一同清理。3分钟后，木堆中骷髅战士已经全部清理完成。杨青走到机甲前，查看了下灵能，只剩下3%，又取出10块灵能石给他安装上去。现在他的实力已经不弱，基本都会选择精神操控的方式去战斗，而这样自然就无法第一时间更换灵能，所以每次战斗前都必须保证机甲灵能充足，才能避免在战斗中熄火的可能。接着又随便找了个空旷处，将庭院具现。此处冰窟自带阴暗，哪怕现在还是下午1点多，杨青也不得不取出灵能灯泡将其点亮。提着灯泡走到良田处，其他种植物还需要个把小时才能成熟，但领土良田上第2批灵冰果已经成熟。杨青将其全部收取，随之取出3份木灵种子种了上去。这东西能够给融合木葵，虽然不知具体效果，但是单单能让木葵成长这一特性就值得优先种植。由于此处冰窟自带腐烂的臭味，杨青也没有任何食欲，因此今天的午饭他是不想吃了。至于小敖，随便丢了几斤荆棘爆炎龙肉给他对付对付就行了。回到房间内，空气中刺鼻的臭味才稍微有所好转，随便找了个水晶椅子坐下，准备清理一下今天的收获。却在这时，交易所挂售的200多套家具已经全部卖完，除了上午取出21份金铜，还剩余。金 X216、金银 X195、金铜 X182、金刚 X231、金铁 X230。点开制造界面，选择灵能冰火炮，点击制造。系统，灵能冰火炮 X1。从背包将其取出，一个长约2.5米左右，
整体以红蓝色为主的水晶大炮台出现在杨青面前。炮台上方是一根水晶炮管，底部有2个黄金大轮子拖着，一旁还有2道系统提示：系统是否开炮？系统灵能剩余100%。杨青将炮台收起，又来到庭院外，再次取出炮台，他准备试试威力以及消耗，到时候运用起来心里也有个底。将炮管对着前方远处一个坟堆，点击开炮。炮管身上忽然亮起一道道红蓝相间的纹络，无数纹络好似血管一般，将浓郁的魔法元素传送到炮管头部。轰！一颗直径大约半米的红蓝元素球从炮管急速飞出，其巨大的威力将前方坟堆场清出一片空白，无数白骨漫天乱舞。这威力比魔法地雷差上不少，但地雷使用限制太大，一不小心还容易误伤。炮台则要方便得多，用来打阵地战倒是不错，明天有的爽了。杨青说着，随之查看了下灵能消耗，发现一炮便减少了20%的灵能，换算下来也就是一炮2颗灵能石。得，滚去吃灰吧！有这消耗，还不如多换几斤肉给小敖，说不准还能激发一下他的潜力。将灵能冰火炮收进背包，并且内心打定主意，这玩意要是不能一炮打出10倍的利润，说什么也不会使用的，除非迫不得已。他算是看明白了，什么机甲、大炮、地雷这些科技物品就没有一个不烧资源的，还是小敖、小鸡好，一场战斗下来也就几斤肉食的消耗，这让他内心更加坚定，2只大宝贝必须要重点培养。回到房间，躺在水晶床上，从背包取出刚收获的灵魂本源，全部吸收，一共67份，共计增加43点精神。至此，在不佩戴装备的情况下，他的精神已经高达343点。若是佩戴真冰法杖以及其他加精神的装备，更是能达到恐怖的596.77。同时，骷髅也爆出51把1阶普通铁剑，11把2阶精致铁剑，4把3阶完美铁剑，1把4阶无头骑士的长枪。先将51把1阶铁剑全部挂上交易所，售价依旧是5颗任意能石以及5块紫贝壳或者2块红贝壳。剩余高品级铁剑暂时没有挂上去，而是计划等1阶卖完再挂。至于今天收获的一些肉食，同样没有挂售。随着大家实力提升上来，无时无刻都有人在猎杀异兽，现在食物的价格已经极低了，不如留给小敖他们食用。趁着整理资源的这段时间，庭院外的水与微尘也都加工好了，将其全部整理后，又回到床上继续躺着。点开聊天界面，选择龙国频道，大略观看了会儿。今天的聊天界面主要讨论的依旧是基因天赋、装备、法球这些与实力有关的信息，也有想要以兽血换取兽血的。毕竟随着大家开启基因天赋的不同，属性方面也得随着基因天赋而侧重培养。毕竟不是谁都像杨青这样血液多的可以无所顾忌。就在这时，一道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王菲菲，龙国有没有谁开启了决斗场这个选项的？我王菲菲1阶基因战士在此摆下擂台，挑战在场的各位弱鸡。第90章大战王菲菲。这话一出，当即引来无数人谩骂。其他的他们或许不懂，但被说成弱鸡，这能忍？干！你商标符号谁啊？别让劳资遇见，不然腿给你劈了。这年头，是人是狗都想刷一波存在感，大家习惯就好。呵呵，不过只是开启了一条基因链的废物罢了，谁给你勇气大放厥词的？当然，也有一些好奇的观众抓住重点决斗场，以此来展开疑问。我这是又错过了什么？决斗场什么东东？吊大的能不能出来解释下？我不过就是2天没挖掘，怎么感觉落后了1个世纪？看名称就很刺激，弱弱的问一句，要怎么开启？至于杨青，兴趣瞬间就上来了，终于可以体验新功能了。点开决斗界面，选择单人决斗。这次系统显示的不是人数不足，而是正在匹配。叮，下一秒，系统显示匹配成功，是否传送？选择是。一道由虚空出现的白光照耀在杨青身上，随之他的身影已然来到一处草原之上。系统，本次决斗场地为翠绿草原。杨青打量着眼前的一切，整片草原估计有数万平方，四周被一层白色能量罩包围。距离他100米处有一个光头男，头顶上方还有一串系统信息：王菲菲，龙国，胜场零，败场零。杨青还发现小敖并没有被传送过来，甚至连背包内的物品也无法使用，并且装备方面也只有佩戴了的武器能够取出。也就是说，他虽然武器足够多，但只允许使用1把，完全考验自身实力吗？对此，杨青倒没啥好抱怨的，随口念叨一句：虽然这一设定无法让他发挥出最强实力，但这有影响吗？完全没有的。哟，我当是谁这么勇呢？原来是杨大财主，怎么不好好去做你的生意，跑这里找虐来了？对面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的对手是杨青，不过他却没有任何畏惧。一来此处不会死亡，这给了他很大的安全感。
二来他刚开启基因天赋不久，此时正是自信心爆棚的时候。在他的认知里，大家虽然都开启了基因天赋，但基因天赋也有强弱，他王菲菲开启的可是紫色品质的天赋，倍化右臂。乾坤已定，我即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黑马。见杨青没有理睬，王菲菲暴吼一声，取出她新收获的武器金刚重刀，直接冲来，同时还将录像打开，首战亦是阳明之战。杨青面无表情，脑海念头一闪，火球术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此次攻击为9倍精神增幅。你见过砂锅不？2层楼那么大的火球吗？王菲菲见到了，此刻她仿佛看到了久违的太阳。系统，恭喜你获得本次决斗的胜利，决斗点 X10，胜场 X1。随着系统提示的浮现，杨青也回到了房间内，而此时他的决斗界面上，原本显示5次决斗机会的数字也变成了4，同时排行榜的选项也已经被点亮。杨青点进去一看，上面只有一个名字：杨青，龙国，胜场1。本着不浪费次数的原则，杨青继续点击单人决斗，只是这一次等了10分钟也没匹配到人，这才选择放弃，打算等到晚上再试试，或许那时候又有不少人开启了决斗选项呢。之后的时间，他便看看聊天界面，整理整理背包，期间他还发现先前收获的蓝焰骷髅马的缰绳作用，居然是用来收服其他蓝焰骷髅马当做坐骑的，这让杨青就有兴趣了，决定以后要是再次看见有无头骑士的冰窟，必须放在首选位置。时间很快来到晚上，这时杨青挂在交易所内的51把一节普通铁剑也全部售卖，共计收获灵能石 X32、火能石 X30、风能石 X30、水能石 X28、冰能石 X25、雷能石 X28、土能石 X29、木能石 X23、紫贝壳 X30。相比于昨天，今天售卖的速度更快了，甚至连紫贝壳都收到了30分。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觉醒了基因天赋，并且随着大家天赋开启，那些觉醒出高品级基因天赋的玩家应该也会崭露头角。趁热打铁，杨青也随之将11把2阶精致铁剑全部挂了上去，价格是10颗任意能石或者3块红色贝壳。贝壳在现阶段不算什么，但等到贝壳分解器与装备升级器普及起来，紫色以上的贝壳绝对会供不应求。毕竟百分比加成着实有些恐怖，尤其是属性高了之后，加成也会随之变高。晚餐方面，杨青依旧没有准备任何食物，随便吃了点面包应付一下。又点开决斗界面，相比于下午，晚上开启决斗选项的人更多了。而杨青也是轻松完成4次匹配，并且全部取得胜利，高高占据着排行榜第1的位置。同时，有关于决斗场的消息也迅速在聊天界面展开。自然，今晚的话题则被决斗场3个字承包，甚至有些人还未开启这个选项，就已经提前预定了数十场 solo， 可谓是火药味十足。至于高挂在排行榜第1的杨青，则是再次小火了一把。对于这一切，杨青也是看在眼里，不过并没有发表什么。等到半夜，第1份灵光液收集完成，直接取出喝掉，加了10点精神。随后又等到深夜，再将水与微尘什么的也一并收取。至此，杨青背包中的高级微尘多了1份紫色与1份红色，至于黑色，还差几个小时，他也等不下去了，走进房内，直接倒在床上睡了过去。直到杨青已经进入了梦乡时，那颗染血的石头再次发出动人的歌声。清晨，距离上古祭坛解封只剩下2小时，或许是知道今天就得返回上古祭坛，杨青醒得很早。第一件事就是将庭院内的黑色微尘收取，再次添加1块新的黑贝壳进入分解器后，又把真冰法杖的等级提升到了+5。至此，单单真冰法杖的百分比精神加成就已经达到了恐怖的 35%。随后又将流霜戒指与流霜护腕也升级到+2，便没有再升级其他装备了。虽然他还有1份紫色微尘，但还是决定暂时先留着，万一在上古祭坛又收获更高品级的装备，再进行升级才不会浪费。早餐杨青暂时没打算吃，他准备先挖掘到下一个冰窟，再考虑这方面的事。第91章深渊掠夺者。观察四周，最后决定挖下。下方有一只紫色贝壳怪，你可以直接一个法术送它下地狱，但这样只会收获少量的资源。若是能找机会将活着的贝壳怪打开，那收获才足够丰富。当然，这有点费手。再次遇见贝壳怪，杨青兴趣还是很大的。他记得当初遇见第1只蓝色贝壳怪时，还得依靠运气才能击杀，现在可就简单多了。取出稿子，直接开砸。18分钟后，系统冰块 X22。从阶梯一路走下，新的冰窟并不是很大，一眼便能望到尽头。而那只紫色贝壳怪正处在中央位置。杨青缓缓走下阶梯，来到贝壳怪一旁。别人没有提示，自然只会觉得这是一块普通的贝壳。当他伸手去开时，贝壳怪会狠狠地将他的手臂夹断。杨青自然不会那么做，只见他抬起右脚，随后用力狠狠踩在贝壳上方。
受到攻击的贝壳怪4只小短腿也在第一时间伸出，不断扒拉。杨青蹲下身子，抓住其左后腿，将它提起，随后用力甩动，一件件资源从他嘴中甩出，直到甩不出任何东西，又换种姿势抖动了几分钟，确认真的被掏空后，这才往半空一甩。火球术，轰，完美命中。系统紫贝壳 X1， 又将冰面上的资源一一捡起。系统灵能石 X5， 系统3阶武器灵能手炮，系统初级法球西提，系统终极法球远距离滑铲，系统终极治疗药剂制作图 X1。 点开背包，取出终极药剂制作图学习。点开制造界面，终极治疗药剂冰须草灵5，百年雪参灵5，含玉髓灵5。3种材料杨青是一份也没有。点开交易所，上面也只有3份冰须草，售价需要指定物品紫雷木，这些他都没有，只得暂时放弃制作终极治疗药剂的想法了。不过倒是用26份冰原狼肉换取了46份水晶。随后选择高级异兽战甲，点击制作，准备到时候第一时间给小鸡武装上。至于法球装备没啥好看的，他又没有火炮精通之类的基因天赋，不然带上这套装备法球，先是一个远距离滑铲近身，随后西踢击飞，手炮直接盖在脸上轰，那战斗画面绝对很美。继续今天的第2次挖掘，这次5个方向都能走，但是都比较普通。不错的是，继续挖下会收获几分制作终极治疗药剂的百年雪参，这杨青自然不会放过。15分钟后，来到下方冰窟，冰面上零零散散有着几个小冰包，提示显示百年雪参就藏在里面。杨青自是不会客气，全部挖空带走，共收获12份百年雪参。而此时距离上古祭坛解封只剩下不到30分钟，杨青也不准备挖掘了，将庭院巨献取出锅炉，煮了一小锅瘦肉粥，吃饱喝足，只剩最后3分钟。小敖，打起精神，准备干大事了，顺便带你见个新朋友。杨青将真冰法杖取出，同时嘱咐着说道。哦，小敖甩了甩脑袋，慵懒的神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兴奋与期待。3分钟转瞬即逝，系统破损的时空封印秒表已经充能完毕，3秒后将再次为你开启时空通道。3、2、1，时空通道成功开启。杨青眼前再次出现那道银色门户，没有犹豫，带着小敖一脚踏进。系统破损的时空封印秒表已完全损坏，无法使用。随着系统提示传来，杨青的身影已然来到上古祭坛内，小鸡、张小胖等也已经解除封印。祭坛中间的银月之神雕像，上方的倒计时也开始运转。小鸡，杨青摆摆手，将小鸡唤来，顺带取出高级异兽战甲。在小鸡、张小胖等人眼里，并没有感觉时间的流逝，因此他们的记忆依旧是停留在封印前的那一秒。小鸡扑腾着翅膀飞来，杨青将手上的铁球丢了过去，霎时间，铁球在小鸡身上蔓延，随之将他的身体完全覆盖，只留下一张鸟脸。与小敖的深红色战甲不同，初始战甲根据小鸡的体质自动形成的是一件蓝白色相间、散发着寒气的战甲。鸡，小鸡好奇的在半空不断盘旋，突然附加而来的强大力量让他感到欣喜。敖，小敖见到这么一只大鸟也能拥有自己同样的战甲，好强心一下子就上来了，直接将身形背化，强大的压迫感瞬间在祭坛上散开。小鸡不甘示弱，同样将身体背化，一寒一热两股冲击形成对峙。张小胖等人被这瞬间涌来的能量冲击在地，脸上集体露出骇然。什么情况？晃个神的功夫，杨青大佬这是又从哪里整出这么一只怪物？就连青焰师与鹰狐望向一龙一鸟时，眼神中也有一丝畏惧。若是先前他们还有信心与那只白痴大鸟斗上一斗，但现在他们有感自己恐怕在大鸟的一刀下撑不住一招。小鸡、小敖，过来！杨青唤道。都说水火不容，再不阻止，恐怕真要打起来了。对于杨青的指令，两只宠物自然不会违抗，连忙收了气势，一左一右的护在杨青身边。以后大家就是同伴了，应该并肩作战。杨青再次嘱咐。鸡、嗷，两只宠物同时应答。不过从他们的眼神中，还是可以看出一股谁也不服谁的神色。对于这种情况，杨青也没啥好解决的办法，都是要强的性子，只得慢慢让他们并肩作战，历经生死后，或许才能完美相处。红雾四周1000米处出现44只深渊怪物，深渊掠夺者，其中有4只旱地级，40只恐怖级。要注意，深渊掠夺者速度极快，力量更是能碎石裂山，是完美的近战强杀型怪物，并且掌握爪击、双重爪击、36式连环爪击3大超强攻杀技。当然，
最恐怖的是，他们的任何攻击都附带深红能量，要注意别被其爪伤，不然无比浓郁到深红会瞬间将你侵蚀。就在这时，彩色提示发出预警：上古祭坛第8波深渊怪物来了。第92章大战深渊掠夺者。小鸡、小敖、阴狐、青焰师准备战斗了，你们去防守后方。杨青指挥着，同时从背包取出机甲，精神操控着他朝左边走去。至于右边的防守，他稍作思考，决定再制作5门灵能冰火炮，交给袁战清他们控制。相比于魔法地雷这种一次性消耗品，灵能冰火炮明显要更适合现在的战斗，毕竟之后还有2波深渊怪物。系统，你成功制作灵能冰火炮。随着一道道系统提示声响起，杨青一共消耗50块灵能石，冰火2种能10个100块，以及大量珍稀资源，这才将5台灵能冰火炮制作出来。加上昨天制作的1台，他背包一共是有6台。走到神像右方，将6台灵能冰火炮一字排开，随后从圈内挑选出6名胆大心细的玩家，由袁战清领头，教导他们如何使用后冰火炮后，这才朝神像前方走去。站在高台边缘，入目依旧是一片深红的雾霭，真冰法杖被他紧握在手，同时取出一块紫色千年寒冰，为真冰法杖加持了10次释放冰皇魄的机会。30秒钟后，红雾中有一群高约3米左右的身影飞快跑来，直到距离高台100米的距离，杨青毫不犹豫，直接2道疾冰之雨甩出，第一击触发5倍伤害，第二击触发3倍。巨大的冰锥在红雾中肆虐，一群恐怖级深渊掠夺者大都被冰锥阻拦降慢速度，唯有领头那只，他有着接近4米高的体型，不管不顾顶着冰锥的砸击，继续飞快狂奔。全力之下，他的速度快到极致，100米的距离仅仅只需3个呼吸。杨青也终于看清这怪物的模样，他的身形处于站立形态，将近4米的身高，全身肌肉无比壮硕，皮肤整体为绿色，有着一条条异常明显的红色纹络，好似血管一般附着在绿色皮肤之内。最显眼的是他的一对双爪，5根绿色手指无比修长，单单指甲就有将近20公分。唰！旱地级深渊掠夺者没有半点停顿，在看到杨青的一瞬间，腿部肌肉一鼓，双爪朝前，随之高高跃起。雷衣！杨青直接给自己加持了1道雷衣，全身瞬间感觉如有神助，无比轻快，脚步一动，朝右方闪躲。同时，一只冰晶凤凰在真冰法杖顶部凝聚，随之朝深渊掠夺者冲去，正是冰皇魄。深渊掠夺者依旧没有做出任何防御，或者是他本就不会防御。只见他双爪微微弯曲，左手爪尖朝着眼前的冰晶凤凰狠狠一甩，2道冰晶凤凰瞬间碎裂，随之右爪再次甩出，又是2道冰晶凤凰破碎。以力破法便是他的防御，7段攻击最后只有3段砸中，在他的胸口处留下一块巨大的冰晶痕迹，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速度，呼吸间便已经来到杨青跟前，双爪不断挥出，隐隐有红芒闪过。杨青继续闪躲，有雷衣加持，他的速度并不会比深渊掠夺者慢，只是1道雷衣只有10秒的加持，无法持续战斗。虽然他也可继续释放雷衣，但要知道这才是第8波，他必须预留大量的精神应对下2波的怪物，这也是他没有第一时间释放风之束缚的原因。毕竟特级法球的精神消耗是要远远超过高级法球消耗的。重点是他不只是一个人单独作战，还同时在操控机甲与另一群掠夺者战斗，这无疑也在加快消耗他的精神。10秒足矣。冰皇魄！杨青右手抖动，这一次冰皇魄的7段攻击在他的操控下分散开来，朝不同方向冲至深渊掠夺者。刷刷！深渊掠夺者依旧挥舞着一双巨爪破除冰皇魄，但由于7道冰晶凤凰处于散开状态，他仅仅只是破除了2段攻击，剩余的5段攻击完美命中了他的脑袋。好！这一次的攻击明显让他感受到了疼痛，张嘴不断的发出怒吼，同时隐藏在皮肤内部的红色纹络也开始散发出刺眼的红芒。他的速度在加快，双爪不断挥出，随之越来越快，正是他的最大杀招36式连环爪击。杨青依旧凭借着高额的速度急速闪躲，但随着爪击越来越快，他身上也开始遭受到攻击，但好在雷衣防御不错，暂时还能挡住。冰皇魄！当然他也不会白白挨打，在遭受到攻击的同时继续甩出一段段冰晶凤凰。一方有雷衣防守，一方单单只凭借肉身抵抗，此消彼长之下，深渊掠夺者的速度渐渐缓慢下来，身上的伤口也不断扩大。最终随着最后1道冰皇魄甩出，旱地级深渊掠夺者终于是重重的倒在地上，没了生机。而此时前方原本被疾冰之雨阻拦的10只恐怖级深渊掠夺者也来到了高台，杨青继续挥舞法杖，再次以疾冰之雨将他们完全覆盖。原本就经历过一波冰锥的洗礼，他们身上已经是伤痕累累，这会儿又是无数冰锥落下，已然无法再承受这种强度的攻击，纷纷被冰锥砸至，完全没了生机。
眼见这边最强的怪物被解决，杨青开始朝着左边跑去。此时的机甲已经被深渊掠夺者包围，一道道利爪不断落在能量罩上，灵能在持续损耗，但随着机甲不断旋转，那些弱点的深渊掠夺者仅仅扛住1-2次挥甩，便再也没了生机。等到杨青跑来时，左边只剩余最后一只旱地级深渊掠夺者。杨青自是不会墨迹，扬起法杖，又是一道冰皇破甩出，同时继续操控着机甲释放大风车。即便深渊掠夺者爪击再如何锋利，但面对机甲的防御也没有任何办法，顶多就是让他灵能损耗的快些罢了。最终，随着杨青第2道冰皇破砸中其脑门，这只旱地级深渊掠夺者终于是没了任何生机。眼看前方和左边的怪物被解决，杨青没有第一时间去捡取尸体，而是将目光望向另外2方的战场。第93章领主水晶。后方位置应对起来没有太大的压力，小鸡本身就是恐怖级，现在穿上战甲又有飞行的优势，对付一只旱地级的深渊掠夺者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虽然没法做到快速绝杀，但也能将其狠狠压制住。至于小敖与另外2只异兽的目标，则是其他10只恐怖级深渊掠夺者。相比于小鸡，小敖这边已经快要解决战斗，他虽只是危险级，但有着战甲的加成与自身的龙族天赋，对付几只恐怖级掠夺者还是没压力的。更何况一旁还有鹰狐和青焰师帮衬。右方袁战清这边战斗已经接近尾声，在6门冰火灵能炮的轰击下，即便是杨青穿着机甲都没把握能挡得住，更何况只是几只深渊怪物而已。300克能石倒是没白花。杨青感慨一声，随即将机甲停在原地，自己则换上爆裂法杖跑到后方。此时那只旱地级深渊掠夺者已经是强弩之末，小鸡每一次附带切割效果的一刀都能在他身上留下一道巨大的伤痕。杨青加入战斗，一颗颗火球术不断从法杖顶端凝聚，而后射向那只旱地级的深渊掠夺者。在一人一鸟的双重打击下，最后一只深渊掠夺者终于是随着一声悲鸣倒了下去。同时，小敖这边也将10只恐怖级深渊掠夺者全部解决。系统，恭喜你守住第8波深渊怪物的袭击，神像为了感谢你的守护，为你准备了赐福、抽奖转盘与神赐贝壳3种奖励，可任选一样领取。没有第一时间选择，虽然他觉得神赐贝壳应该是个好东西，毕竟带着神赐这么高大上的前缀，但有前几次的经历，他决定还是先看一下其他人的奖励如何。此时的袁战清等人也同样收到系统的提示，全都一脸兴奋地领取了自己的奖励。你们选择的奖励是什么？杨青开口问道。上一次我选择的是抽奖转盘，运气不错，获得了几块能石，这次依旧选择抽奖转盘。张小胖率先回应，袁战清等人也纷纷开口表示，有选择转盘的，有选择祝福的，唯独没有听到神赐贝壳这个选项。这么看来，应该是只有大量猎杀了深渊怪物，或者在战斗中贡献最大的玩家才会出现神赐贝壳。杨青思索片刻，决定选择领取神赐贝壳，毕竟触发难度如此苛刻，奖励应该不会差。大佬，你看我抽到什么了？就在这时，张小胖忽然惊呼一声，开口的同时将一块巨大的透明水晶取了出来，放置在地面上。杨青先是把神赐贝壳领取，没有急着打开，而是先把目光望向了张小胖身前的透明水晶。水晶大约1米高，宽1.5米左右，呈圆形。同时，水晶一旁还有2道系统提示：系统领主水晶，使用后可开启领地选项；系统领地说明。点击领地说明，细细观看，这才粗略明白这东西的作用。简单来讲就是，拥有领主水晶，点击使用后会在系统面板室开启一个新的选项领地，而使用领主水晶开启领地选项后，会给你分配一块领地，水晶使用者则是领主。领主拥有招募其他人进入领地的能力，刚开启的领地为1级，只能为领地招募20名成员。被招募的玩家也会在系统界面开启领地选项，并且也可以传送至领地内。开启领地后会有7天保护期，保护期一过会受到周边各种不明生物的袭击。之后建设领地、防守领地、领地战什么的一系列的功能，则需要开启领地选项后才能逐一查看。大佬，你对这东西感兴趣吗？我张小胖几斤几两还是清楚的。从说明上看，这领主绝对不是那么容易当的。要是你有兴趣，我愿意把这领主水晶给你，就是大佬在开启领地后，能不能把我也招募进去？嘿嘿嘿嘿嘿。张小胖搓着双手，神色中有着一丝期待。对于开启新选项，杨青自然是有兴趣的，毕竟每天将10次挖掘机会使用完后，着实是有些无趣。而眼前的领地选项，从各方面来看，应该也能增加点乐子，倒不如先答应下来，看看领地具体的作用。实在觉得无趣，到时候直接摆烂不管也是可以的。行。杨青话刚说完，张小胖的交易申请就已经甩来。点击确认交易。系统领主水晶 X1，点开背包将领主水晶使用。
系统使用成功，请为你的领地命名。激战天下。系统命名失败，领地名称只能容纳2个字。清河。系统命名成功，领地选项已开启。看到提示，杨青点出系统面板主界面，背包、聊天、交易所、人物信息、制造、家园、基因、宠物、决斗场、领地、清河，一连10大选项出现在眼前。点击领地选项。系统领地开辟时间剩余23点59分时。招募领地成员。点击招募，上面显示有20颗招募水晶，取出1颗交易给张小胖。1秒后，系统张小胖已成为清河领地成员。随之杨青又点击了下领地成员选项，上面只有2个名字，领主杨青，成员张小胖。看到这一幕，站在一旁的其他人也表示想要加入杨青的领地，其中也包括袁战清。杨青交易给袁战清1颗，同时开口，第9波怪物的袭击马上就要来了，剩余还想进入的，先等打完这波再看吧。说完，杨青便开始收拾附近深渊掠夺者的尸体。而其他人心中也明白，领地成员一共只能招募20位，没人会喜欢与废物为伍。想要进入杨青大佬的领地，还是得凭本事才行。同时心中对张小胖产生一股羡慕，这货命咋这么好呢？攀上了这么一位大佬。虽然不知道加入领地后具体会有啥改变，可单单从说明上显示的可传送至领地这一点来看，绝对可以多一层保命的手段。即便不能与大佬们处在同一个冰窟挖掘，可若是遇到危险，在领地内喊一句能够借到点保命的装备或者工具也是不错的呀。而杨青在收拾完尸体后，内心怀揣着一丝期待，将神赐贝壳点开。系统灵能10 x 20，系统5行能10 x 2，系统7彩能10 x 1，系统7阶上古卷轴裂空72斩，系统魔法剑塔制作图 x 1。而那块呈现7彩色的神赐空贝壳也处在背包之中，同时彩色提示也在脑海浮现。第94章狂轰乱炸，小心脚下。红雾前方1000米处出现一支深渊魔猿小队，魔猿小队成员均为旱地级，一共有6支。要注意，深渊魔猿小队是深渊君主的亲信，其实力远超普通旱地级怪物。相比于深红能量，更要小心的是他们那一身震天撼地的力量与在同阶内堪称不败的体质与防御，同时他们还拥有魔猿变这种能瞬间增幅体质与力量的强大能力。看完提示，杨青神色有些凝重。从描述上来看，连深红能量在他们的力量面前都成了小道，这就很恐怖了。要知道前面8波无论怪物如何强大，提示上显示的都是深红能量才是最难缠的能力。不过这次他们是集体从前方攻来，既然没有分散的话，倒是可以让他们尝尝什么叫科技的力量，否则单靠他自己加上几只异兽，怕不是得被人家一拳一个。点开交易所，将背包内的所有白化蜘蛛肉换了160份水晶，再点开制造界面，选择魔法地雷，直接一口气制造了10颗。走到高台前方边缘，此时已经隐隐约约能够看到6具身高大约有8米的身影，哪怕只是远远望去，强大的压迫感也扑面而来。杨青喉咙滚动了一下，再次换出系统面板，手指在魔法地雷旁边的制造上疯狂点击，一口气又是20颗魔法地雷被制造出来，他心中这才有了一丝安全感。此时魔猿距离高台只剩下500米，杨青不敢再耽搁，取出飞翼，连忙来到距离高台外200米处，将30颗地雷一并埋入地下，选择的是精神操控引爆，操控着飞翼返回高台。此时已经可以稍微看清魔猿的模样，身高8米，同样是直立行走，2只手掌如小山包一般庞大，肩上扛着一根长约12米的红色石柱，石柱上有铁链缠绕，看上去极不协调，但却有一股扛山之势。杨青呼吸有些紧促，6只魔猿已经距离魔法地雷不足10米，此时完全可以开始引爆，但他有些贪心。魔猿又跨出一步，以他们8米的身高，一步足跨过埋藏魔法地雷的位置。就在其中一只魔猿的巨腿刚好跨在魔法地雷上方时，杨青念头一动，随之飞快朝后方高台中心位置跑去。轰！一声巨响让高台上的众人都出现了短暂的耳鸣，随之一圈能量冲击四散开来，高台地面微微发颤，其余13人纷纷鼓捣飞至数米开外。杨青倒是还好，以他的体质还不至于被这股余威伤到，但处在爆炸中心的深渊魔猿就没有那么好受了。反应慢点的被炸到四肢分离，12米高的石柱反而好似一根背柱，立在他们的碎尸前。反应快点的在感到冲击的一瞬间，已然释放出他们的最强杀招魔猿变。原本只是8米的身高，瞬间变成15米，一身赤红的毛发无风自动，隐隐有血芒闪烁，而那根极不协调的石柱已然成为最趁手的武器。吼吼吼吼！看着自己同伴死去，
红雾中剩余的3只魔猿纷纷发出怒吼，一双如脸盘大的眼睛有血丝涌动，好似一条条细长的红色小蛇。3只魔猿不再漫步行走，而是扬起石柱，飞速朝高台跑来。准备！杨青右手高高扬起，袁占清等人已经从远处爬起赶来，6具灵能冰火炮的炮管已经被他们移动瞄准深渊魔猿的方向。开炮！直到魔猿步入炮管的射程之内，杨青大吼一声，右手随之落下。轰！轰轰！轰轰轰！6具灵能冰火炮不计损耗，一颗颗硕大的红蓝能量球飞向魔猿。又是一声声爆炸响起，冰与火的魔法能量在3只深渊魔猿的身体上肆虐妄为，毛发在断裂，炽热的血液好似雨水挥洒在高台。直到6具灵能冰火炮的灵能全部耗尽，3只施展了魔猿变的深渊魔猿这才不甘的倒下。哈哈，炮管的射程之内即是真理，高爆才是男人的浪漫。亲眼见识到如此宏伟的场面，张小胖文艺复兴，忍不住发出感慨。杨青心中忍不住颤抖，那6根巨大的石柱可是就立在不远处，资源，珍贵的资源。什么？你说灵能冰火炮没灵能了，他不心疼吗？呵呵，又不是他打空的。可那群封印了3天的穷批应该拿不出资源补充灵能吧？开什么玩笑，都第9波了，谁没点存货？系统，恭喜你守住第9波深渊怪物的袭击，神像为了感谢你的守护，为你准备了赐福、抽奖转盘与神赐贝壳3种奖励，可任选一样领取。系统提示随之而来，这次自然还是选择神赐贝壳。还不待杨青将贝壳点开，人群中传来惊呼，奖励出了新的变化，神赐宝箱。这是什么？神赐爱，这么高大上的前缀，我丝毫没有犹豫，直接选择。哈哈，我也是，并且开出来10颗灵能石。这时人群中一个高瘦青年走上前，从他头顶上的系统标识可以看出他叫严涛。只听他神色认真的说道，我也开出了一件极好的装备，不过前几波都还好，奖励稀松平常，我也就没说什么。但是现在奖励如此丰富，我们就这么拿下，真的好吗？大家也看到了，进来上古祭坛的玩家足足有100人，可现在就我们活下来了，因为谁？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倒是觉得第9、第10波的奖励直接给杨青大佬当做保护费算了。对，我觉得没毛病，毕竟咱们能活下来已经是种奢侈。况且从刚刚的战斗中，大家也看出，能击败如此强力怪物的炸弹消耗绝对不会小。张小胖拍了下脑门，立马附和。其他人听闻都表示没意见，其中袁占清已经将交易请求发了过来。杨青望向众人，从他们的眼神中虽然大都有些不舍，但是却也真诚，看得出这些人确实感激自己的庇护。同时他想到了领地是招募一批天赋强大的玩家，还是招募一批真诚且愿意相信自己的伙伴。他相信以他的号召力以及第1座领地的诱惑，绝对能将这个世界基因天赋最强的那一批人招募进来。但是眼前这批人不说同生共死，但也一起战斗过。最主要的是，最开始他愿意庇护他们，不也是因为仅仅这群人在没任何利益的情况下，也愿意为自己说话吗？在这个世界能有一批如此真诚且愿意拥护自己的伙伴，似乎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杨青思索片刻，随后说道，你们收获的资源我就不要了，不过小胖说的也没毛病，刚刚那种攻击打的其实都是资源，而眼前这批灵能冰火炮内的灵能已经完全打空，你们凑一凑将灵能补充好就行。听到这话，众人纷纷大喜，随之便有声音传来，哈哈，杨青大佬慷慨，补充灵能这种事自然由我们自己出资源，这没问题。对了，这个大炮的灵能怎么补充的？我直接包一台，不多，完全补充1具灵能冰火炮的需求，也就20颗灵能石而已。杨青的声音悠悠传开。第95章，当法师拿出长刀，你可以开始绝望了。20颗灵能石一台，可因果太重，承受不起，还是得大家一起努力才行。听见杨青的话语，刚刚口出狂语的那人尴尬的摇摇头，退至一边。我刚刚看了下市场行情，能石虽然珍贵，但也不是无法换取。现在深渊怪物还有最后一波，大家砸锅卖铁也得将6门大炮的灵能补充好。对，不就120颗灵能石吗？经过这9波的奖励，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些收获，大家抓紧时间去交易所换购。我这刚刚就开出了10颗灵能石，现在全部拿出来。另外，我身上还有布衣、布鞋，看看能不能再换上几颗。众人纷纷表态。杨青见状，点点头，内心已然决定，等第10波怪物打完，把这些人都收进领地。随之点开背包，选择神赐贝壳，将其打开。系统灵能石 X20， 系统5行能石 X2， 系统7彩能石 X1， 系统究极法球雷神3变之赤雷变，注后续可升级。系统7阶武器万雷刀，
来不及过多查看，将贝壳打开后，杨青又将前方深渊魔猿的尸体与武器全部收进背包，其中6根石柱都是5阶武器，叫做石魔柱。系统，你在交易所挂售的11份2阶金刚长剑已成功售卖，灵能石 X15， 火能石 X17， 风能石 X11， 水能石 X10， 水能石 X11， 冰能石 X17， 雷能石 X10， 土能石 X9， 木能石 X10。就在这时，昨晚挂在交易所的2阶武器也全部售空，刚好又为杨青补充了一些能石。同时，彩色提示也在这时浮现。红雾前方1000米处出现一只震天级深渊魔猿骊山。要注意，骊山为深渊君主手下18魔猿护法之一，虽是18护法最弱的一位，但其强大的实力依旧让深渊亿万怪物颤抖。面对这种程度的对手，初级机甲、魔法地雷、大炮等手段统统无效，唯一能伤到他的方法，只有将第5条基因链开启，融合究极法球雷神3变，以万雷刀为武器，才有与之一战的资格。相比于深红能量，更要小心骊山的5大杀招：魔猿变、乱柱狂舞、甩击、崩山、直撞，要打场硬仗了。杨青神情肃穆，丝毫不敢浪费时间，点开背包，先将6只旱地级深渊魔猿尸体分解，随后将6颗兽源一并融合，共计增加 36% 的5阶兽源开启度。紧接着又将4只旱地级深渊掠夺者的兽源融合，共增加 20% 的5阶基因融合度，加上它原本的 41.1% 开启度，现在一共是 97.1%。又分解3只恐怖级深渊掠夺者，这才将5阶基因开启度完全开启。取出刚刚收获的究极法球雷神3变，点开基因界面，将雷神3变融合至第5条基因链上。系统，雷神3变之赤雷变，使用后可引赤雷加身，持续60秒，冷却24点时。赤雷变期间，你的4大基础属性提升 100%， 你所释放的任意雷系法球技均能增强 300% 的效果，同时还能掌握赤雷矛、赤雷影、赤雷链3大雷系基础技，强无敌，真无愧于究极2字。而且我的基因天赋能够无视冷却，不知道能不能叠加赤雷变。看着技能描述，杨青内心豪情万丈。雷系技能他还有雷伊这道神技，二者同时叠加，他将瞬间变成一个可以拿着长刀搏杀的法师，可谓是真近战法师。又从背包取出万雷刀，霎时间空气中好似有一条条如小蛇般的雷链生成。这是一把全长1.5米，通体为紫色的长刀，刀身有雷芒滋滋闪烁，刀刃处更像是包裹着一层紫色雷液一般，仿佛能斩断万物。系统7阶武器万雷刀，特性雷切，挥刀速度增加 100%， 无视目标 40% 肉身防御，无视目标 70% 能量盾或者魔法盾防御。法师杀手啊，这专门克制雷伊，这种法术防御技能的特性吗？杨青忍不住发出嘀咕，同时心中也多了一丝警惕。雷伊哪怕叠加的再高，也不一定能够无敌，这世界稀奇古怪的特性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无视能量防御 100% 的手段。取下真冰法杖，将万雷刀佩戴至武器栏，随后提在手上。大佬，我们已经凑齐120颗灵能石了，你接受下交易请求。张小胖此时作为众人的代表，朝杨青喊道。杨青点点头，将120颗灵能石快速融入至6门灵能冰火炮中，随之说道：最后一波的怪物可能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随时听我口令。虽然提示说冰火炮可能对这只震天级深渊魔猿无效，但找到机会偶尔能骚扰几下，或许也会有奇效。之后又吩咐小鸡他们待在这别动，这种程度的战斗他们可插不进去。随之走向高台前方，此时已经能够隐约看见红色雾霭中那道巨大的身影。相比于旱地级，这只震天级的深渊魔猿单单身高就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2米，肩上扛着的石魔柱更是长达18米。杨青紧了紧手上的万雷刀，真要说他还没耍过这玩意儿，但是提示上说这是唯一能与深渊魔猿对抗的方式，他硬着头皮也得上，同时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究极法球配上雷伊以及自身基因天赋的层层叠加，真的能够让他做到无视招数上的差距。震天级深渊元魔已经距离高台不足100米，杨青深吸一口气，随之脑海念头闪动，雷神3变之赤雷变。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法术提升1倍加持，4大基础属性额外提升 100%。 下一刻，虚空好似有滚滚雷霆在轰鸣，杨青周身被赤红色的雷霆包裹，一瞬间他原本 1.8 的身高瞬间达到3.6米，无数的赤色雷霆小蛇在他周身闪烁，形成一片赤雷磁场。唯一不协调的恐怖就是他是手上那把紫雷长刀，而后方的张小胖等人见到这一幕更是惊得瞠目结舌。大佬这又整出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一开始我见他是用弩箭，而后不知怎么的开始玩火球，后来什么机甲大炮都搬上来了，现在
更好似神明一般。我们真的是同一时间穿越过来的吗？然而杨青见到只触发了1倍的加成，皱了皱眉头，随之念头再次闪动。再来，雷神3变支持雷变。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法术提升8倍加持，4大基础属性额外提升800%。感受着体内力量的涌动，杨青这一刻有好似有信心能屠神。同时经过这2次释放，他也得知雷神3变是无法叠加的，但是可以通过不停释放来刷新基因天赋触发的倍数。继续，雷衣。原本被赤红色雷霆包裹着的身体又出现一层浓郁的紫色能量外衣。雷衣触发的是9倍加持，而雷神3变自带3倍加持，也就是说此道雷衣加持的防御是自身精神的12倍。这一刻，杨青在这重重加持下，强烈的自信涌上心头，随之主动跳下高台，挥舞着万雷刀朝深渊魔猿冲去。当法师拿出长刀的那一刻，你可以开始绝望了。第96章丰厚的收获。好！深渊魔猿将石魔柱双手环抱，随之狠狠向前砸下。18米长的石柱犹如一座巨山，将周边浓浓的红雾都给驱散，露出一条长长的真空通道。在他眼中，只见一个全身冒着雷电的怪异家伙，以极快的速度朝他闪来，敢挑衅伟大的深渊护法，找死！被重重 buff 增益的杨青，当真就像是一道闪电，望着从天而降的巨大石柱，脚步轻轻侧移，如同闪烁一般躲过这道攻击。就是这一瞬的功夫，他距离深渊魔猿已经不足10米。赤雷矛！此时杨青的精神已经被增幅8倍，一念之下，漫天的赤雷矛如雨般朝深渊魔猿冲去。吼吼！深渊魔猿甩动着石柱立于身前，一根根赤雷矛落在石柱上，发出滋滋声响。但就在这时，一道闪着紫芒的刀刃从赤雷矛雨中忽然浮现，朝深渊魔猿的右眼劈来。正是万雷刀。就在杨青发动赤雷矛雨之际，他自己一个闪身，同样随着无数赤雷矛冲来。待到深渊魔猿反应过来，看到的便是一道闪着紫芒的刀刃。噗！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攻击，杨青挥舞着万雷刀就是一记简单的横扫，拥有无视40%防御效果的特性，刀刃轻松将其右眼划出一道长长的血痕。深渊魔猿吃痛，再次发出怒吼，如小山般的巨掌拍出，是要一巴掌将眼前这只雷虫子捏碎。杨青没有硬抗，而是右脚踩着魔猿，脑袋一蹬，再次闪烁到其头顶，随之万雷刀狠狠一劈，其头顶同样出现一道巨大的血痕。深渊魔猿力量无双，但速度与灵活却是弱项。一双巨掌疯狂拍击，但面对杨青不断闪烁的身影，非但没有伤到其半分，还被砍出数道巨大的伤痕。好！深渊魔猿受不了了，一直被动挨打，让他愤怒到了极点。原本12米的身高，瞬间变成24米。在这绝对弱势之下，他终于使出了自己的最强杀招魔猿变。杨青手上的攻势不减反增，他没有什么近战杀招，只能凭借着高额的速度与力量不断挥砍。但使用魔猿变后，深渊魔猿虽然依旧笨重，可力量与防御却是再度得到强化。同时，那根有些不趁手的石魔柱也在此刻变得完美贴合他的身形。看着还在自己身上不断挥砍的杨青，深渊魔猿怒气腾腾，扬起手上的石魔柱疯狂乱砸。一时间，石魔柱带出的余威使得周边的红雾开始翻腾，祭坛高台在颤抖，无数道劲风席卷四周。正是他的第2杀招乱柱狂舞。杨青神色凝重，依旧如闪电般穿梭在漫天柱影当中，但随着深渊魔猿的攻击越来越快，留给他闪躲的空间也随之变少。哪怕他的攻击能在深渊魔猿身上留下道道伤痕，但却无法致命，并且深渊魔猿恢复能力不俗，若是先前，杨青还有信心一刀一刀将其耗死。但在魔猿变的加持下，深渊魔猿的攻势已经完全展开，杨青也很难再像先前那般凭借速度在他周身游走。缺少杀招是他现在最致命的问题。深渊魔猿好似不知疲惫一般，杨青已经从开始还有余力攻击的情况下，渐渐转为被动闪躲。砰！就在这时，狂乱的柱影终于第一次砸在杨青的雷衣上，瞬间雷衣的防御能量完全清空，而杨青身子也被砸飞数百米。深渊魔猿神色大喜，继续甩动着石魔柱，快步追来。雷衣！杨青继续加持雷衣，但就在这时，他内心有感，雷衣能够加持敏捷，若是我将雷衣层数叠加起来，以我现在的敏捷基数，绝对能将速度提升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而快到极致，又何尝不能作为杀招？想到这，杨青开始朝侧方闪烁，一边躲闪深渊魔猿的攻击，一边不停地往自己身上加持雷衣。凭借着无需冷却这个特点，杨青念头飞快转动，10层、20层，一直到他的精神接近极限，这才停止加持。但雷衣的层数也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60层，而此时他的身子好似被一层厚厚且极其浓郁的紫雷液包裹，甚至赤雷身附带的赤雷都已经完全被紫色雷衣覆盖。
杨青双手紧握万雷刀，望着还在朝自己迈来的深渊魔猿，双目一凝。随后，他的身影仿佛突然消失。再看，深渊魔猿那颗巨大的脑袋已经与身体分离，同时杨青那道紫色身影也渐渐浮现在深渊魔猿的身后。160层的雷衣覆盖下，他的思维完全跟不上速度，只觉得念头一闪，自己便懵逼般的将深渊魔猿解决。系统，你成功击杀震天级深渊魔猿。系统，尽是天书 X1。系统，恭喜你守住第10波深渊怪物的袭击，神像为了感谢你的守护，为你准备了赐福、抽奖转盘与神赐贝壳3种奖励，可任选一样领取，并且由于你优异的表现，银月之神对你的好感大幅度增加，额外赐予你尽是天书。看着一道道系统提示传来，杨青内心这才松了一口气，先将神赐贝壳领取，而后又把脚下的震天级深渊魔猿尸体与石魔柱一并收进背包。尸体他选择了第一时间分解，而后走向高台。系统7阶武器石魔柱 X1。系统震天级深渊之和 X1。系统震天级兽猿 X1。系统深渊魔猿血 X1。系统深渊魔猿肉 X30。系统深渊魔猿骨 X30。来到高台后，这才激颤地打开贝壳，最后一波的怪物可是他独自击杀，对此他充满了期待。系统灵能石 X30。系统五行能石 X4。系统七彩能石 X2。系统神辉能石 X1。系统神级法杖元素创生制作图。系统200 ml 银月之神的液体 X1。系统上古诸神记录册。系统神级法球月之伤。第97章，诸神无难幸，发了，发了！看着一个个带着神的字眼飘过，杨青内心的激动如翻江倒海。同时他还发现，位于神像前方出现了一道圆形传送门，不出意外，那应该就是回到原来冰窟的通道了。而其他人在见到深渊魔猿倒下的那一刻，同样是发出剧烈的欢呼，并且从他们的语气中也能听出，这最后一波的奖励属实是让大家都吃了个饱。杨青刚走上前，立马便有人急着说道：“大佬，大佬，你先前说表现好的可以进你领地，可是刚刚的战斗你太神勇了，我们都插不上手啊！现在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我想再申请一次进入你的领地。”其他人也一并附和：“俺也一样，俺也一样，俺也一样。行，那就都进吧。”杨青笑着说道，同时点开领地界面，将招募水晶分别交易1颗给其他没加入领地的人。随之一道道系统提示浮现，清河领地内的加上杨青，一共有了14位成员。虽说这些人比其他玩家少，挖掘了3天，在基因链开启度上要比别人差上一些，但是最后一波的神赐宝箱却也让他们拥有一些不错的高品阶之物，这是种优势，也是其他玩家所不具备的。最主要的是，杨青觉得与这批人相处起来还算蛮舒服的，这一点在他眼里比实力天赋要重要的多。好了，上古祭坛这边的战斗已经结束，大家也可以出去了。至于领地的具体功能，还得等到明天才能知晓，到时候等领地开阔完成，大家再一起传送过去吧。杨青说完，便将心思放在背包内，一堆好宝贝还等着他去探查呢。其他人听闻，纷纷点头，表示明天一定准时进入领地集合。互相道别后，这才一个个朝传送通道走去。直到所有人全部走完，杨青这才将刚刚收获的物品一一取出查看。银月之神的液体，银月之神卡洛是个贪睡的神，并且每次睡着时，嘴角都会流露出晶莹的神涎。这些液体便是卡洛尔的神涎。神涎有诸多功效，涂抹至伤口可生死人肉白骨，吞食服用可掌控银月之力，但会遭到卡洛尔的敌意。同时，彩色提示也在这时浮现，若是能将此物交给深渊108位君主中排名第6的圣阳君主，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这段提示信息量蛮大的呀，深渊君主对银月之神的口水感兴趣。不过这彩色提示似乎对各种神的私密往事都挺了解的。杨青心中发出感慨，虽然他早就觉得这提示不一般，甚至有可能就是某位不知名的神，或者是诸多神都接触过的物件宠物，但彩色提示至今为止完完全全各方面都很贴心，甚至偶尔还会带些舔狗属性，不太像是会害他的样子。况且没有这东西，自己估计早就完了，因此杨青对他也没啥好防备的。继续查看其他物品。系统上古诸神记录册，不知道是哪个无聊的家伙将上古各大神的性格特定以及容貌都给描绘成一本图册。看到这个物品的信息，杨青当即就来心思了，连忙将图册翻开。第一页记录的是命运之神爱，从图片描绘的来看，是一个穿着银白裙纱的女子。一旁还有一段介绍：慵懒，不问世事，爱吃世界之外的云糖。再次翻开，
这次记录的神叫做梦神白月，同样是一位女子。第3页是圣光之神海伦娜，拥有圣洁光明的外表，但谁又会知道这货其实有点神经质呢？第4位幽暗之神基莎，第5位银月之神卡洛尔。介绍则是嗜睡程度位列诸神第一，梦神见了都摇头。如果你能为他找来9彩祥云枕，或许能得到他的眷顾。一直翻到第19页，杨青又见到了一位熟悉的神雪神力学子。介绍只有一句话：外表清冷高雅，内心狂野暴躁，勿惹勿惹。图册一共有108页，记录了108位神。奇怪的是，108位神都是女性神，也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哈。诸神的秘密被记录得一清二楚。杨青发出嘀咕，随之将图册收进背包。喵！一闪而过的彩色提示，又取出神级法杖元素创生制作图，将其学习。点开制造界面，神级法杖元素创生：冰龙之力1，红龙逆鳞1，雷龙之血灵1，蓝龙之爪灵1，风龙之骨灵1，土龙之皮灵1，银龙之元灵1，金龙之河灵1。好家伙，人家龙族是刨了你家祖坟吧？摇了摇头，关掉制造界面，这么苛刻的条件只能随缘了。至于那颗神级法球月之伤，他也懒得看了，距离开启第6条基因链还早得很，这会儿知道的太多心痒痒。又取出第8波收获的奖励上古卷轴裂空72斩，这玩意先前一直没时间查看。上古卷轴裂空72斩，上古技法，炼制大成，甚至能对诸神产生一丝威胁。注：唯有掌控深红之力才能修习。深渊种族的武技，得，不出意外应该是毫无作用了，总不可能为了一卷武技去感染深红能量吧。将卷轴丢进背包，最后将目光放在净世天书上。刚进上古祭坛时，提示就显示有了这玩意才能将深渊之河用来淬炼自身。这会儿终于到手了，杨青自然是无比期待。净世天书，特殊物品，蕴含磅礴的净世之力，使用后可将自身体质化作净体。注：不会影响自身原本体质。是否使用？点击使用。既然不会改变自己的9元素之体，那自然没啥好犹豫的。霎时间，杨青手上的净世天书化作一团白雾，从他头顶涌入身体。景象虽然奇异，但杨青并没有任何感觉。10秒后，系统，你成功转化为净体，你能吸收深红能量，强大自身，亦能学习强大的深渊武技。所以，我这是成了深渊生物？杨青发出惊疑的声音。第98章，吸收深渊之河。点开背包，取出一枚普通级的深渊之河，随之系统提示浮在一旁。是否吸收？选择吸收。系统，你成功吸收普通级深渊之河深红之力 X1。同时，杨青感觉自己体内丹田处似乎出现了一抹深红能量，这股能量安安静静，并没有半点狂暴的感觉。只要杨青愿意，随时能调动这抹深红能量，增强自身。点开个人信息，在4大属性的下方多了一个新的选项：深红之力 X1。注：当引动深红之力加持自身时，每1点深红之力可提升1点全属性。同时，你的所有攻击与法球技能均能附加深红之力。要注意，深红之力附加的属性不受装备加成。可成长性暴走吗？看完介绍，杨青想起了他以前玩的某款游戏，试试看效果。杨青念头一动，丹田内的深红之力瞬间融入他的全身，他的毛孔有丝丝深红渗出，双眼如同覆盖了一层鲜血，无比妖异。一层极淡的红芒将他笼罩。同时，他的个人信息面板上4大基础属性一旁分别有一个红色的+1。火球术。杨青眼前凝聚出一道火球，火球上有丝丝红芒在闪烁，与炽热的火红不同，深红给火球附加了一层摄人的妖异感。有如此加成，说是神技也不为过。看来以后是要想办法多弄些深渊之河才行。杨青说着，同时念头一动，将深红之力收回。霎时间，周身的红芒完全消散，面板上加成的红色数值也随之消失。又将目光望向背包中深渊之河。经过上古祭坛的这10波防守，他一共是收获了253颗深渊之河，其中普通级74颗，危险级121颗，恐怖级46颗，旱地级11颗，震天级1颗。将这些深渊之河逐一吸收，一共获得287点深红之力。经过这番吸收，他丹田内的深红之力已经浓郁的快要滴出水来。至此，杨青终于有一种自己算是个高手的感觉。若是再遇上刚刚那只震天级深渊魔猿，在深红之力与赤雷参的加持下，他有把握10刀之内便将其给秒了。不过从重重迹象来看，这个世界的土著人族对深渊怪物应该是抱有极大敌意的。若是贸然在他们面前使用深红之力，恐怕会承受一些莫名的敌意。至此，杨青也在心中告诫自己，除非是必死之局，
否则尽量不要在冰窟土著面前使用深红之力。继续从背包取出上古卷轴，裂空72斩。系统是否学习？现在他拥有了深红之力，已经有了修习这卷上古战记的资格。选择学习。一时间，卷轴化作一道红芒融入杨青的身体，而他脑海中也浮现出这道战记的种种感悟与使用方式。同时他也心中有感，想要使出裂空72斩，只有在融合深红之力的状态下才行。最后又将背包内的震天级兽元与剩余的一些恐怖级深渊掠夺者兽元一并融合，共增加 11.3% 的6阶基因开启度。经过这一番的墨迹，杨青在上古祭坛所收获的物品也消化的差不多。可以说这一次的冒险直接将他的实力翻了个数倍，甚至连神级物品都收获了好几样。由于刚刚的战斗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精神，因此这会儿也不急着出去，就这么靠坐在银月神像一旁，一直到1个小时后，杨青感觉精神力稍微恢复了一些，这才带着4只异兽迈步踏入通道门。下一瞬便已经来到原先的冰窟。今天的挖掘次数还有8次。将目光望向四周，彩色提示逐一浮现。一番斟酌过后，决定走下。下方有12只恐怖级岩凯地龙，以你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碾压式通过。取出稿子开始挖掘。15分钟后，系统冰块 X20， 踏过雾墙，与4头异兽一同朝阶梯走下。第一眼便看见冰窟内一座座黄色带刺的小山。经过这么久的挖掘经验，杨青对这冰窟世界的异兽多少还算了解。很显然，这又是一处伪装式冰窟，那12头岩凯地龙自然就隐藏在那些黄色小山内。叫小鸡、小敖他们就在原地等待，他想试试自己的深红之力是不是也如深渊怪物一般，能将这些异兽化作狂暴的爆炸物。有提示指引，杨青自然不用一座座小山去寻找，将深红之力融入自身，浓郁的红芒瞬间将其笼罩，双眸再次变成血红色。从背包取出万雷刀，根据提示的指引，走到最近的一只岩凯地龙旁边，用刀尖轻轻一挑，没有选择下杀手，而是将一股如水般凝实的深红之力顺着刀尖注入进眼前的岩凯地龙体内。好，感受到攻击的岩凯地龙现出身形，一条长长的巨尾甩击而来。杨青一个后侧闪过，而岩凯地龙却是开始不对劲了，原本土黄色的身子开始冒出妖异的红芒，一双眼睛更是完全被深红能量覆盖。同时他的攻击目标也不单单只是杨青，而是甩动着尾巴横冲直撞，丝毫没有规律地攻击着周边的一切。看见这一幕，杨青知道自己恐怕也得纳入深渊怪物一列了。不过能如此巨量地提升自身实力，怪物就怪物吧。随即念头一动，一颗巨大的火球被他凝聚在眼前，狠狠朝前方被深红侵蚀的岩凯地龙飞去。轰轰，2声爆炸响彻四方。前者是火球砸向岩凯地龙的声音，后者则是其肉身毫无生机后触发了深红能量的爆炸声。狂暴的能量朝四周冲击，但依旧没有将其他岩凯地龙惊出。杨青知道这是伪装式冰窟的特点，随即指明位置，指挥小鸡、小敖他们前去战斗。既然试验得到结果，他自然没必要浪费体力与精神去打这种恐怖级的垃圾。没过多久，一道道系统提示浮现，而周围的岩凯地龙也全部被解决。杨青将12份地龙血全部丢给小敖，随之开始搜刮附近的资源。值得一提的是，被深红能量引爆的岩凯地龙依旧被系统分解成食材资源放入背包。3分钟后，此处冰窟已经被杨青完全搜刮完毕，共计收获地龙草 X18、石块 X20、土能石 X6。第99章单向连体冰窟。继续第4次挖掘，能挖掘的有3个方向，最终杨青选择左边，里面依旧是有地龙看守的冰窟。现在他的实力再想快速提升已经很难了，这会儿自然是优先考虑有龙族血脉和飞行类血脉异兽看守的冰窟，将2只大宝贝提升上来，才能更好的解放双手。来到左边冰窟，一共有15只恐怖级沙暴龙，依旧是让几异兽去解决，自己则开始搜刮冰窟内的资源。其中有一只不长眼的沙暴龙找上杨青，直接赏了他一个大型火球。最后在此处冰窟内共收获土能石 X6、初级法球沙之臂 X1、异阶级武器流沙长棍 X1。至于沙暴龙分解出的兽血，依旧没有让小敖完成晋级。第5次、第6次挖掘选择的是前方和下方，同样是有异兽群看守的冰窟，分别是18只恐怖级血翼雕与16只恐怖级雷灵龙。其中血翼雕兽血给了小鸡，雷灵龙血给了小敖。至于资源，一共收获冰能石 X6、雷能石 X6、终极法球迅捷步伐 X1、高级法球迅龙猛击、高级法球影子刺杀术、2阶裤子迅捷长裤、2阶武器青竹。在这期间，
青焰师与阴狐的召唤时间分别结束，随后凭空消散。同时，杨青还试验了下，能不能在召唤异兽方面来一手套娃行为。结果却是得到系统提示，召唤物无法受到召唤者的任何攻击。以杨青现在的实力，完全发育超前。换句话说，他的发育速度是快于冰窟危险增长速度的。现阶段挖掘，只要不进入那些必死的冰窟，几乎不会有什么危险。因此，他也不准备休息了，打算直接和昨天一样，一口气挖完10次机会再说。第7次的5个方向都没有合适的异兽，只得选择了一个迷宫类冰窟，收获金 X12、金银 X12、金铁 X12、3阶武器、血牙 X1、高级法球、血气沸腾 X1。第8次挖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选项，前方是一个单向连体窟。连体，对这种没遇上过的新奇玩意儿，杨青一向很感兴趣。取出镐头，毫不犹豫，直接走到前方位置开始挖掘。10分钟后，踏入雾墙，一眼便望见新冰窟中央一个2米高的虚空通道。杨青先是将冰窟周围的资源搜刮一遍，一共收获水晶 X22、冰须草 X9、无寒花 X12、金刚 X26， 这才走向中间的虚空通道。通道旁有一串提示：系统单向连体窟传送门，从此处进入可通往另一个冰窟。注：此通道是单向通道，那边冰窟无法进入此处冰窟。当然，从此处冰窟过去的可以返回。要注意，你在通道对面的冰窟无法挖掘。有点意思，相当于今天能进11个冰窟。直接迈开步子，带着小鸡、小敖踏进通道。穿过通道，杨青出现在一处漫天黄沙的冰窟当中。刚一进来，便听见前方传来的嘈杂声，将爆裂法杖取出，顺着声音朝前方走去。视线内逐渐出现几道人类的身影，走近仔细一看，一支3人小队正与2位无比壮硕的年轻汉子激烈交战。3人小队都是清一色的罗河国人，其中一个持盾，一人拿着弯刀，还有一个人的武器是法杖，并且从他们的战斗方式上看，都开启了基因天赋。而2位壮汉则是龙国人，从外形与模样上看，应该是一对双胞胎。他们手上各自拿着一把宽厚长刀，从他们的战斗方式上看，丝毫没有开启基因天赋的迹象。但即便如此，在面对3位开启基因天赋的强者，依旧敢打敢拼，没有任何退却的想法。不过勇归勇，在绝对实力面前，2人身上很快便被打得血肉模糊，直至完全没有反抗能力，3人这才停手。哈哈哈，大家先停下，好不容易遇上2个愚蠢的龙国人，可不就这么让他们轻松死去？3人中那位拿着弯刀的罗河国人残忍地笑道：新鲜的血液，有口福了。迟钝男子舔了舔嘴巴，满是期待地望着眼前的2个猎物。咦，快看，那边怎么还有一个人类？在这黄沙漫天的冰窟，四周丝毫没有遮掩。3人中唯一一位拿着法杖的女子眼尖，也在这时发现杨青的身影。其余罗河国2人听闻，纷纷扭头望去，随即脸上再次露出一丝残忍。今天运气不错，这才挖2个冰窟就遇上3只肥羊。哈哈，好啊，今晚勉强可以吃个9分饱了。虽然相隔甚远，但以杨青现在的精神力体质，3人的言语自然清清楚楚传入他的耳中。玩得这么刺激吗？杨青内心难得涌出一丝杀意。很显然，刚刚的大战给足了这3人信心，这会儿全都一脸轻松地朝杨青这边走来。一直到双方距离不足20米，3人中持法杖的女子忽然神色一凝，她看到了眼前猎物头顶的系统标识：杨青，龙国。喜欢转悠聊天界面的她，可是清楚地知道，眼前这人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个名人，他的富裕人尽皆知。杰西，你小心，这人是龙国的杨青，应该有点实力。法杖女子提醒道：那又如何？我们3可都是1阶基因强者，会怕一只小小的龙国虫子？弯刀男子一脸自信。希尔纳放心，这人我也知道一点，不过是个运气好点的虫子罢了。你好好看着，只需要3招，我必用黑岩盾将他碾成肉饼。迟钝男子撇撇嘴，同样是满不在乎的说道：小敖、小鸡，让他们尝尝什么叫撕裂感。杨青没心思跟这种人扯皮，当即指挥2只大宝贝发起攻击。鸡、嗷，一鸟一龙朝左右两边飞去。小敖在第一时间将身体变为最大形态，这是他在战斗中的习惯。够大才威猛。小鸡见状，同样也将身体变化为最大形态。在他心里，这只会喷火的鸟哪里都很糟糕，唯独这一点让他觉得有共同点。他，小鸡，也喜欢强壮的感觉。第100章2兄弟的基因天赋。对于这2败家行为，杨青虽然心痛，但也没有阻止，毕竟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乐趣。灵能什么的，浪费就浪费了吧。罗河国3人看到2只不过2巴掌点大的小苍蝇飞来，当即就忍不住想笑。就这，
够塞牙吗？然而下一瞬，他们眼中的小东西瞬间变成2只通天巨物。小奥一抓一个，直接将拿弯刀与迟钝的罗河国人生生捏爆。小鸡则挥动着翅膀，将拿法杖的女子拍至数百米高，随后重重落下，摔成肉泥。自从小鸡学会扇逼兜后，似乎就爱上了这种攻击方式。杨青上前，将3人掉落的物品一一收进背包，其中比较珍贵的只有2件2阶武器：黑岩盾和破炉弯刀。至于那名女性玩家使用的法杖，只是1阶的黑牙法杖。能石方面则收获灵能石 X6、土能石 X3、木能石 X6。就在杨青开心的搜刮资源时，不远处的2个壮硕大汉一瘸一拐互相搀扶着走来。杨青大佬你好，我叫赵龙，这位是我的兄弟赵虎，谢谢你救了我们，不然今天指不定要遭受什么折磨。其中一个壮汉满脸感激地说道。杨青看着眼前长得一模一样的2兄弟，兴趣瞬间就上来了。我也是自卫罢了，不过我倒是挺好奇，看你们的模样应该是2兄弟，但冰窟这么大，大家都是随机穿越，你们是怎么碰上的？哈哈，说来你可能不信，或许是因为我2兄弟是双胞胎的缘故，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忽然就能感应到对方的存在，也正是凭着这份感应，我们才在昨天终于会合到一起。这次开口的是一旁的赵虎。果然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对了，我刚刚看你们身手不错，为什么还没开启基因链？按道理都这么多天了，你们挖掘冰窟次数应该不会少。杨青再次开口询问，这次回应的是赵龙。嗨，说起这个，我们2兄弟也是无奈，我们俩杀的异兽其实并不少，甚至比很多开启出基因天赋的玩家杀的还要多，可是这个基因链开启度直到现在也才 90%。 难道越强的基因天赋所需要的兽源也越多？换句话说，这2货的基因天赋品级或许不会低。杨青思索片刻，决定试试能不能将他们招进自己领地。不说其他，单2个大壮汉能有心灵感应就挺赞的。虽然不知道这2兄弟具体品性如何，但在这种世界，谁又能看清谁？即便朝夕相处的同伴，也随时会有捅刀子的可能。领地这种东西，在杨青眼里只能算是多一个打发时间的玩意儿，真觉得没意思，大不了摆烂不管就是了。而且他先前也想清楚了，对领地的招人的门槛很简单，自己看得顺眼就行。这2壮汉无疑就让他挺好奇，随之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我今天开启了一个新的选项，叫做领地，你们愿不愿意加入？领地具体功能还得等明天才能知晓，不过现阶段也进行招募。愿意，当然愿意。哈哈，自然是愿意的。2兄弟迫不及待的同时开口。杨青点点头，点开领地界面，取出2颗招募水晶交易给他们。随之2道系统提示传来，2人成功加入清河领地。那个，加入领地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跟着你一起挖掘啊？虽然不知道杨青具体的实力，但一旁的2只大家伙可是凶得很。这回赵龙开口，想要体验一下抱大腿的感觉。无法一起挖掘，我能来到这处冰窟，是因为挖掘到了一个叫做单向连体窟的冰窟。我想要继续挖掘，就得回到原来的冰窟，而你们也跟不过去。杨青摇了摇头，开口解释。这话一出，2个大壮汉都流露出可惜的话语。不过看着自己系统面板上的领地选项，又都来了精神。从说明上看，这项功能绝对不简单，至少以后还是可以并肩作战的。同时2人内心也狠狠坚定，一定要尽快开启基因天赋，可别到时候拖了大家的后腿。毕竟从成员上看，领地已经有了不少人，能被杨青大佬看上的玩家，想来都是高手吧。我这有2恐怖级异兽源，应该够你们将剩余的基因链开启度打满。等日后你们猎杀了恐怖级异兽，记得还我。好奇心害死猫，杨青真挺对他们的基因天赋好奇。这会儿见他们加入自己领地，想了想，决定先暂住一波，让他们先将基因天赋开启，别到时候自己前脚走，这2倒霉家伙又遇上啥不知名的危险给搞挂了。听到杨青如此慷慨的言语，2兄弟简直有种泪流满面的感觉。虽然不知道恐怖级异兽有多强，但是只要我赵虎活着一天，就一定以这个目标奋进。兽源，我一定会双倍还您。我赵龙也是，本身您救了我们2兄弟，就是天大的恩情，这会儿还愿意付出如此重要的资源为我们开启基因天赋。我们嘴笨说不出什么感天动地的语言，但就一句话，以后只要有用得上我们兄弟俩的，您就开个口，刀山火海，在所不辞。好了，别墨迹了，赶紧吸收看看能开启什么基因天赋。杨青说着，同时取出2颗恐怖级岩凯地龙的兽源，交易给2人。2人接受交易，同时取出兽源。杨青当初自己还未开启基因天赋时，1颗弱点的恐怖级兽源都能开启6-8的基因链，而这2兄弟天赋再强，想来也比不过自己的。岩凯地龙的兽源在恐怖级当中绝对是佼佼者，因此杨青有信心，2人吸收完兽源后，
绝对可以将剩余的10%基因链开启。哈哈，终于成了！我也是，这颗兽源太强了，不止让我将第1条基因链开启，就连2阶基因链都达到了2%。事实也正如杨青所料，二人纷纷开启了基因天赋。你们的基因天赋都是什么品级的？听着杨青发问，两兄弟直接坦白说道：我开启的是黑色品级的基因天赋，心灵感应之神之左手。我开启的也是黑色品级的基因天赋，心灵感应之神之右手。第101章小鸡的焦虑，能说说特性吗？神之左右手，这让杨青无比好奇。兄弟二人同时点点头，首先回应的是赵龙。我的特性有2个，第一个叫神变，激活后可以让我增加50%力量以及50%敏捷，同时右手拥有杀伐之力，可摧山裂地，在杀伐之力的加持下，我的任何攻击都能造成双倍伤害。第二个叫做神合，我和赵虎在激活神变的状态下，同时激活神合，可将左右手融合为第3只神手。听着赵龙说完，赵虎也开始介绍起来。我的也一样有2个特性，同样叫神变与神合，只不过激活神变我所增加的属性是体质与精神，并且左手能够拥有磅礴的生命之力，使我的身体拥有自愈坚韧的特性。至于神合特性，则与我哥赵龙的一样，需要2人融合才能使用。二人说完便主动将神变特性开启。赵龙右手瞬间增大不少，同时手臂上有丝丝金色的杀伐之力涌现。赵虎左手同样增大不少，同时手臂如同覆盖了一层棕色的树皮，看上去无比厚重。来，试试你们最强杀招的威力。杨青说着，同时加持一道雷衣，触发了2倍防御。好，得罪了。赵龙、赵虎两兄弟同时开口，而后各自伸出右臂与左臂，十指相扣，大声吼道：神合！下一刻，只见2条原本就壮硕无比的手臂交叉融合至一起，随之突然变大变长。原本的2条手臂已然变成1条长约6米、被树皮覆盖的巨臂。小心了！二人再次开口，随之蒲扇大的手掌紧握成拳，朝杨青胸口砸来。巨拳上有金色的杀伐之力涌现，使得空气中发出刷刷的声响，那是凌厉的攻势带出的破空声。杨青没有闪避，凭着雷衣的防御，直接硬顶上去。砰！巨拳猛烈地砸在杨青胸口，强大的拳劲直接将雷衣的防御能量砸掉5%。攻势不错，继续。杨青开口示意。两兄弟见自己的攻击丝毫伤不到杨青半分，对视一眼，决定全力攻击。随之只见巨臂或缠或砸或拍，不断打出凌厉的攻势。杨青依旧稳如泰山，不过雷衣的防御能量却是在持续下降，一直打到10秒过后，雷衣持续效果结束，杨青这才与巨臂对了一拳。虽说将二人的神合效果打散，但他自己也被巨大的拳劲打到后退2步。要知道，以杨青现在的属性，可是两兄弟的数倍。对攻之下，还是后退了2步，足以证明这2人攻击的强盛。若是配上合适的法球技与武器，放到战场上，绝对是堪比绞肉机的存在。越级战斗更是如饮水般简单。反观赵龙、赵虎两兄弟内心却是有些沮丧，自己花费这么多寿元开启的基因天赋，好像不咋地。打了半天没有伤到人家，分毫不说，仅仅一拳就被打散神合状态。名称倒是响亮，没想到是个空架子。杨青看出两兄弟的心思，不过也没解释什么，他总不能说不是你们太弱，而是我太强这种话吧。这种情况只有等他们多打几场战斗，自信慢慢就能找回来了。随之他看了眼此处冰窟的5个方向，发现都没太大的危险，稍微放心的开口说道：明天记得传送去领地和其他成员认识一下，我在此处冰窟挖掘不了，先回我自己的冰窟了。两兄弟也一同表示明天会准时传送。道别过后，杨青走到通道口，带着小鸡小敖踏进通道口，而两兄弟所在冰窟中的通道也随着杨青一同消失。哥，咱们这是遇上好人了啊！看着杨青消失，赵虎有些憨憨的绕了绕头。赵龙点点头，随后神情认真的说道：不管怎么说，咱两兄弟的命是他救的，今后无论此人日后是圣是魔，我们都会是他最诚恳的拥护者。知恩图报是我们老赵家祖训的第1条。继续第9次挖掘，这次的5个方向全都平平无奇，不过下方出现了几种新型材料，杨青自然选择挖下，共计收获真金 X1、真银 X1、真钢 X1、真铁 X1、真铜 X1、真金 X1。第10次挖掘依旧没有很大的波澜，不过前方冰窟有一群独角暴龙，其中有1只旱地级，9只恐怖级。为了小敖能早点成长，杨青自然选择挖掘前方，一切准备就绪。来到新的冰窟，一眼便看到游荡在四周的独角暴龙。现在打这种对手，自然没必要制定啥战术，直接指挥小鸡小敖自由攻击。
10分钟后，随着一声声惨叫，四周的独角暴龙一一化作材料进入背包。小敖，来！杨青唤来小敖，随之将10份新鲜的兽血丢了过去。小敖一口吞下，瞬间他的身体开始增大，在不使用战甲增幅下，他的本体已然增长到20来米。嗷！小敖气势洪亮，叫得这么精神，这是晋级了。杨青唤出系统面板，点开宠物界面，将目光放在小敖信息面板上。上古红龙，等级恐怖级，年龄成长期，状态健康，极度兴奋，斗志昂扬，龙生骄傲。能力龙息，可朝前方持续喷吐疾炎。能力上古龙族血脉，被动，免疫任何控制。能力压缩龙岩潭，可朝前方喷吐一颗颗压缩到极致的火焰潭。能力上古龙族光环，所有品阶弱于自身的兽类全属性降低 40%， 所有品阶强于自身的兽类全属性降低 5%至40%。小敖这是质变了呀，难怪如此自信。杨青呢喃着，又把目光望向小鸡，不知道小敖的光环会不会影响到小鸡。鸡感受到杨青的目光，小鸡洪亮的叫了一声，表示自己依旧强大。看着小鸡依旧无比精神的状态，杨青这才放下心来，可能是同为宠物的原因，小敖的光环并不会影响到小鸡。随之杨青又转头看向小鸡面板信息，状态健康，渴望变得更强，鸡生焦虑，拒绝安逸。训练训练，战斗战斗。小鸡这是感到压力了吗？看到这种情况，杨青多少有些老父亲般的心痛，可属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异兽的实力上限与血脉息息相关，作为顶级血脉的上古龙族，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小敖的先天优势确实是小鸡没法比拟的。第102章，来场5v5对决吧。关掉宠物界面，点击家园，找了个空地将庭院具现。今天可以说是杨青这么多天以来收获最丰富的一天了，他准备奖励自己一番，烤上个10几20斤的肉，吃个痛快。今天的烤肉食材选择的全部都是地龙肉，以2只宠物的现在的食量，若还是给他们吃普通级别的瘦肉，那估计得上百斤打底了。接下来的时间，杨青则化身为烤肉机器，一人2兽，直接干掉了将近20斤烤肉，这才罢休。期间小鸡还吃了一大把灵冰果，这东西确实是他喜欢的。吃饱喝足后，杨青又将今天收获的恐怖级血液凝成了9颗血丸，旱地级异兽血液也凑够了10份，凝聚了1颗血丸，共计增加了力量 X128， 体质 X197。由于今天的血液大多来自于地龙、魔猿、掠夺者之类的，因此加的属性基本都是力量以及体质。随后又将震天级深渊魔猿的血液也一并服用，再次增加32点体质，12点力量。至此他的5项属性各为：精神 596.77， 佩戴真兵法杖的情况下，敏捷 390.9， 体质544，力量553，深红之力287。原本遥遥领先的敏捷已然成了垫底。当然，若是排除装备加成，他的精神属性只有343。随后又取出背包内剩余的93份恐怖级兽元与1份旱地级兽元，全部融合后共计增加 27.25%， 其中3至5份恐怖级兽元才能增加 1% 的6阶基因开启度。至于那份旱地级的独角暴龙则增加了 2%。 随后又将庭院内的资源收取下，顺便还将万雷刀升级到了+4。最后走到领土良田一旁，昨天的木林种子是中午种植的，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多，木林种子已经成熟。杨青将3份种子全部收取，点开背包，将3份木灵全部取出，一一查看。终极木灵再生，可融入木属性傀儡中，使其可吸收木能时获得成长。特性再生，融入傀儡中，可使其身躯拥有再生的能力。终极木灵坚韧，可融入木属性傀儡中，使其可吸收木能时获得成长。特性坚韧，融入傀儡中，使其拥有更坚韧的身躯。高级木灵木元素精通，可融入木属性傀儡中，使其可吸收木能时获得成长。特性木元素精通，融入傀儡中，可使其拥有木强、木枪、缠绕、万蛇4大木属性技能。点开交易所，再次搜索一遍青木，这次倒是多了积分，并且售卖价格还算公道，花费了1颗火能石换取了5份。点开制造界面，选择双刀木傀，点击制造。从介绍上来看，木灵只能融入木属性傀儡之中，杨青准备试试效果，如果好用的话，倒是可以制造出一批木傀大军，而融合了木灵的双刀木傀，则算是木傀大军的领头。取出刚刚制造的那只双刀木傀，将拥有坚韧特性的木灵融合至他的身体。随之双刀木傀一旁，
除了原有的木魁信息这个选项，又多了2个木魁升阶、木魁配置2道新的选项。杨清先是点击木魁升阶，上面显示从普通级升级到危险级需要10颗木能石，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升级，而是又点击木魁配置，上面显示可以使用其他武器替换原有的双刀，并且每个木魁进阶都能拥有1次配置法球技能的机会。将双刀木魁收进背包，这东西杨清暂时不打算升阶，以他现在的实力，必须要将木魁培养到汉地级，才能稍微对他有点帮助，这无疑是极其消耗资源的。不过木灵是个好东西，他手上还有9颗木灵种子，先全部种植出来再说，等日后木能石足够他挥霍时，再将双刀木魁培养起来也不迟。更何况木灵也不是非要融合至双刀木魁这种低级傀儡身上，以后要是遇上高品级的木属性傀儡制作图，再进行融合效果更好。又从背包取出3颗木灵种子，分别种植在3块领土良田上，随后又开启灵能热水器，舒舒服服洗了个澡，这才走进屋子，躺在小床上。小敖则同样慵懒地趴在庭院内睡了起来。小鸡依旧如以前一样，吃饱喝足后便在庭院外面磨练着他的战斗技巧。小屋内的杨清闲着无聊，取出高清漫画欣赏起来，一直到冰库内的光线逐渐暗淡，这才换出系统面板，点开决斗界面。今天的5次决斗机会还没用，这会儿入夜了，正是人多的时候，匹配也要快一些。选择的依旧是单人匹配。第1场自然毫无疑问的胜利，第2次同样没有出现意外，直接秒杀对手。第3场对面应该是听说过杨清的威猛，直接选择投降。第4场当大火球出来的时候，对面直接吓尿了。第5场正要点击匹配，一道熟人的信息突然出现在杨清眼前：李峰、龙国、杨清兄弟，有没有兴趣打一场5v5匹配？他娘的，一群泡菜国棒槌在决斗场开了个房间，指名挑战我们龙国玩家。刚刚有2波不服气的同胞组了野队，去跟他们对决，直接被那群棒槌干翻了。现在正搁世界频道叫嚣，太嚣张了。杨清、龙国、盘他、李峰、龙国，哈哈，来，房间号是6个6。点击5人匹配，与单人匹配一样，上面有随机匹配和自由对决2个选项。选择自由对决，有创建房间和加入房间2个选项。选择加入房间，随即输入房间号。一进房间，左右两边各自有5个头像，头像下方显示的是名字和国家。杨清发现自己这方除了李峰，还有一个熟人和一个比较有名气的玩家，分别是白新雪和诸葛长青，剩余一位叫做薛小柔，是个萝莉脸的妹子。看着杨清进入房间，双方也没废话，直接点击开始。下一瞬，10人的身影来到一处极度炎热的战场，战场中央有一道巨大的能量屏幕将2方阻隔。系统：本次决斗场地为赤炎火山。系统：60秒后对决开始。杨清兄弟，由你来指挥吧。从先前战败的兄弟描述，这群泡菜国棒槌应该是一起的，配合不错，都是一阶基因强者，其中甚至有一位觉醒的是红色基因天赋。李峰率先开口介绍：杨清大哥，好久不见。白新雪脸上的惊喜丝毫没有掩饰，笑着说道。杨清点点头，同样报以微笑示意。要不由我来指挥吧，这场战斗我不想输，最主要的是我只相信我自己。这时一旁的诸葛长青扶了扶鼻梁上的黑色眼镜，悠悠开口。此人有着一头极其风骚的长发，20来岁的模样，满脸自信。话说大家谁也不熟悉谁，正个批指挥权，你懂其他人技能配置吗？干就完了好吗？薛小柔的身材与她的脸庞极其相搭，纯萝莉风，但她的武器却与体型极不协调。此人肩膀上扛着的是一柄长有2米的巨大金刚锤。我随意。杨清随口道。第103章暴扣矮人族勇士。就在杨清话落间，战场中央的能量屏幕也随之消失。上，让这群虫国崽子们体会下什么叫残忍。泡菜国队伍中，一个拿着匕首的年轻男子笑着说道，随之身形消失在战场上。剩余4人同样满脸轻松，一人迟钝顶在最前方，率先冲击。2位手持法杖的女性玩家跟在最后方，剩余1位，他的武器是弯刀，处在迟钝男子身后左侧位置，是隐身，大家小心，他就是那个红色基因天赋拥有者。李峰第一时间发出提醒，同时扬起长刀走上前，随时准备战斗。李峰，你跟着我对付隐身男，我有办法找出他的位置。杨清，你是法师吧，负责破盾。薛小柔，你负责弯刀男。白新雪，你的目标是对面的2个法杖女子，听我口令在上。诸葛长青也在第一时间发出指挥，同时他的双眼被一抹绿色笼罩，看其模样似乎是在寻找隐身男。
众人听闻没有反驳，这或许不是最佳应对策略，但在大家都还不熟悉的情况下，按照指挥来做，不至于自乱阵脚。杨青却在这时发现了不同，以他将近600点的精神，轻而易举地感应到隐身男的位置，而他的目标是自己，并且就在右侧20米处蓄势待发。杨青喜欢主动，只见他脚步一动，2个呼吸间便来到隐身男后方，随之扬起法杖朝空气中一甩，当！脸色还保持着戏谑表情的隐身男瞬间转为惊愕，只觉脑袋忽然传来一股巨大的冲击，随之整个身体如炮弹一般被冲击至半空。杨青继续移动，极快的速度穿梭在战场，来到盾牌男一旁，同样是法杖狠狠一甩，巨大的冲击将他的身体砸向隐身男一旁。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诸葛长青更是大忌该死，你一个拿法杖的冲那么前干嘛？大家快去支！话语还未落完，泡菜国5人已经全部被杨青甩至半空。火球术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攻击额外增加9倍伤害。众人惊愕间，一颗2层楼那么大的火球朝泡菜国5人砸去。哎呀，什么商标符号西巴鬼呀！诸葛长青、薛小柔 XX、李峰、白星雪XX 系统，恭喜你获得本次决斗的胜利，由于是自由决斗，不计入胜场数，不发放决斗点。随着系统提示落下，杨青的身影也再次回到自己的水晶床上，再次点开决斗界面，上面的决斗机会已经用完，这多少有点亏。杨青摇了摇头，内心坚定，以后绝对不会再干这种浪费决斗点与胜场的事了。这时李峰、白星雪2人发来私聊消息，大致说的还是什么厉害、强、真是怪物之类的话语。就连薛小柔也发了个信息说道，不愧是有名的财主，服。随意扯了几句，一直等到半夜，庭院的资源又制造好一批，将其全部收取后，杨青也舒舒服服睡了过去。如前2天一样，染血的石头再次发出动人的歌声。如果杨青醒着，一定会发现随着歌声传出，染血的石头上不时地散发着丝丝微弱的红芒。呵，下划线一闪而过的彩色提示。清晨醒来已是9点，此时距离雪神山指定传送卷轴开启还剩25比36时。吃饱喝足，将资源收取之后，杨青也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次挖掘。观察四周，只有一个方向引起了他的注意，左边会遇上7只矮人族的勇士。清晨的他们精力旺盛，恰巧这时他们正好遇上一对在绿涌森林过夜的年轻男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矮人族勇士们的身上可是携带着不少高品级的装备，杀人放火金腰带，惩恶扬善真英雄。这一波是2者接战，取出镐头开始朝左边挖掘。10分钟后，冰壁破碎，刚一踏入雾墙，他就看见前方其中一个 1.2 左右的大胡子矮人扬起手上的大圆锤，朝一个年轻男子脑袋上砸去，真叫一个血溅当场，如西瓜般碎成一地。男子旁边是一位妙龄女子，看模样20来岁，穿着一身蓝色小裙子。好啊，大干一场！矮人族7人哇哇大叫，一起干！杨青同时吼道。这一吼直接将7个矮人族勇士的目光吸引，纷纷扛着武器朝杨青走来。你 TTTM 谁啊？其中一个短胡子矮人扛着大铁锤绿先开口。我嫩得。杨青不甘示弱，学着回应。然而这话像是捅中了短胡子矮人的忌点，当即就扬起铁锤，哇哇跳着朝杨青砸来。你找！砰！话还未说完，迎面一个大火球便朝他嘴里塞来。系统，你击成功杀矮人族勇士。系统，4阶武器万段金刚锤 X1。系统，4阶鞋子万段金刚靴 X1。系统，4阶铠甲万段金刚铠。哟呵，真挺富。霎时间杨青觉得这帮虎头虎脑的矮人还真挺可爱。剩余6个勇士看见自己同伴当场挂在自己眼前，这能忍？纷纷跳着小短腿集体冲来。击！迎接他们的是杨青的2只大宝贝。随着一阵冰火乱舞，剩余的6个小家伙或身体开裂，或化作灰烬，而杨青则看着背包中的一件件装备眉飞色舞。一共7件4阶武器，14件4阶其余部位装备，其中除了耳环和戒指，倒是每个部位都凑齐了一件。不过这些装备都是加力量的，杨青只换了鞋子和腰带。至此他的力量又加了80点，面板数值已经达到了恐怖的633，当真算得上是怪力男孩。而敏捷与体质则减少10点。继续第2次挖掘，仔细观察四周。至于一旁的蓝裙女孩，爆不出装备的无效资源罢了。杨青没有任何理会她的兴趣。
第二次挖掘，决定走下方，里面是骷髅墓地，重点是有一只无头骑士。这下蓝焰骷髅的缰绳终于能派上用场了。骑大马，这没有任何一个阳光男孩能拒绝的。正准备扬起镐头开始挖掘，一道清脆的女声传来：“勇士！”杨青转头望去，蓝裙女孩正往这边跑来。“谢谢，你救了我。”女孩面色微红，再次开口：“有事吗？”杨青问道。“那个，你能带我一起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害怕。”“不能。”杨青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随之继续挖掘。至于之后女孩说的什么，以身相许，都可，全被杨青无视。15分钟后，冰壁破碎，踏进雾墙，只留下蓝裙女子一人在风中凌乱。第104章，小个子也有大力量。下方冰窟依旧是一幅阴暗腐臭的景象，放眼望去，一排排木的占满整个冰窟。墓地之间游荡着一只只扛着青铜长矛的骷髅，这地方待着确实让人不舒服，因此杨青这次没有墨迹，而是和小鸡小敖一同上前快速清理长矛骷髅，一直到冰窟内的骷髅清理掉一半，无数墓地之间裂开一条巨缝，一根气势骇人的青铜长枪从裂缝中刺出，万年不变的出场方式。杨青暴喝一声，踏步上前，单手紧紧握住青铜长枪，用力一拉，将骑着蓝焰骷髅马的无头骑士直接从裂缝中拽出。风之束缚，一道无形的风元素将无头骑士紧紧束缚。点开背包，杨青取出蓝焰骷髅马的缰绳，随之往蓝焰骷髅马脖梗上一套。系统，你成功收服蓝焰骷髅马。继续点开背包，将蓝焰骷髅马取出。高3米，全身冒着蓝焰的骷髅马像个乖宝宝一样，任由杨青差遣。一旁还一道系统提示：查看信息。杨青暂时没有选择查看，而是直接爬上蓝焰骷髅马的身上。只见他一手握住缰绳，一手提着法杖，再配上骷髅马的一身蓝焰，简直不要太炫酷。反观无头骑士，此时却好似个笨笔，头没了就算了，坐骑这会儿也被套走。为了不让他太过于尴尬，杨青操控着蓝焰骷髅马上前，随之法杖直接对着他胸膛。一瞬间，火元素猛烈聚集，一个又一个超大的火球在他身上爆炸。终于在硬撑了8个大火球后，无头骑士这才化作资源进入杨青的背包。没一会儿，剩余的长矛骷髅也一并被小敖他们带走。至此，杨青共收获1阶青铜长矛 X48、2阶青铜长矛 X12、3阶青铜长矛 X4、4阶青铜长枪 X1。灵魂本源白 X48， 灵魂本源蓝 X12， 灵魂本源紫 X4， 灵魂本源红 X1。将65份灵魂本源全部吸收，共计增加31点精神。继续挖掘，此处冰窟杨青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下冰窟天雷滚滚，不会真有人闲着没事去雷霆中洗澡吧？喔，前方居然有一位特级血晶工程师，这可真是太幸运了。要知道，每一只血晶都无比聪慧，但他们的阴险、狡诈、小气也深入人心。要是能把这只血晶的包裹掏空，那可是会收获一张终极机甲制作图与大量的珍稀资源。但也要小心，每一只血晶在机械工程方面都有着极高的造诣。左方冰窟有3只岩石巨人，要记住，这个种族穷的一批，还特难缠，永远不要对他们产生任何想法。上方冰窟有一群异族搭建的临时营地，虽然异族的双翼有诸多神效，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要是能包裹着厚厚的双翼，那简直不要太舒服。但最好还是不要招惹这支无比团结的种族，不然会受到他们无止境的追杀。后方可就有些普通了，只有一些没啥用的资源，不推荐。终极机甲制作图，看到这杨青顿时激动了。以他现在的实力，分解者多少有些上不了台面了。换句话说，他现在最大的底牌已经不再是依靠外物，而是自己本身的实力，这让他多少会有些危机感。毕竟每一次遇上强敌，都得自己拿刀去火拼，偶尔1-2次还好，次数多了难免会失血。底牌足够多，安全感才足。走向前方，取出镐子，开始挖掘。20分钟后，踏入雾墙，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巨大的钢铁墙壁。注意脚下！彩色提示发出预警。杨青连忙低头看去，一个大约50公分左右的小不点正甩着2只小短腿，飞快地朝钢铁墙壁跑去。小不点浑身雪白，有着人的形态，但2只耳朵与鼻子却是又长又尖，从杨青的视角看上去，仿佛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同时，他还背着一个白色的兽皮背包，跑动的过程中，小背包一甩甩，让人霎时眼红。杨青急忙追去，以他的大长腿加上极快的速度，自然瞬间便追上雪晶。正当他用手一掏，却发现雪晶忽然飞了起来，在他的背上多了一个如同喷射器一样的高科技。小鸡，小敖拦住他！
两只大宝贝听见指令，当即扑腾着翅膀朝雪晶追去。雪晶速度再快，但面对两只飞行异兽的围剿，却也有些狼狈。尤其是小鸡、小敖还会时不时地喷射出压缩龙岩弹与冰刃。眼见自己就快被追上，雪晶一个加速冲到前方墙壁前，只见他在钢铁墙壁上拍了几下，钢铁墙壁上瞬间生出两只巨大的钢铁手臂。钢铁手臂双拳紧握，分别朝小鸡、小敖砸来。两只异兽也感受到了铁拳的威势，不敢应接，急忙后侧出钢铁臂的攻击范围。哈哈哈！雪晶站在钢铁墙壁上，望见小鸡他们被打跑，当即就拍着胸脯大笑了起来。哦！小敖哪能忍受这种嘲笑，张开嘴就是一道压缩龙岩弹。然而钢铁墙壁上的铁壁又忽然变成一道巨大的盾牌，将一颗颗压缩龙岩弹全部挡了下来。小鸡战甲闪耀，那是一刀加切割的光芒，随之一个盘旋绕到钢铁墙壁后方，双翼狠狠划向雪晶的脑袋。然而后方墙壁同样升起一道钢铁盾牌护住雪晶。滋滋滋，一刀划向盾牌，带出一连串的火星，同时也将钢铁盾牌划拉出一道长长的裂痕。小敖同样不甘示弱，压缩龙岩弹不停喷吐，一颗颗浓郁到极致的岩球将前方钢铁盾牌融出一滴滴铁水。雪晶见自己引以为傲的科技有损坏的迹象，第一次露出急躁的神色。只见他将小手伸进小背包，掏了掏，取出一只高6米左右的钢铁机器。机器上是一个露天的操控台。雪晶用力一跃，跳入操控台，控制着机器从钢铁墙壁上跳下，同时机器的两只铁臂扬起，唰！一股炽热的火焰从两只铁臂上喷出，朝杨青冲来。在他的认知里，这人应该是传说中的御兽者，而对付御兽者最忌讳的就是与他的兽宠交战。想要快速赢下战斗，需以最快的速度将御兽者本人灭杀。杨青看着如此简陋的机器，当即就有些怀疑人生了。难道这玩意儿也能称得上终极机甲？虽然那喷出的火焰很有威势，但怎么感觉比他的分解者还要差上一个档次？不过这会儿也来不及思考太多，先把这个小家伙先打服再说。随即点开背包，取出分解者，同时进入机甲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机甲对轰吧。第105章终极机甲制作图，流光。吱吱吱吱吱，分解者的电锯左臂发出轰鸣。看着距离自己不到10米的火焰机器，杨青没有选择闪躲，而是操控着分解者正面迎击上去。刷刷，分解者沐浴在火焰中，灵能咔咔往下掉，但电锯臂也已经甩向雪晶的小脑袋。露天操控机甲很酷吧？给爷死！雪晶不慌不忙对着专属于自己的操控台一顿操作，只见喷火机器一个下蹲躲过电锯臂的横扫。杨青嗤笑一声，来玩打地鼠吗？随之狼牙巨棒狠狠砸下，喷火机器横举双臂抵挡，电锯臂滋滋轰鸣，一个直刺对准雪晶的小脑袋。对于这种弱点明显的机器，杨青自然没必须和他讲什么武德，疯狂对着雪晶干就完了。小雪晶也知道自己机甲的缺陷，这会儿在机器上被人降维打击，让他无比难受。平常只有自己依靠火力压制别人，哪受过这种气，当即就操控着喷射器离开了火焰机器操控台，同时口中还不停叫道：不公平，不公平！轰！但就在雪晶喃喃叫道间，火焰机器突然炸裂开来，强大的冲击直接让分解者的灵能掉了20%。杨青被他这手骚操作整懵了，随即从分解者机甲舱跳出，取出爆炎法杖，朝天空不断挥出一颗颗巨大的火球，同时大吼：你还我火焰机器！喷射器的速度无比迅速灵活，哪怕是漫天的火球不断轰击，雪晶依旧能在一道道夹缝中险而又险地躲闪着。杨青提起精神，拿出他当初1秒18射的操作运用到火球上，霎时间火红色的光芒在冰窟弥漫，漫天的火球将雪晶包围。避无可避的雪晶取出一件白色铠甲穿上，小小的铠甲将他全身完全包裹，随之寻找一个较小的火球直接撞了上去。他的选择是强硬突围。轰！但即便如此，火球在杨青高额精神的加持下，还是将雪晶后背的喷射器砸碎，同时他的身体也处于一个直线下落的状态，掉在冰面上。杨青跑上前抓起他的小背包，小雪晶没了喷射器已经无法飞上半空，并且在火球的轰炸下，他虽然有铠甲抵挡了大半冲击，但自身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势。不过这会儿见到杨青的目标居然是自己的家当，连忙紧紧拽住背包的绳带。杨青将其提起，没了各种科技的雪晶就跟一只小狗崽子差不多，被吊在半空扑腾扑腾，没有任何办法。要注意，雪晶死亡会连带销毁背包内的宝贝，当然你可以选择先取宝贝再要了他的小命，但要知道每一只雪晶都极为狡诈记仇，并且很少会出现在人族面前。根据这些性格，
我建议可以选择将他的宝贝掏空，但却可以放他离去。待到他再次制作出一批不错的武器时，必定回来找你复仇。到那时再继续收割一波，岂不美哉？彩色提示给出信息。钓鱼嘛，我懂。杨青咧嘴一笑，强硬地扒开小雪晶，将它扔到一边，同时伸出食指进入小背包内，不断地掏索。这一掏，他才发现，别看这背包小，但里面却是大的离谱。看着一件件珍贵的资源进入自己背包，杨青的脸上如同菊花般灿烂。但一旁的小雪晶就没那么好受了，每一件宝贝都是他辛辛苦苦搜寻到的，这会儿见到全部被掏空，心里顿时委屈极了，眼睛眨巴眨巴，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小短腿还不断摆动。有能耐自己找去啊，抢老子的宝贝！蛮横东西，放下，不许动！将雪晶的小背包全部掏空，顺带把小背包也一同保留，这才又把目光望向钢铁墙壁那边。在两只宠物的合力下，墙壁被打到千疮百孔，彻底没了动静。杨青上前触发了几道系统提示：百变机械墙壁，防御强劲，修复后用来守护领地是个不错的选择。杨青自然毫不客气地收进背包，虽然刚刚从雪晶背包内找到了百变机械墙的制作图，但这有现成的，不要白不要。至于雪晶，看到这一幕，哭声更加响亮了。蛮横不要脸，自己找去！放下，快点，不要脸的玩意儿！这回收获满满，杨青也懒得搭理他，望向四周，这次基本都是资源窟，随便选了个新资源多的下方冰窟挖掘。15分钟后，阶梯浮现，杨青也消失在了此处冰窟，只剩下不断嚎叫的小雪晶。留下，不许走！抢老子的东西！蛮横不要脸，放下！将新冰窟搜刮一遍，共计收获真金 X3、真银 X3、真铁 X3、真钢 X3、真铜 X3、真金 X3。随之又点开背包，清点了一下在雪晶背包收获的宝贝，一共有灵能石 X26、火能石 X22、冰能石 X18、土能石 X14、水能石 X12、百变机械墙的制作图 X1、终极机甲流光制作图 X1、劣质机甲炫酷无敌，震天撼地，霸气威猛，大游客制作图 X1。注：此为雪晶游客自主研发而成的制作图，所以那只会喷火的机器还有一个这么炫酷狂拽掉炸天的名称。杨青不由得在心里为游客点赞，取名鬼才就是你了。将3张制作图分别学习，其中游客的劣质机甲制作图，杨青本来想直接丢到背包吃灰，但想着还白占一个背包格子，不如学习算了，万一制作材料简单，倒是也能批量制作去售卖也不错。最后又将雪晶的小背包取出。系统：游客的背包可分解为一颗高级背包扩容器，是否分解？选择分解，同时又把高级背包扩容器使用，获得了50个背包格子的扩充。正准备点开制造界面看看机甲的制作材料，一道系统提示引起了他的注意。系统：领地开扩完成。杨青只得暂时收起观看制作机甲材料的想法，转而点开领地界面。面板上第一个选项变成了进入领地，选择进入。第106章领地。10秒后，随着一阵光影流转，杨青的身影出现在一片荒芜的土地当中，在他身旁是一座半人高的菱形透明水晶。此处没有冰壁阻隔，四周被一圈圆形透明能量罩包裹。透过能量罩可以看见外面同样是荒芜一片，但奈凉罩外面空气中的深红让他的双眉微微皱起。这地方不会是……而上方天空虽然同样没有冰壁阻挡，但那朦胧的深红将整片天空笼罩，给人的感觉反而比冰窟更加压抑。就在这时，透明水晶旁出现一道道白光，张小胖等人依次传送过来，包括赵龙、赵虎两兄弟，一共15人，全部到齐。哈哈，大佬我来了！这就是领地吗？怎么光秃秃的啥也没有？咦，这2位兄弟是……众人一进来，众说纷纭，互相认识。杨青点点头，暂时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把目光放在水晶一旁的几道提示上。升级、介绍、攻打、建设、仓库、赐福，一共7个选项。杨青一一查看，许久之后，终于对这个领地功能有了个具体了解。这个地方确实如杨青所想的那般，是深渊。深渊内由108位君主统治，每位君主都有自己的领地，无数的深渊怪物几乎都被他们统治，遍布在深渊的各个角落。玩家们想要在深渊立足，就必须处在领主水晶的守护罩之下，否则时间一长便会被深红能量侵蚀。能量罩除了能够隔绝深红能量的侵蚀，还具有隐匿功能。在3天内，此处领地都是处于隐匿状态，无法被任何生物察觉。3天后，隐匿效果则会消失，此时领地才会被侦查到。当然，也有一种名叫隐匿水晶的物品，可以让能量罩再次拥有一段时间的隐匿。1级领主水晶能够散发的能量罩范围为周围1万平方米。
想要提升领主水晶的等级，需要攻打其他玩家的领地，每攻破一座领地，其领主水晶都会被自己领地内的领主水晶所吸收，吸收了一定数量，领主水晶则会升级，能量罩的范围也会扩张。每座领地一天都有3次搜寻的功能。在攻打选项中，搜寻会随机寻找一片地域，被搜寻到的地域内会出现玩家领地或者深渊怪物的领地，可以选择任意攻击一座领地攻打。搜寻范围会随着水晶等级而提升。建设功能则是可以在领地内修建城墙、大殿、防御工事、房屋、店铺，甚至是传送阵。发送传送阵链接可以邀请其他玩家进入领地购物、交易、玩耍等。领地成员可以将任意材料贡献在仓库内，获得贡献点。在深渊中收获的任意资源都会自动存入仓库，而不是背包。领主或领主指定成员可以存取仓库内的物品，并且设立贡献点换取。简单来讲就是杨青可以将机甲放入仓库，其他领地成员可以用贡献点换取。同时杨青也可以随意取用仓库内的资源，用于建设领地或者自己使用。当然，若是领地成员觉得领主是个黑批，天天坑资源的话，是可以选择退出领地，加入其他领地。若是如此做，领主的招募水晶也会得到补充。赐福这个功能就简单粗暴了。1级领地可以提升领地所有成员 10% 权属性，2级则是 20%， 以此类推。并且每3级的节点还会有一个特殊加成，至于什么特殊加成，则需要等到领地3级后抽取。了解完领地的功能，杨青心中也有了个初步的打算，先趁着隐匿3天期，赶紧将领地武装到牙齿上才行。他要让所有不长眼的怪物或者玩家看到清河领地的第一时间便感到绝望。当然，建设领地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毕竟赐福加成可不少，享受着这般加成，不付出可是不行的。不过在这之前，他准备先试试攻打这个选项。毕竟眼前这帮穷批即使愿意付出资源，但也有限。大家都了解清楚领地的各个功能吧？杨青开口问道。懂了，懂了。总之就是一句话，掠夺一切资源来强大我方领地。总有一天，咱们清河领地的水晶能量照将会笼罩整个深渊。到那时，目之所及皆为清河。以清河之名，让万军俯首，让亿万玩家仰望，让亿万本土种族跪拜称臣。张小胖再次文艺复兴，慷慨激扬。杨青瞄了眼这小子，心道：好家伙，我只想小小发育一波，你丫却想着统领整个深渊。这波你已经跳脱大气层。其余玩家见张小胖如此宏伟的发言，情绪同样被感染起来，纷纷喊道：目之所及皆为清河。杨青趁热打铁，直接开口道：好，既然大家有如此志向，咱们现在就先开启第一波搜寻，狠狠干他一票。随之走到水晶旁边，点击攻打选项。一块虚拟面板浮现在杨青眼前，上面有2个大字：搜寻。面板左上角则是标记着剩余次数3。杨青点击搜寻，面板突然变换，一片庞大的地图逐渐形成。地图上标注了3个领地，分别是巨鲨牛头人领地、黑岩泉领地、深渊软泥怪领地。3个领地都是1级。杨青随便点了一个巨鲨牛头人领地，随之一个巨大的传送阵出现在领地水晶一旁。走，第一次领地战，先拿牛头人试水。杨青右手一挥，率先踏入传送阵。张小胖等人进阶斗志昂扬，紧随其后。随着传送阵闪动，清河领地16人晃神间已然来到一处荒凉的且陌生的地界。在他们眼前1000米外，有一个用木桩围起来的领地。领地一旁有一个大大的系统提示：巨鲨牛头人领地。此处没有能量罩防护，众人都被无尽的深红雾霭笼罩。杨青却在这时发现，周边的深红非但不会将他侵蚀，还在隐隐为他增加深红之力的点数，提升速度换算下来大概为10分钟增加 0.1 点。因为竟是天书的原因吗？杨青心有所感。不过其他人可没这种转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深红会逐渐将他们侵蚀。因此杨青也不敢浪费时间，大吼道：一处小小的1级领地而已，直接强攻。第107章略显平淡的发展。一群人飞速跑到牛头人领地大木门前，张小胖横肉一甩，直步上前，一脚将木门踹开，同时说道：兄弟们，干他丫的，速战速决！杨青同时说着，率先踏入牛头人领地。一眼望去，领地内密密麻麻布满了兽皮帐篷，一只2米多高，拿着长斧，皮肤深红的牛头人穿梭在帐篷之中。小鸡、小敖2只异兽同时将身体背化，朝前方牛头人杀去。其余人也进入领地，嗷嗷叫着杀向牛头人。他们的武器各不相同，张小胖这货更是拿着2把杀猪刀就冲了上去。杨青换上真兵法杖，跟在后方，
眼神时刻注意着自己这方的一众成员。他可不想第一战就出现死亡，这很影响士气。同时也顺便观察一下这群人的具体实力。而领地内的巨鲨牛头人见自己家门都被踹开，当即意识到有敌袭，举起手上的斧子迎面杀了过来。这群牛头人大多是普通级，危险级的更是只有一只。有不长眼的找上小鸡小敖，一个照面便被掀飞数米远。小敖正想给他们来一场盛宴，杨青当即叫住，因为他发现此处的帐篷都是可以收进仓库的，可不能让他给烧了。小敖不明所以，只得用利爪杀敌。而人群这边，赵龙、赵虎两兄弟在碰上牛头人的第一时间便使出神合，一只巨手如入无人之地，悍勇无比。其次是袁战清，长刀挥舞，杀得好不快哉。其中还有一位开启了基因天赋，杨青记得他的名字叫严涛。他的武器是一把木弓，位于人群后方，一手剑术不说力无虚发，却也能做到五箭中4。剩余11位成员则全都是没有开启基因天赋的，但其中也有几位装备武器比赵龙二人都豪华不少，凭借强大的武器特性也能勉强应对。其余的则是空有一身悍勇而无实力，杨青自然只得重点照看，毕竟这里是深渊，牛头人的攻击都附带深红，一不小心可是会爆炸的。同时在心里也确定，这场战斗打完得先把这批人武装起来才行，不然每场战斗都得自己亲力亲为，也挺累。有2只实力比肩汉地级的异兽，一群牛头人自然翻不起什么浪花，仅仅3分钟不到便将战斗解决。而这时众人面前也出现一个系统提示以及虚拟面板。系统：恭喜清河领地成为本次领地战的胜者，是否开启传送？而虚拟面板上则是记录着各个成员在此次战斗中的贡献度。杨青占了 88%， 赵龙、赵虎、袁战清则各自占了 3%， 剩余 3% 则被其余成员高低不同的分了。没有第一时间选择传送回去，而是指挥众人将此处能搜刮的资源一并清理，直到将整片巨鲨牛头人领地的资源完全清空，杨青这才指挥着众人传送回来。回到自家领地，杨青点开仓库，兽源、兽血、深渊之河、破旧的帐篷等，所有刚刚收获的物品全部整齐摆放在里面，并且领主可以自由存取，其他成员则需要贡献点才能换取。同时一旁还有一个资源分配的选项，杨青点击进去，发现可以给所有的资源都标价，以贡献点换取，并且上面还分系统自动标价以及领主自己标价。杨青这么懒的人自然选择前者。系统标价完成后，杨青仔细看了看，一颗普通级兽源的标价是10贡献点，危险级的则是20，其中普通级的深渊之河也是10点，而像一块破旧帐篷的标价是1贡献点。稍作思考，杨青开口说道：以后只要参与了领地战的都可获取贡献点，一场1级领地战的贡献点总量为100点，所有人都按照先前面板上的贡献度分配。为了不让我自己分掉大头，我设定自己不在分配范围之内，不过每场战斗我都会额外给自己分配贡献点总量的 50%， 也就是这场战斗我给自己分配50点贡献点，你们则是100点按贡献度分配。同样，若是你们手上有用不上的资源，也可以贡献在仓库获取贡献点，用于换取里面的资源，所有标价都由系统而定，我不做任何参与。同时我事先说明，仓库内的资源除了用于领地建设，否则我自己取出私人用作也需要花费贡献点。另外，现阶段我给你们每人100的贡献点贷款，用于提升自己，希望大家尽快成长起来，早日偿还。随之在场的成员都相应的获得了一批贡献点，其中赵龙他们贡献度为 3% 的则是收获了125点，其中25点是分配而得，100点是杨青分发的贷款。众人听闻纷纷大喜，连连道谢。要知道，在领地内收获资源强大自己后，也就意味着挖掘冰窟时多了1分生的希望，没人会不激动的。今天还剩余2次搜寻的机会，大家一鼓作气完成后再慢慢提升自己吧。杨青也不墨迹，开口的同时再次点开攻打搜寻。看着仓库如此多的资源，众人自然斗志昂扬。这次出现了4处领地，其中1处还触发了彩色提示，表示里面有一座小小的水晶矿，这可把杨青激动坏了，直接选择传送攻打。此处最强的不过是3只危险级的渊蛇，剩余的普通级则是54头，在杨青的带领下，自然没有意外，分分钟搞定。除了收获一系列兽源、蛇肉外，还另外收获了106份水晶。第3次搜寻则平平无奇，最好的也只是一群渊狼而已。共计收获39头普通级以及6只危险级渊狼尸体。至此，今天的3次搜寻机会全部用完。张小胖等人则开始了全身大清洗，一些用不上的全部丢进仓库换取贡献点，再用贡献点优先换取自己所需要的
没开启基因天赋的成员，自然将目光放在寿元上；赵龙元、战青等人，则是把目光放在寿血上。至于杨青，将贡献点全部换取了深渊之河，一并吸收后，共计加了29点深红之力。看着领地一片欣欣向荣，杨青心情也是极好的。虽然以他的实力，完全不需要这些成员，单单靠自己就能将所有资源独吞，但要知道，这只是初期发展啊，等到了后面，大家都成长起来，那时候人群的力量也不可小视。毕竟人数多了，一人一个小火球都是可以造成一片火海的。没有选择建设领地，他今天还有好几次挖掘机会，准备一并用完后再来慢慢整理这些。而且制作界面还有一个终极机甲等着他去研究，这会便退出了领地，回到了原先冰窟。第108章光明狮王之怒。点开制造界面，将目光放到终极机甲流光制作公式上。终极机甲流光，灵能石10350，火能石5650，风能石10450，水能石10850，冰能石8650，雷能石7150，土能石10450，木能石15050，五行能石6/3，七彩能14/1，真金4/4，真银4/4，真铜4/4，真铁4/4，真钢4/4，真金4/4。需求的材料不可谓不少，但对杨青来讲倒也能接受，毕竟这个世界的制造物向来都是需求的材料与实用性成正比。点开交易所，查找真金一类的物品，整个面板上只有零零散散2-3份挂在上面。真金什么的，在制造材料中算是第4档的了。这会儿交易所量少，杨青也有所预料，毕竟连他都是最近才挖出此类材料，其他人就更不用想了。关掉交易界面，继续今天的第5次挖掘。这次只有2个方向在杨青的考虑范围之内。挖左边会遇上一块红贝壳，但要小心，贝壳里面有10颗爆炸果实，以你的实力不至于会受伤，但要是不小心沾染上奇臭无比的爆炸果实浆，会让你恶心1天1夜。右边有一条长数千米的极烟通道，在里面能够收获大量的火能石，但也要小心通道里面的极烟虫。要注意，在进入雪神山之前，尽量收集好大量的火能石，会有惊喜。讲道理，一个红贝壳的诱惑力并不小，但综合下来，杨青还是决定挖右边，主要是他很期待雪神山的那份惊喜。10分钟后，踏入右边冰窟，一股炽热瞬间席卷全身，同时在杨青正前方有一个直径3米左右的通道口，通道里面则是赤红一片。领着2兽直步上前，靠近通道口，一股股如火般的热浪冲击而来。小敖吼叫了几声，神情雀跃。小鸡甩了甩脑袋，却是有些不适用。当然，以他现在的体质，这种程度的热浪倒也不至于伤到他。杨青同样感觉有些燥热，不过却没有加持雷衣，毕竟这点热度他还是能够承受的。踏进通道，里面同样是赤红一片，并且在通道四周还能看见一块块紧贴在墙壁上的赤红色金块。将目光望向周围的金块，得到彩色提示警告，里面全都隐藏着极烟虫。将真冰法杖取出，随手一道极冰之雨朝前方甩去，一块块半人高的冰锥覆盖了周围数块红色金块，但眼前的景象却是令杨青有些哑然。所有金块全都完好无损，难道这东西还需要用镐头敲开吗？杨青猜测间便已经取出镐头，走到最近的红色金块前，随之镐头高高扬起，用力一砸，叮！红色金块瞬间破碎，一只手臂长，好似岩浆凝聚而成的红色粘虫从里面蹦出。只见他转动着身子，胖乎乎的尾部剧烈抖动，随之一团巨大的火焰冒出，喷射向杨青。雷伊！杨青念头一动，顶着火焰，单手掐住极烟虫的脑袋，五指用力紧扣。啪！胖乎乎的极烟虫瞬间变成一圈红色热浪，席卷四方。系统，你成功击杀极烟虫。系统，火能石 X1。同时，杨青又蹲下身子，将掉落在地上的红色晶石捡起。系统发出提示：残缺的晶石没有任何作用。得，不再打红色晶石的注意，继续用左手握住镐头，右手则拿着万雷刀。就这么搞起刀落，搞起刀落间，一路从通道口砍到尽头，所过之处没有遗留任何一只极烟虫。而这一路下来，他也一共收获火能石116颗。往返走出通道，继续第6次挖掘。选择的是上方，有一群雷翼龙，一共有56只，领头的是一只旱地级，恐怖级有3只，危险级5只。这种程度的对手，自然是直接交给小鸡、小敖这2只勇敢且好战的宠物去解决。随着一阵阵嘎嘎惨叫，雷翼龙纷纷化作材料进入背包，而血液则被杨青分成2份，一鸟一龙各占1份。同时还在冰窟内搜寻到了一块紫色贝壳，一共收获紫贝壳 X1、高级法球、千雷闪、中级法球、3重落雷、3阶武器、紫雷长枪。将所有资源搜刮完毕，
杨青正准备观察第7次的挖掘方向，却在这时，彩色提示忽然发出预警：危险！危险！危险！还记得被你掏空老巢的震天级光明狮王吗？他顺着自己宝贝的气味找到你了，30秒内将会来到此处冰窟。要注意，此狮王虽然比深渊魔猿弱上一丝，但也算得上是老牌震天级强者，更是依靠光明一斩、耀光狮子体、光明狮子吼、圣光之千绝斩，击杀过数位同为震天级的强者。杨青双眼微微一凝，将万雷刀从武器栏取出，拿在手上。又是震天级强者吗？小鸡、小敖，准备战斗了，这次是个大家伙。光明狮王不是深渊生物，因此杨青准备让2只宠物一起加入战斗。鸡、敖听见要和自己的主人一起战斗，2只宠物斗志昂扬，想要表现之意不言其表。杨青也同样满怀战意，自从获取深红之力后，还没痛痛快快的打一场，这多少是有些遗憾的。30秒的时间很快过去，吼！一声震天怒吼从上方传来，杨青抬头望去，一只3米来长、全身闪耀着刺眼光芒的金色狮子凭空而立。金色狮子再次发出震天怒吼，他终于找到了这股熟悉的气味，不正是和自己大宝贝散发出的气息一样吗？掏空自己老巢的无耻恶贼就在眼前，他是要将此人扒皮、抽筋、碎骨、嚼碎，才能解他心头之恨。第109章大战光明狮王。随着狮王一声声的怒吼，他的身体在不断变大，原本3米长的身躯霎时间便来到了40多米。同时，他的背部忽然生出一对金色的双翅，整体看上去当真是威势滔天，好似烈阳一般，耀眼刺目。杨青双眼微凝，脑海念头不断闪动：赤雷变、雷一、深红之力同时叠加在身，深红、赤红、紫芒3色融合似将他的身躯覆盖。这股强大的感觉真令人着迷。杨青咧嘴一笑，随之眼前虚空中浮现一大片赤雷毛，如雨般朝光明狮子王爆射而去。同时，小鸡、小敖也朝狮王左右两边夹击冲去。有战甲的背化特性，他们的身躯并不比狮王小，此时看上去同样是凶性十足。甚至有因为战甲的包裹，小鸡、小敖身上还多了一丝魔法与科技的交融感。好！眼见3道攻势袭来，光明狮王丝毫不惧，一对巨大的光翅抖动，直接穿过赤雷毛羽俯冲向杨青。小鸡左翅闪耀，一刀与切割同时加持，如流星般划向光明狮王的腰间，带出一片滋滋声响。可哪怕一刀有50%的无视防御，依旧无法破开狮王的防御。小敖处于右侧，一颗颗极其浓郁的压缩龙岩潭不断喷吐而出，它的光环能削减狮王10%左右的整体实力，但即便如此，面对岩潭的砸击，狮王依旧无视，大口张开，獠牙外露，硬顶着所有攻击直冲杨青。这个身上占满自己大宝贝气息的人族，他是要一口嚼碎。杨青双手紧握万雷刀，一直到狮王的巨口盖到自己头顶，他这才双臂一挑，万雷刀裹挟深红之力挑向狮王的下颚。小鸡破不开的防御被万雷刀轻松划开，一条长长的虾线在狮王脖颈处冒出，同时深红之力灌入其身体之内。狮王再次怒吼连连，张着巨口不断撕咬，同时周身好似凝聚了一层薄薄的精致铠甲。这一次狮王的吼声被系统翻译出来，杨青脑海忽然懂得他的意思。可恶，居然是恶心的深渊生物，耀光狮子体！嘶！杀！杨青战斗途中不断加持雷一，脚上的速度越来越快，任凭狮王如何愤怒，依旧无法触碰到他半分，并且找到机会就会给狮王来上一刀。但狮王身上的精致铠甲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可杨青却是无法再破开他的防御。至于小鸡、小敖就更别说了，他们的攻势对此时的狮王来讲和挠痒痒差不多。而狮王见自己单凭速度怎么也伤不到眼前的虫子，当即停住脚步，巨嘴大大张开，浓郁的光元素在他嘴边汇聚。杨青一不闪不避，他身上的雷一已经被加持到40多层，这就是最好的防御。同时手上的万雷刀以一个极其怪异的姿势朝狮王砍去，正是裂空72斩的起手式。轰轰轰！一声声震动着整个冰窟的吼声从狮王嘴里蹦出，他的正前方好似有一圈圈实质音浪冲击四周。小鸡、小敖被这撕裂般的叫声震飞数十米开外，杨青却是顶着雷一不管不顾，一刀一刀劈在狮王身上。裂空72斩是叠加的招式，一斩强过一斩，一直到第18斩时，狮王的精致铠甲终于被砍出裂痕，第20斩时铠甲完全破碎。直到这时，狮王眼中的自信已然转为惊慌，但面对深渊虫子，他光明狮王托尔，哪怕是死也得给他8层皮下来。圣光之千绝斩击狮王再次怒吼，同时周围虚空
好似有一圈圈涟漪出现，狂暴的光元素疯狂从涟漪处散发。小鸡，小退！杨青发出指令，随即一边往自己身上叠加雷衣，同时手上的万雷刀也在不断挥砍。第35斩，第36斩。就在这时，虚空中的无数涟漪中，有一个个圣光凝聚而成的剑尖，剑尖由涟漪中冒出，随之剑身、剑柄，轰轰轰，一柄柄2米多长的圣光大剑由涟漪处不断下落，每一柄都裹挟着灭世般的气息。2只宠物在杨青发出指令的第一时间便飞出涟漪覆盖范围之外，但即便如此，圣剑砸落的余威依旧将它们掀飞数百米。而杨青依旧在不断挥砍，狮王身上已尽是伤口，并且眼中的红芒已经快要完全将他原本的光明覆盖，而雷衣已经被他加持到120层。轰！一柄圣光巨剑落在杨青头顶，雷衣防御能量瞬间减少 30%， 一击之下，将近40层的雷衣被砸碎。杨青依旧不停地挥砍，第47斩，第48斩。这时又是一道圣剑砸下，雷衣的防御能量再次损失 30%， 第50斩，第51斩。最终在第53斩挥出时，光明狮王全身有一道倒裂痕浮现，随之又是一声通天巨响炸裂开来。杨青处在爆炸中心，这是属于他的深红能量，并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同时系统的提示也随之浮现，系统，你成功击杀阵天级光明狮王，系统寿元 X1。 至于之后的寿血、兽肉则没有被分解至背包，费了这么大劲就收获一份寿元。杨青摇了摇头，这算是他有史以来最亏的一次战斗了。看来以后和异兽交战，能不用深红之力就尽量不用吧。一言不合连块碎肉都不带留的。同时他还发现，深红之力的恢复速度与精神属性是差不多的，这不禁让他怀疑，空气中难道也蕴含深红能量？还是说恢复深红之力的能量来自虚空？可若是这样，为什么他待在深渊可以增加深红之力的数值，待在冰窟却无法增加？思来想去也没个具体答案，他也懒得纠结了。或许等他真正成为强者的那一天，才能真正弄清楚这一切吧。第110章雪域伤人的小屋，继续今天的第7次挖掘。随着彩色提示一一浮现，杨青瞬间便被前方提示引起了注意。前方不错，居然有一间雪域伤人的小屋，要是愿意付出一批能石，倒是能换取到一些不错的物品。但如果你的态度能够嚣张一点，触发雪域伤人的玩命性格，使得他要和你玩审判游戏，那绝对能收获雪域伤人的珍藏财宝。杨青算是发现了，这提示应该是了解冰窟世界所有种族的性格特点，以此再来制定一套完美方案，最终目的自然就是将其掏空榨干。确实牛的雅痞，杨青忍不住赞叹。XXX， 一切搞定，踏入前方雾墙。一进来便看见冰窟中央一栋雪白色的小木屋，小木屋处于关闭状态。杨青迈步上前，走到白色木门一旁，随即抬起右腿狠狠一踹，砰！木门炸裂开来，甚至小屋都颤抖了2下。这时一阵怪异的声音从木屋传来，根据系统翻译，杨青懂得了声音表达的意思。奥拉拉，哪个不长眼的混蛋敢来伟大的奥格里斯商铺闹事？杨青则走进商铺内，一脚掀翻柜台前的小椅子，同时嚣张地说道：谁允许你在此处开店售卖的？交冰窟保养费了没？有没有正规的营业售卖证？雪域商人全身被一件长长的白色斗篷包裹，只有露出一张皱皱巴巴的老脸，他的鼻子极为尖锐，有点类似于放大版的血精。见到有人在自己店里闹事就算了，还想讹诈他伟大的奥格里斯，当即就忍不了了。从来都只有他讹诈别人。一张皱巴的老脸瞬间扭曲在一起，伸出如骨树枝般的手指，对着杨青尖声说道：哪里来的蛮横人族？你出去，奥格里斯的商铺不欢迎你。我说，你脑子是装满了龙粪吗？现在是我在问你，有没有商铺售卖许可证？如果没有的话，这属于非法运营，我将代表命运之神没收你店里所有的物品。杨青依旧是那副嚣张的神情，说着的同时还跳上柜台，将自己后背的命运斗篷甩了甩。不，伟大的命运之神怎么会有你这种蛮横的信徒？雪域商人一副怀疑人生的模样，随之又继续道：我们是奉贪欲之神奥拉拉的指引，在世间建立商铺，做的是正规生意，哪怕你是命运之神的信徒，也无权干预我们的行径。杨青也懒得跟他再墨迹，直接取出万雷刀握在手上。我管你信奉的是谁，有问题去找命运之神。滚开！此处所有的货物我将全部没收上交。你蛮横的人族，奥格里斯要跟你来一场审判游戏，我要跟你赌命。雪域商人明显生气到了极点，气急败坏的再次开口。杨青暂时没有理会他，而是将目光望向四周，因为他发现此处小屋内的商品着实有些丰富，什么灵能石、高级武器、
制作图、药剂应有尽有。然而，正当他将手掏进一旁柜台时，却被一层薄薄的光幕阻隔。这时，雪域商人脚下浮现一道反锁的法阵，法阵一点点散开，将商铺内的空间全部覆盖，也包括杨青。同时，还有一道系统提示传来：系统，你激怒了雪域商人奥格里斯，他强行开启了审判游戏，准备跟你玩命。杨青猜测，应该是要解决掉眼前的雪域商人，才能将此处的物品带走。随即，他又凝聚了一颗火球，准备直接将其带走。然而，火球在射向雪域商人时，忽然凭空消散。哪怕他扬起万雷刀，想要一刀将其拦腰斩断，却发现好似有一层薄膜阻隔，根本无法冲击过去。应该是要先赢下这什么审判游戏才行吧？杨青心有所感，望向自己半空左上角的2道系统提示：系统60秒后将开启审判游戏。系统审判游戏由审判之神制造而成的小游戏。审判法阵会生成8道审判之剑，其中只有1道审判之剑能够造成致死伤害，其余7道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对决双方经过审判转盘的指引，可先后轮换开启审判打击。若是开启时遭遇到致死审判之剑，将会承受1道来自神的攻击。要注意，8道审判之剑每损耗1道不会恢复。看到这，杨青懂了，异界版左轮自杀式游戏，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提示：即便能够预料哪一次会降落真正的审判之剑，可若是运气不好，第一次轮到他时就直接触发致命伤害，还是的 G。因此，杨青内心还是有些紧张。反观雪域商人那边，却是不复刚刚的愤怒，一脸轻松。在望向杨青时，更是露出一丝阴恻的神情。看着雪域商人的模样，杨青内心一个咯噔。这个游戏难道并不公平，还是存在什么 bug？ 不过提示既然只是可以进来，应该是有解决的办法吧。来不及过多思考，60秒的时间很快过去。这时，杨青眼前出现2个选项：打击和轮换，不过都是处于暗淡状态，无法点击。而雪域商人那边却好像没有任何变化，他的神情依旧是一脸胜券在握的模样，很是惬意。随即，法阵中央上方的位置凭空浮现出8把竖立的金色宽剑，而在2人中间则出现一把巴掌大的迷你金剑，随着金剑不断转动，最后剑尖指向雪域商人这边。看着这一幕，雪域商人好似早有预料，尖锐的声音开口说道：打击。随之，半空的8把宽剑开始飞快转动，其中1把宽剑飞出砸向雪域商人。宽剑下落的威势很足，但在触碰到雪域商人头顶时，却又化作一道金光消散。很明显，这是一把不带伤害的审判之剑。轮换，雪域商人开口说道。而随着他声音落下，杨青这边的打击选项已经处于点亮状态。然而杨青此时却是望着脑海中的彩色提示，有些发愣。此处的审判游戏虽然也是由审判之神制造，但却是被贪欲之神改造过，用来庇佑他的信徒。正常的审判游戏一切都是随机，但所有雪域商人手中的审判游戏却是被贪欲之神改造成，必定第8次才会降落绝杀审判之剑，并且第1次打击的机会永远都会转动到雪域商人那边。但这点小动作很快被审判之神发现，以他的性格，自然不会让自己心爱的游戏沦为杀器，于是在交给贪欲之神的那批审判游戏上偷偷制造了一个小 bug， 那就是打击次数没有限定。贪玩小机灵鬼总是喜欢做些令人意想不到事情。杨青忽然想起诸神记录册上对审判之神的介绍，对审判游戏完全了解后，杨青自然毫不犹豫，直接点向打击选项，迎来的同样是一道不带伤害的金色宽剑。正当雪域商人信誓旦旦准备下一次打击时，杨青的一番操作直接让他神色巨变，继续点击打击。随之第3道巨剑朝杨青砸来，同样，这是依旧是一道不附带伤害的攻击，一直连着点了6下打击，6道巨剑依次砸下，但全都化作金芒消散。而此时半空中的金色宽剑只剩下最后1把。杨青望向雪域商人奥格里斯，咧嘴一笑，手掌重重拍向了轮换。第111章贪欲商铺。雪域商人彻底无法淡定了，什么鬼？不应该是我1把，你1把，最后1把绝杀的金色之剑会轮到你吗？为什么你能一次性连续打击6次？你怎么打啊？不过此时任凭他如何哀嚎，半空中的金色宽剑都犹如一道催命符一般悬在其头顶。半晌过后，雪域商人依旧没有发出任何指示，而半空的巨剑此时却好似有些不耐烦，发出耀眼金芒，逐渐开始转动，仿佛随时要落下一般。不玩了不玩了，我认输！认输！雪域商人全身冷汗直流，借着审判游戏阴过无数人他，可是清楚的知道再不做出决定真会死的。而此时杨青眼前也出现一个系统选项，是否接受雪域商人的投降。他没有立刻做出选择，
而是在思索杀了雪域商人会不会得到这间商铺的所有资源。前方的雪域商人见杨青思索的神情，好似知晓他的想法一般，当即开口：“我死了，商铺没了看守者，会自动消失的。你得不到任何宝贝，而我的珍藏也放在商铺内。若是你选择同意结束审判游戏，我可以给你我的所有宝贝。先让我看看你收藏的宝贝值不值得换你这条小命。”杨青开口说道：“你得先同意结束游戏，你有谈条件的资格。拿去拿去。”雪域商人痛心疾首地从柜台底下掏出一个小布袋丢了过来。杨青伸手接过，正欲打开，彩色提示忽然飘出，他怀里藏有一个戒指，那里面装着他无数年来收藏掠夺的宝贝，并且若是将他的贪欲斗篷扒下佩戴，可以掌控此处商铺。当然最好的选择是任由审判之剑落下，到时候藏在他身上的宝贝自然全归你了，而且无需有心理负担。此人借助审判游戏抢夺过大量宝物，还真是10句就有9句假话。摇了摇头，杨青直接选择拒绝同意结束游戏。掌控完整的商铺，这诱惑对他来讲属实有些大。雪域商人见半空的金色宽剑非但没有停止旋转，反而转动得更快，瞬间大急，嘴中不停说着什么停下，快停下，我还有宝贝，并且知道继承商铺方法之类的话语。而审判游戏迟迟得不到任何指令，直接被动触发打击，随之还在旋转中的宽剑如光速般瞬间落下，雪域商人也彻底没了生机。就在这时，一道带着些慵懒但极为悦耳的女声回荡在整个审判游戏的法阵内：“不错不错，终于赢了贪欲一次。”同时杨青眼前也浮现出一道提示：“系统，恭喜你成功赢得审判游戏，获得审判之神的大量好感。”随之商铺内的法阵也一同消失，只留下柜台后遗留在地的一个斑斓水晶戒指以及一件白色长斗篷。杨青却是有些疑惑，刚刚那道声音是审判之神，又获得一位神的好感，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具体有什么用。摇了摇头，也不再纠结这个，转而将目光放在柜台，掌控一间贪欲商铺，难道此处的商品都能任意使用？带着无尽的期待，杨青走上前，将斗篷与戒指一并收起，点开背包，先是取出斗篷。系统，贪欲斗篷是否穿戴？注：贪欲斗篷属于工具类物品，并不会出现在装备界面。系统，贪欲斗篷来自贪欲之神的赐予，穿戴后会成为贪欲之神的信徒，并且可获得2种贪欲之神赋予的特性。特性1：贪欲商铺，可召唤一间贪欲商铺，里面有大量的资源可供交易。注：贪欲商铺分4级：初级、中级、高级、特级。每一个等级的商铺所拥有的货物大不相同，交易次数以及金额决定商铺等级。特性2：审判游戏，可召唤一道改造过的审判游戏，与不讲道理的客人来场誓死对决。注：唯有极其愤怒的状态才可激活审判游戏，可激活次数3%。难怪提示表示需要嚣张一点，原来激活审判游戏还有这么个先决条件，可惜只剩3次了。杨青忍不住感慨，要是审判游戏能无规则任意释放，那可真就无敌了，遇上打不过的敌人，直接喊上一句尔等敢与我玩个游戏，随后自己先手刷刷刷，直接连续打击7次，至于对面，等死吧你。带着些遗憾的情绪，将命运斗篷取下，佩戴贪欲斗篷。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几道来自店铺的提示。杨青大致看了一会儿，心里的遗憾更加旺盛了，甚至忍不住吐槽道：这不纯纯打工仔吗？原来店铺内的资源信徒是没法取用的，只有售卖的份，并且价格全都标记好了。而店铺内的主要交易货币居然是能石，并且无论是本地土著还是深渊怪物，亦或者是神选者，都可以进店购物。此间贪欲商铺处于中级，想要升到高级需要营业额达到10万能石，而店铺现在的营业额是1万2。当然作为打工仔自然是有工资的，每一单的提成是 1% 的能石，同时店主或贪欲之神的信徒无法在店内交易，并且每一间贪欲商铺限定每人最多交易3次。至于货品方面，杨青也仔细看了下，四面墙壁都有一个大大的货架，上面摆列的货物从普通到稀有到也齐全，尤其是柜台后方的货架，甚至有好几颗异兽蛋。至于价格，1万能石1颗。将店铺收进贪欲斗篷，继续佩戴命运斗篷，那种长斗篷麻烦不说，还影响战斗。最主要的是，贪欲斗篷以经营店铺为主，对战斗力并没有什么加持。而杨青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更没什么机会去经营店铺了。随之又将雪域商人的戒指和小布袋分别取出。小布袋与雪晶的小背包差不多，都是看着小，但却另有空间。将小布袋内的物品全部倒出供收货：灵能石 X15， 火能石 X6， 雷能石 X12， 冰能石 X11， 木能石 X12。这商标符号是个钱袋吧？这么寒酸，用这来买命，真亏他想得出来。只能说不愧为贪欲之神的信徒吗？
杨青忍不住吐槽，随之又将小布袋分解，但只得到一份初级背包扩容器。继续掏锁戒指，看着一件件物品进入自己背包，杨青原本遗憾加郁闷的情绪瞬间消散，实在是太丰盛了。单能石就有灵能石 X122、火能石 X236、水能石 X23、土能石 X322、木能石 X75、冰能石 X96、雷能石 X67、风能石 X100。其他除了一些杂乱衣物外，还有12把一阶武器、7把2阶武器，珍稀之物则有灵魂锁链 X3、3阶武器尖冰盾 X1、4阶武器星耀骑士剑 X1、高级持久药剂 X3、高级力量药剂 X3、高级倍化药剂 X3、冰皇窟入场券 X1。第112章，再遇赐福神像。先将小布袋和戒指分解，收获初级和高级背包扩容器各一份，分别使用，共增加60个背包格子。随后又将灵魂锁链和冰皇窟入场券取出，分别查看。系统：灵魂锁链可与一个目标进行灵魂绑定，使用者可主动传送至被绑定者冰窟，限时10分钟，注：限定3次。系统：冰皇窟入场券使用后可传送至冰皇窟。同时，彩色提示也给出警示：以你现在的实力，进入冰皇窟九死一生。看到这，杨青很自然地将冰皇窟入场券收进背包。不过灵魂锁链的用处却是让他有了一些计划，能够追踪到被锁链绑定者的冰窟，也就意味着领地方面可以放心挑选几个信得过的人才去管理了，不然每次搜寻完就有一大堆材料等着他去处理，真挺麻烦。甚至连庭院他都想找一个管理者，只是现阶段能够让他完全信任的也只有小鸡小敖，这两货要他们战斗自然没有任何问题，要让他们替自己管理庭院，恐怕是连机器都得被他们给拆喽。最后又取出3种高级药剂看了一眼，都是限时加状态的，遇上同等级的对手或许会有奇效。继续今天的第8次挖掘，这次5个方向倒是平平淡淡，随便选了下方挖掘，共计收获500克巨无霸超级大汉堡 X3、5克衰仔牛奶糖 X15、真金 X3、真银 X3、真铜 X3。第9次挖掘的是左边，里面有一群闪电豹，让2只异兽几个扑腾全部带走，其中闪电豹血液是加精神的，共计增加29点，兽源则增加了 9% 的6阶基因开启度。终于在今天的第10次挖掘，出现了一个让杨青记忆深刻的奖励冰窟。往上挖，里面有一个精致的神像，供奉一些资源会受到神像的祝福。依稀记得当初的普通雪神像可是给了他一颗上古异兽蛋，这次精致的神像又会有什么？带着无尽的期待，杨青取出飞翼，开始朝上方挖掘。12分钟后，一人2兽飞身进入雾墙。此处冰窟整体也就500来平，中央位置有一个半人高的水晶神像。与雪神像的清冷高傲不同，此神像面容同样极为精致，但却多了一丝俏皮感，尤其是一双大大的眼睛异常灵动。将飞翼收起，杨青踏步上前，2道提示一如既往的同时浮现。系统：精致的碧波神像献出一些宝贝，可获得碧波之神的祝福，可贡献次数3/3。精致的碧波神像贡献水能石会有奇效，但最好是每次贡献10颗。看到彩色提示的介绍，杨青忽然想起上古诸神图册中有关碧波之神的介绍，重度强迫症患者中分会让他对你的好感度倍增。没想到强迫症都蔓延到这上面来了。杨青低喃的同时，已经取出10颗水能石放于神像前方。霎时间，10颗水能石化作一缕水流融入神像之中。系统：你成功贡献水能石，碧波之神为你降下赐福力量 X30、体质 X30、敏捷 X30、精神 X30。继续放入10颗水能石于神像前。系统：你成功贡献水能石，碧波之神很是欢愉，并且为你赐下祝福，6阶基因链开启度增加 20%。继续第3次放入10颗水能石。系统：你成功贡献水能石，碧波之神大为震撼，他似乎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对你的好感剧烈增加，并且赐予你上古水牢的钥匙，那里有他遗留的诸多宝物。3次贡献完成，神像也彻底没了动静。杨青取出刚刚收获的唯一物品。系统：上古水牢的钥匙，需收集上古水牢入场券方可使用，给钥匙不给入场券，这也好意思称只为强迫症患者。杨青撇了撇嘴，忍不住吐槽 XO，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碧波之神不小心将入场券弄丢了，这会儿见你有缘才将上古水牢钥匙交于你，本意就是希望你能将2件物品凑齐，不然他心里一直膈应。杨青自然没有注意到这一闪而过的彩色提示。今天的10次挖掘全部搞定，此时的他刚把庭院巨献，正忙碌地收取着庭院内的资源，其中领土良田种植的依旧是木林种子。值得一提的是，
这几天收集的灵光液他都没有饮用，而是储存起来，毕竟他心中还有一个光明领主的梦想。之后的时间，杨青则照常弄了点烤肉，吃饱喝足后没有选择躺去床上，而是收起庭院来到了领地内。此时的领地空无一人，一眼望去依旧是荒凉一片。换出系统面板，点开背包，取出从雪晶那收获的百变机械墙，花费了10颗灵能石将此墙修复，同时这面墙的具体功效也再次浮现在杨青眼前。系统百变机械墙，顶尖的防御工事，通常用作于领地。特性1，防守专家，任何靠近机械墙100米范围内的敌人都会受到墙面的强力打击。特性2，百变，能够自由变换最合适的战斗方式，并且墙面可融合灵能武器，能够抗住小鸡小獒的连续打击。这面百变机械墙的防御能力自是不用多说，更何况还能融合灵能冰火炮这类的战争机器，用于当作清河领地的城墙是再适合不过了。走到前方能量罩一旁，取出百变机械墙，霎时间，一道长20米、高8米、厚度大约3米的深黑色机械城墙立于杨青身前。想要将清河领地四周完全包裹，还需大量的百变机械墙。杨青又点击制造界面，将目光望向百变机械墙制作公式。百变机械墙，灵能石240石，土能石426石，水能石131石，金刚9820，金铜22%，金银25%，金6320，金铁6020。以他现在的资源，想要制造出个几十面城墙倒也没问题，可几十面对于整个清河领地来讲，连1/10的范围都无法覆盖，任重而道远啊！杨青轻声叹了口气。第113章招募成员。随之又将目光放到魔法剑塔制作公式上。魔法剑塔，灵能石2405，风能石2045，雷能石1505，水晶10%，金刚9820。相对于灵能冰火炮，魔法剑塔倒是要简单许多。不过无论是城墙还是剑塔，杨青暂时还不打算用自己资源去制造，毕竟领地内的任何建设需求资源量都是极大的，即便他再富裕也经不住如此消耗，更多的还是得依靠攻打其他领地获取到的资源来用于建设。返回冰窟，将庭院具现。虽然在领地内也可以具现庭院，但杨青这社死般的家园风格，让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在大庭广众之下显露的，自己偷偷享受就好了。走到屋内，躺在床上，点开聊天界面。此时的聊天界面多了一个新的频道，领地清河。点开领的频道，虽然一共只有10几人，但刷屏速度可是丝毫不慢。尤其是张小胖，这人简直就是话痨家畜手怪的合体。杨青却是忽然觉得这货每天这么闲，活跃气氛也是一把好手，拉来帮他管理领地倒是不错。况且这颗领主水晶本身就是他的，让他来管理岛也勉强能够服众。点击私聊界面，找到张小胖的头像，直接给他发了条信息：杨青，龙国，有兴趣来管理领地内的大小事务吗？尤其是仓库内的资源、肉食、装备一系列用不上的物品，最好能第一时间换取到所需之物。若是愿意，需要融合这条锁链，后面还发了一道灵魂锁链的附件。张小胖几乎是秒回，杨青甚至都怀疑他只看了第一句。愿意，当然愿意。不过老大你怎么知道？我从小就被当作家族继承人来培养，管理天赋早就点满了的。所以这货以前还是个富二代来着。杨青猜测间顺便回复道：你仔细看清楚附件信息没？融合灵魂锁链后，我随时能够找到你。张小胖，龙国，哈哈哈，我可太乐意了。试问整个冰窟世界，能得到老大这种绝顶高手随时保护的，我就问还有谁？而且别的不敢说，管理一个领地的琐事而已，我张小胖绝对漂漂亮亮给你打理好。老大你就安安心心做你的甩手掌柜就行。得，有这种人才，杨青自然没啥多余的废话，直接叫他去领地，顺便在领地频道内通知了一下众人。传送至领地，一眼便看到张小胖肥硕的身影正处在水晶旁边摩拳擦掌。显然对于杨青突然的授权，他是无比期待的。杨青也不废话，从背包取出一根灵魂锁链，随之对张小胖进行绑定。哈哈，安全感嘚的一下就上来了。张小胖神色激动，显然在他眼里，杨青这一举动简直是让他的生命得到了巨大的保障，并且还解锁了一个无敌技，老大救命。杨青没理会他的激动，而是再次给他发了几个附件，分别是百变机械墙和魔法剑塔的制作公式，随之说道：领地的保护期只有3天，咱们现在的目标是先至少将一样防御工事布满整个领地。张小胖这次没有立刻回话，而是看着杨青发给他的附件，思考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3天想要将这2样防御工事配备齐全，确实有困难。我建议可以先制作一批魔法剑塔，
这样领地也暂时有一些防御手段。至于百变机械墙，可以慢慢来，你看着办就行，反正这里是交给你了。还有，灵魂锁链只有3次传送的机会，不到致命关头，尽量别喊我。杨青话刚落，张小胖便再次笑道：哈哈，我懂，3次限定技，我可珍惜着嘞。杨青也跟着笑了笑，和机灵的人打交道确实轻松。随后便离开了领地，回到家园，继续躺在自己的小床，舒舒服服地点开了决斗界面。经过5轮的秒杀后，杨青的总胜场也来到了14，位列排行榜第1。而后又将背包内所有的1阶至3阶武器以及初级、中级法球挂上交易所，售价依旧是以能石为主。从贪欲商铺的货物售价来看，他猜测能石可能是这个世界的通用货币，因此这会儿自然不会嫌多。至于4阶的他，暂时打算先留着。点开聊天界面，领地成员还有5个名额，他准备看看今晚能不能一并招募齐全。其中李峰与白星雪都是他准备招募的对象。在杨青看来，领地成员的人品是要重于天赋实力的，毕竟人家即便加入领地，可若是关键时刻不听指挥，或者该战斗的时候不选择传送进入领地，你也毫无办法。而李峰与白星雪2人与他交易次数不少，并且还一同战斗过，人品方面确实不错，实力也属顶尖，算是难得的人才。点开私聊界面，朝2人分别发了一条信息：有兴趣加入我的领地吗？后面还附加了一个领地具体攻的说明。白星雪几乎秒回，表示非常愿意。李峰则是过了几十秒才给杨青发来消息，当然愿意，就是不知道杨青兄弟那还有没有多余的名额，我这里还想推荐一个人一同加入。杨青、龙国、约翰、乔夫。李峰、龙国，不是他，前2天我们挖掘冰窟时遇上了一支灯塔国的队伍，约翰跟着他们离去了。我推荐的人你也见过，薛小柔，他天赋是黑色品级的，实力绝对可以。那个抡铁锤的萝莉吗？对于此人杨青有点印象，只是没想到天赋品级会这么高。在跟李峰确认薛小柔不是什么蛮横无理的性格后，杨青自然没啥意见，随之将招募水晶交易给李峰2颗，白星雪1颗。至此他手上的招募水晶还剩下最后2颗，暂时是不准备继续招募了，而是留作备用，万一哪天又遇上2个人才也说不准。随着3道系统提示，领地成员再次多了3人。杨青率先在领地频道打了几句欢迎新成员之类的话，随后便与众人一起高谈阔论。在这期间，他也知道薛小柔原来是李峰战友的女儿，而薛小柔的父亲在第1天便丧命于此地。对于亲人方面，杨青自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他从小就是孤儿，又宅，无牵无挂，甚至有时候他都会想，自己能被彩色提示选中，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穿越前太过孤单，所以上天才派这么个不正经的提示来弥补他的。翌日，距离雪神山传送卷轴开启还剩1点23分10，一切准备就绪。杨青收起庭院，将目光望向四周。清晨第1挖，5个方向都是普普通通。选择前方，共计收获真金 X5、真银 X5、真铜 X5、真钢 X5、真金 X5、真铁 X5。第114章入雪神山。第2次挖掘走的是左边，里面有一群阴身女妖，首领是3只旱地级，让杨青甩出的漫天火球给直接吞没。其中阴身女妖只爆出了兽元和一堆女妖面具，将所有兽元一并吸收，共计增加 12.256 阶基因开启度。而女妖面具都是属于工具一类，不会占用装备栏，特性只有一个，化妖，使用后可将身体转化为阴身，拥有飞行能力。同时化妖期间，1阶女妖面具还会增加力量与敏捷各 5%， 持续时间为10分钟，冷却1小时。2阶则是力量与敏捷各增加 10%， 以此类推。其中1阶女妖面具杨青一共收获32个，2阶12个，3阶6个，4阶3个。点开交易所，除了3份4阶女妖面具，其余的全部挂售上去。这东西在杨青眼中可比飞翼好上不少，零消耗不说，还能加不少属性，对于其他人来讲，关键时刻也能算得上一件不错的保命底牌。因此它的定价为1阶女妖面具30颗能石，2阶35颗，3阶40颗。与此同时，张小胖的私聊信息忽然浮现在杨青眼前。老大，新的1天搜寻次数刷新了，咱们什么时候开始猎杀怪物啊？自从昨天你给我看了2种防御建筑的制作公式，原本我还觉得物资丰富的仓库此时是真心不够用啊。杨青先是看了眼雪神山传送卷轴，还剩40来分钟才会开启传送，当即便给张小胖回了信息，让他组织队伍现在就开始攻打，不然他怕去了雪神山会腾不开身。张小胖听闻连忙表示5分钟之内将会把人员全部凑齐。杨青则先一步传送进领地。
其余成员也确实如张小胖说的那般，5分钟不到便全部来齐。虽然这种级别的领地攻打战，杨青一个人足以应付，但该有的仪式感不能缺失，毕竟领地战是为数不多能够提升团队凝聚力的活动了。而且这一批人，杨青都是把他们当成清河领地的骨干来对待，这会儿自然不会嫌弃麻烦。看着人员来齐，杨青也不啰嗦，直接点击攻打选项，而后点击搜寻。这次一搜寻到了5个领地，其中4个1级，1个2级。清河领地内正是缺资源的时候，杨青自是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选择攻打2级领地。随着他的点击，一道巨大的传送阵出现在众人眼前，所有人齐齐踏入传送阵，包括新来的3位。很显然，张小胖等人应该是对他们科普过这些基础规矩的。被攻打的2级领地叫做爆炎火压领地，领地外形是座巨大的洞窟，众人则被传送到距离洞窟口1000米外，直接强攻。杨青一声令下，带着18位清河成员冲向火压领地。洞窟口很大，容纳他们19人并排进入绰绰有余。洞窟内则是一片火红，燥热的气息瞬间在众人心头弥漫。不过这些人大多欠着一屁股贷款，这会儿丝毫不在乎什么燥热，嗷嗷叫着朝栖息在洞窟顶端的火压冲去。杨青连忙指挥小鸡小敖前去支援，自己则如昨天那般取出真冰法杖坐镇于后方，避免出现伤亡。杨青发现，经过昨天的提升，清河领地的成员已经全部成功开启了基因天赋，只不过对于他们开启的天赋具体是什么等级、特性，杨青却是一无所知。当然他也懒得知道，反正琐事交给张小胖，至于战斗，现阶段还用不着人员配合，他自己一人便能完全镇压。由小鸡小敖打前锋，杨青镇守后方，众人自然毫无损失的便将这群爆炎火压解决。回到领地继续搜寻，第2次、第3次都是1级领地，同样轻轻松松解决。同时杨青也从张小胖那得到一份关于每一次攻打领地所能收获到资源价值的具体信息，其中1级领地攻打下来大约能够得到300左右系统规划的贡献点资源，2级领地则是600点左右。因此杨青也重新规划了贡献点的分配，将攻打1级领地的贡献点奖励提升到了150的总量，再根据贡献度划分，而2级领地则是300贡献点总量。这样一来，每次收获的资源半边用于奖励领地成员，一半用于建设领地。3波打完，大家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提升，大都兴高采烈地表示不够打，还想继续之类的话语。至于杨青，依旧是将仓库内所有的深渊之核换完，便没有再换购其他物品。而这批深渊之核一共为他提升了39点深红之力。经过这一番的磨蹭，此时距离雪神山传送卷轴开启还剩不到10分钟，连忙与众人道个别，回到冰窟。为了不太过于引人注意，杨青指挥2只宠物都变成最小状态，而他自己对于接下来这段旅程还是很期待的，毕竟和神有关的玩意儿提升都不会太差。10分钟很快过去，一道雪白色的虚空通道凭空出现在杨青身前，通道门一旁还有提示：系统由此可进入雪神山地界，再次激活雪神山传送卷轴可开启返回通道，或者24小时后会被动回到冰窟。指挥2只异兽靠近自己双肩，踏步上前迈入通道门。随着眼前一片漆黑，再次望向四周，周围的场景已然不再受到冰壁隔绝，入目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雪山。雪山四周有浓郁的寒雾笼罩，给人的第一感觉仿佛置身于寒冰云层。而杨青此时所处的位置是一座被群山围绕的雪山中间地界，此处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四周人群涌动，有穿着朴素的剑客，有衣着华丽举着法杖不与生人靠近的高贵典雅之人，也有神色清冷与杨青一样身旁有异兽伴随的怪异人士。同时广场上还有一道道白光闪过，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身影不断浮现。这些是冰窟世界的原住民。杨青揉了揉眼睛，有些不可置信。第115章食神的传说。咦，大哥，你也来参加雪神祭祀大典吗？这时一道熟悉的童声从后方飘荡而来。杨青转头望去，正是当初用冰蚕宝宝与他交换衰仔牛奶糖的小男孩。只见他一脸惊喜，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渴望，很显然上次的美味确实让他记忆深刻。杨青却是有些慌张，这小子的父母可不是普通人，这会儿突然出现在这，说是没人陪同，他是不信的。不过嘴上依旧无比淡定的开口回道：你呢？一个人怎么跑这来了？哈哈，才不是一个人呢，我是和我姐姐一起来的。这话一出，杨青顿时看着眼前的小男孩顺眼多了，随后心思也活跃起来，弟弟都这么富裕，作为姐姐宝贝应该少不到哪去。那个大哥，你上次的那种白白甜甜的宝贝还有吗？我还想换一点来吃。小男孩见杨青没有说话，又一次主动开口询问，
这次他的神情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显然在他眼里，杨青的衰仔牛奶糖简直惊为天人，绝对是无比珍贵的美食。有一些，这次你准备了多少冰蚕宝宝来换？有便宜不赚是王八蛋，杨青自然不会拒绝这送上门的肥肉。听见这话，小男孩顿时扬起了脑袋，神情很是嚣张。自从上次遇上大哥之后，现在每一次出门前，我都会骗我老爹说要大量的冰蚕宝宝提升自己，就是为了哪天能再次碰上大哥，好换取足够多的美味。为此我娘还夸我懂事了呢，嘿嘿嘿嘿嘿。说完，还走到杨青身前，将自己的2个小口袋扒开，露出里面大片的冰蚕宝宝。不错，很有诚意。杨青忍不住夸赞一句，随之将昨天收获的15颗衰仔牛奶糖一并取出。小男孩也很懂事，将2个口袋的冰蚕宝宝全部掏出递给杨青。2人刚愉快地完成交易，同时周边的人群也越来越密集。杨青内心却是疑惑重重，原本他还以为这只是雪巫一族内部的祭祀，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多本土人族。你知道这雪神山祭祀盛典是怎么一回事吗？怎么会吸引这么多人？看着小男孩正沉浸在添加剂的美味当中，杨青趁机说出了自己的疑问。这小男孩来头不小，或许会知道些什么。听见自己大哥的发问，小南的积极性瞬间被勾起，连忙回应：当然知道，我姐姐不久前就跟我讲过雪神山的具体典故。极北之地雪神山由雪巫一族统治，此种族自上古便存在，爱好和平，同时也是传说中雪神最忠诚的信徒。雪巫一族每10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相传祭祀期间，雪神会为世人赐予神之赐福。在祭祀之外的时间内，雪巫一族会通过拍卖、售卖等各种方式，将一共98份雪神山传送卷轴在极北之地传播出去。只等时间一到，98位拥有卷轴者便会传送至此。祭祀开启之前，会升起98座祭台。最重要的是，雪神的赐福会根据祭台高度以及祭品的不同，所赐予的赐福强度也不同。那祭台站位如何分配的？杨青直接问出重点。每次祭祀开启都会。维尼，我不是早就叮嘱过你，到了此地别乱跑，别乱跑。祭祀排名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又跑那么远干嘛？然而，就在小男孩滔滔不绝时，一道呼喊声忽然传来。小男孩维尼听见呼喊，连忙停住嘴巴，转过头来。只见一位穿着冰蓝色长袍，手持一根长约 1.5 米法杖的妙龄女子正朝这边跑来。女子有着一头蓝色微卷长发，面容精致，即便是身穿宽松的长袍，也无法掩饰跑动时不断跳动的波涛。伴随着四周的惊叹，女子来到小男孩身前。嘿嘿嘿，姐，我可不是乱跑，给你个好东西，可好吃了。小男孩讨好般开口，同时还从口袋掏出一颗衰仔牛奶糖，递给刚赶来的女子。蓝袍女子却是直接伸出右手，往小男孩耳朵上一拧，没好气道：吃吃吃，就知道吃，你真不怕被人毒死？这又是从哪弄来的？听见这话，杨青有些小情绪了。什么叫被人毒死？还不待小男孩反驳，他便开口回道：我家祖传秘制小糖果，在你眼里很像毒药吗？原来这东西叫秘制小糖果。小男孩嘀咕一句，随后又讨好般说道：姐，你先把手松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哥，嘿嘿，人可好了，不会害我的。蓝袍女子撇了撇嘴，没有理会小男孩的哀嚎，转而朝杨青说道：我教训我弟有你什么事？还有，你知道我弟是谁吗？就敢当他大哥，配吗？你这么说，本就有点情绪的杨青当即就来兴趣了。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我就不信交易所临时千万还拿不下你，除非你真能没有半点口腹之欲，不然我看你拿什么抵挡这波添加剂的冲击。随即冷声道：我族蒙受食神眷顾已有上万年，一身厨艺通天彻地，上至帝国皇室，下至平民乞丐，哪一位吃了我们制作的食物不称一个好字？怎么到了你这里就成了有毒之物？杨青这么说自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那上古诸神图录中确实有关于食神的记载。介绍是热衷于各种美食，尤其是喜欢制作一些稀奇古怪的小食品，那味道却实绝。你是传说中食神的信徒？蓝袍女子愣了下，神色从原本的不屑一顾逐渐转为一丝惊喜。从小就热爱各种美食的她，可是清楚地知道食神的存在，并且立志有生之年一定要尝一尝食神赐下的美食。杨青看着他表情的转换，也有些发愣，随口编造的身份难道正好对应了他的祭典？小男孩维尼同样大为震撼。乖乖，我大哥原来还有这层身份。第116章祭台争斗。杨青没有做出回应，小男孩却是迫不及待的再次将衰仔牛奶糖递给了蓝袍女子，并说道：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大哥那换来的，真的很好吃。有了食神信徒光环的加持，蓝袍女子也不再排斥，甚至脸上还露出些许期待。
接过小男孩手中的牛奶糖，正想直接塞入口中，却又被小男孩一把抓回，同时说着：“姐姐笨死了，这个要先剥开外衣的了。”手上却已经将牛奶糖深红色塑料包装扯开，重新递了过去。蓝袍女子也被这奇怪的包装吸引，内心对这圆滚滚的白色奶糖更加期待。重新接过奶糖，随之放入口中，突兀间，一股从未有过的香甜感深深刺激着他的味蕾。杨青见状，趁热打铁，新的客户就在眼前，可不能放过。再次从背包取出一瓶 AC 钙奶，插上吸管，道：“嚼奶糖的同时，吸上一口钙奶才叫绝配。”奶糖的口感已经让他惊为天人，这会见又是一样新奇之物被取出，顿时好奇心一下被勾起，白嫩纤细的小手不自觉伸出，并接过杨青手上的 AC 钙奶，放到嘴中轻轻吸吮。专门迎合人类少女与小孩味蕾的口感再次在他嘴里爆发。从小用冰蚕当零食的他，此刻第一次觉得原来世上还有如此奇妙口感的食物，真不愧为食神的信徒呢。这类食物你还有吗？我愿意向您购买一匹。蓝袍女子低着脑袋，一边吸吮着钙奶，一边糯糯地说着。很显然，刚刚的无礼让他感觉有些拉不下脸，但好不容易在此地见到食神的信徒，不抓紧换购一些的话，以后可就再也品尝不到如此奇妙的食物了。来了数十上百倍利润的交易，让杨青心中很是舒畅。不过嘴上依旧是淡淡的语气：“这种食品制作工艺极其复杂，我储存的也不多，若是你拿不出我满意的物品，就别谈购买的事了。”一说到价格，蓝袍女子瞬间来了精神：“你这些食品虽然口感极佳，但却并不会对自身体质有任何提升，哪怕制作方式复杂，但用的材料也不会很珍贵吧？我愿意以每2颗能实购买一份。”嚯，年纪大了不好糊弄啊，还会讲价的吗？杨青思绪流转，内心无比惬意，随便一点零食就能换购到能食这种珍稀资源，这简直不要太爽。不过脸上却是面无表情，轻轻吐出2个字：“5颗，3颗，真的不能再多了。”女子再次回道。杨青扭头就走，一直给自己打的高冷人设，这会儿自然要有一个高冷的性格。顺便赌他一波，能用能食换购零食的富二代，真会在乎多付出几颗的代价。5颗就5颗嘛。蓝袍女子连忙追了上来：“你准备换多少？”杨青停下脚步，转身开口问道，同时内心长叹了一口气，还好追上来了，不然真得自己舔着脸回头，真挺需要勇气的。一样20份。可以。杨青说着，同时点开交易所，用1000克大米换购了衰仔牛奶糖与 AC 钙奶各20份，随之与蓝袍女子完成交易。一时间200克能食轻松到手。杨青发现这200克能食居然全是零能食，这可把他乐坏了，距离零能食自由又近了一步。至于他手上喝的那瓶，杨青也懒得计较，算是赠送了。眼见到交易完成，小男孩维尼当即激动地跳了起来，随之也找他姐要了一瓶 AC 钙奶，快乐地吸吮起来。至于杨青，则不紧不慢地从背包取出一块巨无霸牛肉汉堡，大口大口啃食。霎时间，一股奇异的香味涌向四方，处于他周边的人群纷纷望来，喉咙忍不住的滚动。尤其是小男孩维尼，瞬间感觉手上的 AC 钙奶不香了，而蓝袍女子同样一脸哑然。这又是什么食物？看上去也太诱人了吧！正当四周人群准备上前询问之时，忽然一道暴喝响彻整个冰雪广场：“快看，雪巫族的人来了！”杨青也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大片披着白色斗篷的雪巫从雪神山巅往下方飘来。一时间，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全被吸引过去，当然小男孩维尼除外。而杨青也暂时放弃了继续薅能食的想法，将巨无霸汉堡收起，静静地望向那群雪巫。一直到雪巫来到广场上方，他们的面容也浮现在众人眼前。冰蓝色的瞳孔，精致的脸上有一层薄薄的冰晶闪耀，整个皮肤没有一丝血色。虽然所有雪巫都有以上特征，但从脸部轮廓、高矮以及皮肤皱纹上，还是能够很明显地分辨出美丑。杨青还发现雪巫一族全是女性，不过他认识的奈雪子与幽雪子却是没在其中。而此时，雪巫群中传来一道道如银铃般悦耳的声音，飘向高台每一个角落。距离雪神祭祀仪式开启还剩1小时，现在我们将开启供奉祭台。祭台一共有98道，每一道都高低不同，而你们所能接受到雪神赐福的强弱与祭台高低有关。所处的祭台越高，那么你们能够接受赐福的品级就越高。当然，你们准备的祭品也会影响赐福的品级。那应该如何决定祭台占有权？还有，祭台在哪呢？我怎么没看到？有不明所以的群众大声开口。雪巫群那边没有回应，但随之那群雪巫同时转身面朝雪神山，后面的斗篷纷纷掀起，他们的双手齐齐向横举，掌心向外，耀眼冰晶在他们手掌闪耀。随之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从众雪巫嘴中整齐喊出：
祭坛起！一块块大小为10平方左右的冰台凭空浮现在众人眼前，冰台由下往上浮空叠加，每一座冰台都相隔数十米距离，整体看上去好似一条能直达山巅的阶梯。最下方的冰台几乎只距离广场100米左右，最上方几十块冰台却是被冰雾笼罩，看不到其具体高度。与此同时，雪屋群中再次传出道道悦耳的声音：祭台的占有权全凭一个字，争。所有人各凭本事占有祭台，1个小时后祭台会升起护盾，那到时你们所处的祭台便是此次接受赐福之地。同时，战斗中不得故意下死手，若是受伤严重无法进行争斗，我们会从低到高依次将你们送上祭台。第117章神之塔。雪巫们说完便静静地漂浮在半空，而冰雪广场众人听闻，心思也都活跃起来。1个小时后才能真正决定出祭台的占有权，现在就上，恐怕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此时广场很诡异般的没有任何动静。但就在这时，小男孩维尼忽然走上前，看那模样是要准备登临祭台。这一举动自然引起周围人瞩目，甚至有好事者直接开言：这是哪家的小屁孩，不回家玩泥巴，搁这凑什么热闹？维尼没有理会，依旧不紧不慢，拿着钙奶，嚼着奶糖来到祭台之下。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青色卷轴，扯开，霎时间他的身体忽然飘起，一直来到第1座祭台之上，这才停止漂浮。同时，小男孩的声音也从祭台上传来：这座祭台我维尼大爷占了，哪个不长眼的家伙要是把我磕着碰着，你看我老爹奔雷剑圣维尔托会不会找你们谈论一下人生与理想？说完便在祭台上直接躺平，口中还不时念叨着面包夹着肉，还有那是奶油吗？可真想尝上一口啊！嚣张，无比的嚣张，但却嚣张有度，毕竟有一个剑圣老爹撑腰，却只选择最低的祭台，这是大部分人给对维尼的印象。就在这时，一位虬髯大汉扛着一把巨厚宽刀开始朝山崖上爬，很显然已经有人忍不住开始占有祭台了。有人带头，人群中陆陆续续开始各显神通，有飞行手段的直接使用，朝高处飞去，没有飞行手段的则与虬髯大汉一样，开始朝着雪神山攀爬。哼，现在就想争高位，是不是太自信了？人群中也有人看着那些拥有飞行手段的争夺者不顺眼，扬起法杖，弓箭就是一顿狂轰乱炸。这时，一道极其自信的声音忽然从人群后方响起：震天榜排名65，亚历斯金，要一个前10的祭台，大家没有意见吧？金枪，亚历斯金。旁人一听，当即有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纷纷望向声音来源处。只见一位身材精炼、手持一柄金色长枪的男子正踏步走来。他的身材高大，再配上一头金色微卷的长发，给人的第一感觉纯就是个阳光大男孩。同时，人群中又是几道从容的声音响起：震天榜排名79，暴熊迈尔密，要一个前10祭台；震天榜排名53，火魔赤绝，要一个前10祭台；震天榜排名42，蓝泡泡维莉莉，要一个前10祭台；震天榜排名21，双雷剑夏天，要一个前10祭台；震天榜排名第9，引刀墨，要一个前10祭台。一个个名字响彻在半空，引得众人连连惊呼。我没意见，靠前的祭台自然是强者所得。天哪，平常难得一见的强者，没想到一下子冒出这么多，这下有好戏看了。你们爱咋整咋整，反正那么高我也上不去。就在一片惊呼间，刚刚报上名号的强者已经开始各显神通，朝最上方祭台冲去。看着不断有人行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抢夺高位。杨青却是有些疑惑，震天榜难道是记录震天级强者的榜单？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决定问个清楚，不然要是惹上一群超越震天级家伙，结果可不太妙。同时他还发现，刚刚与他交易的蓝袍女子正是排名42的维莉莉。此时的维莉莉扬起法杖，在自己身前忽然凝聚出一个直径1米左右的蓝色大泡泡，泡泡上有水波流动的痕迹。再看其动作，应该是想钻进泡泡内，漂浮至最顶峰的几个祭台。杨青快步上前，他准备朝维莉莉问清楚这些人的具体实力，否则贸然出手，他会很没安全感。维莉莉自然发现朝他走来的杨青，当即停下动作，有些疑惑地看了过来。能说说震天榜是什么东西吗？杨青直接开门见山。听闻，维莉莉更加猛然了。你连这都不知道？我从小跟族中长辈修习厨艺，很少出来。杨青面无表情，随口道。维莉莉恍然大悟，随即笑盈盈地伸出白嫩的小手。杨青二话不说，随手从背包掏了一包卫虎大辣条递了过去。好东西，撕开包装袋即可食用。维莉莉接过大辣条，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品尝，而是开口讲道：咱们万彩大陆立有108座神之塔，每一座神之塔都有9道试炼之门，对应修行的9个等级。
每一道试炼之门中都有108层，每一层都有强大的怪物镇守，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对应自身等级的试炼之门进行试炼，所能通过的层数越高，代表你在这个等级的实力就越强。9道试炼之门上方都有一个排行榜，记录每个等级最强大的那100人。震天级排行榜自然就是记录着震天级强者的一个排名。换句话说，能上神之塔排行榜的都是绝顶高手或者潜力巨大之人。杨青点点头，随后又与维利里交谈了一会儿，这才对这个世界的强者有了一个模糊的认知。这个世界分斗者与魔法师2种修行方式，修行等级则是初级、中级、高级、撼地、震天、湮灭、无极、圣域、亚神。而此处之所以最强的只有震天级，是因为雪神山传送卷轴最强也只能令震天级强者传送。讲解完后，维利里钻进自己的蓝色泡泡，朝上方飘去。杨青内心思绪流转，不知道我的实力在这个世界处于一个什么等级。不过在不使用深红之力时，我便能猎杀深渊魔猿这等怪物，应该不会比这些震天级在榜高手弱。随之从背包取出刚刚收获冰蚕宝宝，全部吞下后共增加43点精神。感受着体内无比充沛的精神，杨青信心大增。无牌明亮仔，想要占据一个最高的祭台，不过分吧？第118章争夺。顺着上方望去，遥遥领先的正是那位震天榜排名第9的尹刀墨。此人一身黑色劲装，后背别着一柄通体漆黑如墨的窄刃长刀。虽然没有任何飞行能力，但面对无比陡峭的雪神山壁，却是如履平地一般，不断朝上方闪烁而去。在下者则是后来居上的蓝泡泡维利里。半坐在蓝色水泡之内的他，悠闲地啃着喂虎大辣片，时不时还能朝下方瞄上2眼。但别看他悠闲，庞大的蓝色水泡却是如同火箭般上升的速度极快。在之下便是双雷剑夏天那批震天榜有名之人，最后一阶段则是一群旱地级的菜鸡在那互啄。当然也有不少与杨青一样立于广场，暂时处于观望状态。没我的指挥不要背话。杨青给2只宠物下达指令，他准备上了。虽然等到最后会因为有一批人受伤而有机会捡个较高的祭台，但他的目标是最高那座。若真等最后入场，这些人站稳位置后，难免要承受他们的集火打击，还不如趁现在场上乱作一团，率先冲上去再说。点开背包，取出一块4阶女妖面具，将其佩戴，再激活特性化妖。突兀间，他的后背忽然生出一对巨大的双翅，原本被女妖面具覆盖的脸庞此时也展露出来，头顶的毛发更是如同羽毛一般。同时整个身体也变成半人半鹰的怪物，尤其是双脚更是直接化作一双巨大的鹰爪。稍微适应一下新身体，再将万雷刀拿在手上，带着2只宠物操控着双翅向上冲去。然而就是这一个冲刺，杨青这才感觉什么叫做速度。仅仅几个呼吸间便追上最下方那批还在努力攀爬的菜鸡，就连小鸡小敖都被甩开一大截。化妖后，所有的身体数值都会保持不变，而飞行速度也与敏捷挂钩。再加上4阶女妖面具，还另外附加20%力量与敏捷。杨青此时真有种天空之王的感觉。不过这还不是极限，他还有雷衣，一道雷衣会附加30%的敏捷。若真将其叠加起来，单单凭借速度，他就有信心完爆在场的所有人。不过他暂时并没有这么做，毕竟哪有一上来就将底牌暴露的？万一这群人中真有能够遏制他这种高额速度的秘法呢？更何况化妖特性的持续时间是10分钟。他背包还有2块女妖面具，完全不用着急，保持在与2只异兽宠物同样的速度，一人2兽，不紧不慢地继续朝上方冲去。期间偶尔也会有1-2道法术或者剑石等无规则的攻击袭来，但都被他轻易躲过。就在杨青再次超越一批人时，他的身影已然来到第3批争夺者的高度，位于夏天等人之下，却又与普通旱地级争夺者拉开一段不短的距离。与他同一高度的有9人，大家谁也不让着谁，全都奋力向上冲去。就在这时，一只火焰形成的巨拳悄然被凝聚而出。终于9人中还是有人忍不住出手，并且本着尽量能减少竞争者的心思，一出手便是杀招。是一位骑着火焰飞鸟的风韵女子。只见她手上法杖一甩，无数火焰巨拳砸向包括杨青在内的所有人。找死！9人中一位没有飞行手段，正弓着腰在雪神山壁上攀爬的男子怒吼一声，随之从手上戒指内取出一把青色长弓。长弓上没有箭矢，但随着他将弓弦拉满，一根手臂粗由青色的能量凝聚而成的箭矢瞬间飞射向骑鸟女子。追风剑，青色箭矢带着一条长长的青芒拖尾，精准打击在火焰飞鸟的脑袋上。受到强力攻击的火焰飞鸟瞬间消散在半空。
但奇鸟女子反应极快，其法杖顶端能量暴动，紧随着又是一只烈焰巨鸟被凝聚而出，将其身体拖住。但就在这时，一道紫芒闪烁，刚被凝聚而出的烈焰巨鸟脑袋再次与身体分离，而火鸟上的女子身体瞬间失重，开始朝下方倒飞。出手的正是杨青，好端端突然被攻击，没谁会惯着他。而被那女子凝聚出的一大片烈焰巨拳也在此时落下。那名刚刚射出青色箭矢的男子第一个被砸中，同样朝下方倒飞而去。剩余争夺者各显神通，有快速闪躲的，有凝聚出元素护盾抵挡的。但火焰巨拳威势冲天，即便他们反应再快，在一拳拳绝对的冲击之下，还是有5位争夺者倒飞下去。至于杨青，则直接加持2道雷衣，硬顶着火焰巨拳，在将奇鸟女子打下去后，便迅速撤掉雷衣加持，继续不紧不慢地跟在夏天等人身后。经过这一番的追逐，速度最快的莫已经快要接近最高那处祭台，而速度差一点的维利里也已经达到了排在第10的祭台处。夏天等剩余震天榜有名的几人，速度同样不慢，并且像是商量好一般，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很快，莫直接一脚踏上第1座祭台的位置，维利里漂浮在半空，没有半点想要立于第2座祭台的想法。夏天等人紧随其后，直接将第1座祭台围起。很显然，这批震天榜有名的强者，没有人愿意直接将第1的祭台拱手相让。虽然排名差上不少，但那只是神之塔给出的试炼排名，没有真正交过手，谁也不会服谁。然而，就在杨青期待着这群人先打一场之时，上方忽然有声音传来：下边的虫子别磨磨唧唧了，想要站高位祭台，便上来拿出真本事。果然，这么明显的渔翁是占不到便宜的。听见上方传来的挑衅，杨青只得放弃旁观者的身份了，双翅一甩，向上冲去。而剩余突破火焰巨拳攻势的3位争夺者，同样对视一眼，紧随杨青身后。看着4人飞身上来，金枪、亚历斯金双眉微微一挑，道：怎么，就凭你们也想争夺前几位的祭台？人的名，树的影，面对一群震天榜有名的强者，跟在杨青身后上来的3人当即就有些绷不住了，颤颤巍巍地说道：没有，前几位的祭台自然由你们先选。对，你们放心，争夺就是，我等绝不会趁机而为。即是。但也就在这时，一道略有些嚣张的语气在人群中响起：这第1的位置，我倒是想坐。第119章乱战而起。众人听闻，纷纷顺着声音来源望去，只见一个长着大翅膀的半人怪物正缓缓飞到与第1座祭台齐高的位置。说话者自然是杨青。经过这一会儿的观察，他已经发现这批人中拥有飞行手段的只有2位，那便是火魔赤绝与维利里，并且2人都是魔法师，其余人多多少少都得往雪神山壁上借力，才能攀爬至此处。而这也让杨青信心大增，有女妖面具的他完全能将自身实力超常发挥出来，再加上自由飞行与速度上的优势，想打想跑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因此他才有信心无所畏惧地直面众人。哪里来的屌人，搁这找死？亚历斯金神色轻蔑地瞥了瞥，不屑地说道。在他眼里，不识时务的人总是让人厌恶。其余人也都扭头望来，一个无名之人，哪来的勇气争夺排名第1的祭台？只有维利利脸上透露着些许疑惑，食神的信徒，难道还能拥有强大的战斗能力？而与杨青同一批上来的3人，则乖乖退出这方战场，朝第9、第10的祭台冲去。看其模样，同样是少不了一番争夺。杨青双目转动，他知道想要在此处争夺，不显露一些实力，恐怕会受到他们的联手驱赶。毕竟大家都是有名的强者，你一个无名之辈想要融入，可不是光有勇气，仅凭一句话就够的。杨青紧了紧手上的万雷刀，双翅一甩，连续5层雷衣瞬间加持在身，一个闪烁来到亚历斯金头顶，裹挟着厚厚的紫芒的万雷刀被他重重劈下。你找死！亚历斯金怒吼一声，双手横举金枪，滋，万雷刀的劈砍被亚历斯金轻松挡住。杨青力量虽然不俗，但在没有赤雷变的加持下，面对震天级在榜强者，并没有第一时间处于上风。同时，亚历斯金双手一推，手掌一个翻转，扬起金枪朝杨青直刺而来。金枪顶部有丝丝金芒流转，刺出间好似一条金龙般，破空声阵阵响起。如此凌厉的攻势，杨青自是不会应接，双翅翻腾，不断向后闪烁。亚历斯金依靠雪神杀而立，无法追击。这会儿见杨青遁走，当即破口大骂：无胆屌人，你只会逃吗？咻！但就在这时，杨青再次挥舞着万雷刀劈来。此时雷翼的层数已经被他加持到28层，身形之快，好似一道紫色光芒不断在空中闪烁。
哪怕亚历斯金的攻击再如何强大，空中作战限制了他的脚步，只要杨青不应接，他的怒气只能对着空气发泄。反观杨青，一刀接着一刀的挥砍，配合万雷刀第一个特性，挥刀速度增加100%，刀芒真如幻影般不断闪烁。哪怕1-2次攻击无法对亚历斯金造成有效的伤害，但凭借着如闪电般的速度，杨青的攻势越打越快。即便亚历斯金已经不再攻击，全力防守，但重重刀影还是将他的身体割出数道伤痕。其余人见这个不知名的小子如此威猛，脸上都闪过一丝骇然。数十个回合便将金枪完全压制住，这小子确实有狂妄的资本。金枪不能倒！火魔赤绝说着，同时上前朝杨青攻去。他的后背有一对闪着火焰的翅膀，翅膀并不是由能量幻化而成，它具有实体。传闻引刀之鬼，即便对上阴灭级强者都能逃脱。今日我倒要看看你是否真有传闻中的那般实力。双雷剑，夏天的武器是2把闪着电弧的长剑。看着场上战斗如此激烈，他也忍不住找上最高祭台上的莫维莉莉与迈尔密紧随其后。面对震天榜前10的高手，剩余3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直接选择抱团全部参战。杨青这边的攻击依旧是如浪潮般密集，重重刀影几乎快要将亚历斯金吞没。就在此时，2道长有8米的火刃一横一竖成十字状急速冲来，正是赤绝打出的攻击火焰十字斩。杨青双翅挥动，朝一旁闪去，躲过这道攻击。但原本被压制死死的亚历斯金也趁机喘了口气，其目光凶狠，一杆金枪被他单手握住，高高举起。咻！金枪被他狠狠甩出，如入海般的金龙。同时赤绝这边也没停着，双翅左右摆动，又是一道火焰十字斩被凝聚而出，与金枪一前一后搬朝杨青爆射而来。2道攻击几乎是在瞬间凝聚，杨青没有半点反应时间。尤其是金枪给他的感觉好似锁定一般，避无可避。赤雷变，杨青念头一动，磅礴的赤红色能量在其周身流转，他的身体瞬间暴增，一对巨翅更是不断的闪烁着赤红色电弧。终于面对如此强力的2道攻击，他再度对自己加持增幅，一瞬间全方面的增强让他的速度暴增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境地。仅仅一个挪动便甩将火焰十字斩甩开，但如龙的金枪却是紧追不舍。杨青见无法躲避，立马调转身形，几个闪烁来到赤绝身后。有了赤绝做掩护，金枪在亚历斯金的操控下畏畏缩缩。可恶，鸟人，该死的屌人！好不容易腾出手来能肆意攻击，却又受到限制的亚历斯金忍不住爆吼。反观赤绝却是无比冷静，一双火焰巨翅向前合拢，好似2面盾牌将其全身遮掩。随之快速旋转，如同一颗火焰炮弹朝杨青冲击而来。见到突然转变的赤绝，最兴奋的莫过于亚历斯金，继续凝神，再度控制着金枪，配合着飞速旋转，如火焰旋风般的赤绝一起攻来。小鸡，小使用远程打击，目标亚历斯金。杨青当即发出指令。听到终于可以上场了，2只异兽兴奋无比，唰的一下直接被化成最大形态。冰刃、龙潭疯狂地朝亚历斯金脸上招呼着。受到干扰的亚历斯金操控金枪的念头变得迟钝起来。杨青自是不会放过如此时机，一念之间风之束缚朝赤绝甩出，而身形却是来到亚历斯金上方，手上的万雷刀重重劈向其脑袋。亚历斯金连忙招呼金枪甩来，但杨青的刀已然抵在其脑门之上。我认输，亚历斯金不甘地说道，同时将金枪再度握在手上，朝下方祭台冲去。第一阶梯战场，亚历斯金第一个失去了争夺权。第120章黑影之神的信徒。反观赤绝这边依旧被束缚得死死的，杨青一个闪烁来到其身前，手上的万雷刀不停地砍向那对巨大的火焰翅膀。然而火焰翅膀不知是什么等级的装备，哪怕万雷刀劈砍的地方一直保持在一条线，依旧无法伤其半毫。小鸡使用切割。虽然万雷刀同样拥有无视防御的效果，但与小鸡的绝对无视不同，万雷刀的无视防御效果只针对于肉身防御与魔法能量护盾，对付这种装备却是没有任何作用。鸡，小鸡双翅闪烁，尤其是最外沿更是有一条细细的黑线，那是附带切割后的意象。死！黑线与火焰翅膀触碰的刹那，瞬间将其划拉出一条淡淡的白痕。果然，破防还得看小鸡，继续攻击。杨青话刚落，小鸡的一刀已然再一次切割在赤绝的火焰双翅上，而上面浅白色的画迹也更深一分。只见小鸡的身影如流星般不断来回冲刺，每一次的冲刺都会将那道划痕逐渐加深，一直到火焰双翅上出现一条浅浅的裂痕。赤绝的声音这才传出：别打了，别打了，
我认输。眼见自己最强大的武器有损坏的痕迹，他终于是坚持不下去了。毕竟换购一份血神山传送卷轴就已经花费了极大的代价，这回要是再把自己武器弄坏，那可真就亏惨了。不说自己没机会占据前几个高位，即便是能，其赐福所获也不一定弥补得了自己的损失。综合考虑，这回还是赶紧认输，去第二梯争夺好了。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杨青当即吩咐小鸡停止攻击，而赤绝待到剩余几秒风之束缚的控制时间结束后，也连忙操控着双翅朝下方飞去。杨青却是将目光望向最上方的战场，莫是真的强，哪怕遭受3位在榜高手的围攻，依旧稳居上风。一柄黑色窄刀神出鬼没，每一次攻击都无比刁钻，并且其自身还有一道黑影形成的铠甲，维利里等人的伤害打在铠甲上，即便能够造成伤痕，铠甲也会瞬间愈合。稍微观察一会儿，杨青便决定先将这位引刀弄下去再说。实在是他宁愿对付另外3人，也不愿意面对那无比诡异的引刀。点开背包，先是换上一块新的女妖面具，随之飞身上前，一直来到4人战场边缘。脑海念头一动，一道风之束缚直接对准祭台之上的墨。然而就在风之束缚发出的瞬间，墨身上的黑影铠甲忽然长大数倍，一个放大版的墨如同影子一般将真身墨给笼罩。影子墨手上同样有一把窄刃黑刀，能一招便将我的黑影真身自动激发出来。你到底是什么人？墨的目光直指杨青，怪异的是，随着墨声音传出，将其笼罩的黑影墨同样发出与真身墨重叠的声音。其他3人见到这一怪异景象，惊恐地转头望向杨青。亚历斯金与赤绝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败给了眼前这个小子。杨青神色却是有些惊疑，因为他发现随着影子墨出现的刹那，真身墨依然可以毫无顾忌的行动，也就是说无往不利的风之束缚在他身上失去了作用。难道那道影子能够赋予他免控的特性？杨青猜疑间，又是一道风之束缚甩出。别白费力气了，激活黑影真身的我是无敌的。莫那独特的叠加式嗓音再次飘出，同时他的手臂上扬，轻轻朝离他最近的迈尔密一挥。巨大的影子墨与真身如出一辙，同样将手上的黑色窄刀轻轻挥出。迈尔密被称为暴熊，是因为他真的拥有半兽化暴熊的天赋。此时的他身高3米，手臂早已化成暴熊之臂，半兽化的他无惧任何攻击。眼见2道攻击砍来，迈尔密丝毫不惧，直接挥舞着手上的利爪扑向墨。然而体质无双的他却在影子墨与真身墨的双重挥砍下，瞬间手掌撕裂，一条长长的划痕从迈尔密的脑袋一直到胸膛，鲜血如喷泉似挥洒在半空。下去吧，刚刚若不是我留手，你已经死了。墨的声音淡淡传出。迈尔密呆呆地看着自己的熊掌，片刻过后这才反应过来，眼前的影刀墨确实不是自己所能应付的，甚至他觉得现在哪怕是集合他们3人之力，也不是人家一招之敌。重新幻化为本体，一声不吭的转身，借助着血神山壁朝下离去。此时他虽然血肉模糊，但墨并没有下重手，他还可一战，只不过战场不再是第一梯队而已。双雷剑，夏天眉头一皱，在墨没有激活黑影真身的状态下，他们3人合击围攻都有些困难。而激活黑影真身后，以力量与防御著称的迈尔密连一击都扛不住。我退出。眼见差距太大，夏天直接放弃争夺第一祭台的想法，保留好体力，直接朝下方奔去。维利里却是瞬间拉开距离，退至杨青一旁，轻声说道：你要打吗？这家伙一身黑色铠甲，防御无双，我的泡泡炸弹基本对他造成不了什么伤害。自然要打，第一座祭台的位置我可是早就预定好了的。杨青笑了笑，随后回道：行吧，我就不妨碍你们了，真是想不通，一个厨子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说完便摇着小脑袋，操控着他的蓝色大泡泡同样朝下方飘去。就在这时，一道彩色提示忽然出现在杨青脑海：黑影之神的信徒。黑影之神在诸神中的战力可排进前20，他所降下的黑影斗篷更是附带影铠、隐身、影兽3大战斗系特性。可惜你没有黑夜之神的斗篷，不然对付他不费吹灰之力。看到这，杨青才发现原来神之斗篷也分种类嘛。自己所收获的2大斗篷应该算是生活系与辅助系吧，而此人的黑影斗篷才是真正的战斗系斗篷，并且战斗系斗篷对自身实力绝对是一个海量提升。第121章苦战。反观影刀这边，在看着眼前只剩杨青一人，也不再说多余的废话，手上窄刃黑刀轻轻一挥，一大一小2团黑色银鸟朝杨青射来。赤雷变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法术效果提升7倍，4大基础属性额外提升700%。杨青念头一动，
瞬间他的周身雷弧闪烁，3.6米的身体被浓郁的赤芒包裹，一眼望去，犹如一尊赤色雷神。望着爆射而来的黑色银鸟，杨青面无表情，一大片赤雷毛从他身前射出，2只银鸟瞬间被冲散，并且赤雷毛余威不减，浩浩荡荡冲向高台的墨。墨同样没有任何闪躲的想法，伸出左手，掌心向外，一大一小2片黑影之幕同时从真身墨与影子墨手掌迸发而出。黑影之幕如同一面钢铁墙壁，将所有的赤雷毛全部抵挡。2人首次交手战了个旗鼓相当，而其他人看着杨青此时的状态，居然真的有与影刀墨交手的资格，纷纷来了兴趣，大都放下手中的战斗，将目光望了过来，也包括浮在半空静静观察众人战斗的大片雪屋。就连雪神山之巅都传来无数道好奇的目光，其中就包括奈雪子与幽雪子2女，并且奈雪子也与往常不同，今天的她头上戴着一顶由寒冰雕刻而成的王冠，手上拿着一根2米左右比她身子还高的冰晶法杖。这场最高排名祭台争夺战引起了所有人的瞩目。7倍加成的赤雷变并不低，杨青不准备刷新更高的倍数了，而是将剩余精神不停地在自己身上加持雷衣，一层又一层的紫色能量不断在他身上浮现。高台上的墨也发现这一现象，他虽然不知道杨青身上的紫色能量到底是什么，但他心中有感，必须要速战速决。随着重叠式声音落下，影子墨与真身墨后背同时出现一对遮天般的黑影巨翅，巨翅齐齐摆动，只见一条黑色流光冲向杨青。赤雷影！杨青念头闪动，黑色流光身前出现一大片雷弧，将墨笼罩。同时，杨青的身影也穿梭在雷弧当中，万雷刀直接劈向墨的真身。叮！影子墨挥刀挡住杨青的攻击，真身墨却持着窄刀朝杨青挥砍而来。窄刀通体漆黑，但在真身墨挥出的一瞬间，刀身上忽然迸发出一道黑影，黑影如蟒朝杨青冲来。赤雷链！杨青也不含糊，一念之间，无数道赤雷链同样融合为一条如巨蟒般粗壮的雷链，朝黑影蟒冲去。双蟒瞬间扭打在一起，而真身墨与影子墨却是再度齐齐扬起窄刀挥向杨青。影子墨身形巨大，强横的力量砍在雷衣上，直接带走10%的防御能量。真身墨速度极快，一柄黑刀耍出重重幻影，哪怕杨青速度同样不慢，但他几乎没怎么用过刀，一直以来都是凭借强大的属性直接碾压，这会碰上真正的强者，瞬间便落了下风。雷衣防御能量在不断下降，甚至于雷链化作的巨蟒也在黑影巨蟒的缠斗下迅速缩小，直至完全消散。而黑影蟒虽然同样被雷芒打得几乎快要消失，但黑影好像能无限重生一般，瞬间恢复，并且再度朝杨青袭来。只不过这一次黑影没有化作巨蟒，而是变成无数道黑色圆箍。杨青神色凝重，他有预感，这黑色圆箍绝对是控制一类的技能，若是被其击中，恐怕瞬间被变成活靶子。面对如此诡异的攻击，他只得凭借唯一的速度优势迅速向后躲闪，并且不停为自己加持雷衣。虽然他也有风之束缚这等控制手段，但从先前的战斗中可以看出，墨的黑影之身应该具有免控效果。墨也看出这一点，真身与影身不断追击。哪怕在速度方面他不如杨青，但此时的真身墨已经放弃攻击，转而全力追赶，而影子墨在真身墨的带动下，只需全力攻击就行。二则相互配合，才是他能稳居阵天榜前10的重要原因。在其余人眼中，同样看出杨青此时落于下风，纷纷忍不住开口：这个无名小子终究还是嫩了点啊！试问神之塔上榜之人，哪一位不是绝顶天才？更何况是前10者，更是妖孽中的妖孽。这个无名小辈输给影刀足以自傲。别看这无名小子现在被追着打，但以他的战力，吊打在场的各位还是没问题的。幽雪子更是忍不住扯了扯奈雪子的斗篷，神色一脸紧张。显然对杨青这个救命恩人，他还是记忆深刻的。赤雷矛虽然近战危险性太大，但杨青远攻手段同样不少，一找到机会便再次凝聚出一片矛雨甩向墨。墨见状，将黑影化作闭目，所有赤雷矛劲皆被挡住，随之继续追来。就在2人不停追逐间，此时雷衣的层数已经被杨青叠加至170层。虽然杨青依旧狼狈，但速度却是越来越快。在如此高层数雷衣的加持下，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闪躲掉影子墨的任意攻击。可即便如此，杨青依旧无法近身反击。虽然他有信心，凭他现在的速度，只要找到机会便能一击绝杀，可那道黑影始终围绕在墨的身旁，若是随意近身，一旦被束缚，凭借黑影墨与真身墨的强力攻击，哪怕他有170层雷衣，也不过是多了层乌龟壳而已。
杨青脑海思绪飞快转动，加持了170层雷衣，他的精神只剩不到1/10，而且赤雷变也有时间限制，拖下去输的一定是他。但这么长时间的战斗，他也验证了自己的一个猜想：真身墨与影子墨的所有诡异手段都来自那道黑影，无论远程攻击、防御还是控制，全都得依靠黑影才能完成。但同时，黑影在施展束缚期间无法防御，施展远程攻击之时无法束缚防御。换句话说，墨需要借助黑影施展的手段，无法同时进行。并且杨青还猜测，影子墨与真身墨应该能够各自操控一道黑影，而其中一道黑影已经化作双翅，也就是说，墨此时能够操控的黑影只有一道。就在他思绪流转间，忽然望见在一旁因为不够资格插入战斗而着急的小敖与小鸡，当即神色一亮，小敖缩成最小形态。杨青给小敖发了个指令，随之闪烁向前，将比拳头大些的小敖收进怀里。第122章血神的第一道赐福。墨却是感觉有些烦躁，虽然自己手段不少，但此人的速度却是越打越快。刚开始自己全力追击之下还能勉强追上他的脚步，但现在却是只能被动应对。哼，我就不信你敢追来！墨轻哼一声，随之朝后方祭台飞去。你速度再快又如何？只要自己好好待在祭台上，等时间一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依然是自己。杨青见墨不再追击，双眉微微皱起。若是让他返回祭台，自己再想抢夺可就难了。按照他的猜想，墨的双翅应该也是由一道黑影幻化。若是他固守祭台，自己则需要面对2道黑影的防御。在不使用深红之力的情况下，他真没很好的办法去应对。双手握住万雷刀，3.6米的身体有雷弧跳动，如一道紫红色流星一般朝墨正前方冲去。墨的神色当即舒展开来，忍不住了吗？也是啊，与其等我固守祭台，不如做最后一搏。倒是个果决之人，可惜你还是太着急了。故黑影再次幻化为一个个圆箍，直接朝那道紫红色流星正面迎来。一只比巴掌大点的铁球忽然冲向圆箍，铁球被甩出之时不断变大，直至完全将黑影幻化圆箍全部融入自己体内。而那道紫红色流星则直接撞向墨的身躯。170层雷衣的全速之下，没有黑影防御的真身墨直接被撞飞数百米，影子墨更是被劈成2半。流星再度冲击，万雷刀刃抵达墨的眉心。你输了，杨青嗓音清冷淡淡的说道。而被小敖融入的黑影这才被墨召回到自己身前。为什么我刚刚会完全无法感应到影诀？哪怕影诀处于禁锢状态，我也可以瞬间召回。墨满脸的不可置信，这突然而来的2级反转让他无法接受。若是你将黑影完全用于防御自身，或者刚刚使用的是攻杀手段，输的可能是我，但是你给出的指令是控制。小敖具有免疫控制的特性，当你黑影的禁锢效果遇上小敖的免疫特性，瞬间被瓦解。也正是黑影恢复的这一瞬间，足够我将你解决。杨青将万雷刀从墨的眉心抬起，带着2只异兽飞向最高那座祭台，而他的声音也不断在墨的耳边流转。周边的围观者同样被这突然的转变惊呆了，现场顿时一片哑然，直到数十秒后，人们这才反应过来，这么玄幻的吗？影刀居然败了，这人到底是谁啊？从他刚刚的战力来看，绝对有着震天级的实力，可也没见震天榜排行前几的有全身滋雷的特征啊。呵，取巧而已，算不得什么。难道就我发现那个全身被金属包裹的异兽有点像传说中的龙？龙在上古时期就灭绝了好吧，只不过是只大点的鸟罢了。雪神山之巅，幽雪子拍了拍平平的胸膛，长吐了一口气。杨青哥哥比上次更厉害了。奈雪子却是没有言语，直接转身朝后方走去。杨青则站在最高祭台处，脸上的面具已经被他取下，老神在在地望着下方重新开始争夺的众人，心情无比舒畅。影刀墨直接占据第2座祭台，无人敢来挑战。数十分钟后，下方争夺也逐渐平息。维利里依靠能够飞行的优势，直接炸疯了，稳居第3座。夏天由于在第1波战斗时退出的比较快，基本没有什么损耗，占据了第4座。最惨的莫过于亚历斯金，他第一个出局，随后又碰上3大同为震天级但却没上震天榜的强者围攻，直接被打下前10的祭台，位于第11座。而全场最轻松的自然是小男孩维尼，这货安安静静躺在第1座祭台上，别说没有不长眼的去招惹他，他那座祭台周边10米内连滴血都没有。1个小时很快过去，众雪巫纷纷朝雪神山巅飘去。祭台上的众人大都开始期待接下来的赐福。杨青位于最高处，此祭台基本与雪神山巅齐平，因此他能够清晰地看清楚雪神山巅上的场景。此处同样是一片巨大的冰雪露天广场，与山腰的广场不同，
山巅处一眼看不见尽头，同时在中央位置有一座放大版的雪神像。此处的雪神像全身由冰蓝色的冰块雕刻而成，一眼望去高耸入云，有通天之势。而雪神像四周则围绕着一圈圈披着白袍的雪巫，他们全程跪拜状，只能看见一片片雪白的斗篷围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圆圈。其中最内围的雪巫身前全都竖立着一根法杖，奈雪子也在其中。无数雪巫背上的斗篷忽然生出淡淡的冰蓝色光芒，而内围一圈的法杖顶端同样有冰蓝色的光芒生成。光芒从开始的微弱逐渐增强，一直到耀眼。整个雪神山的冰雾都被这耀眼光芒所驱散，同时一道将这片天空遮掩的虚影由光芒中凝聚而成。虚影脸部模糊，看不清具体模样，但其周身却是散发出一股莫名的气势。所有人在这股气势之下尽皆俯首，恭迎雪神！一道整整齐齐的声音从无数雪巫口中传出。天空那道虚影右手一摆，无数大小不一的冰蓝色光点挥挥洒洒飘落下，每一颗光点都刚好融入包括雪巫在内的所有人的体内。杨青发现，向他飘来的光点与最外围那圈雪巫融入的光点是一样大的，而他祭台之下的则要一层比一层小。随着光点完全融入体内，一道提示也浮现在杨青眼前：系统，你成功接受雪神虚念的祝福力量 X50， 体质 X50， 敏捷 X50， 精神 X50。同时他还感觉体内刚刚损耗的精神完全补全，而下方有些受伤的争夺者也全部恢复如初。第123章出雪神山，贡献祭品。雪巫们整齐的声音再次传出，接着便见祭台上所有人齐齐掏出各种各样的资源，有稀世药材，有珍贵金属，有冰能石、水能石，无数奇珍异宝纷纷摆在祭台之上。杨青这时却是又收到一道彩色提示：贡献大量火能石会得到雪神的后代，要注意越多越好，让炽热来得更猛烈些吧。看到这，杨青算是明白了，这次贡献和他第一次遭遇的雪神像没啥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此次是集体贡献，并且贡献的雪神像品质也要高上不少，或者说在神像贡献中属于最高品级的神像也说不准。点开背包，看着里面一共414颗火能石，杨青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全部梭哈。当初一共贡献了6颗火能石，便被赐予了一只小獒这么强力的宠物，现在直接翻了数十倍的数量，他无比期待雪神这一波的厚爱，而且全部梭哈也代表了自己真挚的诚意。当杨青将414颗火能石全部放在祭台的瞬间，便立马消失。系统，雪神感受到了你的忠诚与智慧，并且你曾经的献祭令他记忆深刻，对你的好感度已经达到80。系统，万彩神格碎片 X1。系统，由于雪神对你的好感超过60，你成功激活信仰诸神选项。神格碎片，什么东西？点开背包，带着无尽的好奇，杨青将目光放在了刚刚收获的万彩神格碎片上。不过此地人多，他并没有取出，而是选择直接在背包查看。从外表看，它的形状如小拇指长，细丝般粗，看不出是什么材质，像是一缕能量，又如凝实的水晶，并且碎片整体的颜色无比灿烂，好像有亿万种颜色一般。从上面你可以找到任何一款所能见到亦或者合成的颜色。杨青却是觉得无比熟悉，因为它的颜色有点像彩色提示。点击查看。系统，至高之物1108108，所以我414块火能石就换来这么个吃灰玩意儿。杨青撇了撇嘴，这种听着高大上但没有实质作用的物品，让他觉得还不如上次的上古异兽之种来的实在。就在这时，彩色提示也一并浮现：神路已断，唯有成王。凑齐108枚万彩神格碎片是成就诸神之王、万彩神王的3大条件之一。神路已断，万彩神王，神选者，这是在养蛊吗？看着彩色提示，杨青一瞬间想到了很多。嗨，管那么多干嘛？就算凑齐108道万彩神格碎片，也才只是达到了成就神王条件的1/3而已。这么大的饼，谁爱吃谁吃，就算可惜了我那414颗火能石。对于废神的事，杨青从来都不会过多的去深究。或者说，从小无亲无爱的他，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若是还要每天烦恼这烦恼那，对他来讲，这无疑会活得更累。所以，很多事他也懒得去思考太多，得过且过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简单来讲，这人比较闲鱼。随着系统提示传来，天空中的雪神虚像也随之消失。雪神山之巅的众多雪巫纷纷站起身子，朝四周一座座高低不同的雪山飘去。而祭台上的众人也再次取出雪神山传送卷轴。随着一道道白光闪耀，大都离开了此处。杨青却是不紧不慢地再次把目光放在系统面板上，刚刚可是出现了一道新的选项：
诸神信仰。正准备选择点开查看，却发现有几道身影朝他走来，只得暂时撤掉眼前的系统面板。其中有2颗蓝泡泡，里面载着的分别是维尼与维莉莉。大哥，我得走了，咱们下次有缘再见，我会准备更多冰蚕宝宝的。维尼一边嚼着奶糖，一边大声朝着杨青说道。好，下次记得找你老爹要个空间物品来装，每天收集一点，比放在你那小口袋方便多了。杨青摆摆手，毫不客气。维尼眼神一亮，还是大哥想得周到。一旁的维莉莉瞪了一眼杨青，随后对着维尼道：别听他胡扯，你知道冰蚕宝宝有多难炼制吗？还用空间物品来装，你是想把你老爹累死？同时又将目光望向杨青，哪天要是来了疾风城，可以去疾风学院找我玩。好的，记得多准备些灵能石。杨青报以微笑回道。希望你下次准备的食物不要让我失望，还有对于吃过的食品会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哦。维莉莉说完便直接带着维尼消失在原地。而这时优学子与奈学子摆动着斗篷飞了过来，三人随意寒暄几句，杨青便忍不住扯开雪神山传送卷轴回到原来冰窟。实在是他看着奈学子会很自然地想起自己做的那档子事，多少有些不好面对，不然说什么杨青都得和他们掰扯掰扯，毕竟奈学子这人那是真富啊。点开背包，选择诸神信仰，上面显示的是与诸神的好感度，一共有5个。雪神80，碧波之神40，银月之神30，命运之神20，审判之神10。同时一旁还有一个说明，好感度达到100点，可借用诸神之力。杨青看了会儿，将面板关闭。现在好感度最高的也才80，只能等哪天看能不能再次遇上雪神刷一波好感度。经过雪神山的这一段旅程，此时已经到了上午11点。杨青也不再墨迹，开始今天的第3次挖掘。目光望向四周，最合适的只有下方，里面有2块紫贝壳，不过贝壳里面都有点小危险，但对杨青来讲自然算不上什么。取出镐头，开始挖掘。15分钟后，冰壁破碎，带着2只宠物从阶梯走下。在这期间，他昨晚挂售的4阶以下的装备以及初级、终极法球全部售卖完成，共计收获灵能石 X122、火能石 X136、风能石 X171、水能石 X98、冰能石 X93、雷能石 X111、土能石 X87、木能石 X109。第124章，再度拯救小甲龟。来到新的冰窟，2块紫贝壳处于冰窟左上角的位置。杨青直步上前，直接2脚踢翻贝壳。左边那块贝壳忽然飞射出一连串的风刃，右边贝壳则是迸发出一条手臂粗的藤蔓。杨青连雷衣都没有释放，右手紧抓藤蔓，用力一握，似要将杨青缠绕的藤蔓瞬间消散。至于风刃，随手2个拍击，同样将其打散。走上前，将2块贝壳一并收取，共计收获紫贝壳 X2、灵能火机制作图、风能石 X9、木能石 X9、灵能石 X18、2阶武器、蛇皮手套 X1、初级法球、重拳 X1。点开背包，取出灵能火机制作图学习，继续第4次挖掘。挖左边会经历一场天火洗礼，并且毫无任何资源。右边是黑石森林，里面有一座黑石酒馆，进去的话，你有可能会认识一群趣味相投的朋友，也有可能会收获一波普通的资源，甚至如果你觉得自己魅力够大，还能有一段美妙的记忆。继续向下，普普通通。还记得小甲龟吗？他们又遇难了。当然这次不是扣扣藤壶这么简单，一群强大的剧毒海蛇将他们盯上，哪怕小甲龟群有冰甲龟坐镇，可围攻他们的剧毒海蛇群也有一只震天级5头子毒蛇，小甲龟群危险了。若是你愿意走后方将小甲龟群拯救，善良的小甲龟必定会为你准备丰厚的谢礼。前方有一只正在沉睡的震天级冰火双头狼，你有数种方式可以弄死它，最轻松的莫过于制作40颗魔法地雷，隐身偷偷埋起，让他在睡梦中直接去见他老祖。将5个方向的提示一一观察，稍加思考，最终决定走后拯救小甲龟。老朋友有难，岂能不出手相救？至于什么厚礼不厚礼的，当然是抱有期待的笑纳了。最主要的是，据杨青对这一族的了解，小甲龟虽小，但给的报酬可是真够大的。走到后方，取出镐头，开始挖掘。10分钟后，一切搞定。带着急切的心思，直接踏进雾墙。此处冰窟依然是一片大海茫茫的景象。杨青是从后方进入，但他想要在此处冰窟再想挖掘后方，则需要渡过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大海。如若不然，就只能挖掘左右上下4个方向。不过挖掘的问题，杨青暂时没空思考，他现在的目光全在前方不远处的战场上。只见密密麻麻的小甲龟和剧毒海蛇厮打在一起，其中最显眼的还
还是那只五头紫毒蛇与冰甲龟的战场。杨青发现这头冰甲龟并非是他曾经召唤的那只，而且实力只有汉地级巅峰的模样。一身冰甲虽然坚硬，但面对震天级紫毒蛇完全处于下风，尤其是他的头部已然被紫毒蛇的蛇液融入，通体紫黑。小鸡、小敖，你们的目标是剧毒海蛇。杨青发出指挥，随后取出真冰法杖。雷伊一直跑到战场接近冰甲龟处，直接给其加持了10道雷伊，而杨青自身则扬起真冰法杖，一道道冰晶凤凰砸向五头紫毒蛇。无论是紫毒蛇还是冰甲龟，都被这突然而来的变化整懵了，但都很快反应过来。尤其是冰甲龟，原本笨重的它，此时有了雷伊的加持，好似脱去了重重的外壳一般，四只小短腿跑得飞快，直接朝紫毒蛇撞击过去。看着自己一边遭受冰晶凤凰的打击，一边还要面对被自己打萎了的冰甲龟，又突然如同嗑了药一般撞击，紫毒蛇愤怒极了，五只头颅不断甩动，有的喷射毒物，有的喷射紫毒液，有的甚至直接朝冰甲龟脑袋上咬去。但有雷伊的加持，冰甲龟丝毫不惧，顶着长长的脑袋就往蛇嘴里捅。杨青却是不停地往那个憨货身上加持雷伊，同时自己也快速躲闪毒液的攻击。实在是冰甲龟的形象太让他恶寒了，根本不敢沾染半点紫毒液，不然面对震天级强者，他一开始便会扬起万雷刀冲了上去，哪还会躲在后方甩技能。随着雷伊一层层叠加，紫毒蛇只感觉牙齿都快崩断了，也无法再将冰甲龟的脑袋咬开，当即便放弃继续撕咬，而是甩动着长长的尾巴朝杨青缠来。他算是发现了冰甲龟会突然如此生猛，就是眼前这只爬虫搞的鬼，并且这一道道冰凤凰打得可真疼啊！见紫毒蛇的攻击目标转为自己，杨青不得不开启赤雷变。对于自己的实力，他现在也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在不使用任何加持手段的情况下，他的实力顶多算是个汉地级，若是使用赤雷变，则勉强有比拟震天级实力。而在赤雷变的加持下，再将雷伊加持到100层左右，他将瞬间拥有击杀普通震天级的实力。若是再加持深红，那他有信心直面影刀那样的震天榜前10的高手。而眼前这只五头紫毒蛇，充其量算是只普通震天级。在赤雷变的加持下，杨青直接施展赤雷矛、赤雷影、赤雷链，对着紫毒蛇就是一顿狂轰乱炸。冰甲龟这憨货本身就是汉地级巅峰，现在有了雷伊加持，更是疯狂展开攻势。而紫毒蛇面对2大拥有震天级实力强者的围杀，在坚持了5分钟后，最终还是五头分离，没了生机。系统，你成功击杀五头紫毒蛇。系统，震天级兽源 X1。系统，五头紫毒蛇血 X1。随着一阵系统提示，紫毒蛇化作一份份材料，全部进入杨青背包。而另一方的战场，在小鸡、小敖的加入下，基本也成一面倒的形式。其中被2只异兽宰杀的剧毒海蛇，其材料同样是分解至杨青的背包，而小甲龟群杀的则凭空消散。3分钟后，在冰甲龟与杨青的助力下，场上所有的剧毒海蛇全部被消灭得干干净净。系统，恭喜你成功帮助小甲龟群解决灭族危机，小甲龟们对你的好感度急剧上升。随着系统提示传来，一群小甲龟转身没入海里。一直过了10分钟，杨青这才再次看到那群小甲龟风风火火地赶来，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背上驮着一块黑色贝壳。系统，小甲龟为了感谢你的救族之恩，愿意将族内最珍贵的收藏赠送于你。第125章生命之泉。从小甲龟背上将黑色贝壳收起，杨青又走到海边瞧了瞧，与上次一样，系统提示海水无法收集。不过对这种预料之内的事，他也没啥不好的情绪，暂时没选择在此处冰窟查看收获，毕竟当着小甲龟的面拆他们的宝贝，难免有些不好。与冰甲龟道个别后，继续挖掘。杨青自然不会闲着没事去海对面的那块冰壁挖掘，因此这次能够挖的方向只有4个。哦，运气太棒了，挖上方那里居然有一池子精灵族的至宝生命之泉，若是你能将其收集放入家园，每天泡一泡的话，可延年益寿，永葆青春。下方会遇上一群散步的独角蜥，味美肉鲜，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至于左右两边则是普通资源窟，犀牛肉虽好，但又有哪个靓仔能拒绝延年益寿，永葆青春呢？自然是选择挖上。点开背包，取出飞翼和镐头，对着上方冰壁就是一顿狂敲。10分钟后，飞入上方冰窟，眼前是一片茂密丛林的景象，四周密密麻麻布满了翠绿的古树与藤蔓。带着2只异兽踏进古林，没走一会儿，便看见一处被各种颜色花朵包围的小池潭。池潭为不规则圆形，直径大约8米。池潭内装着满满的绿色液体。杨青上前蹲下身子，将手往池潭里摇晃了2下，
触感上比普通的湖水要浓稠不少，并且还得到一道提示：系统生命之泉浸泡在内恢复伤势似乎不错。不过看着眼前的池潭，杨青却是犯了难。难道要用木桶盛装吗？忽然他想到了一个许久前收获的物品——池塘制作图。换出系统面板，点击制作界面，将目光放到池塘选项上面，这才发现制作公式简单的一批，只需要准备100L 水就行。经过这么多天的储存，杨青背包内的水槽已经远远超过100L， 这会儿制作一个池塘自然没有问题。将家园具现，3级家园拥有300平的空间，剩余的空地还有很多。直接走到小屋后方，选择池塘，点击制造。一时间，一块直径大约10米、深度为3米的池塘就建好了。而100L 的水仅仅只是占据了池潭的一个底部。将池塘里的100L 水全部收进背包，再次走到生命之泉一旁，选择将池潭里的全部生命之泉收进背包，再将背包内的生命之泉灌入庭院的池塘。一时间，翠绿的生命之泉将池塘占据大半。原本杨青还打算将冰窟内的花朵一并移植进来，却得到提示无法采摘。而看着池塘还剩余不少空间，他再次冒出一个想法，给生命之泉掺点水，不知道会不会稀释它的效果。不过这种想法他自然不会手贱的去实践，毕竟是自己使用的。当然，若是哪天穷的需要售卖这批生命之泉，到那时再验证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忍住现在就想浸泡的想法，杨青再次点开制造界面，花费2颗火能石、2颗风能石、2颗灵能石、10份铜块、10份铁块，制作了一个灵能烤箱。今天还有5次挖掘，他准备先吃点东西，再继续挖掘。午餐是刷着各种调料的烤瘦肉，只不过这次他懒得动手去使用烤架烤，而是直接放在灵能烤箱内，一切自动化。吃饱喝足，正准备开开心心查看小甲龟赠予的宝贝，忽然彩色提示浮出一道警示：10秒后将会有一只寻找生命之泉的精灵来到此地。要注意，精灵族同样在上古便几乎灭绝，现在还能活着的精灵，要么是上古遗留下来的，要么是使用秘法复生的精灵。而此只精灵则属于秘法复生，也正是因为此，原本拥有圣域级实力的他，此刻只有汉地级。精灵族。看到这3个字，杨青瞬间想到那本精灵族高清图册。可以说，在他见过的女人中，这一族的颜值绝对称得上顶尖，而且不是那种偶尔1、2只长得好看。从图册上的描述，几乎每一只精灵都可称得上完美2字。这会儿能亲眼见到精灵族本人，他还是很期待的。至于生命之泉，先来后到吗？难不成还能因为知道这东西属于他们种族，就无条件归还？当然，最主要的是汉地级的实力还不是随便拿捏。先将庭院收回，杨青就这么静静地站在被掏空的池潭旁边。没多时，一只身材高挑，约1.75米，穿着的是一块块由绿色枝叶制成的短裙，手上还拿着一把木质长弓的身影出现在杨青眼前。他有着及腰的绿色长发，用一根藤条绑住，如同马尾一般披在后背。长发之下是一张精致到宛如雕刻一般的脸庞，白皙的皮肤，尖尖的耳朵，给人的第一感觉有种沐浴在春风中的清爽。这就是精灵吗？真比图册上好看太多了。杨青看着眼前冒出的身影愣了下，随即忍不住感慨。而精灵也在第一时间发现杨青的身影，不过他的目光仅仅只是在杨青身上停留不到1秒，便扭头望向那片干涸的池潭。一道细腻且柔软的声音从他嘴里传出。从声音内，杨青同样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经过系统的翻译，他脑海内却又清清楚楚懂得话语中说的是什么。生命的气息还未完全消散，泉水是被他收取了吗？精灵迈着步伐朝杨青走来。尊敬的人族勇士，此处的生命之源能否还给菲利斯？等我找到曾经的家园，一定会拿出更好的宝物当作谢礼。精灵再次开口说道。杨青眼睛转了转，他正缺一位打理家园的工人，这只精灵看起来柔柔弱弱，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可以，不过若是你许久都无法找到家园，那你承诺的酬谢岂不是永远无法完成？如果你能现在就拿出让我满意的宝物，我不介意将生命之泉全部给予于你。杨青话语刚落，精灵菲利斯的脸上瞬间露出一丝难色。上古大战之时，精灵女皇避免种族完全灭亡，与世界古树讨要了10片世界之叶。他菲利斯有幸被赏赐1片，这才在陨落无数年后再次复活。只不过实力却跌落至汉地级，需要不断借助生命之泉才能逐渐恢复，甚至突破更高等级。今天好不容易感应到1片生命之泉的气息，却没想到被一位人族先一步收取，可自己也没有任何宝物来换取，这可咋办啊？第126章收服精灵菲利斯。等待了一会儿，杨青依旧稳如老狗，不动声色。精灵菲利斯却是越来越焦急，他实在太需要生命之泉了。世界之叶虽然能够将他复活，
但是长时间得不到生命之泉的浸泡，他体内的生命能量会逐渐流逝，实力会越来越弱，甚至有可能会再度陷入沉睡状态。看着急作一团的菲利斯，杨青估摸着时机也差不多成熟，开口道：“我的庄园缺一位仆人，若是你愿意帮我打理1年，我可以将生命之泉赠送于你。当然，在此之前，你需要让你得到我的信任。1年吗？倒是来得及。”菲利斯没有立刻答应下来，而是在内心细细斟酌过后，这才开口回道：“可以。至于信任，倒也简单，我可以与你签订临时主仆契约，1年内我不得做出任何伤害你的事。1年后，我恢复自由之身。那要是1年后你恢复实力再来报复我呢？”杨青找到关键点，直接回道：“毕竟他可是清楚的知道，这只精灵巅峰时期可是有着圣域级的实力。若是真任由他恢复实力，杨青心中可就很没安全感了。他只是想找个帮手打理庭院，但若是因此找了个定时炸弹，那可就不美好了。我不会。”菲利斯抬起脑袋，急忙说道：“每只精灵都有1滴生命本源，可让他在生命本源上附着上你的精神印记，这样一来，他永远不会做出任何伤害你的事。”彩色提示闪烁而出：“我需要在你的生命本源上附着我的一丝精神印记。如果不愿意，此事就别谈了，不然我会没有安全感。”杨青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们精灵族生命本源之事的？”菲利斯的语气明显有了一丝急促：“这你就别管了，你就直接说愿不愿意吧。”一直过了数十秒，菲利斯才叹了一口气，表示愿意。若非只是为了他自己恢复实力或者活下来，就将自己的本源附着一位人类男子的气息，那他宁愿死都是不愿意的。可是哪怕过了无数年，他脑海还是清楚地记得上古时期那场最终之战前，女皇对他们10位吸收了世界之夜的子民给出的嘱托：这一战我可能会死，所有的精灵族子民都可能会死，但你们会是我们精灵族最后的希望与种子。无论这场战争的结局如何，我只希望无数年后，万彩大陆依然会有精灵族的痕迹，不是苟延残喘的活着，而是需要重铸精灵族的荣光。菲利斯说完，便见他眉心忽然浮现出一滴浓郁无比的翠绿色水滴。随着这道水滴的出现，杨青发现周围的花草树木仿佛有了意识一般，无比欢快地跳动着。杨青不敢耽误，以他现在的精神强度，分出一丝精神印记附着在水滴上，轻而易举。而菲利斯在杨青精神印记附着上的同时，俏脸瞬间变得通红，急忙收回生命本源。杨青则没注意到那么多，此时的他正开开心心地将庭院巨献。菲利斯好奇地打量起忽然出现的房屋，随之踏入院门。一进来便感觉到一股令他极其舒适的气息。生命之泉！菲利斯惊喜地叫了一声，随之来到小屋后方。眼前池塘内的翠绿色泉水让他无视了周围的一切。记得照顾好我的这些宝贝。杨青的声音从后方响起。菲利斯这才想起自己还得给人家做1年仆人呢，连忙回应：“是，我一定会好好打理的。”接下来的时间，杨青则带着菲利斯熟悉了庭院内的一切。正准备将庭院收回面板时，他又忽然想起菲利斯在里面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要是一个不小心把人家给弄没了，那才是真的糟糕。不过彩色提示很贴心的给出答案，表示不会有任何影响。杨青这才放心的收起庭院，点开背包，将从小甲龟那收获的黑色贝壳打开，共计收获黑贝壳 X1、灵能石 X16、冰能石 X16、水能石 X16、高级法球冰甲盾 X1、冰岩龟甲战车制作图 X1、不知名小甲龟奋斗史 X1。先是将制作图学习，再点击制造界面，看了一眼，杨青便对冰岩龟甲战车放弃了制造的想法。主要是上面的主材料居然是冰甲龟壳与岩甲龟壳。好家伙，他总不能为了一辆战车去将人家小甲龟一族的领头给杀了吧？更何况他也无法返回上一个冰窟啊。只能说这群小甲龟真是够虎的。又取出那本小甲龟奋斗史看了2眼，便立马没了兴趣。就跟写日记似的，今天撞了200次小山，完成任务；明天朝海里游了几大圈，完成任务，毫无任何营养价值。最后将剧毒海蛇的兽源全部融合，一共增加了 9% 的6阶基因开启度。至此，他的6阶基因开启度已然达到 77.5%， 而蛇血则全部融合成血丸，加了35敏捷。继续今天的第6次挖掘，这一次选择的是高端资源库，共计收获真金 X6、真银 X6、真铜 X6、真铁 X6、真金 X6、真钢 X6。第7次挖掘，最好的是下方冰窟，有一只恐怖级异兽小队看守，共计收获灵能石 X8、土能石 X8、水晶 X16、金晶 X16、500克大肉肠 X3。同时再次增加 36% 阶基因开启度与42点体质。继续观察周围，这一次却是又出现了几个不错的选择。左边不错，有一座小小的金刚山，虽山体不大，但全部收集也能有个不错的收获。
右边是个单向连体窟，并且有一群银月豹看守，以你的实力足以应付。继续挖下边会进入幻境森林，森林中心有一座灰色庄园，若是能将庄园内的湮灭级幻境法师弄死，将会收获一大堆极好的资源，以及一张4级指定家园升级图——幻境庄园峰。前边是一处岩浆湖，湖底有一块黑色贝壳，将雷伊加持到30倍，可以畅游岩浆湖。后方可以直接进入到极岩山脉，最重要的是，山脉中心有一只受伤的湮灭级黑暗幽狼，并且此处吸引了一大批万彩大陆的本土冒险者前往。以你的实力，小心点，会有很大几率收获到黑暗幽狼收藏的宝贝。第127章，湮灭级黑暗幽狼。看这5个提示，杨青确实纠结了，除了左边，剩余4个方向都是很好的选择。稍加思考，最终还是决定挖后方。毕竟湮灭级异兽，杨青还是第一次见，这让他兴趣很大。虽说有不少竞争者，但是以他最高能爆发出震天级巅峰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能够拿捏的。至于其他几个方向，什么黑色贝壳、单向连体窟，现在能够带给他的提升并不大。而幻境森林就更没兴趣了，不说有湮灭级强者看守，就连那块4级指定家园升级图幻境庄园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走到后方冰壁的位置，10分钟后踏进雾墙，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火红的山脉，周边树木丛生，上方虽然也能看到冰壁，但杨青目测至少也在数万米之外的高度。而周边除了身后与脚下的冰壁，其余几面同样是一眼无法望见。很显然，此处冰窟大得离奇。带着小鸡、小敖朝前方山脉不断前行，一路上偶尔还能遇上几只普通级的异兽，让小鸡几个俯冲一一带走。就在1人2兽走了半个来小时后，忽然杨青耳边传来几道怪异的异界口音，吩咐2只宠物隐藏好了。杨青朝着声音来源走去，随着他越走越近，耳边的声音也开始嘈杂起来，直到眼前出现一片空旷的地带，他这才停下脚步，借助古树的遮掩朝前方望去。那里一片空旷，上百位异界人族，有数十成团，有3两成队，也有单独一人，以不同方式站在前方空旷处。在人群正前方有一座遍布黑色纹络的红色巨山。经过他们的对话，杨青得知这些人都是来自各个城镇的冒险者，有的是佣兵团，有的是冒险小队，也有强悍的独行者，都是听闻极岩山脉有一只受伤的湮灭级异兽，这才匆忙赶来。而那只湮灭级异兽黑暗幽狼正趴在那座有着黑色纹络的巨山之上。幽狼身长数十米，通体黝黑，尤其是其双眼，与之对视，好似有种陷入泥潭中的感觉，沉重而又压抑。只不过幽狼此时的状态很不对劲，哪怕他看见山下一群虎视眈眈的人族，依旧是趴在原地，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怎么，你们这些人真想与我们血杀佣兵团争夺这一只黑暗幽狼？笑话，自古以来宝贝都是能者居之，今天我们圣剑佣兵团还真就要与诸位争上一争。呵呵，血杀佣兵团，一群废物儿！前方人群依旧热火朝天，火药味十足的争吵着。杨青却是在思考，要不要送他们几个魔法地瓜尝尝。转念一想，想要将他们一锅端，绝对需要大批量的地雷才行，那无疑消耗是巨大的。更何况他是来收获资源的，可别宝贝还没找到，就浪费了大量能石，因此也就放弃了一锅端的想法，继续待在原地伺机而动。而前方那批人有些却是已经等不及了。血杀佣兵团的兄弟们，一起上，将这头黑暗幽狼捕获，咱们就有冲击6品佣兵团的资格了。圣剑佣兵团所有成员听令，目标黑暗幽狼，上！所有阻拦我们前进的都是敌人，杀无赦！随人数最多的2大佣兵团发令，场上瞬间乱作一团。无论是冒险小队还是独行者，同样开始朝黑纹巨山开始攀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即便是有飞行手段的，依旧是与其他人一起攀爬，毕竟谁也不想成为活靶子。杨青却在这时发现，周围与他一样的老硬币居然不止1位，只不过一看就是没见过大场面的。随着场下众人开始冲击，有数道呼吸急促的气息被杨青感应到，更有甚者，已经扬起武器朝巨山的另一侧开始攀爬。这定力，还学别人做什么老硬币？你不直接莽上去得了？杨青忍不住感慨，同时又朝四周仔细观察了一遍，除了那几位气息暴露的，便没有再观察到别人。不过他可不认为周围所有的人已经暴露在他的视线之下，毕竟他精神再高，那也是相对于其他玩家而言，面对异世界本土强者还是有些不够看的。同时也产出一个新的想法，下一个法球季要不要整一个敛息或者探查功能的法球？毕竟若是会经常面对这些异世界的强者，还是要尽量以稳为主。前方那座黑纹巨山顶已经陆陆续续有冒险者登临，而趴在山峰处的黑暗幽狼依旧毫无动静，这极大的给了那些冒险者信心。血杀佣兵团团长是个中年魁梧大汉，他的真实名字早已经不被人谈起。自从血杀佣兵团成为5品，
血杀团长变成了他的称号，而他也乐于别人如此称呼，因为这是他一生的骄傲。而现在，他将要把这份骄傲再次上升一个等级，冲击6品佣兵团的机会就在眼前。他要让血杀团长这4个字响彻整片紫蓝帝国。圣剑佣兵团团长是个年轻人，他是贵族出身，将圣剑佣兵团冲击至9品佣兵团是他此生的梦想。眼前这种争夺，他脚石罢了。血染大地，杀！圣剑的荣耀！2大团长同时暴喝，率先朝黑暗幽狼冲去。其身后一众成员嗷嗷大叫，紧随其后。其余爬上来的闲散小队与独行者同样不甘示弱。一只湮灭级的异兽，哪怕一根毛发都是宝贝，没人不会心动。直到这时，一直没有动静的黑暗幽狼，仿佛像是才感受到有人袭击一般，缓缓抬起那颗巨大的头颅，其黝黑的双眸忽然流出一滴滴水桶大的黑色水滴，如同眼泪一般。黑色水滴落在深红地面上时，如同装满水的碗中倒入一瓶墨汁，黝黑瞬间将整个山巅覆盖。一瞬间，山巅上的所有冒险者如同踩在泥沼一般，无法做出任何动弹。血杀团长发出怒吼，随即甩出手上的长枪刺向黑暗幽狼。一只濒死的异兽而已，找死！圣剑团长同样感觉不妙，手上的宽刃巨剑闪烁着耀眼的圣光，绝杀圣光。一道数十米的宽剑出现在黑暗幽狼头顶，狠狠砸下。同时，场上所有人尽皆施展出各自的最强手段。一时间，漫天法术与刀光剑影齐鸣。黑色的水滴似乎耗尽了黑暗幽狼最后一丝气力，面对这无数的攻击，他缓缓闭上了双眼，随之化作碎肉，彻底没了生机。但山巅的黝黑却是没有消失，而是顺着众人脚底不断往上覆盖，任凭他们施展什么手段，依旧无法阻止黝黑的蔓延。仅仅数秒，山巅上的所有人便如同掉进墨池一般，通体被完全覆盖。随着黝黑一点点退散，血杀带着他的执念长眠地底，圣剑荣耀不存，无数人没有半点痛苦的消失在山巅。第128章杀爆蟹。杨青望着山巅上的场景，目瞪口呆。这就是湮灭级的实力吗？临死之际还能无声息地灭杀如此多的高手。与此同时，周边的古林中再次窜出一批强者，他们的眼神大都贪婪地望向山巅，那里可是一支湮灭级强者的老巢。杨青没有第一时间窜出，而是细细打量起眼前的冒险者。一共有6位，其中有3位处在一起，看模样应该是一支冒险者小队，剩余3人则分开奔跑，不出意外都是强大的独行者，并且从他们展露的气息来看，6位冒险者都是震天级。思索片刻，杨青还是决定先看看能不能不动声色地将黑暗幽狼的宝贝给掏空。毕竟想要在6位震天级强者手上强行夺取宝物，在不引动深红之力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很大的把握。先是观察上下2方冰壁，找好后路。得到警示，上方安全无害，是个资源窟，下方则不适合挖掘。至于剩余几个方向，杨青是不打算查看了。他的计划是借助命运斗篷速战速决。此地范围太大，若是寻找其他方向的冰壁挖掘，那无疑会大量耽误时间。此时，黑纹山巅上的黝黑已然消失，前方6人已经抵达山脚。眼见四周确实不再有老硬币冒出，杨青也不准备再停留，吩咐小鸡、小敖就在原地等待，自己则不断加持雷衣，一直达到50层，这才直接激活命运之影。命运之影的持续时间是3分钟，也就是说，他需要在3分钟之内回此处，然后带着2只宠物挖掘上方冰壁，而后离开。50层雷衣的加持让杨青很快便追上6人，并且一起来到山巅。同时，众人也在第一时间便发现，原先黑暗幽狼趴着的地方居然有一处深窟。哈哈，宝贝，我来了！其中一位独行者兴奋大喊，同时朝深窟口奔去。轰！找死！此处宝贝我们青棉小队包了，不想死的赶紧滚！3人组中唯一一位女性强者甩出一道藤蔓缠绕，同时说道：呵，好大的口气！冲上前的独行者双拳紧握，火焰从他手上冒出，2道篮球大的火焰能量拳随着他手臂一扬，一只朝藤蔓冲去，一只冲向3人组。看来不把你们解决，这宝贝是拿不到手了。死！场上剩余2位独行者对视一眼，迅速冲向青棉小队3人组，加上火拳男子，刚好形成3v3之势。杨青却是不管不顾，凭借着隐身的特性，他在来到山巅的第一时间便朝已经钻入深窟口。深窟通道很窄，直径只有不到2米，深有5米左右。杨青一跃而下，瞬间眼前场景再次变换。这是一处大概500来平方的空旷场景，四周山壁同样为红色，只不过此地黝黑的纹络看上去要比外面山壁上的纹络深邃不少。杨青不敢耽搁，目光流转，扫视四周。
洞窟右上角一块深邃的黑色贝壳瞬间将他心神吸引，踏步上前，看着彩色提示给出警示，表示安全无害，这才放心蹲下身子，将黑贝壳收进背包，没有选择立即打开查看，直接朝洞窟口走去。以他的体质，区区5米高度，自然用不上取出飞翼，纵身一跃，便再次来到山巅。此时场上6人正打得火热，杨青可没心思再管他们，迈着步子回到原地。至于那只湮灭级尸体的碎肉，就在众人眼前，他稍加思索，还是决定放弃争夺。毕竟他现在一现身，恐怕瞬间将要面对6位震天级强者的围攻，这无疑是很不值得的。只是一头异兽尸体，并不值得他去冒这个险。带着2只异兽，先往后方跑远。以飞翼的强度，飞上万米高空挖掘，即便不会瞬间瓦解，灵能损耗速度也会极其夸张。因此，杨青只能指挥小鸡稍微变大一些，站在他的背上，来到上方冰壁前，取出镐头，卖力的挖掘。10分钟后，雾墙终于露出，毫无犹豫，直接指挥小鸡小敖越过雾墙，离开了此处冰窟。为了保险起见，杨青同样没有在新的冰窟久留，而是将此地资源搜刮后，又迅速开始了今天的第9次挖掘。期间，在此处冰窟共收获真金 X6、真银 X6、真铜 X6、真铁 X6、真金 X6、真钢 X6。第9次挖掘选择的是右边，里面有一群名叫怒意的异兽，最强的不过汉地级，在小鸡小敖几个俯冲下边，全部化作材料进入背包。其中一堆兽源一共为杨青开启了 9% 的6阶基因链开启度，血液则全部丢给了小鸡，并且在此处冰窟还搜刮到了风能石 X12、3L 水、康帅夫桶装方便面 X3、水晶 X12、硅胶 X12、金刚 X16。直到现在，杨青才放下心来，点开背包，将黑暗幽狼洞窟内的黑贝壳打开。系统：五行能石 X1、暗能石 X16、灵能石 X16、6阶武器：暗行者之爪 X1、特级法球狂狼36式 X1、5阶头盔、优越 X1、5阶戒指、优越戒 X1、5阶项链、优越链 X1。将刚刚开出的装备一并查看，其中戒指和头盔加的都是精神，只有项链是加敏捷。至于武器，则是罕见的双手武器，特性则是连击，每次攻击都有 60% 的几率再次攻击一次，并且连击可连续触发。也就是说，连击打出的第2次攻击同样附带连击效果，只要运气好，单靠特性都能做到无限攻击。将戒指、头盔、项链一并换上，5阶装备加的属性是80点，也就是说，2件加精神的装备一共给杨青直接加持了160点精神。继续今天的最后一次挖掘，5个方向都还算不错，最后杨青选择的是后方，里面有一只震天级沙暴蟹。走到后方冰壁前，取出镐头开始挖掘。12分钟后，一切准备就绪，直接踏进雾墙。这是一处黄沙滚滚的场景，空间不是很大，一眼可以望尽四方，但杨青却没有看见那只沙暴蟹的身影。第129章，突然闪烁的彩色提示。不过当他目光扫向正前方300米处，彩色提示给出了警示，躲这呢。将爆炎法杖佩戴至武器栏，此时杨青面板上的精神已经达到 909.12， 只要再随便给刚刚收获的2件加精神的5阶优越装备强化几次，那他的面板精神能够轻轻松松破1000。当然，除去装备附加，他的实际精神只有526。抬起法杖，火元素迅速凝聚，一颗炽热的火球急速朝提示指示的位置冲去。轰！火浪席卷四方，地上的黄沙被炸出一个大坑，同时一只身长数十米的巨大沙暴蝎也随着爆炸卷起的黄沙显露出真身。沙暴蝎甩了甩比他整个身子还长的尾巴，又迅速钻入冰面上的黄沙之内。随着他身子的移动，一条黄沙通道朝杨青涌来，仅仅一个呼吸，沙暴蝎的尾巴便由黄沙内窜出，朝杨青甩来。风之束缚，这么明显的动作自然逃不过杨青的眼光，抬手直接将其控制。小鸡小敖也在这时各显神通，冰刃、烟弹不断往沙暴蝎身上砸去。杨青则是再次拉开距离，无数颗火球如同一串串大小不一的糖葫芦一般，对着沙暴蝎的脑袋打出持续攻击效果。期间风之束缚时效一过，杨青又是无缝衔接的将其控制住，一人二兽直接站桩输出。哪怕身为震天级异兽，防御力再如何强悍，面对这种好比无限子弹的火焰加特林式的打击，也是被砸得嚎叫连连。最终在硬扛了639枚火球后，化作材料进入杨青背包。不得不说，还是这种攻击方式爽，杨青忍不住发出感慨。随着他精神属性提升上来，面对弱一点的震天级异兽时，终于是可以再度扬起法杖轰击了。这段时间能够让他出手的几乎都是远超他自身实力的对手，而面对这种强者，他唯有使用赤雷便配上万雷刀才有一战之力。
不过随着他精神属性越来越高，他还是终将回归法王的战斗方式。毕竟有谁能拒绝一颗颗如太阳般的火球树在自己面前爆炸呢？仔细观察了下周边，最终在提示的指引下，还另外从沙子中掏出土能石 X9、灵能石 X9、高级傀儡黄沙巨人制作图 X1、高级陷阱流沙沼泽制作图 X1。先将兽源融合，加了 66% 阶基因融合度，兽血则增加了19点体质。就在这时，一道私聊信息出现在杨青眼前：赵龙龙国老大，2颗恐怖极异兽源我们收集好了，现在交易给你。杨青，龙国，好。下一秒，一道交易申请的提示再次传来。杨青点开，随之确认。系统恐怖级兽源 X2， 将2颗兽源融合，一共增加 26% 阶基因开启度。由于今天的10次挖掘已经全部用完，今晚过夜的冰窟只能是在此地了。虽然他也可以传送至领地，不过考虑到诸多不便，还是直接就在此处冰窟将庭院巨献。庭院内，杨青并没有第一眼看见菲利斯的身影，不过院子里所有的机器倒是全都处于运转状态，良田同样没有闲置。看得出，精灵菲利斯对杨青的嘱咐倒是事无巨细的完成得很好。走进屋内，里面同样没有菲利斯的身影。透过窗户，这才发现原来这只精灵正浸泡在小屋后面的生命之泉内。没有打扰他，而是点开背包，将刚刚收获的2张制作图一并学习。不过没有选择制造，毕竟陷阱傀儡之类的物品，除非遇上特定事件，不然对他的帮助并不大。一直待到杨青与他的2只宠物吃饱喝足，菲利斯这才从生命之泉内起身，来到小屋前方。你吃吗？杨青指着桌上一些剩肉开口问道。不用，我们精灵族不需要像你们人族这般进食。菲利斯开口回应。哦，那把碗筷锅炉收拾下。吩咐一句，杨青便换出系统面板，点开决斗界面。菲利斯自然很有觉悟的，没有任何怨言。对于他们精灵族而言，既然答应给人家做1年仆人，就一定会认真做好。杨青这边轻轻松松的将胜场达到了24。至于决斗点，他暂时还是没有做出任何换购，毕竟普通物品对他没啥提升，高端宝贝暂时还不够点数换取。随之又点开背包，看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他有些头大。可惜小精灵不能帮他整理背包，不然他指定要压榨到底。点开聊天界面，杨青准备看看现在大家都达到哪个地步了。随着他一步步领先，现在已经不知道甩开其他玩家多少了。他背包内主要都是以高品级装备为主，若是这帮人还是太穷的话，也只能继续存着，不然即便有市场，也没人出得起价格。忽然，脑海中出现一道剧烈闪烁的彩色提示。糟糕，糟糕！该死，这个鬼地方怎么会出现沙之宫殿的投影？要知道，沙之宫殿可是万彩大陆10大绝杀之地，逆流沙海中的上古掌控者之殿。上古大能沙漠之皇卡兹以一己之力统治着整片逆流沙海，其巅峰之期可与诸神相比。为了管控逆流沙海，卡兹建造了一座沙之宫殿，每当逆流沙海出现反抗者，无尽的黄沙战士都会瞬间将其镇压。而沙之宫殿的投影便是召唤黄沙战士的唯一方式。可无尽的黄沙战士不是在上古那场大战中便随着卡兹一起战死了吗？第130章各显神通。与此同时，原本寂静无赖的黄沙冰窟，其上空忽然浮现一座巍峨耸立、整体为黄色的宫殿。宫殿只是幻影，并没有完全展露，仅仅只是出现一角，便让整个冰窟瞬间压抑到了极致。就连漫天的黄沙在这一刻都悄然平静下来。同时彩色提示再次浮现，还好只是最低等的残缺投影，若是完全体，恐怕只能进入领地躲避了。不过即便是残缺投影，依然能够召唤出一支死去的黄沙军队。以你现在的实力，想要抵挡倒也勉强可以，不过若是能制造出高级傀儡黄沙巨人与高级陷阱流沙沼泽，会轻松许多。当然若是能将终极机甲流光制造出来，可直接平推。看着彩色提示的详解，杨青内心也平静不少。实在是上空那座宫殿给的压迫感太足，至少在他眼里，哪怕是血神虚像，也没有次神殿带来的威慑感强。当然这也和血神并没有展露杀机有关。而提示给出的2个方向，杨青自然倾向于后者。对于他这种懒人来讲，能平推就尽量不去动脑。点开交易所，搜索真金一类的材料，出现的是一片空白。杨青无奈，其他玩家还未涉及到真金这种高端材料，只得再次点开制造界面，将目光拉到最下。高级傀儡黄沙巨人，灵能石61610，土能石22110，水能石24510，精品黄沙灵石。高级陷阱流沙沼泽，灵能石61610，土能石22110，水能石24510，
精品黄沙灵石、精品黄泥灵石，还差2种材料。杨青再次点开交易所，分别搜索精品黄沙和精品黄泥。刷，密密麻麻一大片信息挂在上面，正是他所需要的材料，而且每份的价格并不贵，大概与金晶与水晶的价格差不多。并且杨青还发现，售卖这些物品的大都是罗河国人。不过这会儿也没时间分析其他，花费大量肉食将精品黄沙换购100份，精品黄泥50份，随之又将傀儡和沼泽各自制造5份。高级傀儡黄沙巨人，不死的防御，极致的力量让他们成为沙漠中无解的存在。高级陷阱流沙沼泽，可将100乘以100码的地狱化作流沙沼泽，陷入其中的任何物体都会被流沙吞噬，持续1小时。经过这一会儿的墨迹，幻影沙之宫殿的下方已经召唤出成群的黄沙战士。这些战士身高大都接近2米，身着一身黄沙铠甲，手上拿着一柄与身体齐高、同样由黄沙凝聚的长枪。仔细看会发现他们双眼全呈深黄，被黄沙覆盖。这一景象同样被菲利斯看见，他站在杨青一旁，神色凝重，手上的木弓散发出灼灼光辉，嘴中偶尔还会念叨着一些怪异的声音。有系统翻译，杨青自然也懂得他说的意思。上古万国林立之时，排名12的黄沙帝国也开始复生了吗？不远处的黄沙战士开始前行，杨青粗略扫了一眼，大概100来位，以方阵的队列齐头并进。方阵有10列，每一列前方都有一个领头。这10位领头身上的铠甲与长枪，明显要比后方队伍中战士的铠甲凝实不少，并且还可以清晰地看见长枪上面流转着一些晦暗难懂的纹络。而在10位领头前方，还有一位身高接近3米的魁梧战士，他手上的长枪的纹络更是连成一道道难以理解的图案。你知道他们大概处于什么实力吗？菲利斯明显知道不少，因此杨青也是直接开口问道。菲利斯回道，想成为黄沙战士的最低要求是汉地级，而石夫常常至少是震天级，百夫长则是阴灭级。不过眼前这些并不是真正的黄沙战士，顶多算是一群黄沙傀儡，真正实力会比他们活着的时候弱上不少，但依旧拥有原有境界的战斗力。1位湮灭，10位震天，100位旱地。杨青顿时压力倍增，不过好在都是各个境界垫底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机会。你也要一起战斗吗？看着小精灵满眼的战意，杨青忍不住问了一句。是，精灵族从不畏战。菲利斯坚定道。杨青点点头，没有阻止，带着小精灵来到庭院之外后，这才收回面板，点开背包，先取出5份流沙沼泽，分别铺在自己正前方。放眼望去，前方地面没有任何变化，但杨青眼前却是出现一道系统提示：是否激活流沙泥沼？此时黄沙战士距离泥沼还有一段距离，自然不会在这时激活。又将5只黄沙巨人从背包一并取出，立于身前。黄沙巨人高有9米，全身如同他们的称呼一般，由无数的黄沙凝聚而成。其中最让人瞩目的，不是他们那令人仰望的身体，而那一对空洞的双眼，如黑洞一般深邃，仔细看仿佛有股扭曲感，令人望而生畏。此时黄沙军队距离泥沼已不足10米。杨青取出真冰法杖，而后又将飞翼佩戴好。他的法术攻击大都100码的范围，此时自然飞位于半空才方便输出。小鸡、小敖2只宠物似乎也感受到了前方传来的压迫感，直接将身体倍化为最大形态。菲利斯却是扬起手上的长弓，一根蓝色能量箭矢被凝聚在木质长弓上，随着他细嫩的手指轻轻松开，能量箭矢飞快冲向最前方黄沙战士的眉心。哪怕双方相隔500多码，箭矢依旧带着长长的拖尾，精准打在那只阴灭级黄沙战士的眉心。可即便如此，黄沙战士却好像没事人一般，箭矢冲击虽然强大，但他却没半步退缩，甚至还以更快的速度朝小精灵冲来。然而也正随着他这一步踏出，他的身影已然没入泥沼的范围。不过在杨青的计划中，泥沼的目标可不是他。继续等待，一直到所有黄沙战士步入泥沼的范围，杨青立马选择激活。霎时间，无尽的流沙如同噬人的猛兽，将在场所有的黄沙战士一并淹没。一直到流沙吞噬到腰身，这群黄沙战士才做出反应，不断挣扎。然而越是挣扎，流沙吞并的速度反而越快。见到这一幕，杨青顿时惊喜了，几分陷阱就轻而易举地将这群战士控制住了。随即丝毫不敢耽搁，一层又一层的疾冰之雨朝下方覆盖式落下。小鸡小敖同样不甘示弱，将自己的看家本领一并使出。而精灵菲利斯在见到自己攻击基本对领头无效时，便立马将目标转移至其他震天级黄沙战士。凭借着超远距离的攻击以及力无虚发的剑术，只见一根根绿色箭矢闪耀长空，
完美射入前方目标的眉心。第131章，强悍的自愈特性。然而，所有攻击落在黄沙战士身上时，虽然能够对他们造成有效的杀伤，但转瞬间，他们身上的伤势便完全愈合。若不是深陷泥沼，恐怕此时都已经扬起长枪朝小精灵捅去。这群黄沙战士都拥有自愈能力吗？看着眼前的一幕，杨青眉头微微皱起，随之脑海中的念头疯狂闪烁，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冰锥再次被凝聚而出，朝下方砸去。任何特性都不可能没有损耗，他坚信，只要自己攻击足够强悍，再强大的自愈特性也得贵。领头的黄沙战士将手中长枪往上一扬，紧接着，其余黄沙战士纷纷效仿。一道黄沙屏障将众战士包裹，无数冰锥、盐弹等攻击落在屏障上，带出咔咔声响。但屏障却是没有任何破碎的痕迹。而黄沙战士们有了屏障的守护，一心行走在流沙泥沼中，虽然举步艰难，但也能缓步前进。尤其那只湮灭级黄沙战士，泥沼对他的限制微乎其微，就这几个呼吸间，已经快要走出泥沼覆盖的范围，距离小精灵菲利斯已不足100米。赤雷变，再来！赤雷变！杨青念头闪动，刷出一道7倍加持的赤雷变。赤雷矛，无数根2米左右，呈赤色，有丝丝电弧跳动的长矛，如雨水般砸向下方的黄沙屏障。冰锥打不动的屏障，遇上赤雷矛，瞬间被撕开一条条细微的裂缝。咔！一直到第3波赤雷矛雨落下，黄沙屏障如镜面破碎一般，化作无数碎块。2只宠物找到机会，继续远程打击。杨青则操控着飞翼朝前方飞去，他的目标是湮灭级黄沙战士头领。菲利斯朝旁边侧移，他只有旱地级巅峰的实力，这会儿自然无法与湮灭级的黄沙战士领头对抗，很有自知之明的找上2只震天级黄沙战士，疯狂输出赤雷链。杨青来到黄沙战士领头上方，一条由无数雷链凝聚而成的通天巨蟒朝下方缠绕而去。佩戴飞翼，他的速度便受到限制，哪怕他身体的敏捷度再如何高，但在半空，飞翼才是速度的主导者。而飞翼只是一道最低级的飞行类工具，面对弱一些的异兽，自然可以当作底牌，但现如今反而成了一种限制。但即便如此，杨青依然选择佩戴，毕竟面对的是一群深陷泥沼中的对手，唯有处于半空才能做出有效的打击。只不过他没有选择近身攻击，而是直接借助飞行优势施展远程打击。面对雷蟒冲击，领头战士怡然不惧，双手紧握长枪，直接就是一记简单的直刺，雷蟒瞬间被贯穿。但由雷链凝聚的雷蟒丝只是一道能量体，丝毫没有任何痛感，甩起脑袋就往黄沙战士身上缠绕过去，身上散发的雷弧吱吱作响。轰！雷蟒在身体完全贴合黄沙战士时，瞬间产生爆炸。一时间，空气中能够很明显的看到雷弧闪耀，那是雷链爆炸后产生的余威。而处于爆炸中心的黄沙战士，其半个身子都被炸出一道道坑坑洼洼的伤痕，但仅仅只是一个呼吸间的功夫，黄沙战士身上的伤痕便全部恢复如初。对于这种情况，杨青早有预防，又是一道雷蟒凝聚而出，并且其身子还缠绕着一根通天般的赤色长矛，正是由无数道赤雷矛凝聚而成的倍化版赤雷矛。这一道组合式攻击直接抽离了杨青1/3的精神，但其冲天的威势直接引得小精灵菲利斯侧目望来。好强！看他气息不过是旱地级巅峰左右，即便施展那道怪异的强化手段，也顶多达到震天级中期而已，怎么会打出堪比湮灭级手段的攻击？雷蟒、雷矛融合，似朝黄沙战士眉心冲击而去。黄沙战士并没有意识，只会本能的攻击，因此哪怕杨青这道攻击再如何骇人，黄沙战士脸上依旧是面不改色，手中的长枪迅速转动，再次对着冲击而来的雷矛与雷蟒刺去。一瞬间，长枪又一次将2道能量攻击贯穿，但雷矛与雷蟒同样将黄沙战士的身体轰击出无数坑洞，甚至其持枪的双手都被炸成碎肉。可仅仅又是一个呼吸间，他的身体便完全愈合。杨青这次观察得很仔细，黄沙战士除了刚刚集体释放了一道黄沙屏障，便没有其他防御手段。可即便如此，有自愈特性的存在，可比任何防御都要强悍。不过他也发现，黄沙战士将伤势恢复，其眼中浓郁的黄沙似乎淡了一点点。可即便如此，杨青也不敢再继续攻击，他不知道这种黄沙能量还剩余多少。若是精神被耗空，依然没有将黄沙能量耗尽，那失败的就是他了。毕竟精神耗空便意味着赤雷变无法释放。经过这2波的墨迹，赤雷变的加持也快要消失。不过杨青却是没准备继续释放，而是放任湮灭级黄沙战士冲出泥沼，并且指挥5只黄沙巨人随时准备围堵。他现在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你能耗，那我便用傀儡陪你耗。从介绍上来看，
黄沙巨人同样拥有自愈的特性，看你的黄沙能量能不能耗得过我的能石储备。领头黄沙战士见不再有攻击阻拦自己前进，再次加速朝泥沼岸上冲去。这小的泥沼虽然对他造成不了多大的影响，但是本能也让他想要逃离。然而刚一离开泥沼，迎面是5只身高9米的黄色身影，5只庞大的沙拳如遮天蔽日般齐齐砸来。黄沙战士头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哪怕5只巨拳威势滔天，他没有后退半步，布满神秘图案的长枪头有深黄流转，枪头上怪异图案好似被激活一般。仅仅一个甩击，5只巨拳纷纷化作散沙。然而下一瞬，巨拳再次凭空凝聚，朝黄沙战士砸击而来。同时杨青也发现黄沙巨人身上的灵能突然减少 5%。 这一幕并没有让他有丝毫心痛，因为从这也侧面验证了他的猜想，黄沙战士的自愈必然是有损耗的。以魔法打败魔法。第132章黄沙葫芦。念叨一句，便转头望向另一边的战场。面对会飞行的2只宠物，一群深陷泥沼的黄沙战士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埋头并进地朝泥沼岸边不断前行。一道又一道的攻击落在他们身上，砸出无数伤痕，但转瞬间便自动恢复。杨青则操控着飞翼来到后方一些，手上的真冰法杖开始闪耀，一只冰晶凤凰砸向其中一位旱地级黄沙战士。第1只凤凰砸中时，伤口同样愈合，但随着第4只凤凰飞出，其眼中的黄沙全部流逝，露出一双空荡荡的双眼，随之肉身开始瓦解，武器铠甲一并消散。我的长矛铠甲，人死了没关系，但装备的消散让杨青悲痛欲绝。这可不是1件2件，整整100多套啊！说没就没了。赤雷变，无尽的雷毛如同海水一般密密麻麻朝下方冲去。这一刻杨青属实是生气了，本来今天去雪神山就累得一匹，好不容易熬到10次挖掘次数完成，想好好休息休息，突然而来的加班就算了，还不给加班费，这换谁能忍？反正他是忍不了了，不计损耗的不停凝聚赤雷毛，密密麻麻如潮水一般。1波2波3波，小鸡小敖直接愣住了，还需要发射龙岩弹吗？小精灵菲利斯同样有些哑然，悄咪咪的将已经凝聚而成的破风剑消散，木弓也恢复如初，甚至上面的绿芒此时都已经完全暗淡，破风剑多少有些寒沉了。至于泥沼中的一群黄沙战士更是被打成筛子一般，眼中的黄沙不断流逝着修复着身体，但随着所有黄沙能量全部耗尽，半空中的雷毛还在落下，无数黄沙战士纷纷消散，甚至是那10只震天级战士也只是多撑了1波而已。杨青依旧面如冰霜，经过一连串的打击，他此时的精神已不足2成，目光望向孤零零的黄沙战士头领，5只黄沙巨人将其包围4殴打，但随着黄沙战士每一次扫击，黄沙巨人的灵能都会减少1节，而黄沙巨人则是不要命式的打法，你将我手臂砍断，但也要承受另一只手臂的冲击。双方就在这种自愈与受伤中不断重复，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黄沙战士眼中的能量已经稀释无比。杨青也没闲着，看准时机，不时的甩出几道冰黄破。终于在硬撑了几分钟后，最后一只黄沙战士也同样完全消散，同时远处那一角沙之宫殿的幻影也一并消散。一场声势浩荡的战斗可以说是打了个寂寞。杨青叹了口气，心中的郁闷还是没有完全退却，正准备将庭院巨献好好休息时，远处原本煞之宫殿幻影的下方沙地上忽然闪烁出一缕无比凝实的黄光，震动飞翼，带着一丝好奇，杨青朝黄光处飞去。刚一靠近，系统提示与彩色提示同时浮现。系统：特殊贝壳，黄沙贝壳，对于勇敢者的战士，沙漠之皇卡兹会给予奖励，当然也有可能会隐藏着考验。安全无害的贝壳，可以放心打开。操控飞翼降落在地，目光望向脚下，在大小方面，黄沙贝壳与普通贝壳没什么两样，唯有颜色不同。也不知道能开出啥来。杨青嘀咕着蹲下身子，打开贝壳，将里面的物品一并收起。系统：黄沙贝壳 X1， 系统：灵能石 X53， 系统：土能石 X53， 系统：黄沙葫芦 X1， 系统：黄土 X3。 点开背包，先是取出葫芦，葫芦大概80公分长，整体为黄色。系统：黄沙葫芦，葫芦内蕴含强大的黄沙之灵，可精神引动黄沙之灵为自己而战。特性：万变，黄沙之灵能自由变换如翅膀、刀、剑、杀兽、壁垒，甚至是改变环境等。注：此物品为工具类，不占有装备格子。注：需要进行血液绑定方可操控。注：
黄沙之灵的强度随绑定者精神而定。看着面板上的介绍，杨青想到了引刀墨身上的黑影，轻咬舌尖，吐出一丝鲜血融入葫芦。随之脑海念头闪动，一块好似泥巴的黄沙出现在自身肩膀。剑！杨青发出指令，而他肩膀上原本好似一坨烂泥的黄沙之灵不断蠕动，形成一把3尺黄色长剑。右手握住长剑，随意挥动了几下，又将其扔向半空。应！再度发出指令，长剑瞬间变换成一只6米黄沙巨鹰，并且杨青也能清晰感受到，眼前这只巨鹰拖住一只普通震天级强者应该没啥问题。将后背的飞翼取下，随之又发出指令。翼！巨鹰再次变换，一对巨大的黄沙双翅突然凝聚于自身后背。咻！黄沙双翅震动，杨青的身影再次来到半空。经过一会儿的适应，他发现黄沙之灵变换双翅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完全取决于自身精神。若是他加持赤雷变，那么黄沙之灵的整体强度也能跟着提升。不过操控黄沙之灵同样会消耗自身精神，当然与黄沙之灵带来的整体提升相比，这点精神损耗简直可以忽略。右点背包查看了下刚刚收获的另一种物品黄土系统。黄土可融入荒地，形成黄土良田。特性倍化，所有种植物都能获得双倍体型。不说上百块能石，单单这2样宝贝就足以抵得上那些损失的装备了。查看试验过2种新收获的物品后，突然加班带来的坏心情瞬间变得美好起来。没有办法，2种宝贝确实都是好东西，尤其是黄沙葫芦，对它简直可以说是全面提升，尤其是在空战方面，真有种鸟枪变大炮般的变化。换出系统面板，将庭院巨献，走到良田一旁，将刚刚收获的黄土融入到领土良田下方荒地上，记得种植。对着小精灵菲利斯吩咐一声后，便走进小屋，随便擦拭了下身子，安稳地睡了过去。至于售卖装备法球什么的，他也懒弄了，累了一天，明天再说吧。而小精灵菲利斯睡哪的问题，他压根就没考虑过。一直到半夜，床头的那块染血石头依旧发出动人的歌声。菲利斯这时却是刚好把碎冰器内的水给收去，听到房间传来的歌声，脸色瞬间大变。莉莉子，她还活着？第133章，紫兰拍卖行入场卷。翌日，杨青悠悠醒来，拉开房门，精灵菲利斯一个踉跄扑来，杨青连忙闪躲，有些懵逼地问道：“你这是？”菲利斯稳住脚步，小脸颊红扑扑的。莉莉子可是他最好的朋友，昨晚听见莉莉子歌唱的声音，他便想要进来一探究竟。可小屋房门紧闭，他又不好直接闯入进来，便趴在门口细细聆听，没想到直接睡着了。昨晚在院内有听到你房间内传来莉莉子的歌声，我明明亲眼看见她在上古时期便死去了的，这会儿忽然听见她的歌声，有些好奇，所有才……菲利斯低着脑袋诺诺地回道，在他眼里，在别人房门口趴了一夜是极不礼貌的行为。莉莉子，杨青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点开背包，角落里正放置着一本古红色书籍，也是《莉莉子女王成长记》。可那歌声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是那块染血的石头？想到这，杨青走到床头，将染血的石头拿起，丢给菲利斯。你说的歌声会不会和这个有关？菲利斯接过石头，脸上瞬间露出一丝惊喜。对，有莉莉子的气息，可他怎么会被封印在这块石头里？随即又见他手上浮现一抹绿光，闪烁着绿芒的右手轻轻抚摸着石头表面，同时口中还喃喃念叨：“莉莉子，莉莉子。”然而任凭菲利斯如何呼喊，石头表面依旧没有半点动静。一直等待了10几分钟，菲利斯终于是放弃呼喊，将石头还给杨青，并道：“莉莉子是森林女妖一族，她的歌声能迷惑心智，若是经常聆听，你将会成为莉莉子的仆人。所有最好还是不要放在床头。”还有这种事？杨青大为震惊，同时也有些疑惑。按道理自己身边有这么一个定时炸弹，彩色提示会第一时间提示才对，难道这东西连彩色提示都无法预知吗？女妖虽然能够迷惑心智，但仅仅只是依靠歌声的话，她的感染力也有限。以你当初收获到石头时的精神，她最少要歌唱100晚，而随着你精神不断的增加，这个数字到现在已然变成了366晚，并且你的精神在不断提升，她能将你迷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彩色提示可容不得别人质疑她的能力，尤其是杨青，当即就给出一道信息。看着脑海的提示，杨青这才放下心来。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没再将石头放在床头，而是直接丢到庭院外面的角落。菲利斯看了一眼，没敢言语。杨青则开始洗漱、做饭，期间还一边教导小精灵以后要事先准备好食物。小精灵乖乖点头，将制作食物的方法铭记于心。一直到吃饱喝足后，这才将庭院收回，
准备今天的挖掘。而菲利斯依旧处在庭院内，只不过原本黄沙漫天的场景瞬间变成白茫茫一片，小小的庭院已然成了菲利斯唯一能够活动的场景。不过对于精灵族来讲，最不怕的就是孤寂，他们种族自然死亡年龄都是以万为单位，一生之中大部分都是处于孤寂状态。先将庭院打理一遍，这才来到小屋后方的生命之泉前，迈着步子浸泡在其中，在四周探寻一遍，5道提示也随之浮现。其余4方对杨青来讲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唯有上方出现了一道新奇玩意儿，让他兴趣十足。朝上方挖掘，那里有一张紫蓝帝国都城、紫蓝拍卖行入场券，但要注意，入场券处于一片重力挤压空间中，需将雷伊加持到至少30倍，或者使用黄沙之灵凝聚沙铠覆盖全身才可通行。正好试试黄沙之灵的实用性。点开背包，取出黄沙葫芦，而后唤出黄沙之灵化作双翅。由于黄沙之灵被取出，黄沙葫芦便无法收进背包，因此杨青只得分出一丝黄沙之灵，将葫芦固定在后背，震动双翅，眨眼间便来到上方，取出镐头开始挖掘。10分钟后，带着2只宠物踏入雾墙。新的冰窟中间有一块100来平方的黄色泥土地，泥土地中间有一个黄石高台，高台上放着一块巴掌大长方形的羊皮卷。念头闪动，后背双翅化作一道包裹住全身的黄色铠甲，就连五官都被完全覆盖，但这丝毫不影响杨青的视线与各方面感知。厚厚的铠甲给了杨青极大的信心，吩咐2只宠物原地等待，自己则迈开步子朝黄色泥土地方向走去。直步迈入，一股挤压感瞬间涌遍全身，但有黄沙铠甲的抵御，杨青所能感受到的挤压感并不强烈。步伐加快，来到黄石台边，伸手一掏，系统紫蓝拍卖行入场券 X1， 没做过多的逗留，转身返回原地。经过这一番的试验，杨青发现黄沙铠甲在抵御挤压时是在持续消耗自身精神力的，不过消耗并不是很大，大概每秒一个火球数的损耗。而黄沙之灵化翼所消耗的精神则与速度、转弯、高度有关，正常情况大概也就1秒半个火球数左右的损耗。这点让杨青很是满意，毕竟不用损耗灵能就能拥有飞行能力，很难不爱。最主要的是黄沙之灵还会随着他精神的增强而连带强化，说是神器丝毫不为过，连带着他对那什么沙漠之皇卡兹的印象都要好上一些。点开背包，将入场券取出。紫蓝拍卖行入场券，紫蓝拍卖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拍卖会，使用后可进入紫蓝拍卖行6号包间参与竞争，使用时间剩余25:0分，能使储备不足100颗，无法开启传送。好家伙，真就穷批不配和你们一起玩呗。对于还有能时限制这一条件，杨青属实忍不住吐槽，但也同时升起了浓浓的兴趣。入门需求都这么高，所拍之物应该不会差到哪去。不知道我2313颗能十顶不顶得住，实在不行我再把什么机甲、神级法球、5行能石、7彩能石、神辉能石等宝贝一并压上。第134章，好啊，大家伙们，剩余传送时间还有不到25分钟，杨青也不准备再拖了，直接点击传送。一道紫色方门凭空出现，将黄沙葫芦收进背包，又招呼2只宠物变成最小形态，立于自己肩膀，这才迈步踏入紫色传送门。随着一阵漆黑，眼前的场景已然脱离冰窟，并且还有一道系统提示浮现：系统3小时后会自动传送回冰窟，在这期间你也可以主动返回。杨青则细细打量着眼前新的场景，不大的小包厢，大概20来平，桌椅板凳整整齐齐摆放在周边，整体建筑材料以水晶为主，正对面可以清晰地看见外面的场景，另外5个方向则是一片朦胧。走上前，这才发现他所处的地方类似于用一个个水晶包厢堆砌的蜂窝形，无数水晶包厢正对面最底下便是拍卖台，而拍卖台的正对面则是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散座，各个包间与下方散座都陆陆续续有人到来，尤其是散台位置黑压压的拥挤成一片，他们的穿着大多花花绿绿，似乎颜色越繁杂才是这个世界的流行色。这座拍卖场的设计者怕不是看多了非诚打扰吧？看着眼前有些熟悉的场景布置，杨青怪异的想到，同时他还发现自己所在的包厢号是06。虽然包厢与散座的位置相隔甚远，但以他的体质还是可以清晰的听到那边本地土著们传来的讨论。嘿，听说没有，这一次的拍卖会据说会有9阶物品浮现，说的跟你买得起一样。据说紫英公主也会参与这场拍卖，难道你们没兴趣？老哥，牛，咱们紫蓝帝国第一美人紫英公主你都想买回家？传下去，牛老哥想和公主生猴子。什么？紫英公主是猴子？果然即便是异界
也不会缺少人才。杨青微微扶额之后，便更有兴趣地聆听着下方的讨论，一直到散座位置满员，而各个包厢也都有了人影时，最前方拍卖台侧边这才出现一位身材曼妙、呼之欲出的紧身红裙女子，正缓步走来。女子刚一来到拍卖台中央，台下包厢所有的嘈杂声一并消失，场上瞬间安静无比。感谢各位来到紫兰拍卖场，紫罗先在这祝各位都能拍到心仪之物。废话我也不多说，直接上我们今天的第一件拍卖物。红裙女子手上并没有借助什么扩音器之类的物品，但在场的所有人却都能听见她那略有些狐媚的声音在耳畔回荡。杨青咂了咂舌，这种规模的拍卖会他还是第一次参加，此刻内心也是无比期待着拍卖物的出场。随着红裙女子紫罗声音落下，拍卖台侧方有2位精壮男子抬着一块被红布遮盖的大型物件放到中央位置，紫罗右手搭在红布上，烈焰般的嘴唇再次微动。今天的第一件拍卖物是来自青焰帝国的半兽人猫女。这话一出，原本寂静的拍卖场瞬间传来热议。传说青焰有3宝，猫女、兔女与狐女，一直没有机会去见识下，没想到今天能在这一睹为快，值了，值了！报价，报价！我愿付出全身家当。鄙人年轻时有幸去过一趟青焰帝国都城，真可谓是毕生难忘。没想到今天还能再次遇见这个让人魂牵梦绕的种族，死而无憾，死而无憾。我直接卖房。眼看众人的情绪被勾起，紫罗也不墨迹，右手轻轻扯动，红色遮布被缓缓拉开，一只侧跪在铁笼里的曼妙半兽少女出现在众人视线之内。兽女身着一身透色薄纱，头上有2只灰色猫耳，身后长长的灰色尾巴毛茸茸的不断摇摆，让人忍不住就想撸上一撸。原本就被点燃的众人此时更是忍不住急促催喊：快快快，快报价！爷今天就是卖老婆也得把他给拿下。杨青同样忍不住看了几眼，但却没有购买的想法，哪怕他再如何冷血，基本的底线还是有的。同样善心大发，花费大量钱财拯救兽人少女的事也不会出现在他的想法里。前者是人性，后者是理性，所以第一波拍卖他直接选择看戏。而紫罗见众人情绪被无限勾起，当即笑着报出一个数字，100能10起拍。111，我要了。滚你 X 的，我直接131。没钱给爷爬250我秒。年轻人，你把握不住，让叔来。251， 252。散座众人争的那叫一个激烈。这时67号蜂窝包厢传出一道苍老的声音：500。这话一出，直接震惊全场，无人再敢回应。紫罗脸上笑开了花一般，一只普普通通的兽人少女便卖出如此天价，果然老晒批的钱那是真好赚。正要拍手叫停之时，1号蜂窝包厢传出一道清脆的女声：600。听见这话，场上又是一阵轰动。这是我想多了吗？1号，那不是紫音公主的包厢吗？难道她……本公主于心不忍罢了。哪个再继续胡乱揣测，小心我撕烂你们的嘴！1号包厢再次传出愤怒的叫喊。这话一出，自然没人再敢嘀咕，而半兽猫女也不再有人出价。杨青却是被这帮人的豪气震惊了，感情我2313克能10真顶不住。第一件拍卖物就这么疯狂，接下来还得了？我滴个乖乖，真想把这群人给劫了。紫罗确定第一件拍卖物的归属后，趁热打铁，直接让人将第2件拍卖物抬了上来。第2件拍卖物依旧用红布遮掩，此乃高级御兽所。冒险的途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自然是强大的异兽，而这异兽所能瞬间制服旱地及异兽以下的任何异兽。若是多加训练，还能将其驯化为自己的受宠，供你驱使。重要的是，御兽所可重复利用。紫罗一边介绍，一边缓缓将红布拉扯开来，直到红布完全被扯下，这才再次从嘴里蹦出一个数字：初始竞拍价20能10。第135章大量售卖。听完介绍，杨青是没有半点兴趣。驯服受宠，一滴血就能搞定的事，需要整得这么麻烦？况且还只能制服旱地级以下的异兽，多少有些鸡肋了。同样，处于蜂巢包厢的 VIP 客人出价者也是屈指可数。反观下方散座那边，争吵的可就激烈了。不过最终价格也没超过40能10。接下来第3件到第9件拍卖物，对于包厢这边的竞拍者来讲，都属于稀松平常之物，出价者寥寥无几，依然只有下方散客争抢的凶猛。紫罗见此情况，似乎也早有预料，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笑容。直到第10件拍卖物被抬上来，他的声音再次传开：紫炎液，取自紫炎火山深处，高级火系斗者以上的强者可融合，有几率使得自身火系斗气变异为紫炎斗气，当然失败率不小。初始竞拍价格300能10。
随之又将红色遮布扯下，一小瓶紫色液体正立在托盘上。400。紫罗声音刚落下，9号蜂巢包厢便迫不及待地传出一道浑厚的男声，而散座那边则是再次爆发惊呼：天呐！紫炎液据说融合这东西后，可是能成为变异斗者、紫炎斗者，其暴虐的火系能量能瞬间摧毁同级别的普通斗者。呵，那又如何？紫蓝拍卖场每年不都会弄出一批进行拍卖，谁不知道这东西失败率极高？每年因为此追求成为紫炎斗者死去的人数不胜数，不然能够提升潜力的宝贝又岂会如此便宜？可那又如何？要知道，一旦成功，可是能立马拥有加入紫炎军的机会，那可真是光宗耀祖啊！杨青这边却是看着脑海中忽然出现的彩色提示，愣了一下。可融入火球术，使得普通火球术成为紫炎火球术，并且基础伤害提升为自身精神的300%。他本身就喜欢用火球术，这会儿出现能增强火球威力的宝贝，自然也想争夺一番，直接开口叫价520。580。09号蜂巢的男子财大气粗，喊出的价格无比自信。581、582、600。其余包厢同样有不少竞争者，杨青这边却是眉头紧锁，他的每一颗能石都来之不易，火球术的提升并不能给他带来战力上限的增加，充其量只能说是增强一些平 A 伤害，稍微花点能石他还能接受，如此疯狂的竞价却是让他有些不舍。当然来了总得买点啥，抱着最后一次出价的心思，杨青一咬牙，再次从嘴里蹦出一个令他心颤的数字622。其余人听闻却是不再出价，能在此处拥有包厢的非富即贵，他们购买紫炎液自然不是自己使用，而是用于培养死士之类的下属，心中预算有限。9号包厢坐着一位金发魁梧男子，男子身后还有2位老者。呵，敢和我姬家拼财力，找死！金发男子见有人与他加价抢购，当即就嗤笑一声，他要报出一个让对方感到绝望的数字，正欲再次开口，其身后2名老者忽然上前一步：少爷，停住，停住啊！咱们不是说好了，这东西超过600能石就不拍了吗？是啊，少爷，你买其他能够提升实力的，我们绝对不会多说一句，可紫炎液太危险了啊！要是让家主知道你偷偷使用这东西，非得扒了我们的皮不可。哼！金发男子鼻孔重重哼了一声，但也不再开口。2名老者对视一眼，提着的心瞬间舒展开来。还好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一起竞价，不然真要让少爷拍到这紫炎液，恐怕当场就得使用掉。紫罗见不再有人竞价，当即拍手叫停，随后继续准备下一件拍卖物的介绍。没多时，杨青包厢前边飞来一位拖着水晶盘的少女。尊贵的客人，这是您的紫炎液。少女一边说道，将托盘呈现在杨青眼前。杨青点点头，但没有第一时间取出能石，而是先开口问道：能石分各种属性，在你们这价值都是一样的吗？少女心头有疑，能在6号包厢的客人怎么连这么低级的问题都不会知道？不过有着良好职业素养的她，还是微笑的回道：灵、火、水、土、木、风、冰、雷为普通能石，价值都是一样的。光、暗、空、石、声5种为精品能石，1枚可抵普通10枚。5行能石为完美能石，1枚可抵普通100枚。7彩能石为无瑕能石，1枚可抵普通1000枚。9彩能石为珍品能石，1枚可抵普通10000枚。传说还有一种为万彩神辉能石，1枚可抵普通10万枚。少女说完，杨青内心这才恍然，原来能石价值还有这种说法，当即也不再墨迹，从背包取出200枚灵能石，木能石与风能石各100枚，水冰雷土4种能石各50枚，火能石22枚，一共622颗堆在地上。交易给少女后，便将托盘上的紫色小瓶子抓取放进背包。系统200 ml 紫炎液 X1。少女蹲下身子，将所有能石全部装进一个箱包内。正欲离开之时，杨青忽然将她叫住，开口问道：你这里收购其他物品吗？当然，我们紫蓝拍卖行对外收购一切有价值的物品，并且若是您准备出售的物品足够珍贵，我们还可以为您提供代拍服务，不过需要收取25%的手续费。代拍就不必了，你看看这些东西能出多少能石？杨青说着，同时从背包取出几件高阶装备。少女仔细验证一会儿，这才一一报出价格。杨青听完，对此处的物价也有了一个基础了解。像3阶装备大概在10至20能石，武器则是30至50不等，4阶则是100至160不等，5阶则是300至500不等，与他准备在交易所的定价都要高上不少。想了想，便决定将所有3阶、4阶、5阶装备一并清空。在杨青的要求下，共计收获3026颗能石，其中灵能石926，
剩余7种属性能石各自300颗，一次性收获这么一大笔业绩，少女脸上的笑容几乎没有褪去过。随即从怀里掏出一张卡片，表示以后再来紫兰拍卖行，直接就能享受贵宾待遇。杨青接过卡片，想了想，再次开口：“我还有东西需要售卖，不过此处放不下。”他想卖的正是机甲，这东西他能无限制作。以其他玩家的发展情况，想等他们拥有购买得起机甲的财力，还不知要多久。若是此处能给出一个满意的价格，他不介意狠狠薅上一波。第136章，善良的紫英。放不下吗？那您可以等拍卖结束后，跟随我去收购处，到时候我们这边再为您的物品估价如何？少女微笑回道：“好的。”杨青说完，便继续把目光放在场下的拍卖会。现在背包能石得到大量补充，他的心思再次活跃起来，想看看能不能再拍上几件不错的玩意儿。少女这次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静静地待在后方，随时听候吩咐。此时场下的拍卖物已经来到第13件，无论是包厢还是散座的气氛已经完全被点燃，一道道报价响彻整个拍卖场。第13件拍卖物是一把6阶长剑，杨青兴趣不大，一直等了半个来小时，拍卖会也终于接近尾声，只剩下最后3件压轴拍卖品。在这期间，杨青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中意之物，因此并没有再进行竞拍。今天倒数第3件拍卖品是一把9阶武器，天才有理之锤。此物是雪晶一族最顶尖的天才有理制造。此时紫罗的声音已经不再平淡，而是略有些激昂地介绍着，同时扯动着右手，轻轻将红遮布拉开，一把蓝白色的巨锤浮现在众人眼前，而现场的气氛也伴随着紫罗的动作达到了顶峰。天才有理之锤分3种形态：锤、炮、枪，适用于面对不同的敌人。它的初始竞拍价为1000能石。紫罗趁热打铁，再度开口介绍。话刚落，蜂巢包厢那边传出一道道竞拍声，仅仅几个呼吸便将价格抬到5万能石。杨青看了直摇头，先前半个小时没啥中意的，正准备在最后几件压轴品上争上一争，结果仅仅倒数第3件便已经开到了一个他望尘莫及的价格。最终天才有理之锤被9号包厢的金发魁梧男子以6万6的能石拍走。倒数第2的拍卖品是一件碧波之神的斗篷，此物一出，现场顿时安静无比，仿佛在他们眼中任何带神的字眼都值得尊敬。最终让紫英公主以10万能石拍走。紫罗继续为众人介绍，最后一件拍卖品依旧和伟大的碧波之神有关，叫做上古水牢入场券。碧波之神一人镇守水牢上万年的典故，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此物便是能够进入那座传说关押着大恐怖的水牢，但是从此物的介绍来看，想要开启入场券，还需要凑齐一把名为上古水牢钥匙的物品。也就是说，这张上古水牢入场券是算一张半残品。初始竞拍价格为1000能石。听完介绍的杨青瞬间来了精神，钥匙，这不正乖乖躺在他背包吃灰吗？对于那所谓的水牢，他兴趣很足。不过为了避免怀疑，他并没有急着开口。碧波之神是我最敬仰的神，有关于他的物品，我都会收集。我出3000能石，声音来源处依旧是那座最高的1号包厢。不知是因为此入场券只是个残缺之物，还是因为给那紫英公主一个面子。此话一出，场上却是罕见的没有出现任何一位竞争者。杨青却是有些着急了，竞争者是个土财主不说，还是因为信仰而出价拍来用作珍藏。想要在这种人手中抢到入场券，无异于登天之难。眼见场上寂静无声，紫罗也不再等待，直接开口说道：既然无人竞拍，那这张上古水牢入场券就……慢，我出3300。说话者自然是杨青。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突然灵机一转，冒出一个不错的想法：以信仰对抗信仰。1号包厢内，一位身着紫色裙纱、面容庄重典雅的女孩皱了皱眉头。谁这么有勇气，敢和他紫英比财力？正要开口，想以绝对优势将其碾压之时，那道与他争夺的声音再次传来：恕小子无礼，与紫英公主争夺此物，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小子原属清河村，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10年前，残暴的异兽疾风狼冲入村内，夺我父母，采我田，村民个个拔刀剑。可那异兽疾风狼，他凶虐残暴不留情，清河全村上百户，无一人能生还。恰巧此时天空生异象，绝美虚像一指断狼手，小子这才狼口得以生。至此我一生只为把那虚像寻，最终才知虚像原为碧波神。我自知以我实力远没资格去报恩，只得搜寻世间一切有关碧波神所遗留之物，只为日以继夜将其供奉，以报10年之前救命之恩。寻寻觅觅有10载，终于在今天听见有关于碧波神之物流于世间，奈何小子财源微薄，只得恳请公主殿下能成我报恩之心。小子必不胜感激。
说话的自然是杨青。他以前听过一句话，有信仰者通常内心都会有些相像于被信仰者。既然碧波之神是善良仁义之神，那么这位紫英公主有很大概率同样为善良之辈，所以这才随口编了个故事，想试试能不能勾动紫英内心的柔软。毕竟大家都是信仰碧波之神的，总归会给些面子吧。紫英神色动容，内心忽然升起一丝怜悯。原来世间并不只有我有狂热的信仰，10年只为寻遗物为求供奉吗？如此执着之人，我必不辜负，定要亲自将入场券拍下，赠予此人。知音难觅，这个朋友我交定了。5000入场券，我紫英势在必得，谁敢与我争夺，便是与整个紫兰帝国为敌。紫英坚定的声音从1号包厢内传出。杨青听闻，心中却是咯噔一下。得，故事白编了，还是看看能不能售卖几台机甲，再早点回家吧。土财主太多，惹不起。137章回归。其余人本就对这东西兴趣不大，这会儿自然不会冒着得罪公主的危险去与他抢拍，全场大都一言不发，甚至还有不少在回味6号包厢刚刚传出的凄惨。紫罗这边见无人再出价竞拍，当即便宣布上古水牢入场券的归属权为紫英公主。随着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完成，大家也都陆陆续续在紫罗的道谢声中朝外边离去。杨青示意包厢中的侍女带路，她准备去看看机甲能够售卖出什么价格。却在这时，一位身着紫色裙纱的女子来到6号包厢，女子身后还跟随着2位侍女。杨青看着突然出现的3人，满脸疑惑，哪来的漂亮小妞？反观她身后的侍女却是一脸惊疑，紫英公主。杨青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位就是与自己抢拍入场券的紫英。刚刚听先生言语，紫英甚感诧异，原来世间还有像先生这般心性坚韧之人，哪怕从小受失去至亲，心中依然有所坚持的信仰。紫英一脸微笑地望着杨青，缓缓说道。杨青却是一脸懵逼，什么情况？上一秒你还跟我抢宝贝，这会儿咋又跑来道出这么一番舔狗式的言论？不过人家这么客气，他自然也不会甩脸子，同样报以微笑道：公主殿下谬赞了，只不过是个匹夫的坚持罢了，算不得什么。紫英摇摇头，同时将上古水牢入场券取出递了过来。天下间能懂得感恩之人少之又少，而能将一份恩情铭记10年之久，并且当作信仰的，更是凤毛麟角般。对于先生的这份坚持，紫英无比钦佩。这份碧波之神的遗落之物，就当紫英赠与先生。咱们同为碧波神的信徒，还望先生莫要推辞。杨青的心情可谓是大落大齐。还有这种好事，自然不会拒绝。脸上的笑容更加真诚地回道：若是其他物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但这张上古水牢入场券确实是我所需。既然公主如此慷慨，我便不客气了。不过东西我也不能白要，我愿意将背包所有能饰一并取出，向公主购买。紫英露出不悦的神色，娇嗔道：哼，先生这是何意？在我心中，成全朋友的信仰是令人愉悦的事情，可莫要为了一点点能食而扫兴。杨青内心自然是笑开了花，土财主都这么说了，他也不再客气，一边伸手接过入场券，一边笑着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之后2人随意闲扯了一会儿，以杨青瞎扯淡的能力，倒是很完美的伪装成一位忠实的信徒，这让紫英更加觉得找到了知己。不过眼见传送剩余时间一点点消耗，杨青最终还是找了个借口与公主告别，跟着侍女来到收购处。此处宽阔无比，因此杨青也是无所顾忌的直接取出机甲分解者。这是血晶一族的产物吗？少女看着如此巨大的机甲，目瞪口呆，接着又道：这东西我没办法估价，还请您稍等一会儿，我去请亚大师来为您做出公正的估值。杨青点头回应：好。没一会儿，在侍女的带领下，一位身材肥硕的白眉老者来到机甲一旁。经过数十分钟的观察，肥硕老者这才开口说道：确实是属于血晶一族的精良产物，不过制作机器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大都一般，因此机器的强度顶多对付汉地级强者。但由于制作工艺、外形设计等各方面都不错，我可以出价到900能石。1000，这东西我也来之不易，死了几百号兄弟才收获了几台。机甲的成本大概在300能石左右，900能石杨青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与这种大型商会交易，多少得讲2句价，成功则多赚，不成功也不亏。肥胖老者也爽快，一看就是不缺钱的主，直接笑道：哈哈，好，1000就1000，以后若是还有想要交易的物品，可得首选我们紫兰拍卖行。那是自然，不过像这种机甲我倒是有几台，你们全都收购吗？杨青同样爽朗笑道：啊，这玩意儿你有很多。肥胖老者有些诧异，要知道血晶一族本就罕见，这东西制作方式可不简单，还能大规模生产。有5台。杨青可不敢说出他能无限制作什么的，
虽然他能随时传送回冰窟，但也不敢暴露太多，不然指不定出现什么意外就麻烦了。况且制作机甲所需要的普通材料量也不少，他也没信心能一时半会儿收集其大量材料。肥胖老者听闻很是兴奋，直接开口好：“我们紫兰拍卖场全都收购。”在杨青的要求下，5000颗能石分成800克灵能石，其余7种能石则分成各600颗。而制作机甲的普通材料则花费了背包内全部食物与水，外加209颗能石才全部在交易所内换购成功。交易完成，距离被动返回冰窟的时间也所剩无几。避免麻烦，杨青直接找了个没人的角落，主动激活传送通道。随着一阵晕眩感，眼前的场景再次变为冰窟。点开背包，取出刚刚收获的上古水牢入场券，一连2道提示分别浮现。系统：上古水牢入场券可传送至上古水牢，以你的实力传送至水牢极度危险，开启第6条基因链或者制作出终极机甲，流光可传送。彩色提示都发出预警了，杨青自然不会送死。继续今天的第2次挖掘，仔细观察周边，大都普普通通，最终决定挖掘后方。此处依旧是资源窟，此时他制作终极机甲的材料已经收集过半，这会儿只要不是出现对他特别有吸引力的冰窟，他都会选择挖掘有真金一类的资源窟，或者有大量异兽看守的冰窟。一共收获真金 X9、真银 X9、真铜 X9、真铁 X9、真钢 X9、真金 X9。正准备继续挖掘第3次冰窟，张小胖的私聊信息浮在眼前，正式问道：今天的搜寻要什么时候开启？队员们都迫不及待了。第138章明月峡谷。杨青想了想，直接让他召集成员，准备现在先将今天的搜寻次数用完再说。距离领地保护期结束只剩下不到1个小时，正好趁现在还可以商量一下如何看守领地之事，不然无人看守的领地，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让怪物给糟蹋了。换出系统面板，选择传送。一进领地，张小胖的声音便已经传来：老大，老大，制作魔法剑塔的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不少，都在仓库，你看下，可以一并制作了。杨青点点头，点击领地水晶，选择仓库，将里面制作魔法剑塔的材料一并取出，而后又点开制造界面，一连将刚刚取出的材料全部用完，一共36座魔法剑塔被制造出来。又走到领地最外围，将所有魔法剑塔依次分散放置。由于剑塔数量不多，因此围绕着领地形成圈的剑塔并不是很密集。至此，清河领地的第1道防御工事算是勉强形成。而此时其他成员也陆陆续续传送进来，看到四周多出的剑塔，纷纷感叹：哈哈，老大威武，这就将防御筑建起来了。别人还不知道领地是为何物，咱们已经开始搭建防御了，这就是抱大腿的感觉吗？好了，先把今天的3次机会用完，到时候商量下看守领地的事。杨青走到人群中央，再次点击水晶上面的攻打选项，而后又点击搜寻。这次搜寻上的虚拟面板出现4个可攻打的领地，其中有一个居然是灯塔国玩家创建的，名叫自由。由于领地升级需要攻打其他领地，因此杨青毫不犹豫，直接选择攻打那座名叫自由的领地。系统：此领地处于保护期，无法攻打。看到系统提示，众人脸上大都露出可惜的神色。收获了大量贡献值的他们，无论是装备还是法球，都要远超普通玩家，更何况旁边还有大佬助阵，自然都想试一试领地 PVP 战斗是什么感觉。等再过上个1-2天，其余玩家的领地应该也会多起来，到时候有的是你们大展拳脚的时候。杨青看出他们失望，笑着安慰了一句，便点击剩余3座怪物领地中的唯一一座2级领地，选择攻打。半个小时后，3次搜寻的机会全部用完。今天运气不错，3次都是遇上的2级领地，大家都吃了个饱。其中袁占清甚至还将100点贡献点的贷款还上了。张小胖这个大管家则看着仓库内的一大堆材料，笑开了花。杨青同样是只将深渊之河全部换取，共增加了32点深红之力。就在众人乐呵间，一道提示忽然浮现在所有清河领地成员眼前：系统：领地清河保护期已过，要注意此时的清河领地可被怪物或者其余玩家领地发现并且攻打，请注意防守。看着大家都收到系统提示，杨青也同时开口：现在领地可被别人攻打，需要有人轮换看守，咱们领地现在就这些人，只能委屈下你们了，当然也不会白让你们看守。每天24小时，一共100点贡献点，按看守时间分配，你们觉得怎么样？哈哈，这我可太乐意了，要是大家都不愿意看，我真不介意24小时就待在这里了。张小胖乐呵呵地开口说道：放屁，在外面累死累活的也才收获那么点垃圾，这看守的机会我可不会错过。赵龙粗犷的声音震耳欲聋，其余人也都纷纷表示愿意看守。
杨青见此情况，内心也放松下来，只要有人看守就行，至于如何分配他也懒得管了，直接让他们自己去商量。与众人道个别后，便选择传送回原先冰窟，继续今天的第3次挖掘。这次选择的是下方，里面有一群雪雕看守，最强的是震天级。以杨青现在的实力，对付震天级异兽已然没啥太大的压力，几个闪烁间便全部解决。将所有兽源一并融合，共计增加 14% 6阶基因开启度，兽血则一共增加了39点敏捷。继续第4次挖掘，这一次右左边的方向出现了有一个新玩意儿。挖左边会遇上一块紫贝壳，里面有一张明月峡谷入场券，此券需要100名玩家收集后便会自动开启传送，唯有最后一位存活的玩家方可传送回来。要注意明月山脉除了要小心玩家，还有诸多异兽。又是集体传送吗？若是前几天，杨青或许会毫不犹豫地挖掘左边，毕竟能存活到现在的玩家手上资源都不会太差。但是现在他却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挖掘，他怕自己领地内要是也有其他成员挖掘到此卷，那到时候可就糟糕了。换出系统面板，点开聊天界面，直接在领地频道问了一句有没有人挖掘到此入场券。10分钟后得到所有人答案，无一人挖掘到。杨青这才放心下来，吩咐一声叫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停止挖掘，自己则开始朝左边挖掘。他准备先自己将左边冰窟的明月峡谷入场券收取后，再看下上面的规矩与已经收集到的人数，再决定什么时候让自己领地内的成员开始挖掘。10分钟后，冰壁破碎，直接踏入新的冰窟，一眼便看见左上角有一块紫色贝壳，踏步上前，提示显示安全无害，这才蹲下身子将贝壳打开，用手一掏，系统紫贝壳 X1， 系统明月峡谷入场券 X1， 系统灵能石 X12， 系统木能石 X12。 将贝壳全部掏空，又点开背包，将明月峡谷入场券取出，与其他入场券没啥两样，材质都是一张长方形的羊皮纸。系统明月峡谷入场券，当有100名玩家及其入场券会自动传送至明月峡谷，剩余收集人数99-100，还差一人吗？看到这，杨青这才放心的在领地频道内发送大家可以继续挖掘的信息。也就是这几个愣神的功夫，系统提示再次传来，系统明月峡谷入场券已收集人数已达到100，现自动为你开启传送。3、2、1，叮，传送成功。第139章，进入明月峡谷。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鹿林，耳边偶尔能听到一些叽叽喳喳的鸟叫。相比于冰窟的死寂，此处明显多了一份生机盎然的气息。杨青将爆裂法杖取出，拿在手上，又将黄沙葫芦佩戴于后背，一瞬间安全感猛地涌上心头。最后将先前收获的紫炎叶取出，点开基因选项，将其融合至火球树基因链上。系统，你的发球技火球树成功晋升为紫炎火球。紫炎火球。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此次技能为6倍精神伤害。杨青脑海念头一动，周围的火元素迅速凝聚，一颗巨大的紫色火球朝前方冲去。骤然间，一条100米通道直接被清空出来，小小火球已然拥有毁灭大地的威力，并且杨青还发现精神损耗依旧还是原来那般。这一个平 A 境恐怖如斯，以他现在的精神，基本可以做到连续1小时不间断释放火球术，因此在他眼里，以火球术这种东西当做一位法师的平 A 攻击再合理不过了。相比于上次进入上古祭坛的紧张，此次杨青可谓是轻松无比。一来，进入这里都是属于随机传送，并没有上次那般在人数上带来的压迫感。二来，自信源自于实力，他现在的实力比当初可谓是成几何倍数的提升，各种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他也是带着2只宠物直接开始寻找猎物。神牛国的菲利可谓是兴奋极了，自从他将第2条基因链开启后，可谓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内心的自信简直涌上天际。这会儿眼见自己传送到这么一个百人共存的地界，他终于是可以大展拳脚。他要让所有传送至此的倒霉蛋知道，遇上他菲利会是你们一生的痛苦。恰在这时，菲利的视线中忽然出现一个举着法杖的龙国小子，还有他旁边2只巴掌大的铁块，是鸟吗？不错，开门红就是一串3。高大男子菲利淡淡的说着，随之从背包取出一根黝黑木棍，他要一棍子让那瘦小子知道什么商标符号的事，残忍。杨青眼神同样一亮，那黑棍品相不错呀，至少也是3阶武器。菲利迈着步伐来到杨青身前100米处，随之高高跃起。他的基因天赋是重炮身躯，力量增强 30%， 并且从半空攻击而下，还会获得 100% 力量加持。凭借这一天赋，没有任何人能够扛住他一击。死！菲利兴奋的大吼。
好靶子！杨青淡淡的夸赞了一句，手上的法杖轻轻一挥，一颗堪比4层楼高的紫色火球带着毁灭般的气息冲向半空。飞力！紫色火球仿佛没有感受到任何阻碍一般，再次将地面冲击出一条100米通道，而飞力也被彻底融化，只留下一大堆资源散落在地。走上前将所有资源收起，其中最珍贵的正是那根黑色长棍，为3阶武器。继续于古林中游荡，或许是杨青这几天低调的缘故，又或许是这些人自从开启基因天赋后便自信心爆棚。总之，但凡杨青所遇上的玩家，几乎没有一个对他有任何惧怕，甚至还因为他大财主的名称愈加兴奋。当然，对于这些人，杨青直接就是一个火球甩过去后，便让他们在临死前知道了什么叫商标符号惊喜。这其中也不乏龙国玩家，但传送于此地的玩家只能有一个活着出去，自然没人会留守。杨青的身影依旧是缓慢地穿梭在古林中，却在这时忽然眼前冒出一道系统提示：系统，由于此处玩家死亡达到 50%， 现开启击杀排行榜。同时在他的视线右上角有一个虚拟的系统面板，上面正是标注着排行榜3个字。伸手点击，一排排头像加名称的信息整齐排列开来。第一行是一个叫小多波的樱花国女孩，看头像蛮玉的，击杀数9。第二行则是灯塔国的汉子，叫杰尼，击杀数7。第3个则是他自己，击杀数5。看到这，杨青算是明白了，这系统规则够阴啊！若是这道排行榜一开始就浮现，他相信没人会这么凶猛地猎杀其他人。毕竟上了击杀榜，谁强谁弱，大家心里都会有个大概。这也就会导致那些自以为实力不足的相遇在一起，有可能会形成联手的局面。毕竟不把最强的那一批人弄死，他们那些弱者自然会很没安全感。不过他倒是无所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都可以直接无视。继续行走在古林内，一直行走了数十分钟，也没有再遇上一位玩家。很显然，有了排行榜的存在，老硬币也开始多了起来，或者说剩下这群存活的玩家从一进来就抱着隐藏到最后的想法。好！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道巨兽的怒吼，杨青神色一怔，来活了！随即带着小鸡小敖顺着声音来源处走去，不一会儿便看见一只虎形异兽正朝着2位玩家不断扑击。看其威势，虎形异兽顶多恐怖级，杨青正准备上前全部带走，却在这时他感应到附近又有几道身影赶来，连忙顺着枝叶将身形隐藏。此处虎啸声如此巨大，能将周边一些好奇的玩家引过来，钓会儿鱼倒也不错。恐怖级异兽对于现在的玩家来讲，属实是无法匹敌的存在。仅仅几个回合，前方2名玩家便化作养分进入巨虎体内，地上也散落着各种资源。眼见巨虎就要离开，杨青发现隐藏在四周的其他玩家呼吸也开始急促起来，显然是对地上那批资源动了心思。观战哪有亲自上场有意思？小鸡带着那头大家伙到那群藏起来的人类身边溜达一圈。杨青微微一笑，随即发出指令：鸡！等了这么久，终于能上场了。小鸡无比兴奋。虽然杨青完全可以指挥小鸡一个俯冲便全部将那些隐藏的玩家带走，但那样他的击杀数也会随之增长，并且会直接达到第1。以他的实力倒也无惧被针对，但能少些麻烦便少些麻烦。第140章神秘洞穴。好！见这么只巴掌大的鸟也敢来自己眼前晃悠，巨虎一个拍击就往小鸡脑袋上招呼，强忍住想要一个翅膀将它扇飞的冲动。小鸡灵活地躲避着巨虎的攻击，同时将它朝旁边丛林引去。藏在一旁草丛的汉格脸上的神情有些不对劲了，自己一进这明月峡谷便隐藏得好好的，就在刚刚，这边传来的一声声怒吼让他忍不住前来探索一二。原本一切都好好的，自己甚至还能捡到一些不错的资源，谁知道哪蹦出来一块会飞的铁疙瘩，闲着没事去招惹那恐怖的巨虎干嘛？可你惹就惹，怎么还往我这边飞啊？不，你不要过来啊！眼见巨虎就要扑向自己，汉格急得大吼，当即便开始朝后方跑去。然而追不上小鸡的巨虎本就怒气腾腾，这会见居然还有人类躲在一旁，当即一个跳跃，直接往汉格后脑勺扑去。汉格足！周边剩余3位同样被虎吼引来的玩家见此，内心微微有些发颤。那只该死的小铁疙瘩可别作贱的往我这窜啊！当然事与愿违，小鸡不止往他们3人方向飞来，甚至中途还往巨虎脑袋上扇了2下。脑袋有些晕晕的巨虎怒气瞬间升腾至一个极点，直接又是一个虎扑朝小鸡撕咬过来。早有预谋的小鸡小脑袋一扭，巨虎的身子直接将其中一位隐藏着的玩家压成碎肉。剩余2位眼见这场景简直太不对劲了，直接施展出最强手段就往后跑。这一跑自然惊动巨虎，又是几个虎跃直接将2人带走。
眼见自己如此威猛，巨虎脑袋高高扬起，神情无比嚣张。嗷！一声令虎胆颤的叫声忽然传入耳边，随之眼前忽然冒出一颗炽热盐弹。巨虎 W 足，出手的自然是小敖。见小鸡打得那么畅快，他早就忍不住了。这会儿眼见时机成熟，直接一个龙岩压缩弹将其带走。鸡见自己的猎物被截胡，小鸡有脾气了。鸡，你不讲武德，偷袭！嗷！小敖神情嚣张，小舌头狂吐。略。杨青没管他们，将四周遗落的资源开心心收进背包，直到完全清理完毕。没过一会儿，又是一道提示浮现：系统，明月峡谷剩余存活玩家只剩最后10位，自动击万藤阵，请尽快赶往明月峡谷中心地带，不然万藤阵之下十死无生。同时，峡谷中心地带忽然升起一道冲天而起的光柱，如指路明灯一般，无比闪耀。杨青自然不会作践的去挑战系统所说的十死无生的概率，换着还在愤怒相争的2只宠物，直接顺着光柱朝中心地带走去。期间他还看了一眼排行榜，由于这会儿他是借虎杀人，因此他的排名已然掉到第10，位居第1、第2的依然是樱花国的女子与灯塔国的杰尼，第3则变成了神牛国一位唤作拉西的男子。明月峡谷某处，一个波涛汹涌，手上拿着一把短笔的女子望着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轻哼一声，随之念道：聚在一起也好，免得我一个个去找。另一边，一个拿着骑士长枪，胯下骑着一头孤傲独角黑马的高大男子，嘴角微微扬起，养分罢了，对吗大黑？独角黑马脑袋轻微抖动，嘚儿。同样，峡谷某个草丛，3位拿着宽剑的男子窝在一起，悉悉嗦嗦。咱们与刚刚一样，先合作，把所有人都弄死，再决一死战。同意。走了数十分钟，杨青终于发现那道冲天光芒原来是从一个朝天如井口般的洞口散发而出，并且它周围的环境也变成了光秃秃的山脉，周围没有任何遮掩物，并且山脉四周依旧是被丛林包围，形成一个圆形如决斗台一般的地形。同时，从杨青现在的视角望去，丛林内偶尔会闪过一根根藤蔓如巨蟒般交翅缠绕，无法避免的硬刚吗？就在他呢喃间，那位拿着短笔的汹涌女子也来到山脉间，同时剩余8位也先后到达，10位玩家占据6方，杨青、汹涌女子、黑马男杰尼、3位宽剑男子，另外还有2对男组合与男女组合各占据一方。怎么打诸位？能活下来的只有1位，我想各位全部去死，不知你们怎么看？黑马男一脸自信。呵呵，汹涌女子轻声冷笑，我只想打死在场的各位。3剑客同时发声，剩余2对2人组则没有说话，但从他们的神情来看，一看就不是好招惹之辈。那个，不如我请各位吃一记平 A 如何？杨青笑眯眯地望向四周，随之爆裂法杖如圆月般一挥，5颗紫色如烈阳般的炽热不明物体同时朝5个方向冲去。一众人走得很安详。杨青其实并不想这么快解决战斗的，但是在他看到那道散发着光芒的洞口时，彩色提示悄然给出一道信息：下方是一只土龙住过的巢穴，里面有一堆他曾经遗留的宝贝，但也要小心，土龙曾用他吞下的死皮炼制出一条土龙傀儡，虽然这道傀儡不及他本尊实力的1/1000，但以你的实力还是要加倍小心。为了尽快收获土龙宝藏，只能委屈这群人早点下地狱了，将四周所有遗留的宝贝一并捡取。由于这些人背包内还放置着其玩家的资源，因此杨青只得将庭院巨献，把一些乱七八糟的资源一并放置在庭院内。走到洞口一旁，低头一看，直径将近30米的洞口，其散发出耀眼的光柱异常刺眼，以他的视力也只能看见一道朦胧的白芒。第141章，无比恐怖的双刀木魁将黄沙之灵化翼，带着2只宠物进入洞口。一时间，无尽的光华笼罩着杨青全身，就连双眼也处于一片朦胧的状态。他只得凭借感觉不断往下飞行，小鸡小敖也被他搂在怀里。大约飞行了4至5分钟，杨青眼前顿时开阔起来。这是一处茫茫大，如同地底世界一般的场景，周围有着一块块雕刻着各种异兽模样的土黄色巨石，尤其是正前方数百米处，一座双翅展开，全身有上百米长的巨大龙形巨兽山，无比显眼。看着眼前巍峨的巨兽山，杨青喉咙忍不住滚动了2下。这不会就是那什么土龙傀儡吧？似乎是为了验证他的猜想一般，系统提示与彩色提示同时浮现。系统，此处似乎隐藏着恐怖，但也有可能会让你收获一批不错的资源。土龙曾经的巢穴，靠近任意一只石像傀儡都会激活此处所有的傀儡，每一只石像傀儡都无惧深红之力的侵蚀，并且其坚固的防御能力让人无比头疼，
尤其是土龙傀儡，更是拥有湮灭级战力。以你的实力，最好多制作出一批黄沙傀儡或者双刀木傀，才能在对付土龙傀儡时不被周边石像所干扰。看着提示，杨青有些头皮发麻。此处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异兽型巨石数不胜数。想要抵御这些巨石异兽，没有一批傀儡大军拖着，肯定会影响他与土龙战斗。点开制造界面，将目光放在双刀木傀与黄沙巨人制作公式上。双刀木傀，木能1275年1月，灵能1295年1月，金铁刀1042，青木03，金刚983。高级傀儡黄沙巨人，灵能1295年10月，土能11074年10月，水能11095年10月，精品黄沙灵石。杨青所能制作的傀儡，除了这两种，还有一道冰爆傀儡。不过这次他不准备使用冰爆傀儡，他需要的只是依靠傀儡拖住这群巨石异兽。而冰爆傀儡属于一次性物品，不说能不能在此处造成有效的杀伤，即便是能，此处巨石异兽众多，想要全部炸死，恐怕他贝贝内的那些冰能石都不一定够。不过制造双刀木傀需要一种特殊材料青木。点开交易所搜索青木，虽然依旧没有多到很夸张的地步，但是零零散散也有不少挂售的。不过收购价格普遍都是以能石为主，大概10份青木1颗能石左右。最终杨青花费了16颗风能石换购了156份青木。由于制作双刀木傀还需要另一种特殊物品金铁刀，随后又点击搜索，上面显示也有一些，但是并不多，并且价格普遍在5能石左右一把，杨青也就放弃了购买的想法。金铁刀他只有104份从木傀法师冰窟留存的，因此他现在最多能制作52份双刀木傀。点击制作，没一会儿，52份双刀木傀一并在安安静静的待在背包。将53只木傀一并取出，其中有一只是上次融合了木灵的木傀。木灵种子一共有12份，经过这么多天早就已经种植完成，此时他准备全部使用。可将剩余11份木灵全部融合至那只已经融合过木灵的体内，12份木灵叠加融合会使其拥有12份特性，如此一来，极限培养也可省下大量木能石。彩色提示忽然给出一个方案，杨青目光一亮，还可以这样，那得整出一个什么怪物来？点开背包，迫不及待地取出剩余11份木灵，走到融合经过坚韧特性的木灵一旁，将剩余11份木灵全部融入。刹那间，原本平平无奇如同小木桩一般的傀儡，瞬间变成一只拥有着8只手臂、身高9米的庞然巨物。又点开木傀信息，名称双刀木傀，等级普通，特性坚韧、再生、木元素精通，特级火抗、分裂、穿透、急速、巨力、8臂衍生、猛烈生长，特级木元素亲和度、树苗炸弹。看着一连串的特性，杨青愈发期待将它培养起来后的强度。点开木傀升阶，普通级升到危险级需要10颗木能石，直接选择升级。系统木能石时，你的双刀木傀晋级为危险级，危险级升级到恐怖级则需要100颗木能石，依旧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点击。系统木能石100，你的双刀木傀晋级为恐怖级，恐怖级升到旱地级需要500颗木能石，稍作犹豫还是选择升级。至于旱地级升到震天级则需要1000颗，此时杨青即便舍得木能石也不够了，只得作罢。不过木傀每升一阶都可以镶嵌一个法球，此时木傀连升3级，自然能镶嵌的法球也是3个。点开木傀配置，将特级法球藤蔓之玉选择镶嵌。虽然还能镶嵌2个法球，不过杨青手上并没有合适的高品级木系法球，因此只得暂时保留镶嵌的机会。毕竟如此强力的傀儡，镶嵌一些低级技能，无异于是在压榨他的潜力。同时他还发现装备配置上居然可以佩戴8件武器，除了原有的金刚双刀占据了2个武器栏，还剩下6个。从一堆刚刚缴获的武器中选择物件品级较高的直接佩戴上，至于剩下一个装备栏，则选择将6阶武器藤蔓法杖佩戴。至此，一个手握刀枪棍棒、法杖、盾牌等各色武器的恐怖家伙已然形成。不过这还没完，当初收获的木系3件套已经融合其2，还剩最后一份木灵之心，将其取出，随后选择融合，却发现需要消耗一个镶嵌法球的机会。稍作思索，杨青还是选择融合。藤蔓之心能够增强藤蔓之玉的10倍范围，单单这一点就不比其他特级法球差，毕竟被增大范围的藤蔓之玉，说是能够达到究极法球的效果，也丝毫不为过。至于藤蔓之心的副作用，自然对被木傀无视了。他一个傀儡能有啥最原始的欲望？试试战力。看着满配置的双刀木傀，杨青迫切地想知道这家伙的具体实力，发出指令，让其朝自己攻击。双刀木傀虽然对这个无理的要求感到疑惑，
但还是选择完美执行。一排3米长的木质长枪眨眼间被他凝聚而出，直接朝杨青甩来。雷一！杨青念头一动，挺起闪烁着紫芒的胸膛，直接硬顶上去。咚咚！随着一阵低沉的声响，雷一能量直接被破开 56%。仅仅一击，杨青便知道这玩意儿绝对是个大杀器，连忙叫停木魁。虽然他只加持了一道雷一，但是木魁也仅仅只是使用了最低等的攻击。以木魁的种种特性，无论是近战、远战、群攻、控制、防御等，都趋近于完美。如此多的手段，绝对有和震天级强者叫板的实力。再次望向四周的异兽巨石，杨青目光渐渐露出一丝残忍。一颗火球直接甩向最近的巨石异兽。至于黄沙巨人，此时他是真觉得没必要了，也不太熟。第142章大战土龙傀儡。轰！一声巨响传来，遮天般的紫炎火球将最前方一块巨石异兽瞬间融化，随之爆裂效果触发，一圈火焰能量冲击席卷四方，无数头异兽形状的巨石纷纷苏醒。好！土龙傀儡仰天长啸，一眼便发现惊扰他美梦的家伙，震动着一双实质翅膀朝杨青冲来。他的四周是无数只大小不一的巨石异兽，铺天盖地般一同跟随。上！杨青发出指令，小鸡小敖直接被化，冲入巨石群。领头木魁八臂挥动，尤其是随着紧握藤蔓法杖的那只手臂挥动间，以他为中心，黄石地面瞬间密密麻麻有无数藤蔓延伸而出。同时其身后的52位普通双刀傀儡也一并冲锋。虽双方数量差距巨大，但没有意识的双刀木魁毫无任何畏惧，扬起2把双刀直接冲入巨石兽群。赤雷变！杨青念头一动，3.6米的身形与强烈的属性增强给了他无与伦比的自信。但从土龙傀儡身上，他也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这才是真正的阴灭级吗？深红！杨青不敢有丝毫保留，直接将压箱底的招数加持于身。在他身上，赤红与深红融合似混合在一起，同时万雷刀也在第一时间被他紧握在手。此时双方相隔已不足100米，一边操控着黄沙之灵化作双翼，一边为自己不断加持雷一。风之束缚！杨青动了，出手便是裂空72斩的起手式，同时无数的风元素在土龙傀儡周身凝聚。滋滋！万雷刀以一个怪异的姿势劈向土龙脑袋，土龙丝毫没有做出任何闪躲，直接顶着脑袋冲向杨青。土龙傀儡具有免疫控制的效果，看到这一幕，杨青不敢和他硬拼，连忙朝一旁闪躲。同时裂空72斩只斩出第一刀便已经结束。土龙傀儡同样震动后背的实翼，看似巨大笨重的体型，但追击起来可一点不慢。杨青只得全力闪躲，同时不停地叠加雷一，直到雷一层数达到100，这才开始在土龙的攻势下有了喘息的机会。一直将雷一加持到130层，杨青也开始了反攻。万雷刀继续以一个怪异的姿势朝土龙砍去，不过这次刀劈的方向并不是其脑袋，而是后方10亿死角处。杨青准备先将裂空72斩叠加起来再说，不然即便有万雷刀的他，依旧连破防都是个困难。在130层雷一的加持下，杨青依旧可以轻而易举地戏耍这个大家伙，但即便如此，土龙哪怕什么都不干，任凭杨青如何挥砍也无法伤其半分。好！但土龙可不甘心一直被动挨打，只见他大吼之间，身躯迅速向上冲去，眨眼间便消失于杨青的视线之内。咻！再次向上望去，只见一道黑影迅速扩大，朝下方砸击而来。杨青瞳孔骤然收缩，土龙下落砸击的速度远比上升之时快了数倍。黄色翅膀剧烈震动，红与紫色的光影如流星一般朝旁边闪躲。然而即便是有100多层雷一的加持，依旧被上空巨龙身影压缩出的余波甩飞数百米，雷一更是瞬间损耗 63%。 然而这还没完，土龙立于半空，双翅同时向前拍击，2道数百米长的龙卷直接朝杨青的方向席卷而来。操！杨青暴喝一声，这头鹰灭级土龙确实让他觉得无比棘手。原本处于后背的黄沙之翼瞬间解散，化作一道通天般沙墙立于身前，而他自己则再次取出飞翼佩戴。如刀割般的龙卷与沙墙剧烈摩擦，但黄沙葫芦似乎真的是至宝，面对如此浩荡龙卷的冲击，依然巍峨不动。没有了黄沙之翼的加持，杨青瞬间便感觉自身速度低了一个档次，脑海念头不断闪动。他手段虽然不少，但在土龙的绝对实力面前，似乎都有些不够看。不说其他，单破防就是一个大问题。在他的感觉中，想要真正对土龙打出有效攻击，至少需要将裂空72斩打出50斩以上。但土龙有突然升天的手段，
他想要将裂空72斩连击起来，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就在这时，一只指巨石异兽在2只宠物与各种木傀的打击下，已经开始出现伤亡。尤其是8臂木傀，简直就跟一台碎石机一般，8条手臂各种配合，几乎没有一只巨石异兽能够扛得住他一击。并且这货手段简直多得不可思议，木墙、木枪、缠绕、爆炸小树苗，甚至是地面藤蔓形成的巨拳，任何一道攻击都是杀招，在他四周那真叫一个碎石飞舞。并且巨石异兽的攻击落在他身上，要么无法破防，哪怕能将他打出伤痕，也会在瞬间愈合，变态到了极致。同时杨青眼前也不断浮现一道道击杀提示与奖励收获。杀死巨石异兽没有装备、血肉等，但却有土能石与一种叫做青石的材料。当然兽源依旧很稳地出现在背包，而杨青却是在这方面发现转机。他现在的6阶基因强度是 74.5， 同时他还有一颗神级法球月之伤。若是在此时借助这些巨石异兽爆出的兽源用来开启第7条基因链，再融合神级法球，并不是没有机会战胜土龙傀儡。当然这得要神级法球的技能隶属于高伤害的特性，若是其效果是控制或者辅助，此关依旧不好过。不过从神级法球的名字判断，这是伤害类技能的可能性会很大。土龙依旧在不断拍击着龙卷冲击，杨青却是不敢再加持雷伊，只得依靠黄沙之灵的防御抵挡。他不确定神级法球的消耗如何，所以必须要预留足够的精神。点开背包，将目光放在那颗闪烁着彩色光芒的法球上，点击查看。第143章月之伤。神级法球月之伤释放后，可将上古圆月的幻影映衬而出，连续冲击10次，依次造成自身100%至1000%的伤害。注：被圆月锁定的目标无法逃离。10次过后，银月幻影将会产生爆炸，使得周围1000乘以1000码形成一个持续10分钟的银月幻境。幻境之内，你可任意操控一切，可对幻境内任意目标造成精神伤害。精神伤害总之取决于你在幻境内的行为。注：此技能会瞬间损耗自身精神总量的 60%， 吟唱时间3分钟，冷却10小时。看到这，杨青内心砰砰直跳。先是魔法攻击10连，最后还有一波精神攻击，可谓残忍至极。不过损耗也是恐怖的，直接按照精神总量的100%来损耗，这也就意味着哪怕他再如何强大，这种技能都不可能无限释放。并且短虽然它可以无视冷却和吟唱，但由于一次性就得损耗精神总量的 60%， 短时间内也只能释放1道。感受着体内精神的涌动，大概还有总量的 70% 左右，足够自己释放1次月之伤。不过在此之前，还得先将7阶基因链开启出来。土龙傀儡依旧在奋力地释放龙卷锋刃，在杨青不主动与他近战的情况下，这是他唯一能做的。虽然黄沙之灵化身的沙墙能够抵御龙卷锋刃，但是依然会持续损耗杨青的精神，因此他现在也丝毫不敢墨迹。点开背包，将不断涌现的巨石异兽兽源一一融合， 75%、79%、82%、90%。眼见兽源融合完毕，还差 10%。杨青望向下方巨石兽群，身影一闪，化作一道流光，万雷刀如切刮一般，直接在巨石兽群清空出一条长长的通道。随之继续闪动，一颗颗兽源不断涌入背包，直到自身精神还剩余65左右，这才立马停手，继续融合刚刚收获的兽源。而土龙傀儡见此人如此不讲武德，身形骤然收缩为一个超大石球，如同一颗实质太阳，高高冲入上方，消失在杨青眼前。杨青眉头皱成一个川字，加强版坠落吗？不敢耽搁，继续融合背包内兽源。 99%、100%。系统，你成功开启第6条基因链，可前往基因界面查看。此时如太阳般的石球以极快的速度再次出现在杨青的视线内，黑压压，如同陨石坠落一般。点开基因选项，直接将神级法球月之伤融入第6条基因链当中。此时巨石距离杨青已不足1000米，强大的冲击力直接将空气摩擦出一股热浪，四周出现一股挤压感，随着巨石下落，挤压感愈发强烈。此时杨青身上的赤雷变已经消失，只剩下一层层雷衣不断抵御这股冲击。月之伤，眼见法球融合完成，杨青脑海念头一动，骤然间一道如同实质一般的圆月出现于这片世界，高悬天空。圆月看不出其具体多大，但原本如太阳般的石球，在圆月的映衬下，此时却好似一个皮球一般。圆月出现的一刹那，整片大地如同裹挟了一片银霜，同时遮掩了整片天空的圆月突然抖动了一下，整片空间仿佛跟着抖动，一道银色流光冲击至石球。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攻击为7倍自身精神伤害。土龙所化的石球瞬间解体，并且不再下落，安安静静漂浮在半空。随着圆月不断抖动，
第2道银色流光。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攻击为6倍自身精神伤害。第3道、第4道，每一道都能额外触发基因天赋的倍数加成。刷刷的冲击着土龙，一直到第7道银色冲击而过，杨青这才收到来自系统的信息。系统，你成功击杀土龙傀儡。系统，土龙皮 X1， 土能石 X32， 青石 X50。失去目标圆月在杨青的操控下，有将剩余3道攻击砸向地面上为数不多的巨石异兽。仅仅1道银色冲击，地面的巨石异兽瞬间被清空的干干净净。当然，这股伤害在系统的判定下，对小鸡他们是无效的。最后2道冲击还未打出，场上已经没有了任何敌人，而巨大的圆月也在这时突然炸裂开来。杨青周边1000乘以1000米的范围瞬间被一层淡淡的银雾笼罩。不过由于没有攻击目标，银雾很快消散，一切尘埃落定。而杨青的精神也只剩不到 5%， 真强无敌，无愧于神级2字。看着仅仅数秒就被清空的场地，杨青忍不住发出感慨。不过这损耗也是真大，若是这招无法消灭对手，凭他现在的状态很难再有一战之力。这让他不禁思索，以后遇上敌人是不是先砸上一颗月亮再开始战斗呢？毕竟这样一来他还能保留 40% 的精神。哦，不对，应该是先释放赤雷变。刚刚因为精神不够的原因，使得他并不敢加持赤雷变再释放月之伤，不然土龙恐怕撑不过4道。目光望向四周，先前彩色提示可是清楚地表明此处是有真正土龙收藏的宝贝，这会儿看守者全部被清空，自然不能忘了搜刮。终于在原本土龙傀儡石山立于处，他发现了一道黄色光芒，飞身上前，地面正有一个巴掌大的黄色羊皮袋。来到地面，将羊皮袋捡起。系统，土龙奥尼克斯的宝袋。点开背包，将宝袋打开。系统， 200ml 土龙精血 X1。系统，青石兽傀制作图 X1。系统，灵能石 X32。系统，土能石 X32。系统，好兄弟奥尼科亚踪迹图。系统，特级法球坠天一击。系统，5阶武器青灵盾。第144章，小敖进阶了。好东西不少，不过最让杨青在意的还是那份土龙精血，不知道这东西给小敖能不能让他直接进阶。小敖，来，取出精血，直接丢向赶来的小敖。精血还未入嘴，光是凭气味便让小敖神色一亮，随即一个俯冲，直接将精血全部吞并。而小敖的体型也是在精血下肚的一刹那，瞬间猛地增长。系统，你的宠物上古红龙成功晋级为汉地级，只能说不愧是真龙血。杨青喜出望外，直接换出系统面板，而后点击宠物界面。上古红龙，等级汉地级，年龄成长期，状态健康，些许疲惫。能力龙息，可朝前方持续喷吐极炎。能力上古龙族血脉，被动免疫任何控制。能力压缩龙炎弹，可朝前方喷吐一颗颗压缩到极致的火焰弹。能力上古龙族光环，所有品阶弱于自身的兽类全属性降低 40%， 所有品阶强于自身的兽类全属性降低 5%至40%。能力龙族身躯力量、体质、敏捷、精神增强 100%。 不错，对于小敖多出的新能力，杨青还是很满意的。龙族的成长本身就强，这会儿直接加倍提升，再加上战甲带来的提升，此刻的小敖直面震天级异兽应该是没问题的。又取出青石兽傀制作图与好兄弟奥尼科亚踪迹图，先将制作图使用，点击制造界面查看。青石兽傀，灵能石 X10， 土能石 X10， 恐怖级异兽皮 X1， 青石 X20。注：兽傀战力可与正常恐怖级异兽相比，只是普通恐怖级的战力对杨青帮助不大，但这东西可以批量生产，用来防守领地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他暂时也没选择立马制作，这玩意单看制造一个损耗不大，但批量制造起来可就得倾家荡产了。又把目光放在另一件物品好兄弟奥尼科亚踪迹图上，这是一张卷起的羊皮卷。杨青将其拉开，上面只有一个如森林般的图形，并且一旁还有标注木俑之森。对于没有实质用途的玩意儿，他一向不太感兴趣，只能说哪天遇上有关木俑森林的消息多关注一下罢了。直接丢进背包，把目光望向周边的双刀木傀。经过先前一番战斗，除了领头那只8臂木傀，其余大都处于缺胳膊断腿的模样。走到一只双刀木傀旁边，仔细看了看，这才发现要修复这些木傀也很简单，直接损耗灵能就行。将所有木傀修复一遍，他们体内的灵能都损耗不少，其中伤势严重的损耗更是达到 90%。 不过杨青却是没怎么在意，这玩意他是不准备使用了，以他现在面对的对手，
只需要将巴比木魁这个变态玩意儿培养上来，能抵得上无数只双刀木魁，直接将50多只双刀木魁丢进领地，让张小胖他们安排用作防御。最后取出明月峡谷入场券，选择传送回去。系统：明月峡谷入场券已损毁。随之系统的提示，杨青也回到了原先冰窟。此时的他虽然开启了第6条基因链，拥有进入上古水牢的资格，但是他现在的精神只剩不到 5%， 自然是不会选择进入的。况且真金等材料也收集大半，他准备等终极机甲流光一并制作出来后再选择进入。实在是每次这样极限战斗，在他眼里属实是有些疲累。能以高科技横推就绝不自己动手，是他现在唯一的想法。至于损耗什么的，真不在乎了。毕竟他背包现在也有2000加的灵能石，不说很富，却也不必再像前段时间那般抠抠搜搜。将庭院巨献。此时他精神严重损耗，也不急着挖掘，躺倒庭院的摇椅上，安安静静闭目养神。忽然想起什么，又唤来小精灵，让他给自己按按肩，揉揉腿。偶尔眼前闪过的汹涌，让他一度觉得，要是能来断眼保健操就更妙了。不过终究还是没提出来，毕竟小精灵只是仆人，而不是奴仆。小精灵手法虽然不太好，但胜在力度均匀。没一会儿，杨青便睡了过去。再次醒来，已经是下午3点半。此时他的精神已然恢复至50%分号加，并且发现有眼光左上角有一道私聊留言：张小胖，龙国老大，你看世界频道现在已经有不少领地出现，并且都在招募高手，咱们领地还有2位剩余名额，要不要也招募一下，或者准备一些预备队员？毕竟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早做准备也是有必要的。对于领地的事，杨青一直没怎么关心过，这会儿看到张小胖这么提一句，也觉得有道理。虽然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但是既然建设了领地，多招募一些信得过的高手也是有必要的。毕竟人员壮大起来了，他这个领主就更不需要去操心攻打、防御什么的了，不然任何事都得自己去亲力亲为，那也挺累。安安静静躺在小摇椅上，享受小精灵的服务，不香吗？随即一边吩咐小精灵去弄点食物，一边朝张小胖回道：杨青，龙国是有必要，你去放出话来，咱们清河领地也招募成员。当然，若是领地其余成员有推荐的，可以优先考虑。还有，咱们领地招人的标准，尽量是人品大于天赋实力这个标准。没几秒，张小胖，龙国，好嘞。而杨青也顺势点开聊天界面上的龙国频道，一条条信息刷刷飘过。注意，注意，天魔领地招募共同进退的伙伴，来即是兄弟，享受领地带来的加成之余，还多了一条快速成长的道路。垃圾白色基因天赋者，勿扰。天堂领地招人，紫色天赋以下者，滚！弱弱的问一句，领地是什么？玫瑰领地招人，仅限女性，白色天赋者可申请预备成员。除了领地招人的信息，其中有2道有意思的发言引起了杨青的关注。诸葛长青，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不只是我们，那些土著同样被冰壁包围，只不过他们可以直接穿越冰壁，而我们需要砸开，并且冰壁同样将他们世界分成一个个不同的小空间，有的大到看不见尽头，形成诸多帝国、森林等，有的则小如狗窝。王菲菲，龙国，今无成功开启第2条基因天赋，只想说一句，决斗场6396号房间在此等候。第145章，杨青的猜测。当然，对于这2道信息，杨青也仅仅只是觉得有意思罢了，并没有想过要去与那王菲菲 solo， 毕竟他选择的是开房间模式，这是不加胜场的。至于诸葛长青的信息，这个世界的土著都是生活在冰壁包裹的空间中，这一点他也早有猜疑，毕竟与那些土著打交道的次数也不少，只是没想到会以冰窟划分领土。一个帝国那么大的冰窟，多少让他想挖掘一番。就在这时，张小胖信息传来，表示剩余2位成员已经招募成功，就在领地。杨青关掉聊天界面，点开领地选项，选择传送。清河领地内所有成员都在，看得出应该是在欢迎新成员。杨青将目光望向人群中2位陌生的面孔，新招募的2位都是女生，一个梳着马尾，一个有双漂亮的大眼睛，都是拿着法杖。与2人相互问了个好后，便没有再多待。领地的大小事宜，有了张小胖这个大管家，他确实要轻松太多。回到原先冰窟，他今天的挖掘次数还剩6次，得抓紧时间了。等到小精灵将食物弄好，吃饱喝足后，这才将庭院收回系统面板，观察周边。提示一一浮现，逐一观察后，最终决定挖掘下方，里面是他所需要的真金等材料，并且还有3只旱地级异兽看守。最终收获真金 X9、真银 X9、真金 X9。3颗旱地级兽源则为他增加了 0.57 阶基因开启度，兽血则增加了12点敏捷。
由此可见，想要将第7条基因链开启，又会是一段漫长的过程。换出系统面板，点开个人信息，姓名杨青，龙国，力量913，实际力量713，装备加成200，敏捷561.9，实际敏捷481.9，装备加成80，体质673，实际体质633，装备加成40，精神1034.26，实际精神526，装备加成508.26，深红之力387，装备武器7阶真冰法杖加5，特性冰皇破，精神 X184.1，衣服4阶荆棘岩甲，体质 X40，头盔5阶优越头盔，精神 X80，护腕4阶流霜护腕加1，精神 X40，鞋子4阶万段金刚靴，力量 X40，裤子4阶耀光长裤，力量 X40，护腿4阶耀光护腿，力量 X40，腰带4阶万段金刚腰带，力量 X40，项链5阶优越链，敏捷 X80，戒指左5阶优越戒，精神 X80，戒指右4阶流霜戒加4，精神 X124.16。看着眼前面板上的数值，杨青感慨万千。在装备的加持下，他的精神已然破千。若是将其余装备都强化一下，那加成的属性还会再度提升一个高度。不过以他的挖掘速度，这些低阶装备很快就会淘汰，因此他并没有选择强化。短短10来天的时间，他便由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位人形巨兽。而其他人提升虽然没有那么恐怖，但全方面的身体素质也都同样得到了巨大的增强。真是应了第一天进来看见的第一句话，这里有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当然，想要享用或者拥有他们的前提是活下去。但经历这么多，他反而觉得此地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牢笼，而所有被穿越过来被称之为神选者的玩家，则是一只只蛊虫。所有人的目的可能便是为了那什么万彩神阁的碎片，毕竟这东西他能收集，其他人一样能够收集。可万彩神王只能有一位，要想将所有碎片集合，就难免需要与其他拥有碎片的玩家去争夺。而万彩神阁碎片获取的难度并不低，最终能够收获碎片的必定是天赋、运气等各方面都顶尖的人才。这也就意味着，想要收集全108枚万彩碎片，必定是要与最顶尖的那批强者去争夺的。不过此时的杨青已经不知道领先他们多少，倒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担忧，继续挖掘，扩大优势。他要在大家还未成长起来，便已然成为一个怪物般的存在。若一切真如他所猜想的那般，那他必定要让所有竞争者绝望。第6次挖掘的5个方向，最好的是一块紫贝壳。不过杨青还是选择挖掘铀真金这类装备的冰窟。对于现在的他来讲，一些小头小利完全无法有多大的提示，只有不断进入各种秘窟，才会有让他满意的收获。而他背包此时还有冰皇窟与上古水牢这2张入场券，但想要在里面安全有所收获，都得需要强大的实力去撑。此时唯一能迅速提示实力的，只有终极机甲了。而真金等材料他也已经收集大半，这会儿自然是全力搜寻凑齐。选择的方向是下方，在里面一共收获真金 X9、真银 X9、真铁 X9、真钢 X9、真金 X9、真铜 X9。经过这一波的搜寻，他的真金与真银已经达到50份，距离材料凑齐还差11份真铁、9份真铜、11份真钢、9份真金。继续第7次挖掘，这一次左边冰窟同样出现真金等材料，但右边却是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冰窟。向右挖掘，里面有一只被深红能量感染的凶残剑客，实力为震天级。以你的实力，只要小心足以应付，并且还能收获一本深红武技。深渊武技应该就是类似于裂空72斩。先前与土龙傀儡战斗时，他就苦于裂空72斩无法叠加起来。这会儿又出现一个新的深渊战技，他自然是很感兴趣的。希望这次是能瞬发的技能。嘴中祈祷一句，便开始朝右方挖掘。第146章拔剑斩。8分钟后，冰壁破碎，踏入新的冰窟。眼前是一处荒凉的山巅，山巅上有一位负着双手俯瞰山间的中年男子，男子身后背着一把3尺红色长剑。上，小，侧面袭击，小鸡远程骚扰，小心被深红注入。杨青发出指挥，同时将真冰法杖握在手上。哦，小敖巨大的龙眼一亮，双翅震动，飞向半空。在背化的加持下，他的身形已然接近50米，真可谓是遮天蔽日。巨口张开，龙息如瀑布般洒向副手男子。鸡，小鸡同样立于天空的另一边，无数3米长的冰刃，一道连着一道，如同一面横着的墙壁，同样砸向副手男子。冰与火的2种攻击，让这片空间的温度瞬间变得怪异起来，冷热不断交替。
中年副手男左手向后甩动，握住剑柄，迅速抽出，轻轻一挥，一道圆形深红剑气由他周身向外迸发，如墙壁般的冰刃迅速瓦解，龙息被劈成两半，正好上下露出一条通道，从男子周身掠过。而圆形深红剑气并未停止冲击，而是继续以无匹之势继续扩大范围。杨青念头疯狂闪动，黄沙之灵化作一道圆柱形沙墙，挡在深红剑气周边。剑气强大的冲击瞬间遭遇阻拦，但杨青脑海中的精神也在猛地下降。风之束缚，无数风元素在中年男子周边凝聚，而他的身子也犹如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握住，无法动弹。同时，深红剑气在损耗杨青10%精神后，最终还是消散。两只宠物见敌人被控制，毫不客气的直接施展出自己的绝招。小鸡更是将翅膀划向中年男子的脑袋。杨青也不甘示弱，一颗颗紫炎火球甩出，一时间无尽的火海将中年男子淹没。现在的他精神已然过千，虽然不能毫无顾忌的释放风之束缚，但连续来个10几道还是可以接受。因此对付他若是没有免控手段，那就只得乖乖当个活靶子吧。终于在一人二兽的连环打击下，中年男子化作一声巨响，爆炸于山巅之上。系统6阶武器残红剑。中年男子虽然是被深红侵蚀，但其手上的武器还是被保留下来。不过杨青没有第一时间查看，而是待到爆炸余威完全消散，先搜在四周搜寻。在彩色提示的帮助下，最终发现山巅上一个小山包内藏有一块紫色贝壳。走上前将小山包踹碎，一块散发着紫芒的贝壳显露出来。蹲下身子将贝壳打开，伸手把眼前所有物品一并收进背包。系统紫贝壳 X1。系统武技拔剑斩卷轴。系统深渊之和 X6。灭渊守卫军令牌 X1。拔剑斩，难道就是刚刚那中年男子释放的招数？看到这，杨青有些异动。刚刚那一招虽说被他轻易化解，但那是借助在他上千点精神强度加持的黄沙之灵，并且损耗总量10%精神才硬抗下来的。要知道，先前那名中年男子不过是个普通震天级罢了，正常情况，以杨青的实力对付这种等级的对手，如切菜般简单。点开背包，将拔剑斩取出。系统拔剑斩卷轴，学习后可释放深渊武技拔剑斩。拔剑斩向四周挥舞一道圆形剑气，造成自身100百分号至1000000百分号力量伤害。伤害根据养剑时间定。养剑将剑类武器接触身体期间，可激活养剑，每小时损耗10点深红之力，提升50%伤害。剑出则蕴养时间清零。是否学习？注：唯有掌控深红能量者方可学习。直接选择学习。如此强力的技能根本不需要犹豫，根据力量以及蕴养时间来决定伤害。也就是说，每天蕴养24小时增加1200力量伤害，蕴养10天就是12000力量伤害。换算下来，相当于蕴养10天可打出一道120倍力量伤害的攻击。虽然只有一击，但是蕴养的时间够长，完全不亚于神级技能的伤害。而且每小时消耗10点深红之力，凭借自然恢复，几乎没有任何损耗。就是可惜此技能非元素类，不然运气好直接在 X9倍。屠神也未尝不可吧。点开背包，取出刚刚收获的红色长剑残红。此技能需要剑类武器才能使用，而他手上最好的剑就是刚刚收获的6阶长剑，这回自然是选择蕴养这把了。系统残红剑。特性出鞘，每24小时的第一次攻击可造成双倍伤害。好家伙，这不和拔剑斩绝配吗？看着长剑特性，杨青忍不住惊呼。同时他忽然有感，那名中年男子可不像自己手段颇多，难不成他每次对敌都只有这一招？剑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摇了摇头，没有过多深究。残红剑是有剑鞘与背带的，杨青直接将其背在后背，同时残红剑一旁也出现一道系统提示：是否养剑？毫无疑问，自然选择蕴养，并且心底打定主意，以后哪怕是搓澡也不会将其取下。先定个小目标，养它1个月。刚刚收获的还有深渊之河与灭渊守卫军令牌，一并从背包取出，先将深渊之河全部使用，获得6点深红之力，最后才将目光放在灭渊守卫军令牌上。系统灭渊守卫军令牌，灭渊军的证明之物。令牌为黑色，巴掌大，上面有个大大的黑色图案，是一座直入云霄的巨大关口图。关口最上方有3个大字，杨青看不明白，脑海却是第一时间浮现出具体名义：镇渊关。图案名称虽然高大上，但在他眼里和废铁没啥两样，直接收进背包。由于背上挂了一把剑，这回黄沙葫芦挂着感觉就有些不自在了，也一并收进背包，
需要的时候再取出也是一样的。继续今天的第8次把挖掘，这次选择的依旧是纯资源库，共计收获真金 X9、真银 X9、真铜 X9、真铁 X9、真金 X9、真钢 X9。至此制作机甲的材料只剩真钢与真铁各2份。继续第9次挖掘，这次没有出现珍贵资源窟，唯一能走的也只是一个普通资源窟，共计收获500克小熊饼干 X6、白菜种子 X6、土豆种子 X6、玫瑰花30只、土鸡蛋30枚。第10次挖掘，终于又出现了珍稀资源窟，挖掘的是下方，同样收获真金 X9、真银 X9、真铜 X9、真铁 X9、真金 X9、真钢 X9。至此，今天的10次挖掘已然全部完成，并且终极机甲流光所需要的珍稀材料也一并收集完成。第147章机甲制作完成，迫不及待，直接换出系统面板，目光望向终极机甲制作公式。终极机甲流光灵能石227550，火能石103150，风能石1266550，水能石109550，冰能石1306550，雷能石1165150，土能石1106550，木能石61350，五行能石7/3，七彩能石4/1。真金6850，真银6850，真铜5950，真铁5750，真钢5750，真金5950。选择机甲，点击制造。系统，你成功制造终极机甲流光。点开背包，直接将机甲取出。轰！一只身长36米，材质以钢铁为主，全身点缀着金银纹络，如一位机械巨人般的机甲出现在杨青眼前。此机甲不像分解者那般膀大腰粗，而是线条分明，整体异常协调。同时左右双臂也属正常，并不似什么奇形怪状的武器。杨青走上前，轻轻触摸，一股冰冷的触感涌入手心，并且5道系统提示也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机甲一旁。系统：终极机甲流光，完美的元素倍增者，阵地中最坚固的守卫者，通常能以强大的火力覆盖整个战场。系统：是否进入机甲舱？系统：使用说明。系统：是否精神绑定？系统：灵能剩余100%。点击使用说明，仔细观看一会儿后，这才发现此机甲与分解者有很大的区别。它不像分解者那般拥有2种操控方式，而是只能选择进入机甲舱操控，并且自身4大属性都得超过300，尤其是精神属性，更是需要达到恐怖的500点才能拥有驾驭机甲的资格。选择进入机甲舱，一时间，杨青的视线顿时无比开阔，并且机甲的4大特性也一一浮现在脑海。特性1：元素融合，自身所有元素法球类技能都可以通过机甲释放，并且会额外提升3倍效果。特性2：流光球，可引动7颗不同元素的流光球围绕周身，被流光球触碰者会受到伤害。特性3：流光域，引动7颗流光球在自身1000乘以1000码的范围，形成一道元素领域，领域内会不降临下天雷、地火、冰锥、落石等7种元素攻击。特性4：流光爆，可将7颗流光球引爆，造成震天撼地般的威势。注：流光球可重新凝聚，但会消耗大量灵能。大杀器啊！穿着机甲来对轰魔法。杨青忍不住发出感慨。如果说分解者走的是近身暴力路线，那流光就是远程火力覆盖式轰击的战斗方式，尤其是配上他的基因天赋，直接能让他的远程轰击能力至少提升数倍。更别说还有那什么附带的流光球。随之，在熟悉了半个小时的机甲操控后，杨青这才离开机甲舱，又将冰皇窟入场券与上古水牢入场券全部取出，同时得到2道彩色提示，都显示已经拥有传送进入的资格。不过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最好是等到明天再进行传送。杨青自然不会逞一时之勇，直接将庭院拒线，准备先好好休息一晚。庭院内，小精灵将一切都打理得很好，杨青自是不需要操心什么，直接瘫到摇椅上休息起来。期间，小精灵自然是再次被他换来揉肩捶腿。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中午那会儿的初次练习，小精灵按摩的技术，无论是从力度还是手法，都要好上不少。也不知是精灵一族学习能力强，还是眼前这只精灵菲利斯天赋异禀。一直到冰窟内的光线开始暗淡，吃过晚饭之后，顺便打一下决斗场，将胜场拉到29后，便安然地睡了过去。万彩大陆，蓝极帝国，一处由冰晶堆砌的大殿内，一位雍容华贵、头戴蓝金皇冠的风韵女子，正倚坐在上方一座冰晶长椅上。只听她对着下方一位戴着面纱、看不清容貌的女子开口说道：“上古冰皇窟现世，蓝衣，你带人跑一趟吧。”面纱女子上前一步，恭敬回道：“是。”雪神山巅，
一位戴着白色斗篷的苍老雪巫沙哑开口，刚得到消息，上古冰皇窟通道在鬼河底出现波动，奈雪子，你带人去一趟。同样披着白色斗篷的奈雪子淡淡回道：好，小心点，冰皇窟通道波动的痕迹很大，恐怕整个极北之地内的强者都已有所感应。沙哑声音再次传出：婆婆放心，极北之地境内除了冰宫那位，无极境之下，我无惧任何人。奈雪子面无表情，淡淡的回道：翌日，由于昨晚早早的便睡了，今天杨青起了个大早，吃过早饭，解决3级。途中他已然决定今天暂时先不急着挖掘，而是准备先选择使用一张传送卷。毕竟无论是冰皇窟还是上古水牢，都属于比较危险的密窟，以最好的精神状态去挑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对于先选择挑战哪一处，却是又让他犯了难。最终在纠结了10几分钟后，那位有着强迫症患者的碧波之神对他的吸引力稍微大些，取出上古水牢钥匙与入场券。却在这时，彩色提示忽然浮现：冰皇窟已经暴露于极北之地，若是晚上1步里面的珍稀资源，有可能会全部被搜刮干净。要注意，冰皇窟内有2种可供小机械脉升华的宝物。看到这，杨青不再有任何纠结，直接换上冰皇窟入场券。碧波之神再如何有意思，在他眼里肯定远远不及小机械脉升华重要的。第148章，再遇雪域商人，选择传送。一道蓝白色通道口凭空浮现，带着2只异兽迈步踏入。死！刚一传送完成，杨青便忍不住打了个哆嗦，随即连忙将小鳌搂在怀里，这才感觉到一丝温暖。以他现在的体质都会感到寒冷，这地方必定有着非比寻常之处。带着一丝好奇，目光望向四方，一棵棵寒冰巨树巍峨耸立，将他的视线尽数遮掩。天空有一层淡淡的蓝色薄雾，然而即便如此，依旧无法掩盖天空最深处一只如太阳般悬挂着的蓝色冰晶凤凰。凤凰看上去并不是很大，但其身上的幽蓝却是无比深邃与浓郁，哪怕被一层层薄雾遮掩，依旧能瞬间让人瞩目。将黄沙葫芦背上，再取出真冰法杖，直接迈开步子朝正前方走去。2只宠物已经变为最小状态，一左一右静静跟随。寒冰巨树密密麻麻，虽然不像古树那般遮天蔽日，但依旧让杨青视线受到阻碍，因此他也不敢行走得太快，只得缓步穿梭在寒冰巨树林内。没走一会儿，半空忽然俯冲下来一只脸盆大的冰蓝色小鸟。小冰鸟冲刺速度极快，甚至在空中留下一条长长的蓝色拖尾。杨青不敢大意，直接一个紫炎火球挥出，随之身体朝左边偏移。咻！望着盖脸而来的火球，小冰鸟没有丝毫减速的想法，扬起脑袋冲向火球，二者极不协调的体型瞬间相撞。然而杨青意想中的融化并没有出现，小冰鸟直接从紫炎火球中心穿过，极致的寒气直接在火球中心位置形成一条冰晶通道，并且瞬间锁定杨青，仰着脑袋朝他冲来。见到如此怪异的一幕，杨青瞳孔微微收缩，黄沙之灵从葫芦内飞出，化作一只巨大的手掌扑向小冰鸟，是要将它一把捏碎。小冰鸟仿佛不会闪躲一般，依旧不闪不避，直直冲向黄沙巨手。啪！二者猛烈相撞。然而这次小冰鸟却是不像刚刚突破紫炎火球那般迅猛，而是被黄沙巨手牢牢套住，扑腾着翅膀稍微挣扎了几下，便被黄沙巨手直接捏碎。系统，你成功击杀极寒赤鸟。系统，极寒冰丹。没有寿元之类的吗？看着仅仅只有2道提示，杨青有些好奇，随即取出唯一分解处的物品。系统，极寒冰丹，直接吞食，可增加敏捷与精神。看着一旁的提示，杨青想到了从小男孩那矿来的冰蚕宝宝，有异曲同工之妙。试试加成如何？直接丢入嘴中。系统，敏捷 X1，精神 X2。以我现在的属性，一颗还能加上3点。果然，这种密窟才是真正的宝地。一时间，杨青对那些小冰鸟充满了期待，继续探索。半个小时后，在他的有意而为之下，一只只小冰鸟被黄沙之灵凝聚的拳头化作碎裂的冰晶。同时，他的敏捷也是增加了23点，精神则增加了46点。就在他乐此不疲的猎杀间，一道爽朗的笑声引起他的注意。哈哈，终于进来了，这一次我定要在此地大赚一笔，好晋升为高级店铺。顺着笑声方向走去，刚走上几步，便见到一位弯腰驼背、略有些猥琐的老头在那左瞧右看。杨青却是第一时间注意到其身后披着的斗篷，这东西他有些眼熟，不正贪欲斗篷吗？同时也有些奇怪，雪域商人怎么会来到这里？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并没有其他人，这才直接迈着步伐朝那猥琐老头走去。通常情况下，
雪域商人最大的杀招都是审判游戏，自身实力并不强大。很显然，这位猥琐老者也是如此。因此，在杨青靠近的一瞬间，老者依旧像个没事人一样在那左观右看。杨青却是一巴掌直接往那老头脑袋上甩去，将其拍飞数米，重重倒在地上。随即连忙跟上，以黄沙之灵化枪直指老头的脑袋。他这么做，一来自然是看中了其后背的神之斗篷，还有他也有些好奇，此处除了这老头以外，还会不会有其他人进入。然而预想中的愤怒并没有出现在老头身上，而是见他战战兢兢地说道：“这位兄弟，有话好好说，何故动手动脚呢？想必你也是来争取冰皇秘宝的吧？咱们可以合作呀。”一段话直接让杨青脑海迅速转动。冰皇秘宝，还有这老头也太沉得住气了吧？这都不愤怒地施展出审判游戏吗？占据着绝对优势，杨青也没拐弯抹角，直接开口说道：“你的审判游戏呢？怎么不对我释放？”老头脸色这才大变：“你怎么知道审判游戏的？除了我们雪域商人外，其余知道审判游戏的唯有死人。”杨青没有回应，而是直接将黄沙之枪再次向前一寸，一丝鲜血从老头脑袋上流下，同时说道：“你还有一次开口的机会，若是再废话，看我捅不捅你就完了。每一位雪域商人一生只有释放5次审判游戏的机会，而我早就用完了。虽然有宝贝可以增加，但我一个初级商人又怎么够买得起呢？”老者终究不敢再多嘴，如实答道：“呸，败家玩意儿！”杨青忍不住吐槽，本来还想再度收集一件贪欲斗篷的，没想到最重要的手段都让他给用完了。随即又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来这里做什么？除了你，还有谁进来了没？还有，你刚刚说的冰皇秘宝是怎么回事？”听闻杨青这种问题，老头是满脸疑惑：“你自己不是都进来了，还净问一些废话？”不过长枪抵在脑袋上，他也只得老实回道：“冰皇窟通道浮现在鬼河之底，这是在极北之地已经传开了，能进来的自然不止我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整个极北之地有名的高手都已经从鬼河之底来到了此处。而这些人进来的目的，自然就是为了那冰皇秘宝。传说得秘宝者可有一线机会冲击亚神境界，这还是冰窟最多容纳湮灭级实力的强者进入，不然恐怕那些传说中的圣者都要忍不住亲临。至于我嘛，自然是没资格与他们争夺冰皇秘宝的资格。不过有争斗的地方，生意才越好做，所以我这不是想着来这看看能不能提升点营业额吗？整个极北之地的湮灭级强者吗？”杨青内心升起一丝警惕，随即眼神一亮：“贪欲斗篷我也有，不如……”随即恶狠狠的道：“想活命的话，将你的贪欲斗篷留下。”第149章针锋相对。老头颤颤巍巍，不敢言语。斗篷虽然重要，但对方可是会要了自己的小命啊！况且自己身上这件斗篷的审判游戏已经完全被使用，作用已经大大削弱。想清楚后，老头也不再犹豫，直接将贪欲斗篷取下，丢给杨青，而后颤抖的说道：“我现在可以走了吧？离开此处，别让我在冰皇窟见到你，不然……”杨青说着，并且扬起右手，紧紧握拳。“是，我这就走。”生怕眼前这个年轻人会反悔似的，老头说完，双腿飞速摆动，仅仅几个呼吸便消失在原地。杨青将2件贪欲斗篷同时拿在手上，从外表看并没有什么两样，并且都是升级到了终极店铺。将命运斗篷取下，佩戴自己那件拥有审判游戏次数的贪欲斗篷，随之目光转动，此地会出现土著强者是出乎他意料的，并且听那老头语气，还会有不少湮灭级顶尖强者。以他的实力加上终极机甲，对付1、2位湮灭级强者，或许还有点信心。若是多了，恐怕只有被暴虐的份。不过大家都是来寻宝的，正常情况是不会有毛病般的群殴他一人。对这突然出现的变故，他暂时也没有很好的应对，唯一能做的也只是冒充一下雪域商人，毕竟连先前那老头都有信心将生意做到此处，想来这个身份应该不至于招人恨。继续朝寒冰巨树林深入，一路上依然能碰上不少极寒赤鸟，但都被他一一捏爆。没走多时，半空中的薄雾中又是一道极寒赤鸟冲击而来。杨青见状，眉头微微皱起，这只极寒赤鸟的体型要比他先前遇上的大上3倍不止。不敢大意，全力操控黄沙之灵化作的巨大手掌向上拍去。背化版极寒赤鸟的战斗方式与普通版没什么区别，依旧是仰着脑袋不顾一切的冲击而来。啪！黄沙手掌将极寒赤鸟一把握住，然而与之前直接捏爆不同，这只极寒赤鸟却是在黄沙手掌中不断挣扎。哪怕杨青再如何操控黄沙手掌使劲，只感觉手掌像是有一块无比坚硬的冰疙瘩一般，无法伤其分毫。看来得动刀子了。杨青念头闪动，正准备从背包取出万雷刀，却在这时
一根如冰块雕刻而成的箭矢从远处飞来，冰雕箭矢速度极快，瞬间便来到黄沙手掌前，随着狠狠射向极寒赤鸟。无比坚固的极寒赤鸟在冰雕箭矢面前如同豆腐一般，直接被射穿，消散在黄沙手掌中心。同时，一颗极寒冰丹与一块菱形般的水晶从空中飘落。杨青眼疾手快，操控黄沙手掌，将两样物品全部掏入手心。这只极寒赤鸟王是我杀的，极寒冰丹与冰皇钥匙碎片应该归我。一道清冷无比的声音从右边寒冰巨树林飘来的，同时，一位身着蓝色长裙、戴着面纱的高挑女子出现在杨青眼前。她的头发与瞳孔都是蓝色，给人的感觉无比的协调。杨青直接将极寒冰丹塞进嘴里，开什么玩笑？进入他杨大财主手中的宝贝，还想有的归还？况且这头极寒赤鸟王本身就是他猎物。蓝发女子皱了皱柳眉，随即又道：“一颗极寒丹而已，吞了就吞了。冰皇钥匙碎片，你总没法吞并吧？那是我的，交出来！”不给。杨青懒得和他多逼逼，直言拒绝。与此同时，寒冰巨树林右侧再次窜出数十道身影，他们的服装与蓝发女子一样，都是身着蓝裙，不过并没有佩戴面纱。可以看得出，每位女子的身材都是纤细苗条，容貌不说倾国倾城，却也秀丽端庄。这群女子全都毕恭毕敬地站于蓝发女子身后。杨青瞳孔微微收缩，这是惹上了哪个组织吗？不过，即便对方人多势众，但到了他手上的东西，自然没有乖乖交出去的道理。脑海念头闪动，猛烈的冰元素开始凝聚。蓝发女子见自己人手到齐，同样不想放弃冰皇钥匙碎片的争夺。在她眼里，极寒赤鸟是她动手猎杀，那么爆出的宝贝自然合情合理的归她所属。上！将冰皇钥匙碎片夺回来！蓝发面纱女子发出指令，同时杨青的疾冰之雨已然朝人堆落下。呵，初入震天级的魔法师也敢与我冰宫为敌，找死！面纱女子手上浮现一把雕刻蓝色凤凰的冰晶长弓，长弓上同样架着一根蓝色冰晶箭矢，而她身后一群蓝裙女子则全部摆出双掌托天的姿势，一圈圈蓝芒从她们手心迸发而出，同时一道蓝色冰晶结界被凝聚而出。疾冰之雨落在结界上，发出叮叮声响，但却无法对结界造成半点损伤。咻！蓝发面纱女子手上的冰晶箭矢已然飞出，如锁定一般冲向杨青，无法躲避。杨青心中有感，赤雷！叮！就在杨青准备加持赤雷变硬抗之际，一道冰环凭空浮现，紧紧将冰晶箭矢禁锢在半空。奈学子，你又在多管什么闲事？首先发出声音的是蓝发面纱女子，随之一位披着白色斗篷的身影从半空浮现，正是奈学子。杨青同样有些惊疑，连他都来了，也不知道现在的我有没有与他一战的资格。杨青可是清楚地记得，当初盗取奈学子魔药时，彩色可是不断发出逃跑的预警。我救自己朋友，怎么算是多管闲事呢？奈学子漂浮于半空，淡淡的声音从其嘴中蹦出，同时一只只佩戴白色斗篷的雪巫都一一朝半空飞来，漂浮于奈学子身后。呵呵，朋友，我倒是想知道，能让你奈学子看到上的人族朋友有什么不同？蓝裙面纱女子说着，手中的冰晶箭矢不断飞射而出，目标正是杨青。奈学子同样有着一双蓝色双瞳，只见一道深蓝在其眼中划过，一根根冰晶箭矢之前忽然浮现出蓝色圆环般的冰晶，将箭矢稳稳禁锢在半空。杨青内心却是心生怪异，这该死的安全感。第150章冰皇窟心密。奈学子，你既然想死，那我成全你。蓝裙蒙面女子再度拉弓，只是这一次弓弦上并没有箭矢，而是随着她将长弓拉开，一根凝实如实质的蓝色能量箭矢逐渐凝聚于冰晶长弓上。奈学子首次露出凝重的神色，双瞳中的蓝芒再度深邃起来。却在这时，一道直冲天际的光柱忽然射入天际，这道光芒第一时间引起众人瞩目。奈学子直接开口说道：“已经有人进入冰皇窟第2层了。蓝衣，你确定还需要在这浪费时间？”哼，走，先取秘宝要紧。那个戴着面纱被唤作蓝衣的女子重哼一声，随即带着一众蓝裙女子朝侧边深入。杨青却是有些好奇，这些人对冰皇窟似乎很是了解，这其中是有什么秘密吗？随即开口朝奈学子问道：“刚刚你说的冰皇窟第2层是怎么回事？此地还分层数吗？”奈学子知道杨青的身份是神选者，因此对于他总是有诸多共识的疑问倒也理解。飘身上前开口解释道：“冰皇窟位于极北之地，每隔几十年便会开启通道，但是通道存在的时间只有6小时，所有人必须出去。冰皇窟一共有6层，而想进入上层，则需要收集每一层的冰皇钥匙碎片，每6块碎片可凝聚为1把钥匙。
碎片凑齐，再前往冰窟中央地区，找到本层大门，便能步入更高的那层。而冰皇窟自现世以来，还从未有人能够踏入第6层。追其原因，要么是时间不足，无法收集到足够的碎片，要么惨死于守护冰皇窟内的异兽身上，再者，则是在与其他人争斗过程中不敌而亡。杨青问道：“那如果一开始我便躲着，等到通道再次开启，不选择出去，就留在此地，不就可以独自一人慢慢收集钥匙碎片吗？”奈雪子摇了摇头，通道一现，所有人都会被动传送回到外界，无法避免。听到这，杨青内心有些疑虑，他传送进来时，冰皇窟入场券可没规定传送回来的时间，难道也是随着6小时通道再次开启后才能出去？不过无论是与不是，他在第1层都浪费太多时间，这回自然急着搜寻钥匙碎片。与奈雪子道谢过后，便独自朝侧方深处探去。至于和奈雪子的队伍一起探查，这事他没想过，毕竟在其他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个初入震天级的渣渣罢了。这种实力不对等的合作，难免会被关于抱大腿的嫌疑。知晓此地有时间限制，杨青也没过多的在普通极寒赤鸟身上浪费时间，而是以寻找赤鸟王为主。虽然普通极寒丹也能够为他提升不少的精神，但是仅仅第1层就有如此好处，第2层还会差吗？人人都向往的高层必定有着更珍惜的宝贝，不然像奈雪子这种富婆是没必要亲自来这地方探索的。半个小时后，随着万雷刀子芒闪烁，一只被黄沙之灵握住的极寒赤鸟王被拦腰斩断。系统极寒丹 X1， 系统冰皇钥匙碎片 X1， 第6块钥匙碎片终于到手了。经过大半个小时的精准搜索，杨青也是在此时将6块碎片全部凑齐，并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搜寻，他也吞并了不少极寒丹，共计增加33点敏捷与66点精神。感受着体内再次喷涌的精神，杨青不止一次感慨，果然啊，像这种秘窟才是提升实力的最佳宝地。同时对于更高层的冰皇窟也愈发期待起来。点开背包，将6块碎片一并取出，碎片一旁出现一道系统提示：系统是否融合？选择融合。系统第1层冰皇钥匙 X1， 取出钥匙握在手上。系统第1层冰皇窟钥匙可打开冰皇窟第1层大门，步入第2层。这是一块有着6角形状的冰块，冰块正反两面都有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图案。没有过多的研究，此时距离他进入冰皇窟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在不知道第几层会有助小鸡血脉升华的宝贝时，他只得按照最后1层来推断。因此这会儿自然不会再浪费时间，直接朝中央地区赶去。就在他先前寻找碎片之时，已经有不少光柱浮现，因此也不怕会走错，直接朝着光柱出现的方向莽头前进。为了抓紧时间，他甚至还将黄沙之灵化作一对小小的翅膀，附着于双腿上，直接就让他的本体速度提高3层。至于为什么不直接化翼，自然是为了不那么显眼，毕竟太过瞩目，遭遇的危险也更高。虽然他有信心应对，但那无疑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又是急行急驰10几分钟，终于来到第1层中央位置，一眼便看到一座10米来高的寒冰门户，大门处于紧闭状态，中间有一个凹形槽，刚好对应冰皇钥匙，并且无论从前方还是后方观看，门户都是一个模样。很显然，前后应该都是可以选择以钥匙进入。同时，门户四周也有不少成群结队的本土强者。杨青却是没管那么多，快步来到门户前方，冰皇钥匙已经被他握在手上，对准凹槽。咻！就在钥匙与凹槽快要贴合的一瞬间，一道冰刃急速从侧方冲来。杨青连忙收手，脚步向后闪躲，目光却是望向锋刃来源处，是一支并排而立的3人小队。3人都是拿着一根镶嵌着蓝色水晶宝石的法杖，同时彩色提示也在第一时间发出警示：3位震天级冰系魔法师合力之下可释放冰龙破这道堪比究极法球伤害的技能，以你的实力在不使用机甲的情况下，最少需要叠加39层雷衣。小子，将冰皇钥匙交出来，我们3人正好差一把。3人组齐头朝杨青走来，同时中间那位更是发出狂语：不交死！左边那位也一同附和。这一举动自然引起四周强者的瞩目，大都露出戏谑的神色，甚至有人直接恼怒：可恶，让东洋谷3兄弟给抢先了。很显然，杨青这位气息平平无奇的独行者是被当成肥羊了。第151章，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杨青眉头一挑，最近是不是犯什么冲了？怎么走到哪都会有人找麻烦？我看起来真就那么好欺负吗？雷伊随之念头狂闪，一道道紫色雷芒加持在身。魔法师是吗？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魔法。哟呵，这小子看起来很不服啊，兄弟会儿，
直接上杀招，我要让那小子体验下什么叫升天。三人组中，中间那位满脸兴奋，哈，我就喜欢暴虐这种不知死活的家伙。冰龙破三人齐齐喝道，一同举起法杖开始吟唱。火球术，杨青自然不会干看着，加持雷伊的同时，一颗颗大到离谱的紫色火球如陨石般砸向三人。然而，就在火球冲到三人身前10米处，一道冰晶结界忽然出现，一颗颗火球不断砸向结界，一条细微的裂缝在冰晶结界上开始蔓延。怎么会？这可是永霜结界，怎么连几道火球术都扛不住？这火球怎么感觉比高级魔法还要恐怖？周围有人忍不住惊呼。东阳谷三兄弟同样脸色骇然，他们三人的杀招需要不少吟唱时间，为此特意收购了一件能够释放永霜结界特性的武器，为的就是在他们吟唱期间能够防止被人打断。凭借着一防一攻2种手段，他们三人在极北之地也算小有名气。这会剑仅仅一个照面，永霜结界便出现裂痕，这种事也只是在遇上英灭榜高手时才会出现的情况。一个小小的震天级魔法师，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手段？杨青一就是不断甩动法杖，一颗颗紫炎火球列成一排，如一条火线般冲击着永霜结界。同时，雷伊被他加持到了42层后便停止释放，毕竟彩色提示可是显示39层雷伊足以抵抗那什么冰龙破。周围人见状，内心极具震撼。虽说随着实力提高，火球术的吟唱时间也会变短，但是像此人这般，几乎每一颗火球都像是瞬发一般，却是闻所未闻。东阳谷三人怕是踢上铁板了。我看未必，一旦冰龙破吟唱完成，死的必定是那小子。砰！在火球的不断轰击下，永霜结界仅仅坚持不到10秒，便如镜面破碎般化作一块块碎片。而紫炎火球依旧没有任何停止轰击的迹象，直接朝着东阳谷三人脑袋冲去。冰龙破，给我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三人再次大喝，杀招终于是吟唱完成。半空忽然出现一个斜着竖立的圆形蓝色魔法阵，一条10几米粗，如巨龙般的冰晶巨物从魔法阵内冲出。随着法术冰龙破吟唱完成，紫炎火球也已经冲到三人身前。全身心释放冰龙破的他们，此时来不及做出抵抗，炽热与灼烧瞬间将三人全部覆盖，巨大的冲击瞬间将他们甩飞数10米。而此时，一条长约100米的冰龙也从魔法阵内完全飞出，直冲杨青身体撞来。看似气势威严的冰龙，在杨青眼里甚至不如土龙傀儡的坠天一击。有42层雷伊加持的他无所畏惧，没有做出任何闪躲防御的动作，而是继续甩出一颗颗火球朝三人砸去。东阳谷三兄弟却是满眼惊恐，他不要命了吗？为什么还要继续攻击？本来冰龙破被唤出的那一刻就是他们胜利之时，毕竟任谁面对这种杀招都得全力防御，而趁着这段时间，他们完全可以再次释放冰龙破，完全掌握主动。谁知眼前这人简直是个疯子，宁愿挨打也要继续攻击。他是要同归于尽吗？他们三人都是魔法师，最强的防御手段永霜结界已被破开，再想凝聚防御魔法需要吟唱时间。而杨青根本没给他们任何反应时间，连续的紫炎火球如加特林一般不断对着三人扫射。同时，巨大的冰龙已经冲向杨青的胸膛，四周强者尽皆露出兴奋的神色。吱吱吱，没有想象中的惊天爆炸，冰龙在碰上雷伊的刹那便开始一点点瓦解，最终在损耗掉42层雷伊的 89% 防御能量时，冰龙完全消散。反观场上的火球却是愈发旺盛，三人见状纷纷面露死灰。无往不利的冰龙破都奈何不了眼前这人分毫，输的不冤，当然输的代价只有一个，死。最终在无尽的火球掩埋下，三人纷纷化作焦肉。杨青望向四方，原本对他虎视眈眈的众人此时已经不敢再与之对视。走到东阳谷三人尸体处，地上正闪烁着几道浓郁的光泽，其中有3根法杖、3条项链与3颗戒指，全部捡进背包。稍微查看了一下，3根法杖均为5阶武器，项链与戒指却是不属于装备类，而是属于工具。项链的特性正是那道永霜结界，需要3人同时释放，为瞬发保命技能，冷却时间是1小时。戒指则是空间物品，里面大多是一些衣物、能石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中能石共有963克，灵能石122克，火能石96克，风能石101克，水能石111克，冰能石98克，雷能石100克，土能石71克，木能石264克。将戒指全部融合，共提升150格背包空间。同时，杨青的脚步也再次来到寒冰巨门之前。经过刚刚的一战，此时自然没有人再敢窥视他手上的钥匙。将钥匙贴合凹槽，
一道冲天光柱由杨青身上迸发，而他的身影也伴随着光柱消失在原地。再次望向四周，已然是一片被冰山笼罩的场景。冰山大小不一，有的高耸入云，有的却像是一个小山包。不敢耽误时间，直接迈开步子朝最近的一座小型冰山走去，同时内心也跟着警惕起来。毕竟这种山石伪装的巨兽，他遇上的也不少。一直走到山脚边，预想的冰山巨兽并没有出现，甚至他还忍不住用脚踹了2下。山还是山，简简单单普通的冰山，看来倒是我想多了。摇了摇头，继续前行。第152章极地双虎。直到又穿过几座冰山，半空中的薄雾忽然浮现一圈圈涟漪，又是一头极寒赤鸟从涟漪中心冲出。只不过眼前这只极寒赤鸟却是有着4扇翅膀，并且体型也比第一层的双翼赤鸟大上不少。杨青依旧是老套路，直接将黄沙之灵化作巨掌，一把将其握住，随之万雷刀闪烁，一刀分尸。系统，你成功击杀极寒赤鸟。系统，极寒丹 X1， 将极丹吞下，加了2点敏捷，3点精神，比第一层极寒赤鸟爆出的极寒丹各多加了1点属性。继续朝中央方向前行。经过刚刚的经验，他并没有要老老实实猎杀极寒赤鸟王爆钥匙碎片的想法，而是准备直接前往中央地界，看看有没有不开眼的家伙再对他动手。这样一来，他直接反杀后，倒是可以反向夺取他们的钥匙，能节省不少时间。当然，这么做会让他在第2层少猎杀一些极寒赤鸟，相对应的获取极寒丹的数量也会少上不少。但要知道，这地方可是有时间限制，并且层数越高，极寒丹所加成的属性就越多。早点进入更高层，怎么算都会是最好的选择。这次有了目标，杨青没做任何拖延，直接以极速来到冰皇窟第2层中央位置。与第1层一样，一座大小完全相同的寒冰巨门屹立在前方。巨门四周同样有不少强者围观，只不过相比第1层的人数却是要少上一些。看到寒冰巨门的一瞬间，杨青眼神一亮。钓鱼嘛，自然需要鱼饵，而鱼饵他是有的。上一层击杀东阳谷3兄弟，他们手上的2份钥匙自然被他收集起来，为的就是这一刻。不然他在第1层之时便会将钥匙进行拍卖。而大门上的凹槽与第1层一模一样，这也就意味着他完全可以以第1层的钥匙来吸引那些虎视眈眈的强者。他知晓这群人的贪婪，能守在这，无非是想看谁有钥匙进入第2层，再根据对方实力的强盛与否，决定要不要抢夺。而他的目的却是反向抢夺，因此自然直接来到寒冰巨门前方。四周围观群众见状，当即来了精神。又来了一只落单的肥羊吗？不过没有立即动手，而是全都翘首以待。毕竟此人只是靠近寒冰巨门，谁知道他是不是真有收集到第2层巨门的钥匙。杨青也不墨迹，从背包取出6边形钥匙，紧紧握住，只露出一角，正要嵌入凹槽。一道道魔法箭矢直接射来，杨青连忙闪开，不动声色地将钥匙收进背包。小子，钥匙留下，你可以滚了。嘿，我们魔枪小队也感兴趣。四周人群涌动，有的直接开口，有的继续观望。就在这时，侧方巨山后面冒出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年轻男子，只听他道：哼，我韩无影正好缺你这块冰皇钥匙，在场的各位有谁要与我争呢？此话一出，众人纷纷侧目望去，有的更是爆出惊呼：死！暴尸法师韩无影，惹不起，惹不起！杨青望了一圈，发现随着此人的到来，四周原本蠢蠢欲动的强者全都后退一步，显然是不太想与韩无影争夺。这就让他有些烦躁了，他的目的可是反向打劫，这会儿忽然冒出一个明显没有收集钥匙的家伙来找事，这让他有种精心准备的饭菜忽然让狗添了的感觉，略有些恶心，只得先把此人解决，再主动找刚刚挑事的家伙们借上一块钥匙了。摇了摇头，刚加持3道雷衣，准备迎战。忽然后方巨石林中再度传来一道粗犷的叫喊：韩无影，你可以滚了，第2层冰皇钥匙我们极地双虎还差一块，这头小羊崽子归我们了。什么？震天榜第3、第4的石黑虎与石白虎2兄弟也来了？呵呵，有好戏看喽！传闻他们2人联手可是猎杀过阴灭级强者。四周人群再次爆发惊呼：你！哼！而原本被众人追捧的韩无影脸色瞬间便拉了下来，就跟吞了只死耗子一般，支支吾吾却又不敢反抗，转身便又朝着后方离去。看那模样，倒像是准备自己去猎杀极寒赤鸟王，收集钥匙碎片了。杨青内心却是瞬间舒畅了，还好，还好，我的钥匙终于来了。2人联手也才勉强出入湮灭级，以他现在的战力，完全是不虚的。小子，你是打算自己交出来，还是想让我将你骨头捏碎？
极地双虎两兄弟都有着无比魁梧的身躯，尤其是二人肩上扛着的大刀，一把为黑色，一把为白色，长度更是直达3米。只见他们一步步朝杨青这边走来，其凌厉的气势直接让附近看热闹的人群忍不住连连后退。杨青却是在思考，要怎么才能以最短的时间以及最小的代价将他们弄死。毕竟他的目标是第6层，可没时间在这瞎耽搁。最终还是决定直接使用终极机甲平推，在想要节省精神力的情况下，他属实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将2位拥有湮灭级实力的强者瞬杀。当然，若是使用拔剑斩，或许可以将2人秒杀，但那也会暴露他拥有深红之力的问题。而使用机甲虽然会提前将底牌暴露，但只要他前进的够快，就不用担心这批人会将他的信息暴露给已经处于高层的那些人。点开背包，将终极机甲流光取出，随之进入机甲舱。血晶一族的产物，这就是你的底气吗？极地双虎中扛着黑色长刀的男子嗤笑道。杨青没有理会，而是操控机甲释放出流光球。一时间，7颗颜色各异的流光球围绕在机甲周身，如小型行星一般，不可小视。另一位扛着白色大刀的男子发出提醒。流光爆。这次杨青没有磨磨唧唧，直接发动机甲自带的伤害型技能。7颗流光球瞬间冲上云霄，不断旋转，且如膨胀的气球般迅速变大。仅仅几个呼吸，便膨胀到将众人视线中的天空完全遮掩，真如7颗散发着各种光芒的太阳一般耀眼。第153章冰河之底。极地双虎2人脸上无比凝重，半空那7颗颜色各异的球体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双虎变，2人齐齐爆喝。只见原本2个魁梧的汉子瞬间如光影般闪耀，化作一黑一白2团能量彼此相融，一只身长将近100米的黑白巨虎由光影中浮现在众人视线之内。杨青双眼微眯，脸上没有任何畏惧之色。7颗流光球在他的操控下逐渐相融，一颗散发着7色光芒的遮天彩球由半空狠狠朝黑白巨虎砸去。吼吼吼！黑白巨虎发出怒吼，同时巨嘴张开，后双腿微微弯曲，一颗黑白2色的能量球在其嘴边凝聚，随之如炮弹一般弹射向半空，直接用嘴拖着黑白能量球冲向彩色流光球。滋滋，预料中的大爆炸并没有出现。只见黑白能量球在7彩流光球的冲击下以极快的速度消融，巨虎全身光影闪烁，一股股能量涌入嘴中的黑白能量球。可即便如此，在7彩流光球的冲击下，也仅仅只是多抵御了3秒，便被完全贯穿。黑白巨虎100米长的身躯之际化作丝丝光影消散于半空，而7彩流光球也在这时炸裂开来，一道7彩能量冲击涌向四方。围观人群脸色当即大变，吃瓜吃出问题了。各种光芒闪烁，要么急速后退，要么将武器立于身前。所有人无不施展出自身自强的防御手段，但饶是如此，依旧有不少人被这股能量冲制成大片碎肉。杨青同样有些傻眼，终极机甲竟恐怖如斯，还好是自己的手段。流光球炸裂后是可以重新凝聚的，为了保持战力巅峰，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重新凝聚。系统流光球凝聚成功，心满意足。随便瞄了一眼灵能损耗，嚯，70%灵能直接没了。当然，也仅仅只是感到意外，此时这点灵能损耗已经不足以让他肉痛。走上前，将极地双虎与化作碎肉的吃瓜群众遗落之物全部拾起，再次收获灵能石 X226、火能石 X213、风能石 X199、水能石 X322、冰能石 X127、雷能石 X366、土能石 X311、木能石 X199。装备方面则是2把6阶长刀，为极地2虎两兄弟爆出，剩余的则是一堆5阶垃圾。同时背包也再次扩充260个。将一切稍微整理过后，杨青并没有离开机甲舱，而是将目光望向四周。此时人群早已没有刚刚那么密集，而那些向他挑衅过的人更是看不见一道踪影。其余人见杨青目光望来，纷纷露出示好的神情。对于这些人，杨青也懒得再理会，从机甲舱跳出，随之又将机甲放入背包后，再取出刚刚从极地双虎兄弟身上收获的第2层冰皇钥匙，走到寒冰大门前，将钥匙镶入凹槽。随着眼前一黑，再次看见的是一条望不见尽头的冰河，冰河两岸光秃秃一片，没有任何点缀。此时距离他来到冰皇窟已经过去2个多小时，自然不会浪费时间，迈着步伐顺着冰河急速朝中央位置奔去。有了第2层的经验，他的想法依旧简单，反向抢夺就完事了。此地镇守的依旧是极寒赤鸟，不过已经变成6翼赤鸟，同样被杨青轻松拿捏。一直前行将近20分钟左右，也没有遇上一只6翼赤鸟王。
不过对他来讲倒是无所谓的，反正又没准备自己收集。进来冰皇窟的很多强大的势力都是如血巫族那般，率领着一大批手下共同收集，速度肯定比他要快得多。虽然越高层，那些团队势力会因为钥匙不足，来到上层的手下也会减少，但多少都会有一些跟随。毕竟像他们这种大势力的领头人，基本都是巅峰因灭级强者率领，不存在会被人抢夺钥匙的情况。就在杨青继续前进间，一声声忽然暴喝从前方传来。对此他早已习惯，一路走来，他也遇上一些与极寒赤鸟战斗的强者，都是选择绕道行，并没有上前去浪费时间看戏。此时自然也是一样，直接从右边绕道前进，直到又急速飞奔了20来分钟，第3层冰皇窟的寒冰巨门终于是浮现在他的眼前。与1、2层并无两样，只不过此门是立于冰河之内，并且四周并没有半道人影，这让杨青不禁怀疑，难道是自己跑得太快，那群老老实实猎杀极寒赤鸟的强者们还未到来，亦或者已经步入第4层了？转念一想，就在自己一路走来间，大半个小时内，一只极寒赤鸟王也没遇见，这无疑是极其不正常的。难道第3层还有什么特殊心秘？就在这时，脑海中忽然冒出一道彩色提示，开启第3层寒冰大门的钥匙位于门户底下，也就是冰河之底。要注意，冰河极度寒冷，至少要加持10层雷衣方能抵御，关键时刻还得是你。杨青笑着夸赞一句，随之开始加持雷衣，并且给小鸡小敖也各加持了10层。走吧，招呼一声，便带着2只宠物跳入河内。霎时间，雷衣防御能量在一点点损耗，一直朝下方游了10来分钟，眼前景象突然变换，一只纸冰雕凤凰立于河底，并且可以看到有些冰雕凤凰前还站有一些强者，甚至是异兽，在那不断轰击着眼前的冰雕凤凰。可以看得出，有些人眼前的凤凰完好无损，有些人则将自身前方的凤凰轰击出道道裂痕。杨青看了看，有些疑惑，难道想要获取冰皇钥匙，亦或者钥匙碎片得砸开这些冰雕吗？目光一定，离他最近的一位光头大汉引起了他的注意，抖着身子继续朝下方游去。他准备找大汉问问情况，一直游到距离光头大汉不足3米，身体忽然垂直下落，冰河如同被隔开一般，露出一片空地，一块块冰雕凤凰与附近的人群都站立于空地之上。杨青一个跳跃稳住身形，同时还感受到由冰河散发的寒气已然完全消散，朝上看依旧是流动的河水，一线之隔，真宛如2个世界。第154章分组对抗。光头大汉也在第一时间发现杨青的身影，不过并没有在意，而是继续挥舞着双拳砸向冰晶凤凰。杨青进步上前，轻轻拍了拍正在挥动着双拳的大汉肩膀，同时说道：“哥们儿，砸这冰疙瘩有啥特殊意义吗？”大汉转头看了一眼，不过双拳并没有停止砸击，同时说道：“第3层的钥匙碎片藏在这些冰凤凰中，不过我看你这小身板，最好还是别想着砸这冰凤凰了，免得惹祸上身。”杨青目光转动，却是已经明白此人的意思了。很明显，此处的冰凤凰并不是那么容易摧毁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想要砸开6座凤凰，恐怕等到时间结束也不一定收集得完钥匙碎片。而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收集一份完整的钥匙，必然是要抢夺其余人手中的钥匙碎片。多谢提醒，不过这钥匙碎片我倒是也想争上一争。杨青双手抱拳，朝这位好心的光头大汉笑着说道：“哎，随你吧。”大汉摆了摆手，没做过多言语。杨青稍微走远几步，来到一块冰凤凰前，他也准备砸击了。虽然他也可以等到其余人收获碎片，甚至是集齐一份完整的钥匙再进行抢夺，但此处这些人都保持一个和平的状态，各自砸着自己的冰凤凰。这也就意味着，在此处可能会有一个大家都默认的规矩，那就是想要抢夺其余人的碎片，首先自己得需要拥有一块碎片。而对于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他不确定会不会被群而殴之。毕竟换位思考，谁会容纳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家伙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争夺呢？取出万雷刀，对着眼前的冰雕凤凰就是一刀甩去。叮！万雷刀直接被弹开，冰凤凰身上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这么难的吗？杨青轻声呢喃。小鸡！一刀伺候，随之又发出指令。鸡！小鸡昂头大叫，双翼已然浮现出一丝黑芒。咻！黑芒划过凤凰的脑袋，一条浅浅的痕迹猛地浮现。果然，小鸡的绝对无视就是比这破刀实用性强，摇了摇头，再次念叨一句后，便挥舞着万雷刀与小鸡一同攻击。甚至连一旁的小敖也不甘示弱，嗷嗷叫着的同时，已然将利爪挠向冰雕凤凰的脑袋。一时间，刀芒、爪影以及不断闪烁的黑芒，
如潮水般砸在冰雕凤凰身体的每一处。就在一人二兽连续攻击了10来分钟时，上方冰河内再次浮现6道身影，6人皆是男性，一位穿着蓝色劲装的男子处在最前方，另外5位男子则处在后面，皆是身着蓝色铠甲，像是护卫一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前方的劲装男子。6人来到下方的第一时间，便各自找了一座冰凤凰开始攻击。周边人见到这群人时，神色大都变幻不定，甚至有惊慌的声音传向四周。这不是咱们蓝叶帝国二皇子吗？他居然也进入了冰皇窟。据说冰宫与雪神山那2位圣女也来了，这下有好戏看喽。杨青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完全是没兴趣的，依旧是奋力砸击。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连续攻击，冰雕凤凰已经出现了一道极其明显的裂痕。砰！与此同时，不远处一座冰雕凤凰忽然炸裂，一块与1、2层无异的冰皇钥匙碎片浮在半空。将其砸开的是一位年轻男子，只见他伸手一掏，将碎片握在手上后，便盘坐在原地调整呼吸，没有半点想要继续砸击的想法。其余人见状，没有半点惊疑，显然年轻男子的行为在大家眼里属于正常现象。没过多时，又是一道冰雕凤凰破碎，紧接着一道道砰砰声响回荡在冰河之底，一座又一座的冰雕接连碎裂。而最开始那位盘膝坐下的男子也站起身来，悠悠说道：“木枪漠北英灭榜排名96，速度来5人，决出钥匙的归属权。”随着漠北声音传出，其余手握钥匙碎片的人群中也走出5道身影。6人走向一处较为空旷的地带，齐齐取出冰皇钥匙碎片丢向半空。6道钥匙碎片瞬间融合为一份完整的6边形寒冰钥匙落在地面，随着以1对1的形式分成3组，直接站了起来。同时场上剩余的人群也纷纷形成6人小组，位于一边开始争夺。砰！就在这时，杨青这边也是终于将眼前的冰雕凤凰打碎，伸手握住半空的碎片，同时将目光望向四周，他也得准备打上一场硬仗了。砰！就在这时，原本那位好言提醒杨青的光头大汉也是将冰雕砸碎。同一时间，被称作蓝叶帝国二皇子的蓝装男子也在此时将钥匙碎片握于手掌。至此场上还在砸击冰雕的已经所剩无几，谁与本皇子一组，来打上一场？二皇子扭头望了一遍在场的人群，直接开口邀战。哈哈，整个极北之地谁不知道二皇子殿下悍勇无双，我可不愿意白送。那谁，5缺1是吧？加上我秦叶，刚好组成一队，来战。1缺5，速度来！其余人听闻纷纷原地组队，对于那二皇子的邀战无人应答。杨青望向前方人群，直接朝一支看上去较弱并且缺人的队伍走去。他可不会缺心眼的去挑战那位看上去便不好惹的二皇子，毕竟这才第3层，争这种威风属实没必要。最主要的是，在不使用各种手段的情况下，他的实力本就勉强达到震天级，那些弱队没理由会拒绝他这么一只肥羊。这种莫大的优势不好好利用起来，那不是纯傻吗？二皇子见无人理睬自己，当即嗤笑道：“呵，既然你们不愿过来，那我可就指定点人了。相信你们应该也知道违抗本皇子命令的后果吧？”二皇子话语刚落，不远处的光头大汉忽然道出一句极其嚣张的话语：“哼，我来会会你，别人怕你，我绝天无惧。”第155章，幻冰山与9阶武器。很好，有勇气。还有其他人来我这队？二皇子扫向四方，继续说道。一直等了10来秒，依旧无人应答。哼，你还有你，给我过来，不然别怪我不守规矩。二皇子手指对着四周乱点，被其点中的一共有4位，加上光头大汉与他自己，刚好组成6人一组。没被点中的纷纷面露喜色，继续寻找适合自己实力的队伍进行战斗，而被点中的脸色大都阴沉无比，但也纷纷踏步上前。毕竟与二皇子战斗一场，或许只是丢失一份碎片，而选择拒绝可是会死的。杨青皱了皱眉头，被点到的4人中正好有他，若非必要，他是不愿意与这等强者战斗的，但人家都指到脸上来了，他也不会畏战。转身同样朝二皇子那边的队伍走去。看着队伍人数凑齐，二皇子也不墨迹，指着一边空旷处再次开口催促：“走吧，去那边决出钥匙拥有者。”6人中光头大汉率先踏步而去，杨青紧随其后。这时剩余3人那边却是有声音传来：“我就不浪费体力了，碎片你拿去，这场战斗不打也罢。”呵呵，算我倒霉。说完，3人齐齐将钥匙碎片丢向前方空旷处，转身找了座冰雕凤凰继续攻击起来。看到这一幕，二皇子没有再说什么，直接走向他所指的空旷战场。而此时
剩余3人也很默契地取出自己所获的钥匙碎片，丢向地上3块碎片一起，6块碎片瞬间融合为一块完整的6边形钥匙。怎么，你一个震天级的废物也想与我们争夺？二皇子轻蔑地看了眼杨青，有些不屑地说道。在杨青的认知里，一国的皇子理应会被教育得很好才对，哪怕他会嚣张跋扈，但骄傲自大绝对是大忌。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脑壳有包的家伙？不过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也懒得纠结这些，更是没有半点回应，直接将真兵法杖扬了扬，表明自己的态度。废什么话，要怎么打？光头大汉也在此时发出声音。呵，一个震天级初期，一个湮灭级中期，你们一起上好了。二皇子扫了扫二人，随之手上忽然冒出一颗蓝色水晶球，仔细看会发现水晶球内好似有着一座冰山虚影。光头大汉朝杨青望来，开口问道：你是魔法师？直接在后方骚扰即可。很显然，对于二皇子的提议，光头大汉并没有拒绝。杨青点点头，能联手他更是无比乐意。同时，彩色提示也第一时间浮现：蓝叶帝国二皇子，湮灭级后期魔法师，实力强劲。尤其是他的皇家绝技幻冰山，配上9阶武器万叠山全力施展之下，可打出精神与魔法的双重伤害，不可小视。当然，你的光头队友也不简单，底牌尽出之下，也可与之一战，再加上你的协助，胜算不小。对于彩色提示，杨青早已摸透，只要自己面对的敌人足够强劲，亦或者接下来面对的事物极具危险，提示都会第一时间给出预警，并且敌人越危险，介绍的便越详细。而从刚刚的信息来看，这位二皇子的实力无疑是极度可怕的。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好心的光头老哥居然还隐藏着如此恐怖的底牌。要知道，他只是湮灭级中期，便能对付二皇子这种在湮灭级后期都算是顶尖的高手。不过此时他们处于同一战线，倒也是件好事。你自己小心，真打起来我可顾不上你。光头大汉提醒一句，便见他双掌上佩戴着一双比手掌大上数倍的铁拳。咚！光头大汉双拳紧握，两只铁拳互相撞击出一道巨响，随之直接迈步冲了上去。呵，蛮子罢了。二皇子嗤笑一声，手上的蓝色水晶被他丢出。万叠山第一重，唰！霎时间，蓝色水晶球猛地变大，化作一座巍峨冰山，直接砸向光头大汉。雷伊！杨青脑海念头飞速闪动，一道道紫芒将光头大汉周身覆盖，几个呼吸间便将雷伊加持到12层。感受到突如其来的速度，光头大汉报喜。好！原本笨重的他，此刻犹如神助，双腿微微弯曲，重重跃起，一双铁拳强硬地朝冰山砸去。轰！铁拳与冰山相撞，直接将冰山锤得倒飞数十米，而光头大汉也落于地面。二皇子眉头微皱，第一个回合很显然，他并没有占据上风。要知道，他可是湮灭级后期，还有9阶武器相辅助，第一击碰撞的结果让他很不满意。哼！幻冰山！一道巨大的冰山虚影忽然出现在半空，与蓝色水晶球幻化的冰山重叠在一起。突兀间，原本的实质冰山仿佛有了灵魂一般，以一个无比刁钻的角度再次砸向光头大汉。大汉双眼一凝，再次扬起铁拳直冲冰环。轰！铁拳与冰山再次相撞，但这一次大汉在触碰到冰山之时明显愣了一下，虽然依旧将冰山轰至倒飞，但也仅仅只是砸飞不到2米。幻冰山第二重！二皇子嘴中喃喃念叨，半空中巍峨的冰山仿佛吃了兴奋剂一般，以更快的速度又一次砸向光头大汉。疾冰之雨！火球术！雷伊！杨青没有干看着，一道道法术轰向二皇子。至于小鸡、小敖子，杨青没有指挥他们参战，万一那二皇子抽风，直接操控冰山先砸向他的宠物，那他哭都没地哭。毕竟他可不觉得凭借2只宠物那微薄的防御能抵御如此猛烈的砸击。况且冰山可不只是物理攻击，从彩色提示来看，还是附带精神打击的。第156章合力。光头大汉这次没有选择硬扛冰山，在雷伊的加持下，他的速度并不慢，而是直接选择朝二皇子冲去。一时间，漫天的法术与大汉的身影在二皇子眼中浮现。哼，雕虫小技！二皇子单手一挥，冰山直接闪烁般将他的身体笼罩，冰锥、火球纷纷砸在冰山上。光头大汉更是又一次挥舞着拳头不断轰击，一时间场上各种怪声不断。然而冰山却是巍然不动。幻冰山第三重！二皇子的声音从山体内传出，同时巨山直接向前冲向光头大汉。霸权第一式大汉暴吼一声，没做任何闪躲，2只铁拳再次增大几分，正面迎上冲来的冰山。咚！一股沉闷的声音由撞击处散开，
杨青只感觉脑袋一沉，随即缓过神来，连忙为自己加持几道雷衣。在不施展赤雷变的情况下，这种等级的战斗他还是无法正面参与的。霸权，你是霸天拳宗的人？二皇子忍不住惊呼，随即神色不再轻蔑，一脸凝重。是又如何？霸权107式，我已精通69，看你的万叠山能接我几式？大汉面不改色，铁拳再次增大几分。哼，来试试。幻冰山第4重。二皇子右手一挥，巨山高高飞起，随后笔直砸向光头大汉。大汉丝毫不惧，扬着铁拳继续与冰山正面相对。一时间，只见一座巍峨冰山或上或下，前冲后撞，不断闪动。大汉却是越打越起劲，一双铁拳在他的挥舞中不断变大。杨青也没停着，一道道雷衣不断加持在大汉身上，同时偶尔也会甩出风之束缚冲向二皇子。但双方精神差距太大，风之束缚仅仅只是能够困住他半个呼吸。不过经过这会儿的战斗，他发现此人大部分的手段都是依靠万叠山这道9阶武器，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丝毫找不到半点伤到二皇子的机会。大汉虽然能够抵御万叠山的攻击，但却无法将其拖住。换句话说，万叠山是选择攻击还是防御，全在那二化皇子一念之间。要快过他的念头，这是杨青唯一能够想到快速制胜的办法。但二皇子是湮灭级后期的魔法师，本身精神就无比强大，要以速度快到让他来不及反应，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他的其他手段，就算释放月之伤都不一定能够破得开那座万叠山。既然自己没有办法，那就全力辅助吧。稍加思索，他便决定这场战斗还得以大汉为主。赤雷变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法术提升6倍加持，4大基础属性额外提升600%。霎时间，他的身形突然增大，在赤雷变的加持下，他的各项已然翻了6倍。雷衣，随之念头狂闪，一道道更为强横的雷衣不断往大汉身上涌去。起飞吧，光头老哥！杨青念叨之余，也开始期待眼前大汉的表现。这还是他第一次全力为别人加持雷衣，这是好强的防御，思想更是快要跟不上速度了。光头大汉只感觉越打越快，越打越快，在他眼里已经完全可以任意闪躲掉冰山的任何撞击，甚至他感觉即便直接以身体硬抗冰山都毫无任何压力。唯一要小心的就是冰山附带的精神镇压。可那又如何？那股精神镇压顶多让他念头迟缓，想要直接镇杀他基本不可能。念头迟缓虽然会导致无法有效防御冰山的撞击，但是有着紫色能量防御，根本不用担心会受到伤害。这一刻，光头大汉信心倍增，他要打的这位嚣张的皇子，下次见到他不敢再有任何过激的言语。霸权第36式，光头大汉直接反攻，一双铁拳虽不及冰山那般巍峨，但是每一拳在极高的速度与本身就无比强横的力量下，直接将冰山砸飞数十米。幻冰山第27重，二皇子咬牙念叨。巨山再次裹挟遮天之势继续压来。此时杨青为大汉加持的雷衣已然达到100层，而他的精神也损失近30%。在此等加持下，光头大汉压根不知道什么叫后退，一步一步朝二皇子靠近。对于冰山的撞击反而让他感到兴奋，这层紫色的能量外衣简直让他太喜欢了。二皇子见自己的手段完全无法抵挡大汉的脚步，当即便急了，直接以冰山将自己笼罩。既然我伤不到你，你同样别想打到我。光头大汉却是嗤笑一声，同时开口：哼，我们霸天拳宗的霸权力量无双，但速度却是弱项，因此每次对敌时，面对那些狡猾的家伙都会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但现在的我却是有种从未感受过的畅快。说到最后甚至忍不住爆吼：霸权第69式，极致的速度加上我霸权的力量，一座冰龟壳而已，给我破！只见光头大汉跃向半空，随之铁拳如一座小山般直直冲向冰山。轰！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四方，坚固无比的9阶武器万叠山甚至在这一拳下出现一丝丝裂痕。再来！光头大汉再次爆吼，小腿微微弯曲，正欲跃起，冰山内忽然传来二皇子的声音：要是归你了。说完便见冰山再次化作一道蓝色水晶球落在他的手上。仔细看会发现，原本光滑无比的水晶球上已然有了一条细细的裂痕。看着手上的水晶球，二皇子脸上无比阴沉。想要修复一件9阶武器，真没那么容易。即便他是皇子。此时，二皇子带来的5位手下也将冰晶凤凰砸碎。二皇子直接上前，将5块碎片被抓在手上。不过融合成钥匙需要6块。只见他眼神闪动，望向身后的护卫。5位护卫心领神会，直接来到一位气息薄弱、刚刚击碎冰雕凤凰的人身前。
那人见此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叹了口气，将碎片丢给护卫，又眼巴巴地去攻击其余冰晶凤凰。而其余人见二皇子这不合规矩的行为，纷纷皱起了眉头，随即叹了口气，不敢做任何言语。规矩在绝对实力面前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二皇子也知道自己这种行为较为恶心，拿着融合好的钥匙，直接跃入上方冰河面朝河面游去。只是他的5位护卫没有钥匙，上去也没法进入第4层冰皇窟，只得继续攻击其他冰雕凤凰。杨青这边却是念头转动，虽然二皇子被打跑了，但这光头大汉也不是好惹的。不过好在大汉身上的雷衣他是可以直接撤销，不然他直接可以滚蛋了。面对能一拳砸裂9阶武器的强者，真没法玩。目光望向大汉，一个念头，其身上加持的100层雷衣瞬间消散。现在是不是该我们打一次来决定？杨青瞥向大汉，悠悠开口：“哎，别，我还没爽够呢。”看着自己身上的增幅突然消失，大汉满脸懊恼，随即又叹了口气，继续道：“哎，还争个屁！你真以为那种威势的攻击没有消耗吗？要是你拿去吧，我是打不动了。”第157章，恐怖地吞宝莲。杨青自是不会跟他客气，笑呵呵的将钥匙捡起，再将目光望向光头大汉，发现他正盘膝而坐，调整气息。不过目光时不时的会闪向二皇子带来的5位护卫身上，倒是个猛人，都这种状态了，还惦记着别人。杨青笑着感慨了一声，随之便在自己与2只宠物身上各加持了几道雷衣，往上一跃，再次涌入冰河之中。来到河岸，跃到小鸡背上，让其带着自己飞到寒冰巨门前，将钥匙镶嵌至凹槽内。霎时间，眼前景象再次变换。第4层冰皇窟一望无际，没有冰山，也没有寒冰巨树，视线无比空旷。但空旷的冰面上却是长着一朵朵半人高的寒冰花朵，可以看得出，花朵顶部如紧紧闭合的莲花苞一般，让人想要掰开探索一番。杨青将目光望向脚下一朵冰花，彩色提示忽然显现：3叶吞宝冰莲，只需要用手轻轻触碰，就能让其盛开，里面藏有一颗冰能石。要注意，触碰此莲会损耗精神，莲叶越多的冰莲，所损耗的精神也越多，但相应的宝物也越珍贵。当然，冰莲内并不只有宝物，也可能是莫大的危机。果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吞宝莲有点意思。伸手触碰被探查的莲花，瞬间，杨青只感觉脑海一沉，如同释放了3棵火球树一般，一丝精神被损耗。而原本闭合的莲花苞也在此时绽开，一颗冰能石漂浮在莲花上，小手一甩，冰能石被他紧紧握住。系统冰能石 X1， 经历了3层的战斗，终于开始发奖励了吗？看着如此轻松便能收获宝贝，杨青心中兴奋极了。有彩色提示的他，根本不需要担心会开到什么危机。转头望向四方，一道道彩色提示再次浮现。杨青上前，分别用手触摸能石、武器、法球、制作图，应有尽有。然而，却在这时，杨青眉头皱了皱，并且停止继续触碰莲花苞。虽然就在刚刚仅仅不到10分钟，他便收获了灵能石 X62、冰能石 X77、3阶装备 X10、4阶装备 X9、6阶武器一把，初级、中级法球共有13份，烈焰机械臂制作图1张，甚至还有一份第4层冰皇钥匙碎片。但是他的精神却是损耗了总量的 15%， 加上前几层的损耗，此时他的精神储存已经不及总量的 50%， 并且脑海中似乎有个声音在一直催促他继续触碰此处的莲花苞一般，强压住想要搜寻宝物的欲望。他发现了，此处最大的危机并不是花苞中会随时开出来的危险，而是贪欲。此处宝贝太多了，并且仅仅只需要付出一点精神便能获取，但也正是如此，才更会忍不住想要一直触碰。可别忘了，你越是忍不住去搜寻宝贝，精神损耗的便会越快。若是在精神所剩无几之际，忽然开出一只强大的异兽，亦或者某种特殊攻击，没有精神的你，不是只有等死吗？即便你是斗者，战斗时并不需要怎么依靠精神力，可杨青在刚刚却是发现，此处莲花苞中能够直接发出精神伤害的攻击并不少。也就是说，再如何强大的人，若是在此处忍不住贪欲，最后的结果绝对不太妙。可即便明白这个道理，也不得不继续触碰，因为第4层冰皇钥匙的碎片同样隐藏在这些莲花苞中。可以说，若是你不能醒悟，整个第4层冰皇窟便是一处最大的阴谋。若是你能够忍住诱惑，那这便是阳谋，无法避免。想清楚这点，杨青心中豁然开朗，内心最后一丝贪欲也荡然无存。不好意思，布局不错，可惜哥们有挂。目光再次瞭望四周，这次他却是不再考虑触碰其他除了拥有钥匙碎片以外的莲花苞。哪怕有的莲花苞内地宝贝确实不错，
他依旧没动任何心思。他内心清楚得很，这里的宝贝越好，就越不能收取。一旦忍不住继续将此处珍贵的宝物收进背包，那他心中的贪欲之门将会再次打开，到时候绝对不会止步于1、2件宝贝，甚至可以说不把自己的精神榨干，就不会收手。迈开步伐，一边朝中央位置前行，一边观察四周，触发彩色提示。一直走了数十分钟，他也是再次收获了2枚第4层冰皇钥匙碎片，不过依旧没有看到半道寒冰巨门的影子，只得继续凭着感觉向前不断寻找。哈哈，宝物，好多的宝物，这里简直就是上古藏宝库，不能停止，不能停止。这时，右侧一方忽然传来呐喊声，杨青被这道声音吸引，转身朝右侧走了一段距离，只见一位年轻男子正张开双臂，不断奔跑，2只手掌划过一株株吞宝莲，各类宝贝漂浮在半空，偶尔也能冒出几只强大的异兽，但年轻男子实力真的很强，张嘴就是一道道冰箭射出，所有异兽还未触碰到男子分毫，便被飞射而来的箭雨吞并。看着畅游在莲海中的年轻人，杨青摇了摇头，脸色惨白，时不时还晃动着脑袋，精神已经被耗尽，还在如此疯狂的继续搜刮宝贝，明显是贪欲噬心，估摸着离死应该不远了。又是过了几分钟，一朵莲花苞被年轻男子手掌触碰，莲花苞缓缓盛开，仔细看会发现此朵莲花一共有着36片花瓣，然而花瓣上方并没有任何物品，而是突然射出一道巨狼虚影，冲向那位年轻人。年轻人神色疯狂，也在第一时间发现这道攻击，但却没有做出任何防御，而是呆呆地愣了一下。也就是这一愣神的功夫，巨狼虚影直接冲入年轻人的脑袋。年轻人原本有些泛红的双眸瞬间变得惨白，直直地往后倒去，没了生机。杨青神色一凝，这家伙刚刚可是收获了大量的宝贝，此时成了无主之物，这不正好便宜了他吗？正欲上前，忽然一道瘦小穿着黑色劲装的身影如闪电般朝倒在地上年轻人的尸体冲去。杨青脸色再度变幻，有贼！第158章，这该死的安全感。雷伊，黑影速度飞快，杨青自是不敢懈怠，一道道紫芒覆盖全身，迈着步伐如同闪电，同样朝年轻人的尸体处冲去。黑色身影也在此时发现这边的紫芒，柳眉一皱，随即开始加速。只见途中闪过道道残影，仅仅数个呼吸，距离尸首处已然不足10米。反观杨青却是才刚到100米处，哪怕他的雷衣已经加持到了20层，却依旧与那道黑影的速度差上不少。风之束缚，眼见黑影正要伸手掏摸尸体，杨青念头一动，丝毫不讲武德，风元素在黑影周身凝聚，将其紧紧控住。紫芒闪烁，来到尸体处，这才发现与他争抢的黑色身影竟是一位瘦小的女子。女子弯着腰，纤细修长的手指停顿在半空，嘴中却是喃喃叫道：“有种解开束缚，与我堂堂正正比划比划，趁机偷袭算什么男人？”杨青瞥了他一眼，恶狠狠地回了句：“叫什么叫？再叫赏你2个大逼斗！”便自顾自地在地上的尸体处不断掏索，最终只发现一把5阶短刀和一个空间戒指，一并收入背包后，迅速朝前方逃离。我记住你了，别让我逮着，不然我才要赏你100个大逼斗，1000个。待到10分钟后，女子恢复自由，这才以狠辣的语气不甘的怒吼。至于杨青，此时正一脸兴奋，丰收，大丰收啊！就在刚刚，他清理了下戒指里面的物品，着实丰厚，其中较为实用的有灵能石635颗，冰能石772颗，火能石 X233， 风能石 X299， 水能石 X422， 雷能石 X166， 土能石 X111， 木能石 X99。 第4层冰皇钥匙碎片2份，3阶至5阶装备共12件，初级、中级法球共9颗。至此，第4层钥匙碎片已经有了4份，还差2份。杨青继续一边朝前奔行，一边观察四周的吞宝冰莲，一直又走了10来分钟后，这才隐隐约约望见那座寒冰巨门正屹立在前方，并且在彩色提示的指引下，他还发现此处的吞宝冰莲至少都有30片莲叶以上，并且里面的宝贝大多让他异动连连，实在太丰厚了，其中甚至有一件7阶武器，但他还是没敢去触碰。还是那句话，贪欲之门一旦打开，真不一定能关得上。这次为了7阶武器忍不住，等下就有可能为了8阶亦或者高品级法球、珍贵的制作图而心动。而且触碰莲叶越多的吞宝冰莲，所损耗的精神也就越多，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精神耗尽。而那时，即便凑齐了所有钥匙碎片，他也没信心前往第5层，毕竟谁也不知道那里会不会隐藏着莫大的危机。甚至他刚刚幻想一下，如果是他来布局，第5层是一定会给予一些高强度甚至是极其痛苦的挑战。第4层的宝贝搜寻的爽吧，全都给爷吐出来。
稳住心神，继续寻剩余2份碎片。此时的杨青只想早点离开这里，在这个处处充斥着诱惑的地方，以他有些爱财的性格，待久了真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寒冰巨门附近的吞宝冰莲中，似乎蕴含碎片的概率要大上不少。仅仅不到3分钟，杨青便再次搜寻到了一份钥匙碎片，还差最后一片，继续。就在他搜索间，忽然一株吞宝冰莲里面的物品引起了他的注意。39叶吞宝冰莲，只需要用手轻轻触碰就能让其盛开，里面藏有一瓶初级神域药剂。要注意，初级神域药剂可恢复少量精神。这是小蓝瓶。看见这东西，杨青自然是极为感兴趣的。此时他的精神储备已经不足 50%， 恢复精神好应对上面2层的可能存在的危机，迫在眉睫。上前伸手触碰那朵被提示标识过的吞宝冰莲，随着脑海内的精神再度流逝，一瓶被试管模样的容器所装着的液体浮现在盛开的吞宝冰莲枝之上，液体为蓝色，这还真和小蓝瓶差不多。杨青忍不住呢喃，同时伸手将初级神域药剂抓取，又从背包取出，拔开塞子，对着嘴巴咕噜咕噜一口闷了。爽！一时间，杨青只感觉一股清凉之意在脑海流畅，如沐春风般的舒爽，让他忍不住轻盈。稍微感受下，他发现就这么一小瓶药剂便恢复了差不多 10% 的精神，这就让他振奋了。若是小蓝瓶多的话，随即疯狂在周边扫视，一道道彩色提示不断浮现，但只要不是小蓝瓶的信息，直接被他略过。一直来到寒冰巨门附近，又发现3瓶初级神域药剂，毫无疑问，直接伸手一一触碰。不过这次他并没有选择饮用，而是就留在背包备用。就在他继续搜寻初级神域药剂的同时，最后一份钥匙碎片也被他发现，激动地走上前，咻！就在这时，一根蓝色能量箭矢左侧飞来，看着箭矢的目标是自己脑袋，杨青急忙闪向一旁，惊险躲过。箭矢射向大地，但奇怪的是，附近的吞宝莲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旧是昂扬挺拔地屹立着。目光顺着箭矢射来的方向望去，一位蒙着面纱的蓝裙女子正漂浮于半空，正是在第1层便与她有过摩擦的蓝衣。杨青心中微怒，坏我好事，一次就算了，还来，给你脸了是吧？点开背包，直接将流光取出，进入机甲舱。二话不说，直接扬起2只机械臂，一颗颗直径高达上百米的紫炎火球，带着肃杀的气息冲向蒙面女子蓝衣。破法剑！蓝衣不慌不忙，将手上长弓飞速拉开，一根根闪烁着黑色纹络的寒冰箭矢精准射半空中的紫炎火球。箭矢在触碰到火球的刹那，一颗颗巨大的紫炎火球瞬间消散。破法剑真如他的名称一般，能够破灭魔法。看着自己招数被瓦解，杨青内心毫无波动，凭 A 罢了，破了就破了。赤雷变，赤雷矛！一时间，无数根闪烁着雷弧的长矛被他凝聚于机甲上方，密密麻麻，一直到数量多的甚至无法以精神感应出具体，这才扬起机甲手臂一挥。你不是会破法吗？试试这招！无数根赤雷矛如海浪般冲向蓝衣，蓝衣脸色瞬间大变，他是能破法，但他手速再快也没法瞬间射出海量破法剑。幻冰山第9重。就在这时，一座巨大的冰山将蓝衣笼罩，无数根赤雷矛全部被冰山防住。同时，二皇子的身影也从远处急速飞来，随着他右手一挥，万叠山再次化作蓝色水晶球飞向他的手中，而他的身影也同时落在蓝衣一旁。我来迟了，让你受惊了，这小子交给我来。二皇子露出一副自以为和善的笑容，朝着一旁蓝衣笑道。蓝衣没有说话，而是默默地侧移了一段距离，不过手中的长弓依然是对准杨青。这架势很明显，打架归打架，别攀交情。杨青眉头紧锁，单对一位他有信心，可面对2位湮灭级高手的联手，压力瞬间就上来了。一位冰宫圣女，一位帝国皇子，联手欺负一位震天级的少年，可真行啊！后方忽然传来一道清冷的暴喝，杨青内心却是五味陈杂，又是这该死的安全感。第159章，强大的奈雪子。来人自然是奈雪子，只见他甩动着白色斗篷，漂浮在半空，一脸肃然地朝杨青这边冲来。怎么，你奈雪子又要来多管闲事？蓝衣皱着眉头，满是不杀。奈雪再没有过多言语，眼中蓝芒深邃，一个个蓝色圆环漂浮于头顶之上，每个圆环大小一致，约一个成年人巴掌大，尽皆散发出凛冽的寒芒。其态度很明显，废话少说，这位少年我保定了。哼，今天我就看看你奈雪子有多大能耐。冰莲剑。见奈雪子清冷的模样，蓝衣也不再自讨没趣，率先发动攻击。
一根箭头为冰莲模样的寒冰箭矢被其射出，冰莲箭矢于空中忽然炸裂成一颗颗巴掌大的冰莲，漫天冰莲飞速旋转，朝奈雪子这边爆射而来。同时，在射出第一根冰莲箭后，蓝衣并没停止攻击，而是又一根蓝色冰莲箭被他凝聚于弓弦之上。奈雪子双目一凝，漂浮在他头顶的无数圆环瞬间合拢为一根粗壮大棒，大棒飞速旋转，如一面圆形移动墙壁一般，挡在了冰莲之前。叮叮叮，冰莲如海浪一般砸向棍墙，但却纷纷碎裂开来。蓝衣却是不管不顾，一根根冰莲箭被他甩出，无数冰莲如道道浪潮一般，一波又一波的朝奈雪子冲来。小子，先前有绝天罩着你，而奈雪子也被一一拖住，我看现在还有谁能继续庇佑你？幻冰山，二皇子神情不屑，从半空落下，催动着冰山朝杨青压来。对于冰山这座万叠山的强横，杨青自然知晓，此时断然不会应接，一边为自己加持雷衣，正要闪避间，一道白色身影突然闪烁着来到杨青前方。白色身影高有将近 3.8 米，身着一身白铠。只见他单手前举，巨大的万叠山直接被其拖住，随之一扔，冰山朝着二皇子反向砸去。杨青看着瞠目结舌，白铠身影正是奈雪子，他居然是个近战，而且这 3.8 米的身高是什么鬼？矮2公分不行，莫名的要强感涌上心头。一根根赤雷矛再度被他凝聚而出，不过赤雷矛并没有射向二皇子，而是朝蓝衣冲去。此人攻势凌厉，必须阻止。并且这还没完，赤雷矛羽射出之际，杨青念头再次闪烁，雷炼。在赤雷变的状态下，他有3大雷系基础技，雷炼正是其一。只见半空一道道雷炼被凝聚而出，化作一道通天巨蟒，伴随着赤雷矛羽一起朝蓝衣杀去。幻冰山第12重。二皇子手臂挥动，万叠山再度被他控制起来，并且朝蓝衣覆盖而去。管好你自己。奈雪子在白铠加身之际，身后的白色斗篷已然消失，并且好像无法飞行一般，并没有漂浮在半空，而是踏步上前，被铠甲包裹的手掌直接拍向二皇子。回！二皇子见状，急忙换回万叠山自己笼罩，而雷芒与赤雷矛羽已然接近蓝衣。哼，就你是神使吗？蓝衣轻哼一句，后背忽然浮现一件蓝色斗篷，斗篷突然转变，化作一根雕刻着无数图案的剑矢，位于弓弦之中。永动剑！弓已经被蓝衣拉至满月，随着他手一松，有着无数图案的剑矢冲向赤雷矛羽中心。赤雷矛雷蟒瞬间被一层冰晶蔓延覆盖着，冻在了半空。砰！随着一声巨响，所有雷蟒全部碎裂。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神使之间亦有强弱？奈雪子手掌张开，圆环化作的长棍径直飞来，被他握住，随之又化作一杆寒冰长枪。破！奈雪子身形前冲，寒冰长枪被他单手握住，一条冰龙虚像将其身形覆盖，长枪化作冰龙头朝前冲去。目标同样没有选择被万叠山笼罩的二皇子，而是蓝衣。永动剑释放之际，蓝色斗篷便已经回到了蓝衣身后。见奈雪子冲来，或是感觉被锁定一般，蓝衣没有选择闪避后退，蓝色斗篷再次化作一根长剑搭在弓弦上。只不过这次剑矢上虽然同样布满纹络图案，但是与刚刚的永动剑却是有所不同。冰凤剑，剑矢从蓝衣手中飞出，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冰凤。砰砰砰砰，冰凤与冰龙相撞，无数道碎裂的冰块爆射四方。冰凤一个照面便被奈雪子刺穿，冰枪所化的龙头更是直达蓝衣眉心。剧烈的冲击将他脸上的面纱冲飞，露出一张惊世骇俗的美颜。你说了。奈雪子清冷的声音打破了场上突然而来的宁静。蓝衣绝美的脸上露出一丝落寞，但随即莞尔一笑，不愧是雪巫族万年来最强圣女，厉害。随即又望向杨青继续道，小子，我记住你了，不是因为你有多强，而是我很好奇，能让奈雪子如此关照的人到底有何出色的地方。话落便朝远处离去。杨青揉了揉鼻子，心中很是不爽。我不强，别让我找这机会，不然山飞你傲。奈雪子依旧是面无表情，转头望向躲在万叠山内瑟瑟发抖的二皇子。呵呵，误会误会。万叠山内传来二皇子的陪笑声，随即万叠山包裹着二皇子，咻的一下直接朝远处飞去。冰宫与皇室的嫡传，杀不得。奈雪子再度说道。可没事，不重要。机甲内的杨青有些汗颜。经过这一番的战斗，他身上的赤雷便持续时间已然消失，从机甲舱内跳出，又将机甲收进背包。此时奈雪子的身形也变为正常大小，白色铠甲又重新化作斗篷披在后背。杨青开口道，你第4层钥匙收集好了吗？
还没，此地我也不敢胡乱触碰，本想去找其他人借上几块，忽然感应到此处有动静，这才赶来看看。奈雪子摇头回道：你先等等，我倒是有秘法，能探寻到钥匙碎片。人家3番2次拯救自己，杨青自然不会转眼忘记，话落的同时便已经望向四方，开始搜寻。奈雪子没有言语，只是静静地望着忙碌的杨青。由于靠近寒冰巨门，此处拥有钥匙碎片的吞宝冰联兵并不稀少，没几10分钟便凑齐2道钥匙，期间还同时收获了9份初级神域药剂。给！杨青朝奈雪子丢来一份完整的钥匙。奈雪子抬手接过，并道：一起进去吧，第5层危险不小，你实力不错，或许可以继续合作。第160章冰皇窟第5层，谁能拒绝得了这么一位实力强劲的队友呢？反正杨青是无法拒绝，点了点头，便来到寒冰巨门前方，说道：在这里每次通往下一层，大家所在的地方都是固定的吗？根据时间来定，只要我们镶嵌钥匙的时间差不多，那相距便不会太远。奈雪子解释道，并且走到寒冰巨门的另一边。那上去吧。杨青说着，便将钥匙放入巨门的凹槽内。奈雪子见状，也同步放入。随着眼前一黑，再次看见的同样是一望无际朦胧，只不过这一层地面上不再有半人高的吞宝冰莲，而是满地翠绿葱郁的杂草。奈雪子则静静地站在一旁。刚刚听你说这一层会有不小的危险，能具体说下吗？身边有个知识储备丰富的雪巫，杨青自是问清楚再做打算。每株幻兽草都是敌人。奈雪子给出答案，又继续说道：如果说第4层冰皇窟考验的是心灵意志，那么第5层考验的则是肉身体质。幻兽草顾名思义，能够幻化各种兽形，而我们想凑齐通往第6层的钥匙，必须要深入幻兽草原。每当猎杀100株幻兽草，便会出现1株幻兽王草，只有幻兽王草才会携带钥匙碎片。要求这么苛刻吗？杨青皱了皱眉，随即又道：这些幻兽草实力如何？普通级至湮灭级都有可能，幻兽王草最低也是湮灭级，甚至出现无极境也说不准。奈雪子解释着。杨青将目光望向最近的一株幻兽草，不出意外，彩色提示也在第一时间浮现：危险级幻兽草，可幻化出危险级异兽疾风狼。那需要如何触发这幻兽草唤醒呢？直接攻击吗？有彩色提示预警，若是可以像第4层那般主动触发，那这关对杨青来讲倒也不难，因此也是直接发问。奈雪子听闻却是摇了摇头，随机的只有不断深入幻兽草原去寻找那些刚好唤醒的异兽，然后才能灭杀，并且幻兽草原会有很大概率遇上幻兽群，若是遇上湮灭级幻兽群，恐怕只有逃的份。这么难吗？杨青沉默了一会儿，这才再次开口。此时距离冰皇窟通道开启还剩下不到2小时，那抓紧时间猎杀幻兽草吧。奈雪子自然没啥意见，点点头，率先朝着幻兽草原走去。看那架势，很明显是准备随时打头阵了。杨青紧随其后，这次他不准备藏拙了，将真冰法杖紧握在手，黄沙葫芦挂于后背，并且随时做好取出机甲的心理准备。幻兽草比吞宝冰莲矮上大约1半，每株草上都有一些很明显的蓝色纹络。刚没走几步，奈雪子的脚步便停了下来，随之双眼浮现一抹蓝芒，无数道圆环再次浮现，齐齐朝前方趴在地上休息的双头狼砸去。杨青也在这时发现一只恐怖级幻兽草所化的异兽三尾紫狐。自从进入冰皇窟，小敖、小鸡基本处于打酱油的状态，这会儿终于见到一只实力薄弱的异兽，还不待杨青吩咐，便纷纷震动着翅膀冲向三尾紫狐。紧紧呼吸间，奈雪子那边便解决了战斗。紧随着2只宠物昂着脑袋凯旋而归。杨青望着背包内刚刚收获的新物品，欣喜若狂。系统幻兽元，融合后可提升基因链开启度。系统幻兽丹，吞噬后可提升敏捷。他战斗时都是依靠各种加持而得来的强劲实力，实际本体真正实力与奈雪子这种高手还差得远。而这里的幻兽草数不胜数，只要努力猎杀，他自身的整体实力绝对又能又一次不小的飞跃。随之连忙上前与奈雪子齐头并进，二人就这么不断穿梭在幻兽草原中，看着背包内疯狂增加的幻兽元与幻兽丹，杨青内心兴奋极了。奈雪子的脸上却是依然清朗，虽然他每次猎杀完幻兽草也会收到一股反哺，自身实力会有所提升，但以他的境界，这股提升微乎其微。小心，前面有一群震天级的独角天马。忽然奈雪子开口提醒，杨青也连忙打起精神，一群震天级，发了。二人进步上前，走了大概几十秒，这才发现一只体型足有6米左右大白马正趴在地上栖息。大白马独角有着一对硕大的白色翅膀。奈雪子勇得很，看见独角天马的第一时间，其双眼泛蓝，
一个个圆环如浪潮一般冲向独角天马群。小鸡小敖同样无所畏惧，直接一个俯冲来到天马群上方，火焰、冰刃漫天飞舞。杨青也不甘示弱，疾冰之雨在基因天赋的加成下，每一根冰锥都犹如天罚，重重攻击对于这群天马无异于末日。但身为震天级，他们也有着不俗的杀招。只见一只只独角天马在如此残酷的打击下，依然组好一支队伍飞向半空。这举动并不是在逃跑，而是直接以头上的独角对准杨青这边，一根根独角全部脱落，以极快的速度爆射而来。我来挡住，你继续攻击。奈雪子发出声音，杨青自然求之不得，杀得越多，他的收获也就越丰富。密密麻麻的兽角如雨水飞来，奈雪子依旧是将圆环化作长棍，旋转般化作移动滚墙，将所有攻击一并挡下，并且直接将所有兽角搅碎。没了兽角的独角天马气息瞬间萎靡一截。杨青自是不会放过这等机会，脑海念头不断闪烁，一道道疾冰之雨将在场所有天马覆盖，随之落下。一波又一波，终于在疾冰之雨连续砸了数分钟，所有独角天马这才全部化作材料进入背包。好！就在这时，天空又是传来一道怒吼。奈雪子同时提醒，估计我们猎杀的数量达到了100只，这是一只幻兽王草所幻化的异兽，虽然同样是独角天马，但实力却是湮灭级后期。赤雷变，对付强者，杨青自是不敢拖大，赤红的雷弧在周身闪烁，身体也是直接变为3.6米，同时万雷刀也被他佩戴握在手中。奈雪子也在同一时间将斗篷化作白色战铠，同时他的身体再度化作一位3.8米的白铠女战神。赤红与雪白齐头并进，直冲向半空中刚刚冒头的独角天马。杨青忍不住往旁边瞥了一眼，内心忽然生出一股怪异，这不知道的怕是会以为这两人从哪整了一套情侣装吧。第161章鏖战。感受着前方传来的肃杀，独角天马脑袋一甩，巨大的兽角脱离头顶，直接朝杨青射去。在他眼里，1打2明显吃亏，先把那个气息较弱的赤雷小子弄死先。奈雪子单臂一扬，无数圆环化作长枪被他握住，长枪如龙刺向飞来的兽角，将这道杀招挡住。而此时杨青眼前不再有任何阻拦，直接凝聚一道雷蟒冲向独角天马，而他的本体则提着万雷刀跟在雷蟒身后。轰！雷蟒撞向独角天马的脑袋炸裂开来，同时一抹浓郁的紫芒闪过，正是万雷刀。同一时间，奈雪子一枪挑飞兽角，枪尖刺来，紫芒与闪烁着冰龙须像的枪尖同时划向独角天马的脖颈。独角天马第一感觉便是无法抵挡，调转身子朝侧边闪避。噗！咻！然而在二人火力全开之下，如同两道颜色各异的流光，枪尖、刀芒直接没入独角天马的脑袋，将其生机完全带走。随着独角天马消散，半空浮现着一块幻兽元、一份幻兽丹，还有一块钥匙碎片。奈雪子将半空漂浮的3件物品抓在手上，并开口问道：凡是咱们合力击杀的幻兽，资源都平分，钥匙则等凑齐2把完整的，在一起前往第6层如何？杨青点点头，自然表示可以。奈雪子的实力本身就比他强，平分是他占了一点便宜的。接过奈雪子丢来的兽元，两人又继续深入在这片幻兽草原，一直又搜寻了大半个小时，两人都平安无事的解决了一切麻烦。期间他们又解决了3头幻兽王草，此时他们的钥匙碎片已经是有了4份，而杨青背包中的幻兽元与幻兽丹也是再度增加了200多份。或许是第4层获取钥匙的难度系数太高，一路走来他们并没有碰上其他进入冰皇的强者，或者说第5层有很大概率暂时只有他们2人闯荡。就在二人又行走了数分钟后，一只只盘踞在半空的鸟形异兽俯冲而来。小心，是冰豹鸟，这类异兽只有一个特性，冰爆，伤害不俗。奈雪子急忙提醒。杨青直接祭出黄沙之灵，化作一道沙罩挡在半空。一只只冰豹鸟毫无畏惧，直撞向黄色的沙罩。砰砰！一时间，冰块炸裂的声音不断响起，同时无数道细小的碎冰涌向四方。杨青眉头紧锁，虽然黄沙罩子将所有伤害一并挡住，但是他的精神却是在飞速损耗。冰豹鸟这种自杀式攻击给了他极大的压力。当然，随着每一只冰豹鸟的炸裂，他都能收获一份幻兽丹与一份幻兽元，这让他有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就在他准备灌小蓝瓶继续保持之际，奈雪子似乎看出了杨青的状态，一个个圆环化作一面雪白色的盾牌，盾牌很大，足以将两人护住，但奈雪子却是没有将盾牌立于身前，而是直接操控着飞出黄沙笼罩的范围，冲向密密麻麻如潮水般的冰豹鸟。一瞬间，杨青压力急剧缩小。也就在此时，杨青的瞳孔骤然收缩，在他们的四周不远处，
一株株幻兽草忽然开始幻化，无数的异兽将他们二人包围，并且开始以急速狂奔袭来。是震天级幻兽。冰凯厄奈雪子的脸上首次露出一丝凝重。很显然，两处异兽群的夹击让他也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这边我能顶住。杨青急忙开口，随之将八臂木魁取出，让其跟着小鸡小敖一起应对右边冰凯厄群。奈雪子也不是优柔寡断之辈，念头一闪，后背的斗篷已然化作铠甲将其包裹，随之又将盾牌化作长枪紧握在手中，长枪抖动，杀向后方的冰凯厄群。杨青则继续操控着黄沙罩子挡住半空不断落下的冰爆鸟，一边点开背包将机甲流光取出，顺便还灌了2瓶神域药剂，感受精神之力恢复不少。杨青信心大增，直接进入机甲舱。流光玉，由于要保留精神抵抗冰爆鸟，因此杨青也是没有再施展任何魔法，直接是启动机甲附带的4个特性中的领域技能。霎时间，7颗流光球突然朝四周散开，形成一个以杨青为中心的圆形领域。领域范围为1000乘以1000码，几乎笼罩了大半冰凯厄，并且四周的冰凯厄还在不断往领域内窜。轰！随着领域扩张完成，一道道天雷、地火、冰锥、风刃、波浪对着已经涌入领域内的异兽疯狂攻击。每一道魔法天灾虽然不能直接将震天级冰凯厄秒杀，但胜在源源不断。冰凯厄扛得住1到2道，可领域内的天灾却是完全没有间隔，一道接着一道，一只只冰凯厄在这种打击下纷纷化作资源进入杨青的背包。奈雪子同样身处领域之内，不过在杨青的操控下，各种天灾魔法丝毫不会伤其分毫。见此情况，奈雪子也是毫无顾忌地开始收割。在领域内，基本没有任何一只异兽能够逃得过魔法的轰击，因此原本准备大战一场的奈雪子，此时反倒异常轻松。同时他内心有感，这位神选者本身实力虽然不是很强，但各种乱七八糟的手段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杨青这边却是没那么好受了。领域爽虽然爽，但是消耗实在太大了，几乎每一道天灾魔法都得损耗大概1颗灵能石。就这么一小会儿，他已经换了5次灵能，换算下来也就是250颗灵能石，并且只要领域处于开启状态，灵能还在不断损耗。即便是财大气粗的他，此时也不敢恋战，一边继续操控黄沙之灵防御冰爆鸟，同时自身直接驾驭着机甲专挑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冰凯厄收割。毕竟这种只差最后一口气的冰凯厄，若是还需要领域内的天灾魔法去轰击，那在他眼里绝对是一种浪费。因此每当他收割掉一只残血冰凯厄，都会有一种又赚了1颗灵能石的感觉。第162章大量提升。不止如此，他还指挥小敖、小鸡、八臂木魁与他一样，不要墨迹，全都找残血收割。至于奈雪子那边就猛了，无论是受伤亦或者完全形态的冰凯厄，在他的长枪下都只需一击便能解决。在众人如此猛烈的攻势中，冰凯厄再多也都是菜。好！忽然一道怒吼从半空传来，一只浑身雪白如圆形异兽直接落到地面。看着这只忽然冒出的异兽，杨青心有所感，看来是又击杀了100只异兽，触发了幻兽王草幻化的异兽。奈雪子扭头一瞥，二话不说，扬起雪白长枪，直接对着刚刚从半空落下的圆形异兽呲了过去。杨青依旧是在领域内不停的收割。数息过后，半空中的冰爆鸟终于是全部消亡。不过他的精神此时也只剩不到30%。为了保持战力，杨青又从背包取出2份神域药剂，咕噜咕噜全部吞下，脑海这才重新恢复了一些活力。而四周的冰凯厄依旧如潮水般涌入流光域之中，天灾魔法狂轰乱炸，使得一只只冰凯厄全都沐浴在魔法当中。杨青将黄沙之灵收回，一颗又一颗的巨大的紫炎火球精准找上被魔法轰成残血的冰凯厄。而奈雪子对付的那只白猿实力不弱，面对冰龙枪影虽然节节败退，但也还能勉强撑住。2只宠物与八臂木魁在杨青的指挥下也处于一个收割的状态，一时间场上乱战纷飞。好！就在这时，又是一道巨吼从半空传来，随之与刚刚一样，一只白猿落于地面。这么快就又击杀了100只异兽，杨青丝毫不敢怠慢，将火力转向刚刚降落的白猿，火球、冰锥直接往他脸上招呼。好！一吼，白猿异兽再度怒吼，高高跃起，直接迎着魔法朝杨青拍来，巨大的手掌如冰山一般。杨青双眼微微一凝，白猿的实力近乎湮灭后期，虽然幻兽草幻化的异兽比正常同等级异兽实力要弱上不少，但以他现在的状态，不暴露深红之力便想与之正面对抗几乎不可能，只能放大招了。点开背包，又取出2瓶神域药剂灌下，
此时他的精神储备已然超过 60%。月之伤，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攻击为4倍自身精神伤害。上方忽然浮现一颗遮住整片天空的银白圆月，没有犹豫，神级法球技直接对准刚刚跃上半空的白猿，刷刷刷，一道银白色似流星般的冲击打在白猿身上。如此壮观的景象同样吸引了奈雪子的目光，他的脸上悍然地露出一丝震惊。神级魔法，一直到第9道流星冲击打完，杨青这才收到来自系统的提示，白猿已经化作资源进入他的背包。不过释放完这一道攻击，他的精神已经不足 10%， 而神域药剂也只剩下最后5瓶。虽有不舍，但这种关头他还是咬着牙再次取出3瓶一并喝下。奈雪子这边见杨青如此迅速便解决了一头鹰灭级异兽，好胜心也是直接被勾起。冰龙瞬杀术清冷的声音从他嘴中蹦出，眼中一抹浓郁的蓝芒完全将眼球覆盖。同时白色长枪被他丢出，直接幻化为一条身长数百米的寒冰巨龙。巨龙不似小鳌那般，而是鲁莽却又有着4只利爪。砰！寒冰巨龙冲撞上白猿，直接将其冲至炸裂。而此时四周也不再有冰凯鳄浮现，剩余一些流光域中的残余，自然很快便被2只异兽与8臂木魁清理。杨青第一时间收起流光域，经过这么些时间的持续释放，他的灵能石直接是损耗了950克，不过收获也是巨大的。无数幻兽元与幻兽丹静静地待在背包，杨青迫不及待，直接选择将幻兽元一并融合，直接就是增加了 69% 的7阶基因开启度，这可比他辛辛苦苦挖掘冰窟提示的快了无数倍。至于幻兽丹，他也没含糊，一颗颗直接就是不停地往嘴里塞。还好这东西无色无味，吞下去的瞬间也只是得到一条条系统提示给出的反馈。若是像血液那般腥臭难耐，那对他来讲可又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毕竟这么多幻兽丹，若是因为口感问题而不能第一时间化作实力，那感觉可真是太糟糕了。一直过了10几分钟，这才将所有幻兽丹一并吞完。幻兽丹根据异兽种类的不同，所加的属性也有所不同，而这些冰凯鳄加的却是体质与力量。不过还好，冰豹鸟给出的幻兽丹加的是精神与敏捷。换出系统面板，点开个人信息，此时他的4维属性在不计算装备加持的情况下，已然变成了精神828，敏捷733，体质966，力量1052。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前几层加持上的属性。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杨青可谓是自信极了。按照他的计算，任意某种属性在装备与自身的加持下达到1000点，应该就是属于震天级初期的样子。而他几乎是均衡发展，亦或者说是全属性共同提升。若是加上装备，他的4项属性基本都达到了震天级，可谓是变态至极。奈雪子望着杨青的气息几乎是瞬间便提升了一大截，内心有股难于言语的酸楚。他能有如今的实力，可是经过无数年来一点点修炼而成，而眼前这位神选者只需要啃啃幻兽丹便能无限成长。难怪诸神会引进这些神选者，有这等成长天赋，万彩大陆或许真的有一线生机。这时杨青的声音忽然传来，打破了他的思绪。距离冰皇窟通道再度开启只剩下1个来小时了，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探寻吧。奈雪子点点头，将白色铠甲重新化为斗篷，与杨青继续朝前方探寻。一直又走了10几分钟，终于能够模模糊糊地望见第5层寒冰巨门。在这期间，他们也是再度击杀了一只幻冰王草所幻化的异兽，而他们现在所收集到的第5层冰皇钥匙碎片也是达到了7分。第163章，作为一个辅助的快乐。很明显，越是靠近寒冰巨门，幻兽草所幻化出的异兽便越多，而这也正是他们2人所希望的。毕竟此时距离冰皇窟通道开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了保持效率，杨青并没有离开机甲舱，而是驾驭着机甲，如同一道人形炮塔，所过之处皆是漫天火球。奈雪子则是挥舞着长枪冲在最前方，如同杀神一般，长枪所过之处无不带起，直接就能清空一片异兽。哪怕杨青在基因天赋的加持下，火球数已经极其恐怖，但依旧没有奈雪子屠杀的速度快。很快，第8只幻兽王草所幻化的异兽从半空落下，是一只体长只有3米的冰壁蟹。但别看它体型不大，速度与力量都可谓是湮灭级巅峰。不过在奈雪子与杨青的合力下，也仅仅只是坚持了数分钟，便化作资源进入了杨青的背包。此时他们2人距离第5层的寒冰巨门已经不足100米，周围更是密密麻麻弥漫着无数异兽。杨青连忙再度开启流光域，此时可不是省能时的时候。
两只宠物与八臂傀儡在杨青的指挥下，依旧如先前那般，只寻找残血收割。奈雪子则专门寻找那些较为强大的刺头。时间在慢慢流逝，而杨青他们所收获的碎片也是在不断增加。第9片、第10片、第11片，终于在将最后100只异兽猎杀完时，轰！半空忽然升起一道沉闷的巨响，随之一只有着数百只足的雪白蜈蚣从半空冲向奈雪子。雪白蜈蚣身长100米，随着它的出现，周围所有幻兽草幻化的异兽全部化作一道道流光融入它的身体，而那原本只有100米长的身躯在摆动中直接是来到近1000米。奈雪子毫不犹豫，身形开始暴涨，包括手中的寒雪白长枪，没有选择后退，直接以枪尖对准急速而来的蜈蚣，一个跃击直冲蜈蚣的脑门。赤雷变，雷衣。杨青也没闲着，一道道雷衣疯狂加持在奈雪子的身上。感受忽然而来的速度，奈雪子神色动容，身形再度快上几分。叮！枪尖稳稳刺中蜈蚣的脑袋，然而无往不利的长枪却是在这时仅仅擦出一道火花，随之奈雪子身形暴退，落在冰面向后滑行数米，这才稳住。雪白蜈蚣稳住身形，停止俯冲，于半空甩了甩脑袋，是无极境的异兽千足蜈蚣。奈雪子双眼微微凝视，缓缓吐出介绍：无极境。杨青同样震撼于异兽的强大，他一个初入震天级的魔法师，面对一只整整高2个大境界的强敌，属实压力巨大。你小心点，虽然这玩意只是初入无极境，但也不容小视。奈雪子嘱咐一句，再度扬起长枪直面千足蜈蚣。杨青无奈，只得疯狂为他加持雷衣。此时他的精神已经无法释放出月之伤，而深红之力他也不敢随意动用，毕竟他可不想敌人还未消灭，奈雪子便先对他产生敌意。当下安心的做一位辅助才是最稳妥的。千足蜈蚣巨嘴张开，面对森寒的长枪怡然不惧，再度俯冲上去，是要将奈雪子一口吞并。滋滋滋，长枪仿佛与奈雪子的身影相融，化作一道冰龙直直冲向蜈蚣口中。千足蜈蚣双嘴角并拢，狠狠咬下，然而如龙般的虚影突然变招，不再直刺，而是往上一挑，撕拉！薄弱的口腔瞬间迸发出一股冰寒的鲜血，千足蜈蚣的上颚直接被划出一道如沟壑般的伤口。这还没完，奈雪子双手持枪，再度朝千足蜈蚣杀去。这次蜈蚣却是学乖，不再以薄弱的口腔撕咬，而是扭曲着庞大的身躯，扫卷似冲向奈雪子的身躯。奈雪在实力本身就是湮灭级巅峰的存在，这时又有一道道雷衣不断加持下，他的实力更是稳步飞升。这会直面幻兽草化成的千足蜈蚣丝毫没有压力。一时间，只见枪影不断闪烁，千足蜈蚣虽然为无极境，但是在一波又一波的连续攻击中尽显疲态。杨青第一次体会到当辅助的快乐，只需要站着后方甩着技能，怪物再如何强力，也有高个子的顶着。而且别看这活轻松，别人要是知道了他有这种能力，还真巴不得与他组队。此时的奈雪子便是如此，感受着自己身上不断传来的加持，他甚至觉得此时已经完全可以戏耍眼前的怪物。速度太快了，省点精神，可以停止了。奈雪子发出声音，随之身体闪烁，枪尖抖动不断刺出。反观千足蜈蚣，此时却像个笨笔，面对进退自如的奈雪子，任凭他如何扭打，也只得不断扑空。终于在殴打了10几分钟后，奈雪子找着机会，直接跃到千足蜈蚣上方，冰龙瞬杀术，长枪甩出，化作通天冰龙，砰！巨龙声势浩荡，冲击至千足蜈蚣的脑袋，仅仅一个照面便将其搅成光影，消散在半空。接过千足蜈蚣爆出的遗物，将一块幻兽元直接丢向杨青。杨青伸手接过兽元，同时道：终于凑齐了2块钥匙，你知道第6层是什么情况吗？奈雪子落到地面，身形恢复原样，摇头道：整个极北之地也没有任何记载着冰皇窟第6层的信息，或者说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上到第6层。杨青眉头皱了皱，第5层便出现了无极境的异兽，第6层想来不会有低于此境界的敌人。随之念头一动，换出系统面板，点开背包。面对未知，自然需要将实力提升至现在所能达到的极致。经过先前那会儿的战斗，他背包内储存的幻兽元与幻兽丹又是来到了一个海量，这会儿自然全部先融合先。奈雪子则是盘膝坐下，静静调整呼吸，并且时不时还会取出一颗颗蓝色小药丸吞下。杨青将一颗颗幻兽丹全部吞并，再度增加了266点精神，274点体质，239点敏捷，211点力量，而后又取出幻兽元，全部选择融合，直接是让他将7阶基因链开启度达到 100%， 并且8阶基因链也开启了 7%。第164章3元素本源。
虽然此时已经开启了第7阶基因链，但是背包内并没有让他满意的法球，也就没有选择融合，而是选择暂时静止。随后又将背包内最后2瓶神域药剂吞下，精神得到一些补充。奈雪子在调息了10分钟后，这才站起身来，走到杨青身边，交给他一块完整的第5层冰皇窟钥匙。两人分别来到寒冰巨门前后，同时将钥匙放入凹槽。随着眼前一黑，映入眼帘的是一道裂开的天空，整片天空如同分割成2半，中间是一条长长的黑色通道，而2半天空一半为蓝色，充斥着浓郁的冰元素，一半为紫色，充斥着磅礴的雷元素。四周万籁寂静，看不见任何生物，只有茫茫一片的蓝、紫、灰3种颜色相融的浓雾。这里居然能够将冰、雷、空间3种力量完美融合在一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奈雪子略有些疑惑的声音传出，杨青却是愣了一下，因为就在他进来的一瞬间，彩色提示也在第一时间浮现在他脑海。冰皇窟第6层，上古凤凰麒麟的洞府。凤凰、麒麟、雷龙、傀儡、空兽族、卡斯，本是上古出名的铁三角，3兽合力之下，甚至能够屠杀深渊君主。但因为深渊第7君主的一场计谋，原本与卡斯相爱本的麒麟不得已投入傀儡的怀抱。这件事被卡斯知道，怒极攻心的他撕裂冰皇窟的虚空，来到此处，又刚好见到傀儡与麒麟不堪入目的一幕。暴怒的卡斯自然无法忍受，直接与傀儡打了起来。在麒麟的干预下，3方全部战死，而他们的尸首正在第6层冰皇窟的中心地区。要注意，此处常年被浓郁的雷元素、冰元素、空间之力笼罩，已经诞生了一种从未在万彩大陆出现过的生灵。此种生灵掌控着3种元素之力，拥有3元素之刃、3元素能量球、3元素冲击波3种极度恐怖的特性。知晓此处的大概心秘，杨青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开口道：每一层的寒冰巨门都处于中间位置，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咱们也先去中间探索看看吧，或许会有些什么收获呢。奈雪子点点头，紧握长枪，率先在前头领路。杨青则带着小鸡小敖、八臂木魁紧随其后。然而刚走了几十米，天空中的浓雾中忽然射出几道紫、蓝、灰3种颜色完美相融合的元素之刃。奈雪子丢出长枪，旋转着，好似一面雪白的枪墙，将所有元素之刃一并挡下。杨青注视着上方，将黄沙之灵凝聚成一把长剑，操控着朝元素之刃射来的方向刺去。黄沙之间没入3色浓雾内，看不清里面的具体情况。杨青只得凭借意识操控着长剑胡乱挥砍，如此莽的行为似乎效果不错。一只只长着蓝色翅膀、灰色身子、紫色四肢的怪异生物从浓雾中冒出。面对黄沙长剑的挥砍，一群3色异兽明显有些气急，小嘴一张就是一道道如激光般的射线冲击而来。激光密密麻麻，杨青也不准备操控黄沙之灵防御。从射线涌出的狂暴气息来看，他可不确定在他精神耗空之前，这些射线能否停止。况且这才没走多远，前方路还远着呢，必须预留精神。闪烁着身子在射线雨中不断穿梭。小鸡、小敖同样以灵活的身子闪避着，但八臂木魁身体庞大，虽然他速度同样不慢，可目标太大，多少会承受到一些冲击，并且每一次冲击都能将他的身体射穿。好在他有再生特性，倒是能瞬间愈合。不过这需要损耗不小的灵能，杨青直接将其收进背包，能省则省。奈雪子那边应对起来就更游刃有余了，并且时不时还能抛出长枪刺向半空中的3色怪物。杨青同样闪避之余，一道道紫色火球升天，并且他还发现奈雪子的物理攻击虽然能够精准刺散那些3元素怪物，可随之又会重新凝聚，可他的紫炎火球却是能直接将其轰至散乱，并且无法2次将身体凝聚。这货怕魔法伤害。奈雪子也看出这点，不再攻击。杨青见此处已然成为自己的主战场，当即取出机甲，一颗颗紫炎火球轰得无比快哉。没多时，一群3色元素怪物便纷纷消散。系统3元素本源 X1， 一道道系统提示浮现。杨青点开背包，取出刚刚收获的3元素本源。连前几层的异兽大都能爆出2种资源，此地却是只有1样，这让他有些好奇这玩意儿的具体作用。系统3元素本源，拥有雷、冰、空间3元素肢体天赋的人族或异兽可吸收强化自身。杨青的9元素肢体可融合任意属性的法球，融合一份3元素本源自然没啥问题。选择使用。系统精神 X3， 雷元素、冰元素、空间元素法球技伤害增加 1%。 看到这个效果，杨青可谓是满意极了。一份3元素本源不只能加3点精神，还能增强法球技能伤害，效果不可谓不强。直接将背包内刚刚收获的23份3元素本源一并融合，共计增加69点精神。而他的疾冰之雨、雷衣、
赤雷变等法球技也同时获得提升。有如此强力的资源，杨青现在可谓是斗志十足，驾驭着机甲率先冲在前头，而奈雪子则跟在后头。没有办法，他的攻击大都属于物理伤害，对此处怪物的伤害属实有限。当然，附带魔法的攻击他也不是打不出，但那都是属于大招系列，用在这些普通的3元素怪物上，自然是不值得的。两人两兽就这么朝浓雾深处前行。为了不耽误时间，他们直接以极快的速度朝深处奔跑。一路上虽然也能遇上不少3色元素怪，但大都有惊无险。主要是杨青的魔法攻击如浪潮般一茬接着一茬，对此处的怪物有着极大的克制。同时他背包中的3元素本源也逐渐丰厚起来。终于在他们的特意之下，仅仅10来分钟便看到了让他们震撼的一幕。第165章涌动之界。3具通天白骨相互交错在一起，每根白骨上都有着无数神秘纹络，白骨下方散落着一件又一件的至宝，散发出灼灼光辉。然而杨青二人却是不敢再靠近半步。3具白骨上方盘踞着一只无比凝实的3元素怪物，它的个头是普通3元素怪物的数百倍。与之相比，普通3元素怪物反倒有种营养不良的感觉，亦或者此地的大部分3元素之力都被眼前这只怪物所吸收，才导致诞生出这么一只恐怖的东西。至少无极境巅峰。奈雪子神色同样凝重，说出他的判断。杨青双眼紧绷，按照3元素怪物的特性是有免疫物理伤害的特点，而他虽然是一位魔法师，但真正的手段却有些偏向于物理近战。刚刚的神技你还能释放吗？奈雪子再次开口问道。显然他也是知道自己面对此怪物太被克制，想将希望放在杨青身上。若是有足够恢复精神的药剂，我才能继续释放。杨青给出答案。奈雪子神色一亮，随即手上戒指一闪，一个小圆瓶出现在手上，丢向杨青的同时说道：这简单，神域丹我带了不少，这东西是恢复精神的绝佳丹药。杨青接过小圆瓶，2道系统提示浮现。系统神域丹 X9， 系统神域丹可大量恢复精神。拔开小圆瓶的塞子，往里面看了一眼，刚好9枚小拇指大小的蓝色丹药将整个小圆瓶塞满。杨青取出一颗神域丹放入口中，唰，一股神清气爽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而他的精神也是直接恢复了自身总量的 30%。 至此他现在的精神大概还剩余 65% 左右。又继续取出一颗神域丹再次吞下，感受着接近满额的精神，杨青内心大增，踏步上前。有富婆的赞助，他准备豪横一把，以神技平推。赤雷变。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你本法术提升1倍加持，4大基础属性额外提升 100%。 赤雷变。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你本法术提升3倍加持，4大基础属性额外提升 300%。 我 XXXX。 赤雷变。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你本法术提升9倍加持，4大基础属性额外提升 900%。 太对了，就是这个感觉。经过3次刷新，终于将赤雷变刷到9倍加持。此时的杨清真有种能直面真神的信心。巨大的3元素怪物看着眼前满是杀意、冒着雷弧的虫子，身为王者的威严当即就有种被挑衅了的感觉。通天巨口直直张开，一道长达30几米的3元素之刃横着朝杨青射来。月之伤。精神充沛的杨青没跟他扯什么花里胡哨的，取出机甲，进入机甲舱后，直接就是一道神技砸去。原本3色的天空，此时被一颗巨大的圆月笼罩，银芒挥洒大地。咻！第1道银色冲击直接将3元素之刃轰散。咻！剩余8道银色冲击则如流星般砸向3色怪物，每一道冲击都能将他的身体穿透出一个无法恢复的大口子。咻！一直到第9道银白色流光冲出，3元素怪物的脑袋更是被轰至一半。然而这还没完，随之银月突然炸裂，3元素怪物被银色雾气笼罩。在银色雾气内，杨青是可以任意模拟场景，造成精神伤害。可无论他如何模拟出残忍的幻象，3元素怪物不止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攻击得更加猛烈了。晦气，没感情的东西。眼见精神攻击无效，杨青也只得撤了银雾，趁着9倍赤雷变的加持还未消失，连忙再次吞下2颗神玉丹。月之伤。又是一轮新的银白色圆月浮现。奈雪子看着这一幕有些动容。神技魔法什么时候只需要嗑药就能无限释放了？杨青却是爽到飞起，这种被丹药充沛着精神的感觉太商标符号爽了。他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弄到一张能够恢复精神的药剂制作图，从此以后过上用神技砸人的生活。什么近战法师，可去你吧！相比之下，3元素怪物可就惨了，他可是无极境啊喂，这么憋屈的吗？
魔法对轰拼不过一只震天级的爬虫，简直不能忍。轰！他那巨大的身子直接炸裂开来，一股无与伦比、惊世骇俗的魔法风暴席卷四方。你不是牛吗？尝尝老子积累了无数年的魔法自爆！杨青瞳孔猛地收缩，他从这股风暴中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黄沙之灵直接从葫芦内窜出，化作一面遮天沙幕，将自己、奈学子、小鸡、小敖一并护住。咔！然而遮天沙幕仅仅撑住不到半秒，便直接碎裂开来。杨青的精神更是直接被耗空。三元素魔法风暴以无匹之威势要将众人淹没。奈学子脸上同样满是焦急，这股凝聚了近万年的三元素能量也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手上戒指一闪，一尊血神的冰雕像被他取出托在手上。涌动之戒，冰雕血神像同样散发出一道圆形能量，朝外开始扩散，所过之处尽皆化作冰雕、小鸡、小敖、机甲、流光以及内部的杨青无一幸免。就连三色元素魔法风暴与这股能量触碰到的一瞬间，也变成一圈可以看得见的三色冰雕，直到冰雕血神像碎裂，第6层冰皇窟直接变成一个冰晶世界。奈学子走到三色冰雕前，轻轻用手一碰，咔咔咔，三元素能量伴随着冰晶全部消散，只剩下杨青与他的2只宠物依旧是如冰雕般无法做出任何动弹。第166章收获丰厚。随之奈学子又踏步走到被冻成冰雕的机甲身前。涌动之戒是他的底牌，一旦使用，周边数千里范围内的任何生物都会被冻成冰雕。之后他可以对那些冰雕选择湮灭以及复生。换句话说，奈学子现在只需一个念头便能将杨青碾死。当然，善良的小雪屋怎么会对自己的朋友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来？手指轻轻点向机甲，毫不犹豫，直接选择复生。霎时间，包裹着机甲与杨青身体的冰雕砰然破碎。机甲内恢复自由的杨青第一时间取出一颗神玉丹，吞下，感受精神稍微恢复一些，这才脱离机甲舱。奈学子则继续走到小鸡小敖跟前，将他们也一并复生。走，看看那3位至强都遗留着什么宝物。看着前方白骨下的一道道光辉，杨青可是眼馋得很，招呼一声便迈着步伐朝前方走去。奈学子与2只宠物紧随其后。来到白骨之下，杨青首先将所有物品一并捡起堆在一起后，这才与奈学子一起细细查看。雷龙之血、冰凤精血、空兽精血、混血异兽蛋、究极法球、虚空穿梭、7阶腰带龙鳞腰带、7阶鞋子龙鳞靴、特殊物品真冰液、特殊物品冰凤之鳞。而后杨青又将3种精血一一查看。在一开始，彩色提示便给出信息，此处有能够帮助小鸡升华血脉的物品，并且不止一样。而此处与血脉有关的，自然就是3种血液了。系统：雷龙之血，用途广泛，用来制作装备、武器是个不错的选择。系统：冰凤精血，可升华拥有冰元素亦或者非禽类生物的血脉。系统：空兽精血，可升华拥有空间元素亦或者非禽类生物的血脉。能够提升血脉的只有2种冰凤与空兽的精血。不过这些东西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需要与奈学子平分。虽然他真挺想将这些宝物全部打包，但也只是想想，最后关头没有奈学子的宝贝，恐怕他已经丧命于此了。当即便开口询问道：此处有你需要的东西吗？我来这里的目的便是冰凤精血与真冰液。奈学子直言不讳。杨青却是有些纠结了，真冰液倒是无所谓，但冰凤精血却也是他所想要的。毕竟凤凰这种血脉一听就比较高贵，是他想准备给小鸡用于升华的选择。冰凤精血我也想要。杨青并没有选择退让，在他眼里大家是处于合作关系，一路走来他出的力也并不比奈学子少，最后关头有相中的宝贝，没必要藏藏掩掩。奈学子听闻，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若是有真黄精血与真冰液，他可以迅速突破湮灭级，达到无极境，并且自身天赋也会有大量提升。可他的目标也是真黄精血吗？我并不想退让。奈学子坚定地说道。虽然很不想，但他真的需要快速提升实力。按照预言，能拯救雪巫族的只有他了，哪怕是朋友所需，奈学子也得争夺的。就在这时，彩色提示忽然浮现：3个月后，雪巫族会有灭族危机，能抵御这场危机的只有奈学子。有冰皇精血的他，或许能提升一丝活下来的概率，当然，死亡的几率依旧大得离谱。杨青的内心忽然狠狠揪了一下，当即便决定不再争夺。毕竟小鸡升华血脉虽然重要，可要拿朋友的性命当做代价，却是怎么也不愿的。况且一旁还有一份空兽精血，这东西能跟雷龙与冰封打上交道，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去。打一场如何？一招决胜负，胜者得冰凤精血。杨青再度开口。
若是忽然转变主意，难免会让这小雪巫误会什么，而以决斗的方式就名正言顺了。不说他本就打不赢奈雪子，即便打得赢，关键时刻放谁也不是不可以的。好，奈雪子站起身子，长枪已然在手。杨青也不甘示弱，起身进入机甲舱。接着我这招，算你赢。奈雪子单握长枪，随之朝杨青丢出。冰龙瞬杀术，长枪于半空突然化作一条寒冰巨龙，猛地直冲机甲胸膛。杨青双眼微眯，接是肯定接不住的，亦或者不能接住的，但也得接得漂漂亮亮才行。随即念头一动，黄沙之灵从葫芦内飘出，化作一面黄沙之盾，直直顶在冰龙之前。仔细看，会发现盾牌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而此时杨青这才发现，黄沙之灵原来也会受伤，这伤痕自然就是先前抵御3元素风暴所遗留的。不过此时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先输了这场对决，再慢慢研究如何恢复的方法吧。冰龙裹挟无匹之势，已然来到黄沙盾牌之前。杨青见状，内心已然放松下来，如此强有力的攻击，乃用地着放水，我直接挡不住的好吗？砰！就在冰龙撞在黄沙之盾上的一瞬间，杨青脸上直接垮了一下。什么鬼？精神损耗怎么掉得这么慢？迅速操控着黄沙之盾消散，不然那看上去裹挟浩荡天威的冰龙可就要先一步消散了。终究是杨青快了一步，在冰龙消散之前将黄沙之盾撤销。你赢了，冰凤精血归你了。杨青忍住心中的怪异，跳下机甲舱，淡淡的说道。奈雪子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模样，轻声应道。二人同时来到资源堆一旁，杨青再次开口：我第一件就选空兽精血，我再要真冰液与冰凤之灵，其余的就归你了，我也用不上。奈雪子说道。还有这好事？那杨青自然不会再拒绝了，一边伸手将剩余资源全部收进背包，一边笑呵呵道：那我就不客气了。看着杨青这迫不及待的模样，奈雪子忍不住笑了下，但随即又恢复那副清冷的模样。杨青自身没有发现，眼前的如冰山般的清冷女子也会有动人的一面。此时的她正一件件打量着刚刚的收获，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朝着奈雪子开口问道：咱们现在也算朋友了吧？你那有什么能够让我传送这雪神山的东西吗？万一哪天闲着没事，我去找你玩啊。奈雪子想了想，手上戒指闪烁了一下，一枚迷你的小型冰山出现在她手心。这是进入雪神山的钥匙，只要你精神引动，便能随时来到雪神山。杨青接过冰山放进背包，内心很奇怪的已经暗自决定，3个月后能帮就帮吧。小雪巫不经意间已经得到了他的认可，毕竟他也不忍心看着朋友就这么死去吧。第167章，小鸡已有霸主之姿。没过多久，随着一阵吸力弥漫，杨青与奈雪子的身体同时飘向半空。在那里，一道冰蓝色通道门悄然浮现，在这股吸力的引导下，二人先后涌入通道门。再次看向四方，眼前已然是6面冰窟包裹的场景。点开背包，刚刚可是收获了不少好东西，这会儿回到原先冰窟，可得好好查看一番。首先取出的是空兽精血，虽然没收获到冰凤精血，但杨青对这依旧抱有很大的期待，毕竟能和冰凤这等顶尖血脉异兽勾搭上的，自身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去。小鸡将空兽精血取出，握在手上，随之唤道：叽叽叽叽。感受到了自己主人的呼唤，小鸡兴奋地抖动着翅膀飞身而来。给，喝了它，你的血脉将会得到升华。杨青说道，同时将装着空兽精血试管的塞子拔开丢向小鸡。听到升华血脉，小鸡丝毫不敢怠慢，仰头叼住试管，一口将血液吞下。骤然间，它的身子猛地窜大3倍。系统，你的宠物冰翼鸟已成功进阶。系统，你的宠物冰翼鸟已进化为冰翼空鸟。看着2道信息浮现，杨青迫不及待地点开宠物界面。冰翼空鸟，等级旱地级，年龄成长期，状态极度兴奋自信，上古空兽血脉虚空使者，可任意遨游虚空，并且可将攻击从虚空中打出外界。处于虚空内，自身敏捷增强 300%。 能力冰刃，能力发动可挥动双翅朝前方射出2道冰刃。能力一刀，能力发动可强化双翅使其锋利如刀。能力切割，能力发动可强化双翅，攻击无视 50% 防御。能力闪翼击，能力发动可以极快的速度震动翅膀发出冲击，造成自身敏捷 600% 伤害。看着小鸡的属性面板，杨青想到了一个词：黑暗中的刺客。一刀、切割、闪翼击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再加上虚空使者的加成，隐藏在虚空中的小鸡只需要等待机会，完全可以出其不意因死比他高数个等级的敌人。甚至可以说，只要小鸡愿意，完全可以一击将杨青这种普普通通的震天级弄死。
毕竟他的手段都是需要加持各种技能才能有质的变化，而凭借小鸡的速度，他根本没有机会期间去叠加雷伊什么的 buff。小鸡终于是成长为勉强能够独挡一面的强者了。不虚此行。随之杨青又点开背包，正准备取出混血异兽蛋与究极法球查看一番，忽然一道系统提示浮现：系统，你的领地清河已被领地天神选择为攻打目标，请尽快做出防守。注意，领地战中任意一方领主死亡，则代表失败。胜利者一方的领主水晶可将失败者一方的领主水晶吞噬。若是两方领主均未死亡，领主水晶则不会被吞噬，并且被攻打那方拥有一次复仇的机会。虽然杨青对自己领地很有信心，但是作为领地第一次防御战，他若不在场，这无疑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做法。点开领的选项，直接选择传送。10秒后，他的身影来到领地水晶一旁，四周同样有一道道光影浮现。张小胖、白新雪、李峰等人率先浮现。直到又过了1分钟，领地内一共20名成员全部到齐。老大，怎么打？张小胖神色兴奋，还未开打，仿佛便已经将胜利写在脸上一般。随便打。杨青淡淡的说了句，便带着小鸡小敖朝领地大门处走去，其余成员纷纷跟随在后。领地外千米处，21位灯塔国玩家摩拳擦掌，眼神中纷纷闪露出嗜血的光芒。哈哈，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的领地这么倒霉，遇上咱们天神，真可怜。看名称是龙国的，我已经想好了要怎么暴虐他们。嘿嘿嘿嘿嘿，希望女玩家多一些。天神领地的领主是一位气质非凡的中年男子，听着身边各种狂妄的言语，直接开口呵斥：别大意，我们能够搜寻得到这处领地，意味着他的保护期已过，这也就代表着此处领地至少已经存在了4天，说不定会有什么隐藏的强力手段。哈哈，老大你就是太小心，咱们这群人的基因天赋可没一个低于紫色品级的，老大你更是拥有黑色品级天赋的3阶高手，我真想不出这世界还有谁能挡得住你。队伍中一位屁股如小型磨盘大的女子开口吹捧，其他人也一并附和，斗志昂扬。就是全力一战吧，天神必扬名于世间。扬名，扬名！看着成员们如此火热，中年领主也不再墨迹，举起手中的长剑大声喝道：战！一众人纷纷朝清河领地奔跑攻来。杨青这边已经带着众人来到大门一旁，他身后的一众成员同样是战斗欲十足。上！杨青大喝一声，虽然他觉得对付天神那些人一颗紫炎火球足矣，但这种战斗可是最能凝聚领地成员信任的方式，因此他暂时并不准备出手，而是打算让领地成员们练练手，自己在后方压阵就好了。张小胖等人一听，嗷嗷叫着冲出领地大门，朝天神那群人杀去。自从加入了清河，他们的实力几乎是每天都在增长，单单每天在领地内分到的资源，就比他们辛苦挖掘1天还要丰厚。这会儿见有人敢动他们家园，没人能够忍的了。尤其是张小胖，这货的武器不知从什么时候由菜刀换成了3米长的宽厚大钢刀，大钢刀被他扛在肩上，以极不协调的身姿冲在最前方。然而还没跑几步，李峰、白新雪、赵龙等人便将他超越，最后反而被甩在最后一位。第168章融合虚空穿梭。两支队伍碰撞在一起，瞬间便擦出了剧烈的火花。赵龙、赵虎两兄弟一马当先，神合一出，直接便带走2位天神领的成员。李峰与袁战清的刀法也是大开大合，二人都有一挑二之姿，而白新雪与大锤萝莉也有独当一面的气势。反观张小胖，勇气虽足，但实力却是属于中等。看到双方交手的第一个回合，杨青便明白自己这方要胜不是难事，但出现伤亡的概率也大，当即便吩咐小鸡小敖前去助阵。在2支实力已然不属于这个层次的宠物帮助下，战斗很快呈现一面倒的气势。仅仅几十秒，杨青这边便收到来自系统的提示：系统，恭喜领地清河战胜领地天神。随之远处天空忽然冲来一道光华，融入清河领地内的领主水晶中。收拾一下，战利品全部丢入仓库。看着战斗已经结束，杨青吩咐一声，便来到领主水晶一旁。先是看了眼刚刚因为战胜而吸收了天神领地水晶的后的变化，发现想要将领主水晶升级，至少还需要吸收9道这种哈光华，也就是说1级领地升到2级领地便需要胜利10次。这让杨青觉得领地战真挺残酷的，毕竟此处不像决斗场，死亡还会复活，在这里死了也就真死了。而此时一众成员也纷纷带着胜利的喜悦来到领主水晶一旁。今天的3次搜寻还未使用，这会儿趁着大家都在，杨青也不墨迹，直接点击攻打选项。
在他的带领下，自然没有意外的再次收获一大批资源，其中还遇上了一处3级领地。其丰厚的收获直接让张小胖表示，领地内的百变机械墙至少可以再多出10座，距离完全将领地覆盖完全又进一步。又点开仓库，昨天收获的资源已经全部被张小胖换成了制作百变机械墙的资源，一共有6份。杨青直接选择制造，将这6份资源化作6面百变机械墙放入仓库。至于摆放问题，自然直接交给张小胖了。老大，我的贡献点已经凑够100点了，就先将上次你借给我的贷款还了。这时赵龙、赵虎同时开口说道：厉害，找张小胖就行。杨青夸赞一句，这种琐事他没有半点想要管理的想法。随之与大家道了个别，便急着回到了自己冰窟，背包内可是还有着宝贝等他探索呢。在他走后，领地内更是直接掀起一场猜疑风暴。张小胖，话说老大现在到底啥实力了？以前偶尔还能看到他出手战斗，今天面对这么多强敌，他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李峰，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杨青兄弟那2只宠物，随便一口唾沫便能将我给淹了。白新雪，差距确实是越来越大了。赵龙，我觉得如果我们2兄弟竟不用跑来计算的话，杨青老大直接就是做歼击19的那种。众人谁能想到，当初就是因为帮老大喷了几句樱花国的棒槌，便抱上了这么一尊大佛。杨青这边却是怀揣着激动，取出了混血异兽蛋与究极法球虚空穿梭系统。混血异兽蛋拥有冰凤、雷龙、空兽3族的血脉，孵化条件100颗冰能石、100颗雷能石、100颗空能石。系统究极法球虚空穿梭，可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进出虚空，可在虚空穿梭最大范围由精神决定，每100点精神提升10乘以10码。吟唱无冷却10分钟。空能石它是1颗也没有，因此混血异兽蛋是没法孵化了，直接丢进背包。反观虚空穿梭，却是让他有些犹豫，要不要镶嵌至第7条基因链中。毕竟从介绍上来看，这道法球的特性应该是瞬移、跑路为主。稍作思考，最终还是决定镶嵌。因为基因天赋的存在，他其实并不需要太多重复特性的技能，单攻、防御、控制、群攻等只需要每种有个1-2样就行。毕竟有无视冷却的存在，要太多攻击防御什么的作用也不大，顶多就是能够预防一些元素克制什么的。综合来看，各种特性的法球技都来上一样，才能将他的基因天赋最大化利用起来。点开基因选项，选择融合究极法球虚空穿梭。系统，你成功融合法球虚空穿梭。随之脑海念头一闪，虚空穿梭。霎时间，前方数千米外的虚空忽然裂开一道口子，杨青的身影从口子中冒出。一念之间，他只仿佛来到了一个灰蒙蒙的世界，低头望，可以清晰地看见冰窟内的一切景象，并且所见之处他都能转瞬即至。有了这个技能，再加上基因天赋中无视冷却的特性，杨青深刻地明白，此时的他恐怕除了面对那些顶尖强者，想打想跑全在自己掌握之中。至少他认为，再碰上奈雪子那种等级的高手，完全没必要太过紧张。随之又取出在冰皇窟收获2样装备：7阶腰带、龙鳞腰带与7阶鞋子、龙鳞靴，全部选择佩戴，直接就是增加了320点力量与320点体质。其中腰带加的是体质，靴子加的是力量。也就是说，一件7阶装备能够加持的属性是320点，一瞬间增加600多点的属性，让他只感觉强壮的能干翻一切。随之又将背包剩余的3元素本源一并融合，再度是增加了201点精神，以及雷元素、冰元素、空间元素法球技伤害或效果增加 67%。 至此，他在冰皇窟内的收获的资源基本消化的差不多了，并且还意外收获了雷龙之血。此时距离他将神级法杖与元素创生制作出来又近了一步。在冰皇窟内待了6小时，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直接选择干回老本行，开始挖掘冰窟。毕竟今天的次数还剩不少呢，得抓紧时间。至于他背包内的另一张上古水牢入场券，杨青今天是不准备使用了。劳磨了一天，本就精神疲惫，他可不确定在那上古水牢会不会又遇上啥恐怖的东西。与神有关的东西，小心点总是没错的。目光望向四周，一道道提示浮现在脑海。第169章仙女湖美景。5道提示只有前方引起了他的注意。向前挖，那儿埋藏着一具无脸女尸，将其挖出会小有收获。以杨青现在的财力，提示能够表示小有收获，奖励其实并不会太差。毕竟像冰皇窟或者上古祭坛那种奖励，才能称之为丰厚奖励。来到前方冰壁前，取出镐头狠狠砸击。9分钟后，冰壁破碎，带着2只宠物踏进雾墙。
新的冰窟并不大，整体也就数千立方。冰窟左上角有一个坟堆，杨青走了过去，仔细看了眼墓碑，这才了解到埋葬在此处的是一位叫做严菲菲的鸿雁帝国女子，死前才不到18岁，如此年轻便丢了性命，这很让人惋惜。可惜再如何觉得惋惜，也无法阻止杨青搜寻宝物的决心。毕竟他不努力提升自己，可能迟早有一天也得与这少女一样长眠地底，或者是灰飞烟灭。至于如何开启坟堆，他自然不会浪费时间去慢慢刨土。走到远处，取出灵能冰火炮，瞄准，轰！一颗红蓝相间的能量球精准地打击在坟堆上，使得上面露出一个巨大的空洞。杨青再度踏步上前，一座水晶棺柩出现在他眼前。棺柩中静静躺着一位女子，但女子却没五官，如同一张无比光滑的人皮盖在脸上。好歹经历过这么多，这种小场面并没有让杨青感到惊恐，仅仅只是让他觉得有些怪异罢了。上前一步，直接用脚将水晶棺柩盖踢开。忽然，原本完完整整的无脸尸体化作点点红光，消失在空气中，而棺柩中只剩下一堆散发着光芒的资源。往下一挑，将所有资源一一捡起。系统火能石 X30， 系统灵能石 X30， 系统高级法球火舞流星，系统严菲菲的羊皮卷，系统6阶武器充能法杖。好东西不少，但最让杨青在意的还是那根6阶法杖。点开背包，将法杖取出。系统充能法杖，每隔10秒可凝聚一次极焰充能，使得你的下一次火属性魔法附带极焰伤害。极焰伤害无视目标 40% 防御。看完介绍，杨青还是很满意的。10秒一次破甲，以后紫炎火球术也能勉强威胁到高等阶的强者了。随后又取出那张严菲菲的羊皮卷，羊皮卷处于卷缩状态，杨青正准备2只手将其拉开，彩色提示给出警示，要注意，里面藏有一道诅咒。当然，这道诅咒对你来讲并不致命，并且还能收获一份机缘，只是会让你得罪一个强大的势力。得罪人这种东西，杨青是真不慌，因此也是直接将羊皮卷拉开。忽然，一道火红色的6叶花朵从羊皮卷内冲出，直接窜入他的右手。系统严菲菲的诅咒，1年内必须击杀鸿雁帝国焰天，否则将会承受灼心之苦。1年的限时，这让杨青丝毫没有紧张感。他穿越到这里都还不到1个月，便已经如此强大。若是再给他1年的发育时间，他有信心能够无惧一切。继续观察四周，准备今天的第2次挖掘。彩色提示一一浮现。走上方，你会遇上一个本土村庄，除了能吃顿热饭，不会有任何收获。挖掘下方，那是一群3眼族临时搭建的营地，里面有一位圣域级强者坐镇，不想死的话，就不要对他们有任何念想。当然也不要妄想能与他们攀上什么关系，在这个种族眼里，除了他们3眼族，其余种族皆是蝼蚁，自傲且强大是他们天生的本性。嚯，左边居然是波音山谷，据说里面的波波鸟味美香绝，无论是炖汤、红烧、烧烤还是火焖，那可都是一绝啊。继续往前，你将会遇上一群岩突鼠，请注意防护下盘。右边是真地不错，因为那里是著名的仙女湖，在万彩路有个著名的传说，不经历仙女湖的洗礼，哪个敢妄称自己是仙女？因此寻找仙女湖进行洗礼，是每一个万彩大陆女子的毕生梦想。看着一道道提示，杨青直接扛着稿子朝右边走去，主要是其他四方确实没啥吸引力。好吧，他承认，其实是他想把那什么仙女湖的湖水全部搜刮，挂兽换取资源的。算了，不掩饰了，他就是想去碰碰看能不能来段美妙的艳遇，顺便再把仙女湖收进自己的庭院。试想，当其他漂亮妹妹千辛万苦寻找仙女湖，却直接找到他家来了，那该是多么美妙的谋财手段啊！咦，呸！1000能实洗礼1次，不过分吧？此次杂兵干劲十足，仅仅6分钟便将冰壁砸碎，迫不及待步入新的冰窟。映入眼帘的是一处鸟语花香的古林，苍翠的古树，艳丽的花朵，挺拔的小草，以及时不时传来的鸟鸣，无不显示此处生机十足，倒是个有情调的地方。杨青一边感慨着，一边朝前方探索。他发现此地不止环境好的一批，空气也是无比清新，这让他很是留恋，整个人慢慢沉浸在这幅美景当中，不自觉地将步伐都放慢了些许。啊！臭流氓，找死！好胆小贼，敢偷窥！忽然间，一阵骚动打断了杨青的沉沦。顺着声音来源处看去，大白白，简直是妙不可言啊！杨青忍不住又多看了几眼。忽然一道青色龙卷将四周吹的是落叶横生，将他的视线完全遮蔽。同时龙卷以肃杀的气势朝他冲来。杨青迅速侧移，再次望向湖边时，几对波涛已然消失，
迎面走来的是3位身着青衣的女子。第170章黑石阵。杨青眉头不自觉抖了抖，这下可有点理亏啊！万一他们觉得自己吃了亏，反向让我也在仙女湖内浸泡一会儿，这该不该答应啊？属实是有些难为情的。淫贼，我要挖了你的双眼！老实交代，你刚刚有没有看清什么？3位女子人还在老远，声音已然传了过来。杨青稍作深思，看这3人虎拉吧唧不太聪明的样子，应该不难对付，随即主动上前迎了过去，同时回道：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本来走得好好的，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你胡说，你明明就看到了，还盯着看。就是。此时双方距离不足100米，3位女子眉头紧锁，愤然说道。杨青这才清楚地看清这3人的模样，美是真的美，没有浓妆艳抹，仅凭那吹弹可破、细腻无比的脸蛋，就能秒杀一众明星。不过看着3人来势汹涌的模样，杨青也顾不得过多欣赏，当即又道：我这人从小就脸盲，你们真的别想太多。况且我即便偷看，那也应该躲着偷偷的才对，怎么会那么嚣张的光明正大出现在你们眼前呢？这话一出，3人明显愣了一下。位于中间那位晃了晃脑袋，轻声说道：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哎。左边那位也疑惑的转头开口：难道真是我们错怪他了？其实他只是路过，而且那人脸盲哎。唯有右边那位眨巴了下眼睛，道：哼，不管那么多，先把他绑起来再说。无论怎样，这人突然在我们洗礼的时候冒出，传出去，咱们清风帝国3朵金花还要脸不要？对，绑起来再说。3人达成共识，随之手上的戒指一闪，3根蓝色法杖同时出现在他们手上。杨青当即停住脚步，以他的听力，3人的低语自然被他听到一清二楚。憨是够憨，要是不这么唬就好办了。没有办法，3人既然要打，他杨青自然不会束手就擒。风之束缚，念头闪动间，无数风元素汇聚在3人周身，将他们紧紧束缚在原地。杨青走上前，一边从背包取出麻绳，一边道：这可是你们想动手的呀，我本善良，奈何你们不讲规矩。说完便将麻绳张开，将3人胡乱捆绑，好似一个大粽子一般。随之又走到仙女湖水一旁，取出一个大桶，刚放进湖中，想要将水打起，却发现此水好似云雾空气般，任凭他如何努力，桶内也是空空如也。同时一旁还有一道系统提示：系统，仙女湖之水如云雾缥缈，无法盛装。那我这趟岂不是白挖了？想到这，杨青有点脾气了，白白浪费一次挖掘机会，属实有些晦气。忽然他脑海灵光一动，又重新走到被捆绑的3女一旁，贪婪的神情不言其表。3女好似被吓到一般，眼睛不断眨巴，同时口中喊道：你想干嘛？不准动歪心思，你走开啊！我要不干净了，别叫了，再叫把你们扒光丢到树顶去喂鸟。在3人眼里，杨青早已是恶魔形象，这会儿他一开口，连忙停住叫喊，把手伸出来。杨青继续威吓，3人不敢不听，乖乖伸出细长白嫩的小手。看着他们手上3枚闪闪发亮的戒指，杨青伸手一掏，快速将戒指全部收取，顺便还将地上掉落的3根法杖一并捡起，这才又将目光打量起周边的冰壁，最后选择挖掘右边。10分钟后，这才来到了新的冰窟。上一个冰窟内，3位女子哭丧着脸，在他们的视角中是不知道杨青已经离开的。这会儿风之束缚的控制时间早已经消失，但他们依旧不敢乱动，自身武器财宝都被抢了，还想打赢恶魔，简直就是做梦啊！只得卷缩在一团，瑟瑟发抖。杨青这边却是开开心心的将3枚戒指全部化作背包扩容器，共计增加150个格子，并且戒指内的物资也是让他狠狠感慨了一把，真是3个小富婆呀！除去被他丢了的随身衣物与装饰品，还一共收获灵能石1933颗，风能石1742颗，3根6阶法杖，还有19瓶装初级神域药剂。清理完毕，继续第3次挖掘。这次选择的下方里面是一堆地龙异兽看守的冰窟，让小鸡小敖不到3分钟便全部解决。其中兽血全部丢给小敖，兽元则被他自己融合，共计增加 0.28 阶基因开启度。同时他还发现，开启第8条基因链所需要的总兽元至少是前7阶总和的3倍之多。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有多大的不满，毕竟以他现在的战力，早已不知道甩开其他玩家多少了。哪怕是让他们1个月的时间去追赶，他感觉都依旧能保持领先。继续第4次挖掘，这次选择的是后方，主要是提示给出的信息很耐人寻味。不会吧，后方居然有一只变换为人类的纯种深渊生物，要是能把它拿下，又可以收获一份强大的深渊战绩。深渊生物还有这种手段，这让他兴趣很足。况且他虽然有2道深渊战绩，但是不经意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随着拔剑斩酝养的时间越长，他越是有些舍不得使用。这感觉就像养了很久的宠物，忽然要将它放生，又重新去领养一只一样。他总觉得花费如此长时间酝养的杀招，在出剑的那一刻，一定要猎杀1-2位绝顶高手，才值得他的付出。来到后方，取出稿子，12分钟后，冰壁碎裂，踏进雾墙。一眼望去，这是一处茫茫大的空间，前方是一条极其宽敞的大道，顺着大道望去，最尽头是一座由黑色巨石堆砌的城墙，城墙上方有3个显眼大字“黑石阵”。大道上还有着来来往往的诸多行人，他们有的扛着大刀，有的背着异兽，有的带着自家孩子，这里指指那里指指，像是在为孩子介绍着眼前的繁华一般。杨青脸上微微有些凝重，这是来到本地土著的城镇了。随之将武器收进背包，小鸡小敖早已经是最小状态，不过为了保险，杨青取出一块布匹做了个简易布包，让2只宠物化作铁球藏进布包内，这才顺着路上的行人一同走向前方黑石阵下方的城门处。第171章红裙女子。城镇门口有2位持着长矛、穿着黑色铠甲的卫兵看守。杨青走上前，卫兵并没有做出什么阻拦，或者说这2人充其量也就是个装饰。任何踏入城镇的人群，他们是连看都懒得看上一眼。城镇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宽有3米的黑石街道，街道2旁则是一座座门户大开的商铺。难得见到如此具有烟火气息的景象，杨青乐此不疲地闲逛着。他甚至觉得，这要是今天的第10个冰窟该多好，晚上怎么也得放松放松。尤其是看到前方一座名为春意阁的商铺，更是让他忍不住上前瞩目一番。却在这时，彩色提示忽然给出警示：注意，深渊怪物幻化的人族就在此处。看到这道信息，杨青顿时欣喜，真不错，直接朝春意阁大门走去。欢迎来到春意阁。刚一踏进大门，便看见门口站着2排迎宾的异界姑娘，姑娘们穿着通透，纷纷弯腰致迎。杨青没做过多注视，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君子，而是一进门便看到2楼的一扇房门前被彩色提示所标识，怪物就在此处。此时迎面走来了一位风韵十足的妇人。哟，这位勇士有些面生啊，是第一次来咱们春意阁吗？妇人脸上堆满了笑容，一脸谄媚的开口说道：刚从别的城镇过来，打算今晚在你们这落下脚，将你们这最白嫩的姑娘拉出来看看，也不差钱。杨青一副豪绅的语气无比嚣张，在他看来，一位深渊怪物既然能够化形来到这种地方，那容貌什么的想来不会差到哪去，因此也是直接开门见山的点名要见头牌。妇人听闻，满脸盛开的跟一朵灿烂的菊花似的，她最欣赏的就是这种有钱且愿意挥霍的年轻娃了，好拿捏得很。好嘞，姑娘们，出来接客人来。妇人拍着手掌，声音传遍四方。阁楼上一道道房门打开，一位位身姿傲然，敢于展现自身肉体之美的漂亮妹妹们笑着走了出来。她们有点依靠着房门，有点趴在阁楼的围栏，殷殷笑道：哎呦，哪位勇士这么早就耐不住了呀？呀，还挺俊俏，看这呀，勇士年轻就是自信，这才下午就来了，是准备干到天亮吗？咯咯喽。杨青的目光只放在被提示标注的那道房门中走出的女子身上。此人穿着一身红色裙纱，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她并有做出过多的言语，仅仅只是静静靠着房门。但即便如此，杨青也是一眼便看出，此人与其他女子相比，多了一丝说不清楚的气质。这股气质令她就像一堆黑鸭子群中的白天鹅，让人一眼看过去便有种沉沦的感觉。一旁的风韵妇人仿佛是看出杨青的着迷，笑道：勇士好眼光，那是咱们春意阁的头牌亚妮儿，整个黑石镇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嘞。价格如何？杨青也懒得跟他多逼逼，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哈哈，勇士爽快，需要亚妮儿作陪的话，1晚998，并且亚妮儿不支持快餐服务哦。妇人说道。卧槽！杨青内心忍不住颤抖，这么一个小地方物价都这么贵吗？不过脸上依旧不动声色，直接从背包掏出998克灵能，实甩在一旁的水晶桌面上，扬长朝红裙女子方向走去，心中存有一丝期意，希望能从那只深渊怪物身上回本啊，不然人生第一次赔本买卖就得交代在这了。其余女子见到杨青甩出能石的一瞬间，便明白自己是没有被选中了，纷纷转头回到自己房间内。一时间场上只剩下红裙女子的房门打开，杨青一个跳跃，直接来到2楼，径直走进房门。红裙女子跟在身后，顺便还将房门紧闭。同时，房门外还落出一块水晶牌，吊在半空。吊牌上“家人被渡”4个字，异常显眼。是，直接开始吗？房间内，红裙女子走到水晶床边坐下，率先开口：来吧。杨青说着，
直步走到红裙女子身边，单手将她摁在床上。风之束缚，无尽的风元素在房间内迸发。正准备享受之时，感受到周身的束缚，红裙女子脸色大变，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露出一丝坏笑。还玩得这么高级吗？捆绑我见过，这么有艺术性的捆绑，我还是第一次遇上呢。还有更刺激的呢。杨青面无表情，随即取出万雷刀。看到对方都开始动刀子了，红裙女子脸色这才大变。这么年轻的小伙子玩得这么野？不对，这是高阶武器。你是什么人？看着万雷刀闪烁的紫芒，红裙女子这才反应过来，当即怒喝。同时她的双眼忽然被浓郁的深红笼罩，直盯向杨青。杨青只感觉脑海中忽然涌出一丝眩晕感，但很快便反应过来，直接一个大嘴巴子甩在红裙女子精致的脸蛋上。怎么不隐藏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是怎么知道的？红裙女子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惊恐，她引以为傲的魅惑居然没起到任何作用。同时她的身体也由人类之躯开始变化，原本修长细嫩的大长腿忽然布满红色的荆棘，双手更是直接化作2条荆棘手臂。但即便如此，依旧无法挣脱风之束缚的控制。杨青没有理会，手臂一抖，万雷刀已然架在红裙女子的脖颈上。在他的潜意识里，深渊生物都是暴躁与杀戮的代名词，这会儿自然不会手下留情。正准备用力砍下，忽然荆棘女子眼角滑落出几滴滚烫的泪水，同时口中发出不甘的声音：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从来没有杀戮过任何一位人族，从小我的亲人便被那群深渊恶魔屠戮致死，好不容易费尽千辛万苦才逃到这里，为了生活，我甚至愿意出卖身体，我到底有什么错？第172章怒意升龙斩。听到这，杨青有些动容，手上也停顿了一下，但随即反应过来，谁知道他是不是在这瞎扯，宰了再说。这时彩色提示忽然飘出一道信息：深红荆棘背负血海深仇，无作恶事迹，并且藏有一本极为强大的深渊战记，这也是他躲藏在这个小地方的原因。这就让杨青有些纠结了，明明拥有远超普通人的实力，却依然愿意出卖肉体来换取生活。这位红裙女子倒真是算得上是个善良之辈。同时她心中也明悟一个道理，深渊怪物并不是全都以杀戮为目的吗？随即手臂轻轻抬起，万雷刀也被她收进背包。不过对于红裙女子的控制却是没有解开，毕竟她对那道被彩色提示都夸赞为极强的深渊战绩真的挺感兴趣。只不过从提示显示的来看，不难猜出她所收藏的那道战绩可能就是她亲人被屠戮的原因。正是如此，面对被这一家子甚至是整个种族失去性命还要守护的东西，他属实是有些不好明抢。你想报仇吗？杨青走向房间内的桌椅旁坐下，问道。女子躺在床上无法动弹，面对杨青的发问，双眼飞速转动。她不确定眼前这人又在玩什么花样，但听到报仇2字，她愤恶的情绪立马涌上心头。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要将那群恶魔粉碎，凭我的实力，恐怕到死的那天也无法做到吧。将你收藏的战绩交给我，若是有机会，我会替你报仇，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做到，只能说会尽我全力。或是不忍，或是因为他心中留存的一丝人性。经过一番挣扎，杨青还是决定不明抢了，而是选择与他交易。若是他同意，则皆大欢喜；不愿意，杨青便准备直接走人了。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他这人就这样违心主义。你是怎么知道战绩的？荆棘红裙女子再度露出一丝惶恐，但很快脸上露出一丝惊喜。虽然不知道此人是怎么知晓我身上藏有怒意升龙斩的，但在这种绝对优势下，并没有选择强取，而是愿意与我交易。是因为看我可怜吗？以我的实力，想要报仇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但此人如此神秘，或许真的有机会。况且就是因为这本武技才害得我成这副模样，即便不交给他，最后的归宿恐怕也是会伴随着我长眠地底。甚至哪天冤刀一族要是找来，父亲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武技还是会落到他们手中。若真是如此，倒真不如交出去博取一线生机。我愿意与你交易。稍加思索，最终红裙女子还是蹦出一句让杨青非常满意的话语。杨青点点头，随之将风之束缚的控制解散。我叫惊鸿，深渊荆棘一族，杀害我全族的是冤刀一族。冤刀一族最强者是深渊108君主中排名69的冤刀君主。当然，我的目标可不是君主，而是其座下第3护法刀无双。若是哪一天你真能杀了刀无双，一定会被冤刀君主记恨。你还愿意交易吗？惊鸿一边从床上爬起，一边开口介绍。愿意，
我最不怕的就是得罪人，当然，我也希望你的那道武技不会让我失望。杨青淡淡的回道。放心，我家族世代守护东西，绝对让你满意。金红说道，随之将双臂变换为正常形态，右手用力朝肚皮上一撕，一块染血的人皮被他撕开丢了过去。杨青伸手接住。系统深渊战技怒意升龙斩 X1。战技到手，杨青也就没有继续留在此处的打算。今天的挖掘次数还有不少，可得抓紧时间了。我会尽力让深渊不再有渊刀这个种族。说完便起身朝门口走去。金红在撕出战技后便重新恢复人族之身，这会见杨青正要离去，忽然开口道了句奇怪的话语：那个，你确定要现在就走吗？不留下来等等？杨青有些不明所以。等个锤子，宝贝都到手了，他还得抓紧时间去挖掘冰窟呢。摆摆手道，等啥？我很忙的，下次再见，希望能给你来带个好消息。随即便朝走出房门，从2楼跳下，径直迈向春意阁大门。待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春意阁内忽然散发出几道窃窃私语。什么吗？前后不到3分钟？亏我刚刚还抱有期待，没想到。啧，可惜了，白长了那副好身躯，居然是个快枪手。此时的杨青自然不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名誉已经荡然无存，而是正疲于奔走于此处冰窟的各个方向。以他的速度，都在此处冰窟不停地奔跑了大半个小时，才将5道彩色提示全部触发。最终令他心塞的是，下方居然是最优的选择。不错的运气，挖掘下方能够碰上一处异人族领地，正好拿他们试试新战绩。要注意，对付此类种族一定要完全杀绝，不然会惹来一身麻烦。相传上古那场灭世之战中，异人族就是个两面派，才使得他们到如今依旧能够保存不错的实力。对于这个种族，杨青还真挺有兴趣。异人、鸟人吧。此时的他在刚刚探索周边时便已经走出黑石阵，这会儿直接钻入附近的一处小树林中，感应了下周边确实没人后，这才取出镐头吭哧挖了起来。10分钟后，阶梯浮现，顺着脚下的阶梯往下行走，在踏过雾墙之后，终于是完全看清楚新冰窟的样貌。此处同样大的离谱，位于高空的他也无法一眼望尽下方场景。至于提示所显示的异人族，更是没有发现他们的半点踪迹。顺着阶梯一直来到地面，眼前是一片高山环绕。杨青先将2只宠物放出，而后点开背包，取出刚刚收获的怒意升龙斩。第173章战异人族。系统怒意升龙斩特性发动时，可朝前方凝聚一道深红怒龙，怒龙所过之处无坚不摧。是否学习？注：唯有掌控深红之力才可学习。毫无疑问，直接选择学习。突兀间，杨青脑海便已经完全领悟释放怒意升龙斩的奥义。至于具体威势如何，他暂时并不打算尝试，毕竟此地还有那什么异人族，若是动静太大，将他们引来，可就失去先手的优势了。迈着脚步朝前方前进，他准备先将那群异人族找出来。既然提示都表示这一种族是个两面仔，那他猎杀起来完全不会有什么压力。同时，他也挺好奇，这些家伙死亡会不会分解出血液，毕竟同为飞行生物，他们的血液应该也能给小鸡提升一波实力吧。穿梭在一座座高山环绕而形成的山石小道上，大概走了20来分钟，这才望见前方一处空旷处，一个个用兽皮撑起的帐篷。帐篷四周还有几只身高2米往上，虽是人形，但后背却是长着一对能将他们身子完全遮掩的翅膀。杨青还发现，翅膀黑色的为男性，白色的为女性。他们的武器全都统一，是一根与他们身子齐高的长矛。观察了一会儿后，他还发现此处最强的也不过是湮灭级。现在他的实力已经达到7阶，面对湮灭级强者几乎没有任何压力，因此也没整什么花里胡哨的手段，直接取出万雷刀，身形一动便已经没入虚空。再次出现，已然来到一只白羽异人身后，万雷刀直接对着他脖子轻轻一抹，白羽异人瞬间化作白芒，消散于半空。系统，你成功击杀异人。系统4阶武器无痕长矛 X1。系统兽源 X1。系统200ml 兽血 X1。系统双翅 X1。嚯，这么肥！看着一道道提示浮现，杨青忍不住惊呼。平常遇上的怪物，要么给装备，要么给兽源。兽血，这帮家伙倒好，啥都有不说，还附加一对双翅。当下在看向下方异人时，他的眼神瞬间火热了起来。噗！同一时间，小鸡也从虚空中窜出，一刀一闪，同样带走一位白翅异人。轰！反观小敖，却是在远处只能从正面杀来，一颗颗巨大的盐弹直接将战斗推向白热化。偷袭！快，准备作战！
下方的异人们也开始组织队伍发起反攻。杨青则将黄沙之灵化翼，飞向半空，一颗颗紫炎火球挥洒四方。就在刚刚的实验中，他发现虚空穿梭这道技能的消耗并不低，因此现在也不敢随意动用。而试验新技能的想法就更没有了。此处异人给的资源如此丰富，若是施展怒意升龙斩，此处的异人估计全都得炸裂。反观小鸡却是不断在虚空与现实交替，甚至在他的反馈中，杨青这才知道，进入虚空的小鸡非但不会有所损耗，反而自身各方面的能力还会得到缓慢的补充与增强。没人可以觊觎异人族，族人们，随我一起杀敌！就在这时，一道中年脸庞的黑羽异人发出怒吼，他的身影也在瞬间便来到半空，与杨青齐视。同时，伴随着的还有一只白羽异人与他并肩而立。其余异人族听见指挥，同样震动着翅膀来到半空。奇怪的是，他们升空的同时，分别是一只黑羽异人与白羽异人牵手而起，以成双成对的形式排列成一支队伍，位于中年黑羽异人与白羽异人身后。找死也得成双成对吗？赤雷变！望着眼前异人族怪异的举动，杨青不敢大意。以他这么多天的战斗，可没少遇上那种单个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一联手实力倍增的种族，因此这会儿也是直接将赤雷加身。朱艾迪！领头的黑羽异人暴吼一声，随之与身边的白羽异人迅速相拥，二者如同陀螺一般高速旋转，双翅将他们的身体包裹，从外表看更像是一道黑白龙卷陀螺。其余异人族纷纷做出同样的攻势，一时间，只见一颗颗黑白旋风在半空如炮弹一般，以急速朝杨青冲来。杨青眼神坚定，毫无任何惧色，黄沙双翅震动，直接甩着万雷刀朝最前方的领头爆射冲去。叮！一缕红色流星与黑白龙卷相撞，杨青的身子瞬间倒飞数米，握刀的双手忍不住微微发颤。而黑白龙卷却是仅仅停顿一下，便再次冲来。也就是这一击的功夫，其余黑白龙卷也在这时来到杨青身前不足100米。看着四周密密麻麻的黑白龙卷，杨青内心忍不住发出叹息，可惜了这么多资源。就在刚刚的交锋中，他便知道仅仅凭借普通手段是奈何不了这群融合的异人族，而高端手段像月之伤什么的，以他现在的精神已经无法释放，能迅速破局的唯有加持深红之力。随之，原本被赤芒覆盖的身体忽然生出一缕缕深红光华，感受着身体内力量的涌动，他有信心，若是再来一次碰撞，倒飞的一定是那领头的黑白旋风。不过此时的他已经被旋风包围，自然不能再上前单挑对抗，否则他将会被其余黑白旋风连续冲击。试试新招，怒意升龙斩。杨青念头一闪，万雷刀忽然剧烈抖动，随着他向前一劈，一条有着双翅但身躯却是如蟒，整体为深红的巨龙张着巨口，猛地冲向前方的黑白旋风群。不好，此人是深渊物种，入阵。第174章七彩琉璃8针击。感受着深红巨龙散发出的暴虐，领头的黑白旋风中道出一丝惊恐的声音。随着他声音的落下，其余黑白旋风全部开始有序的一一排列开来，一眼望去，好似一条黑白色的巨蟒。黑白巨蟒以领头的为首，直冲深红怒龙。砰砰砰轰！一道道黑白旋风在深红巨龙的冲击下直接瓦解大半，而领头的那两只黑白异人更是第一个被冲击掉落下方，产生剧烈的爆炸，消散在半空。同时，剩余被深红巨龙冲击下落的黑白旋风也一一从融合状态下解散，重新变为黑羽异人与白羽异人，而后又在深红之力的侵蚀中化作一声巨响，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杀！看着自己的族人仅仅只是瞬息间便覆灭大半，剩余半截的巨蟒集体发出怒吼，再度以破空之势冲向杨青。怒意升龙斩，杨青也不甘示弱，继续打出一道深红巨龙。经过刚刚的攻击，他已经明白这道化龙的攻击损耗程度在150点深红之力左右，而他总深红之力则是393，因此再度发出一道怒意升龙斩是完全没问题的。轰！深红与黑白再度相撞，这一次深红巨龙直接将那半截巨蟒完全冲散。随着一声声爆炸响起，此处的所有异人族终于是没有一只存活，但杨青却是半点也开心不起来。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群富裕的资源，结果全部被深红之力侵蚀而炸裂，并且由于刚刚的爆炸，地下的那些临时搭建的帐篷也全部化作粉末，没有留下半点资源。也就是说，此处冰窟除了刚刚收获的2只异人族分解出的资源，便再没有其他收获。点开背包，先是取出2份兽血，而后换来小鸡，发现他对这异人族的兽血确实感兴趣，当即便丢给了他，而自己则将兽源融合，只增加了 0.28 阶基因开启度。最后取出一对白翼看了眼，便丢进背包。白翼的效果
差不多就是一个没有损耗的飞翼。他现在有黄沙之灵，自然没有任何兴趣。将深红之力撤销，继续今天的第6次挖掘。操控着黄沙之翼在冰窟内转悠一圈，这才将所有提示全部触发。继续挖下，那儿有一只七彩琉璃8针鸡，若是能将其抓住，绝对能让你体会到什么是极致的美味。要注意，此鸡速度极快，在速度方面有走秦之王的美誉。当然，对于拥有虚空穿梭的你来讲，想要将其捕获，并没有半点难度。挖掘右边，你将会一脚踩入岩浆，并且毫无收获。左边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儿只有一只腐烂的臭血猪。哟，前面不错，有矿，可惜只是一座能够产出500份金铁的垃圾矿，想要将其挖空，得浪费大量的时间。后面有一只独眼巨人正在精心准备他的晚餐，若是你将他打服，或许能得到与他共进晚餐的机会。哦，对了，他的晚餐是一支倒霉的人族冒险小队。没有过多犹豫，劳累了大半天，杨青觉得他确实应该补上一补。取出镐头，对着下方冰壁疯狂敲击。抓鸡是他这次的选择。没多时，一切准备就绪，带着2只宠物朝下走去。刚一没过雾墙，便看见一只栖息在树梢的七彩鸡。提示早已说明这东西速度极快，杨青自然不会莽撞的打草惊蛇，而是选择直接遁入虚空。同时，七彩鸡上方的虚空忽然出现一条黑线，黑线内一条手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往下一掏。咯咯咯咯咯！原本安安静静的七彩鸡被一股巨力捂住脖颈，发出怪叫。系统，你成功捕获七彩琉璃8针鸡。注意，由七彩琉璃8针鸡是活物，无法自动放入背包。倒是没抓错。看着系统提示，又望了望手上不断跳动的七彩鸡，杨青内心的一丝郁闷终于是有所好转。点开背包，将庭院巨献。菲利斯，过来一下。进入庭院的第一眼，杨青并没有看见小精灵，不用猜，肯定又是在浸泡生命之泉，因此也是直接开口喊道：七彩鸡不能放置在背包，那就只能吩咐小精灵将其处理了。没过几秒，小精灵便从房屋后方走来，一眼便被杨青手上的七彩鸡吸引，忍不住惊呼：这是大陆10大顶级食材之一的七彩琉璃8针鸡。杨青有些惊讶，小精灵这么识货吗？当即问道：你见过这玩意儿？小精灵点点头道：还是很久以前，受邀跟随女皇去人族皇宫做客时，有幸尝过一次，终身难忘。杨青开口：我从一本古册上看过介绍，你们精灵族不是不用进食，只要待在有木元素或者生命之力的地方，便能存活吗？没想到还会对人族的食物感兴趣。我们只是不需要进食，但不代表我们没有味觉，不会品尝美食。小精灵翻了个白眼。杨青自然无视了自己刚刚的无知，再度说道：那这东西你会处理吗？今晚咱们就吃它了。这个不难，七彩琉璃8针鸡本身就是绝顶食材，无需任何配菜与调料，只需洗净，小火慢炖5小时，便能完美品尝到其肉中最鲜美的口感。小精回道。杨青听闻，直接将七彩琉璃8针鸡递给了小精灵，同时说道：那你弄着，晚上咱们吃大餐。说完便将庭院收回，继续观察四周。此处冰窟并不大，一眼便看能看清四方，因此也是直接将5道彩色提示一一触发。最终只有左边符合他的心意，里面有一群岩暴龙看守。岩暴龙为亚龙，其中最强的为湮灭级，刚好又能给小敖提升一波。取出镐头，不断挖掘。10分钟后，冰壁破碎，踏入雾墙。岩暴龙群中只有一只普通湮灭级，并且没有像异人族那般难缠的手段，因此在一人2兽的疯狂攻击中，仅仅不到5分钟便全部化作资源进入杨青背包。一堆兽血则丢给了小敖，自己则将兽源融合，共计增加 28% 阶基因开启度，并且还另外收获灵能石 X33、火能石 X33 以及一大堆真金等资源。趁热打铁，继续今天的第8次挖掘。这次6个方向中，同样只有一个引起了他的注意。上方那里的本地土著正在举行一场赛马游戏，还记得你背包中的蓝焰骷髅马吗？骑上它去夺一个第1名吧，并且第1名的奖品可是不错的。第175章。晚了1分03秒，操控黄沙之翼朝着上方飞去。没多时，一切准备完成，穿过雾墙，眼前是一处茫茫大的草原，草原四处游荡着无数人群。杨青第一眼便看见前方远处凹陷下去的场地，就好似无尽的绿色草原被开辟出了一条望不见尽头的凹洞。凹洞无比宽阔，足以容纳数千匹巨马并肩骑行。凹洞地面则被无数棵绿色小草形成的长线分割出一条条宽为3米的赛道，一个个骑着形色各异巨马的参赛人员正在赛道最前方并排等待着。同时，凹洞四周上方草原上站着无数围观人群。杨青将黄沙之翼收回，带着2只宠物朝着前方走去。
一时间，附近的喧闹直接涌入耳中。嘿，听说了没？今年咱们蓝叶帝国小公主蓝葵也会参赛。据说为了这次比赛，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头纯血独角马。不止呢，像漠河将军的三儿子漠空、卡家、绝家、千家都有人参与。啊，不是吧？那今年咱们的压力可就大了呀！哈哈，怕啥？重在参与嘛。哎，我从15岁便开始参赛，到今年都35了，年年都只是重在参与，真不甘啊！真想站在那万众瞩目的领奖台，听听来自四周的呐喊。谁不是呢？哎，可没有强大的异兽马匹，想争夺一个好的排名，又谈何容易？快快快，比赛快要开始了，咱们该进场了。听着周围的讨论，杨青倒是没有多大感觉，反正这种赛事对他来讲，能得个好名次最好，得不到也无所谓，就当放松心情了。又在人群中转悠了一会儿，这才大概了解此处赛马的规矩。此地位于蓝叶帝国中心一带，唤作蓝区大草原。现在举行的正是蓝叶帝国1年1度的千人赛马大会。当然，虽然唤作千人赛马大会，但能够参赛的并不规定1000人，而是只要拥有一头强壮的马匹便能报名参赛。而报名也很简单，只需要在附近随便找一个工作人员领取参赛牌，便能进行比赛。就在这时，一道响彻四方的声音在半空炸裂：万人赛马大会还有3分钟开始，请各位参赛人员尽快入场。这道声音一出，周围所有人都往前方冲去，而那些骑着大马的参赛人员更是飞快朝着一旁专用通道前往赛场。杨青脸色一变，刚刚只顾着打听消息，还没来得及报名，当即连忙观察四方，终于在侧方不远处望见一位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工作人员，迅速奔跑过去，同时大喊：嘿，等等，我也要参赛，帮我报个名。工作人员皱了皱眉头，随即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请出示你的马匹。对于此人的态度，杨青也没过多想法，毕竟任谁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忽然告知还要加班，多少会有些情绪。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亮一下自己的马匹就行，因此他也是直接点开背包，将蓝焰骷髅马取出。霎时间，周边的空气忽然多了一丝阴冷。骷髅马散发的蓝焰并不像普通火焰那般具有灼烧感，反倒是带着一丝阴森。有些高傲的工作人员见此，脸上瞬间堆满了笑容。毕竟能收服如此强力马匹的人物，要么自身实力通天，要么后面有强大的家族撑腰，不管哪一样，都不是他能得罪的。这是您的参赛牌，拿着它便能进入参赛场地。工作人员双手递来一片巴掌大，如同绿色树叶般的玩意。杨青伸手接过，工作人员指向前方，再度开口：拿着参赛牌去那边的专行通道，便会有人带你进入竞赛场地。杨青点点头，直接骑上蓝焰骷髅马，顺着工作人员指着的方向飞速奔去。随着他越往前走，周边的人流量也越密集。死！好恐怖的气息，这是亡灵生物。哦，我爹老天爷，又是一位强大的参赛者，今年的比赛有看头了。这人是谁啊？往年可没见到过。谁知道呢？或许是其他帝国来这游历的独行者呢。很显然，像蓝焰骷髅马这么具有威慑性的马匹并不常见，因此周围人也是纷纷发出惊呼。就在这时，半空中再度炸裂一道声响，千人赛马大会正式开始。同时，赛道上无数巨马开始朝前方狂奔。该死，晚了一步！听见声响的杨青懊恼道，但并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迅速来到参赛人员专用通道处。专用通道一旁同样有几位穿着统一制式服装的工作人员。杨青直接取出参赛牌，同时开口：我要进场比赛。一旁的工作人员却是皱着眉头，忍不住开口：我承认你的马匹散发出的气息很强，但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你已经落后不少了，没有机会了，明年再来吧。我还能不能进场？杨青没和他多说什么，直接问道。在他看来，既然报名了，哪怕走过场也是得跑的。可以是可以，但赛场上分秒必争，你已经落后这么多。工作人员话还未说完，便只见一道蓝芒划过，眼前的少年与他的蓝焰骷髅马便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哦，还有2只挂在马背上的小铁疙瘩。随着杨青深入通道，眼前忽然视线暗淡，但很快他的视线内便出现一条条宽阔的跑道。没有耽误时间，念头一动，直接操控蓝焰骷髅马加速追赶。一道蓝色如流星般的身影迅速穿梭于跑道，上方人群却是在此时沸腾了。哦，天哪，快看，那是什么？流星吗？我的眼睛居然跟不上他的速度，太可怕了。可惜晚进场1分03秒，任凭他如何迅速也没机会的。是的，赛马不光凭速度，还需要分配体力。此马虽然够快，但一看便是使出了全力，要不了多久便会到达极限。我看他连整场都不一定跑得完。
第176章，小鸡上。杨青这边却是不管不顾，所有的念头只有一个，给我全力追赶。至于体力消耗与分配，拜托，小骷髅跑散架了，也不知道累得好吗？在这种急速下，很快他就看见前方跑在最后方的一群人，他们的马匹都只是正常走兽，甚至连异兽都称不上，跑动起来虽然同样不慢，但与蓝焰骷髅相比，完全不够看。仅仅一个呼吸，蓝色流星便甩开那群人一大截，再看，已然消失在这群普通参赛者眼中。此时，他们的脑海大多有个疑问：啥玩意儿呢？赛道之上的围观群众更是沸腾了，纷纷跟在后方各施本领的追赶，同时喊道：天呐！蓝色闪电，今天的主角必定是蓝色闪电。晚1分多进场，仅仅几十个呼吸便追上第一批，这也太强了。我现在有理由怀疑，这人是故意晚入场的。他要告诉所有人，1分03秒是我给你们逃窜的时间，等待王者的追赶吧。哼，不见得吧。此人开始便用上极速，后半程绝对会栽大跟头。杨青也是第一次让蓝焰骷髅马放开来跑，自从收获这玩意儿，他基本没怎么乘骑过。毕竟平时有黄沙之灵化翼，这玩意儿多少有些鸡肋。但没想这东西急速狂奔起来，速度会如此之快。蓝焰骷髅马的4只蹄子被一股浓郁的蓝焰包裹，它的力量源泉并不是来自身体的骨架，而是周身散发的蓝焰。杨青能够将精神灌入蓝焰，使其增长，因此骷髅马在奔跑的过程中是越跑越快，没几秒便又追上一批人群。他们的马匹已经不再是普通走兽，而是都身具异兽血脉，有的4蹄粗壮，有的周身骨骼奇特，有的高大无比。在奔跑的过程中，甚至能听到刷刷的破空声。但在蓝焰骷髅马如流星般的急速下，却是有些不够看，几乎是在杨青望见他们的一瞬间，便已经将其超越。同样，这群人连蓝焰骷髅马的模样都没看清，只感觉有道奇怪的蓝色闪过，便再没了踪迹。这一举动自然再次引起赛道之上人群的欢呼。莫人会不喜欢刺激与逆袭，在晚入场的情况下，还能一步一步追赶上，这足以牵动所有观众们的情绪。他们在期待这道蓝色流星能不能完成一个在此赛场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在杨青的操控下，蓝焰骷髅马依旧是在高速追赶，并且不断加快。在众人的视线中，原本还能看清楚的蓝色流星，逐渐的已经仅仅只能捕捉到一丝黑影，而这道黑影正在不断的追赶，并且超越着前方一批又一批的参赛者。直到赛程已经过半，杨青眼前已经看不见任何身影，但他知道这还没完。他可是清楚的听到此处最强的一批人中有一只独角马，他到现在还没遇上过，这也就意味着他距离最顶尖跑得最远的那批人还有一段不小的差距。终于，当蓝焰骷髅马的速度快到连其黑影都无法捕捉到时，杨青的视线前方终于是隐隐约约出现6道同样如同流星般的身影。最后一批了，继续加速。虽然骷髅马并不像小鸡小敖他们拥有思考的能力，但杨青还是给他打了个气。当然，这并不能提高骷髅马的速度，毕竟想要骷髅马加速的权利并不在他自己，而是在于杨青灌注的精神。看着对手就在前方，杨青也升起了一股好胜之心，脑海中的念头不断闪烁，蓝焰骷髅马身上的蓝焰也越发旺盛，且速度还在加快。这一幕也是直接打脸了那些叫嚣骷髅马会在后半程歇菜的人，同时那些一开始就看好骷髅马的人更是再次忍不住爆吼：超！超！超！这股声浪直接影响到了最前方那批一直以来便遥遥领先的参赛者，尤其是跑在第一的独角马驾驶者，更是忍不住抽空往后瞄了一眼。这一看，直接是将他吓住了。什么鬼玩意儿？速度这么快，先前怎么没注意到？难道是后半程才开始加的速？凭感觉，他觉得若是再如此保持下去，他这个第一的位置很有可能保不住了。当即小手拍了拍独角马的脑袋，随之双手握住独角马头顶的那根白色兽角，一股蓝色光华从独角马驾驭者的手上迸发。随之，原本便遥遥领先的独角马，此时更是像发了情一样，4只蹄子像风车转动似，迅速甩开其身后追逐者一大截。同时，杨青这边的速度也是来到了一个极致，骷髅马身上的焰火已然升腾至将杨青的身子完全淹没。而此时，他距离眼前这批最后面那几位的身影已经不足10米，一鼓作气超过他们。杨青也开始忍不住低吼：8米、6米、4米！蓝焰骷髅马在一步步接近，在他的前方，除了独角马遥遥领先，还有鳞甲马、被风元素包裹的青色战马、獠牙外露的鬼脸马、体壮如山的巨象马、浑身散发着红色血气的汗血马。其中跑在最后的是鬼脸马。此时的蓝焰骷髅马距离他已经不足1米，眼看就要超越。忽然，呜！
鬼脸马嘴边的牙齿忽然脱落，爆射向杨青的脑门。雷伊，叮！一道紫芒闪烁，鬼脸马的牙齿打在雷伊上，直接损耗了 35% 的防御能量。同时，由于鬼脸马的分心，蓝焰骷髅马也是趁着这个机会直接将其超越。现在处在杨青前头的则是鳞甲马。见有一个陌生的身影追来，鳞甲马身上的男子同样毫不客气，拍了拍坐下鳞甲马的脑袋，随之一片片鳞甲开始脱落，如密密麻麻的飞镖一般朝杨青侧方冲来。任凭杨青脾气再好，这会儿连续受到攻击，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住了，直接发出指令：本想好好跟你们比赛，非要动手动脚是吧？小鸡，上！第177章永生海。鸡！挂在马背上的小鸡嘶吼一声，随之没入虚空。噗！只见一道黑芒划过，鳞甲马的脑袋轰然落地，他的身子也直接倒下，而鳞甲马背上的男子更是直接摔倒在地，滚了起来。杨青这边依旧在不断加速，巨象马、汗血马一一被他超越。此时他的前方只剩下最后一只独角马，并且杨青眼中已然可以隐隐约约望见前方标记着终点的地界。时间不多了，继续加速。杨青拍了拍骷髅马头，在他的指挥下，骷髅马不知疲倦地继续奔驰，蓝焰更是如一条火蟒般围绕在骷髅马周身，持续极限的奔跑不止没让他的速度有丝毫减弱，反而更胜一筹。反观独角马，在刚刚猛地加速了一段距离后，速度便慢慢降了下来。不是所有的马匹都没有体力限制的，或许蓝焰骷髅马作战能力比不上一些高级异兽，但身为骷髅的他，论持续作战能力不需任何物种。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蓝焰骷髅马正在一点点接近独角马。100米，80米，30米，咻！终于在临近终点时，独角马身上的蓝衣女子只感觉周边忽然冒出一股刺骨的寒冷。再看她的视线前方，已然多了一团巨大且急速奔驰的蓝色光影。蓝衣女子一愣，揉了揉眼睛，有些不可置信，这是从哪窜出来的？但就是这么一愣神的功夫，杨青这边正好越过了终点线，第1名到手了。轰！这一幕直接在围观群众脑海炸裂，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传遍四方。蓝色闪电，当之无愧的第1！哈哈，强！晚1分03秒入场，照样所向披靡的一只只超越。仅仅几个呼吸间，骑独角马的那位蓝裙女子也越过了终点线，随之巨象马、汗血马等一一奔来。然而，正当他们想要寻找那位将他们超越的蓝色骷髅时，却发现人影早已经消失不见。杨青这边在越过终点线的那一刻，便没有再停留此处，而是找到工作人员索取第1名的奖励。此时的他只想领完奖励就跑，毕竟现在距离夜晚来临也没多少时间，而他今天还有2次挖掘，可得抓紧时间了。加班这种事，他一向都是抱以坚定的态度直接拒绝的。你确定要现在领取吗？待会儿我们这还有颁奖仪式，这可是万众瞩目的时刻，如此荣耀可是难得的很呢。一旁的工作人员听见眼前这个取得了第1名却又要提前领奖的陌生男子的提议，满是疑惑。当然，杨青坚定回道：行吧，这是你的权利。工作人员说完，便取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奖品递给了过来。杨青伸手接过，系统永生海入场券 X1，又是一张入场券。看着系统的提示，杨青内心猛地一颤。经历过数次传送的他，现在可是深刻的明白，这东西绝对是冰窟世界最能大量提升实力的宝贝，几乎每一张入场券都给他带来了质的飞跃。不过这会儿他也没有急着查看，而是退到一旁，先将蓝焰骷髅马收进背包，而后退出赛马场队，来到大草原上，随之悄然离开了此处。以他的实力，想要躲过人群的视线，自然没什么问题。很快，所有参赛者全都达到终点。哦，那只倒霉的鳞甲马自然不在其中。众人依旧在欢呼，尤其是当工作人员宣布前10者进行领奖时，呼喊声更是一浪接过一浪。然而，当所有人都在期待第1名登场时，却等来工作人员回应，获得第1名的那位蓝色闪电早已经领奖跑路了。这无疑引来了众多嘘叹。杨青这边操控着黄沙之翼，一一查看各个方向后，便决定挖掘右方。里面是一处山涧，藏有一块紫色贝壳。8分钟后，冰壁破碎，带着2只宠物直接穿过雾墙。眼前是处2座巨山相对的景象，中间有一条清澈的河流。操控着飞翼来到河流对岸，没有第一时间去探寻那块紫贝壳，而是直接扒了衣服跳进河流畅游起来。自从穿越过来，毫无顾忌的洗澡就成了一种奢望。这回让儿眼见环境如此不错，自然好好享受一番。一直到20分钟后，冰窟内的光线已经开始暗淡，这才不舍得穿上衣服。期间那块紫色贝壳也是在河底被他找到。共计收获
紫贝壳 X1， 灵能石 X39， 水能石 X39， 高级法球，强制上挑 X1， 四阶武器，骨牙匕首 X1， 并且他还试着用容器装载河水，却是得到提示无法装进背包，没有办法，只得放弃将河水打包的想法。同时，刚刚收获的永生海入场券也被他查看了一番，属于单人入场券，他可以直接选择传送。不过彩色提示显示，此入场券只能到达永生海外围，顶多过眼瘾，看看风景，无法进入永生海内部探寻宝藏。除非特定时刻，永生海静止消散的一瞬间再进行传送，方可将利益最大化。换句话说，就是想要收获宝藏，得等。至于等多久，提示却是没显示。对此，杨青也只得将其丢进背包吃灰去。继续今天的第10次挖掘。由于此处冰窟同样不小，这次杨青依旧是操控着黄沙之翼观察周边。然而5道提示一一显出之时，却是让他皱起了眉头。继续挖掘右边，那是一只无极境巅峰异兽王者的领地，以你现在的状态，难以应对。下方，哦，哪个混蛋在那里布置了一道石龙石像9天式神阵？重点是，如此强大的阵法，居然只为守护一个毫无强者气息的遗体，万不可踏进，否则神也无法拯救你。上方勉强可行，只有100只岩石巨人，将其全部猎杀，可收获1000份石块以及大量土能石。前方有点小坎坷，能收获一些不错的药草，但是会遇上一大群剧毒针锋。挖掘后方，你将会遇上一群正在举行繁衍仪式的食人魔群。真是劳累的一天啊！杨青忍不住念道。第178章上古水牢。最终他还是决定挖掘上方。很显然，笨重的岩石巨人一看就好欺负，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此刻只想早点休息，因此食人魔群与剧毒针锋群这种不好招惹的族群，他是直接选择无视。而右下2个方向就更不用说了，几乎必死的局。继续以黄沙之灵化翼，来到上空开始砸击，没多时冰壁破碎，飞进雾墙。眼前是一块块岩石形成的巨山群。杨青大略数了下，刚好100座，当即便明白过来，这应该就是那岩石巨人的伪装了。随即直接扬起真冰法杖，一道道疾冰之雨开始全面覆盖四屠杀。仅仅10分钟，100头岩石巨人便化作无数土能石与石块进入背包。杨青瞄了一眼，土能石多了300块，石块多了1000多份，终于搞定了。也不知道小精灵有没有把鸡煮好。随口呢喃着的同时，庭院已经被他巨献。菲利斯，鸡好了没？一来到庭院，杨青便直接吼道，同时身子已然躺在了摇椅上。还要一会儿，再等等。菲利斯的声音从小屋侧方传来。杨青听闻后，只得躺在摇椅静静等待，同时换出系统面板。几天没仔细观察其他人了，也不知道大家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点开聊天界面，选择龙国频道。此时冰窟的光线已经暗淡，聊天界面刷屏的信息密密麻麻，有领地招募的，有约架 solo 的，交换资源与分享炫耀的也不在少数。安静观察了好一会儿，也没看到啥有营养的消息，只得默默关闭聊天界面，转而打开决斗选项，选择的依旧是单人作战，轻轻松松5连胜后，小精灵的声音也是再度传来：七彩琉璃8真鸡汤好了。杨青一个哆嗦，直接坐正来，而小精灵也端着鸡汤走了过来。鸡汤是用一个大碗盛装，并且盖上了碗盖。小精灵将鸡汤放置在小圆桌上，杨青将碗盖打开，瞬间一股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原本疲惫了一天的杨青，在这股香味的刺激下，直接是连精神都恢复了不少。叽叽叽叽，嗷嗷，香味四散开来。小鸡、小敖直接扑腾了过来，眼巴巴地望着碗中的肉汤。小敖更是哈喇子流了一地。都有份，都有份。杨青笑呵呵地说着，同时取出几个小碗，将肉汤分成4份，丢给小鸡、小敖各一份，同时望向小精灵说道：你也一起尝尝。说完便端起小碗饮了一口浓汤。轰！霎时间，一股极致的美味在他口中爆发，他的脑海更是无比清明，精神力更是在一丝丝恢复，全身上下无不透露着舒爽。好鸡，他忍不住赞叹，随之不断食用碗中的鸡汤与鸡肉。小鸡与小敖更是一口便直接将小半碗肉汤吞下，唯有小精灵一口口品尝，极致的美味让他同样忍不住发出呻吟。没多时，一大碗肉汤便被吃得一滴不剩。杨青也快乐地进入了梦乡，唯有小精灵勤勤恳恳地打理着庭院内的一切。翌日，或许是鸡汤有助于睡眠，杨青再次醒来已经到了早上9点30，吃饱喝足后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活。不过他背包内还有一份上古水牢入场券，这会儿精神饱满，他自然是选择先进去看看，毕竟是一位神的地盘，以最佳状态面对是应有的尊重。点开背包，取出上古水牢入场券与上古水牢钥匙，选择传送。
一道碧蓝色通道门凭空出现，带着2只宠物一步踏进。一片朦胧的碧绿是杨青现在所能看到的唯一景象。茫茫大的空间，四方都看不到尽头，唯有一片碧绿笼罩着整个世界。杨青上前一步，忽然脚底出现一圈圈涟漪向外扩散，同时只感觉软绵绵的一片，像是踩在胶质的地面。这是湖面。看着脚底怪异的景象，杨青心有所感，继续向前踏进，无数涟漪不断浮现。就在他没走几步，湖面忽然升起2排绿色牢笼，2排牢笼中间是一条宽1米的通道，同时牢笼内关押着无数异兽。奇怪的是，这些异兽都是一个品种，为蛇类。2排牢笼分别处于左右两边，大小、形状完全一致，就连里面关押的蛇类异兽在体型方面都是一样的大小。这让杨青想到关于那碧波之神的性格，极度的强迫症患者。随之又把目光向前扫了扫，牢笼密密麻麻，一直延伸到他所望不见的地方，好似没有尽头。同时在他的视线左上角有一道系统提示浮现，系统万米音波阵，每一只魂音海蛇都是强大的催眠师，你的目标是穿越被海蛇环绕的通道。杨青没有犹豫，径直走向被2排牢笼形成的通道。吱吱吱吱，就在他踏进通道的第一步，两边的海蛇异兽全部张开大口，无数怪异的声音在他耳边环绕。这些声音肉肤骨之躯不断侵蚀着他的脑海，但是环绕在他耳畔的声音并没有让他感受到任何不适，相反还莫名的感觉到舒服与安逸。原本精神盎然的他，此时忽然有一丝丝睡意浮现。杨青甩了甩脑袋，急速朝着通道前方冲去，以他的精神还不至于在刚进入通道便被影响。然而随着他不断深入，脑海中的安逸与舒适感越来越重，他的眼神开始出现一丝迷离，脑海昏昏沉沉。但很快被他反应过来，轻轻咬了咬舌尖，疼痛感让他瞬间清醒，继续加速朝通道前方冲去。仿佛跑了很久，杨青视线内终于能够模糊地看见尽头，但此处的魂音好像是来到了一个巅峰。杨青忍不住朝自己脸上扇了几下，这种极致的睡意让他眼皮不自觉往下滑落，他的步伐开始慢了起来，脑海深处像是不断有个声音在安抚他一样。睡吧，睡吧，醒来之后你会看见温暖的阳光再次闪耀大地，充斥着糖与蜜的世界将会代替这个看不见尽头的恐怖之地。我去你妈的，这世界很好，我不需要回去，你懂开挂者的快乐吗？杨青眼神逐渐恢复清明，仿佛那具阳光闪耀着的世界直接刺激到了他内心深处最不愿意面对的记忆。第179章万米极影阵。他的步伐开始加快，脑海更是一片清明，任凭周围的声音如何环绕，他都不再有半点感觉。在这种状态下，仅仅数十秒便走完剩余的一段距离。系统，恭喜你通过万米音波阵，为了赞扬你的勇敢，碧波之神将为你赐福。系统，8阶基因开启度增加 10%。系统，碧波之神的好感加10。看着奖励，杨青神色微动，以他现在的基因强度还能增加 10%， 属实不低了。同时他身后的一个个绿色牢笼全部沉入湖底。有如此奖励，杨青对于接下来的路段也更加期待了。继续顺着前方踏进，平静的湖面再次出现一圈圈涟漪。这次足足走了有10分钟，前方湖面又是冒出2排绿色牢笼，牢笼中间有一条通道，与刚刚一样，牢笼大小、形状完全一致。只不过这次牢笼内关押的怪物是一只只有着双脚、体型像牛的异兽。杨青走上前，左上角同样浮现出一道系统提示：系统万米盘沙阵，每一只天沙盘牛都能飞出双脚，造成巨大的肉体冲击，盘牛角具有破法效果，它的伤害能直指肉体。你的目标是穿越被天沙盘牛环绕的通道。看着提示，杨青知道这关不好过了，其他还好，唯有那个破法特性让他有些头痛。他的最强防御手段雷伊便是元素防御，而黄沙之灵他不确定能不能抵御，但看介绍，他觉得黄沙之灵多半也是有点悬。毕竟提示上表明了这关是考验肉身防御，作为一个神设下的阵法，应该不至于会让他有空子可钻。不过他也不是完全没信心，他的体质在穿上装备的情况下已然破千，强大的气血便是他自信想来源。将黄沙之灵唤出，化作一层黄沙护盾将自身围绕。虽然他觉得黄沙之灵不一定能否抵御住盘牛角的攻击，但那也是他的猜测，这会自然需要先试验一番。迈着步伐踏入盘叉阵中，忽然左右两边牢笼内的盘沙牛嘶吼一声，4只盘沙牛角断落，随之直冲来。盘沙牛角长约50来公分，通体棕黑，整体散发出一股厚重之感。杨青瞳孔微微收缩，他有意想尝试着躲避，但感觉却像是被牛角锁定一般，只能硬抗。他心中有感，扑哧，4根盘牛角直冲向黄沙护盾。
二者触碰在一起，黄沙护盾像是空气一般，完全没起到任何阻碍盘牛角的作用。眼看盘牛角距离自身不足半米，杨青连忙抬手护住脑袋。定！死！一根根无比厚重的牛角直接刺在他的身上，带出4道浅浅的印记。杨青忍不住龇了龇牙。盘牛角虽然没有刺破他的皮肤，但是那股厚重的冲击依旧让他感到刺痛，并且就连内脏他都感觉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不过现在的他气血不弱，几个呼吸间便恢复正常。经过这一波的攻击，杨青也对此处的攻击强度有了个大概的了解。仅凭肉身抗住没有多大问题，只不过需要承受盘牛角冲击带来的疼痛，而这一点对他来讲自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奖励够丰盛，别说是痛了，就是让他放血也不是不能接受。迈着步子继续前进，一根根牛角不断从两边牢笼飞射而出，一时间直接杨青不断奔跑，而漫天飞舞的盘牛角将他包围，不断冲击。感受着痛感越来越强烈，杨青的脚步也在不断加快。虽然这些牛角并不能让他直接受到伤害，但如此密集的攻击却是让他连气也透不过来，并且还得忍受着一股股内脏被冲击的痛苦。噗！终于在跑到一半时，他的口中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但事已至此，他没有退路，只得硬着头皮不断前行，一直到距离终点只剩下不到500米，牛角的攻击又是强横了一分。杨青甚至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还差一点，冲！最后300米，200米，他强忍着身上传来的痛苦，一边给自己打气。终于在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时，他的身影也是跑出了整个万米盘沙阵。系统，恭喜你通过万米盘沙阵，为了赞扬你的勇敢，碧波之神将为你赐福。系统，精神 X50，敏捷 X50，力量 X50，体质 X50。系统，碧波之神的好感加10。同时一道碧绿色的水流由湖底窜入他的双脚，随之涌向他的全身。在这股水流的滋润下，他的身体在慢慢恢复，逐渐到不再有一丝受伤的痕迹。杨青握了握拳头，体内的生机与活力再次恢复，甚至还隐隐有增强了的迹象，这让他无比兴奋。仅仅承受了一些疼痛，便换来200点属性的加成，怎么算都是值得的。继续前行，这一次仅仅只行走了3分钟，便再次看见一个个绿色牢笼呈2排出现在前方。这次关押在牢笼内的是一只类似于蛤蟆的异兽，蛤蟆整体为白色，有一只小牛犊子那么大。系统，万米极引阵，你的目标是闪避掉来自极引蛤蟆的所有攻击，要注意，任意一道极引蛤蟆的攻击都能将你打出上古水牢。这是考验反应与敏捷。看着系统提示，杨青瞬间反应过来此处的考验目标，不过脸上却是一副愁苦。他的敏捷虽然不低，但是要在1万米内不遭受到一点攻击，说实话他并没有信心。尤其是刚刚经历过了前2关，他深刻的明白此地的考验并不简单。第180章，我打我自己。雷伊！杨青念头狂闪，浓郁的紫芒将他周身环绕。既然与敏捷有关，那自然需要将雷伊加持上去。毕竟系统信息上可没表明此关会有什么禁法之类的手段。一直将雷伊加持到66层，感受着身体一阵轻松的同时，杨青内心也是自信满满。唰！他直接是迈着步子进入极引阵中，两边牢笼内的蛤蟆见到目标来临，张开巨口，一条条长长的肉蛇急速甩来。然而在雷伊的加持下，杨青的身影犹如一道银芒穿梭在通道内。此地异兽的攻击习惯他早已经了解清楚，必须是在他靠近的一瞬间才会触发他们的攻击，而他现在的速度已经快到可以在肉蛇甩来的一瞬间便提前避开。这也就导致着他的身后虽然有无数肉蛇在甩动，但就是无法触碰到他分毫。在这种急速下，仅仅数分钟，他便看到前方通道的尽头。哪怕是到了最后一节，这些蛤蟆的攻击速度已然再度快了几分，但面对上千敏捷加66层雷伊状态下的杨青，还是有些不够看。系统，恭喜你通过万米极引阵，为了赞扬你的勇敢，碧波之神将为你赐福。系统，8阶基因练开启度增加 15%。系统，碧波之神的好感加10。最终这万米极引阵并没有给杨青造成半点麻烦，被他轻松通过。此时雷伊叠加效果还在，杨青没有墨迹，而是趁热打铁继续前行。在高速奔进下，仅仅3分钟便遇上了这上古水牢的第4道考验，依旧是2排对称的牢笼从湖底升起。这次牢笼内关押的是一只双臂为盾牌模样的凶猛异兽，异兽整体黝黑，每一只都有小山般大小。杨青上前几步，他视线的左上角这才出现提示：系统，万米尖眼阵，你的目标是击碎前方所有阻拦的幽山兽。同时原本紧闭的牢笼忽然大开，一只指幽山兽从牢笼内冲向通道，
两般形成了一堵又一堵如小山般的墙壁。这是考验攻击强度？杨青轻声呢喃，同时心有所感。此地考验如此均衡，攻击、防御、速度、精神，但凡哪一样不合格都得跪，就是不知道过了这关还会有啥考验。对于考验攻击强度的关卡，他是丝毫没有紧张感。毕竟他虽然手段繁杂，但基因天赋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爆杀流派。取出充能法杖，踏进万米尖眼阵之中。火球术没有过多犹豫，一颗颗紫炎火球先后被凝聚于半空，随之狠狠砸向摆出防御姿态的幽山兽。轰轰！一时间，火球与巨山冲撞的声音响彻四方。1颗、2颗、3颗，终于在第4颗触发了8倍伤害的紫炎火球轰击下，守在最前方的2只幽山兽化作点点黑芒消散在半空。而杨青脑海念头依旧疯狂闪烁，无数大小不一的紫炎火球不断被凝聚而出。他并没有使用其他伤害更大的招数，而是只凝聚火球。毕竟就算他使用月之伤，也没法一次性将这里的幽山兽全部覆灭，必须得依次灭杀过去才行。而整整万米的通道，他也不确定会有多少只幽山兽守护，因此使用火球术这种消耗较小的技能，在基因天赋的加持下，一点点平推过去才是最划算的选择。随着一只只火球的炸裂，杨青的前进的速度也在缓慢提升，没多久便来到了中间地界。此时再想轰击掉一组幽山兽，至少也得10发火球术才行。不过火球术消耗不大，再加上他是满额精神状态来到上古水牢，这回精神还足够充沛，也就没有过多在意损耗问题，依旧是不断扬起法杖凝聚火球。一直来到通道尽头处，此处幽山兽的防御更加稳固，但面对没有冷却时间的基因天赋，也只是多释放几颗紫炎火球的问题。最终在损耗了大概20%左右的精神，杨青终于是将这万米尖眼阵完全通过。系统，恭喜你通过万米尖眼阵，为了赞扬你的勇敢，碧波之神将为你赐福。系统，力量 X70， 精神 X70， 体质 X70， 敏捷 X70。系统，碧波之神的好感加10。感受着体内再度充沛的力量，杨青此时已经完全爱上了这里。若是可以，他真想待到无敌的那一刻再出去。提升实在是太快了。要知道，以他现在各项属性都破千的情况下，想要再饮血提升属性，至少也得猎杀阵天级异兽才会有明显的提升。而在冰窟，别说阵天级，一天就算全力搜寻，能碰上高数量的旱地级异兽都是一种奢侈。而在此处，轻轻松松就能体会到属性爆炸式增长的快感。只能说，不愧是需要入场券才能进入的宝地。当然，这也就是他换做任何一个人来到这里，还真不一定能完美通过如此多条件不一的关卡。毕竟，可不是谁都有条件能够像他这般均衡发展的。带着期待，杨青继续前进。哪怕他走了这么远，这里依旧是一个模样，四方看不见任何尽头，唯有一片碧绿充斥着整个世界。这次大概走了半个来小时，湖面这才终于有了动静。一圈圈涟漪在前方湖面不断延伸，一个如同湖水凝聚的人形从湖底升起，站在杨青对面不远处，随之开始幻化，他的头部生出五官。杨青的双眼却是突然收缩，因为水流人形变换的模样竟然与他完全相似。这还没完，湖面继续生出涟漪，又是2道水流窜了上来。这次的水流却不再是人形模样，而是2道飞行生物。2道新的水流在升上半空的一瞬间，同样开始蠕动着变换，最后竟然化作小鸡与小鳌的模样。看着如此怪异景象，杨青内心渐渐升起一丝不安。向前走了几步，他准备先试试能不能触发系统提示线，一直走到距离水流身影500内，他的视线左上角终于是冒出一道系统提示：系统，战胜水波复制体。复制体会拥有与你同等的基因天赋、法球技能、身体各项属性。你与复制体均无法使用任何工具与武器。你的背包暂时无法取出任何物品。看着提示，杨青嘛，眉头皱得更深了。不能开启背包，便意味着机甲无法使用，而限制武器与工具，也就意味着他后背的拔剑斩与黄沙之灵同样无法使用。这是要我与我自己来一场堂堂正正没有外力干扰的战斗。第181章，没有奖励的一关。小鸡、小鳌，上去将你们各自的复制体战胜。杨青发出指令，自己则迎上了他的水流复制体。火球术，在诸多限制下，杨青的手段基本只剩下7个法球技可以使用了，因此这会儿也是直接一颗紫炎火球砸去，想要探探底。复制体那边同样是手掌一扬，一颗甚至比杨青发出的紫炎火球还要大些的紫炎火球被其凝聚出来。2颗紫炎火球在半空相撞，
复制体那边的紫炎火球触发的基因倍数明显要比杨青这边高，二者相撞的一瞬间，杨青这边的紫炎火球直接被吞没。复制体那边剩余火球残留的余威继续冲来，杨青不闪不避，一颗颗紫炎火球不断浮现，冲向复制体。对于他自己的能力，杨青自然是无比了解。首先，基因天赋的倍数加成就是一个拼脸的天赋，尤其是在这种法术对轰下，最能体现运气的作用性。而他自认为在运气方面怎么也会比那么一个水人高些，因此这会儿是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火球被凝聚，全部朝复制体砸去。复制体那边似乎也很自信，没有使用其他招数，同样是凝聚出一颗颗紫炎火球，对应般全部挥出，冲向杨青砸来的火球。杨青凝聚多少，他便凝聚多少，每一颗都能完美对应4碰撞，仿佛在说大家的技能都没有冷却时间与吟唱时间，谁怕谁呢？一时间，杨青打出的所有攻击全部被相同的招数挡住。杨青神色逐渐凝重，以前单纯靠无冷却特性轰击起来是真爽，这会儿终于算是品尝到了被制裁的滋味。而且以他现在的能力，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弱点，即便是使用风之束缚，复制体也可以施展虚空穿梭来躲避，而释放其他攻击技，例如月之伤，复制体也同样可以施展同样的招数来抵御。反观复制体的攻击，他也是可以以同样的招数来瓦解。可以说正常情况下他俩对战几乎是无解的，谁也奈何不了谁。然而杨青的脸上此刻却是忽然咧嘴一笑，在看到复制体技能的时候，他就有预感会出现这种无解的情况。在原本的计划，能唯一有变数的就是基因天赋倍数，而他也准备依靠这种不确定因素来一场拼搏运气的法术对轰。可就在刚刚的对轰中，他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太规律了，对方的攻击太追求一个完美的角度、方向，甚至是火球对轰的数量。这让杨青再次想到那碧波之神的性格特点，极致的强迫症患者。对付强迫症，他可太有办法了，只需要想办法破坏他的规律，便会让他无比难受。他不确定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但都这种情况了，试一试也无妨。火球术，杨青念头继续闪动，这次打出的依旧是无数颗火球术，只不过这一次紫炎火球的排列方式并不是没有规律，而是排成了2条对称的线，2排紫炎火球，一左一右，如同2条紫色火龙，以无比整齐的姿态冲向复制体。复制体见状，身体忍不住微微颤抖，这种强烈的对称感太舒服了。他同样是甩出一颗颗紫炎火球，形成2条巨龙，以无比对称的方向直冲向杨青发射的紫炎火龙。然而下一刻，复制体微微愣了一下，一颗硕大的紫炎火球直接砸向他的脑袋。原来就在杨青以火球形成2条巨龙冲出的那一瞬间，他再度凝聚了一颗紫炎火球，位于左边火焰巨龙一旁。这颗紫炎火球孤孤单单，没有任何规律，看上去与2条巨龙格格不入，效果不错。杨青忍不住赞叹一句，随之一颗颗火球术再度被他甩出，有的形成一个完美的圆，但是完美的圆却被他整出了一个缺口；有的被他凝聚成一只火焰异兽的形状，但异兽不是缺胳膊就是短腿，要么独眼，要么只有一只耳朵。总之他的攻击千奇百怪，但就是非得在完美的形状前整出一点点瑕疵。复制体似乎真的会感受到恶心，他明明完全可以反应过来以法术完全抵消这种攻击的，但像是被控制一般，怎么也打不出这种极不协调的攻击，以至于杨青这边的一颗颗火球真可谓是毫无阻拦地砸在他的脑袋上。轰轰轰！忽然3道复制体集体炸裂，同时系统信息也随之浮现。系统，恭喜你战胜水波复制体，碧波之神的好感度20。哎，我奖励呢？杨青这就不乐意了，不给奖励就算了，还倒扣我20点好感度。辛辛苦苦取得胜利，得来这么一个结果，他是越想越气愤，当即放声嘶吼：我凭智慧取得的胜利，凭什么不给我奖励？世界依旧寂静一片，无人回应。略微沉思了3秒钟，杨青这才恢复过来，没奖励就没奖励吧，反正先前几波收获也不小，就是倒扣了20点好感度，让他觉得有些不开心了。本来还想着能不能在这位碧波之神身上冲一波100点好感度，试验一下那借用诸神之力是什么效果，甚至他还幻想着能够再获得一片万彩神格碎片呢。得，这下基本没啥希望了。可生活再苦也要笑着面对，继续朝着前方踏进。这次仿佛是被人摆了一道似的，足足走了1个小时也没遇上啥任何变故。在这期间，张小胖还发消息来问啥时候攻打领地。杨青自是没法出去，只得回了句下午再打。最终又是行走了大半个小时后，他的脚下忽然升起一道漩涡，将其吞并。
视线再次恢复之时，眼前已然出现一座望不见尽头的碧蓝色宫殿。宫殿正上方有4个流动般的大字：碧波神殿。同时，他还发现此处似乎是在湖底最深处，但奇怪的是，他却感受不到任何水流挤压与流动的感觉。第182章，变狗要排队。带着2只宠物上前来到神殿大门口。神殿大门处于紧闭状态，杨青伸手触碰，一道提示浮现：系统需要上古水牢钥匙方可打开。这东西他是早就准备好了的。点开背包，取出钥匙。系统提示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系统是否开启大门？毫无疑问，自然选择开启。踏进大门，眼前视野瞬间开阔，2排绿色牢笼位于神殿两侧，牢笼内管关押着无数气息恐怖的异兽，一眼望不见尽头。好，呜，嘶！看见有陌生人类的到来，牢笼内无数异兽纷纷发出嘶吼，一股股恐怖的气息瞬间炸裂在这个大殿之中。若是实力弱一点的来到这，恐怕当场就得吓尿。可杨青却是丝毫没有半点畏惧，毕竟他也是从杀戮中成长起来的。一群被关押着的异兽罢了，即便他们之中确实有不少气息强盛者，可也不至于让杨青有什么惊恐之色。杨青走在2排牢笼的中间，他有预感，这上古水牢的最后一道考验应该就是此处了。只不过从他进来的那一刻，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系统提示，因此他也只得不断朝前方探寻。一直又走了500米，此处的异兽所散发的气息再度强盛一些。按照杨青的判断，至少也达到了震天级的层次。不过此时系统提示还是没有出现，他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前行。一直又走了数百米，此处关押的异兽所散发出的气息已经有了湮灭级。不过这些翠绿牢笼看起来无比坚固，任凭里面的异兽如何挣扎撕咬，牢笼都没有半点痕迹，这也给了杨青很大信心。再度走了几百米，此处异兽已经有无极境的气息了，只不过数量也逐渐少了起来。原本每隔10米就会有一对牢笼的，到了此处已经是相隔50米左右才会有一对牢笼。杨青依旧在前进，哪怕他走了这么久，还是看不到半点要达到尽头的模样。这次足足走了上千米，才隐隐约约能够看到几对关押着异兽的牢笼，而牢笼内关押着的异兽所散发的气息已经达到让杨青有种窒息的感觉。他猜测此处关押的应该是圣域级异兽，但这还不是尽头，他只得继续前行。这次足足走了大概5000米，忽然他的身体感觉好像受到不明力量挤压一般，连呼吸都有些困难。他望向前方，那关押着的居然是2头巨龙。杨青不敢久留，这次他用尽了全力往前奔跑，不仅仅是他受不了那股强大的威压，小鸡小敖同样有些难以承受。这次足足跑了将近10000米，周边所有的兽吼与恐怖气息全部消失殆尽，并且前方已经无路可走。神殿的尽头漂浮着一座碧绿色，好似有水流滑动般的长椅，水流长椅空空荡荡。同时，杨青视线的左上角终于是浮现了2道系统提示：系统净化恶念。此处共有1366只异兽，每一只都属极度凶残之辈。你要做的便是在3小时内将此处所有异兽的恶念全部净化。系统临时引导术 X1。大工程啊，就是这次不知道有没有奖励，若是又来白嫖我的劳动力，可就真草了。杨青呢喃着，同时点开背包，取出刚刚收获的临时引导术。这是一张卷轴模样的物品，将其拉开，可以看到一旁的提示：系统临时引导术是否使用？限制时间3小时。引导术可将任何生物脑海内的恶念引出，使得对方成为至善者。直接选择使用。他想要完成此处的考验，就必须将异兽们的恶念净化，而想要净化，则必须学习这门引导术。可以说，这东西基本属于强制性的那种。系统，你成功掌握临时引导术，限时3小时。杨青只感觉一股神秘的深奥在脑海徘徊，同时施展引导术的各种细节也在他脑海流转。既然有限制时间，杨青也不敢浪费时间，直接取出飞翼朝最前方冲去。他的打算是从弱到强一直进化过去，毕竟熟能生巧，先用低品级异兽练练手，等在面对高品级异兽时也能从容应对。又一次来到大殿最前方，走到第1只关押异兽的牢笼前。这是一只黑纹豹，神色狰狞，见到杨青的到来，直接是龇牙咧嘴，口水直流，恨不得一口将其撕裂。杨青不管不顾，按照脑海中的记忆，伸出右手靠近牢笼，以掌心对准黑纹豹的脑袋，随之一抹绿光从他掌心迸发。黑纹豹原本龇牙咧嘴的面容瞬间变得乖巧，耷拉着脑袋不再言语。3秒后，杨青收到一条系统提示：系统成功净化黑纹豹，为了感谢你的救赎，黑纹豹愿意奉献一丝敏捷贡献于你。敏捷 X1。
这提示一出，杨青当即就来劲了。一只最弱的豹子都能加上一点敏捷，而此处可是有1000多只异兽，不说其他，单单这份增强就足以让他满足。随之又将目光望向被净化后的黑纹豹，不再有一丝凶虐的气息，整个模样犹如一只没了精气神的土狗。作为一只异兽，失去了凶狠，这无疑是极度可悲的。但杨青可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只是个小兵，做做任务，拿奖励。要怪就去怪那什么碧波之神吧。在心中默念一句，随之走向另一边，依旧是以同样的手势施展同样的时段。3秒后，一点力量属性到手，而那只被净化过的异兽眼神中的狠辣同样不再浮现，而是闪烁着一种犹如圣贤般的光彩。杨青则乐此不疲地穿梭在神殿内，一只只异兽被他净化，属性点也是刷到飞起，一直来到湮灭级异兽处。这里的异兽所散发出的杀气已经足以让他动容，不过拥有净化术的他毫无任何波澜，直接伸出右手，变狗吧你！随着一阵绿芒焕发，哪怕是湮灭级异兽，也是同样从狠辣的气息直接转为温和。第183章出水牢。继续前行，随着他操作熟练起来，几乎是不到5秒便能成功净化一只，而净化的异兽等级越高，所反哺的属性点也会随之变多，这就让杨青更有干劲了，不带任何停歇的将一只只凶狠的异兽净化成狗崽子一般。很快便来到关押着圣域级异兽的牢笼前方，瞬间一股压抑的感觉涌上心头，与先前一样，此处异兽所散发出的威压让他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然而越是如此，杨青的表情便越狰狞，似乎让这种等级的异兽变成乖宝宝会让他有股莫名的快感。走到一只鳞甲类圣域级异兽旁，手心对向异兽，一股绿光再次焕发，绿光的照耀似乎让这头圣域级异兽很是不适，一声声愤怒的嘶吼从他嘴里蹦出。杨青这边同样感到不适，只感觉脑海内有一股暴虐的气息在不停的冲撞，仿佛只要他一松懈便会瞬间失去意识。这种情况在净化其他异兽时并没有出现，因此杨青也是有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很快他便适应过来，强忍着不适，精神力疯狂涌动，他手上的绿芒更加旺盛，同时脑海中也全力凝神对抗那股暴虐的冲撞。在这强烈绿芒的照耀下，哪怕身为圣域级的异兽也没坚持多久，原本凶狠的眼神逐渐淡化，最后转为温和。杨青擦了擦额头，暴虐的精神冲击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应付，仅仅这么几个呼吸，他的精神损耗便已经达到了总量的 10%， 这还是在绿光压制的前提下。若是让异兽全力侵略，杨青甚至感觉可能当场便会变成白痴。继续走向另一边的圣域级异兽，有了刚刚的经验，这次杨青提前便全神防御，最终在损耗将近 30% 左右的精神，才终于将所有圣域级异兽全部净化，最后只剩下2头亚神级巨龙。但凡带有神这个字眼的生物都不好惹，这点杨青深刻明白，因此他没有立刻上前，而是取出一颗在冰皇窟剩余的神域丹吞噬，感受着脑海中的精神再次充沛，这才全神贯注地走向右边那只关押着亚神级巨龙的牢笼前方。好！一道如闷雷般的巨吼在杨青脑海炸裂，鲜红的血液从他七窍中流出，并且精神也在以飞快的速度流逝。杨青不敢有半点耽搁，手掌伸出，绿芒再次浮现。吼吼！巨龙的嘶吼更加响亮，杨青只感觉脑海中的闷雷如持续炸裂一般不断冲击，血液更是像不要钱似的疯狂窜出。但杨青也不甘示弱，任凭他如何冲击，净化术持续不断的闪耀。他的精神虽然流逝的飞快，但巨龙眼中的暴虐也在逐渐消失，一直到杨青脑海中的精神储备只剩 10%， 巨龙眼中这才闪烁出一副和善的神色。亚神级巨龙只有2条，眼见这边搞定1条，杨青没有耽搁，点开背包，将剩余一些能够恢复精神的药品全部吞噬，直接是将精神恢复到了 90%， 这才走向另一边关押着巨龙的牢笼前。与刚刚一样，被牢笼以及净化术压制的巨龙并无法给杨青带来致命的危机，最终同样在损耗了将近 80% 的精神后，这才将其收服。与此同时，提示也是第一时间浮现：系统，恭喜你成功净化所有异兽恶念。由于你为碧波之神解决了一直困扰他的大麻烦，他内心感到无比愉悦，并为你赐予最高祝福。系统，8阶基因开启度增加 30%。系统，力量 X100， 体质 X100， 敏捷 X100， 体质 X100。系统，碧波之神的好感度加20。随之，一道碧蓝色传送门也同时出现在杨青身前。所以这就没了。杨青望着传送门的出现，绕了绕头，有些疑惑的低声开口。在他的认知里，
这种高大上的神殿秘窟，怎么也得给点神器神技之类的，再不济整几个高端宠物蛋也行啊。虽然给点属性点与基因开启度确实够多，但总感觉缺少了点啥。而且这一趟下来，那什么碧波之神除了给了几道祝福，基本上是一滴血没出啊，这多少有些不符合常理的。事已至此，他也没有过多深究，至少现阶段来讲，能大量提升基因开启度就已经很不错了。带着2只宠物踏进蓝色通道门，光华流转间，杨青便回到了原先冰窟。此时他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因此出来的一瞬间并没有选择挖掘冰窟，而是将庭院巨献，直接躺在摇椅上休息了起来。一直到中午时分，吃过小精灵准备的午餐后，杨青这才感觉精神恢复不少，将庭院收回，目光开始打量起四周。5道彩色提示分别浮现，继续挖掘上方，那儿会碰见一群紫金雷兽，要注意领头的为无极境界，以你现在的状态难以应对。右边正在爆发天灾撕裂风暴，没有圣域级的体质请不要靠近，否则你会感受到什么是裂开的感觉。左边还不错，里面有一小碗万年寒乳，是炼制顶尖药剂的药材，最重要的是里面安全无害，可放心进入。挖掘前方，里面平平无奇，只有一些常见的资源，但那是一处双向冰窟，可借助通道前往另一个冰窟。后方正在面临一场腐蚀酸雨，请不要做出半点念想，那儿不止恶臭，还毫无收获。基本没啥好犹豫的，直接是选择挖掘左边。虽然双向窟能够让他多进入一个冰窟，但顶尖药材绝对是属于极度稀有物品，他还是认为比多搜刮一个冰窟的价值要大得多的。第184章疾风城，一切准备就绪，踏入新的冰窟。新冰窟并不大，但中央有一座山洞。杨青直接迈着步伐来到山洞口，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进入。毕竟提示都显示了此处冰窟属于安全无害的类型，他自然没啥好担心的。洞窟内的山壁上遍布着各种奇异的钟乳石，最为显眼的则是中央那颗倒挂的蓝色石锥。石锥晶莹剔透，但仔细看会发现上面正闪烁着一层冰晶水滴，水滴由石锥上慢慢滑落，顺着水滴掉落的地方望去，下方是一块极为平坦的巨石，而巨石表面最中间位置有一个碗大的凹槽，凹槽内正是满满一碗乳蓝色的冰晶液体。杨青走上前，瞬间便能感受到一股寒气迎面冲来，同时凹槽旁边还有一道系统提示：系统万年寒乳。取出万雷刀，直接走上前，将巨石表面上的万年寒乳连同石块一并挖出。此时看，被挖出的石块正如一个石碗一般，盛装着满满一碗的万年寒乳。将石碗放进背包，杨青也走出山洞，再度准备今天的第2次挖掘。目光流转，一道道提示依次浮现。左边为普通资源窟，平平无奇。上方冰窟内有一块定向传送石，目的是疾风城。收获此物，你可随意进入疾风城。下方是沉睡着一只圣域级异兽，万不可打扰，不然它随便一爪子便能将你挠死。前方是幻雾森林，可以选择进入，但想要获得足够的收获，必须要面对一名圣域境的强者。后方冰窟具充斥着纷乱的时光之力，以你的实力，进入的一瞬间至少衰老10年。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杨青直接便是选择挖掘上方。他虽然多次进入过本地土著的城市，但都因为各种限制没法久待，而那定向传送时可以随意进入疾风城，这就很有意思了。以后终于可以过点有烟火气的生活了，甚至夜生活也可以稍加丰富起来，并且能够随意进入本土城市，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在玩家与本地土著之间倒买倒卖。不说其他，单单交易所那无数的灵石，他相信就能让异界土著的少男少女为之疯狂。还有什么各种现代化灵能工具，这些玩意土著世界即便有，但数量也不会太多，而它却是可以批量制作的。总之，在看到随意进入城市这点，杨青脑海中浮现了无数的想法。他甚至觉得，要是运作好了，以后还挖个锤子冰窟，安安心心做他的土财主不香吗？还有一点，他记得小男孩的姐姐维丽丽就是在那疾风城有个后台极硬的朋友，这会让他的计划施行得更为顺利。将黄沙之灵化翼，目标向上，开始挖掘。10分钟后，冰壁破碎，带着最小状态的小鸡小敖飞越雾墙。新的冰窟空空荡荡，只有中央位置有一块青石台，石台上放着一个圆滚滚的青色石球。杨青走上前，将石球拿起。系统疾风城定向传送石 X1， 将传送石从背包取出。系统疾风城定向传送石可来回传送至疾风城与所在冰窟。系统是否传送？指挥小鸡小敖靠近自己，选择传送。随着眼前一阵黑暗，再次睁开眼看到的是一座巨大的青色城池，
城池上方疾风城3个大字异常显眼。同时他发现手上的传送石多了一个新的选项，系统定点传送，可在疾风城内或者周围1000码范围锁定坐标，下次传送可传送至标记处，是否锁定？杨青自然不会在此处锁定，他还有大量的计划需要在城镇内施行呢，要锁定肯定也是将坐标放在城内。将传送石收进背包，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仪态，随之朝城门走去。城门口有2排卫兵把守，很明显相对于黑石城那种小地方，此处的守卫防御明显要严格许多。杨青观察一会儿，发现想要安然进城必须出示一张青色铁片，他并不知道那铁片是啥玩意儿，当然他也没有。命运之营，稍作思考，为了避免麻烦，他还是选择直接隐身进入。在绝对隐身状态下，杨青无所顾忌，直接走向城内。先是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将隐身退去。这时他才开始细细观察此处。他所在的地方是一条青石大街，大街宽足足有数十米，周边的商铺更是没有一家低于3层阁楼，各种水晶装饰眼花缭乱。而青石大街上的行人也是彪悍的不行，有骑着各种体型庞大异兽的，有乘坐异兽房车的。无论从哪个地方看，此处给人的第一感觉就2字：奢华。这里不会是某个帝国的都城吧？看着眼前的一切，杨青内心有感。不过在此地人生地不熟，他虽有不少计划，但也不敢胡乱行动。先去找韦丽丽问清楚各种情况，杨青当即便做好打算。他记得韦丽丽是在一座学院，叫疾风学院。他并不知道疾风学院所在的方向，不过学院这种地方，随便问问，找个人问问就行了。目光转动，忽然他眼神一亮，在一个角落，一堆年轻人正蹲在路边，在他们旁边还有一辆铁质小拉车，每个人手上都举着一块小木牌。人力拉车，全程通行。迈着步伐朝角落走去。尊敬勇士，哈利愿意为你服务。勇士，需要坐车吗？疾风城没有不知道的地方。勇士看这里，木耳角力车，稳健且快，全程通行。杨青人还在半途，便有一堆人围上来，各种询问。疾风学院去吗？杨青问道。去，2颗能石，童叟无欺。当然去了，我亲爱的勇士，请选择木耳。一堆人纷纷做出回应。杨青稍微看了几眼，发现这些人并没有压价抢客的行为，所有人开价都是2颗能石，也就没啥好纠结的，便随便点了个比较强壮的年轻人，道：就你吧，哈利很高兴为您服务。勇士您先在这等着，我去把车推来。杨青点点头。其余人见自己没有被选中，纷纷回到原位置，继续举着小木牌静静等待。第185章，再遇韦丽丽。勇士，请。哈利推着他那铁质小车来到杨青面前，弯腰致迎。小车上的座位铺有一张厚厚的绒毛兽皮，使得乘客不用担心硌着。杨青直接迈着步子稳稳坐了上去，小鸡、小敖则被他指挥着在一旁飞行，不然单凭那一身战甲的重量，估计就够这个车夫喝一壶的了。小车完全是被哈利拉着走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却稳得一批。杨青心中暗自点头，异界人的身体素质确实不错。要知道，单单这一辆小铁车的重量就不轻，换个体质弱点的，别说拉人了，就是空车都无比费劲。闪开，快闪开！不想死的滚一边去！就在小车没走多远时，几道震耳的响声从后方传来。杨青转头望去，一队骑着青色巨兽的队伍正在不远处急速奔来，领头的是一个金发年轻男子，任何挡在他身前的东西，要么被他用鞭子抽开，要么直接被青色巨兽撞飞。其余路人见状纷纷避让。拉车的哈利转头一看，脸上瞬间露出惊恐，急忙朝一旁闪去。然而青色巨兽奔跑起来的速度极快，刚刚还距离小拉车有一些距离的队伍，转瞬间便近在咫尺。找死！金发男子暴吼一声，扬起鞭子便朝小车甩来。杨青脸色直接拉了下来，这道鞭子看似抽向小车，其实正直直往他脸上招呼。难得想轻松轻松，还遇上了个不长眼东西。右手一扬，凌厉的鞭身被他狠狠握住，随之用力一扯，金发男子的身体如倒栽葱一般，狠狠从青色巨兽身上飞落在地，他的脸庞更是正面朝地，如狗啃屎一般挤压在一块。少主！小队中其余成员见状脸色骤变，纷纷从青色巨兽身上跳下，连忙上前搀扶起金色男子，同时大吼：操，小子你完了，在疾风城的醉风家，你活不长了！金发男子起身后更是如撕蝎底里般大叫：弄死他，我要他死！一群跟随者听到指令，扬起手上的武器便朝杨青冲去。找死！杨青此时也升起一股怒气，无缘无故遇上这种事，该说不说，他是真觉得倒霉。
这会儿全然不再顾忌什么，只想几个火球送他们去见祖宗。哪怕这些人看上去靠山不小，但他光赶一个，大不了逃回冰窟。火，住手！忽然，就在杨青准备大杀四方之时，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金发男子当即挥手，示意身后的护卫停止攻击。杨青这边同样撤销了释放火球的念头，因为这道声音他也熟悉，正是小男孩的姐姐韦丽丽。韦丽丽真是又怒又喜，今天学院放假，好不容易约了她最好的闺蜜一起逛逛，没想到居然在这望见了令她记忆深刻的杨青大哥。只是封家那小子搞什么鬼，敢这么嚣张欺负他大哥，简直不能忍！连忙走了过来，双手叉腰站在杨青身前，怒气腾腾地指着金发男子，再次说道：封金飞，敢动我朋友，你想死不成？金发男子原本嚣张跋扈的神色全然不见，如舔狗般陪笑道：维维老师这说的哪里话，我怎么敢动您朋友啊？这不，我见这位大哥有缘，想交个朋友来。说完还戳戳手跑到杨青跟前，笑着道：大哥好，我叫封金飞，真没想到您会是韦老师的朋友，今晚风月人间，小弟摆一桌，为您赔个不是。以后只要您一句话，整个疾风城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杨青神色舒展开来，韦丽丽在这疾风城这么有牌面的吗？眼前这位封金飞明显来头不小，仅仅因为韦丽丽一句话便这么甜。不过不管因为啥，既然人家给了笑脸，杨青也懒得再理会，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随即同样笑了笑：小事，不过吃饭就不必了，晚上我还有事。丽丽，这位就是你说的食神。这时，一位面容精致、穿着一身蓝色裙子的年轻女子走到韦丽丽一旁，似笑非笑地扫了眼杨青。封金飞第一个反应过来，脸上无比骇然，说话的语气都有些结巴：青青，这没你事了，赶紧滚吧。还不待封金飞说完，青裙女子撇了撇眉，再度开口：是，我这就滚。封金飞听闻，非但没有半点不满，反倒是如释重负般拉着青色巨兽，换着自己的护卫从侧边退去。杨青也看出一丝端倪，这位青裙女子的来头恐怕也不会小啊，这也让他心思活跃起来。难道在这疾风城立足的第一步又得靠吃软饭？不过好像也没什么抵触心理。杨青大哥，真没想到能在这见到你。韦丽丽转身，一脸兴奋地开口，随之又扬起小脑袋，继续道：你这是打算去哪呀？要不要我带你去？这里我可熟了。杨青一边从小铁车上跳下，一边笑着道：刚来，正打算去疾风学院找你。随之走到正瑟瑟发抖的车夫哈利身边，掏出2颗能石交给他，并道：我就在这下吧，这是车费。哈利脑袋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双手不停摆动：不，这钱我不能要，这才没走几步嘞。常年混迹在疾风城的他，可是清楚的知道刚刚那位封家恶霸是何等嚣张。然而这么嚣张的一个人，在此人面前乖得跟条狗似的，他可没有半点敢收费的想法。杨青直接将能石塞到他怀里，便朝着韦丽丽方向走去。他虽然贪财，但也不会压榨到这种依靠苦力赚钱的平头老百姓身上。听着杨青的话语，韦丽丽脑海中莫名闪过一丝开心，当即笑着道：刚来就准备去找我啊，是有什么事吗？杨青可没在意那么多细节，点点头：自然是有事，不然我去找你干啥？第186章寻找商铺。噗！青裙女子突然发出笑声，杨青扭头望去，有些不明所以，似乎觉得这种行为有些失礼。青裙女子连忙掩嘴。韦丽丽白了一眼，随之说道：逛了这么久，也有些饿了，不如先找个地方边吃边聊。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继续开口：我请客。杨青眼神一亮，异界的美食他也是极为感兴趣的。虽说他现在资产还算充足，但有过上次在黑石城的教训，他可不敢胡乱花钱。毕竟连黑石城那么个小地方，嫖一夜都得998颗能石，而这疾风城明显类似于1线城市，消费水平绝对不低。这回有小富婆开口，那必须整顿好的。我没意见。杨青故作镇定。青裙女子也揉了揉肚子，就去风雪漫天楼吧，今天难得有机会出来，可得吃个饱饱的。走着。韦丽丽小手一挥，豪迈无比，随即又朝着杨青说道：风雪漫天楼离这不远，咱们走着去吧。杨青点头，作为一个混吃混喝的存在，他自不会有意见。三人有说有笑地走在大道上，期间他也得知韦丽丽在疾风学院并不是学生，而是任职老师。青裙女子的全名叫做青衣。很快，一座富丽堂皇的6层大楼便出现在杨青眼前。大楼一层正中央位置挂着一个巨大的水晶牌匾，牌匾上写的正是风雪漫天楼5个大字。杨青心中暗喜，好家伙，这就是富婆的世界吗？可真够阔气的。二女明显对着轻车熟路，走在前头，一路的服务人员毕恭毕敬。
杨青则跟在后头。在二女的带领下，三人很快来到6楼的一处包间，在这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疾风城最繁华的区域。不过由于此时还是下午，各个街道上的人流量并不是很多。杨青大哥，你要吃啥？随便点。韦丽丽将菜单递给杨青，豪气地说道。杨青接过菜单，随便瞄了几眼，眼角忍不住剧烈颤抖。这他妈明明可以去抢的，还非得给你上几道菜是吧？上面最便宜的一道菜都得上百能食，最贵的更是高达5位数，简直离谱。这让他原本打算大吃一顿的心思也放了下来。我随便，你们自己点吧。杨青摇了摇头，将菜单还给韦丽丽。实在是他穷惯了，对这种土豪式生活属实有些无法适应。这会儿花的虽然不是他能食，但潜意识里还是会觉得如此奢侈的花费别人能食，多少有些不好。韦丽丽看着这一幕，眼神中很明显出现一股失落。果然，不愧是食神的信徒，连风雪漫天楼的菜都看不上吗？在他眼里，此处可是整个疾风城最好的酒楼了，他韦丽丽可是很爱吃的呢。本来听着青衣说要来这里吃饭，他还忍不住窃喜，把自己最爱的菜品分享给杨青大哥，让他也知道我韦丽丽也是见过世面的。当下连点菜的心思都没有了。一旁的青衣却是不管不顾，拿起菜单左勾右画，刷刷点了10几样，这才停手，换来服务员将菜单拿去。杨青趁此开口，我想在这疾风城租个铺面，你们知道哪个位置好点吗？是做酒楼吗？韦丽丽脱口而出。在他看来，食神的信徒做食品很合理的，算是杂货铺吧。杨青回道。啊！韦丽丽有些不可置信，张大了嘴巴。杨青道，也包括食品，但不仅限食品，像各种血晶族制作品、武器等都会售卖。会有我上次向你购买的零食吗？还有，那这么说的话，杨青大哥是准备在疾风城常住吗？韦丽丽像是抓住重点，急忙问道。差不多吧，零食种类会很多，至于常住，应该会的。杨青说完，韦丽丽眼神一亮，疾风学院附近就有很多商铺，可以去那里试试。学院附近倒是个好地方。众所周知，学生的钱是最好赚的，原因很简单，舍得花。那等下我跟你去看看。杨青惊喜的回应。韦丽丽同样一脸开心。好的。莫多时，菜品一一被端了上来。看着眼前各种美食，杨青好奇心大盛，这些应该算得上是异界顶尖美食了吧，也不知道口感如何。随之拿起筷子一一品尝，最后得出结论，确实润。一直到个把小时后，三人这才满足离去。结账时，杨青还特意留意了下价格。好家伙，一桌下来将近4000能食，这要让他来请，2顿就得破产。同时，他内心隐隐升起一丝焦虑，一顿饭都这么贵，那租个铺面呢？以他的财力，估计又得变卖一些用不上的宝贝才行。杨青算是明白了，现在的他宝贝不少，但缺能食。不过有各种制作图以及交易所的存在，他可以整出各种有趣的商品。而想要将这些商品稳定化作能食，一个商铺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内心已经决定，哪怕付出一些代价，也得租个商铺下来。到时候打食神的宣传，一包辣条卖他个10能食，玩的就是一个优先级与信息差。前往疾风学院依旧是步行过去，虽然这次有些距离，但三人都不是常人，一点点路程自然不会感觉的疲劳。莫多时便来到学院附近。此时杨青才发现，这所谓的学院简直和一个城中村没啥区别，大的离谱。按照韦丽丽的建议，他甚至有关系可以在学校里面整到一间商铺，但被杨青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在他的设想里，一个以武力为王的世界里，一座如此有势力的学院会缺少顶尖强者吗？很显然不会。而他可是打算将传送做标放在店铺的，这每天在那些强者的眼皮子底下来回穿梭于疾风城和冰窟，多少缺乏些安全感。要是碰上有心人找他麻烦，可就很糟糕了。虽然他可以选择逃回冰窟，不会受到生命危机，但把他店铺掀了也是很亏的，好吧。第187章，神威无敌张小胖。学院外面便是一条宽阔的大道，大道两旁基本上都是各种店铺。杨青转悠了一圈，此地应该是旺街，基本没有空商铺，即便是有，也处于极偏的位置。但他对此并不在意，若他售卖的是常见之物，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得放在首选。可他的产品说是独一无二，丝毫不为过，那对地理位置的要求便没有那么高。通俗点来讲，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不过此处为异界，并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物品，联系房东的唯一方法便是在店铺大门上标记着明天早上9点他会再次过来。至于这么做的原因，
也是因为房东在他的商铺上贴有纸条，上面标记着他每天都会过来查看，有需要的留下约定时间就行，他会准时过来。铺面的事情暂时落定，杨青便与韦丽丽二人道别，准备返回冰窟。他今年挖掘次数还剩8次，可得抓紧时间了。在一番寒暄过后，杨青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取出传送石，选择传送。再次回到冰窟，杨青没有浪费时间，直接查看周边。经过疾风城这番墨迹，此时的时间已经将近下午4点，距离夜晚的到来也不过只剩下3小时。赶在光线暗淡之前搞定今天的任务，是他现在的目标。继续挖掘上方，会遇上一群莽撞的巨斧牛头人，以你的实力可以轻松虐杀，但其收益已经不太能够满足你的胃口。向左又是一群肮脏愚蠢的骷髅战士墓地，其中最强大的为震天级亡灵刺客，以你现在的能力，仅凭2只宠物便能够将它们完全化作精神属性点。挖掘右边会遇上一只落单的湮灭级巨鲨暴熊，你感受不到任何压力。前方平平无奇，只有一条弱弱的小海蛇，想吃蛇肉羹的话可以选择。后方资源窟平平淡淡，稍作思索，最终决定挖掘左边，毕竟是一名严格的法师，提升精神还是很重要的。最终在2只宠物的努力下，杨青的精神再度增加36点，并且收获一大堆2至3阶的武器。第4次挖掘选择的是后方，一共有4只金翼鸟，3只震天级，1只湮灭级。以杨青现在的实力，自然轻松拿捏。血液丢给了小鸡，使得他的体型再次增大几分，不过并没有突破的迹象。很显然，属随着小鸡完成血脉升华，现在进阶的难度已经和小鳌有的一比了。而剩余的寿元则为他增加了 28% 阶基因开启度。正准备继续第5次挖掘，忽然一道细私聊信息传来，杨青点开一看，脸上瞬间凝重起来。张小胖，龙国老大，救命！我挖到了一个奇怪的山洞，这里有好多火精兽，若是如此我倒不怕，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群泡菜国棒槌，他们中最强大的已经开启了3条基因链，我属实打不赢啊！杨青没有丝毫犹豫，点开背包，取出绑定了张小胖的灵魂锁链。这货肯定是要救的，对杨青来讲，张小胖这位贴心的领地大管家用起来属实是顺手，自然不可能放任他白白死去。而且从张小胖的描述来看，也让杨青微微有些感动，基本把他所遇上的危险描绘清楚，并且没有触发彩色提示嘛，也就意味着张小胖所说基本属实，他完全有横扫一切危险的资格。直接点击传送，唰的一下，杨青便感受四周一股炽热袭来，同时张小胖那浑厚的声音也传入耳中：你们敢动手试试？我刚给我大哥通信，等他一来，看能不能一火球送你们上天。在张小胖四周围着6位泡菜国玩家，听见这番言论，直接是大笑嘲讽。和 QE， 别说你叫不来人，就算叫得来，爷爷手上的大弯刀一样能将他脖子扯下当球踢。别和这死胖子废话了，看他手上的武器最少也是4阶，这下发了，哈哈哈！不止呢，看他身上装备的色泽，估计不会低于2阶，这胖子是真富啊！看大爷不一刀剁了他。同时泡菜国人群中，一位拿着法杖的帅气男子淡淡的发出指挥：别拖了，直接切了吧。此人刚一开口，其他人也不再多说什么，纷纷扬起武器朝张小胖砍来。老子就算死也得找个垫背的，杀！张小胖同样发出不甘的怒吼，扬起他那无比宽厚的大砍刀朝人群冲去。就在这时，一道道紫色外衣忽然将他庞大的身躯包裹，霎时间，张小胖只感觉原本笨重无比的身躯忽然变得轻盈，并且他还感觉这层紫色的外衣充满了安全感。哈哈哈哈！我老大来了，狗崽子们，等死吧！此刻的张小胖，无论是力量还是内心，都犹如战神般无畏无惧。刷刷刷！在紫色外衣的加持下，原本张小胖的短板被补足，一柄宽刀挥舞的是虎虎生风。一时间，原本自以为占据上风的泡菜国玩家们被这凌厉的刀锋砍的是节节败退。咻！忽然，一道冰箭飞来，直直冲向张小胖的眉心。发射这道法术的正是唯有后方的帅气男子。然而，无往不利的冰箭在撞上张小胖脑门时，直接化作碎块。张小胖更是连半点感觉都没有。我操，我真强啊！呸，是老大真强！张小胖拍了拍脑门，宽刀忽然发出震颤之音。天上下地唯我独尊，一刀斩！轰！张小胖此刻已然不再做出任何防御，宽刀被他高高扬起，一道2米长的刀芒被他甩出。刀芒所过，并没有无往不利般的伤到任何人，而是直接被泡菜国一位手持盾牌的玩家给挡住。天上下地唯我独尊，一刀斩！然而张小胖这招似乎是持续性攻击，只听他又一次大吼，一道刀芒再次挥出，第3道，第4道。只见一个闪着紫芒的大胖纸
不断扭曲着身子，狂舞大刀，道道刀芒漫天飞舞。他没有任何防御，因为无需防御。他杀疯了。第188章神能灯。紫色外衣自然就是杨青加持的雷衣了。看着张小胖如此神威，杨青点点头，当即便决定让他自己去解决那群泡菜国棒槌。有雷衣的加持，基本不需要担心这货会受到什么伤害。毕竟以杨青现在的精神，随便加持一道雷衣就够那群人打上好一会儿了。更何况为了保险，他一进来可是连续加持了5道。按照这种强度，恐怕泡菜国那群人打到雷衣效果结束也伤不到张小胖分毫。目光望向四周，此处是一个火红色的洞窟，炽热感便是从周边墙壁上所散发出来的。同时在洞窟深处，他还看到一只闪着火红的双眼。不出意外，这应该就是张小胖提起的火精兽。迈着步伐朝洞窟深处走去，他准备先清掉这些异兽再说。火精兽长有4蹄，身形如狼，但却并不是血肉之躯，看上去而是如精致一般，并且全身冒着红色焰火。稍微观察了一会儿，杨青发现此处的火精兽最强的也不过恐怖级。现在的他对付这种等级的异兽，跟碾死一只蚂蚁没有多大区别，丝毫提不起任何兴趣，直接指挥小鸡小敖前去解决。莫多时，张小胖那边便传来胜利的呼喊：“呸！一群杂碎，跟你胖爷斗还嫩了些。”火精兽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小鸡小敖同样已经将战斗结束，一共20来块火能石进入他的背包。老大，这些是那群棒槌掉落的资源，给。张小胖此时也跑来过来，并且发出一道交易信息。杨青直接拒绝，这点低阶资源对现在的他来讲丝毫没有半点作用。资源你就自己留着吧，对我来讲意义不大。随之内心稍作思索，他决定给张小胖整台分解者保命。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了解，杨青对这小子的能力与品性也算有了个了解，确实是个不错的好管家，值得付出一点。重要的是，现在制作一台机甲者，在损耗方面对他来讲基本没有太大的感觉。点开制造界面，目光望向分解者界面，制作材料它是足够的，在明月峡谷那边99位参赛玩家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源。选择制造系统，初级机甲分解者 X1。 张小胖看着杨青在半空中点击，知道他是在操控系统面板，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在一旁等待。杨青则点开聊天界面，找到张小胖，给他发出一道交易申请，一边说道：“这东西你拿着，留着保命。”张小胖愣了一下，随即好奇点开交易面板上的物品。下一秒，他那满是肥肉的脸庞剧烈抖动，激颤地说道：“感谢老大，以后只要你一句话，我张小胖哪怕万死不辞，也会毫不顾忌地听从。”穿越到这个神秘的世界这么久，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么一台机甲意味着什么。只要不是必死的局，基本上都能横推。而且保命这点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强大的是发育与效率。有了这玩意，他绝对有信心快速解决冰窟内的危险，不用再因为1、2只异兽去费尽心思战斗。这样一来，战斗后的调养，甚至受伤后换取药剂的资源，都能省下一大笔。相对的，每天挖掘的冰窟也可以多上不少。行了，点击接受吧，要是我都解决不了的事，换你去不也是白白送死？杨青笑着摇了摇头，随之又道：“行了，这里基本没啥危险了，我先回去了。”话落，灵魂锁链被他再次取出，光滑流转间便消失在了这处火红的洞窟。张小胖忍住激动的心绪，直接点击确认交易，从背包取出分解者。一时间，张小胖的眼神更火热了。如此霸道的大块头，他可是太爱了。杨青这边回到援兵窟的第一时间，便将目光望向四周，准备着他今天的第5次挖掘。继续挖掘左边，那有一只人畜无害的平头鼠，将他所居住的洞窟掏空，可收获他珍藏多年的木盒坚果。当然，此果并没有神特殊之处，用来当做零食都得考虑一下自己的牙口是否坚硬。这次上方勉强还行，有一块紫色贝壳，不过要小心贝壳内的寒毒箭。向下，那是一处本土村庄，即便你将村庄村民全部洗劫，也得不到多少有效资源。前方边可就厉害了，居然有10份真金。后方，哦，居然有一座神能灯，神能灯可用神辉能石点燃，点燃的神能灯会吸引到诸神的目光，可以用神能灯向被吸引至此的神明换取一些不错的宝贝。神能灯吸引诸神，看着后方给出的提示，杨青陷入沉思。这玩意儿需要使用一颗神辉能石才能点燃。神辉能石他倒是有一颗在上古祭坛处收获的，但这东西的价值最少也值10万能石，在他眼里，说是身上最珍贵的资源也丝毫不为过。若是向神明换取的宝贝差强人意，那可真就亏惨了。可转念一想，
神辉能石价值虽然高，但无法转换成有效资源，也属实有些吃灰的感觉。以他现在的实力，普通物品很难再会让他有很明显的提升，唯有和神有关的宝贝，才能让他的实力有个很明显的进步。赌一把，杨青把心一横，重重的给自己打了个气，走到后方冰壁前，掏出镐头，卖力挖掘。15分钟后，冰壁破碎，可别让我失望啊！看着眼前雾墙，杨青默默祈祷一句，这才带着小鸡小敖一步上前，穿过雾墙，眼前冰窟大的离谱，但四周却是无比空荡，唯有一根通天巨柱异常显眼。巨柱离杨青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从远处看，巨柱表面有万千色彩，但这些色彩给人的第一感觉却是暗淡无比，更有一种朴实无华的感觉。同时，哪怕相隔甚远，杨青依然能看到巨柱旁的一道系统提示：系统神能灯，传闻是万彩神王所遗留之物，是神王开辟万彩大陆主要之物，唯有神辉能十方可点亮。第189章黑夜之神。迈步朝着神能灯方向走去，没多时便清晰地看见一根有着无数色彩直冲天际的圆柱出现在其眼前。靠近彩色圆柱，杨青伸手抚摸，然而却是丝毫感觉不到任何触感，可圆柱却又是实实在在立于身前。这奇怪的一幕让他的好奇之心更盛。点开背包，取出神辉能石，圆柱旁边忽然多出一道选项：系统是否融合。神辉能石与圆柱一样，有着万千色彩，不同的是，圆柱表面色彩暗淡，但神辉能石却是散发着灼热光辉。不再犹豫，直接选择融合。杨青手上的万彩能石忽然飘起，径直融入到圆柱中。霎时间，原本暗淡的万彩圆柱忽然开始闪烁，无比刺眼的光彩将整片空间完全笼罩，整个世界都好似被彩色包裹了一般。一处神秘世界，一位身着黑色长裙的女子正依靠在一张长椅上，女子身材与面容都完美到极致，周身更是透露出一股神性的光辉。只见女子原本紧闭的双眸突然睁开，空灵的声音从她嘴中蹦出，有人触碰到了万彩的气息，随之一股漆黑将她身体完全包裹，再看已然消失在长椅之上。各地一位位散发出神性光辉的女子集体大惊，随之同样消失在原地。幽暗的虚空，无数位拥有神性的女子集体穿梭在一起，顿时原本空万籁寂静的虚空深处爆发出一顿争吵。黑夜都一把老骨头了，还争什么？赶紧回家调理身子去吧。呵呵，你破坏之神不是唯我独尊吗？还会对万彩留下的神柱感兴趣？嗨，我说各位姐姐们都神力滔天，这桩机缘能否让给妹妹？小银月，这东西你把握不住，退去吧。忽然，幽暗的虚空浮现一抹万彩光芒，无数神女如同道道流光冲向那抹彩色，最终一道黑色流光率先抵达万彩光芒处，其余流光纷纷停住，转而回头朝原路返回。而虚空中又是一顿空灵的声音悠悠传开：晦气，又让黑夜抢先了。可惜命运、真理、雪儿他们都没来，不然哪轮得到黑夜那老娘们？嗨，回家睡觉睡觉，浪费我时间。另一边，杨青却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虚空忽然浮现的一抹黑色，黑色为人形模样，但却看不清容貌。只见他伸出手臂，原本散发出万彩光芒的神柱忽然急剧缩小，被那黑影完全握住。系统黑夜之神的好感 X30，小子运气不错，说吧，想要啥？我黑夜从不喜欢亏欠别人。神能灯既然是你点亮的，那我可以满足你几个小小的愿望。杨青神色一怔，这货不会是传说中的黑夜之神吧？好家伙，开口就是满足愿望，只能说不愧是神，就是不知道这道身影是真身还是如同血神那般只是一道虚像。不过这好像区别也不大，只要能满足愿望就行。可杨青清了清嗓子，一脸凝重地说道：我的要求也不高，随便给几件神级法杖、饰品、法球、制作图。停，你当这些东西是大白菜，想有就有的。杨青脑海中一大串物品还未完全说完，上方黑影连忙发声：那不是你说随便满足我几个愿望的吗？某人弱弱开口：咻，就这个啊，要不要？黑影丢下一块贝壳，随之转身再度没入虚空。杨青眼神一亮，金色贝壳。嘿，黑夜姐姐真是一点没变，一闪而过的彩色提示。杨青自然是没有发现，此时他正全身心地接过从半空落下的金色贝壳。虚空深处，原本正打算回去的黑夜之神忽然停下身子，眉头紧皱。通天琉璃猫，难怪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他，居然和那个神选者玩到一起了，有趣。随之
一道黑色斗篷与一块散发着万彩光芒的碎片被他甩出，便再度离去。系统黑夜之神的好感 X50。杨青正兴奋地接过金色贝壳，忽然而来的提示又把他搞懵了。啥玩意儿？一下加这么多好感？难道神也是颜控？同时，半空忽然飘来一道斗篷与一块万彩碎片。杨青伸手接过。系统黑夜斗篷 X1。系统万彩神格碎片 X1。啊，这黑夜姐姐实力又提升了呀！这都被发现了，一闪而过的彩色提示。杨青此时真徜徉在幸福的海洋，一连串的惊喜直接将他砸得有些晕乎乎的。不过很快他便反应过来，这可是他花费了一颗神辉能石才换来的，要想确认值不值，主要还得看看金色贝壳能开出啥，不然单凭一件斗篷和一块神格碎片，他可不认为值得。毕竟神格碎片他用不上，斗篷他也有不少，这会儿必须得是最实质的宝贝才能让他满意，希望能开出点带神的物品。心中默默祈祷一句，随之点开背包，又将金色贝壳选择打开。系统神级法球黑夜主宰。系统神辉能石 X1。系统神物黑弥漫天。系统神土 X6。系统神级法杖夜之闪耀。嚯，阔气，真他娘的阔气！所有物品都是神级，这就是神的手笔吗？爱了爱了！看着一道道宝贝闪过，杨青内心的兴奋真如波涛般一浪接过一浪。当他看见神级法球时，以为这是终点，没想到这仅仅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道更是直接满足了他内心所有幻想，并且从神辉石都被他当作奖励丢出来看。他猜测这位神真正的目的恐怕就是这道神能灯，只不过他们可能无法寻找到神能灯，只有玩家寻找到并且用神辉能石激活后，诸神才能有所感应。这也就说得通为啥神辉能石会被当作奖励送出，毕竟他的第一颗神辉能石也是从上古祭坛银月之神赐予的奖励中得到的。第190章无比强横。点开背包，将刚刚收获的几道神物取出一一查看。系统神级法球黑夜主宰，唯有在黑夜中方可激活黑夜主宰，激活后可化身为黑夜之躯，你的4项属性均提升9倍，并且拥有黑夜傀儡、黑夜之影、黑夜洞察。黑夜傀儡可将任意目标加持黑夜之力，使其各项属性提升3倍，并且拥有黑夜之躯。黑夜之影在黑夜中，你可以完全隐匿。黑夜洞察在黑夜中，你能洞察周边一切事物。洞察范围根据自身精神决定，每一点精神增加10乘以10码。系统神物黑弥漫天，可将周边方圆万里地区化作黑夜，当然此物会损耗黑夜之力，同时在晚上时会自动吸收黑夜之力补充，但要记得佩戴于身上，放置背包无法吸收黑夜之力。注：此物为工具，无需佩戴至装备栏。系统神级法杖夜之闪耀。特性夜耀，可引动拥有黑夜之力的目标产生自爆，自爆伤害根据目标黑夜之力的强度加释放者300%精神伤害而决定。系统神土 X6， 可融入庭院形成神土良田。系统黑夜斗篷，穿戴后可成为黑夜之神的信徒，并且拥有黑夜泥沼的特性。黑夜泥沼黑夜中可将周身1000乘以1000码范围内空间的所有敌对目标速度防御降低 45%。 看着一道道闪过的介绍，杨青内心此时只有一个想法，以后他将会是黑夜中的恶霸。这一套技能装备明显都有些相辅相成的作用，尤其是神技黑夜主宰配合法杖夜之闪耀，先给敌人加持一道黑夜傀儡的特性，而后发动法杖特性夜耀将其引爆，直接是可以让对方在懵逼中逝去。不知道夜耀能不能将黑夜女神给引爆了？杨青怪异地发出低语。夜耀的能力是能够引爆拥有黑夜之力的生灵，并且对方掌控的黑夜之力越强盛，所能产生的爆炸便越强。而世间谁掌控的黑夜之力最多，无疑必然是黑夜女神。不过这根法杖都是黑夜之神赐予的，应该不至于对他会有效。想到这种离谱的可能性，杨青摇了摇头，随之将宝贝全部收进背包，身形开始穿梭在此处冰窟。收获如此多的神级宝贝，此时他想要开启第8条基因链的心思异常强烈。毕竟想要将刚刚收获的所有物品效果最大发挥出来的前提是必须依靠神技黑影主宰的。目光望向四周，随之身影不断穿梭在冰窟中，他准备今天的第6次挖掘。5道彩色提示照常依次浮现，继续挖掘后方可收获一块紫贝壳，并且会遇上一群火狐。下方冰窟是一群雷鸣鸟，最强的为震天级，可轻松拿捏。上方冰窟有一根上古雷击木，里面蕴含着赤雷变第2道进化方式，但也要小心雷击木所散发黑雷磁场。以你现在的精神，最少也需要62层雷衣才可安然进入。向左，里面充斥着挤压之力，
以你的肉身强度，抗不过10秒便会碎裂。虽然中央有一块红色贝壳，但极不建议冒险进去。右边冰窟为极其劣质的普通资源窟，甚至里面还有一只腐烂了数十年的异兽腐尸。要是你想感受一下巨臭的气息，不妨进去待上一会儿。基本没有任何犹豫，杨青直接是凝聚黄沙之意，冲向了上方。这么久以来，哪次遇上强大的敌人不是依靠雷神三变才度过的？而雷神三变有3重，赤雷变只是第1重，这会儿遇上第2重，自然毫不犹豫。一直杂技了10来分钟后，这才穿过雾墙来到新的冰窟。眼前的场景给杨青的第一感觉就是一股荒寂，四周枯木丛生，杂草藤蔓即便有根，但却无法生长，枯黄与衰败充斥在整个冰窟。但在这股荒寂的场景中，却有一根闪着黑色雷弧的枯木无比显眼。枯木位于冰窟左上角，在其周边有着一圈圈能以肉眼可见的黑色雷弧磁场。雷衣提示早有预警，杨青自然不会乱来，而是先不断为自己加持雷衣，一直到将近70层，这才感觉到满满的安全感。指挥2只宠物就在原地等待，而他自己则朝着磁场方向走近。吱吱吱吱，刚一靠近磁场四周，一股刺耳的响声忽然升起，而杨青也能很明显的感受到雷衣的防御能量正在衰减。一直走到枯木前，杨青不敢耽搁时间，直接伸出被雷衣包裹的右手。枯木中央有一块黑色原石，杨青的目标正是这块黑石。右手直接一掏，系统提示也如约而至。系统黑雷石 X1。同时，原本雷弧阵阵的磁场也在这时消失。点开背包，取出黑雷石，旁边同样有系统介绍。系统黑雷石可融合学习了雷神三变的基因链当中。点开基因选项，直接选择融合。系统恭喜你，雷神三变成功解锁第2变黑雷变。点开雷神三变，选择查看刚刚融合的黑雷变。系统雷神三变之黑雷变，使用后可引黑雷加身，持续60秒，冷却24点10。黑雷变期间，你的4大基础属性提升200%，你所释放的任意雷系法球技均能增强600%的效果，同时还能掌握一道强悍的法球技黑雷御剑。看着介绍，杨青脸上的笑意忍不住展开。在赤雷变的基础上，直接是提升了2倍的加持，而这2倍对于杨青来讲，可不仅仅只是字面表达的2倍那么简单。在他的基因天赋加成下，最高可是能够直接将4大属性加持推到18倍。如此强悍的加成，他甚至觉得能够越2阶杀敌都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还有一点，他最常用的法球技雷衣也是属于雷系元素，在黑雷变的加持下，他的雷衣同样也将变得更加坚固。第191章海潮迷阵。就刚刚这会儿的收获，已经让他的实力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回他的干劲可谓是旺盛无比。趁热打铁，继续第7次挖掘。上方是一处幽闭空间，你至少需要待满3小时才可挖掘下一处冰窟。当然，你也可以在里面收获几块空能石。左边只是一处普通的资源窟，右边有一大群火蚁，此异兽单个力量不强，可一旦遇上，必然都是成群结队，应对起来极为繁琐。当然，以你的能力，倒也能轻松应对。只不过收获并不会很充足，因为火蚁死亡后并不会掉落任何资源。挖掘前方，里面有一大堆食物，并不值得关注。后方那号称是煞风峡谷，据说是被传说中煞剑之神一剑劈开而形成的峡谷，里面有充斥着一种名为煞气的力量。当然，若是你能深入峡谷，能够收集一批煞之力，煞之力能够提升你的力量。一一观察之后，随便排除一下选择的也必然是后方。虽然他是法师，但也不介意将力量提升至让人骇然的地步，毕竟能够一拳镇压一切的感觉也挺让人陶醉。走到后方，扬起镐头开始挖掘。没多时，冰壁破碎，带着2只宠物步入新的冰窟。刚一进来，杨青便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到了。一座看不见尽头的通天高山直接被分成2半，巨山中间是一条大概宽2米的深渊，震动着黄沙之意上前，还未步入峡谷，便已经感受到了一股暴虐的气息涌入脑海。这么冲嘛，也不知道雷伊能否抵挡。感受着峡谷中弥漫而出的煞气，杨青忍不住念叨，随即正准备加持几道雷伊试试能否抵挡这股煞气的冲击，脑海中却是忽然冒出彩色提示：此煞气为精神攻击，雷伊无法抵挡，以你的精神可在深处峡谷抵御19分钟，之后便要迅速离去。得，强闯吧。杨青摇了摇头，随即放弃释放雷伊的想法，直接操控黄沙之翼朝峡谷中心飞去。瞬间，脑海中似乎不断有什么东西一股股的冲击着，让他心中忍不住生出一丝暴虐的心思。不过这股冲击虽然不弱，但以杨青现在的精神倒也能抵挡，只得抓紧时间不断深入。没多久，便看见峡谷中飘荡的一把把红色小剑，小剑大概如巴掌大，没有实体。这应该就是
那什么煞气之力了吧？杨青心有所感，随即飞身朝最近的一把红色小剑抓去。随着他手掌刚刚触碰到红色小剑，一道系统提示便已经传来：系统，恭喜你成功融合煞气之力，力量 X3。看着如此轻易便加了3点力量，杨青兴趣大升，操控着黄沙之翼不断探索。一道道 X3 的信息在他眼前浮现，很快时间便过去了15分钟。虽然提示显示他可以撑19分，但为了保险起见，杨青还是不准备贪了。毕竟就这么一会儿，他的力量便加了122点，全力操控黄沙之翼向上方飞去。没多时便再次来到峡谷之外。此时他脑海中暴虐的感觉也在逐渐消散。不过杨青却是没那么多时间等他完全消散再去挖掘了。此时距离冰窟中的黑夜还剩不到2小时，必须抓紧时间了。继续飞向各处触发彩色提示。第8次挖掘倒是没出现什么亮眼的冰窟，最终选择的上方共计收获灵能石 X33、火能石 X43、极岩石 X99。继续第9次挖掘，上方依旧没有很好的资源，只有一些高级药材，即便是全部采摘也对你没有多大的提升。左边还行，里面只有一只震天级鹏王，将其灭杀可以收获一批风能石与空能石，但数量不会太多，也就10来枚，以你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应对。右边是一处荒漠，荒漠中央有一只湮灭级沙暴蜈蚣看守，将其灭杀可收获一块黄沙原石，此时可修复你的黄沙之灵。前边一位湮灭级强者正在那练习枪法，若是将其灭杀倒也能收获一些不错的资源，但为此会得罪一位圣域级强者，很不值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进去与他畅谈一番，虽然得不到任何资源，但有不小的几率会收获他的友谊。挖掘后边，里面是海潮迷阵，迷阵中央有一块黑色贝壳，里面收藏着你所需要的蓝龙之爪。需要注意的是，海潮迷阵极难应付，需要特别小心。看着一个个提示，杨青这次倒是犹豫了几秒，最终还是决定挖掘后边。蓝龙之爪是他制造神级法杖元素创生的材料，此时他的材料已经收集大半，这回自然不会放弃。尤其是看了刚刚收获的神级法杖夜之闪耀的特性，更让他对这根元素创生有兴趣。只不过这样一来，修复黄沙之灵就得耽搁了。但为了神级法杖，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取出镐头来到后方，没多时，一切准备就绪，踏入雾墙。哗啦啦，无尽的水流声不绝于耳。杨青抬头望去，远方有18根蓝色水柱通天而起，水柱四周是一片汪洋的海浪。杨青踏步上前，来到湖边，一道系统提示浮在眼前：系统，海潮迷阵，将18根海龙柱摧毁，可破此阵。正好试试我的新绝招。杨青说着，同时脑海念头一转，黑雷变。系统，由于基因天赋加成，本次属性加持为自身精神的6倍。唰！瞬间，原本 1.8 米的身材突然化作 4.7 米，比赤雷变都足高了 1.1 米。这可把杨青乐坏了，心道要不要找个机会去雪神山转悠一圈。但很快回过神来，一步踏入海浪之中。唰唰唰，一道又一道的浪潮直接砸向杨青的身躯。然而在黑雷变加持下，面对着一道道浪潮，杨青丝毫没有受到半点影响，很快便顶着浪潮来到一根海龙柱前。黑雷化剑，杨青念头再次转动，一柄柄黑色雷剑于半空浮现。咻！第192章一具骸骨，无数黑雷剑集体刺向下方的海龙柱。哗！忽然，一根根海龙柱腾空而起，化作一条条蓝色巨龙于半空盘踞。蓝色巨龙长有双翼，虽是水波凝聚而成的身躯，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凝实如实质一般。18条蓝色巨龙随之全部朝杨青冲来。刷刷刷！杨青念头继续闪动，无数把黑雷剑形成一片剑潮迎上18条水波巨龙。叮叮叮！密集的黑雷剑潮砸在巨龙表面，带起无数声响。虽然巨龙由水波凝聚而成，但其表面的防御却是丝毫不弱。每一道黑雷剑刺上，都好似有道道涟漪，将所有力道完全卸掉一般。宁！杨青见状，直接换了一种战斗方式。无数黑雷剑在他的操控下逐渐相凝聚，一把长达100米的巨剑出现在半空。咻！100米巨剑再度落下，直直冲向最前方一道水龙。水龙身体表面再度出现一道道涟漪，似要将巨剑带来的冲击完全卸掉。然而这次的黑雷剑却是直接将巨龙劈成2半。同时，黑雷剑在砍出这一击后，也由原本的100米长直接是变成不到10米。哗啦啦！剩余17条巨龙好似傀儡，丝毫没有半点感情般的继续朝杨青冲来。点开背包，取出一些神域药剂，直接灌下。经过这一天的战斗，杨青脑海中的精神存储已然不足10%，而上次在仙女湖绑架那3位女子时所缴获的药剂，
这会儿正好派上用场，直接连灌3瓶，感受精神重新充沛起来。杨青自信大声，刚刚只是为了试验一下新招的威力，这会儿有了个大概了解，他并不准备拖延下去。月之殇，一道漫天圆月笼罩整个冰窟，圆月上有道道银白色的流星降落，一道接着一道，没有一只巨龙能够扛得住一击，甚至流星攻击来到第5道后，已经能够一击便将数只巨龙贯穿。要知道，这可是在黑雷变状态下释放的月之殇，其强大的杀伤力远不是这些巨龙能够抵御的。很快，仅仅8道攻击落下，场上的水波巨龙便已经全部消散，四周的海水也在这时退却。同时，一块泛着黑芒的贝壳也在此刻显露出来。杨青朝下方飞去，一把将贝壳打开。系统蓝龙之爪 X1， 系统黑色贝壳 X1， 系统灵能石 X39， 系统水能石 X39， 系统土能石 X39， 系统特级法球。随之杨青又在整个冰窟搜刮了一番后，这才将目光打量起周边的冰壁。今天的挖掘次数还剩最后一次，他也是准备趁热打铁，一举挖掉。5道提示依次浮现，后方有一群0度妖蝶，最强为湮灭级，以你的实力足以应对，并且可以收获一堆0度寒莲，此物是上好的药材，深受强大的药剂师喜爱。挖掘上方会遇上一具腐烂万年的强者尸体，腐尸体原本为圣域级，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财宝，但其不灭筋骨依然完整留存，若是寻找到不错的炼骨法，可将其炼制成一具强大的骷髅傀儡。下方倒是没有太大的惊喜，但也不至于完全没有收获，因为里面有9块紫色贝壳。要注意，9块贝壳只有1块能够开出宝贝，剩余8块界皆为陷阱。往左边挖掘，你将收获一些极稀有材料，万段真金。右边有些骇人，因为那里隐藏着一道天花岩，若是踏入，天花岩将会瞬间炸裂，除非你将雷伊加持到762倍，否则粉身碎骨是你唯一的下场。看着一道道提示划过，杨青内心的选择还是很多的，其中万段真金、圣域级的骨身、药材以及紫贝壳都让他心动。虽然紫贝壳显示有8块都是陷阱，但是以杨青的经验，彩色提示是可以第一时间便分辨出来的。稍微考虑了几分钟，骨身的吸引力还是大过其他，毕竟单单圣域2字就足以让他心动。将黄沙化翼，目标为上。没几分钟，冰壁破碎，带着2只宠物越过雾墙，第一眼便被角落的一具骸骨吸引。骸骨整体为白色，但是骨头上却有着一道道黑色纹络，黑色纹络布满骸骨全身，密密麻麻，一眼看去无比瘆人。当然，这种场面对于现在的杨青来讲不过是毛毛雨罢了。迈步向前，突兀间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哪怕是杨青现在的体质都感觉有些寒冷入骨。杨青甚至觉得这东西要是放在领地内，他好不容易招募的队员恐怕瞬间便会被这股阴冷将生机冻结。强忍着不适走到骸骨一旁，系统上古腐尸，肉身虽然消逝，但其强大的骨骼却是完整保留下来，特定情况下或许会有大用。杨青伸手触碰到骸骨，又是一道提示浮现，系统是否收取？毫无疑问，自然选择收取。随之周边阴冷入骨的感觉也瞬间消散。眼见今天的任务全部完成，杨青内心长叹了一口气，今天可着实有些不容易，从早上到现在几乎都在奔波，各种奇异的危险接踵而来，若不是此时的他已经强大到一个让普通人望而却步的高度，恐怕早不知死了多少遍了。当然，危险也同样伴随着机遇，单单今天一天的收获就足以顶得上数天。不说其他，就单单一套黑夜中的手段，便足以让他现在有问鼎巅峰的资格。更何况还将雷神3变第2变之黑雷便凑齐，可以说是极大的丰收了。换出系统面板，点开家园选项，选择巨献。小精灵，过来揉腿，今天可累死我了。一来到自家庭院，杨青的声音便已经传开，直接躺到摇椅上安静的休养起来。小精灵菲利斯听闻，也从后方赶来，默默地走到杨青身边，开始细细揉捏。不知不觉，在这股舒适中，杨青直接睡了过去。反观小鸡，虽然现在拥有空兽血脉，但骨子里的勤奋与自强依旧没有改变，默默地处在庭院外面练习着他的战斗技巧。拥有遨游虚空的能力后，他的身影真可谓是神出鬼没。小敖依旧是懒散无比，能趴着绝不坐着，虽然他也好强，但终究是睡觉战胜了一切。第193章，剑气纵横3万里。杨青再次醒来，冰窟已经入夜，小精灵没有离去，勤勤恳恳将杨青身体每一处按捏得恰到好处。我先去做饭了。看着杨青醒来，小精灵诺诺地说了句，便朝灶台走去。杨青起身，今天收获的几份新的土壤
神土。他准备将其融合至荒地上。走上前，各个良田内的种植物都被小精灵打理得很好。杨青直接是取出6份神土，选择融合。看着眼前泛着白芒的神土良田，杨青感受到了一股神性的光辉，同时也很好奇这东西的特性会是什么。直接点开神土良田，选择查看。系统：神土良田种植时间较长，但所有种植出的物品都有机会蕴含一丝神力。杨青倒吸了一口凉气，蕴含神力是什么概念？他并不清楚，但以他的经验，在这个世界，只要和神有关联的东西都不简单。点开交易所，换了几份比较珍惜的种子，选择种下。而后再度查看，发现种植物最低的都需要36小时才能成熟，而最高的甚至需要72小时。当然，这并没有让杨青感到不满，他深切的明白，这世界的任何物品都有等值的关系。简单来讲，就是同等情况下，收获条件越高的物品，那价值必然越高。因此，对于这批良田，杨青还是抱有很高的期待的。种植完毕，又来到摇椅上，换出系统面板，点开决斗界面。今天的5次决斗机会他还没使用，这会儿趁着小精灵做饭的空隙，自然是先打完再说。选择的依旧是单人随机对决。夜晚的匹配的人数不少，杨青刚一点击便得到提示，匹配成功，正在为你传送。随之便来到了一处冰雪漫天的世界。系统：此处对决为极冰之源，30秒后保护壁即将消失。杨青望向前方，他的对手是一位拿着长剑的女子，并且她头上顶着的战绩也是很吓人，16胜0负，还是个高手。看着女子的战绩，杨青人忍不住呢喃，同时对于这女子的实力与基因天赋也起了一丝好奇。毕竟能连续19胜不败的，除了她这种挂壁，其他人绝对是有某些特殊的长处。而长剑女子同样露出一丝震惊，她的基因天赋是红色，换作剑气3万里，任何攻击都能附带剑气杀敌。这股剑气不只能附着在剑上，还能远程攻击。虽然不能攻击3万里之外的敌人，但300米是毫无问题的。再凭借他穿越前便是鼓舞世家，习得一手好剑术，这才能够做到19胜不败的战绩。而眼前此人居然能达到39胜0负。而后又看到胜场后方顶着的姓名，他的战意瞬间燃起，居然是决斗排行榜第1的杨青。他从小好战，自从穿越到此处，更是觉得来到了天堂一般。这里有无数的异兽以及强者供他战斗，并且未尝一败。他一直渴望挑战更强大的对手，这会儿终于碰上了一位真正的高手。此时他战意旺盛。30秒很快过去，女子率先发动攻击，长剑一甩，一道凌厉的白色剑气便被他挥出。面对强敌，他还是选择以稳妥为主，先远程试探一番。杨青也有些好奇，这位能够19胜的女子到底是有何本事，因此也不着急攻击，而是脚步一滑，躲过了这道剑气。女子不慌不忙，继续抖动着长剑，一道道剑气从4面8方冲来，堵住杨青所有退路。但这种程度的攻击与速度岂能封锁得住杨青？随便扭动着身子，便从剑气间隙中全部闪掉。女子眼神这才露出一丝凝重。剑之风。随之，只见女子单手持剑，再次剧烈挥动，一道道剑气被她挥出，但这次剑气并没有朝杨青袭来，而是在她身前聚而不散。剑气不断浮现，如同一道剧烈的旋风。随着剑气旋风成型，女子最后一挥，剑锋直接冲出。杨青依旧不慌不忙，任凭这女子手段再如何恐怖吗？但以她现在的属性以及等阶，即便是强吃这道攻击，也不会有什么损伤。不过能躲何必硬抗？杨青再次滑动脚步，闪到一旁。然而这道剑锋像是具有锁定效果一般，任凭杨青如何闪躲，剑锋的目标永远都只有他。只能硬扛吗？杨青心有所感，随之不再闪躲，而是伸出右手，一道一道雷衣加持在身。叮叮叮叮，剑锋不断绞杀着杨青的手臂，一直过了数秒，剑锋这才消散。杨青瞄了一眼雷衣损耗，直接是降低了 3%。没有更强的招数，我可要出手了。大概了解了女子的手段后，杨青也不准备继续玩下去了。再吃我一剑！看着自己的绝杀之术对对方丝毫没有任何作用，女子发出不甘的叫喊，同时手上的长剑再次散发出丝丝剑气。只不过这次的剑气并不是凝聚于半空，而是直接附着在剑身上。御剑瞬杀诀。女子脑海念头一转，无比浓郁的剑气附着在剑身上，使得她的长剑在不断变大。30米、40米、50米，一直到将近70米，这才停下。斩！女子嘶吼道：“这是她最强一招，凭借此招，几乎没有她杀不了的敌人。”杨青眉头一挑，70米的长剑，有点意思。右手轻轻一抬，
叮，食指与中指用力一夹，70米的长剑被定在半空，纹丝不动。什么鬼？女子脸色从自信忽然变得有些茫然。这还是正常人？杨青见女子的底牌已经施展，也就不打算再玩下去了。手指一弹，直接是将70米的长剑弹开，震得女子连后退。还不待她回过神来，忽然感受到一股炽热。等等，此处不是极寒之地吗？她不自觉抬头一看，只觉一抹紫色闪过，便化作白光消散，回到了自己原先冰窟。某个冰窟，一个手持长剑的女子正呆呆地站在自己破旧的庭院中，眼神透露着一丝迷茫。第194章入千鸟林。杨青这边神色依旧平静，他能耐住性子打这么久，纯粹是好奇。这会儿好奇心稍微满足后，自然是一个紫炎火球将其带走。继续匹配。接下来4次遇上的对手都很平常，杨青照常是一个火球一并带走。没过多久，小精灵也端着食物走了过来，一起共享过晚餐后，杨青也安然睡去。至于售卖装备什么的，他暂时还没做考虑，毕竟明天他的小店就要准备开启，得多预留一些杂物充填店铺。翌日，由于昨晚睡得较早，今天杨青是早早的便醒了过来。一切准备过后，他也是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次挖掘。此处冰窟并不是很大，杨青一眼便能看清四方。彩色提示依次浮现，继续挖掘上方会遇上一群剑嘴龙，其血液用于给小敖提升实力，是个不错的选择。左边是一处虚空废墟，里面有轮回之神库洛的神力气息，不难猜出这应该是他随手砸出的一击。其中遗留的一丝轮回之力是能够将你的9元素肢体天赋进化为10元素彩色天赋肢体的重要材料之一。要知道，拥有彩色天赋可是进阶万彩神王的3大因素之一。右边你将遇上一群多臂族，里面最强大的为湮灭级8臂强者，将他们全部猎杀，能收获一批不错的资源。前方还记得寒山吗？那是一处食人魔营地，其中最强大的就是寒山领主，实力为无极境。若是你选择挖掘，必定会遭到寒山领主的全力打击。当然，你也可以选择1个月之伤送他们上天。后方平淡的让人感受不到一丝想要踏进的欲望。看着一道道提示划过，杨青瞬间便被左边的提示吸引。加，只因为4个字，轮回之神。诸神记录册上是这么记录的：轮回之神库洛，性格极其孤僻，诸神之间唯一一位没有朋友的神，但其实力强大到曾以一己之力镇压深渊9位君主，其中还有3位排名前10的君主，说是诸神中战力最高的那几位之一，丝毫不为过。还有一点，9元素肢体就如此强大，那10元素肢体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让他很是期待。虽然收集到轮回之力只是进化为10元素肢体的其中一个条件，但积少成多嘛，他相信以他现在的实力，面对大多数危险都能解决。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出现能够帮他进化成10元素肢体的材料，那他可以勇敢的去收集。来到左边冰壁前，镐头取出，开始挖掘。随着一阵叮叮声传开，没多时，冰壁便已然碎裂。迈步踏进雾墙，前方不远处的天空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般，看上去无比是人。杨青逐步上前，忽然感觉全身上下不断有衰老又复原的景象。随着他越是深入，每一次衰老的迹象也愈发严重，但很快又会恢复。看着身上发出的怪异，杨青内心无比凝重。这就是那轮回之力的特性吗？不过彩色提示并没有显示有什么危险，因此他心中虽然骇然，但也没有停止前行。然而随着杨青不断前行，他却发现了一股怪异。明明虚空坍塌处距离他并没有多远，可任凭他如何前进都无法抵达。杨青不信邪，直接将黄沙之灵化翼，扑腾一下飞上半空，急速朝着虚空坍塌处冲去。可任凭他如何努力，就是无法靠近那近在咫尺的黑洞虚空。难道是此处有什么空间方面的阵法，还是被那轮回之力影响了此处空间？看着自己再如何努力也无法抵达黑洞处，杨青心绪开始流转起来。对了，试试那个。既然和虚空有关，那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他的第7法球技就是虚空穿梭，特性是能够直接穿梭一段距离。想到这，杨青也不再犹豫，念头一转，他的身影便没入虚空当中，再次浮现，已然位于黑洞前方。原来此处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有没有掌控空间元素的能力吗？看着自己怎么都无法到达的地方，仅仅一个虚空穿梭便瞬间解决，杨青内心也是极为兴奋，目光望向眼前的黑洞，空有耳深邃。不过提示上说的轮回之力，他倒是没有任何察觉。就在这时，彩色提示给出一道信息：想要收集轮回之力，需要进入虚空废墟深处。要注意，取到轮回之力的一瞬间，需要立马逃出虚空废墟处。有了方向，杨青也不再墨迹，又是一个虚空穿梭，
直接进入眼前的黑洞内。霎时间，他身体老化得更快，但与在外面一样，任凭他身体如何老化，都会快速恢复。一直穿梭数次后，这才看见空幽漆黑的空间闪过一滴银灰色的光芒。杨青上前，伸出右手触碰到那股银灰色的光芒。系统轮回之力 X1。随系统提示传来，他忽然看到此处的空间似乎产生了一道道撕裂的痕迹。有彩色提示的预警，他根本不敢多看，拿到轮回之力的一瞬间便已经没入虚空。一连穿梭数次后，这才出了虚空废墟。同时他发现，随着自己将轮回之力收取后，身体衰老的迹象也完全消失，并且周边虚空也变为正常模样，不需要再施展虚空穿梭也能安然离开。点开背包，将刚刚收获的轮回之力取。系统轮回之力，传说轮回之神所遗留的神力。简短的介绍让杨青忍不住撇了撇嘴。不过虽然他知道这玩意儿用处很大，但暂时是用不上了。想要将9元素肢体进化为10元素肢体，可不是仅仅一份轮回之力就能够达成的。目光望向四周，他准备今天的第2次挖掘。毕竟等下9点还得前往疾风城处理店铺之事，还不知道会耽搁多久。万一要是弄到很晚，他今天的挖掘次数可都不一定能够用完。因此这会儿趁着还有时间，自然是要抓紧时间多挖几次。第2次挖掘，5个方向并没有很好的资源，最终杨青选择的是下方。那有一群沙暴龙看守，被小鸡小敖轻松解决，其中血液给了小敖吞食，兽源则为他开启了28%阶基因开启度，并且还搜刮到一批不错的资源。继续第3次挖掘，向下挖掘，里面有一群被深红感染的异兽，收获不会很大。左边是个食物库，里面充足的食物足够你3天不愁吃喝。右边冰窟内排满了上万个魔法风暴，你必须在施展了黑雷变的状态下，再将雷衣叠加至200层以上，才可在魔法风暴中畅游，并且还能收获一张魔法风暴制作图。前面有一张高级装备升级器制作图，将其收获，你的装备最高可升到9级。但很可惜，装备升级制作图被一只圣域级看守，你无法获取。哪怕现在的你足够应对无极境界，但面对圣域级你连一个呼吸都无法撑住。后边有一块紫贝壳，看守者只是一群旱地级的异兽，你可以轻松拿捏。看着一道道提示闪过，杨青内心大呼可惜。他虽然能够制作装备升级器，但也只不过能制作出低级的装备升级器，最多只能将装备升级到+5，便无法再继续升级。而前方冰窟内可是隐藏着一张高级装备升级器制作图，若是能将其学习，它的各方属性将会再次迎来一个巨大的翻转。可惜圣域级的确不是他现在能够染指的。想了想，最终还是决定挖掘右边，在魔法风暴中洗个澡。毕竟将雷衣坚持到200层，也对于现在的杨青来讲，并不会有多大的损耗。而后方的紫贝壳虽然也还可以，但贝壳这东西杨青开的也不少，自然兴趣没有多强烈。来到右方冰壁前，点开背包取出镐头，对着面前的冰壁不断敲击。大约过了9分钟，冰壁终于出现一丝丝裂缝，随之砰然破碎。看着雾墙显露，杨青脑海念头转动，黑雷变，雷衣，一道道紫芒加持在身，没多时雷衣的层数便叠加到了200层。指挥着2只宠物跟随，杨青也是直接踏进雾墙。轰轰，滋滋，咔咔，一进来，各种元素的魔法风暴响彻冰窟。啪！同时，一条成人身体般粗壮的藤蔓从壁半空砸击而来，有200层雷衣赋予的安全感，杨青不闪不避，直接迈着步伐向前穿梭。啪啪！半空中的藤蔓以极快的速度甩在杨青肩膀，带起道道肉体摩擦的声响。同时，周边的雷电、风卷、地刺等各种魔法也接踵而至。杨青依旧是不闪不避，只顾埋头在整片魔法风暴中探索，一直到雷衣损耗的能量达到了50%，这才在左上角看到一块泛着流光的制作图。杨青连忙上前将制作图捡起。系统魔法风暴制作图。眼见宝贝到手，杨青也来不及过多观察，这里的各种魔法风暴充斥着整片冰窟，这会儿自然是先第一时间离开才行，不然晚1秒离去便要多承受魔法风暴的打击。若是雷衣能量完全耗尽，又得继续损耗精神叠加，这是杨青所不能接受的。继续快速穿梭在魔法风暴中，一道道提示也依次被他触发。继续挖掘右边，你将碰上一艘搁浅的海盗船，船上有些许物资，但要注意，船上有一批巨臂章鱼，以你的实力可以轻松拿捏。上边会遇上一群树人族，若是能将其全部剿灭，会收获大量木能石以及一些不错的药材。下方冰窟是一个封锁的空间，唯有找出全部的幽暗之灵，并将其灭杀，才能开出通道进入下一个冰窟。但要注意，幽暗之灵的隐匿之术极其强大，
若是你能将神级法球、黑夜主宰融合，才能轻松猎杀。可你的8阶基因开启度还未完全解锁，进去的话会遇上不小的麻烦。前方会碰上一群在暗月山冒险的人族，此时的他们正在栖息。若是你愿意，倒也可以将他们全部洗劫。但要注意，这批人身后的势力不小，会有不少几率得罪万彩大陆的一批强者。后方冰窟居然是传说中的千鸟灵，传说千鸟灵有一只祥瑞圣鸟，若是能得到它的祝福，你的各方面属性都会得到一些增强，并且你将获得好运。看着提示一一闪过，杨青内心已然有了决策。挖掘后方，虽然什么搜刮海盗船、洗劫富二代挺有意思，但综合考虑，他还是觉得能稳步提升自己属性才是最重要的。毕竟以他现在的财力，普通资源真没多大用处。还有一点，那所谓的更加幸运也让他很是期待。若是这种带些玄学的玩意儿确实有效，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以后挖掘冰窟遇上好事件的概率要远远大于现在呢？甚至哪怕是每次开贝壳能够多开出几块能石，都是很值得的。来到后方冰壁前，莫多时，雾墙浮现，杨青上前踏进，霎时间，一股柔和的光彩出现在他眼前。杨青将目光望向四方，发现此处是一处丛林般的场景，但是天空以及整片冰窟都能看见淡淡的闪耀着七彩的光芒。彼时的杨青对这个世界多少有些了解，凡是这种混合颜色繁多的地方，必然不会简单。迈开步子，朝着树林前方前行。对于此处冰窟，他的兴趣是越来越大了，同时对那所谓的祥瑞圣鸟也愈发期待起来。没走多久，便来到树林外围。忽然，一只有着七彩色的鸟类从树木顶端飞起。正当杨青犹豫要不要将其打下之时，脑海中的彩色提示也在这时浮现。千鸟林中的七彩鸟都属于祥瑞，不可猎杀，唯有抱有一颗善良的心，才能遇上传说中的七彩圣鸟。得，既然彩色提示都这么显示了，杨青自然不会再有想要将其猎杀的心思。至于内心保持善良，他却是无法做到。他的本性便是有些唯我主义，这一点无法改变。他只能做到不猎杀此处的任何一只异兽。虽然不确定这种行为会不会被判定为善良，但彼时的杨青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继续深入，同时在看到七彩鸟翱翔之际，他是没有了半点想法。第195章江湖路远，有缘再见。大概又走了几十分钟，脑海中的彩色提示忽然疯狂闪烁起来。右边第3棵古树上栖息着传说中的七彩圣鸟，唯有神辉能石才能将其吸引。杨青丝毫不敢耽搁，连忙从背包取出那颗仅剩的神辉能石。虽然这玩意儿只有1颗，但用在这他是丝毫没有半点肉痛。毕竟根据以往的经验，但凡需要用到珍贵的材料做引子，其最后的收获从没让他失望过。随着神辉能石被他取出，一道9色光芒冲天而起，同时不远处的古树上也迸发出一道冲天七彩之芒。一只遮天蔽日的七彩大鸟翱翔于半空。随着这头大鸟的出现，千鸟林中所有彩色鸟类纷纷被吸引至此，无数彩光顿时在这片世界闪耀。杨青手上的神辉能石也似乎受到什么牵引一般，想要朝着七彩大鸟飞去。这股牵引力并不强，杨青心中有感，只要自己紧紧握住神辉能石，便无法被其牵引。不过在这种时候，杨青心中并没有半点想要制止的想法，直接将手掌松开，9彩神辉能石直接飘向空中，与七彩大鸟互相融合。顿时，一股闪耀无比的9彩光芒从原本仅有7彩的大鸟身上迸发。七彩圣鸟已然进化为9彩圣鸟。也就是此时，已经完成蜕变的9彩圣鸟忽然俯冲而下，直朝杨青冲来。然而，面对如此突发状况，杨青并没有做出任何闪避，因为他从大鸟身上只感受到了无尽的祥和与圣洁，丝毫没有半点肃杀的气息。唰！9彩圣鸟在触碰到杨青的一刹那，忽然化作一缕9彩光芒融入他的脑海。一时间，杨青只感觉身体暖洋洋，无比舒适。这股舒适不知持续了多久，杨青这才发现自己脑海中忽然出现一头缩小迷你版的9彩圣鸟。当他意识触碰到脑海中的9彩圣鸟时，一股陌生且庞大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哪怕是杨青现在的精神，也被这股突如其来陌生的记忆给冲刷的有些发昏。一直过了好几十分钟，脑海中的胀痛感才逐渐消散。随之杨青这才开始慢慢梳理这股陌生的记忆。然而，越是随着他接触这股记忆，便越是心惊。直到完全消化后，杨青的内心更是翻天覆地般不断变化。原来，这只9彩圣鸟属于极其古老的圣鸟，它的出生之时甚至可以追溯到天地开化之时。可若是仅仅，还不足以让杨青心态剧烈变化。真正让杨青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从这只圣鸟的记忆中知晓了这片冰窟的形成，
以及108神和深渊君主的存在，甚至是那万彩神王崩塌的原因。原来万彩神王自天地开化之时便应运而生，可因为上古之时一场大战，他为了拯救万彩大陆，自身不得不献祭大陆。可即便如此，万彩大陆还是被上古那场浩劫冰封，仅靠万彩大陆本土力量便想要对付这场浩劫，无异于痴人说梦。请救援，将自己复活是万彩神王最后的目的，而杨青这个世界的人族便是万彩神王最后的后手，甚至他自己能否复活也在这场集体穿越的契机中。而想要将万彩神王复活的，必须要满足3个条件：一、集齐落在108神手上的万彩神格碎片；二、一个拥有万彩色基因天赋的神选者；三、则是万彩神王献祭之时遗留的最大后手——万彩神王的灵魂。而这所谓的万彩神王灵魂，便是那所谓的琉璃通天猫，也就是他脑海中的彩色提示。换句话说，复活万彩神王的契机便在杨青身上，因为其他人哪怕是收集到神格碎片，也没有彩色提示。还有一点，杨青本身只是金色基因天赋，距离万彩基因天赋还差一个等级。想到这，杨青忽然想起彩色提示当初说的一句话：9元素肢体是可以进化为10元素肢体的，而那10元素肢体是否就是这所谓的万彩基因天赋？知晓这种种因果的杨青内心可谓是翻江倒海，甚至有一种满满的无力感生出，因为他不知道复活万彩神王后，他是否还会是他。谁能确保万彩神王复活的那一天，便不是他杨青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之时？想到这，杨青内心剧烈颓废起来，但很快他便重新焕发光彩。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切，那只要自己不去收集万彩神格，不去提升自己的基因天赋，不就行了吗？至于脑海中的彩色提示，反正他也处理不掉，爱咋地咋地吧。反正复活地方条件有3道，只要自己摆烂，那就是无敌了。我是忠于你的。看着脑海忽然出现的信息，杨青忍不住笑了笑。但不管如何，这个烂他是摆定了。毕竟他真的没有信心确定复活万彩神王后还会不会有他杨青。此时此刻，他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去雪神山。不知为何，在知晓这种种心秘之后，此时他的脑海第一时间浮现的正是那道来自雪神山的倩影。巴掌大的山形钥匙被他从背包取出，随之念头一转，钥匙化作一道大门。没有任何犹豫，杨青直接迈着步伐进入通道。小雪屋，我来了。随着一阵光华流转，熟悉的雪神山再次映入杨青眼帘。奈雪子也在第一时间感应到杨青的到来，很快便从雪神山巅下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男人。奈雪子并没有过多询问他为什么会到来，但从杨青眼神中，奈雪子也能看出眼前这个男人似乎发生了什么。踏步上前，奈雪子轻轻握住了杨青的手掌。不管发生了什么，以后雪神山就是你的家。奈雪子轻声说道。杨青反将奈雪子手掌握住，口中温声回应：好。至此，杨青就这么安安静静待在雪神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